放肆！你干什么？看清楚，我不是你夫君！凤青鸾一个字没听进去，他浑身快要爆炸，强势撕开他的衣服。敢对我做那种事，我杀了你！没想到他大夏国战神龙王，有朝一日会在毒发之时被一个中了药的女人欺辱。杀我，等会再说，先办正事。鲜艳夺目的大红喜服下，月亮悄悄引进了树梢。不知道过了多久，凤青鸾捂着脑袋坐起，看到昏迷的男人，他懵了。男人双眼紧闭，脸色苍白。正当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脑袋里涌入了大量不属于他的记忆。原来他穿越了，今日是原主与大夏国楚王谢燕的大婚之日。原主从小爱慕谢燕，以为年满15能成为他的王妃。谢燕却以政务繁忙为借口拖了1年，只等到他的白月光自己的堂妹凤书瑶及笄，两人同一日进入楚王府。今夜本该是他的洞房花烛夜，谢燕去了西陵阁与凤书瑶颠鸾倒凤。要不是先帝赐婚，你来楚王府做一条狗本王都不要。看在侯爷的兵权能成为本王的助力份上，本王才愿意陪你演戏。如今侯爷去世，父皇收回兵权，你对本王再无作用。本王从来喜欢舒瑶，心中只有她一人。你要是懂事，别占着楚王妃的位置自取其辱，否则今晚只是开始。当他问谢燕为什么要让他一个王妃新婚之夜去妾室房中伺候时，谢燕满脸嫌恶的如是说。凤书瑶告诉他，自己能入楚王府，祖母也有出谋划策。3年前，护国侯凤乾意外身亡，原主的母亲云氏受不了打击，跟着病逝，原主成了遗孤，祖母将她收在身边养大。他以为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没想到暗中帮着凤书瑶进了楚王府。凤书瑶是2房书婶之女，为了让她在新婚夜失真下药，原主逃到后山，药性发作，撞树身亡。想起事情的前因后果，凤青鸾头疼地望着男子。他是25世纪的特工军医，在一次出任务时被炸死，穿越而来。今夜多有冒犯，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看到他腰间的半枚白玉龙形佩，凤青鸾扯下来，留个信物，你若愿意等我和离，我会对你负责。他借用了原主的身体，有必要为原主讨回公道。给男人的伤口简单包扎了下，凤青鸾离开了后山。他走后没多久，谢晋醒过来，江曲也追了上来，看到他嘴角的黑血，心下一惊。主子，你毒发了，属下马上去请司谷主。谢晋摸了下心口，胸口那股常年萦绕的炙痛感消失了大半，丹田也沉缓了不少。想起昏迷前被一个女人用来疏解，谢晋脸上阴云密布。难道他的天隐煞是因为与那女人做了那等事才被压了下去？他就是司空说的他要找的女人？主子，这里是楚王府的后山，本王记得他今天成亲。是。去查一下今晚楚王府发生了什么，新娘有没有来过后山。他没记错的话，那个女人穿着喜服，倘若他真的能解他的天隐煞，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取到手。王爷，姐姐离开的时候看起来很伤心，她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啊？她脸皮厚，这点小事算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别提她。再怎么说她也是舒瑶的堂姐，还深爱着王爷。燕哥哥，你还是派人去看看姐姐吧，不然舒瑶担心今晚都要睡不着了。去看看姐姐是如何在新婚夜在别的男人身下求欢浪荡的样子。你呀，太善良了，忘了她在侯府以嫡女的身份如何欺压你呢？如今到了王府，你不用再委屈，她爱怎样怎样，不用管。王妃，没有王爷传令，您不能进淑侧妃的房中。房门被人踹开，凤青鸾衣襟染血的走进来，凤书瑶吓了一跳，谢燕连忙拉过被子盖住两人。凤青鸾，你怎么进来了？滚出去！妹妹不是说让你派人来看我吗？我送上门让你们看，妹妹今夜可睡得着了？你在外面偷听我们说话？妹妹在床上的声音浪荡骚气，比继子的叫声还勾魂，难怪能勾住王爷的心。燕哥哥，你看他，舒瑶不活了。凤青鸾，你闭嘴！来人，把他拖出去！侍卫冲进来，凤青鸾一记眼刀射过去。我乃先帝赐婚的楚王正妃，谁敢动我？侍卫们吓得在原地不敢动弹。我这人做事喜欢做全套，听过了声音也得瞧瞧身体，看下妹妹的娇躯和王爷的果体，是不是见人劈鸡如胶似漆？话落，他将火把丢到被子上。火！谢燕也差点被烧到，扯下床幔裹住两人。饶是谢燕反应迅速，房中的人也看到了两人仓皇闪过的白花花的身体。凤青鸾，你疯了！凤青鸾冷笑着走过去，一脚踹在谢燕的子孙带上。
凤青鸾揪住他的头发，左右开弓，赏了他2个耳光。渣男贱女，背着我勾搭在一起，新婚夜使唤我给你们洗脚，你很拽啊！他扯下凤书瑶身上仅有的遮羞布，凤书瑶死死护住。不要，王爷救我！谢燕忍痛爬起来，将凤书瑶抓进怀中。凤青鸾，你闹够了吧？看着他满眼心疼凤书瑶的模样，凤青鸾心脏刺痛。那是原主的情绪，原主爱谢燕胜过自己的命。曾经2人被山匪所抓，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救援，谢燕让原主勾引山匪。后来幸亏八皇叔谢晋带兵赶到，救下原主免遭凌辱。他与谢燕在混战中摔下山崖，谢燕被毒蛇咬伤，原主不顾性命帮他吸出毒血，中箭昏迷。再醒来时，谢燕认定凤书瑶是他的救命恩人，从此心仪于他，百般宠爱。想起那件事，凤青鸾抚了抚左肩的位置，那里为救谢燕而被利剑贯穿过的血肉还隐隐作痛。谢燕，今日你有负于我，羞辱将门遗孤，我必上请陛下与你和离。今晚凤青鸾所做的一切，谢燕都当他是爱惨了自己，气疯了才会如此。她梦寐以求想要嫁给他，怎么舍得与他和离？凤青鸾，你别挑战本王的底线，本王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我？新婚夜宠妾灭妻，楚王殿下，你是对先帝的赐婚不满，故意打先帝的脸吗？谢燕一梗，凤青鸾一向最听自己的话，今夜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居然敢跟他顶嘴。姐姐，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不要再惹王爷不快了。要是姐姐还没解气，妹妹愿意做任何事让姐姐开心。姐姐千万不要再与王爷针锋相对，这不是侯府，你不要任性。以前在侯府的时候，凤书瑶总是装成柔弱可欺的模样说话，激怒原主，把她塑造成一个任性的泼妇。如今到了王府，还玩这套。凤青鸾可不吃这套，他从谢燕怀中扯出凤书瑶，又是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扯起她裹成粽子的床幔，往里面扔了一只从山上带回来的好东西。老子最烦装柔弱的人，再敢在我面前表演这套，小心小馒头给你削掉。凤青鸾解气离开，凤书瑶没有看清凤青鸾往他胸前扔了什么，可那玩意儿在身上乱爬，他发疯尖叫：王爷，有东西咬我！他在我身上爬！凤书瑶在地上滚来滚去，想脱掉床幔，可里面什么都没有穿，哪里敢脱？他不知道在身上乱窜撕咬的到底是什么，极度恐惧之下昏死过去。书瑶！只见凤书瑶腿间隆起一团，一只山地鼠从他大腿下爬出来，伴流着血迹流下。叫大夫，快叫大夫！凤青鸾回了恒武院。小姐，你去哪儿了？奴婢好担心。小姐你受伤了？无碍，大盆热水来。秦雪是原主从小长大的贴身侍女。凤青鸾坐在铜镜前，恍惚间眼前出现了她在现代实验基地的医疗室。凤青鸾大喜，从架子上拿下绷带和药物处理伤口。谢燕请了大夫给凤书瑶治伤，她身上有几处咬伤，伤口不深，但山地鼠脏乱，很有可能会感染疫病。凤书瑶醒来后哭个不停，谢燕安抚了她的情绪后，怒气冲冲地来到恒武院。贱人，你差点要了书瑶的命！看到谢燕在洗手，劈掌朝她打去。凤青鸾掀起水盆往她身上招呼。凤青鸾，你反了！我是反了，可你傻了，被一朵白莲骗得团团转。谢燕，2年前在明灵寺救你的人，你当真以为是凤书瑶？你不是醒了一次吗？看到了什么？谢燕顿住，2年前她去蒙山剿匪，摔落悬崖被毒蛇咬伤，是书瑶不顾安危帮她吸出毒血。从那时起，她发誓这辈子要对她好。凤青鸾，休想扯开话题！今夜只是你踩到了本王的底线，去给书瑶下跪道歉！你看到救你的人带了一只白玉手镯，凤书瑶从我这里偷走，和你相认，他能拿走玉镯，还能夺走你的记忆吗？谢燕惊住，他彻底昏迷前，模模糊糊间似乎看到了凤青鸾的脸，可等他再次醒来时，出现在眼前的是正在为他吸出毒血的凤书瑶。谢燕，报恩可以，可别报错了对象被人玩弄。谢燕脸色微白，一阵风似的出去了。他走后，窗外一抹黑影闪过，凤青鸾甩出一柄手术刀，穿破窗纸飞向黑影。凤青鸾走出去，阮嬷嬷背上中刀，跪在地上，偷听主子谈话，想去告诉谁？凤青鸾走到他身后，把手术刀抽出来。大小姐，奴才好意来看你有什么吩咐，你却将奴才射伤，太狠毒了。凤青鸾笑了笑，手术刀毫无征兆地插进了阮嬷嬷的左眼。我的眼睛！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今日在西陵勋做的事情，我要告诉给潘夫人，你没好日子过。
他明面上是侯老夫人给原主陪嫁的管事嬷嬷，实际上是凤书瑶的母亲潘氏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侯老夫人还在，潘玉莲算个什么东西？侯老夫人是凤乾的嫡母，10多年前，凤氏的2房、3房见凤乾一朝封侯，拖家带口从扬州来京城攀附，全都厚脸皮的住在侯府。老夫人没几天可活了，到时候整个侯府都是潘夫人的。大小姐，奴才劝你识时务，以免得罪潘夫人，往后没了娘家撑腰。凤青鸾蹙眉，敏锐地捕捉到一丝异样。在原主的记忆中，侯老夫人对她的疼惜和爱护一点也不像是假的。毕竟凤青鸾是凤乾唯一的血脉，嫡亲的孙女，侯老夫人怎么可能知道原主喜欢楚王，还同意送个旁支的堂妹来跟她争宠？寒光一闪，手术刀捅进了阮嬷嬷的脖子，凤青鸾跃上高墙，出了楚王府。老夫人，您就点头让杨玉继承爵位吧。青鸾出嫁，侯爷拼命挣来的功勋爵位，总不能没有继承人，让圣上收回去吧？往后啊，青鸾在夫家过得不如意，都没个给她能说得上话的娘家。二夫人，老夫人都被你逼得吐血了，还不让她休息，这件事就不能等老夫人病养好了再说吗？正是因为老夫人身体不好，继承人之事才应该早点定下来。爵位可以移2房的，让杨玉承袭；管家之权嘛，得让给我们3房。还有各路店铺的契章和田产庄子的契书，都要放权出来，由我们撑起侯府。老夫人不用操劳费心，安心养病，身子才能好快些。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陪着我把凤书瑶送入楚王府，这件事儿我还没跟你们算账。青鸾刚出家就来争爵位分家产，你们当我老婆子快死了吗？凤青鸾猜得没错，凤书瑶那话果然是挑拨离间，可惜原主那单纯的性子轻信了。老夫人吐血了，快来人，快去请大夫！哎，老夫人别晕，先把商讨的事情说定了再晕啊！哎，老夫人，凤青鸾踢门进去，屋里的人朝他看来。2婶3叔放心，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都别想得到，有我在，休想得逞。青鸾，新婚夜你不在王府伺候，回来侯府做什么？还有没有规矩？大小姐，你回来了，老夫人又被他们气吐血了。凤青鸾走向床边，侯老夫人已经昏厥，探了探她的脉象。凤青鸾眉宇间爬上戾气，你们敢给祖母下毒？怎么会有这种事？是谁想毒害老夫人？此事与我们3房无关，二嫂别胡乱猜忌，引人怀疑。我又没说你们，急什么？难道是做了亏心事，心头有鬼？二嫂，你别含蓄喷人。两方在争执的时候，凤青鸾从医疗室拿出金针消毒，封住侯老夫人的心脉，又取出银针扎进了胸前和手腕的几个穴道。在银针的疏导下，侯老夫人的脸上恢复了些血色。潘玉莲见凤青鸾控制住了侯老夫人的情况，惊讶于她会医术，不再与柴静柔争吵。青鸾，老夫人是今天吐血的，定是进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是谁动了谋害老夫人的心思，将侯府翻过来搜查便知。搜就搜，谁不知道你仗着自己儿子在西郊大营爬上6品前锋的位置，就想争夺爵位，还不愿意让我3房掌家想污蔑我们相侯府据为己有？你别痴心妄想，我3房没做的事儿，谁泼脏水都不好使。叫你们一声叔婶，还真把自己当个角儿了。我父亲拼下的爵位和家产，岂轮到2房死乞白赖求饭吃的庶出旁支在这里指手画脚？侯府的主子还在呢，轮得到你们说话？凤正和凤纯都是侯老太爷的妾室所生。青鸾，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好歹我们都是你的长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侯府的事你不能做主。我不能做主，你能？一个寄人篱下的蛀虫，你算个什么东西？青鸾，你说谁是蛀虫？我们是你叔婶儿，吃点用点怎么了？你读那么多年书，学的尊重长辈都学哪儿去了？凤青鸾一脚踹到凤纯胸膛，将他踢翻。在这儿呢，以前就是学得太死板，给你惯的，让你一个讨饭吃的人欺负到头上来了。有辱斯文，实在是有辱斯文。潘玉莲阴沉地审视着凤青鸾，这丫头嫁人后性情大变，发生了什么？将府上的各个出口封住，不准任何人进出。记录下人的册子拿上来，让所有人来松鹤堂。祖母中毒之事，我要彻查，谁不来，连夜打发出侯府，永不再用。福民是侯府的管家，早受够了2房3房的气，速速去安排了。齐嬷嬷，将今日祖母用过的吃食送上来，我要查验。另外，你再办件事，
侯老夫人醒过来，看凤青鸾做事有主意，完全不像出嫁前娇滴滴等伺候的千金大小姐，心中慰藉，小青鸾长大了。一炷香时间后，侯府的下人全都按队站立在松鹤堂的院子，先前去请的大夫也到了，和凤青鸾一起在一盘枣泥点子里验出了毒物离断魂。桌子上摆着几个箱子，众人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枣泥点子祖母素来爱吃，从厨房做好送到松鹤堂，期间有谁发现异常，赏白银1000两。凤青鸾将盒子打开，一排排锃亮的银锭子摆在众人面前，在下人们中引起不小的骚动。谁的指证有力，不仅可以获1000两银，还可以取走卖身契，甚至参与了其中一环的人，本王妃也不予追究。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将主使揪出来，清理门户，还侯府安宁。此话一出，人群中又议论起来。这下两房中有人慌了，凤青鸾这招釜底抽薪，有几个下人能经得住诱惑不卖主求荣？大小姐，奴才是今日负责从后厨往前厅送菜的小厮，下午在梅花亭看见一个侍女将装盘好的枣泥点子盒子揭开，不知道做了什么。后来潘二夫人从走廊过来催促，那人慌忙盖好盖子送进了松鹤堂。在场的所有侍女中，让你再看一次，可能认出是谁吗？奴才看到了那人的背影，让他们做相同的动作，应该能认出来。赏！管家将小厮的卖身契找出来给他，秦嬷嬷将1箱白银送到小厮手上。其他下人见凤青鸾说话算话，都沸腾了。2房和3房的人坐不住了，掌心沁出冷汗，心里祈祷自己院里的下人千万别被诱惑，守住嘴。大小姐，奴婢知道是谁想下毒害老夫人。看到他出来，柴柔竟如遭雷击。你知道什么？回大小姐，奴婢就是小厮看到的在梅花亭里打开膏子盖子的人。奴婢是宁安院3夫人房里的1等侍女彩蝶，当时想往枣泥点子里下点毒，差点被潘二夫人撞见，没能下毒成功，是3夫人命令奴婢下毒谋害老夫人的。放肆！小贱婢，为了赏钱喷我主子，你自己都承认了要下毒谋害老夫人，岂说是我安排的？3夫人命奴婢做这件事情，奴婢没能成功，老夫人却中了毒，很有可能是夫人让另外的人做了。你胡说！是贪污还是事实？去宁安院搜一下不就知道了。秦嬷嬷带着侍女婆子去了宁安院。青鸾，不是三婶做的，我向来对老夫人尊敬孝顺，怎么会下毒害她？三婶最胆小怕事，你是知道的。先别着急着狡辩，搜查结果出来，有你说话的时候。这件事谁还能作证？一并站出来，一并领赏。大小姐，奴才是西角门的门房，1天前母亲生病告假，曾在仁心药剂看见3夫人身边的李嬷嬷买药，大夫告诉她要注意剂量，否则马上致命。想来啊，李嬷嬷买的正是毒药。大小姐，奴才近日从未去过仁心药剂，这小厮在做伪证。秦嬷嬷带着人回来，手上拿着一个药包。大小姐，这是在柴夫人的妆篮里搜到的药粉。大夫闻了闻，这是离断魂之毒。柴柔静的脸色逐渐白了下去，剩下的毒药她处理得很干净，怎么还能搜出来？青鸾，有人栽赃陷害，毒药不是我的。同时恼恨地瞪向潘玉莲，是你陷害的我，是你在我房中放的毒药，是你。潘玉莲嘴角齐笑，是他又怎样？要怪就怪自己密谋这件事的时候被尤嬷嬷踢了墙角。尤嬷嬷从小伺候他，绝不会为了1000两将他供出来。来人，柴柔静毒害朝廷告命，送去京兆府。福明，你将人证物证带上，鸡堂苦，今晚务必将人送入大牢。是，大小姐。护卫前来押解。老爷救我，我是被冤枉的。青鸾，柴氏好歹是你三婶儿，就算他做错了事儿，也不能送官府断送了他呀。柴柔静的儿子凤少元和女儿凤瑞安也跪到凤青鸾腿边恳求：堂姐，这件事情断不是母亲做的，求你再仔细查查。你们还有空为三婶求情，还是想想待会儿该怎么解释吧。今晚我要替侯府清理门户，哪些人背地里从侯府拿了多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个都逃不掉。潘玉莲本来还高兴除掉了一个柴柔静，谁知凤青鸾要彻查侯府，那他从这座金库里拿走的不少钱财被查出来了，岂不是也要送官？派人去楚王府，将这里的事告诉舒瑶，让他赶快带楚王过来，要出大事了。尤嬷嬷想溜。尤嬷嬷，你要去哪儿啊？大小姐，奴才今日吃坏了肚子，想去如厕。事情没查完，谁也不准走。霎时，潘玉莲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今日这事没法善了，凤正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接下来说说2房和3房的阿扎事，告发者有重赏。大小姐，去年凤二老爷在汉墨斋看中了一幅名画，悄悄将白柳间的一间铺子的地契偷出去卖了。5个月前，凤三老爷在地下钱庄输了3000两，去侯爷书房偷了2件价值不菲的瓷器倒卖。还有潘二夫人，为了结交京中贵妇，经常从老夫人手中诓骗奇珍异宝，私下送礼。楚
畜生！我好意收留你们，不懂感恩就罢了，还想搬空侯府吗？祖母别动气，过了今晚，他们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青鸾，你想做什么？不过是些黄白之物。你母亲是江南富商之女，做生意的好手，我们用的不过是侯府金库里一点塞牙缝的钱财，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惩罚吧？都是一家人，你就当接济穷亲戚了，行吗？主动给的才算接济，没经过主人同意的视为偷。看在堂弟妹还小的份上，以前丢失的钱财，我就当打发叫花子。侯府不留牛鬼蛇神，秦嬷嬷将2房3房的人赶出侯府。二爷三爷请办。凤青鸾，你罔顾亲情，大半夜的把书生赶到街上去，不怕丢人吗？做贼的都不嫌丢人，我丢什么？赶紧滚！住手！父亲母亲，凤青鸾，你在王府没封够，又来侯府，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1个时辰前，谢燕得知2年前救他的人可能不是凤书瑶，回到西林轩找他对峙。当年救我的人是凤青鸾，你顶替了他欺骗我是不是？燕哥哥，是舒瑶救的你啊！舒瑶因此中了蛇毒，差点去了半条命。侯府上下都知道，你怎么怀疑舒瑶呢？那我昏迷前看到过凤青鸾是怎么回事？姐姐是后来才赶到的，那时燕哥哥中毒发烧，兴许是看晃眼了也未可知啊。再说舒瑶有玉镯为信物，6七找到燕哥哥时，看到你身边的人也只有舒瑶，我能骗燕哥哥，6七也骗燕哥哥吗？6七，谢燕的贴身侍卫。谢燕仍是疑惑，凤书瑶猜是凤青鸾跟他说了什么。早知道燕哥哥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怀疑舒瑶，当初还不是让我毒死了，一了百了，还能让燕哥哥记一辈子，省得2年后赖上舒瑶的心。是本王错怪你了，别哭。心中懊悔，差点中了凤青鸾的离间之计。凤书瑶靠在谢燕肩头，今晚他在凤青鸾手中吃了这么大的亏，便侍女之男连夜回侯府，将西林轩的事情告诉母亲，让他想法子在回门的时候给凤青鸾好看。直男去了，很快又回来。小姐，不好了，王妃回侯府了，说是老夫人中毒了，要查下毒之人，老爷和夫人都被扣在松鹤堂了。你说什么？王爷，我要回侯府。2人快马加鞭赶到侯府。凤青鸾，他们是你的长辈和舒瑶的双亲，你怎么能刻薄对待他们？你还有良心吗？得殿下垂怜，我们原本是从乡下来投奔侯府的，主人家留我们便留，赶我们便赶，终究是对侯府无用的人。殿下千万不要为了我们与王妃置气。老爷，我们走吧，别留在这里讨人嫌。母亲，是女儿没用，让你们受委屈了。姐姐，妹妹知道抢了殿下的疼爱，让姐姐心里难过。你要打要骂，说要任你处置，求你不要为难父亲母亲。姐姐要恨，就恨我一个人吧。他哭哭啼啼，说着就去撞柱子。谢燕慌忙把他抱住，朝凤青鸾咆哮：凤青鸾，你要逼死舒瑶吗？没有他，本王的命早就没了，还不快给2老赔不是结束闹剧？你再为难他们，休怪本王新婚夜都让你下不了台。谢燕，这是我侯府的家事，你没资格插手。你都嫁给本王了，还有什么身份管侯府的事？事关舒瑶父母，本王不会让你胡来。楚王殿下，青鸾嫁出去了，做不得侯府的主，老身也不行吗？楚王殿下，念在以前的情分上，这些年侯府对凤正、凤纯仁至义尽，他们不懂感恩就罢了，还千方百计算计，欺负到青鸾头上。今日老身也险些丧命在他们的手段之下，侯府不留居心叵测之人。今日之事由老身做主，将他们驱离侯府，还请殿下不要插手我侯府内宅之事。侯老夫人身负1品诰命，又是护国侯生母，正儿八经的侯府当家主母。谢燕纵然再有心护着凤正和潘玉莲，她都开口赶人了，说什么都于理不合。王爷，不要，不能让他们这么对待舒瑶的双亲。放心，这件事本王会妥善处理。妥善处理吗？我倒是有个好办法，不如楚王收留了他们，但我提醒你啊，不准将人带入楚王府，否则我将今晚西林轩发生的事宣之于口。楚王殿下，你看着办吧。凤青鸾，你……可对上凤青鸾坚决又强势的目光，谢燕知道他必然会说到做到。来人，将人赶出去。老夫人，你这么绝情，
不怕今夜之事传出去，让人看侯府的笑话吗？哪有你这么做当家主母的，一点容人的气度都没有。潘玉莲撒泼打滚不肯走，护卫们不得已动手驱赶。潘玉莲到了侯府大门，还在撒泼，大声嚷嚷：“哎，我们的首饰钱财还在侯府，那是我们的东西，我要带走。”你们的哪样东西不是侯府赏赐的？连身上穿的绫罗绸缎都是用侯府的银子买的。再大吵大闹，我让人扒了你们的衣服。侯府大门关上，谢烨也跟着出来了。他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至极来形容了。他堂堂楚王，凤青鸾当着这么多人将他的脸踩在地上。哎呀，楚王殿下呀，侯府欺人太甚，你要为我们做主啊！我们身无分文，没有去处，往后可怎么活呀？谢烨眼中闪过嫌恶。母亲，你别这样，殿下最疼舒瑶了，他一定不会不管你们的。有琪，今晚将凤二老爷和潘夫人送到暮云斋去。暮云斋是楚王府的一处私宅。是，王爷。多谢殿下垂怜，不过那里有下人伺候吗？折腾了一晚，我们身上的衣服也脏了，明日得准备有干净的衣服，还有日后的开支用度，不能比侯府的低。谢焱听着不是滋味，心中生出了一种接到了烫手山芋的感觉，只怕答应接手他们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青鸾呐，舒瑶的事儿是祖母疏忽，让你受委屈了。祖母，潘玉莲和凤书瑶早计划好了这一出，谢焱暗中受益，凤书瑶迟早会入楚王府，这件事不怪你。楚王宠幸凤书瑶，今夜我们得罪了他，以后你在王府的日子不好过呀。祖母，我没打算在王府过日子，我会与谢焱和离。什么？青鸾，你考虑清楚了？祖母，今夜我彻底看清了谢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与他不可能再做夫妻，我不喜欢他了，既不喜欢，及时退出。青鸾，你从小爱慕楚王，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不喜欢了？别说气话。祖母，这件事后面再说。明日我去龙心镖局找刘叔，让他带些人来侯府，谨防潘玉莲兴风作浪，有他们在我才放心。刘炳是护国侯以前的副将，打仗时受了伤退下来，与侯爷的其他的退伍旧部在龙心镖局做事。龙心镖局是原主母亲云氏的产业。商定事情，晚上凤青鸾留在了松鹤堂。按照规矩，第二日新席要进宫给陛下和皇后请安进茶。翌日，青鸾，今日该怎样怎样。你要是真想与楚王和离，祖母随时等你回来。祖母，我知道了。凤青鸾回到楚王府时，谢焱在前厅等着。你还有脸回来？忘了今日要做什么？没忘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凤青鸾，我警告你，进宫后昨晚的事，你敢多说半个字，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本王。谁给你的自信我想见你？青天白日的，做什么美梦呢？说完，给了他一个嘲讽的后脑勺，回了恒武院。回到恒武院，凤青鸾换上宫装，与谢焱进宫请安。养心殿里，夏明帝威严地坐在上座，如妃坐在他旁边。本来敬茶应该像先皇帝和皇后，丽皇后近日感染风寒，在坤宁宫休养。谢焱的生母如妃来了养心殿，先向他们敬茶。父皇、母妃，请喝茶。楚王，你和青鸾成亲，朕也算对得起侯爷的嘱托，心中可安了。看到夏明帝脸上假惺惺的笑容，凤青鸾心中恶心。他初登基时，凤乾帮他打天下，大夏迎来太平盛世。他暗地里打压凤乾，让他交出兵权。凤乾去世，说不定就有夏明帝的手笔。楚王和青鸾天作之合，老侯爷泉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的。父皇，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楚王并不这么想，他昨夜……父皇，夏明帝和如妃疑惑地朝他看来。父皇，母妃，儿臣昨晚对青鸾不够温柔，惹青鸾不悦，儿臣往后一定会注意。如妃以为他说的是床围之事，嗔怒道：楚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子娇弱，不得莽撞。父皇、母妃，昨天晚上楚王没有来儿臣房间，他去了恕侧妃的院里，还遣人让儿臣去伺候恕侧妃洗脚。楚王羞辱儿臣，还因此差点杀了儿臣，实在让儿臣寒心。在大夏国，宠妾灭妻视为严重品德之耻。楚王，青鸾说的是真的？父皇，儿臣
看出儿子无从辩解，如妃知道凤青鸾说的是事实了。楚王，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凤青鸾是侯府遗孤，将门忠烈之后，楚王新婚夜羞辱她，传出去让万千将士怎么想？父皇，母妃不是这样的，是凤青鸾欺负舒瑶在先，儿臣作为一家之主对他略施小惩，谁知他心生妒恨，夸大事实，竟让父皇母妃责备儿臣替他出气，请父皇母妃不要听信一个正在气头上的杜甫的话。父皇，父亲在世时上阵杀敌，铁血铮铮，即便背水一战也绝不屈服。儿臣虽无父亲风骨，也是将门之女，岂能任由人作践欺负？楚王欺辱儿臣在先，污蔑儿臣在后，宠妾灭妻，儿臣实在不能忍受。求父皇看在父亲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还儿臣自由，恩准儿臣与楚王和离。凤青鸾的话犹如滔天巨浪打来，震得所有人愣在当场。许久，凤青鸾，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和离？凤青鸾叩头行大礼，再次掷地有声的重复：请陛下恩准，臣女与楚王和离。胡闹！凤青鸾，你当这是哪里？纵然楚王做错了事，也岂是你说想和离就能和离的？你把皇家当成什么了？凤青鸾再次叩首，没有回答。无声的沉默显示着他态度与坚决。看到他这样，夏明帝的脸气得黑成了锅底。陛下息怒，青鸾在气头上，情急之下才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来，还请陛下看在孩子年轻不懂事，不要与他计较。哼，凤青鸾，你看看，你都这样了，如妃还在帮你说话，有这样疼你护你的婆母，合理不合理的话休要再说。在民间他都从未听过成亲第2日就要和离的，更何况是皇家，要是传出去，大夏皇室的脸面都要丢到10里外去了。楚王，青鸾素来温顺乖巧，且一心对你，你能将她气到想和离，必然是昨天晚上的确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已经发生过的事，朕不追究。往后你要摆正心思，正妻就是正妻，你若宠爱哪个妾室超过了正妻，朕绝不允许。待会儿你去给皇后敬茶过后，来养心殿跪着，晚上再出去。青鸾，朕惩罚了楚王，这样你可消气了？说的是帮他出气的话，真实的意思凤青鸾却是听明白了。因为你的嫉妒来皇宫闹脾气，我都惩罚了楚王，你应该说满意了。和离是不可能和离的。夏明帝这是给他台阶呢，毕竟是他儿子，事关皇家颜面，就算他现在捅破了天，夏明帝也不可能答应让他和离。欲速则不达，凤青鸾思索着，今日他摆出了态度，有皇帝的话震慑，谢宴今后会消停点。和离之事不能操之过急，暂时先这样，后面再从长计议。听凭父皇安排。你们的茶朕喝过了，去给皇后敬茶吧。凤青鸾站起来，头也不回走出大殿。凤青鸾，你站住！贱人，你故意的，你就是想让父皇惩罚我，得到想要的结果了，你满意了吗？谢燕，我想要的是和离，你只得到了罚跪，有什么可满意的？还想着和离？本王告诉你，这辈子本王只有休妻和丧偶，绝对不可能有和离。你就算是死，也只能做我楚王府的鬼。是吗？那走着瞧，看你楚王府经得起几次折腾。在工人的带领下，凤青鸾往乾宁宫走去。谢燕气红了眼，看着凤青鸾走远，眼中淬出寒光。凤青鸾，让你晓着，总有一日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彼时坤宁宫，丽皇后斜躺在贵妃榻上，凤青鸾进入殿内，闻到空气中萦绕着清新凝神的异香。大殿中的香炉点着熏香，凤青鸾目光一扫，看到了窗边的插花，眉心微微蹙了一下。儿臣给母后请安。儿臣给母后请安。丽皇后面色憔悴，连续几日的风寒让她心力交瘁，眼睑下透着乌青。听闻护国侯嫡女倾国倾城，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妙丽出尘。楚王俊美，郎才女貌，你们2人结合，乃天作的好姻缘。母后，你的风寒好些了吗？太子不在，母后可得照顾好自己。太子谢恒1个月前奉命代替皇帝去江南巡盐，还有半个月才能回到京城。有劳楚王费心，我这身子骨最近虚弱，吃了药也不见好。母后金尊玉贵，等太子回来，有他陪伴在侧，母后的心情好了，身体也自然跟着好了。丽皇后笑了笑，忽而猛烈地咳嗽起来，她咳得脸色涨红，也停止不住。来人，娘娘病发了，快去请禀她一进宫。
谁知他话音刚一落下，原本还在咳嗽的厉皇后张大嘴瞪着眼睛，仿佛呼吸不过来，双手死死抱住喉咙，抽搐了一下，倒在软榻上，失去了意识。娘娘，你醒醒！厉皇后的脸色渐渐由苍白显露出了青黑之色。凤青鸾皱眉走向厉皇后：“你去做什么？皇后病了，自有太医来治。”凤青鸾甩开他的手，等太医赶到，厉皇后就窒息而亡了。他快步来到厉皇后面前，掀开她的眼皮，检查瞳孔和鼻息，眉心紧蹙了起来，袖中滑落银针，挡住谢燕的视线，去解厉皇后的衣襟。放肆！皇后娘娘的凤体也是你能碰的？你没看见她呼吸不过来吗？再不做点什么，皇后出事，你担待得起吗？可是楚王妃，你会医术吗？凤青鸾面不改色，扯开厉皇后胸前的衣服，娴熟地将银针扎入厉皇后的穴道中。没多时，又是2枚银针下去。厉皇后猛地提了一口气，恢复了呼吸。厉皇后睁开了眼睛，看到凤青鸾坐在床前，一脸茫然。娘娘，是楚王妃救了您，你会医术？以前见一位老神医救治过与母后相同病症的人，母后吉人自有天相，让儿臣歪打正着就行了。厉皇后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她是该庆幸凤青鸾瞎猫碰到死耗子救了她，还是该庆幸她没彻底被他扎死？母后，老神医说过，白羽花与安年香放在一起会产生毒素，导致人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为了母后安危，白羽花撤了吧。厉皇后看向窗边花瓶里插着的白羽花，这是今早沁阳公主送来给她的。凤青鸾说完，朝厉皇后扶了扶身，退到殿上。楚王妃，不管如何，今日你救了本宫一命，日后有什么难事尽管来找本宫。是，母后。随后太医来了，诊断过厉皇后的情况，说法与凤青鸾的说法一致。厉皇后对凤青鸾的表现更为刮目相看。这里没什么事了，凤青鸾和谢燕退出了坤宁宫。你好大的胆子，上手救皇后！她要是在你手里有个3长2短，你担得起责任吗？这是我的事，楚王要是不想与我扯上关系，那好，和离。和离之后，我就算犯下掉脑袋的大罪，也不管你楚王府的事，不最合你的心意。我以前对你掏心掏肺，言听计从，你把我当成谋取兵权的工具，对我视如敝屣。谢燕，如今我看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别想着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对你。你这只披着人皮的禽兽，给本姑奶奶提鞋我都嫌脏，再对老娘指手画脚，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凤青鸾的话让谢燕呆若木鸡，她愣在原地。凤青鸾大步流星地走了。出了皇宫，凤青鸾上了楚王府停留在宫门口的马车。王妃，王爷呢？陛下留他有事商议，我们先走。属下先将王妃送回王府，再来接王爷。父皇说了，今夜要留楚王在宫中，他不会回来，你也别等了，带我去明西街。太子巡盐在外，京城的差事陛下分配给楚王，说明器重他。柳琪也不再有疑惑，决定明天早上再来接他，驾着马车往明西街去。这个女人你们知道吗？是侯府3老爷的发妻。听说昨天晚上下毒谋害侯老夫人，被搜出来毒药，流放岭南2000里。他我当然知道了，以前经常在云裳阁和珍宝楼与其他夫人争夺衣服首饰。他家里没一个当官经商的，如水的花销从侯府出来，用的都是侯府的钱，不知道感恩，还想谋别人的命，真是贪得无厌，自作孽不可活。那可不，听说侯府的凤2老爷和凤3老爷昨天晚上被赶出侯府，不知道在哪里宿着呢。这以前招摇惯了，往后可没钱挥霍了吧？柴建柔听在耳里，羞愤欲死，心里将凤青鸾骂了个狗血喷头。黄眼中看到潘玉莲也在人群中。潘玉莲，你还有脸来看热闹？都是你害的我，是你给老夫人下的毒，你诬陷我！潘玉莲站在人群后，手中嗑着瓜子，看柴建柔如同战败的公鸡，心里别提多快活了。母亲，母亲不要走！母亲，你在路上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妹妹找机会来看你。母亲变成这样都是凤青鸾害的，她一定会为母亲报仇。凤纯也被人群拥挤着，妻子分离，心里也跟着沉痛。马车从官兵押解着囚犯们的身旁走过，凤青鸾看到这一幕，心底没有半分波澜。潘玉莲见这马车向楚王府的，偏头打量，正好看到帘子下凤青鸾的脸，一腔怒火瞬间被点燃。凤青鸾这个小贱蹄子还有胆子来看热闹，他扔掉手中的瓜子，冲出人群，朝马车冲了上去。凤青鸾，你罔顾亲情，丧尽天良，做了楚王妃就看不起我们这些亲戚了，把我们赶出侯府，你还是不是人啊？二夫人，你冷静一点。凤青鸾是楚王妃，是皇室中人，在街上闹起来，楚王不好收场，二小姐也会跟着为难的。潘玉莲才不管那些，她的怒气已经直冲天灵盖了。二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别闹事，快走！走什么走？我就是在这里等他的。
凤青鸾，你记不记得当初你父亲从扬州乡下来京城没有盘缠，是我家老爷和三房的凑了5两银子给他，他才能来到京城飞黄腾达。如今有权有势了，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你父亲死后就将我们撵出侯府，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配做楚王的王妃。凤二夫人，听属下一句劝，大庭广众之下别这样。好歹他女儿是王爷的女人，他这样指着王妃的名字骂，也是在丢楚王府的脸。别拉我，我不过是为我家老爷不公，让百姓们看到凤青鸾的真面目，不再让有人上当受骗。原来她就是楚王妃啊！这怎么是这样的人呢？谁家没个穷亲戚，都这么有钱了也不接济一下？当年人家可是凑了银子帮他的，这也太没良心了吧！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父亲说的对，越漂亮的女人心越狠。楚王娶到这样的王妃，倒了8辈子血霉。百姓们的讨论声如潮水袭来，凤青鸾没有看他们，直直地盯着潘玉莲。怎么？我说的都是事实，你难道要打我不成？这时他看到人群中的凤瑞安和凤少元，冲过去抓住凤瑞安拖出来。哎，来，街坊邻居们看看，这是凤三老爷的女儿，是刚才被押走的柴静柔的女儿，她可以为我作证。他揪着凤瑞安道：难道你不想为你母亲报仇吗？机会就在这里，你附和我们一起撕掉凤青鸾的面具，让她身败名裂。凤瑞安紧张的瑟瑟发抖，想到母亲流放，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她了，心中的仇恨也被挑起。二夫人说的对，凤青鸾，你这个狠心的女人，还我母亲！说着朝凤少元使眼色，让他也站出来。凤少元犹豫了一下，也站到了凤青鸾的对立面。既然要说这件事，那我也来说道说道。为了还你们的当年之恩，我父亲封爵后要给你们在扬州买宅子田铺，你们不乐意，举家带口来京城住在侯府。这些年锦衣玉食的过着，侯府没亏待你们半分。你们不知足，在我父亲去世之后，谋算我父亲的爵位和家产，窃取侯府钱财，用着侯府的名声纨绔败家，甚至在我出嫁之日，逼迫我祖母交出掌家之权，还差点下毒害死他。我护国侯府做到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们这些打着亲戚名义的白眼狼，颠倒是非，毁我侯府名声，当街辱骂皇室王妃，该有什么罪，自有官府定夺。柳琪，报官。柳琪犹豫着没有动。听到要报官，潘玉莲心头发虚，可百姓们都看着，他又觉得有几分胜算。各位街坊邻居，你们看见了，凤青鸾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昨天晚上他也是这样将我们赶出侯府的，深夜让我们一家大小流落街头，天底下哪有这样对待自己亲人的人？他如此刻薄无情，天理难容。就算去报官，我也有话可说。听到流落街头4个字，柳琪的神色难看了起来。昨天晚上明明是王爷帮了他们，这泼妇不懂感恩，将王爷的好心踩在地上。凤二夫人，你说楚王妃将你们赶出侯府，为什么不说说你们之前是如何欺负她的？要说起来，凤小姐才是侯府的主子，你们不过是借住在她那里，在外面就敢对她颐指气使的呵斥，还不知道背地里是如何谋取侯府的钱财和地位的。我可是亲眼见过，你曾在一次宴席上对凤大小姐打骂呵斥，你欺负她，我廖洛灵可以作证。凤青鸾朝说话的人看去，是一位长相姣好、穿着华贵的贵小姐。她看着眼熟，哎，是荣国公府的廖大小姐啊，她帮着楚王妃说话呢。难道这凤二夫人真的欺负过凤大小姐吗？哇，难以想象啊！堂堂护国侯嫡女，会在侯爷去世被一个二房的亲戚欺负，这太令人震惊了吧！百姓们的风口又变了，又有不少人怀疑起潘玉莲说话的真实性。廖洛灵朝凤青鸾投去一个甜美的笑容。在那场宴席上，他想去找薛家小姐说话，差点走到了男宾席，是凤大小姐及时把他叫回来，指回女宾席。否则他一个未出阁的小姐，要是出现在了男宾席位，他女儿家的清誉就要受损了。凤青鸾想起了他是谁，对他的出言相助点了点头。官官相护，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然都帮凤青鸾说话，可怜我们这些穷苦人，谁来帮我们说话？谁来帮我们做主啊？哎呀，你别叫了，我已经派人去京兆府报官了。事实究竟如何，让官府来定夺。别的不说，你当街辱骂楚王妃，就够定你一个藐视皇家的大罪。听到这个罪名，尤嬷嬷害怕了，预感将有大事发生，悄悄退出人群，去楚王府叫凤书瑶来。楚王府，尤嬷嬷将潘玉莲在大街上拉着凤青鸾撒泼闹事的情况给她说了。母亲在哪里？快带我去！忽然她想到什么，你说廖国公府的大小姐在帮凤青鸾说话？是。凤书瑶眼底闪过阴狠，廖大小姐来头不小，有那人护着，若是一个计谋涌上凤书瑶心头。之南，你去厨房，我们带点东西去帮母亲。母亲，女儿听说凤青鸾欺负你了，她怎么你了？
舒瑶，你来了！凤青鸾仗势欺人，你再不来，母亲就要被他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了！姐姐，昨夜你将父亲母亲赶出侯府不解恨，今日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吗？你为什么这么容不下我们？难道就因为王爷宠爱舒瑶，舒瑶也进了王府为庶侧妃，你就这般要逼死我们吗？原来是这样啊！楚王妃不受宠，见不得王爷宠爱别的女人，何况这个女人还是他看不上的穷亲戚的女儿，难怪这般狠心要将他们一家赶出侯府。楚王妃也太善妒了。哎，是啊是啊，胡说，风大小姐不是那样的人。忽然，百姓中有人发出惊呼，接着人群开始倾倒，而他们正好倒在廖洛林的身后。廖小姐一声娇呼，被人群撞着挤了出来。廖小姐看到廖洛林摔倒，凤青鸾拨开人群，朝他的方向移动。你怎么样？我没事儿。把手拿开，你受伤了。好疼，我会不会毁容啊？不会，放轻松。廖洛林没有被安慰到，他不知道凤青鸾会医术，想到流了那么多血，下意识认为可能会毁容。他还没有出嫁，要是脸被毁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啊？想到这里，廖洛林害怕起来，不一会儿呼吸粗重，他脸色一变，绷住自己的喉咙，倒在地上。翡翠，药在翡翠身上，他叫翡翠去金兆府报官了，还没有回来。人群之外的凤书瑶看到廖洛林病发，嘴角勾起阴毒的笑容。廖洛林有哮喘病，他对花生过敏。从楚王府出来时，他特地交代知南去厨房抹了一把花生酱在衣服上，又安排了一个小厮在人群中引发骚乱，将廖洛林挤出来。廖洛林若因帮助凤青鸾哮喘病发而死，那个人一定不会放过凤青鸾。就在他幻想着凤青鸾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时，就看见凤青鸾从袖子中拿出一个小小的瓶子，对准廖洛林的嘴里喷了几下。廖洛林痛苦的呼吸慢慢平复了下来。凤青鸾，你给廖小姐吃的什么？你想毒害她吗？大家，你们快来看啊！楚王妃要趁乱杀害廖小姐，大家快来救人啊！经过刚才的混乱，摔倒的人们陆陆续续地爬了起来，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在互相争吵，根本没有人在意潘玉莲的叫喊。倒是因为他这一声叫唤，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个拳头打在他的脸上，潘玉莲被打得喷出2颗牙齿，倒在地上。母亲！打架的人群无差别地挤了过来，将凤书瑶包围在了其中。凤青鸾趁机躲进人群里，对着凤书瑶就是一阵的拳打脚踢。我是楚王的庶侧妃，谁敢打我？好痛！母亲救我！真难！官府的人来了，快跑啊！打架斗殴的人一听，霎时间四散逃开。在那边，官爷，快！住手！循序自治，来啊，将打架的人全部拿下。此时，凤青鸾也回到了廖洛林身旁。廖洛林发现自己的哮喘止住了，十分欣喜。楚王妃，您给我用的是什么药？见效好快。这是专门治疗哮喘的喷雾，下次你发作，像刚才那样对着嘴喷几下，可立马缓解。这瓶药送你，就当是你今日帮我的谢礼。还有你额头上的伤，这是美颜凝露膏，伤口结痂后每日早上涂抹，不会留疤。廖洛林有些惊讶，凤大小姐竟然会医术，还随身携带药物。凤书瑶见机会又来了。廖小姐，你别被凤青鸾骗了，她不会医术，她会害了你的。她话音刚落下，像是印证了凤书瑶的话一般，廖洛林手中的喷雾和药膏掉到了地上，他痛苦地捂住心脏，闭上眼睛，朝凤青鸾倒了下去。小姐，楚王妃，我们家小姐还患有心脏疾病，你给她用的是什么药啊？凤青鸾看了看药瓶，他给的喷雾温和，因为情况危急，廖洛林说不出话，他用的药尽量避免了其他病症。廖洛林心脏病发昏倒，是由哮喘引起的。他探了探廖洛林的脉象，神情凝重，看到一间客栈，打横抱起廖洛林。翡翠，去悦来客栈开一间房，我带他上去。翡翠急得不行，楚王妃会医术吗？楚王妃，奴婢还是先去找大夫。去。翡翠一怔，虽然楚王妃没说要做什么，但这一刻她莫名觉得听楚王妃的话没错，一咬牙，噔噔噔地跑去最近的悦来客栈订房间去了。凤青鸾抱着廖洛林离开。站住！楚王妃，请放下廖小姐。来人一袭劲装，是一个冷面侍卫，在他身后另一个威严冷峻的高大男人走上来。看到他的第一眼，凤青鸾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此人的眼睛，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看到荣王出现，凤书瑶的嘴角狞笑了起来。荣王最护廖洛林了，凤青鸾用药导致廖洛林病发，得罪他，看那个贱人如何收场。谢晋在看到凤青鸾的那一瞬，昨天晚上的画面再度浮现脑海，那个玷污了他的女人这么快又见面了。放开他！他需要救治，不能放。
荣王殿下，不能让姐姐带走廖小姐，就是他给廖小姐胡乱用药，才导致廖小姐昏迷的。姐姐不会医术，会害了廖小姐的性命。谢晋凉凉的眼神朝他瞥去。荣王殿下，我是楚王府的淑侧妃，楚王妃是我堂姐，我最清楚了，她真的一点都不会医术。放肆，在王爷面前自称我楚王府的淑侧妃，这么不懂规矩吗？退开！是妾身的错，请殿下不要生气。舒瑶，啊！有人来抓母亲，你快让他们走开！母亲，别动他，你们住手！他也顾不得这边了，跑过去那边阻止。听到凤书瑶称呼眼前的男人为荣王殿下，凤青鸾在原主的记忆中搜寻出了这个人物：荣王谢晋，大夏国声名煊赫的战神，13岁上战场，17岁击退克伦国敌军，并以少胜多，攻下对方2城，是大夏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战神王爷。他是先帝最小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八弟、太子、楚王等见了他都得尊称一声八皇叔。据说此人性格诡谲，阴晴不定，动不动就杀人下狱。虽然是京城人人敬仰的战神王爷，但也是让全京城人人害怕的冷面煞神。是你用药让若琳发病？我给的药治哮喘，不影响心脏。廖小姐是哮喘引发的心疾，不尽快救治，她将有性命之危。你不会医术，如何救她？我会，让我检查，我或许能将她的心疾彻底治好。如果她在你手上出了事，你当如何？一命抵一命。哼，如此自信，好啊。若琳要是在你手上出了事，你的命给我。凤青鸾手中一紧，抱着廖若琳快步的往悦来客栈去了。因为金兆府的出现，府衙门训练有素的将打架斗殴的人抓起来。潘玉莲被2个府衙押走，一路害怕的大喊大叫：母亲别着急，女儿回去求殿下帮忙，很快就会把你从金兆府带出来的，你冷静点。舒瑶，你要尽快让楚王来啊！母亲不想等他了，你快回去，让他马上来进兆府救我。凤书瑶追了2步，不小心踩到裙摆，摔倒在地上。小姐，你怎么样？都是凤青鸾那个贱人害的。回王府，我要去找殿下救母亲。小姐，王爷今日进宫去，可能还没回来。怎么可能？凤青鸾与他一起的都出宫了。小姐没注意吗？是柳琪驾着马车带王妃过来的。柳琪是王爷的贴身护卫，王爷如果出宫了，柳琪必然跟在他身边伺候的。王爷出宫没有？他还在宫里是不是？陛下留王爷在宫中议事，王爷明日才会出宫。那就等明日。直男，咱们去悦来客栈。今晚辛苦母亲在金兆府过一夜了。你家小姐胸口上的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这是小姐10岁时候被利剑所伤留下的，当时箭头取出来了，大夫说小姐伤了心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姐就落下了心疾。我知道了，我还得再做详细的检查，你去打点热水来。楚王妃，奴婢还是让小儿来打热水来吧。荣王殿下交代过，不能让您和小姐离开奴婢的视线。行，你把那边的毛巾帮我拿一下。翡翠转身去了，凤青鸾也随即起身，一个手刀劈在翡翠脖子上，翡翠眼睛一瞪，软倒下去。廖洛琳的情况需要用仪器检查，凤青鸾将人带进了空间医疗室。主子，您真的相信楚王妃能治好廖小姐吗？据属下所查，楚王妃并不会医术。她说用命来抵，那我就要她的命。王爷，楚王府的淑侧妃在隔壁房间吵闹，说楚王妃不会医术，她会害了廖小姐。把她带过来。姐姐，你千万不能盲目医治廖小姐。以前在家中，你养鹦鹉、养兔子都养不活，怎么可能救人呢？妹妹有一位好友是大夫，他医术高明，妹妹马上派人去请他来医治。闭嘴！王爷在此，休得大吵大闹。荣王殿下，您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廖小姐哮喘发作时，妾身亲眼看到是姐姐往她嘴里喷了一种药，随后廖小姐晕倒。这件事是姐姐做的不对，她不会医术还乱用药，为了弥补过错，妾身愿意请其他的大夫来为廖小姐诊治，求荣王殿下不要让姐姐一错再错，害了廖小姐的性命。你说她是你堂姐，你是来投靠侯府的几房中人？回荣王殿下，妾身是2房凤正之女凤书瑶。刚才抓走的疯婆子是你的谁？她是妾身的母亲。哼，你母亲都被抓去下狱了，你还在为你堂姐会不会医术的事情向本王啰嗦？看来你爱你这位堂姐更胜你的母亲。妾身当然不想母亲出事，但也深爱楚王殿下，关心堂姐，不想因为堂姐莽撞惹下祸事，给楚王殿下带去麻烦。这么说，你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殿下过奖，妾身做的都是分内之事，请殿下快派人阻止王妃堂姐吧，否则我怎么了？若琳怎么了？她的心疾是以前受过重创留下来的，取出利剑的时候有余毒留在心房，没有完全治愈。随着时间过去，在她的心脏里形成了肿瘤，导致她时常心痛昏厥。你能治吗？需要做手术将肿瘤取出来，必须尽快进行，不然肿瘤从良性转成恶性，危及生命。
明日你去荣国公府，本王来安排。荣王殿下，姐姐不会医术的。她说的廖小姐病情来由，或许是廖小姐与王妃姐姐走得近告诉她的，殿下不可轻信于她。到了这时候，还在荣王面前怂恿怀疑自己，凤琴鸾被气笑了，看向一旁的芝南。芝南不知道为什么凤琴鸾的目光突然看向了自己，心虚的往后退了一步。你退什么？在害怕什么吗？姐姐，芝南不过是个奴婢，妹妹说错了话，你怪罪我就可以了，不要为难一个丫鬟。凤琴鸾走到芝南面前，没有说话，扯起他的手看了看，把人拖到谢晋面前。荣王，廖小姐之所以会哮喘发作，是有人对她用了会使她过敏的花生酱。这个婢女的指尖有花生酱残留物，指缝间也有未洗干净的花生酱。她撞过廖小姐，也就是那时将花生酱沾染到廖小姐身上。江渠，江渠走上前，将芝南的手拿起来仔细查看，又闻了闻。王爷，她的指甲里的确有花生酱。谢晋知道廖洛琳对花生过敏，得知是一个婢女让她发病，脸色陡然沉了下来。王爷饶命！花生酱是今日早上奴婢给淑侧妃做了花生酥沾染的，绝对不是有意让廖小姐发病的，求王爷明察。你这个没用的蠢货，手没洗干净跟我出来！要是廖小姐因为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这条贱命都不够赔的！待会儿去给廖小姐赔罪道歉。他骂着人，忽然肩膀一阵剧痛，整个人飞出了屋外。殿下饶命！滚！荣王殿下！江渠的剑出鞘3分，凤书瑶忙不迭地爬起来，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直男也爬起来，跟着一起滚出去了。荣王殿下，廖小姐的病情稳住了，但她的情况需要动手术，最好明日进行。谢晋没有应他，指尖敲点着桌面，似乎在等人。凤青鸾也没再说话。不一会儿，侍卫带着一个提着药箱的官袍老头从楼上下来，对谢晋行了一礼，径直带去了隔壁房间。凤青鸾知道谢晋在等什么了，原来他不相信自己，去请了太医来检查廖洛琳。荣王殿下既不相信我，为何要让我医治廖小姐？你不怕她在我的手中出事吗？用自己的命来做赌注，本王相信楚王妃不会蠢到拿命来做没把握的事。殿下又让太医前来，是想让太医检查廖小姐，还是检查我的医术？你觉得呢？荣王殿下，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在问出这句话后，凤青鸾明显感觉周围的空气冷了下来，房间里充斥着凉意。楚王妃这么快就把本王给忘了？凤青鸾凝视着他，难道原主以前与这位荣王见过？可是他搜寻原主的记忆，原主只是听说过这位荣王的大名，并没有见过他真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看他那副冷静思索的模样，谢晋心里一阵憋闷的窝火。这个女人竟然真的把他忘了。他连连冷笑，没想到今生第一次被女人睡，对方连他的面容都不知道，真是可笑。谢晋暗暗咬牙，等把凤青鸾取到手把都解了，他一定要将这个女人大卸八块，让她死无葬身之地。谢晋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冷意，让凤青鸾暗想，这位荣王好似不喜欢他，难道原主以前得罪过他？去年除夕夜宫宴上，本王和楚王妃在御花园碰到，有过一面之缘。除夕夜宫宴，凤青鸾脸上露出想起来了又没有完全想起来的表情，气得谢晋差点吐血，不自觉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凤青鸾嘴角一抽，荣王果然真如传闻中的那样，脾气太阴晴不定了。我想起来了，那次是见过荣王殿下，是我失礼。记起来就好，下次可别忘了本王。他这句话几乎从牙缝中说出来的。凤青鸾不明白怎么回事，没放在心上。大概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太医提着药箱从隔壁房间过来了。回殿下，廖小姐的哮喘和心疾都控制住了。楚王妃说洛琳的心脏里长了颗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将其摘除。你听说过这种治疗方法吗？楚王妃，你是什么意思啊？进行手术是指将心脏剖开吗？是。楚王妃，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手术风险极大。且不说能否取出异物，光是动开刀后的感染都无法避免，要人性命。楚王妃，你确定这么做是在救人，而不是害人？你们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我做不到，我自有办法。楚王妃这么大的口气，请问楚王妃师承何方？我师承西晋的一位医学隐秘世家，风谷子是我的师傅。凤青鸾想起原主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护国侯夫妇带他去了西晋，他的病也是那个时候好的，正好可以利用那次的经历来撒谎。听他说起西晋，谢晋的瞳孔不易察觉地闪烁了一下。孟太医，明日楚王妃在荣国公府对洛琳进行手术，到时候你在一旁观看。是，殿下。孟翰林走后，凤青鸾心道治好廖洛琳后要远离这个阴晴不定的荣王，随后也离开了。你怎么没走？属下是送王妃出来的，
不能擅离职守。这里离明溪街不远了，我自己去，你先回府。王妃要去哪里？你不需要知道。是，属下告退。他驾着马车走了。凤青鸾穿过一条街，没多久来到龙兴镖局。大小姐，你今日怎么来了？我来找刘叔，他在镖局吗？刘哥在堂子里面，今日要送一批货去外面，他在安排事情，我去告诉他你来了。大小姐找我？刘叔，我想让你帮我找几个人，具体什么事咱们进堂子里说。好，这边走。刘叔，我将侯府两房的人赶出去了，我已嫁人，侯府仅剩祖母，我担心凤纯、潘玉莲等人居心不良报复侯府，想请刘叔派几个好手帮我在侯府照看祖母。侯府的事我们听说了，凤正、凤纯那两房的人就是个无底洞，养不出的白眼狼，顶着侯府的名头招摇过市，我早就看不惯他们了。前面碍于老夫人没和你说什么，我们作为外人也不好插嘴。如今大小姐将他们赶出去，我们心里也痛快。大小姐，你需要多少人？镖局里能用的人有多少，看刘叔安排。当初夫人创立龙兴镖局时，一是为了好心收留，给我们一个出路；二也是为了方便，让人来护送侯府名下的商品和江南云氏一族的生意往来。镖局里目前健康的人都要送镖，要拨10来个走的话，可能不太行。要不这样，我让刘叔去帮你联系其他散落在外的侯爷旧部，还有不少人在码头做工呢。那体力活的钱不好挣，在侯府保护老夫人，他们轻松一些，大小姐也能放心一些。这样也行，需要信得过的人。大小姐放心，人品绝对过关，忠心和能力也是。要是有那等吃里扒外、不忠不义的人，我刘炳第一个不放过。那就麻烦刘叔了。晚上在宫里跪了一天的谢燕来到宫门口，发现除了夜风带起的凉意，没有马车，连柳琪也不在。楚王府的马车没在这里等着吗？回殿下，白日楚王妃出来的时候把马车驾走了。那再也没有楚王府的马车来过吗？回殿下，没有。谢燕胸中有了怒火，这是没有人记得他还在宫里呢，连柳琪也没等他。大晚上的，难道要他从这里走回楚王府吗？去给本王找一辆马车来。殿下，属下们不能离开宫门口，还有一个时辰换班的人回来，请殿下等等，到时候属下为您去找马车。跪了几个时辰，谢燕的腿酸痛无比，她连走路都困难，还要站在这里等一个时辰，这是要气死她吗？她愤怒一挥袖，忍着双腿的剧痛和打颤，朝街道走去。王爷，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这个不长脑子的蠢货！把马车驾走，让本王忍痛走回来。刘琦，是本王对你太放纵，还是你忘了本王才是你的主子？王爷，王妃说陛下留您在宫中议事，明日早上才会出宫。属下想着明日早早来宫门口接您，没想到您会晚上出来。谢燕气得快要吐血，原来是凤青鸾那个女人整她。去准备沐浴，本王要上药。王爷，你终于回来了。王爷，你的腿怎么了？看到凤书瑶，谢燕第一次生出想给她一巴掌的冲动。王爷，今日宫中发生了什么事吗？你腿上的伤，书瑶好心疼。他撅起小嘴，凑到谢燕膝盖前，轻轻往那片淤青吹气。淤青之处有柳琪才给谢燕上过的药，上面有凉凉的感觉，又接触到凤书瑶温热的吹气，清凉之处外又传来酥麻之感。谢燕的怒火消散了一些。王爷，书瑶的母亲出事了，她被清照府的人带走关进大牢了。你母亲的事，本王在回来的路上听说了。你知道百姓们都是怎么说本王的吗？他们说本王宠妾灭妻，宠到妾室爬到正妻的头上，妾室的母亲才敢嚣张的当街辱骂皇室王妃。全京城的人都在看楚王府的笑话。你母亲闹出这么大的事，还敢跟我提她被人带走？你想求我去京兆府救她出来是吗？王爷，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呢？母亲惹怒王妃也是为了舒瑶，谁让舒瑶不争气，出身低微，不能做王爷的正妃。若王爷因此厌恶了舒瑶，舒瑶自己想办法去救母亲，不用麻烦王爷了。瘦削的肩膀伤心颤抖，鼻头红红的，看得谢燕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舒瑶，你是我谢燕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不要再说那些身份低微的话。有我在，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本王的妻子，成为楚王妃。刚才的话是本王说的过分了，你别放在心上。王爷，那舒瑶的母亲，你要帮她吗？母亲身子弱，大牢里湿气重，她在里面待久了身子不好，又不是母亲辛辛苦苦将舒瑶拉扯大，舒瑶也不可能救下王爷，与王爷相爱。谢燕心中刚升起一丝愧疚，就听凤书瑶说起之前救她的事，顿时生出一股被胁迫的感觉。今晚本王累了，你母亲的事，明日下朝本王抽空去看看。
王爷对舒瑶最好了。王爷，舒瑶伺候你更衣。第二天，谢燕去上早朝，她走之后，凤舒瑶也出了楚王府。凤青鸾不会医术，今日她要带着真正的大夫去戳穿他，让荣王看清他的真面目。国公夫人，我是楚王的庶侧妃凤舒瑶。昨日廖小姐病发时，我也在现场，得知廖小姐病重，带了大夫来为廖小姐诊治。这位是刚从扬州来的，素有小神医之称的白华藏白公子。白华藏见过国公夫人。因这都是楚王府的人，平夫人的态度还算和善，将人请进府里。庶侧妃，荣王说楚王妃要过来，他没有与你们一起吗？说到这个，平夫人，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王妃随后也会过来，在这之前有件事我要告诉夫人，事关廖小姐，夫人还是知道的好。啊，庶侧妃，请讲。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夫人，明夕接廖小姐哮喘发作后，王妃太过担心廖小姐，不知道往她嘴里喷了什么，导致廖小姐心悸发作，再度昏迷。其实王妃是我堂姐，她不会医术，关心则乱，闯下大祸，害得廖小姐命悬一线。因此今日我特地带来神医，想为昨日姐姐犯下的错做些弥补。还有这样的事？没人告诉我是楚王妃引起的洛林病发，既是她乱用药，为什么荣王还让她来治疗洛林？这不是胡闹吗？昨日舒瑶也与荣王殿下说过此事，奈何王妃姐姐不知道与殿下说了什么，殿下对她深信不疑，还让她来府上医治廖小姐。舒瑶实在担心廖小姐的安危，这才早早过来将事情原委告知夫人。希望夫人不要怪罪王妃堂姐，她也是一片好心，办了错事，蛊惑了荣王殿下。趁还没酿成大错之前，请夫人慎重考虑让她治疗，以免让廖小姐再度陷入危险。来人，去把翡翠带来。同时，他要思索凤舒瑶话中的真实性。没一会儿，翡翠被带了过来。昨日小姐心急发作，是服用了楚王妃给的药导致的吗？回夫人，是的，但国公夫人，你看舒瑶说的是事实吧？待会儿王妃堂姐来了，还请国公夫人不要怪罪她。王妃就王妃，什么王妃堂姐？庶侧妃，你不知道该怎么尊称本王妃吗？臣妇参见楚王妃。国公夫人，荣王殿下让我来府上为廖小姐看诊。廖小姐住在哪个院里？请带我过去。楚王妃，不是臣妇不相信你，庶侧妃说你不会医术，更是用错药害的洛灵病情加重，恕臣妇不能让你治疗她。庶侧妃带了神医来，不劳烦楚王妃费心了。这位就是庶侧妃所说的神医。草民参见楚王妃。王妃，好久不见，您不认识我了吗？凤青鸾打量他，须臾想起来这人是谁了，原来是扬州乡下庶侧妃的远房表哥白老二。你什么时候从那10里8乡的兽医变成给人治病的神医了？人和动物的病情你区分得清楚吗？听到白华藏以前是给牲畜看病的，平素俊心里顿生嫌弃。国公夫人，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草民研习医术多年，现在也能为人看病，请国公夫人相信草民。平夫人，白公子这几年在扬州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医术过人。平夫人若是不信，可以让他为廖小姐诊断，妾身绝对不会带一个不会医术的人来向您推荐。行了，孟太医应该也快到了，等他和荣王来了，一起过去潇湘院为洛林看诊吧。夫人不好了，小姐她醒了，她浑身抽搐，情况看起来很不对劲，夫人快去看看小姐吧。平素君面色一慌，快步往潇湘院去。凤七鸾跟着，凤舒瑶对白华藏投去一个眼神，两人也一起前往潇湘院。洛林，你怎么了？母亲在这里。白神爷，你快上前看看。楚王妃，病人在抽搐，快将病人平躺。白华藏嚷嚷着想挤开凤青鸾，凤青鸾纹丝不动，拎着他的衣领将人扯离床边。你，王妃姐姐，你害得廖小姐病发不够，还要在关键时刻不让大夫救她吗？廖小姐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想置她于死地？国公夫人，你千万不能让王妃触碰廖小姐。快来人，将楚王妃拉走！屋里的丫鬟婆子们冲过来，凤青鸾将廖洛林侧身躺着，从医疗室调出鸭舌板，放在她牙齿上，谨防咬舌。廖小姐情况危急，你们阻挠我，她必死。下人们被他的话镇住，站在原地不敢再动。平夫人，你女儿心肌缺血，导致休克性抽搐，想要她活命，请你马上带人出去，没有我的准许，任何人不准进来打扰。平素俊吓得呆住。国公夫人，不能听凤青鸾的话，你忘了是谁让廖小姐病发的？我能以性命担保，楚王妃根本不会医术，她会害了廖小姐啊！你们所有人一起上，把楚王妃给我拉到屋外去。戚嬷嬷，马上派人去找荣王殿下，让他带孟太医过来。白神医，你先帮小女看看，尽量撑到孟太医到，小女能不能活下来全靠白神医了。住手！孟太医协助楚王妃治疗洛灵，其他人全部出去。荣王殿下，楚王妃不会医术，为了弥补她造成的过错，妾身带了神医前来。同样的话，需要本王再说第2遍吗？滚！
凤书瑶听出他语气中的杀意，不敢再多话。白圣仪，你留在屋内帮助孟太医，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回廖小姐。说完不敢再停留，跟着其他丫鬟婆子们一起出去了。看到白华藏还处在这里，你还不走？荣王殿下，草民略会些岐黄之术，愿意留在这里帮孟太医打下手。谢晋没有说话，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白华藏。江渠直接在他废话的时候将人拖出了房间。孟太医，你也走，动手术时我不需要任何人在旁边打扰。楚王妃，荣王殿下交代了，让我协助你，给病人心脏动手术风险极大，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你在这里只会影响我治疗的效果，而且恐怕你不只是在这里帮忙，顺便还监视我，对吗？如果你真有本事，不怕被人看见，别人也学不来。殿下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待在这里的必要了。孟太医，你来给廖小姐治病。谢晋的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孟太医赶紧快步上前检查廖洛林的情况，这一查，老脸大变。殿下，廖小姐的心跳越来越微弱了，且她的脉象已成死象。你不能治。殿下，之前廖小姐发过一次病，不知道楚王妃用了什么办法让她缓了过来。可她的病情本就来势凶险，也只是拖延了一会儿时间。微臣没有办法把一个将死之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廖小姐的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或许楚王妃说的动手术是最后的办法。楚王妃，请留步。凤青鸾没有停，继续往外走。楚王妃，请你回去治疗洛灵。荣王殿下，你不是不相信我吗？请我回去做什么？洛灵回天乏术，动手术是最后的选择。所以是没有办法了，殿下才来找我的。你别忘了，洛灵发病是因为你造成的。我告诉过你，廖小姐的哮喘是由凤书瑶主仆设计引发，我当时给廖小姐的药是治疗哮喘的。廖小姐心悸发作是因为哮喘发作，与我的药毫无关系。纵然你说的是事实，不可否认的是，洛灵是帮你才被人算计诱发哮喘，你是害她病情危急的导火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基于廖小姐的这份好意，我才会忍受荣王殿下的高高在上和质疑，尽力救她。殿下的怀疑令我不悦，请人帮忙也应该有个态度，不是吗？你说过以命抵命，若是洛灵这次丧命，本王也会遵循你的意愿，送你下去陪她，事关你的性命。按理说洛灵的情况越危急，你应该是最着急的那个，但你却是在这里悠哉悠哉地和本王谈判。楚王妃，其实你早就控制住了洛灵的病情，现在是想在本王这里找回本王治印的场子是吗？凤青鸾抿唇，谢晋不愧是让人畏惧的存在，一双能够看透人心的深邃眼眸不容小觑。你说的对，我给廖小姐注射过药物，她暂时不会有事，等情况稍微稳定，可以支持手术。房间里只留你一人，有本王在，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你去吧。谢晋发话，再无阻拦，凤青鸾转身回了房间。随后守在房间的孟太医被赶了出来，砰的一声，房门在眼前关上。谢晋命将曲守在这里，不准让任何人靠近房间。国公夫人，荣王殿下让太医院的孟太医在旁辅助，可见他有多信任王妃堂姐。王妃堂姐不会医术，却让殿下这般青睐于她，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这件事透着古怪。刚才在门外时，草民听到孟太医说要让楚王妃给廖小姐做手术，那岂不是要抛开廖小姐的心脏？草民行医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等治疗人心疾的法子。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害人。说句不该说的话，国公夫人，还是请您做好心理准备，只怕廖小姐这次……两人都这么说，平素俊听得心里又慌又气，正要去找谢晋问个明白，在门口迎面碰上他。荣王，你只留下了楚王妃一个人治疗洛灵吗？凤青鸾会医术，他或许值得一见。你为何说他值得信任？在刚才的混乱中，他暗中给洛灵用了药，否则被那一通的阻挠，洛灵恐怕已经灭了。恕侧妃，昨日本王在悦来客栈给你的警告还不够是吗？今日又来国公府挑拨，你当本王是好糊弄的，三言两语就能被你挑唆吗？他振袖一挥，一笔暗器从袖口飞出，直朝着凤书瑶的脖子擦飞而过。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想用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再出现在本王面前，否则飞剑就不止让你破点皮这么简单。在本王还有耐心之前，马上消失。凤书瑶惊恐的说不出话，感觉到脖子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来，抬手去摸，拿下来看是鲜血。凤书瑶双腿一软，瘫坐在了地上。荣王殿下，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恕侧妃也是太过担心廖小姐的安危，您……谢晋凌厉的眼神射过来，白华藏顿时噤了声。平素俊反应过来，谢晋说的是什么，既震惊又不可置信。凤书瑶方才是在挑拨他，他还以为凤书瑶言之凿凿否定楚王妃是真的为自己女儿担心，原来竟是这般别有用心。荣王殿下，妾身有些不适，先退下了。白华藏还在愣着，见带他来的凤书瑶都走了，一咬牙也跟着出去了。书瑶别哭，我们出来了，只是点小伤，不要太担心。
凤青鸾那个贱人，究竟在荣王殿下面前说了什么，让他如此信任和维护？这已经是荣王第2次让我滚了。我好歹是楚王的庶侧妃，荣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情面也不给我留，气死我了！舒瑶，来日方长，一个不可能会医术的人忽然能够起死回生，天底下没有这么奇迹的事。廖小姐能否被凤青鸾救回来还两说，要是她救不回来，廖小姐死在了她的手上，荣王肯定不会轻易饶她。他这么一说，凤书瑶觉得好像是这个道理。表哥，这是楚王府的马车，你怎么能与我一起同乘？不是惹人说闲话吗？我的伤没事了，你下去吧。我知道了，舒瑶，你这伤口近日要注意饮食，别再生气，多休息。我下去了，有什么事找我。直男，把他坐过的地方擦一遍，再喷些蔷薇露。一个常年和牲畜打交道的男人，再怎么穿得光鲜亮丽，他也始终觉得他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畜生的味道。直男按照凤书瑶的吩咐做了，在坐回凤书瑶身边时，看见他耳后被挠过的地方出现了一块小小的黑点。小姐，别再挠了，耳后都挠红了。凤书瑶气恼的又撩起左手的袖子挠着手臂。都怪白华葬进马车来做了，他身上的气味惹得马车里不干净了，弄得我浑身不舒服。回府，我要沐浴。勤政殿，各官员们将朝中大事禀报后，下明帝让吴氏退朝。陛下，微臣有一事要禀。什么事？陛下，昨日京城街上发生了一起事关楚王府的丑闻。楚王宠爱府中庶侧妃，其母张扬跋扈，当众拦下楚王妃的马车辱骂，言辞不堪入耳。微臣认为庶侧妃之母的行为有辱皇家颜面，开不得这风气。且楚王妃乃护国侯之女，被人当众羞辱，实在让三军寒心。楚王，有这样的事吗？父皇，这是昨日庶侧妃向儿臣说明了，此事有些误会。有再大的误会，一个妾室的母亲敢爬到正妻的头上当街闹事，嚣张跋扈到不将皇室放在眼里，应当重罚。否则今后将有更多的人效仿楚王宠妾灭妻，此事体大，请父王严惩。父皇，昨日儿臣回到府上时间过晚，疲劳至极，没有细问这件事的始末。对于此事的详细过程，儿臣不是很清楚。不管楚王清不清楚，总归事情闹成了这个样子，难道可以逃脱惩罚？大理寺卿，周爱卿说的是你去查一下，查明后来跟朕禀报。瞪了谢燕一眼，拂袖退朝。三皇兄，听说昨日父皇留你在宫中跪了几个时辰，走得如此着急，膝盖受得了吗？谢姬，你还要来落井下石吗？别太过分。三皇兄，你可冤枉臣弟了，臣弟是关心你，知道你在宫中跪了许久，特地拿了府上最好的外伤药来送你，请你收下，别浪费了臣弟的一片好意呀。眼里却带着嘲笑，将瓶子放到了谢燕手上，心情大快的从他身边走了。谢燕捏紧了瓷瓶，咬牙盯着谢季的背影。谢季，别得意的太早，总有你栽到本王手上的时候。王爷，你怎么了？谁惹你不快了？谁惹本王不快？还不是你母亲！今天上朝见面的人公然向父皇说起你母亲在街上辱骂方青鸾的事，说本王宠妾灭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逮着机会参本王一本吗？这个机会你母亲生生的给送别人手上去了，让本王在文武百官中成了笑话，还被谢季指着鼻子讥讽。这下你知道谁惹本王心情不快了吗？所以因为这事，王爷没有去京兆府看我母亲。都这样了，还在说让他去京兆府打点，谢燕简直快要气得吐血，将桌上的茶盏一挥而下，碎裂的瓷片打到了凤书瑶的腿上，凤书瑶惨叫一声，摔倒在了地上。庶侧妃，王爷，庶侧妃脖子上伤了，腿上又添了新伤，实在可怜，请王爷息怒。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难道趁本王不在府上，你又去做了什么给本王添乱的事吗？王爷，在你眼里，舒瑶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人吗？凤舒瑶的母亲为了维护舒瑶犯错，王爷不帮着舒瑶，还因为被人嘲笑痛斥我。王爷，你是我最爱的人，舒瑶的整颗心都给了你，还差点为你失去性命，你应该护着我，怎么会如此嫌弃我呢？他伤心的哭着，哭着哭着，胸口袭来一阵剧痛，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舒瑶，你怎么了？来人，快传大夫！荣国公府，楚王妃，小女的情况如何？廖小姐小时候心脏部位受过伤，没有完全治愈，毒素堆积在胸腔，形成了毒瘤，已动手术将毒瘤取出。她在昏睡中，接下来好好调养，便无大碍。我可以进去看她了吗？可以。孟太医，你也去。平素俊和孟翰林进了房间，谢晋站在门口，似乎没有打算进去看看廖洛灵的意思。荣王殿下，不去瞧瞧你的心上人如何了？孟太医看了就行。洛灵是本王的表妹，本王对她只有兄妹之情。
原来是这样啊。没多久，孟太医检查完出来，老脸带着惊异之色。荣王殿下，楚王妃真乃神医，廖小姐的心疾治好了，她心脉供血，畅通无碍，往后多加调理，廖小姐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跑步跳动了。王妃，你这手术是如何做的？需要哪些工具？要用哪种手法？在手术过程中要注意什么？不知能否给微臣普及一下？这个叫外科手术，说来话长，如有机会可以给你演示一遍。做心脏手术对于手术环境的要求较高，不仅要保持手术区域的洁净度和温湿度，还要谨防外力干扰，必须送进空间进行。若是个普通小手术，他倒是不介意在外人面前做。多谢楚王妃，一定有机会的。平素君看望女儿后也出来了。楚王妃，感谢你救了洛灵，先前臣妇阻挠你救治都是误会，请楚王妃不要放在心上。对于给你造成的困扰，国公府会进行赔偿。廖小姐维护我在先，牵连她并发，救治她是我应当做的事。洛灵情况好转，无论如何我都应该感谢。管家去准备一份丰厚的诊金，感谢楚王妃。管家去了。对于诊金，凤青鸾没有矫情地说不要。随后他开了一张药方，叮嘱平素郡病人接下来要注意的事。荣王殿下，国公夫人，我还有事，先告辞了。楚王妃治好了洛灵，本王也应该谢你。不知楚王妃可有时间赏脸去醉仙楼一座？殿下的好意我心里了，可能没有时间呢。他要远离这个男人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与他一起吃饭？管家送来枕巾，凤青鸾接过后离开，看着他桀骜洒脱的背影，谢晋唇边掀起一抹淡淡的弧度。这女人在避他，有意思。来日方长，凤青鸾，你避得了本王一时，避得了一世吗？楚王府，楚王殿下，树侧妃是中了一种不知名的毒，这些黑斑是他体内的毒素爆发出来之后形成的，应该是树侧妃不小心从某种动物身上沾染了。不知最近树侧妃是不是被什么动物咬伤过啊？被动物咬伤？谢燕想起成亲那晚凤青鸾扔到凤书瑶身上的山地鼠。2日前他被山鼠咬伤过，大夫说可能会感染，难道是因为那次？那就应该是了。此毒如果是家禽所中，无甚影响，人被咬伤就有些难治了。难治是什么意思？你们没有办法解毒吗？树侧妃被咬中毒出现了肾热，草民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被治好过，能力有限，解不了树侧妃的毒，请殿下还是另寻他人吧。一群庸医！刘琦，你带本王的腰派去太医院请孟太医过来。王爷，要不请白神医来看看？白神医是树侧妃的远房表哥，以前是名兽医，现在为人看病。大夫不是说山地鼠的毒中在了家禽身上不会有事吗？白大夫人兽都能治，说不定他有办法帮树侧妃。快去请。直男应了一声，行色匆匆地出去了。哎，听说了吗？几名大夫都说没办法解树侧妃的毒。王爷才成亲2日，刚办过喜事，难道又要办丧事了吗？哎呦，你不知道吗？这位树侧妃是瞒着王妃一起嫁过来的。成亲当晚，王妃起风，从山上逮了一只山鼠扔到她身上，又当时就被咬伤了。就是因为那样，树侧妃才感染中了剧毒。说起来啊，这就是现世报吧。只不过这报应来得太快，才2日就病危了。说病危的话，太早了吧？听说树侧妃的远房表哥是神医，你没看直男心急火燎的去请了吗？说不定能治好呢。能不能治好，咱们等着瞧吧。瞟到凤青鸾过来，朝凤青鸾行礼。奴婢参见王妃。凤书瑶中毒了，这下有好戏可看了。你就是白神医，快给书瑶看看他的毒能不能解。白华藏顾不得男女有别，直接抓起凤书瑶的手腕给他切脉，探着脉象，他的眉头越皱越深。神医，书瑶的毒能不能解？以前我医治过被山鼠咬伤的动物，被山鼠咬伤过的人中毒的很少。人与动物有些结构相似，我只能来试试，看看以前的法子有没有效。他拿出银针，在凤书瑶手腕上的穴道落下一针。没多久，凤书瑶虚弱地睁开眼睛。王爷，我在。我这是怎么了？大夫说你中了毒，气急攻心，白神医正在想办法救你。凤书瑶能醒来，说明他中毒未深。白华藏松了口气，他治疗家禽的那个办法应该能行。王爷，书瑶的母亲还在京兆府的大牢中，求殿下去看看她吧。等你情况稳定了，本王亲自去京兆府走一趟。得到了他的保证，凤书瑶心满意足地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书瑶，王爷，树侧妃需要马上施针，草民马上开一张药方，请王爷派人按照上面抓药。施针之后，病人要药浴，请尽快去准备。他飞快地写了一张药方，让知南将凤书瑶翻过来，露出后背，
谢燕吩咐下去，在一旁着急看着。随着白花葬的银针落下，凤书瑶额头渐渐冒出冷汗，神情也越发痛苦，蓦然吐出一口黑血，人还是没醒过来。他这般虚弱，仿佛会随时离他而去一般。谢燕心脏揪疼，想到是凤青鸾害的舒瑶这样，胸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连带着这2日在宫里宫外受到的气都想发泄到凤青鸾身上。在愤怒的驱使下，他冲出西林轩，直奔恒武院而去。凤青鸾，那天晚上你将那只畜生抓回来扔到舒瑶身上，就是为了等今日吗？他中毒了要死了，你收钱了吧？你这个蛇蝎心肠的贱人！要是有个3长2短，本王要你下去跟他陪葬！他越说越气，几乎目眦欲裂，劈手朝凤青鸾打去。在他的手落下的瞬间，凤青鸾骤然抬手，5根银针从他的指缝弹出。来人！凤青鸾携利器刺杀本王，将他给本王拿下！凤青鸾眼中一片冰寒。这些人是楚王府的暗卫，谢燕居然让暗卫来抓他。当数道黑影朝他围攻过去时，凤青鸾手中骤然出现一把狼牙棍，暗卫朝着凤青鸾围攻而去。眨眼功夫，凤青鸾以一己之力将楚王府4名暗卫全部撂倒。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武功？连楚王府的暗卫都打不过你？不是想抓我吗？再叫人出来啊，否则下一刻轮到你了。我承认你会功夫在本王的意料之外，但你不该挑衅本王。柳琪。柳琪上前将手中的长剑恭敬地放到谢燕掌心。是吗？那看看谁的下场会更惨。不得不说，凤青鸾，你与本王叫板的样子，与你以前的令人讨厌的柔弱模样相比，倒是勾起了本王的几分兴趣。你是上哪儿学的欲擒故纵的手法？对本王很有效。哼，你别自作多情了，什么欲擒故纵，我是真的想揍你。别再说那些有的没的，动手吧。王爷，荣王府派人来了，说是来找王妃的。看不出来，楚王和楚王妃的日常交流是这般的血雨腥风、激烈好战，实在别开生面，让属下大开眼界。让江侍卫看笑话了。本王与王妃切磋武艺，不曾想让江侍卫撞见了，闹了笑话，还请江侍卫见谅。江侍卫是来找王妃的，想必王妃与八皇叔有过交集了。王妃莽撞，不知道有没有得罪八皇叔。楚王妃的行事风格的确与京城的大家小姐有所不同，特立独行，别具一格，这是她的不同之处。但请楚王放心，楚王妃没有得罪咱们王爷，反倒是王爷派属下前来感谢楚王妃治好了廖小姐，特地送上谢礼。他端着锦盒走到凤青鸾面前。楚王妃，请打开看看吧。特地来给他送谢礼？凤青鸾嘴角抽了抽，谢晋在玩什么把戏？凤青鸾懒得去想那个男人脑袋里在想什么，打开锦盒，里面放着一块上乘的羊脂白玉雕成的小半块面具。凤青鸾拿起白玉端详，这状似小半块面具的白玉仅能遮住半只眼睛，瞧着好像是面具的1/4。不过这块玉质通透澄澈，是块价值不菲的好东西，卖了应该能有个好价钱。王妃，王爷说你医术高明，是不可多得的良才，以后若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礼物和心意已经送达，属下不打扰您和殿下了，告辞。朝楚王拱了拱手离开。江渠说你治好了廖小姐的病，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又什么时候结识了八皇叔？这是我的事，没必要告诉你，还打不打？哼，你不说，本王也可以查到。本王暂时不想收拾你了，等舒瑶的病好了再找你算账。转身走了，谁收拾谁还不一定。谢燕，我等着你。凤青鸾，别以为搭上了八皇叔就可以无限挑战本王的底线。你想死，本王会成全你。你在想杀我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想成全了你？你，王爷，你的手还受着伤，树侧妃那边需要你，其他的事还是稍后再说，先把你的伤处理了要紧。说到凤书瑶，谢燕哼了一声，离开了恒无院。他走后，凤青鸾察觉到旁边传来动静，朝走廊看去。秦雪正探头往这边看，被凤青鸾清冷的眼神吓到，秦雪站出来：“王妃，是奴婢。”她小脸上满是担忧和害怕。刚才她真的以为王爷和小姐要打起来了，现在的小姐变得好强，也令她好陌生。你在这里做什么？奴婢听到院子里传来动静，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就看到小姐和王爷的暗卫打了起来，奴婢有些害怕，便躲在柱子后面。王妃，让奴婢来洗吧。秦雪走过去，想来拿狼牙棍。凤青鸾看到她撩起袖子的手臂上有不少伤痕，看起来刚添不久。这些伤是怎么回事？是奴婢不小心撞的。王妃，水不够了，奴婢去小厨房端一盆来。她走向小厨房，打着清水出来时，凤青鸾看到她右脚走路也不对劲儿。你的腿也被撞了？不是，是奴婢走路的时候崴了脚。
谁做的？小姐，奴婢没事。你是我的陪嫁丫鬟，有人欺负你，就是在打我的脸。你想一直被欺负吗？小姐，奴婢不想，也不想给你添麻烦。不解决眼前的事，以后将有更多的麻烦。你说是谁伤了你？是崔嬷嬷。方才快到午膳时间了，奴婢见王妃还没回来，想去大厨房让他们准备好膳食送来，在厨房遇到了崔嬷嬷。崔嬷嬷是凤书瑶的陪嫁嬷嬷，是潘氏的人。看来我这棍子是白洗了，还得再吃一轮人血才行。她带着秦雪去了厨房。崔嬷嬷跟着凤书瑶来王府后，被安排到厨房任管事。老奴参见王妃。秦雪来厨房问本王妃的膳食时，有人动手打了她，是哪些人？自觉站出来。王妃，你误会了，秦雪是恒芜院的1等侍女，她来替王妃吩咐膳食，奴才们怎么敢动手打她？怕不是她自己在哪里磕了碰了，来怪罪到咱们这些奴才身上吧？秦雪，是这样吗？王妃，不是这样的，奴婢来吩咐膳食，崔嬷嬷说王爷宠爱淑侧妃，不喜王妃，让厨房的先做西凌轩的膳食，不必管王妃。还说淑侧妃病了要熬药，人手不足，忙不过来准备恒芜院的饭菜。可厨房这么多人，哪里忙不过来？分明是他们不想做。奴婢气不过说了几句，他就将奴婢推倒，用擀面杖打奴婢。你看清楚了，是哪些人动的手？他，崔嬷嬷也动手了，是他吩咐的人打我。王妃，你也别怪奴才们，你在王府不受宠，还不能让奴才们先紧着受宠的淑侧妃优待吗？淑侧妃，本王妃是这王府的女主人，凤书瑶不过是个妾，她有什么资格爬到本王妃的头上，让你们先优待？她举起狼牙棍，狠狠打进了崔嬷嬷的右小腿中。好痛啊！来人，把她弄开！我的腿！凤青鸾，你这个小贱人！我是淑侧妃的人，你敢打伤我，王爷知道了不会饶了你！辱骂本王妃，废你一条腿，不过分吧？看到凤青鸾这么凶狠，在场的下人大气都不敢出。凤青鸾看向另外几个打了秦雪的几个婆子。王妃，奴才们知道错了，求王妃饶了我们吧，奴才们再也不敢了。凤青鸾走到菜桌前，拿起一根擀面杖递给秦雪。他们是如何打你的，你如何还回去。记住，你是本王妃的1等侍女，以后这府上谁欺负你，你都给本王妃加倍还回去。打伤打残，本王妃给你兜着。秦雪颤抖着手接过，仍有些畏缩地看着凤青鸾。有我在，不用怕。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不好惹的，这样才不会被欺负。去。秦雪觉得自家小姐说的有道理，握紧擀面杖，朝着求饶的婆子们背上打去。几个人不敢反抗，被打得哎呦叫唤。等秦雪出够了气，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舒坦了吗？舒坦了。凤青鸾这一招杀鸡儆猴，效果不错。最不近凤青鸾的崔嬷嬷被当众打断了双腿，附庸她的几个婆子们也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他们要是还认不清楚形势，就冲王妃的暴脾气也是落不到好处的。王妃，奴才们会尽快将恒芜院的膳食做好送去，请王妃稍等。凤青鸾没说话，带着秦雪要走，迎面遇到芝南带着白华藏也来了厨房。崔嬷嬷，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芝南呐，王妃她要打死我，她推倒了淑侧妃的汤药，你快去告诉王爷，让王爷惩罚她。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凤青鸾，那是淑侧妃救命的药，你将她摔碎是想害死她吗？你怎么这般暴力？难怪舒瑶在侯府时总是被你欺负，到了楚王府，你也要将她害得命悬一线，一点也不顾念亲情，你的心肠太歹毒了。你哪只眼睛看到药是我推倒的？药炉是崔嬷嬷弄倒的，关我什么事？而且，你知道凤书瑶对我做了什么吗？舒瑶温柔善良，能对你做什么？凤书瑶要是温柔善良，那这世界上也就没有恶人了。白华藏，奉劝你一句，知人知面不知心，别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重新去抓药来煎啊！淑侧妃马上要用药。说完，他又恶狠狠地盯着凤青鸾的背影。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次来京城就是舒瑶专门叫他来的。舒瑶给他找好药铺，让他坐诊。如果不是他还在扬州的乡下小地方待着。舒瑶是他的恩人。凤青鸾今日欺负舒瑶，有朝一日他一定会帮舒瑶报仇回来的。西凌轩，禀告王爷，王妃去了厨房，将淑侧妃正在熬的药推倒在了地上，药全部都没了，厨房再重新熬制。王爷，王妃欺人太甚，这是要我们淑侧妃死啊！我们淑侧妃好命苦啊！凤青鸾那个贱人，他真是一刻也不消停的给本王找事，本王先去杀了他。王爷，凤二老爷来了府上，正在前厅等您。他来做什么？他是为了淑侧妃母亲的事来的。哎呀，舒瑶，你怎么了？你母亲呢？被京兆府的人抓走了，
你一定要去求殿下去京兆府将他救出来啊！殿下，草民听说舒瑶病了，他怎么样了？有大夫照看，暂时没事。殿下，那人与楚王妃在明西街的事情你知道了。玉莲年纪大了，哪里受得了牢狱之苦？还请殿下尽快将他从狱中救出来。本王答应过舒瑶，晚上去京兆府见他。那怎么可以？牢房是多么潮湿阿杂的地方，玉莲身子弱，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就多受一会儿的罪。早去晚去都是去，还望殿下马上去京兆府走一趟，也顺便将玉莲带来看看舒瑶，说不定有母亲在旁边照料，舒瑶的病情也能好得快一些。凤二老爷，舒瑶需要本王，本王走不开。殿下不是说舒瑶的情况稳定了吗？现在去看也是一样的。草民与殿下一同前去，相信有殿下的关系在，京兆府肯定会很快放人。听不懂好赖话，谢燕的脸彻底黑了下来。殿下，看在舒瑶曾经不顾性命帮你吸出毒血的份上，你就帮帮舒瑶母亲吧，求你了，殿下。又拿从前救人的事说事，谢燕的耳朵都快听出茧了。她实在没有想到，凤舒瑶救她这么一次，她全家人都能随时把这份恩情挂在嘴边。凤二老爷，潘夫人是舒瑶的母亲，本王怎么可能坐视不管？走吧，我们现在过去。你们这些贱奴才！我是楚王最爱女人的老娘，你们竟然敢拿些馊食来让我吃，让楚王知道了，你们吃不完兜着走！快给我重新拿早饭来，再给我准备炭火棉被，这里冷死了！你们不好好照顾我，将我冻伤寒了，楚王要打死你们！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两个守门的，还不快照我的要求去办？还敢提楚王？哼，你这个胆大包天的泼妇！楚王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见人了，你还指望他来牢房看你呢？你别再废话了，老老实实的给我待着，再不消停，小心我拿鞭子抽你！你放弃！我女儿救过楚王的命，没有我女儿早就没有楚王了。有这份恩情在，楚王绝对不会不管我。你们最好为骂我的话跪下来道歉，否则等楚王来了，我才要让他拿鞭子抽死你们！谢燕走进牢房时，正好听到潘玉莲和狱卒的对话。潘氏那句“没有我女儿，就没有他楚王”，这句话完全精准踩在了谢燕的雷点上。这些狱卒太放肆了，他们难道不知道玉莲是舒瑶的母亲，殿下的岳母？对她这般不敬，简直没把楚王殿下放在眼里。殿下，你过去了，一定要给他们好好教训。我听声音，转过去就到关押玉莲的牢房了。这牢房实在是太脏，都要无从下脚了，实在是太放肆。这些人居然将玉莲放在这种地方。凤二老爷，本王想起有急事处理，不去看潘夫人。有琪，你带她去。说完，大步离开了牢房。看他态度突然转变，凤正愣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好歹派了个人给他，跟着柳琪去见潘氏。柳侍卫，你们有1刻钟的时间。狗眼看人低的奴才，这下知道恭敬了，看清楚来人是谁了吗？这是楚王殿下身边的柳侍卫，殿下派他来看我，证明我在殿下眼中的地位。看你们还敢对我不敬！对了，柳侍卫，王爷怎么没来？王爷有急事要处理。凤二老爷、潘夫人，你们有话尽快说，我在外面等你们。老爷，楚王来不了，舒瑶怎么也没来？那丫头昨天说会尽快救我出去，结果今天都没来，害我在这猪圈似的地方睡了一晚，太恶心了。先别说这些了，舒瑶她突发毒症，在王府养伤呢。突发毒症？你说舒瑶中毒了？楚王府的管家是这么说的，说是成亲那晚被凤青鸾从山上抓来的老鼠咬伤，中毒发作了出来，病情已经控制，你不要担心。有楚王照顾舒瑶，我很放心。可是我怎么办？老爷，楚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救我出去？殿下没有发话，你在明西街闹的事儿被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不少百姓都议论楚王。不过楚王宠爱舒瑶，救你出去是迟早的事儿，你好好等待就行。等到什么时候？老爷，要不你让咱们儿子回来救我吧？杨宇是6品前锋，在京兆府应该有几分薄面。不行，杨宇在军营训练够辛苦的了，还要劳烦他来做事，你也忍心？反正你很快出来，别将这事说给他听，惹他麻烦。老爷说的对，依老爷说的做。京兆府尹侯志志来了牢房。民妇潘氏于昨日明西街辱骂皇室亡妻，现事情查明，准确无误，奉陛下口谕，杖责30，关押3月，即刻行刑。立即有2个衙役上前将潘氏抓起来，带到行刑房。大胆！我是楚王宋侧妃之母，你们不想活命了，敢打我，快住手！好疼啊！大人，他是楚王府的人，怎么能打这么多板子？你们快住手！潘氏当众辱骂皇室中人，是对皇室大不敬，这是圣上亲下的命令，就算楚王去求情，
也无济于事。凤儿，还是劝你夫人闭紧嘴巴吧。要是再口无遮拦说出什么，就不是打板子、蹲大牢这么轻松了。楚王殿下，我要见楚王，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凤正听他这么一说，害得跑到潘玉莲面前劝。刚开始几板子下去，潘氏还能叫得出来，后面渐渐没了声音。等到30大板全部打完，潘氏的屁股和背部鲜血淋漓，早已昏死了过去，如同一条死狗一样被拖回了牢房。凤正亲眼看完整个行刑，看到潘氏面无血色，像死了一样，好半天才想起来去求柳琪帮忙请大夫。柳琪看向侯志志，看在楚王的面子上，允许大夫给他看着一次。说完，他离开了牢房。谢燕从金兆府气愤离开后，回了楚王府。没多久，柳琪回来，将陛下下达的关于潘氏的处罚禀告他。父皇还是给我留了些颜面，只要了潘氏半条命。你派人打点一下，适当让大夫进去给他看诊。本王不想等到舒瑶醒来，听到他母亲死了的消息。是，殿下。谢燕返回房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凤舒瑶睁开了眼睛。舒瑶，你醒了。你说，陛下要了我母亲半条命，陛下处罚了他。舒瑶，你别想那么多。百花藏说你不能情绪过激，否则会很危险。殿下，你实话告诉我，陛下如何处置我母亲了？是不是要将她流放？我要去京兆府看我母亲。舒瑶，没有流放。父皇惩罚了他30大棍，关押天牢3个月。行刑的时候，本王的人在那里，他应该没有受多大的苦。寻常人被打上20棍就有性命之危，更别说30棍，还要在牢房住3个月，得不到好的治疗。想到这里，凤舒瑶的脸色倏而涨红，一口黑血喷了出来，倒进了谢燕的怀中。舒瑶，来人，快去叫白大夫！殿下，树侧妃毒火攻心，我的方法不管用了。你不是神医吗？连一个小小的毒都解不了，本王命令你快给他治好。殿下，不行了，树侧妃的毒已入了心脉，游走在5脏6腑，在下没有办法控制住了。没用的废物！柳琪，去请太医。柳琪得了命令，拿着谢燕给他的腰牌去太医院，将孟太医和陈太医请了过来。在看到凤舒瑶的情况后，两人脸上的神情都颇为凝重。楚王殿下，树侧妃毒太深，且毒性迅猛，微臣没有办法解毒。殿下，树侧妃身上的黑斑已成形，说明体内的毒素完全爆发了出来。且不说错过了最佳解毒时间，就算他这毒没有完全发出来，世上也很少有人能解，最多还有1个时辰，树侧妃就……难道你们就没有办法吗？还太医院翘楚，全是废物！殿下，要不让楚王妃试试？微臣亲眼见过他动手术治好了荣国公府廖小姐的心疾，说不定他能救树侧妃。你说真的？是的，当时廖小姐也是命悬一线，是楚王妃将她从鬼门关救了回来。荣王殿下也在场，他也可以作证。跟我走，舒瑶快不行了，你去救她。楚王，你发什么疯啊？你说让我去救人，我就要去救人。你觉得我像那么好说话的人吗？舒瑶会中毒都是你害的，你有责任将她救回来。是吗？他作奸恶事得到报应，是他咎由自取，想让我救人，没门。事关舒瑶的性命，你还要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凤千鸾，你不就是一反常态，想以另类的方式来获得本王的注意吗？本王的心给了舒瑶，本王也不可能碰你。除了这2样，你要什么本王都可以满足你。要什么都可以，身心不行。谢燕，你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毫无保留喜欢你的凤青鸾呢？还欲擒故纵，你要不要脸？他从怀里拿出早写好的和离书，拍到桌子上。谢燕，想让我救你心爱的女人可以，把这份和离书签了。凤青鸾，你来真的？3番2次提出和离，你真当本王是没有底线的吗？谢燕，我的要求只有这一个，签下和离书，我就去救凤舒瑶。你本不想娶我，我给你自由，让你和你心爱的救命恩人双宿双飞，从此没有人再打扰你们。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吗？谢燕唇角绷成了一条直线。凤青鸾说的对，他不喜欢凤青鸾，与凤青鸾和离之后，他才有机会将舒瑶扶正，这是自己想要的。可为什么在看到凤青鸾如此痛快的让他签和离书时，他却犹豫了，甚至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本王说过，你想离开楚王府，脱离楚王妃的身份，本王只同意休妻。和离，你想都别想。他明白了，是因为凤青鸾想离开他，他才会这样生气，因为他不想要的东西只能他自己丢弃。楚王殿下，别怪我没提醒你，你有时间跟我在这里耗着，西凌轩的那位可没时间等你在这里犹豫。你王爷，树侧妃又吐血了，你快想办法救救她。
楚王妃，树侧妃中毒快死了，你作为她的堂姐，在这儿幸灾乐祸，你眼里还有没有一点亲情？白华藏，闭上你的臭嘴！再多说一句，就算楚王签了和离书，我也不会去救凤书瑶。楚王殿下，真的快没时间了，再不救人，树侧妃就魂归西天了。一面是凤青鸾的威胁，一面是白华藏的催促，还有凤书瑶在等着救命。谢燕的脑子一片混乱，她双眼通红，看向桌子上的和离书。他与凤青鸾是先帝赐婚，父皇没有同意，签下和离书也没有多大作用。想到这里，谢燕在和离书上写下自己的大名。凤青鸾推过去一方印泥，抬了抬下巴示意。谢燕气急败坏，打开印泥，在和离书上狠狠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下你满意了？当然满意了，走吧。楚王妃，你快来看看，这次你要打算如何救他？凤青鸾走到床边，翻了翻凤书瑶的眼皮，看了看她的瞳孔，又切了脉，毒入肺腑。孟太医，多亏你护住了心脉，尚且可有命救。楚王妃，你救治的时候可否容微臣在旁学习观看？这次应该不需要动手术吧？不需要动手术，针灸即可将毒逼出来。是，楚王妃，咱们快进行吧。陈太医也有些好奇，这都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人了，楚王妃究竟有什么医学本事能够将他救回来？凤青鸾拿出孟太医准备好的银针包，从里面取出3根金针，分别插入了凤书瑶胸前的3个大穴之中。接着便看到他手法极为娴熟和迅速地将银针送入凤书瑶身体的各个穴道。那银针在他手上仿若无物，行云流水。亲眼见识到凤青鸾救人的过程，谢燕心中震撼。凤青鸾真的有点医术本事在身上。妙啊，妙啊！楚王妃，你这套针法叫什么？看起来颇为奇特。狂雨梨花针，他自己取的名字，霸气侧漏，听得孟太医又是一连串的惊呼和赞叹。在银针的作用下，凤书瑶吐出了几大口黑血，直到最后吐出来的血变成鲜红色。好了，他的毒解了。书瑶没事了？基本没事了，体内还有些余毒，服药调理月余就可以了。凤青鸾在解毒的时候，白华藏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不得不承认凤青鸾的确会医术，而且医术高明。可书瑶为什么要骗他？这些黑斑会随着毒解自动消失吗？这个嘛，需要外用药，我特制的拔毒膏，对付毒斑很有效果。谢燕不疑有他，将药瓶收下。忽而他想到什么，孟太医和陈太医甚至其他大夫都说解不了书瑶的毒，凤青鸾轻而易举的就解了。山地鼠是凤青鸾抓来咬伤书瑶的，又只有他能解毒，难道这是他为了逼迫自己签下和离书故意设的局？谢燕心中那些弯弯道道，凤青鸾不知道。拿到了和离书，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让夏明帝同意让他与谢燕解除婚约。做完这一步，他就能获得自由了。晚上，凤书瑶从昏迷中醒来，看到房间空无一人，轻咳了2声。小姐，你醒了。我怎么回事？王爷呢？小姐的毒解了，王爷照顾了您1个晚上，奴婢才去劝她睡觉，她应该才歇下。是谁给我解的毒？白神医吗？怎么可能是她？小姐，你不知道白神医差点害了你，他不会给人治病。之前你重病昏迷，白神医用他给家禽治病的法子给你医治，虽然前期稳定下来了，但后期造成反噬更严重。幸亏孟大夫和陈太医来得及时，才将你的病情控制住。他们说白神医胡乱用药和用针，险些害了小姐。直到最后孟太医也没办法了，说让王妃过来试试，王爷才去找他来为你解毒。他有那么厉害吗？是的，小姐，2位太医和王爷亲眼看见他为你施针，奴婢也在一旁。太医们对他的针法赞不绝口，看起来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的。可他在侯府的时候，压根没学过医术，甚至连医书都没摸过，他哪里来的医学本事？奴婢也不知道，或许是他故意藏拙，表面上看起来学女工礼仪，实际上在偷偷学医术。小姐，你现在不应该担心那些事，先养好身体再说。我饿了，让崔嬷嬷做些桂圆粥送来。小姐，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崔嬷嬷被王妃打断了双腿，在下人房里养着。打断双腿？凤青鸾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不知道崔嬷嬷是我的人吗？知道，但还是对崔嬷嬷下了重手。凤青鸾这个小贱人，崔嬷嬷是我的陪嫁嬷嬷，她如此任意打骂，完全将我的脸面踩在地上摩擦。你去打听了吗？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回京？奴婢去问了，据说殿下要赶在行宫之前回来，这么说的话，还有5日便会回到京城。太好了，你去找如宝，说这次行宫之行我也会去，到时候与太子殿下约个时间，我想见他。小姐，你身体里还有余毒，身上的黑斑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怎么出去见太子啊？这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除了脖子上的，到时候拿围脖遮一遮就好了。也是，不知道王爷与王妃之间达成了什么交易，王妃不仅答应了救小姐，还给了除黑祛斑的药。
小姐，奴婢给你用过一次，黑斑比往日消散了不少，看起来还挺有用的。有用就给我多用些，5日后我一定要光彩夺目的站到太子殿下面前，让他对我眼前一亮。小姐，差不多又该上药了，奴婢帮你涂上。翌日，凤青鸾梳洗打扮好，进了皇宫。儿臣参见母后，母后万福金安。青鸾，你来得正好，本宫让御厨房做了樱桃煎，不知道你爱不爱吃。上次你不仅意外救了本宫用了你的药，许久不好的风寒也逐日痊愈了，多亏了有你。这是儿臣应该做的。母后面色红润，看起来心情上佳，是有什么喜事发生吗？太子还有几日抵达京城，他出去了这么久，如今安然无恙的回来了，母后当然心情好。听说还在礼县处理了几件大案，陛下对此很是高兴。太子殿下英明睿智，德才兼备，恭喜皇后娘娘。宫女们端来樱桃煎，你尝尝。凤青鸾这时却站了起来，走到殿中，朝皇后屈膝行礼。母后，这次儿臣进宫是有一事想请您相助。你想让母后帮你什么？儿臣想与楚王和离，想请母后在父皇那边帮忙说说话。上次你进宫向陛下请求和离的事，本宫也听说了，没想到这几日过去，你还是坚持要和离。本宫不知道你与楚王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本宫说过，你救了本宫的性命，有事尽管来找我。今日你提起此事，本宫自是要为你考虑。谢母后成全。本宫会找时机与皇上说起，能不能劝动陛下，那就不是本宫能做主的了。母后肯开口帮忙，对青鸾来说也是莫大的帮助。后面的事情就让儿臣自己来解决吧。你有计划了？暂时没有。怎么可能没有？5日后便是西山行宫百花宴之行，他要借这次出行，让夏明帝彻底同意他和离。谈完正事，宫女将凤青鸾送出乾宁宫，路过花园的时候，迎面走来2名身着绫罗绸缎的少女。朝阳公主，你看那是谁？哟，这不是楚王妃吗？在这里也能遇见？看样子是从坤宁宫过来的。皇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进宫来不去向母妃请安，倒是跑到皇后宫里，怎么是对母妃心有不满，觉得皇后才是你的母后吗？凤青鸾看出来了，这2人来者不善，他不想浪费时间，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朝阳公主哪里会放过他，朝身后几个宫女使了个眼色，宫女们齐齐跑上去挡住凤青鸾去路。他缓步朝凤青鸾走去。皇嫂要去哪儿啊？见到你夫君的亲妹妹连个招呼都不打，也太没礼貌了吧。听说那位跟你一同进府的堂妹，她母亲在大街上辱骂你，说你不懂感恩，罔顾亲情。楚王妃是觉得自惭形秽，无颜面对他人，才对我们避之不及的吗？楚王殿下娶到你，真是倒霉。狄小姐，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又酸又臭？想当初，你知道谢燕有婚约在身，还追着他送东送西，想与他见面，如同一只舔狗追逐他，他连看都没看你一眼，更别说娶你了。宁愿纳我那个堂妹做小妾，也不愿意将你这个堂堂大将军之女收进王府。那时的狄小姐有多恬不知耻呢？你都没有自惭形秽，我为什么会自惭形秽？被凤青鸾一阵嘲讽，狄曼丽脸色铁青，3两步冲到凤青鸾面前，扬起巴掌朝她的脸上扇去。小姐，凤青鸾，你好大的胆子，敢在宫中殴打曼丽！还有你，朝阳公主，自称是父皇最疼爱的小公主，饶是你身份尊贵，可你看上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呢？你喜欢的礼部尚书府大少爷范一，表面上风流倜傥，衣冠楚楚，实际上我多次看见他逛杏花楼。这杏花楼啊，京城最大的青楼。公主喜欢他，没见他对你多看2眼，宁愿花钱去找妓女，也不愿意与你这尊贵的公主多待。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啊？范公子才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他温润如玉，风致俊朗，才不是你说的会逛青楼的人。是吗？你不信，去杏花楼问一问，不就知道了。与其在这里找我的茬，不如磨一下你的眼光。为什么要在人渣中找粪吃？朝阳，你们在做什么？楚王妃，你做了什么惹得朝阳和狄小姐不悦？这是在宫里，你也太放肆了。母妃，你看看凤青鸾，她欺负儿臣，你要为儿臣做主。好了，凤青鸾针对你的嘲讽，母妃都听到了。她上次在陛下面前闹和离，本宫没说她，这次又欺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本宫来收拾她。楚王妃，见了母妃，你不行礼吗？儿臣参见母妃。楚王妃，你今日进宫，本宫怎么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来向本宫请安，来宫里做什么？母妃，儿臣过来时看到楚王妃是从坤宁宫那边过来的，她作为你的媳妇儿，不向你请安，跑到皇后那边献殷勤，不知道她安的什么心。哦，楚王妃，朝阳说的是这样吗？莫非你对本宫有什么意见？
不向本宫请安，好让人传出去说我们关系不和是吗？朝阳公主真会告状呢，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去向母妃请安？按照尊卑，皇后娘娘是嫡母，我进宫理应先去她那里，再去母妃那里。这不，我还没过去，朝阳公主就面人将我拦下，拿着此事做文章。知道的人以为公主为母妃抱不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公主是对我这个新皇嫂有多大意见，故意说我不敬母妃，挑起婆媳事端。恐怕传出去会招人诟病，说朝阳公主胡搅蛮缠，惹人口舌不是？母妃，你别听他胡说，他从坤宁宫出来之后根本没有想过要去你那里，他在诽谤儿臣。楚王妃，朝阳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里？这件事暂且不说，本宫过来时看到你与狄小姐打了起来，是在切磋武功吗？是的，淑妃娘娘，臣女与楚王妃相谈甚欢，她乃护国侯千金，听说会些拳脚功夫，一时没忍住想找她比试比试。本宫还不知道楚王妃会功夫，既然这样，那你们比试一番，切记点到为止，不可伤人。是娘娘。她摩拳擦掌走到凤青鸾面前，楚王妃，请。凤青鸾往后跨出一步，做出请战的姿势。狄曼丽送上门来给她打，那就别怪她借着这个机会帮原主报仇了。曼丽！谢银大惊失色，跑过去将她扶起。你使诈！话音刚落，听到身后狄曼丽噗的喷出口血来，摇摇欲昏。凤青鸾，本宫说过点到为止。你将狄小姐打成重伤，是想当着本宫的面害她性命吗？齐嬷嬷，楚王妃打架斗殴，大闹皇宫，去请庞侍卫过来。齐嬷嬷去了。大内侍卫统领庞坤看到狄曼丽嘴角流着鲜血，被人扶着。庞统领，楚王妃殴打狄家小姐，本宫跟朝阳公主亲眼所见，将她抓起来，纵由陛下处置。楚王妃得罪了。庞侍卫，发生什么这么热闹？是本王错过了好戏吗？楚王妃又见面了。是啊，好巧，没想到在宫里也能遇到楚王殿下。荣王殿下，这是本宫的家事，惊扰到了荣王，还请荣王不要插手。发生在宫里便是宫里的事，岂是你如妃一个人的家事？本王过来时听说你将楚王妃送到皇兄面前处置，皇兄此刻正在为收到太子回京的消息高兴，如妃将这些小事送到他面前去扫他兴致，惹得皇兄不悦，如妃能承担得起皇兄的雷霆震怒吗？太子要回京了，多谢荣王提醒。既然陛下没时间，那这件事本宫亲自处理。楚王妃既嫁给了楚王，本宫也算是她的母妃，有义务教导她。庞统领，楚王妃殴打官家小姐，顶撞本宫，将她关押到慎刑司去。狄小姐，你可满意？一切听从如妃娘娘的安排。本王以为皇兄宠爱如妃，如妃至少是个明事理懂大体的人，哼，今日一见，却是个颠倒是非、跋扈无礼的人。殿下什么意思？你在指责本宫处事不对吗？事情的经过，本王一直看着。你说点到为止，狄小姐的招式却是对楚王妃动了杀意。如果不是楚王妃招数巧妙，先将其击退，那么此时受伤的人恐怕就是楚王妃了。狄曼丽一介臣子之女，对王妃动杀意已然是重罪。何况在比试之前，她已经袭击过楚王妃一次。楚王妃正当防御，给她些教训，为什么她要受罚？照殿下这么说，臣女就应该挨打了是吗？是本王说的不够清楚，还是狄小姐理解有问题？狄曼丽被堵得一噎，抿着唇说不出话来。如妃心下嘀咕，荣王这番话明显是偏帮凤青鸾。凤青鸾这个小贱蹄子做了什么，竟然能获得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荣王帮他说话？原来是这样，本宫不会武功，看不出他们比试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陛下日理万机，本宫就不去扫他的兴了。朝阳，带狄小姐走。他朝荣王点了点头，拂袖离去。曼丽，今日先忍下这口气，有机会再找凤青鸾讨回来。三人走后，他也想离开，朝荣王道：多谢殿下仗义出言，我还有事，告辞。送到你府上的谢礼，你可喜欢？殿下精心挑选的礼物，自是不俗。看到它，你只有这一个感想吗？凤青鸾眨了眨眼睛，当然不止。你不也看看你送的是个什么玩意儿，都认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差不多吧。对了，为感谢殿下好意解围，我也送上一份谢礼。我身上没有什么好的礼物，这块玉就当做感谢荣王殿下了，还请殿下不要嫌弃。楚王妃，这是本王送你的谢礼，你把它拿过来送给本王，合适吗？这不是见花见佛吗？殿下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你说没有谢礼，本王看你这只海棠出差就很合适，本王勉强收下。至于玉面，本王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不仅如此，你也不能将它转送给其他人，要是让本王知道你把它送出去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掂量。谢晋握紧珠钗，哼了一声，从凤青鸾旁边走过。他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今日见识到了。与谢晋的气氛不同，
凤青鸾觉得这个男人也太不可理喻和霸道了，他送的东西还不准让他拿去送人？既如此，那他拿去卖了，省得留个祸害在手上。出了皇宫后，凤青鸾当机立断去了全京城最大的当铺永盛典当，将这块价值不菲的玉面以2200白银为价当了。办完这件事，凤青鸾去了侯府。凤青鸾回去侯府，看到一群人围在侯府大门前，激动地吵着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阻挠我接老夫人？对，凤青鸾将我夫人害得如此之惨，今天我一定要侯老夫人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她要是不出来，我们今天就待在这儿不走，反正撕破脸了，那就鱼死网破，谁也别好过。是啊，快让老夫人出来给个说法。哟，这不是六品前锋的凤大公子吗？吵吵什么呢？凤青鸾，我以为你将父亲母亲赶出侯府已是泯灭人性冷漠之喜，你还害我母亲在牢中受尽酷刑，你还是不是人啊？哼，看来潘玉莲的例子没让你们得到教训呢。他在街上闹事不够，你又闹到侯府来，是想让我报官抓你们去京兆府大牢与潘玉莲一家团聚吗？我们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们是来见侯老夫人的。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资格来插手侯府的事儿？凤二老爷此话差矣，我就算嫁人了，也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你们是什么？一群白眼狼蛀虫，有脸来说我？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全部都给我滚！凤青鸾，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亲戚一场，我父亲母亲是你叔婶，你这般对他们，别怪我替你死去的侯爷教训你。兄弟们，给我上！这些人大闹侯府，将他们赶出去。在他的命令下，护卫们拔剑而出，两拨人很快在侯府门前打了起来。凤阳宇紧盯着凤青鸾，握紧了拳头朝他冲去。大小姐，你退后，他交给我。话落，接下凤阳宇的拳头与他交手，10几招下来，凤阳宇被打得鼻青脸肿。对方不攻击他其他地方，专门打他的脸和头。凤阳宇嗷叫一声往后退去，他带来的兄弟也不敌护卫，被打得哎呦叫唤，扔到了街上。杨宇，你伤得怎么样？痛不痛啊？凤青鸾，今日这梁子彻底结下了，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上，到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我一定要让你在我面前跪地求饶。真没本事，口气倒不小。那我等着看有没有那一天。凤阳宇，你再多说一句对楚王妃不敬的话，我不介意让你伤上加伤。凤阳宇被他的气势震慑，啐了一声，带着他的那些兄弟灰头土脸的走了。大小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欢迎回家。今后我不在府上，祖母就靠你们保护了。属下定不负大小姐所托，誓死保卫侯府，保护老夫人。我们进去吧，晚上侯府开宴，为你们接风洗尘。晚上，谢燕去西林轩看凤书瑶。怎么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王爷，我没事，还有几天就是百花宴了，舒瑶也想去，可以吗？你体内的余毒还没有彻底清除，最好不要外出。我实在觉得闷了，等你完全康复，本王带着你出去郊游。王爷说的是，舒瑶不去了，王爷要去几天呢？明哲可以不去，暗地里还不能去吗？要去3日，在行宫住2晚，第3日下午返程。本王不在府上，这3日你一定要好好吃药，别让我担心。是，舒瑶听王爷的。5日后，太子回京，街道两旁夹道欢迎。谢衡代替皇帝江南巡盐，将巡视情况汇报给夏明帝。夏明帝高兴得合不拢嘴，在朝堂上大夸太子成熟稳健，办事有道，让他欣慰。谢燕前不久被官员们弹劾过宠妾灭妻，听到所有人都夸赞太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以至于第2天前往西山行宫的路上，他都一直板着脸。凤青鸾与他同坐在一辆马车上，不想看到那张拉得极长的驴脸，欣赏窗外沿途的秀丽风景，同时目光偶尔也瞟向后方跟随在楚王府的随行队伍中的一名小厮。在随行的队伍中，其中一人是由薛之墨装扮而成。今天晚上他计划了一出大戏，需要薛之墨帮忙。护国侯在世时，西山行宫等大型宫宴都由他负责安防。薛之墨作为他的属下，自然也知道那边的布局和地形，有薛之墨这张活地图在，无异于对他的计划大有帮助。走了大概3个时辰，下午，以夏明帝为首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到达了西山行宫。我以为殿下会带着那个宠妾叫什么凤书瑶的一起来，还好他没有被迷糊涂。今日这种场合根本不适合他出现。哼，皇兄虽然宠爱凤书瑶，可也不是什么都依着他的。按我来说，那凤书瑶今日肯定想来，可他哪里能够？你看皇兄一点也不待见凤青鸾，又没有宠妾在身边，这3日都是你的机会，只要咱们好好利用，等回到京城后，你就是楚王侧妃，我的皇嫂了。公主殿下，现在说这个还有些早，到底能不能成，还得看事情究竟会怎么样。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你放心，今晚一定能成。厉皇后舟车劳顿，有些不适。庆阳公主谢宁陪着她走到庭中坐下。母后是不舒服吗？要不要喝点热茶？太久没坐马车，有些头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还在为前些日子白羽花的事情懊恼？那日若不是楚王妃碰巧救下母后，儿臣还不知道会犯下如何大错。后来儿臣查了，白羽花是朝阳贵让人透露给儿臣，说花香能对风寒有助，儿臣信以为真，着了他的道，险些害了母后性命，儿臣怎么能不懊恼？查清楚就好，母后这不是没事吗？你也不要一直揪着这事烦心，难得出来欣赏风光，别去想他了。朝阳还是个孩子，想要害他的人恐怕是如妃。母后说的是，儿臣不想了。朝阳敢利用本公主毒害母后，我会让你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手段。你等着，这次出行不会让你好过。整个下午，大家在一片丝竹悦耳中欣赏春景结束。晚上，行宫举办盛大热闹的晚宴。恭喜陛下，这次太子殿下替陛下江南巡盐，纠举了部分不法官员，殿下英明神武，龙姿凤章，实在是令人佩服啊！太子是朕亲自教导的儿子，小小年纪懂得帮朕分忧，是该嘉奖。但你们也不要夸得太过了，以免得他居功自傲。哈哈哈哈！谁不是父皇亲自教导的儿子呢？我们为父皇做的事也不少，也没见父皇在众大臣面前如此褒奖。本王倒是不必说了，楚王又是怎么回事？如妃那么得父皇宠爱，父亲也没有将巡盐的事交给你，想来父皇不认为楚王有能力担当此任，更别说前阵子还出了宠妾灭妻的丑闻。听闻你那妾室的母亲杖刑之后关押在牢房，三皇兄还一直派大夫为他看诊，今日为何没有把他带来，也让臣弟瞧瞧他到底是怎样的天姿国色，才能获得三皇兄的如此偏宠。景王的话充满揶揄和嘲讽。当初巡盐需要有人代替父皇出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也都提出过愿意为父皇分忧，可父皇钦点了太子出去，相当于太子替天子巡查民事，做得好不仅能为朝廷立下大功，还能在百姓们中提高威望。父皇将历练的机会给了太子，偏偏太子还很争气。谢燕心有不甘，为了让谢恒不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想了些法子阻挠。可太子那边仿佛是知道他的计划，一次次迎刃而解，简直都让他怀疑是不是楚王府上有内奸，才会让太子对他的计划了如指掌，灵活应对。谢燕的心中像是有一团燃烧的烈火，烧得他浑身炙热，躲得发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想到外面院子去透透气。凤琴鸾全程目睹了谢燕被景王奚落的过程，看向谢燕的酒杯，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看到谢燕出去，朝阳对狄曼丽使了个眼色，狄曼丽心中一喜，站起身朝着谢燕的方向追了出去。谢燕走出席位，来到走廊，她扶住廊柱，摇了摇头。她的酒量很好，今夜怎么没喝几杯便觉得头脑昏沉的厉害，心想可能是因为心情不爽，受了太多的气给气昏了。楚王殿下，你怎么了？喝醉了吗？殿下要去院子吗？小心台阶。不用你扶，本王自己能走。楚王殿下，臣女许久没见到你了，这次百花宴十分期盼能够与你说说话。说起来，殿下成亲，臣女也还没有敬过您酒呢。明儿，把酒端来。狄曼丽的贴身婢女明儿端着一个放着酒壶和酒杯的托盘走上来，狄曼丽给谢燕倒了一杯酒递给她，又给自己满了一杯。殿下，臣女敬你，在这大好的春日里，一定要心情愉悦呀。谢燕看着手中的酒杯，脑中回想着景王对她说的话，越想越气，也将酒倒入口中，重重的将杯子摔到地上。他们三个什么东西？总有一日，本王会将所有人踩在脚下。那些嘲笑本王的人，本王都记住了，一个也不会放过，不会放过。殿下，你喝醉了，臣女送你去房间休息。你不用可怜本王，本王也不需要你来安慰。走开，别跟着我。柳琪在外面守着，听说自家王爷出宴席了，走过来就看到他喝醉。王爷，属下送您去休息。狄曼丽哪能就这么放谢燕走？狄小姐，王爷说了不许你跟着，请你自重。狄曼丽被一个侍卫呵斥，有些恼怒。恰巧有其他小姐出来透气，没有再厚着脸皮跟着，任由柳琪带着谢燕消失在视线中。不过是个小小的侍卫，竟敢呵斥本小姐。等本小姐成了楚王侧妃，一定要让她好看。明儿，你悄悄跟在后面，看柳琪会把王爷安置在哪个房间，回来向我禀报。明儿去了，狄曼丽心道，楚王身边没有其他人，
等确定了房间，将柳琪支走，他进去与楚王肌肤相亲，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柳琪把谢燕送到偏殿一个叫松翠园的房间休息，将她安顿好后退出房门，在门口守着。明儿悄悄记下房间名字，回来告诉狄曼丽。狄曼丽去找朝阳公主，将她与谢燕的情况说与她听。你放心，本公主亲自去将柳琪带走。然而她去了没多久，很快又气呼呼地返回来。那个柳琪一点眼力见也没有，连本公主都叫不动她。她说皇兄没醒来之前，她绝对不会离开房门半步。曼丽，等会儿我再去一趟。等把他叫走后，你再进房间。你先休息一会儿，为接下来的事养足精神。等我这边有情况了，立刻来叫你。狄曼丽虽然有些不乐意，也没有其他办法。她在那杯酒中下的药，药效时间够长，不急于一时，于是也去找了一间房住了进去。柳琪尽心尽责站在松翠园门前守着谢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股异香从空中飘来，柳琪的嗅觉很灵敏，很快闻出来香气中掺着迷香，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薛之墨走出来，看四周无人，迅速将柳琪拖入了旁边的草丛中。他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柳琪的衣服。薛子墨来到狄曼丽所在的房间，敲了敲窗户，将一张纸条塞了进去。狄曼丽看到窗口有人，正是之前见过的柳琪，快步来到窗边，只看到柳琪离去的背影。窗棂上放着一张纸条，狄曼丽疑惑地拿起。松翠园等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楚王的笔记，狄曼丽认得，惊讶谢燕赶走他，原来是不想让人知道。楚王殿下还是心仪我的。狄曼丽握着纸条发花痴，想起楚王说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走到烛台前，将信纸点燃烧掉，整理了下衣服和发髻，满心欢喜出了房门，一个人前往松翠园去找楚王。他走过来时，松翠园门前一个人也没有，连之前一直守在这里的柳琪也不在。狄曼丽越发激动，殿下为了等他，将柳琪都打发走了。他推开房门走进去，小声喊道：皇爷，臣女来了。没有人回应他。狄曼丽走到床边，看到谢燕满脸绯红，闭着眼躺在床上。楚王殿下，您还醒着吗？您让柳琪通知臣女过来，是想说什么吗？谢燕醉酒的厉害，听到耳边有人说话，挥了挥手嘟囔：别吵。手落下去时，正好落到了狄曼丽的腿上。狄曼丽的心脏在这一刻被烫得灼热，确定自己下的药就算楚王内力深厚，也不可能完全抵挡，揽住谢燕的手朝他身上贴了上去。宴席上，凤青鸾细嚼慢咽地品尝美味糕点，秦雪从外面进来，在他的身后轻轻咳嗽了声。凤青鸾侧眸对上秦雪一切都办妥了的眼神，唇角微弯。殿下去哪儿了？回王妃，王爷喝醉了，奴婢看到齐柳送他去休息了。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去看看他。谢莹一直注意着他的动静，看他似乎要出去，快步过来将他拦住。皇嫂，你要去哪儿？今天晚上朝阳还没有给你敬过酒呢。他从身后的侍女端着的托盘里端起一杯酒，递到凤青鸾面前。皇嫂，给朝阳喝一杯吧。那杯酒醇香诱人，在这香气中夹杂着一丝不属于他的气味。本王妃从不喝酒，不能辜负了朝阳公主敬酒的诚意，不如以茶代酒。秦雪，端一杯热茶来。秦雪从桌子上倒出一杯热茶，端到凤青鸾面前。凤青鸾接了茶杯，碰了碰朝阳的酒杯，将茶水一饮而尽。谢莹愣在当地。朝阳公主，本王妃的茶喝了，你敬的酒不喝吗？谢莹反应过来，对方没喝她的酒，气得小脸通红。这酒里她放了一些东西，就是为了防止凤青鸾要去看她醉酒的皇兄可能会打破她与狄曼丽的计划而准备的。凤青鸾，你什么意思？你作为皇嫂不喝本公主敬的酒，是看不起本公主吗？朝阳公主，我不喝酒，你为何非要强迫？况且你敬的酒，我以茶为代喝下了，反倒是你敬酒的人不喝敬酒。难道你在酒中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不要我们当着父皇母后和文武百官的面来验一验？谢莹瞳孔猛然一缩，下意识看向托盘中的酒。凤青鸾怎么知道他的酒里有东西？忽然他想起一件事，之前皇后中毒是凤青鸾第一时间从白羽花和熏香中分辨出来，及时救回了皇后。后来他又救了突发疾病的廖国公家的千金，想来这小贱人是有些医术在身上的，必然是闻到了酒中的气味不对劲，才推脱不喝。本公主做事光明磊落，怎么可能在酒里下药？不过是气你不喝本公主敬的酒而已。既然你不喝，以茶代酒算个什么东西？你这般不给本公主面子，本公主也懒得与你浪费时间。他瞪了凤青鸾一眼，带着侍女回了自己的位置。他突如其来的打岔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反常的行为还是让凤青鸾发现了一些端倪。谢莹在他的酒中下药，
是想对他报前几日在御花园的仇吗？还是说今天晚上专门针对他设了别的圈套？凤青鸾心中升起几分警惕，还有正事要办，他也不在此多留，带着秦雪出了宴会席。路过走廊时，凤青鸾点了2名当值的宫女。楚王醉酒，需要人伺候，你们跟本王妃一同去。是，楚王妃。凤青鸾带着人朝松翠园走去，推开房门。楚王妃，你怎么来了？王爷醉酒，本王妃来看他。倒是你，狄小姐，你怎么会在楚王的床上？楚王妃，你听我解释，会与楚王殿下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我想的这样，那是哪样？你与楚王寸缕不挂的睡在一张床上，还不能够说明什么吗？秦雪，去请陛下和皇后娘娘过来。今日楚王在宴会上羞辱本王妃，与其他女人苟且，是可忍孰不可忍。本王妃要请陛下为我主持公道。秦雪听命去了。混账东西，人在哪里？带朕去。狄将军，你跟朕来。是，陛下。夏明帝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偏殿的松翠园。父皇母后，请为儿臣做主。皇上的脸色难看至极，皇后也好不到哪里去。比他们更为不好的是如妃。狄曼丽也跪到地上，一贯眼睛长在头上的高傲脸上带着惶恐和不安，泪水如雨滴落下，不说话，阴阴地哭着。狄良看到女儿这样，既震惊又气闷，还是先赶紧问道：曼丽，这是怎么回事？你与楚王殿下……爹爹。齐德顺，把这个混账给朕弄醒。齐德顺利落地端来一杯茶水泼到谢燕脸上，谢燕被凉水刺激醒了过来，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房间里黑压压的一群人都在看着她，当即大脑宕机了1秒。父皇，母妃，你们怎么……她抹了把脸上的水，这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又看到凤青鸾冷冽的神情和狄曼丽委屈的哭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犹如五雷轰顶，震得她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她爬起来捡起衣服穿上，跪到地上。父皇，请听儿臣解释。解释什么？朕都看见了。楚王，是不是这2年朕对你太放纵了，以至于你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父皇，不是这样的，儿臣喝多了，让柳妻扶儿臣来房间休息，不知道狄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儿臣的房间。父皇，这件事是有人陷害，请父皇明察。陛下，楚王一向洁身自好，聪慧过人，他不可能犯下这等糊涂的大错，定是有人陷害，还请陛下查清楚，还他清白。狄良知道女儿喜欢楚王，发生了这样的事，脑中冒出一个令他心底发寒的念头：会不会是曼丽为了嫁给楚王策划了这件事？皇后沉着眉眼，看了看从开始说了一句话后就再也没有出声的凤青鸾，她想起之前凤青鸾请她帮忙在陛下面前提和离的事情，这件事会不会与凤青鸾有关？父皇，儿臣在京城听过一些传闻，不知当讲不当讲。听说了什么？儿臣听说楚王在成亲之前，狄小姐一直倾慕于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谁的好处最大？而且楚王所在的松翠园是南滨休息区，狄小姐一位女眷如何出现在这边？是她自己过来的，还是被人掳来的？狄小姐，你是不是应该说明一下？狄曼丽是镇南大将军狄良的独女，景王本来也想要她背后的兵权，奈何狄曼丽心仪谢燕，他不介意帮她一把，让狄曼丽成为他的女人，这样至少断绝了太子想纳狄曼丽壮大他势力的心思。夏明帝一听，确实如此，摄人的视线落到狄曼丽身上。陛下，臣女……景王，你什么意思？狄小姐是未出阁的闺中女子，生育对于女子来说何等重要？你的意思是说，她不顾自己的名声，主动来皇兄的房间中的吗？父皇，不管事情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儿臣认为狄小姐对皇兄有意，两人也发生过了关系，今生今世，皇上都应该为狄小姐负责。朝阳公主说的没错，事实已成定局，必须给这件事个交代，否则不管查出来此事的背后隐情有没有与狄曼丽有关，她的身份注定不能给狄曼丽定下死罪。既然不能斩，为了保全她的亲玉，只能嫁给楚王。陛下，微臣只有曼丽这一个女儿，说起来，她也是这件事的受害者。如果楚王殿下碰了她就不要她，那曼丽只能以命来保全名声了。陛下，臣女为何会出现在楚王殿下的房间？是殿下命人来给臣女传信，让臣女来见他，还说别让任何人知道。臣女喜欢楚王，哪能经得住殿下的邀请，便来了松翠园。本王什么时候传信让你过来了？是王爷的贴身侍卫柳七过来送的纸条，殿下说不想让人知道，臣女便把纸条烧了。殿下若是不信，可以让人去洗水间房里查看，是不是有烧毁过的纸条灰烬，或者把柳七叫来，
臣女可以与他当面对质，绝无撒谎。狄曼丽说的信誓旦旦，谢烨脑袋发懵，是柳琪去传他的命令，请狄曼丽过来的。柳琪呢？夏明帝派人去狄曼丽的房间搜查，侍卫回来禀报说，在绿植物盆中发现了燃烧过的纸张灰烬。这下大部分人都相信了狄曼丽的说法。回陛下，没找到柳琪，微臣已命人去找了。谢烨的脑袋更乱了，柳琪不见了，他越发嗅到阴谋的味道，但他却在阴谋之中难以脱身。朝阳，这里最应该请求父皇做主的，应该是楚王妃吧？楚王与狄曼丽做了这等事，偷偷摸摸被楚王妃亲眼撞见，对他伤害有多大，可想而知。还请父皇降罪，不要让楚王妃寒心。父皇母后，楚王宠妾灭妻，儿臣作为他的王妃，一直被人规劝要大度。可今日楚王得寸进尺，当着儿臣的面与别的女人同睡在一张床榻上，无异于羞辱儿臣。若儿臣一再退让，今后还不知道会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楚王没有丝毫真心在儿臣身上，儿臣也愿意成全楚王。何况早在之前，楚王已同意儿臣签下和离书，和离书在此。父皇母后，这是儿臣的心愿，也是楚王的心之所想，求父皇成全。皇后看了和离书，上面的确有谢烨的签字和手印。楚王，和离书是你签的吗？是。皇后的目光意味深长了起来。前有楚王宠妾灭妻，后有与外女捉奸在床，如今又提前准备好了和离书。凤琴鸾行事虽大胆了些，也着实可以让人理解。楚王妃，这并不是多大的事，你没有必要和楚王和离。楚王不是还有2个侧妃的位置空悬吗？狄小姐可以为侧妃，你依然为正妃，两者并不冲突，哪能就到了和离的地步啊？他不是想挽留凤琴鸾，而是不能让他和离，只能他们不要凤琴鸾。和离多伤楚王的颜面。如非此言差矣。楚王宠爱小妾，纵容他母亲当街辱骂楚王妃的事发生在不久前，他不吸取教训，今晚又做出对不起楚王妃的事，再大度的人都不可能接受。想来楚王妃心如死灰，无法再继续这段姻缘。陛下，楚王对楚王妃也未有过半分情谊，否则不会发生这许多事，不如让2人和离，各自分开。皇上面色黑沉如墨，房间里再一次陷入了可怕的安静。皇兄，郎无情且无义，将2个人硬绑在一起，实在是无趣。当初父皇给楚王和凤小姐赐婚，是希望2个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如今2人离了亲，又彼此厌恶，早已违背了父皇赐婚的初心。依臣弟看，2人和离未尝不可，继续纠葛，指不定要再闹出什么其他丑闻。和离了，也算是提前阻止了其他可能发生的闹剧。荣王和皇后都认为和离可行，也确是楚王犯错在先。朕宣布，楚王与凤青鸾的婚约就此作罢，允许2人和离。多谢陛下成全。父皇，凤大小姐的事情处理了，那狄小姐与皇兄的事呢？狄小姐说她是被皇兄的侍卫传信过来的，皇兄又说他不记得这事。照这么说来，传信的侍卫嫌疑最大，可他失踪了，想必是做贼心虚逃走了吧？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狄小姐却因此失去了女儿清白，她也是受害人，还请父皇给狄小姐做主。陛下，求您为小女做主。陛下，臣妾认为楚王应当对狄小姐负责，应当给她一个名分，安抚今夜受到的惊吓。至于这件事背后的主谋，等找到柳琪便知晓了。皇后脸色微沉，狄良手中掌握着10万兵权，他之前也有意让太子接触狄曼丽，想将他纳入太子府。经过这一折腾，狄曼丽怕是得带着他父亲的兵权一并嫁入楚王府了。鉴于今晚发生的事，楚王应当对狄曼丽负责。5日后，楚王迎娶狄曼丽为侧妃，一切事宜朕会安排下去。在此之前，这件事任何人不准透露出去，宴会照常进行。夏明帝不悦地瞪了瞪楚王，怒气的一拂袖离开了房间。谢陛下，恭送陛下。夏明帝走了，皇后和太子以及庆阳公主也一并离开。楚王，你好好安抚一下曼丽，你父皇已命你俩完婚了，曼丽算是半个皇家的人了，你不要再让母妃担心了。是。如妃满意的点了点头，得意的去了眼凤琴鸾，出了房间。荣王还没走，凤琴鸾对谢晋行了一礼，也准备走。本王有事与你一起。凤琴鸾蹙了蹙眉心，谢燕、狄曼丽等人也都狐疑地看着荣王。有关洛灵的病情。说完，他大步出去。凤琴鸾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也走了出去。谢燕颓然坐在床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太多，让他脑子里一片乱麻。你们也出去。狄曼丽和谢莹计谋得逞，2人都有些心疼谢燕被算计了，但他们还有些需要核对的情况，也不多留，退出了房间。曼丽，你说是柳琪让你到皇兄的房间去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我在休息时看到窗外有人影，接着是一张纸条塞了进来，那人走了，对方是柳琪的背影，我不会看错。纸条上写着让我去送翠园，我就立即过来了。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楚王妃撞见我与楚王躺在床上。可是柳琪不见了，柳琪伺候了皇兄10几年，不是皇兄授意，他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皇兄看起来毫不知情，而且他要针对你有意，我们也不至于采用这种方法撮合你们，说明皇兄很可能不是自己主动安排的柳琪去做了这件事。此事透着蹊跷，必须把柳琪找到才能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除了我们在行动，还有其他的人也在暗中计划？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从结果来看，你与王兄各得其利，楚王妃损失最大。对了，她不是楚王妃了，应该不可能是凤青鸾做的。或许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楚王和楚王妃和离呢？凤青鸾以前有多深爱楚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她为了嫁给楚王做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不比我少，她不会愿意和楚王和离。虽然看起来是凤青鸾主动提出和离，实际上她是受不了皇兄宠爱妾室，还和别的女人睡了，被迫和离的。我知道了，最想让皇兄和凤青鸾和离的人，当然是皇兄最宠爱的那位妾室凤书瑶啊。她若是除去了凤青鸾这颗绊脚石，楚王妃的位置很可能会落到她的身上。她对柳琪也很熟悉，很有可能与柳琪串通好了，柳琪才会帮她传递纸条。可她没有料到咱们也在行动，你成为了楚王侧妃，位分在她之上。凤书瑶的手段不容小觑，她能将皇兄迷得团团转。你进楚王府之后，第一时间得把她除掉，永绝后患。公主说的对，凤书瑶的存在不容忽视。我可不像凤青鸾那个软柿子，被人骑在头上欺负。等我坐稳了楚王侧妃的位置，有的是手段让凤书瑶好看。凤书瑶不知道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一个还没有进府的侧妃，她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被她视成为了眼中钉。殿下，你找臣女有什么事？凤小姐，你离本王那么远做什么？本王又不会吃人，过来喝杯热茶压压惊。殿下，有什么事你还是尽管直说吧，臣女不喜欢拐弯抹角。你过来做，本王就告诉你。凤青鸾心底盘算着，不管谢晋知道了什么，反正夏明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准许他与楚王和离，他什么都不怕了。凤青鸾走过去坐下。今晚这场捉奸在床的大戏，是凤小姐暗中谋划的吧？荣王何出此言？你猜行宫的安防谁在负责？当然是你，荣王殿下。你说这个做什么？谢晋笑而不语。你究竟想说什么？或许是凤小姐对自己的药太过自信，忽略了柳琪的功力。她被拖进草丛后，中途醒了过来。他在哪里？你别紧张，他仍然昏迷着。他还昏迷着？是殿下帮了我？你怎么知道是我给柳琪下了药？你知道整件事情？本王知道整件事，包括你找了一个身材和柳琪相似的人，去给狄曼丽传信，让狄曼丽以为是他们的计划成功了。不得不说，你的运气很好。殿下既然知道，为什么帮我隐瞒？你想要什么？你很直接，那本王也如实告诉你，本王想帮你和离，让你恢复自由之身。殿下这话更让人糊涂了。我与楚王和离，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你和谢燕和离了，才能和本王成亲。你是护国侯的遗孤，护国侯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他女儿不应该在楚王府受到不公待遇。楚王宠妾灭妻，他对你无益，本王看你也对他死了心，所以你想和他撇清关系，不妨帮你一把，以卫护国侯的在天之灵。因为我父亲保卫了大夏而慷慨帮我，殿下的理由不怎么可信呢。我是性情中人，见不得家人过得不开心。怎么样，这个理由可信了吗？凤青鸾沉默，这话也不可信。殿下将此事告知我，又不说目的，那么这件事到此为止。本王帮了你，不准备向本王道谢吗？我问过王爷想要什么，王爷说了一堆虚无缥缈的东西。我想王爷应该是比较闲，顺手做了这事，没必要感谢。又或者说，殿下还没有想好要我报答什么，等你有需求了，自然会来找我，互相来往，不必言谢。说完，大步离开了亭子。王爷，就这么让凤小姐走了吗？不得不说，凤小姐真有性格，明明知道王爷帮了她，连谢谢都不说一声。属下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不为王爷的人。她与别的千金小姐相比，真乃一股清流，属下佩服。怎么，你喜欢上她了？不，王爷，属下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属下只是钦佩凤小姐的胆识，对她绝无半分非分之想，请王爷明鉴。谢晋轻笑，目光眯了起来。这等有个性的人，楚王那个蠢货怎么压得住？终有一日，他会成为自己的女人，让她恢复自由之身是第一步。
凤青鸾虽然在谢晋面前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对话，心中还是泛着嘀咕，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帮一个人，谢晋这次算是帮了他的大忙。凤青鸾想着这些事情，察觉到前面有人走来，抬头一看，看到了一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脸。你来这里做什么？另一边，谢恒去假山后见凤书瑶。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偷偷跟来行宫，你说有急事是什么事？殿下，你出去了这么久，有没有想妾身？妾身可是每日都在思念殿下，盼望殿下回来。有什么急事快说，要是让人看见你在这里，你小命难保。不是有殿下在吗？殿下肯定会保护妾身的。你要是说这个，姑听到了，姑还有事，你也该待哪儿去待哪儿去，别给姑找麻烦。几年前他救过凤书瑶，从那时起这个女人对他痴迷，后来楚王迷恋她，正好可以将她作为棋子塞进楚王府，凤书瑶也心甘情愿帮他监视楚王的一举一动，否则他这副搔首弄姿的模样，给他堂堂太子提鞋都不配。听出谢恒话里的不耐烦，凤书瑶心里空落落的，不过他喜欢的就是谢恒对他爱答不理的高冷。殿下，自从你回京后，楚王一直没有动静，妾身会尽快除掉凤青鸾，坐上楚王妃的位置，到时候拥有更多的权力，知道他的行踪和计划，再向太子殿下禀报。父皇已准许凤青鸾和楚王和离，回京之后将颁布圣旨。什么？凤青鸾不是楚王妃了？那太好了，妾身……你别高兴得太早，5日后谢燕将迎娶镇南大将军之女狄曼丽为楚王侧妃。狄曼丽善妒，知道楚王宠爱你，进府后不会给你好日子过，所以你必须牢牢抓住谢燕的心。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帮姑除掉狄曼丽，离间楚王与镇南将军府。狄良只有狄曼丽一个独女，狄曼丽喜欢谢燕，他作为父亲必然会支持，连带着站队楚王。倘若狄曼丽死了，还是死在了楚王府，狄良与楚王翻脸，到时候他施以手段，狄良手中的兵权将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殿下，妾身知道了，我听说狄小姐会武功，可能动起手来没那么顺利，请你给妾身一些时间。这是自然，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要对上将门之女，不要硬碰硬，你只需利用楚王对你的疼爱和恩宠，好好谋划，这件事也不难。姑等你的好消息。是，殿下，妾身一定不负你的期望。妾身已经想好了要如何杀了狄曼丽，就能挑起将军府对楚王的憎恨了。你等着妾身的好消息。凤书瑶主动走上去把他抱住，谢恒眉宇间划过不易察觉的厌恶，站着没动。谢恒不喜欢听凤书瑶自称妾身，一个无名无分的低等贱民，也不喜欢凤书瑶的触碰，让他生理不适。但这个女人对他有大用，难得楚王这么迷恋一个女人，温柔刀是除掉他最轻易的方法。凤书瑶抱着谢恒，将头靠在他的胸膛上，闭着眼睛享受着这刻的欢愉。忽然，旁边的假山后传来一阵碎石的声音：“谁在那边？出来！”躲在假山后的人见被发现，慌乱地向院子的小径窜逃。谢恒松开凤书瑶，施展轻功点跃上假山，落到院子中，朝黑影追去，折断旁边的树枝，催动内力朝前面的黑影掷去。尖细的树枝插进了对方的脖子，黑影直直地向前扑倒在了地上。谢恒走过去将人掀过来，是个中年男子，他还没有死，脖子上插着树枝，正在涓涓地往外冒出鲜血。凤书瑶慌慌张张地追上来，看到躺着的人时吓得惊叫出来，又立马捂住了嘴。你认识他？他是侯府的凤三老爷，凤纯是我三叔，他怎么会在这里？你们！凤纯死了，血淋淋地死在凤书瑶面前。凤书瑶从未见过这种吓人的场景，不由得双腿发软，脸色煞白。不管他是你的谁，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必须除掉。你装作今晚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死了，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明白吗？是，殿下，妾身知道，妾身明白，就是有些害怕。他的尸体怎么办？不用管，姑自有处置。你调整一下情绪，不要做出任何可疑的举动。没你的事了，回去吧。凤书瑶深呼吸了几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转身抖着腿走了。谢恒看着地上的死尸，对树影后一招手，一个黑影闪现，把他处理了。随后也离开了现场。半炷香时间前，凤青鸾从清风亭与谢晋分开后，回自己院子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凤纯。你来这里做什么？当然是来找你的。你对楚王做的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既然你看见了，想要什么？我没想到你当初那么痴迷楚王，今天晚上却使手段与他和离。你们这些女人啊，想要得到一个男人和抛弃一个男人时，心思真是蹊跷玲珑。
你想甩了谢燕，那个姓狄的小姐可也是用了手段得到她。她在给楚王喝的酒里下药，可怜的楚王被2个女人耍得团团转，还毫不知情。不过从现在看来，你们3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接下来还轮到我了吧？凤青鸾没有说话，他以为谢燕醉得不省人事是他在宴席上给他的那杯酒动了手脚，没想到后来他又喝了狄曼丽给的酒。看来谢晋说的对，他对自己的药太自信了，分配药量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将谢燕和柳琪都当做了寻常人。凤青鸾眼底划过一抹讽刺的笑，今晚这一出戏不仅是捉奸在床，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凤青鸾，你笑什么？难道不怕我把你做的事儿告诉楚王吗？你别想威胁我，你要敢去告状，你混进行宫的事也会暴露。设想一下，假设有人刻意混进宫来接近皇子和皇上，恐怕你还没有来得及张口就被当成刺客杀了。不过你说说看想要什么，如果我可以做到，也可以各取所需，不必走到那一步。我要的东西很简单，第一，我问过柔庆，他说是动了心思要害老夫人，可计划没有实施，老夫人中毒不是他做的，他被人陷害了，我要你把他带回京城。第二，我要带我儿子女儿回侯府，以前的吃穿用刑怎么样的，回去后还是怎样的。侯府家大业大，贴我们几张嘴吃饭，对侯府来说不过是挠痒痒的事儿。这2个要求不过分吧？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你算计楚王的过程告到御前，这可是砍头的大罪，少不了1心死。第一个条件我可以答应，你找到有人陷害柴柔静的证据，他可以翻案回京。至于让你们回侯府，那是不可能的。从把你们赶出侯府的那一刻开始，你和凤正等人这辈子都别想再踏入侯府大门。我给你一笔钱，你带着儿女离开京城，那钱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柔情的事过去那么久了，你让我去哪里找证据翻案？潘氏在狱中，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更没办法指控他。那是你的问题，自己去解决。我能答应你的只有这样，要不要交易你看着办。好，就这样。钱你什么时候给我？回去京城后，我自会通知你来取。得到了凤青鸾的答应，凤纯松了口气。他提出要柴柔静回来，是想交给凤青鸾去办。凤青鸾把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在侯府用1000两都买不来下毒的真相，自己无权无势，怎么找得到真凶？不过这是个附加条件，不能实现就算了。等他拿到钱，带着儿子女儿回到扬州，那几房小妾后半辈子也能轻松滋润。事情谈妥，凤纯往回走。行宫的夜里不比白天，他有些找不到回去的路。路过假山时，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说楚王和凤青鸾。他听出那个声音是凤书瑶，好奇走近一看，就看到凤书瑶与太子有私情，还在商量要杀了大将军的女儿。凤纯太过震惊，没注意脚下，将石子踩出了响洞。太子警觉发现了他，他本就是偷偷摸摸的身份，不敢声张，就这样被谢衡从后脖刺穿喉咙，不甘的死了。第二天早上，柳琪从草丛中醒来，他捂着头，知道自己被算计了，飞速回到松翠园。看到谢燕也醒了，似乎没有受伤，跑过去自责地跪到地上，双手举剑奉到谢燕面前。殿下，是属下无能，昨夜被人算计打晕，求殿下降罪。看到柳琪回来，谢燕二话不说，黑着脸咻的一声拔出长剑，捅向了他的心脏。你知道昨晚因你失职发生了什么吗？柳琪冷汗如雨，忍着剧痛道：多谢殿下不杀之恩，属下今早从草丛醒来，尚未得知发生了什么，还请殿下告知。谢燕抽出剑扔到地上。昨晚狄曼丽出现在本王房间，父皇已同意本王和凤青鸾和离。狄曼丽说是本王让你传信让他过来，本王喝多了，不记得有交代你做这件事。你做了吗？后来又去了哪里？殿下，你没有让属下去传信啊？属下把你送回房间后，一直守在门口。当时殿下醉酒，狄小姐想跟来，属下阻止了她。后来朝阳公主又来了，让属下去帮她做事，属下没走。朝阳公主生气走了，属下闻到一阵异香，昏迷过去。中途醒来过一次，模糊看见有人影出现。再醒来后便是清晨，发现自己躺在草丛中。你说狄曼丽想跟来本王的房间，朝阳让你去做事？是，王爷。谢燕眼睛眯了起来，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狄曼丽和朝阳。他想起从宴席上出来时，狄曼丽给他的那杯酒，难怪他会醉倒，有人在酒中动了手脚。那个贱人，为了加入楚王府，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不过娶狄曼丽对他来说也不算是坏处，好歹镇南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对他大有帮助，总比凤青鸾的死去的护国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好。想到凤青鸾，谢燕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
没用的东西，跪下去！殿下，是属下保护不力，又得殿下饶命，请殿下多踹属下2脚出气。你想死，还不快滚下去把伤口处理了？你死了，谁来给本王做事？滚！回想起凤青鸾得到父皇恩准和离时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哪里还是什么欲擒故纵，分明是真的不爱他了。凤青鸾，本王一定会让你再次爱上本王，然后甩了你。你等着！他绝不能容忍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女人变心。楚王妃，我们殿下有事找你，请你一步假山。去那里做什么？出现了命案，王爷请王妃过去确认一件事。命案？凤青鸾眉头微紧，不再多问，与江启一起过去了。今天早上这具男尸在湖中被发现，你昨晚见过他吗？见过，不认识他，他是侯府的凤三老爷凤纯。侯府的人，是你之前赶出侯府中那2房中的1房，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你们昨晚谈了什么？凤青鸾没打算隐瞒，凤纯死了，他也很意外，将昨晚凤纯拦住他威胁2人达成交易的过程说了出来。我们谈妥后就各自分开了。你遇到他的时候是在哪里？在清风亭外的一条小径上，他的尸体是在湖里发现的。是，从小径到假山大概要走半盏茶的时间。他是被人用树枝从后方贯穿喉咙，失血过多死亡，死后被人抛尸湖中。凤青鸾蹲下查看凤纯脖子上插着的那根让他丧命的树枝，贯穿出来的树枝端口不平，树枝不是被切断的，是被人折断的，不及人食指粗细的树枝能够一击贯穿喉咙，将人致死。对方是一名武功高手。武功高手？凤青鸾不解，凤纯为什么会惹上武功高手？你知道我见过了凤纯，还与他谈了交易，又把我低调叫过来，你怀疑是我杀的他吗？不是。你这么相信我？你们谈好的条件，那些条件对你没有丝毫威胁，你没有理由杀他沾上人命。那倒是，幸好王爷明察秋毫，换作是别人，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抓起来，怀疑是杀人凶手的。还有第2个原因，你没有内力。你很确定对方用了内力？地上这一道脚印是凤纯的。谢金派人检查过折断的树枝，距离尸体倒地的地方有10来米左右，中间没有留下任何脚印，说明凶手是从后方折断树枝掷向前方的凤纯，再施展轻功来到他的尸体边。既判断出了此人会功夫，那能大概锁定凶手吗？在这座行宫中，会武功的人不在少数，仅凭这点判断凶手有些困难，何况尸体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再没有其他线索。凤青鸾没说话，昨天晚上才看到的人，今天就成了一具尸体。他虽然不待见凤纯，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他去死。发生命案的事封锁了消息，暗中调查。凤青鸾过去回答了几个问题后，谢晋让他走了。用过午膳，一行人向琼华台出发。八皇叔的侍卫叫你过去做什么？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你别忘了，父皇说等回到京城，合理的圣旨才会下来。现在我们仍然是夫妻，我有权管你。你和本王合理，就和别的男人走得亲近。凤青鸾，你是不是早勾搭上了八皇叔，才千方百计地脱离本王？你这个恬不知耻、品德败坏的女人！楚王殿下，你自己宠妾灭妻，还与其他女人春宵帐暖，倒打一耙倒是指责起我来了。你说这话不心虚吗？本王是被狄满离算计了，并非我自愿。至于舒瑶，她有恩于我，我多偏宠她一些，有什么不对？当初要不是你死缠烂打追着本王会娶你，到手了就毫不留情的抛弃。你当本王是个什么物件？想要就要，想扔就扔的吗？谢燕，你娶我是先帝赐婚，如若不然你会娶我？我对你掏心掏肺，就差没把命给你，你连正眼都没有瞧过我一眼。我也早说过，是我救了你，凤舒瑶顶替我成了你的恩情，你有感动过，有相信过一点吗？再说，你不也把我当成获取我父亲手中兵权的物件吗？彼此，不过是风水轮流转，报应落到了你身上而已。你这种货色，不配做我的男人。本王不配做你的男人，八皇叔配。又是送礼，又是让你去他身边，给一丁点好处就让你跟他走了，你就这么不值钱，自轻自贱？凤青鸾，本王警告你，不许和他走得太近，否则3日后回去京城，本王会想尽各种办法不同意和离。两人在说话的时候，谢晋视线飘过来。谢燕的气急败坏和凤青鸾的风轻云淡形成对比，他知道凤青鸾是彻底放弃眼前这个男人了。一群人到达仙一阁，从上府看下去，整个山谷的秀丽风景，山川河流全都尽收眼底。今年造访司做得不错，仙一阁的景致比往年更好，朕很满意，赏。谢陛下赞赏。
这是微臣应该做的。公主，柳琦今早回来，你去找他问了吗？是不是定下让他传信来给我的？还没有，皇兄一直在生气，柳琦寸步不离地跟着。等我晚上寻机会再去问他。我仔细回想了一下，给我传信那人的背影，看起来与柳琦相似，衣服也是柳琦身上穿的，因此我才认为是他来传的楚王命令。可我并没有看到柳琦的正脸。楚王喝了下药的酒，应该没有自主思考的能力，还能让人来找我。我怀疑昨晚的柳琦是假的。假如柳琦是被别人算计了，他今天回来岂不是会说不知道这事儿？那皇上就会怀疑到我们身上了。很有可能，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让柳琦死在外面，就没有人与王爷对峙，他也不会怀疑我们了。两人说着话，听到下方传来骚动，站起来一看，禁军们正朝琼华台跑来。凤青鸾也看到了，神情凝重地来到走廊上。不仅是禁军，在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身着其他服饰的人，双方在仙翼阁下方厮杀。陛下，有刺客包围了行宫，他们快杀上来了！怎么回事？荣王呢？迟广呢？他们在哪里？回陛下，荣王殿下和迟统领在带着禁军们与刺客们作战。这批刺客人多势众，其中还不乏有武功好手，一直潜藏在山谷中。等到陛下上了仙翼阁，他们就杀了出来。看那装扮，初步断定是克伦国的人。克伦国，陛下，克伦国人对大夏怀有极强的恨意，这次行宫的刺杀肯定是有预谋的，我们该怎么办？说起克伦国，凤青鸾有些印象。据说当年克伦国挑起边境战争，谢晋亲自率军前去，连攻对方2座城市，差点打到了他们的皇都。荣王是我大夏战神，有他在，朕相信他能很快控制这场袭击。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夏明帝的话音才落下，一柄破空的利剑从下方的台阶射上来。父皇小心！这一剑一发之后，无数的箭从下方朝着仙翼阁射上来。是箭雨，陛下快躲避！父皇母后，快进殿内！一时热闹的宴会变成了箭雨屠杀地。他们冲来了，快保护陛下！一群身穿异域服装、手持弯刀的刺客先杀了上来。皇帝老儿，你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这个时候想着缩头乌龟逃命呢？不管你逃到哪儿，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我要将你的头提回去给我们城主陪葬！兄弟们，上！谢恒和谢燕的武功在皇子门中是数一数二的，但显然冲破层层禁军杀到仙翼阁来的刺客也不是泛泛之辈。几名刺客拖住谢恒和谢燕，魁佑越过最后这道防线，直朝着还有几米距离就能推到殿内的夏明帝杀去。皇帝老儿，拿命来！父皇！在谢燕的阻挠下，夏明帝有惊无险地退回殿内。退到殿内的众人心惊胆战地听着外面的打斗声，面色金黄。荣王怎么回事？刺客都杀到仙翼阁来了，他不是负责宴会的安全吗？怎么还没出现？陛下，臣妾好担心楚王，他为了我们留在外面厮杀，太危险了。父皇，太子哥哥也在外面，儿臣也很担心他。陛下，有没有人来救我们呀？太子和楚王撑不了多久，荣王殿下究竟去哪儿了？不来救驾，气死人了！全都闭嘴！荣王是朕的亲弟弟，朕相信他一定会赶来，没有出现，定是被其他的事缠住了。凤青鸾一直在注意外面的情况，西平责备谢晋，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确很不寻常。忽然，一团耀眼的火球在他瞳孔中逐渐放大，有火箭，大家快找掩护！接着，又有无数带火的箭从大殿正面射向窗户和门，射进殿内的各个地方。陛下，在仙翼阁右边有一处之前封闭过的望星斋，与仙翼阁之间有座石桥衔接，我们暂时去那里躲一躲吧，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带路！一群人互相搀扶着往望星斋快速转移，外面的刺客越来越多，还活着的禁军所剩无几。皇帝老儿留给我杀，你们把其他人解决了。下了命令后，他越过谢恒和谢燕，在殿内四处搜寻夏明帝。在桑卓的带领下，一群人渡过石桥，躲进了望星斋。凤青鸾看了看身后的众人，他们害怕地抱成一团，缩在角落，有老有小，有不少都是无辜的生命。他得想个办法引开那些刺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这里。2座阁楼之间衔接着一座10米左右的石桥，这是仙翼阁过来的唯一通道。石桥下面是万丈悬崖，只要能把石桥摧毁，能阻止大部分刺客杀上来。打开门要出去。楚王妃，你要去哪里？我去摧毁石桥，那桥衔接着望星斋，把它毁掉，我们可以再撑一会儿。你一个小女子，身无长物，如何去毁石桥？你不要去冒险。哼，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逞能？楚王妃，你就这么想在父皇面前表现吗？你有什么本事能将一座桥毁掉？
我看你呀，还是别瞎忙活了，安心在这里等待救援吧。公主殿下，你做不到的事，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试都没试，你怎么知道我不行？谢莹被他的话一堵，哼了一声，偏过头去。等等，楚王妃，我跟你一起去。他马上就要成为楚王侧妃了，如果能在夏明帝面前表现一番，挣得一份功劳，说不定他有可能直接成为楚王正妃。你留下，你是这里唯一会武功的人，若有刺客杀上来，你还可以抵挡一下。狄曼丽停下脚步，凤青鸾说的对，他留下来也有机会表现。于是看到凤青鸾跑出望心斋，关上了大门。凤青鸾从实验室拿出硝化甘油与硅藻土制作炸弹。魁佑抓住了一名被箭射伤了腿没能一起退到望心斋的工人，逼问夏明帝的去向。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处，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在石桥对面追。等他们快接近石桥时，凤青鸾做的临时炸弹也好了。他站在前方，手中拿着几颗类似手榴弹的炸药。呵呵，没人来救狗皇帝了吗？让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出来，你觉得你能挡得住老子？一挥手，2个刺客朝着石桥冲了过来。挡不挡得住？你试试看。他将手榴弹全部扔上石桥，弹药触地，轰隆发出爆炸巨响。魁佑大惊，眼睁睁看着唯一的通道被炸毁，还损失了2名同伴。贱人，扔的居然是炸药！你以为炸了桥我就过不来了？老子今天不管怎么样都取了这狗皇帝的头。青鸾，怎么样？朕听到了爆炸声，你是把石桥炸了吗？是的，陛下，但还不能放松。臣女斗胆，请陛下将身上的龙袍换下来。他将计划给夏明帝说了。魁佑复仇心极重，轻功也了得，区区10米的距离对他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他的目的是夏明帝的头颅，他必须去把他引开，让这里的人继续藏着。在他离开之后，魁佑运气，他纵身一跃，在空中一个点跃落到对面的地上，快速朝着望心斋追来。等他踏上阁楼的阶梯，看到一道明黄色的身影在一个太监的搀扶下从旁边的走廊匆匆逃走，向着后山的方向去。狗皇帝哪里逃？拿命来！魁佑施展轻功，朝着那2道逃亡的身影急速追去。谢晋处理完所有刺客，带着援兵赶到仙一阁。谢恒和谢燕已经筋疲力尽了。陛下呢？父皇他们去了石桥那边的望心斋。谢晋脑中一闪而过凤青鸾的身影，快速朝那边飞跃过去。皇兄，臣弟救驾来迟，一切刺客均已经绞杀被捕，外面安全了。今日到底发生了何事？你怎么现在才来？说来话长，皇兄，石桥已经断毁，石统领正在想办法接你们下去。荣王，多亏了楚王妃将石桥炸毁，否则我们都将陷入危险。为了引开那刺客头子，楚王妃换上了陛下的衣服，领他去了后山。你快派人去把他救回来。谢晋眉心一紧，魁佑是克伦国苍狼王，武功绝顶，凤青鸾竟有胆量将他引开，他不想活了。荣王，楚王妃冒死救朕，你务必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是，皇兄。太子和楚王随后就到，臣弟这就去找他。狗皇帝，你以为躲进山里就能从老子手上逃掉？做梦！魁佑在后面紧追不舍，袖中掷出几枚暗器，打向那道明黄身影。察觉到身后有危险袭来，凤青鸾挥手抛出几枚银针，将其中2枚暗器打落，侧身往旁边一避，滚进草丛。那名太监因为被凤青鸾奋力一推，躲过暗器，也滚进草丛里昏迷过去。哟呵，没想到你还能躲过我的暗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的人不是真正的夏明帝。凤青鸾奔跑的速度很快，可再快也敌不过对方轻功高强。魁佑蹬在树干上，如同离弦之箭，朝凤青鸾所在的草丛射去。受死吧！凤青鸾手中骤然出现狼牙棍，将那砍下来的威力无比的弯刀堪堪挡下。啊，你不是皇帝？追了这么久才发现，你这个蠢货！你……凤青鸾手中甩出一把药粉，直击魁佑面门。魁佑冷不丁被偷袭了个正着，急速往后退去。你这个小贱人，给我碰了什么？毒药，虎不倒。凤青鸾话还没说完，魁佑手中的弯刀掉到地上，双腿跪下，撑着地，死死地瞪着凤青鸾。五步倒毒性极强，人吸入短时间内必中毒身亡。凤青鸾知道魁佑内力深厚，或许会没那么快死，他去送他一程。他提着狼牙棍朝魁佑走去，准备将魁佑一击毙命。就在那扎满钢钉的武器即将落到对方头上时，魁佑猛然抬头，抓起地上的弯刀，飞速朝着凤青鸾的脖颈砍来。凤青鸾瞳孔一缩，尾身一矮，飞旋躲开。小女人，你的反应比我想象中的快，这都没有将你砍到。魁佑素有西北苍狼王之称，内力本就浑厚，曾经还在中毒濒死之际服用过一种奇药，百毒不侵，区区5步倒对他不起作用。他故意装成中招，是为了打消凤青鸾的警惕性，在他来攻击之时趁机斩杀。可眼前这个女人，无论是聪明才智和反应能力，都与寻常女子不同，倒是勾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你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夏皇室有这样的女人存在。你是保护狗皇帝的女暗卫吗？凤青鸾心中惊骇，他的毒居然对此人无用，他不是这个人的对手。得出这个结论后，不再作战，转身朝森林深处跑去，等待机会。这小妮子有点意思，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先把你的头砍下来，然后再回去要那皇帝老儿的头。森林中再次上演追逐战，魁佑眼眸一狠，掌心弯刀注入内力，带起冷冽之风，朝凤青鸾后背击杀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柄利剑撕裂空气飞来，替凤青鸾挡下了那灌注了强悍内力的一击。谢晋追了上来，如同神奇从左前方飞过来，落到凤青鸾面前，将他从地上拉起来。有没有受伤？我没事，行宫安全了吗？禁军已经将所有刺客拿下，我来找你。这个男人很厉害，小心点。谢晋张开五指，刚击飞出去的长剑瞬间回到他的手心。交给我。谢晋啊谢晋，你没死，我还在为不能亲手杀了你来去狗皇帝的首级而懊恼呢，没想到你送上门来了。是吗？自从上次你败在我手上，已经2年不见了，让我见识见识你长进了多少。魁佑脸上骤然浮现阴霾，2年前的那场败仗是他这辈子的耻辱，今日他一定要向谢晋讨回来。他握紧手中武器，朝谢晋急冲而来。谢晋也持剑而上，带起了劲风，吹动草木翻飞。2个男人犹如2颗炮弹飞速相向，在森林中交起手来。在上方的2人打得不可开交时，凤青鸾察觉到周围的草丛中传来异样，他转头朝四周环顾看去，草丛晃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依照他丛林作战的经验，凤青鸾警惕了起来。他找了一个隐蔽的灌木丛，低下身子躲了进去。就在他神经紧绷起来时，轰的一声，大树倒塌的巨响传来，魁佑被打飞出去，撞在2棵大树上。凤青鸾心头一惊，看向谢晋，谢晋身上又添了好几道伤口，涓涓渗血。他单膝跪地，用手撑着，嘴角流出一丝血痕。谢晋！凤青鸾迅速爬起，去到谢晋身边查看他的伤势。你怎么样？还能走吗？还可以。那赶紧杀了他，离开这里，草丛里有东西在向这边靠近。听到风声变化，谢晋也警觉到有人在快速向他们围拢。凤青鸾不敢耽搁，魁佑被打出去的方向还没有动静，他一把抓住谢晋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带着他往那个方向走。很快，凤青鸾带着谢晋来到他面前。是谁指使你刺杀陛下？又是谁和你里应外合谋划了这场袭击？凤青鸾悚然一惊，里应外合，行宫中有奸细在与魁佑勾结。看来你知道了，但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谢晋，想让你死的不仅有克伦国人，你一直以来浴血守护的大夏国也有人想要你的性命。你说狗皇帝出来赏个花，遭遇这么一场危险的刺杀，你作为安全的负责人将有多大罪责？等着回去狗皇帝给你定罪吧，说不定他还会怀疑是你要杀他呢。谢晋没有什么表情，凤青鸾却是心惊胆战，有人想要谢晋的命，还是大夏国的人。他受伤太重，活不了了，你小活猪问出是谁要你的命的话，是没办法了，我去解决他。凤青鸾拿起狼牙棒，走到魁佑面前，魁佑狠狠瞪着他。凤青鸾二话不说，举起棍子就砸了下去，一下一下又一下，直到将魁佑的脑袋砸得鲜血爆溅，死得透透的了，他才停了下来。你能百毒不侵，还能扛得住狼牙棍吗？他太过凶残，让谢晋吃惊。把他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要取这玩意儿，你怎么不早说？上面都沾了血迹和脑浆，好恶心。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打死他。魁佑死了，不能从他口中问出什么。他的狼牙链上带着他的身份，留着他或许有用。忍着恶心，凤青鸾将魁佑的项链扯下来，又走回来扶着谢晋，2个人快速地往前面走去。凤青鸾的判断没错，那些在朝他们靠近的东西越发的逼近了。如果是援兵，这些人早就现身了，一直躲在暗处跟着他们，必然是敌非友。凤青鸾不敢放松警惕，他带着谢晋往右边走。刚走出2步，草丛中射出一波箭雨，凤青鸾拿狼牙棍挡下。谢晋还有些体力，用内力将剑击了回去。2人又往左边走，也是同样的情况，左右后都堵住了去路。前面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悬崖。被他说中了，2人如同困兽被逼上悬崖。躲在暗处的人，凤青鸾也看清楚了，是一群蒙面黑衣人，总共有13人，看样子像是江湖门派中人。龙王殿下，是让我们杀了你，还是自己跳下去？谢晋没说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龙王殿下见多识广，知道我们是谁吧？刘鬼13煞，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你们通缉令上的人。既然我已经是将死之人，
你们能否也让我死个明白，到底谁想要我的命？既然都要死了，知道有什么用？凤青鸾心中悲叹，逃过一劫又来一劫，今日是非要他死不可吗？各位侠士，你们背后的金主想要的是荣王的命，我与他不熟，我也没招惹你们，可以放我走吗？楚王妃，你说呢？意思就是不放了。他看向谢晋不满道，早知道你来找我也是死，还不如别来呢，被摔得东一块西一块，捡都捡不起来，好歹我指甲还能留个全尸。谢晋无语，怪他了。他拉过凤青鸾，揽住他的腰。你一个人死了也只是只孤鬼，有我陪你，黄泉路上有个伴了。要吧，不劳烦侠士们动手。他说完，凤青鸾骤然腾空，下一秒谢晋带着他转身跳下了悬崖。黑衣人们走向崖边，悬崖下面是万丈峭壁，崖底乱石嶙峋，任何人掉下去都是死路一条。刘鬼13煞压根儿没有想过他们还有活着的可能性，回去复命。楚王，你伤在哪里了？怎么流这么多血？快让母妃看看。皇兄，你的伤好严重，你快坐下，我让太医来给你医治。母妃，赵阳，我没事，都是轻伤，不严重。母妃，凤青鸾不在这里，他去了哪里？他替你父皇去引开奸细头子，往后山去了。你别担心，你八皇叔去找他了。他一个人去的？不一个人去，还有人陪他呀。那奸细头子看起来很厉害，那么危险，谁敢与他一起去？不过有个忠心的小太监为了骗过奸细，陪他出去了。谢颜面色沉凝，凤青鸾带了一个小太监去引开魁佑，他就算会些武功，也不是魁佑的对手。父皇，儿臣想去山中找凤青鸾。想到那个女人有危险，还是八皇叔去找她，谢燕的心里涌上难以熄灭的无名之火。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夏明帝眼底闪过一抹阴霾，有你八皇叔在，一定会将他安全带回来。你去配合太子和池广，将这边的事处理善后。谢燕心有不甘，还想争取。谢隐扯了扯他的衣服，皇兄，我来帮你。他也不想让谢燕出去，他巴不得八皇叔找到凤青鸾的时候，凤青鸾已经被奸细杀了，怎么可能让皇兄出去涉险？是，父皇。直到2个时辰过去，还没有看到谢晋和凤青鸾回来，江渠坐不住了。陛下，王爷和楚王妃还没回来，属下请求前去寻找。好，你去找，天黑之前回来禀报。父皇，儿臣也去。凤青鸾是儿臣的王妃，她许久没回来，很可能是在山中出事了。父皇，儿臣保证，不管有没有找到人，天黑之前必定回到行宫。夏明帝见时间也差不多了，行吧，你和江渠一起去，路上有个照应。是，父皇。凤青鸾，本王还没让你体会到再次爱上我因为抛弃的痛苦，你必须给本王还活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凤青鸾悠悠醒来，他捂着七荤八素的脑袋缓缓坐起，浑身的骨头如同被撞散架了重组一般，酸痛无比。等他头脑恢复清明，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天黑了下来。想起坠崖前的情景，凤青鸾赶紧朝谢晋看去，他双眸紧合，脸色煞白。喂，谢晋，你怎么样？谢晋毫无动静。凤青鸾感觉不妙，抬起手指到他鼻下探了探，还好，还有一口气。他从空间拿出手电，检查谢晋身上的伤。谢晋在跳下来前，胸前和后背以及大腿都有刀伤和刮伤，这一重摔又添新伤。他右臂摔断，左小腿有骨折的迹象。他将手电咬在嘴里，拿出酒精和药、纱布，将谢晋的外伤精心处理。做完这些之后，凤青鸾查看谢晋的脉象，他受了内伤，应该是与魁佑一战时落下的。最严重的不是这些伤，凤青鸾发现谢晋体内有一种剧毒，在他毫无节制地使用内力后，毒素快速蔓延。凤青鸾目光凝重，从空间拿出一粒能暂时压制毒性的解毒丸，喂进谢晋嘴里，解开他的衣服。由于那不知名的毒素扩散，谢晋的胸前已聚集起了一团肉眼可见的黑色。没有时间了，凤青鸾拿出金针，封住他胸前几道大穴和心脉，在手电光的照射下给他针灸去毒。随着时间流逝，在行针走穴的作用下，谢晋胸前的黑色毒素在逐渐消散。凤青鸾扎破他的食指，让被压制的毒血流出来。接下来只需要等拔掉银针，谢晋的情况就基本控制住了。在等待的过程中，凤青鸾盯着谢晋的胸膛，鬼使神差的上手摸了下他的胸肌，目光又流连到他的腹部，也试了试。凤青鸾的感觉很奇妙，这个手感他是不是在哪里碰到过？如同触电般，凤青鸾脑海里涌上他刚穿来那天晚上睡了一个男人的事。这谢晋的身材和手感与那男人有些相似。凤青鸾糊涂了，难道那晚的面具男是谢晋？
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谢晋武功那么厉害，那天晚上怎么可能轻易的被他给办了？而且他那时头脑不清楚，哪里能分辨什么相似的手感？肯定是他记错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从空间拿出那块从面具男身上取下来的白玉龙形佩，举在月光下端详。他快要合离成功了，可以花时间去找这个男人了。想了一会儿，将谢晋身上的银针取下来之后，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时值春季，昼夜温差大，这时天已经凉了下来，谢晋不能带伤在寒夜里度过一晚。风青鸾拿起手电四处环顾山壁，发现对面的山石上有一处凹进的空间，是一个比较宽大的阔口，看样子可以容纳2人。于是凤青鸾决定今天晚上将谢晋带进空间医疗室，等明天一早再将他送出来，放在那石洞中，这样就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凤青鸾握住谢晋的手，闭上眼睛，意念一闪，没产生任何进入医疗室的熟悉感。他眼睛一睁，发现他和谢晋还在原地。什么回事？怎么进不了医疗室了？凤青鸾惊了，又试了试，还是进不去。凤青鸾傻眼，他的金手指没了，空间进不去，药物和纱布又是怎么从医疗室取出来的？既然能取，说明医疗室没有问题啊。凤青鸾不解，又试了一次，还是没能进去。他尝试了下从医疗室取物，没有问题。他在叨叨空间医疗室异常时，没注意谢晋微微睁开了眼睛，看他还好着，放下心来，再次昏睡了过去。没办法，凤青鸾看了看那洞穴，费了9牛2虎之力，将谢晋一点点拖进去。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凤青鸾从医疗室拿出被子盖在谢晋身上。看到被子，他想到，难道必须在房间里空间实验室才能将人带进去？他之前给廖洛林做手术就是在房间里，房间是进入医疗室的媒介。想到这里，等回到京城，凤青鸾决定再试试。今晚只能在外面过夜，凤青鸾去找了些柴火，在洞内生起火。就这样，凤青鸾自己也披了一床被子，守着谢晋打瞌睡。第二天，凤青鸾在清脆的鸟鸣中醒来，发现谢晋还没醒，将被子收进空间。被子被揭开的那一瞬，早比凤青鸾醒来半刻钟，盯着凤青鸾的脸看了半刻钟的谢晋，在意识到他将要醒来时，闭上眼睛装睡，同时心里疑惑，2人身上的被子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就感觉身上一凉，他倏然睁眼朝身上看去，他的被子呢？那么大一床被子呢？不见了。哟，醒了，昨晚睡得好吗？凤青鸾身上的被子也不见了。谢晋眨了眨眼睛，以为在做梦，闭紧眼睛又睡了过去。凤青鸾无语，可这干啥呢？睡糊涂了。我怎么了？凤青鸾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有一点发烫，兴许他刚才是睡糊涂了。拿起准备在一旁的竹筒，扶着谢晋坐起来。你不记得了？我们被人追杀，从山顶上跳下来，你受了重伤，大难没死，遇到我就是个大夫，帮你捡回了这条命。口渴吗？来，喝点水。竹筒里的水是他从空间拿出来的矿泉水，竹筒则是他昨夜出去好不容易找到的。谢晋昨夜发了高烧，嗓子干涸到冒烟，就着凤青鸾喂水，将竹筒里的水喝了。凤青鸾收了竹筒，扶着他靠到一边的石壁上坐着。谢晋发现身上的伤都被处理过了。我身上的伤都是你处理的？幸好我会医术，否则就你这些伤，要是在夜里冻上一晚，你今天可能就醒不过来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你的毒，我不知道是何剧毒，应该在你体内有些时间了。你之前一直用内力压着，昨日受了内伤，摔下悬崖时又强行催动内力予以缓冲，造成毒素在你身体里乱窜蔓延。我将你的毒暂时压制住了，你能活着，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将他的天隐煞压制住。谢晋盯着凤青鸾，天隐煞乃是天下奇毒，无人能解，就算是天下第一神医百花谷谷主司空，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才研制出几粒培元丹，帮他在毒发时压制。他知道这个女人在毒术上有几分本事，没想到她能轻而易举地压制天隐煞，实在令他惊讶。是吗？我怎么记得我摔断手、摔断脚是为了救某人做肉垫造成的？这么说来，是我救你的性命在先。神王殿下，说到这些伤，要不是某人遭人追杀，连累我落下悬崖，我的命需要你救。你要是这样往前推的话，那如果不是本王在山中救你，你已经死在那怀佑手下了。我又没有让你来救，谁说我一定会死在他的手下，而不是将他反杀了？打架又不是完全靠武功，也要靠手段和智慧。是吗？那你说说，如果本王不来，你要用什么方法反杀武功、内力、轻功完全在你之上的怀佑？山人自有妙计，我的方法不方便告诉你。他实验室里的麻醉针还没有拿出来用用呢，他当然有机会反杀魁佑。凤青鸾卖起了关子，
谢晋当他是没有办法又拉不下脸才这么说的，也就不再追问了，目光看向下面的山林。你看过这里的地形了吗？我们能否走出去？我看过了，这里树林茂密，应该是山林深处，周围几十里都没有人烟，我们想要走出去恐怕有些困难，尤其你还带着腿伤，更不可能。这样的话只能让人来找我们了，我这里有。谢晋掏着袖口，他记得身上带有信号弹，袖口里怎么没有了？你在找这个吗？我以为摔下来时它掉了。你是掉了，不过被我眼尖发现捡了起来。你确定要在这里发射信号让人来找你吗？你觉得除了这个办法我们能走出去吗？凤麒鸾站起来走向洞口。你当然不能，但是我能。听出凤麒鸾话中的意思，谢晋眸光暗淡了下来。我明白了，你走吧，我不想连累你，把信号弹留下，我在这里等救援。如果信号弹不幸牵引来杀手，我也只能听天由命，拼死一搏。他话音刚落，凤麒鸾咻地放出信号弹，回过头来笑吟吟地看着他。这是你说的，我帮你发射求救信号了，你在这里等着，我走了。凤麒鸾说完，真的转身往下面的森林走去。他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一股无名之火袭上谢晋的心头，烧灼得他太阳穴都控制不住的突突的跳。谢晋气恼的一拳砸到地上，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会抛弃他，跟那天晚上一样，把他吃干抹净，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那个狠心冷漠的女人，他就不该对她抱有信任。看到凤麒鸾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前方森林，谢晋气得咬紧牙关，身上的伤口也开始痛了起来。索性他闭上眼睛，让自己昏死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已是傍晚，鼻尖闻到一股诱人的烤肉香味儿，谢晋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睁开眼睛，朝香味儿的来源看去。凤麒鸾坐在对面的火堆前，正翻烤着一只兔子。哟，吃饱啦？你不是说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去找点吃的和柴火，谁说我走了？不是你说的让我在这里等救援，你走了吗？我当然要走，我不走到森林里去抓野兔，在这里等着，野兔会自己装上来吗？谢晋无语。吃点东西吧，你的人就算看到信号弹进森林来搜寻，至少也得花上1-2天的功夫。总的来说，你若不是为了出来找我，也不会受这一遭罪。看在我们互相救命的份上，我在这里陪你等待救援吧。谢晋盯着凤麒鸾的脸，又看了看手边刚烤好的香气扑鼻的兔肉和水，胸中涌动着一股莫名而燥热的情绪。你为什么想和谢妍和离？你之前不是扬言此生只做楚王之妻吗？你和离的原因是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人？谢晋想说是为了他，毕竟凤麒鸾对谢燕的态度转变是从那晚新婚之夜开始的。凤麒鸾想了想，他不是原主，和离也算是为了原主吧。谢燕薄情寡义，对他没有感情，还厌恶他，配不上原主那份赤子之心和毫无杂质的深爱。是为了某个人。殊不知他口中的某个人在谢晋听来就是他自己。谢晋心绪翻涌，差点忍不住告诉凤麒鸾，其实那天晚上被他那个了的男人是他。可想到自己身受重伤，手脚都残了，还有着严重的内伤，体内的毒还发作了，落难成这样一个落魄之人，若是告诉了他，他在凤麒鸾眼中的形象会不会跌落？他会不会瞧不起自己？想到这里，男人的自尊心将谢晋想坦白的话堵了回去。你做得不错，谢燕的眼中没有你，看不到你的闪光点，你不应该为他搭上后半辈子，还不如依心之所向，为了心中那个人去争取更好的生活。你说的对，人的心中有坚定的追求，努力去完成，一定会有收获。不说我了，这次行宫遇袭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仙一阁这边刺客都杀过来了，你却没有出现？还有逼我们跳下悬崖的13个黑衣人，他们看起来像是江湖人士，他们是谁？对于想要你性命的幕后主使，你有没有什么眉目？我的手下中有奸细，事发之前有人将我引去了行宫东门，说那边出现了大批来路不明的人正在靠近。行宫北门和南门有重兵把守，奸细将我引走之后，以东门有人闯入假传我的口谕，将南门的守卫也知道了东门，导致以魁佑为首的奸细长驱直入，冲进了行宫。东门的刺客全都是江湖中的高手，他们把我拖住，让我走不掉。幸好你聪明，在紧要关头将仙一阁和望星斋的唯一通道炸毁，否则皇兄和后宫众人以及朝中官员将不知损失何几。我应该感谢你。凤麒鸾沉默着，他当时甘愿冒险替皇帝去引开刺客，想到的也是如此。想要我性命的人，我心中已经有了猜测，我不相信是他，也不愿意是他，我还未能确定，暂时不能告诉你。至于逼我们跳下悬崖那13人，是江湖排行第4的杀手组织刘鬼13杀。这13个人个个身怀绝技，所用的武器各不相同，他们极其善于团战，仅此其中一人也不是泛泛之辈。与魁佑一战之后，我已然受了重伤，体内的天眼煞也有毒发游走之象。
以至于他们在逼我走向悬崖之时，我宁愿坠入悬崖后蓄力一搏，也不想和他们正面对上，否则我们两个必死无疑。跳下来还有一线生机，这不，我们都还活着。谢晋后面说的话与凤青鸾所猜测的大致相同，他没有说出那个想要他性命的背后之人，他不愿意也不相信的人会是谁。别动。凤青鸾回头朝谢晋看的方向看去，看到那硕大的影子是一头探着头朝他们望来的巨大棕熊，六目相对，凤青鸾心头巨震。棕熊虎视眈眈地盯着洞穴里的两人，鼻子里发出重重的哼气声，晃了晃脑袋，似乎在分辨猎物的气味。待会打起来，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小心别被他伤到。这个给你，他若攻击你，朝他眼睛喷去。凤青鸾有些懊恼，实验室里没有放枪，要是有一把喷子，就不用与这头熊肉搏了。你要与他对战？不然怎么办？什么都不做，等着给他加餐吗？还是你还有战斗力，断胳膊断腿也能打死一头棕熊？好，你别管我，专心对付他。黑匣子在距离两人7、8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看到他这样，凤青鸾的警惕性瞬间拉满。棕熊虚晃了2招之后，瞪着熊掌发出咆哮，朝着凤青鸾猛冲了过来。凤青鸾在他冲过来的时候，挥舞起狼牙棍，就地跃起，一棍击向棕熊的脑袋。棕熊的皮毛十分粗厚，寻常武器无法打进它的皮肉，对它造成伤害。棕熊皮厚，因而全身上下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它的双眼。如果能找到机会将它的眼睛毁掉，让它成为真正的黑瞎子，这头巨兽对于两人的威胁就少了一大部分。凤青鸾的想法很好，但棕熊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管它如何躲避，也有被伤到的时候。凤青鸾还没有来得及停下爬起，棕熊似乎恨透了它，嚎叫着朝它冲过去。看到这一幕，谢晋心脏骤然缩紧，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顾不得会引得毒发，再次注入内力打向棕熊的头。棕熊被击中，痛嚎倒地，谢晋也喷出一口血，倒在地上。凤青鸾二话不说爬起来，举起狼牙棍，用尽全身力气将钢钉打进他的眼睛。棕熊发出垂死挣扎的吼叫，响彻森林。凤青鸾一连砸了无数下，直到将棕熊的眼珠子都砸进了脑袋里，这才停了下来，快速来到谢晋身边。谢晋，你这毒万万不能使用内力的，你想死吗？他扯开谢晋胸前的衣服，昨日才被他压制下去的毒素又快速朝他的心口蔓延，可想而知他刚才的那一击对他的毒素反噬的伤害有多大。说过不是本王，你就都被那熊掌拍碎了。好了，换你来救我了，我的命交给你了。不准晕！谢晋才毒发，要是睡过去必然醒不来。他拿出银针，再次给他压制毒性。就在这时，凤青鸾听到森林中传来动静，他一边急着给谢晋去毒，一边警惕注视着森林，以为又是什么猛兽来了。可等他封住了谢晋的心脉，看到森林里燃着的火把，楚王殿下，熊的吼叫声是从那边传来的，龙王殿下和楚王妃可能就在那边。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谢燕听到凤青鸾的喊声，心中一喜，快速朝他们的方向跑来。然而等他走近，正好看到凤青鸾在给谢晋弄好胸前的衣襟。凤青鸾，你在做什么？你没长眼睛吗？鼠王受了伤，我在给他治疗。龙王殿下，楚王妃，终于找到你们了。太医快过来！龙王殿下伤势严重，快给殿下看看。看到池广，谢晋眼底闪过一抹寒意。陛下如何了？回殿下，陛下在回京的路上了，庞坤带人前来接应的，就只剩您和楚王妃了。万幸属下找到你们了。谢晋似笑非笑，辛苦了。这是属下应该做的。援兵来了，还带来了一位太医。凤青鸾将谢晋交给太医，自己走到一边，准备去处理胸前的伤口。你胸前的伤是那熊造成的吗？不是我一个人杀的，荣王也有帮忙。你要没事的话，别来烦我，我要处理伤口。我又死了吗？你们怎么会掉下山崖？死了，荣王杀的。我们遇到了刺客，跳下悬崖逃命。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问完了吗？我赶来望星宅后一直忙着善后，见你许久没出来，特向父皇请命进山找你，找了1天1夜都没发现，有些担心。凤青鸾抬眼朝他看去，担心你死在我右手中。我们是来找八皇叔的，顺便给你收尸。毕竟你还是本王的王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哼，那就是没事了，忙你的去，别来打扰我。他转身朝山的另一面去。晚上，所有人在山中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出山返回京城。翌日上午，谢晋和凤青鸾等人回到京城，夏明帝有令让他们回京后即刻进宫。谢晋的伤势有些严重，去到勤政殿时，他是坐着轮椅由江渠推着进去的。八弟，朕一直在为你担心，得知楚王找到了你们，总算是放下心来。你救回楚王妃，又杀了魁佑，这次你辛苦了。皇兄，这是臣弟应该做的。
此次行宫遇袭是怎么回事？为何事情发生时你没有及时出现？说起来，这件事朕要处罚你，因为你的疏忽和纰漏，让朕和文武百官陷入危险之中。谢晋将行宫东门、北门、南门的禁军守备情况，以及刺客袭击来时发生的事情汇报给夏明帝。夏明帝脸色冷肃地听完。那这么说，是禁军的守备中出现了奸细？是。那你知道是谁吗？当时东门战况激烈，没人注意到是谁将南门的守卫全部都调到东门支援。南门的200名禁军在东门无一获扣。陈帝本打算审问魁佑是谁与他勾结，但情况危急，在临潼遭遇杀手，不得已将其击杀。没能从魁佑的口中得到奸细的线索，暂时不知道奸细是谁。行宫之中竟有人与克伦国人勾结，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刺杀。父皇，以儿臣看，奸细很可能还在宫中，将危及父皇安危，一定要将他彻查出来。你说的不错，朕把这件事交给你去做。八弟，你身上的伤不宜操劳，需要静养。你作为行宫安防负责人，这次的事儿朕不处罚，堵不住悠悠众口。朕决定撤去你大理寺总长司之职，你在府上好好养伤吧。自大夏开国以来，大理寺总长司的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由亲王掌管的，谢晋是第一人，这个惩罚不可谓不严重。是，陛下。大理寺总长司掌管着朝廷监察刑罚，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都可查，是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今这个职位空悬，谢恒和谢燕心里都各自活泛，不知道父皇会不会将这份权力再次放出来，两人都想积极争取。处罚完谢晋，禁军统领池广也一并受罚，他卸去禁军统领之职，降为御前侍卫。该处罚的人都处罚了，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了。其中立下第一大功的非凤青鸾莫属。楚王妃，这次若不是你代替朕去引开魁佑，朕恐怕凶多吉少。你救了朕一命，朕要嘉奖你。陛下是大夏国之主，您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儿臣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做了人人都会做的决定。夏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他没想到一个小女子竟在那关键时刻有魄力和机智，想到办法代替他去冒险，帮他挡下灾祸。不愧是护国侯之女，危急时刻知道该做什么。就是可惜了，他向楚王提了和离，以后不再是他的儿媳。夏明帝承诺过回京颁布圣旨，宣布他与楚王和离。在这个节骨眼上，虽说奖罚分明，也不能奖励他太多，下楚王的颜面。因此夏明帝没有问凤青鸾想要什么，女儿家的赏赐一些金银珠宝就够了。说完了正事，夏明帝道：你们奔波了一天，在山中也没得到休息，都下去吧。父皇，那和离的圣旨……楚王妃，你迫不及待提出这事儿，是觉得朕会反悔吗？凤青鸾垂头表示不敢。朕一言九鼎，说到了京城给你圣旨，便会给你。你先回去，朕随后命人去楚王府颁旨。谢父皇。他转身朝殿外走去，看着他那潇洒的背影，谢燕快要气得当场飙血。这女人是多想与他和离，一刻也不愿意与他再有任何关系吗？他本来想打算回到京城之后去向父皇请求不同意他与凤青鸾的和离，结果这女人像是猜到他心思似的，直接在大殿之上提起这事儿，这真是当众下他的脸面。谢燕被怒火激得快要爆炸，朝夏明帝一拱手，朝着凤青鸾追了出去。凤青鸾，你真的想好要和本王和离了吗？你确定？你要是在玩什么欲擒故纵，还是故意想以此方法来博取本王的注意，本王告诉你，你成功了。本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撤回和离的话，本王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要是你执意如此，今后你再想从本王这里得到什么，这辈子都休想。谢燕，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分不清好赖？我是要和离，与你彻底和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后半辈子我也没想与你再有交集，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你听明白了吗？所以你别在那里以为我在跟你玩什么把戏，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我和离后还理不理你。凤青鸾说完，绕过谢燕朝前走去，最后给他的一次机会他都不要。直到这一刻，谢燕才彻底真正的明白，凤青鸾一直挂在嘴边的和离，才不是什么为了博取他注意，而是真的要与他和离。好，凤青鸾，你要与本王和离是吗？你现在走的有多痛快潇洒，后面就有你多痛苦后悔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你等着。回去的路上，凤青鸾命秦雪去侯府将他今天与楚王府和离的圣旨下来的事告诉祖母，顺便让薛子墨带人来楚王府接他和他的嫁妆。凤青鸾回到楚王府后稍作休息，叫来管家周明开府库。
王妃，这是真的吗？我敢假传陛下口谕，把库房钥匙拿来。王妃，没有得到王爷的命令，属下不敢将府库钥匙交出来。等王爷回来，奴才向王爷确定了再执行，可以吗？谢燕正好从外面走进来，听到周明的话，就狠狠地瞪了一眼凤青鸾。带他去库府，传令下去，今日本王要与凤青鸾和离，楚王府从此再也没有凤青鸾这位楚王妃。是，王爷王妃，请跟老奴这边来。王爷回来了。舒瑶，你来了。这2日在府上过得可好？王爷这几日都不在府上，舒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王爷，怎么可能过得好？听到王爷在行宫遇到危险，更是提心吊胆，吃不下也睡不着。你看舒瑶这2日都瘦了，一直担心王爷呢。今日看到王爷归来，舒瑶就放心了。我没事，让你担心了。咦，王爷，王妃姐姐没有与你一起回来吗？怎么没看见她？本王要与那女人和离，父皇也同意了。啊，王爷，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你要与姐姐和离啊？姐姐那么爱你，你与她和离了，她怎么受得了？她受不了，她可是很受得了呢。凤青鸾走到正厅，恰好听到凤书瑶这话，抖了抖肩膀，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她不离开楚王府，你如何成为楚王妃？舒瑶，让你成为本王真正的妻子，这是本王对你的承诺，本王一定会做到。王爷，你太爱舒瑶了，舒瑶今生遇到你，是舒瑶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咦，好妹妹也来了，正好嫁妆我点好了，和离的圣旨应该也快来了吧？等我去接了圣旨，楚王和妹妹就可以琴瑟和鸣，天长地久，恩爱有加了。王爷，宫里来人了。夏明帝身边的大太监元朝公公亲自带着圣旨前来。楚王殿下，楚王妃接旨。凤青鸾、谢燕、凤书瑶跪到厅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楚王与楚王妃性格不合，夫妻不睦，双方已达成共识和离，为全两方心愿，朕恩准楚王与楚王妃和离，钦此。谢陛下。他接下圣旨，手中拿着沉甸甸的分量，让他心中的那块大石也踏实的放了下来。凤青鸾的心里前所未有的畅快。看了圣旨后，一个没忍住，哈哈哈的叉着腰仰天大笑了起来，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他笑得有多畅快，谢燕的脸就黑得有多彻底。元朝公公和其他下人都不敢看谢燕，连忙带着人走了。薛子墨也带着侯府的人到了楚王府的大门。子墨，把嫁妆全部搬到车上去，本小姐和离了，以后不用跟婊子和狗住在一个屋檐下了。咱们回去告诉主母，今晚侯府大摆宴席，放鞭炮庆祝。走。是，大小姐。凤青鸾袖袍一甩，又哈哈哈一路笑着，昂首挺胸，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楚王府的大门，留下楚王府连着谢燕和凤书瑶上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谢燕脸色黑得发紫，在今日的多重刺激下，一口气没提上来，直挺挺地向前栽了下去。咦，这些不是凤小姐嫁给楚王时抬进楚王府的嫁妆吗？怎么又从楚王府抬出来了？我听说了一点传闻，前几日陛下带后宫嫔妃和百官们去西山举行百花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陛下下旨准许楚王和凤小姐和离，现在凤小姐抬着嫁妆从楚王府离开，那这和离的事儿肯定就是真的了。和离？楚王妃和楚王和离？这可是天下奇闻呐！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王妃敢与皇家和离的，这可是头一遭啊！那可不，你也不看看楚王之前做了什么啊？他宠妾灭姬到了全京城都知道的地步，小妾都欺负到主母头上了，这谁受得了啊？倒也是，这楚王可真是当今世上古今中外第一个被和离的王爷了，也太丢脸了。百姓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凤青鸾坐在马车里，听到外面的议论，浑不在意。秦雪早回了侯府，将今日大小姐拿到和离圣旨抬嫁妆回侯府的消息与侯老夫人说了。侯老夫人激动万分，这一天她早料到了，没想到青鸾这么快就做到了，带着侯府上下去门前隆重迎接。祖母，嗣女回来了。回来就好，在楚王府那些日子你受苦了，快回屋里去，祖母今晚叫人摆宴为你接风洗尘，从此在侯府过好日子。好，嗣女听祖母的。凤青鸾本想要放鞭炮庆祝，青鸾，祖母也想庆祝，但这节骨眼上咱们还是低调的好。
你今日与楚王和离的事，恐怕京城的人都知道了。再怎么说，你前夫也是王爷，是陛下的儿子，咱们得给陛下留点颜面。天祖母的，不放鞭炮。今天晚上所有人吃肉喝酒，关起门来，咱们高兴热闹。大小姐，荣王府的江侍卫来了，他说有份谢礼要送到你的手上。凤青鸾眉梢一挑，来了，荣王送他的宝贝谢礼来了。凤大小姐，王爷让属下传话，恭喜你从此成为自由之身。代我谢谢你家王爷。这份谢礼是我家王爷精心为凤小姐挑选的，为感谢你在行宫山中的救命之恩，请凤大小姐打开来看看。凤青鸾接过锦盒，打开盖子，里面躺着一块跟上次一样材质的玉块。江侍卫，你家王爷送我的礼物是这玉块？凤小姐，你没看错，又是玉面。上次王爷送你的玉面，属下看你挺喜欢，想来你也应该比较满意。凤青鸾腹诽，羊脂白玉那么贵，他当然满意，但再满意的东西送第二次，他有点腻了。连着2次送小半块玉块，江侍卫，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有什么含义吗？这就要凤大小姐自己去观察了。你将2块玉面放在一起，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将2块放在一起吗？凤青鸾嘴角抽了抽，可是上一块他给拿去当铺当了呀，也不知道当铺有没有把玉卖出去，他找个时间去当铺问一问。那好，有劳江侍卫。江曲走了，没多久宫里来了人，这次抬了2个大箱子，这是夏明帝给他的行宫之行立下大功的赏赐。他让秦雪送去自己的院子，处理了这些事，凤青鸾准备去换衣裳。这时宋鼎从外面拎了一个人进来。放开我，我是路过的，你凭什么抓我？大小姐，此人行迹可疑，潜伏在侯府对面的巷子中，偷窥侯府已有2、3日了。初夏这次将人逮了过来。他转过头来，凤青鸾看到他的脸是凤纯的2女儿凤瑞安。凤大小姐，我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让人将我抓起来？你鬼鬼祟祟躲在侯府门前做什么？我父亲前几日说要来侯府找祖母，他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来看一看，是不是你们将我父亲抓起来了？快把我父亲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去报官了。是来找凤纯的。凤青鸾摸索着下巴，凤纯死在了行宫，凶手还没有抓到，他的尸体应该被运回京城了，或许真的可以在官府找到。凤青鸾正要让他去官府找，这时候侯老夫人也来了前厅。凤瑞安见到他，不再与凤青鸾说话，立即跑到侯老夫人面前跪下，声泪俱下的说道：祖母，瑞安终于见到您了，你这2日有没有见到过父亲？他来找你了。侯老夫人不清楚，自从凤青鸾让薛子墨带人来保护侯府后，任何对侯府居心叵测的人她都没有再见过。薛侍卫，你看到了吗？回老夫人，属下一直命人守着侯府，没有看到凤纯，他没有来过。那我父亲去了哪里？你父亲找我做什么？祖母，你不知道，大小姐将我们赶出侯府后，我们处到了楚王安排的暮云斋，那里的人压根不将我们当人看，他们只对二叔一家恭顺有礼，对我们父女3人一点都不尊重。我们没有钱花，也没有好衣裳穿。二夫人进去监狱后，我们的处境更是难过，有时候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父亲说以前是我们不对，太过贪心，伤了祖母的心。我母亲被人陷害，她不是要真的害您的，她也受到了惩罚，被流放出去，所以求祖母看在以前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让我们回侯府吧。我和父亲还有兄长都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定会改过自新，孝敬祖母，再也不会给侯府添麻烦。我早说过，有我凤青鸾在一日，你和2房的人绝不可能再回到侯府。你们有现在的结果，是你们当初自作自受，怨不到谁，更与侯府无关。凤瑞安，你这次窥探侯府被抓到，我可以当你初犯饶过你，再有下次可没那么轻松。滚！凤瑞安被吓到了，他知道这是他见到侯老夫人的唯一机会，跪着走向侯老夫人去求她。凤青鸾跨步到祖母面前，一脚踹在凤瑞安的肩膀上。你当我说的话是在放屁吗？宋典，将他轰出去！宋典走上来，抓着凤瑞安拖走。凤青鸾，你凭什么替祖母做主？祖母是要收留我们的。你这个独断的女人，你把我父亲藏到哪里去了？把我父亲还给我！我要去报官，我要让官府的人来抓你。青鸾，这孩子看起来面黄肌瘦，
哪里还有以前在府里半点的样子？看来在外面着实受了不少苦。祖母，他这种人一时悔改，也只是因为眼下的困境没有办法，才装成这样。你别被他骗了。王爷，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睡了多久？不久，大概1刻钟。1刻钟？那就是说，凤青鸾离开楚王府已经有1刻钟了。那个女人，她还是拿到了她心心念念想要的和离了。王爷，你醒醒，不要吓舒瑶呀！谢燕深吸了口气，再次睁开眼睛，瞳孔里倒映着凤舒瑶哭得梨花带雨、双眸含情、关心她的目光。舒瑶，本王今后一定会对你好的，一定。王爷，妾身知道，你先好好休息。表哥说你方才晕倒，是因为这2日没睡好，有情绪波动起伏较大，让你不要再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了，身体要紧。表哥？哪个表哥？就是舒瑶的远房表哥白华藏啊。王爷，表哥才来京城，白天在药堂坐诊，晚上没有住处。妾身想着王府那么多房间，就给他安排了1间住在府上，顺便府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也可以帮忙医治，全当是府里的府医了。王爷觉得可以吗？谢燕对此没有异议，闭上眼睛想睡去。王爷来圣旨了。又是什么事？当然是皇兄的好事啦。皇兄，你忘了，在行宫的时候，父皇说过5日后你要娶曼丽为侧妃。今日我是来代替父皇向你宣旨赐婚的，算这时间，明日你就要迎娶曼丽入王府了。妾身参见昭阳公主。公主殿下，您说王爷要迎娶狄小姐为侧妃？你听不懂本公主的话吗？明日皇兄要按照圣旨迎娶镇南大将军的千金狄曼丽为楚王侧妃，本公主亲自来送圣旨。皇兄，你快别躺着了，让人去筹备婚礼。妹妹也带了人来帮你布置。殿下，这奴才们需不需要准备？消息太突然，王爷明天成亲，一个晚上布置得出来喜气的王府吗？谢烨没说话，周明拿不定主意。这是父皇的命令，你尽管放手去做。是，公主，奴才这就去。凤舒瑶被晾在原地，瞧谢烨那副心如死灰、什么都不想管的样子，不知道是该委屈的哭，还是该怎么办。一个小厮前来禀报：舒侧妃，门口有一位自称姓凤的小姐说要见您。凤舒瑶心头一跳，不会是凤瑞安吧？你去告诉他，我现在没空，让他改天再来。他这2日还在做着凤纯惨死的噩梦，不想看到凤瑞安。有人找你不去见，摆什么架子？本公主有话要与皇兄说，你别在这里碍眼。是，公主殿下。他看了一眼谢燕，出去了。朝阳，你知道舒瑶对本王意味着什么？态度对她好点。皇兄，她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妾，你维护她做什么？再说，看在皇兄的面子上，我对她很客气了。等明日曼丽进了王府，你可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独宠那个狐狸精。曼丽是你的侧妃，你应该多花心思在她身上，就算不喜欢她，也要看在镇南大将军的面上对她礼待。别怪妹妹没提醒你。你就是这么想的，为了狄曼丽出卖我。皇兄，你说什么？狄曼丽用下作的手段爬上本王的床，你以为本王是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吗？皇兄，你听我解释。我不想听。朝阳，本王告诉你，狄曼丽用自甘作贱的方式嫁入楚王府，本王没拆穿她，已经是看在了镇南大将军的颜面。以后本王要怎么行事，要宠哪个女人，你休要插嘴。谢莹心底一凉，皇兄这么说，他仿佛看到了狄曼丽入王府后将受冷落委屈的画面。凤舒瑶还是出去见了凤瑞安，他想着这次不见，凤纯死了，他找不到人，肯定还会再来。找我什么事？三姐姐，我父亲不见了。三叔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了？我去侯府找父亲，他们说父亲没去过那里。我去京兆府报官，京兆府的人让我回去等通知，还说如果我想尽快知道父亲是不是出事了，让我去义庄看一看。这些日有几具新的尸体送到了那里，我不相信父亲会无缘无故会死，我不想去。算着时间，父亲离开暮云斋至少有3日了，所以我想来问问舒瑶姐姐，你这几日有没有看到父亲？他有没有来找过你？我没见过他，三叔那么大个人了，说不定去哪里散心了，很快回来。你别太着急。真南，去拿100两银子来。凤瑞安没想到来问个事还能拿到这么多钱，笑得合不拢嘴。谢谢三姐姐，谢谢。凤瑞安笑起来的时候与凤纯最为相似，看到她笑，凤舒瑶就像看到了凤纯。凤瑞安走后，凤舒瑶心慌气短，再也站不住，脖子上痒得不行，浑身无措地抓着。随着她的抓挠，黑斑越来越明显，凤舒瑶受不住啊的一声昏了过去。老板，还记得我之前来当过一块玉面吗？请问那块玉面还在吗？小姐，不好意思，那块玉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小姐，我们天地当铺的珠玉经过精心挑选后会送去玉珍楼，小姐可以去玉珍楼看看。凤七鸾转道去了玉珍楼，没多久，他到了玉珍楼，找来老板。老板看到他手中的玉面，遗憾地说道：“不好意思，凤小姐，玉面卖出去了。”老板可否告知是谁买走了？凤小姐，这关乎客户的隐私，我们不方便说，请您见谅。没找回玉面，凤七鸾有些泱泱的，从玉珍楼出来准备回去，谁知看到街道上走过一抹熟悉的身影，迟广。凤七鸾有些惊讶，他不是被降为御前侍卫了吗？不在皇帝身前站岗，到街上来溜达什么？迟广左右看看，在警备什么？凤七鸾退回玉珍楼，等他走过了，再探出头来，看他的样子，好像是要去某个地方。凤七鸾眼珠一转，抬脚跟了上去。迟广进了一家茶楼，春风来。凤七鸾看了看名字，也跟了进去，看到迟广去了1楼最靠里的一个包间。凤七鸾追上，蹑手蹑脚来到墙角。不一会儿，房间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跟着你吧？”“没有。”听着这声音，凤七鸾觉得有些耳熟。荣王说你被他杀了，怎么还活着？被谢晋杀了。凤七鸾瞳孔一震，想起这声音是在哪里听过了，悄悄起身，将窗户纸戳开一个小洞看进去。坐在迟广对面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爆头而死的魁佑。凤七鸾惊住，怎么回事？魁佑不是死了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杀死我？我不过是装死，刚好刺客过来将他们追走，否则我这次是真的死在那儿。你找我出来做什么？你不是说这次的计划完美无缺吗？可我带来的人全军覆没，只剩我一人。你主子与我联盟，不仅是想除掉谢晋，也想将我一举铲除吧？西北苍狼王魁佑，你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吗？要除掉你哪有那么容易？你想杀谢晋，我们也想啊。然而你穷追猛打我主子的将上人头，我主子还没怪你，你倒责备起我们来了。说到这事儿，狗皇帝早就计划好了吧？就算不是那女人将我引走，他也有办法脱身。那些森林中安排的杀手，难道不是为了确保他不会死在我手中，关键时刻出手救他的吗？是你们找的刘伟13杀。凤七鸾心头巨震，他猜的没错，要杀谢晋的真的是夏明帝。这次行宫遇刺都是他暗中谋划的，那个藏在行宫中的奸细是禁军统领迟广。不管怎么样，你不是活下来了吗？谢晋虽然没死，他手中的权力也交了部分出来，剩下的就是他的兵权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合作。继续合作？我想要的是狗皇帝的人头，谢晋的命也要。我要亲手为我的叔父报仇。那是自然。2年前吴路城的那场战役，戍守边防的城主是你的叔父贺亲王。贺亲王从小将你养大，对你胜于父亲。他死在谢晋手上，你发誓要为他报仇，我都记着呢。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下次合作是什么时候？等通知。我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今后我只负责我们联络，后续我家主子会安排其他人配合你。你家主子心机深沉，下次合作我得小心点，别到时候中了你们的圈套。哼，那倒不会如此，希望我们合作愉快。一定会愉快的，等我送你下地狱，下次就轮到你的主子了。魁佑话落，3支袖箭猝然从他袖口飞出，直直射向迟广。房间里打斗了起来，迟广不敌贾魁佑，朝门外大喊：“来人！”凤七鸾往周围看了看，难道外面不止他一人？迟广这次来赴约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2名侍卫暗中跟着，就是谨防魁佑对行宫的事蓄意报复。然而他朝外面喊了一声，没有人进来。迟广有些急了，知道中了陷阱，想要逃出去，可对方不给他机会。渐渐的，迟广处于下风，他的步伐有些不稳晃荡，被贾魁佑一脚踢飞出去后，噗的吐出一口黑血来。袖箭上有毒。那当然，你既然来了，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话音一落，魁佑一掌打向迟广，被击在胸膛上，飞出去，重重落到地上，又吐出一口血。魁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脖颈处。你是谁？你不是魁佑？他下去见阎王了，你也下去陪他吧。他脚底一用力，咔嚓一声，踩断了迟广的脖子。凤七鸾心惊肉跳，魁佑杀了迟广，好似这才发现了他，倏然朝窗口看来。下一秒，他急速冲来。金陵，住手！听到这个声音，凤七鸾的瞳孔又是一颤。谢晋，凤小姐还要本王请你进来吗？凤七鸾没有动，他一直藏在门外。谢晋在屋里，他怎么知道是他？荣王殿下，我意外撞见迟广可疑，跟他到这里，无意听到你们对话，是我冒犯了，我绝不会将此事说出去。房间里静默了一会儿，
忽然，窗户砰的一声从里面打开，谢晋坐在轮椅上，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目光深邃又犀利。周围传来风声，凤青鸾环顾看去，几个身着黑衣劲装的暗卫挡住了他面前的所有去路。这么多人，荣王殿下是想杀我灭口吗？哼，怎么可能？凤小姐刚才救过本王的性命。那荣王殿下找我是要说什么事？江渠，去七叶湖新茶进来招待凤小姐。本王今日想和凤小姐做一场交易。江渠端来新茶，给谢晋倒了一杯，也给凤青鸾倒了一杯。不知荣王殿下想找我做什么交易？在说交易之前，想必凤小姐明白了一件事：上次行宫遇袭是我皇兄策划的，石广是奸细。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难怪你要让我取下魁佑代表身份的狼牙链，现是在今日派上用场。若不是我亲手杀死魁佑，眼前这位恐怕将我都蒙混过去了。他是谁？易容术很厉害。他叫金陵，是本王的暗卫，擅长易容和模仿。几年前与魁佑打过交道，观察过他，模仿起来一般人不会发现破绽。原来如此，兄长要铲除自己，想必王爷得知这个消息很震惊，很痛心吧？这不是第一次，本王早就猜到了。我知道了此事，以为王爷会杀我灭口，不曾想王爷要与我谈交易。我不是楚王妃了，没有什么可以与王爷相坐一谈。谁说你没有？你清淡的医术难道不是你最大的倚仗吗？哦，王爷想说什么？你知道我身中剧毒，你有办法解毒吗？实不相瞒，殿下体内的毒我未曾见过，那日帮你压制毒素，实属歪打正着，我解不了。哼，可能本王没说将用什么和你交易，凤小姐便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拒绝本王，尤其还知道了皇帝想铲除本王的心思，不想和本王扯上关系，对吗？凤青鸾不语，饮了一口茶。他的确是这么想的，谁叫谢晋不先教他的牌呢？他不知道对方提出的条件能不能诱惑他冒险。3年前，护国侯奉命去南海清剿水匪，在骷髅岛轰炸水匪老巢大胜而归离开时，船只意外撞上礁石，船上包括护国侯在内53人全军覆没。后来梅州刺史向陛下汇报案件调查结果，凤小姐作为护国侯之女，应该知道这件事吧？荣王，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言。你母亲云氏一族乃是江南富商，在船舶行业也有涉猎。护国侯去骷髅岛剿匪时乘坐的飞鹰号乃是云氏所造，其中意味着什么，本王就不多说了。这样的船出现了意外，凤小姐觉得那真的是意外吗？在原主的记忆中，3年前他父亲护国侯死时，母亲云氏发疯一般向来宣告此事的官员说这不可能，飞鹰号是云家花重金打造的最好最坚固的战船，不可能在无风无浪的河面上撞到礁石沉底。今日听谢晋提起，凤青鸾想起云氏曾怀疑过沉船不是意外，并且无比坚定地认为是人为，因为他似乎听母亲说过，护国侯去世前曾给他传了一封书信。那时原主年龄尚小，云氏并没有过多说什么。我母亲是怀疑过父亲的死是人为，陛下重提旧事，看样子你是想以这件事来作为交易的筹码。你是查到了害我父亲的人，还是找到了什么？凤小姐说的没错，本王找到了当年从飞鹰号上活下来的唯一幸存者，你母亲也找到过他。你说什么？有幸存者？我母亲也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我将他安置在京城外的一处山庄，他从飞鹰号坠河之后伤到了头，对船上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了。你母亲也试图给他治疗过剂，效果甚微。所以本王的交易是，你帮我解毒，我将人给你。至于你能不能让他恢复记忆，得到线索查出你父亲是否是被人陷害，全靠你自己的医术。如何？凤小姐想合作吗？荣王殿下的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给我点时间研究一下。不过我先将丑话说在前头，我不能保证研究之后也能解你的毒。你还愿意将人交给我吗？可以，他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放在我手上也是毫无用处。护国侯为大夏立下了汗马功劳，保卫我国南境数十载，大夏能有如此繁荣昌盛，他功不可没。倘若能查出杀他的凶手，也能继位他的在天之灵。行，就这么说定了，这个交易我做。那人现在的名字叫葛明，住在京郊宁乡村。你有时间，我让金陵带你去。好，劳烦王爷伸出手来，我取你一管血。谢晋伸出左手，凤青鸾袖中一翻，掌心出现采血管和采血针。他撩起谢晋的衣袖，将针筒注射进他的静脉血中，抽取了一管鲜血，准备拿回去化验。这是什么？能抽取人的血液？本王从来没有见过。这是采血针，这个世界只有我有，王爷没见过很正常。谢晋想起那日在山中，他昏迷时模糊听到凤青鸾在说空间医疗室，这个女人的行为和举止，连着她拿出来的东西都很特别。抽完血后，凤青鸾将东西放回空间，准备告辞离开。本王让江渠送来的谢礼，凤小姐看了有什么感想？
看起来很值钱。凤小姐，你有将2块玉面放在一起仔细观察吗？放在一起观察？笑话，那玉面早被他丢到当铺卖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放在一起看了，不得不说荣王殿下好眼光。好眼光？谢晋猜到了什么？凤小姐，你没有将他们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他的用意那么明显，那天晚上在楚王府的后山，他将戴着的那块玄铁面具换作羊脂白玉重新制作了一块，并割分成了4块，他要分别送给凤青鸾。等4块玉面送齐拼在一起，凤青鸾应该就能知道那天晚上的面具男是他了。反正他是不可能上赶着亲口告诉这个女人他就是被他给办了的男人。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一定要让凤青鸾自己想起来，这女人用好眼光来打发他，他不会。你是不是将玉面给丢了？荣王殿下真会开玩笑，我看起来像丢三落四的人吗？他不过是将他当了而已。那你将那2块玉面拿出来，当着本王的面看。那种值钱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随便带在身上？放府里了，今晚我回去再看看。不过荣王殿下，你连接送2块玉面给我，要表达什么意思的话，不妨直说。我这人不喜欢猜来猜去。本王就是要让你自己去观察，自己去发掘，直接告诉你有什么意思。追着让他对自己负责，他丢不起那个脸。这样啊，我这就回去看。他颔了颔首，离开房间，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谢晋握紧了拳。这个女人都将他这样那样了，他那天晚上难道就没有摘下他的面具，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吗？办完事提着裤子就跑了。今天楚王大婚，狄曼丽千盼万盼，终于嫁进了楚王府。她身穿凤冠霞帔，坐在婚房中，等着楚王来接她的红盖头。可她左等右等都没有等来。狄曼丽有些坐不住了，怒气腾腾地扯下红盖头，朝外面喊道：迎春，王爷去哪儿了？小姐，林希轩那只狐狸精晕倒了，王爷一直守在那边呢，搞不好今晚还要在那边过夜。王爷真是太过分了，如此宠爱那个小妾。好啊，凤书瑶那个狐妹子，以为凤青鸾好欺负，本小姐也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敢破坏本小姐的成亲喜宴，本小姐看她是活腻了。王爷，书瑶没事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应该待在新房陪新娘，不要在这里了，快回去吧。你都病成这样了，本王怎么忍心丢下你不管？等你睡着了，本王再走。王爷，书瑶知道你疼爱书瑶，心里很感动，但同为女人，书瑶也知道狄小姐肯定在期盼你能回去陪她。今天晚上是狄小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你千万不能为了书瑶让她伤心。傻书瑶，你总是想着别人，懂事的让本王心疼。本王问白花葬一些情况就回去，你好好休息。白华葬在外面等候。书瑶的情况为何会反复？之前凤青鸾给她吃药和擦药不都效果很好吗？王爷，之前树侧妃的情况的确好转，但这几日不知道为何她心绪繁重，心情沉闷，晚上甚至做噩梦惊醒，心神耗费巨大，导致情绪波动起伏，因此才导致毒素复发。你说她情绪波动大，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王爷与凤小姐和离，又迎娶狄小姐入府，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树侧妃情绪不太稳定。书瑶心事重重，不管本王迎娶谁，本王的心里只有她一人。你方才说她治疗黑斑的药膏没有了，你能制作出来吗？凤小姐所用的药有几味很奇特，草民无法制作出与她给的药相同的药膏，草民可以试试别的。女子爱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治好书瑶的黑斑。是，王爷。王爷，不好了，侧妃过来了！凤书瑶，你这只狐狸精，敢在本小姐大婚之日勾引王爷到你的院子里，今日我要杀了你！站住！书瑶是本王的女人，你敢动她一根汗毛试试？切，你的女人，她不过是个贱妾，我才是你的女人。楚王，我不是凤青鸾，能容忍你大婚之日如此欺辱，今天我非要杀了这个小贱人不可！你让开！狄曼丽，书瑶刚还劝本王去你那里，她如此为你着想，你却提着刀要来杀她，如此善妒，一点容忍之心也没有。我不敢想象你若接管了楚王府会闹成什么样。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今晚本王不跟你计较，滚回自己的房间去，否则今日本王可以娶你，也可以休了你。谢燕，为了那个贱人，你居然在成亲当日说要休了我，我可是陛下赐婚，你敢这么做，明日我就要闹到陛下那里，整个镇南将军府都与你势不两立。狄曼丽，本王娶你，你觉得是本王心甘情愿的吗？你做的那些朝阳都坦白了，若是你敢将事情闹到父皇那里，你将有什么罪？镇南将军府又将落下什么罪名？不需要本王来告诉你。你朝阳坦白了？坦白什么了？狄曼丽莫名的心慌起来。
如果楚王知道他用了手段爬上他的床，他将会落得秽乱皇子的罪名，追究起来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兜淬就行的。王爷，侧妃姐姐，请你们不要为了舒瑶吵架。今天是喜庆的日子，舒瑶身子不中用，让王爷担心，也让侧妃姐姐担心了。姐姐宽宏大量，新婚之夜来探望妹妹，实在让妹妹过意不去。待妹妹身子好些了，定会带着谢礼去感谢姐姐。舒瑶，你还病着，快回床上去，这里的事本王来处理。狄曼丽以为凤舒瑶的病是装的，可这会儿看到她虚弱的像是一阵风刮倒就要去了似的，看到她这样，狄曼丽心中的怒气消散不少。你看到了，舒瑶都病成这样了，还要来劝我们，你也别再闹了，本王待会儿过去看。管家，将侧妃送回去。迎春给狄曼丽使了个眼色，狄曼丽知道她有话要说，楚王也给了台阶，她也不再纠缠，扭头就走。你想说什么？小姐，咱们看到了，小贱妾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与其在明面上与她争宠，惹王爷不快，不如私下里给她加点药，让她好受。还是你聪明，这件事交给你去吧，务必折磨那个女人，不要让她死得太快了。是，小姐，奴婢一定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让小姐失望。接下来2天，凤舒瑶都一直在喝药，身上的黑斑不仅没消，甚至还时刻觉得头昏目眩，喉咙泛腥。凤舒瑶着急了，她坐在铜镜前摸着自己的脸，要是黑斑一直治不好，让太子殿下看到，太子一定会嫌弃她的。恕侧妃，这是草民新研制的药膏，您再试试。是什么事？你这个没用的蠢货，治不好我的病，那些太医也没用。直男，去把王爷叫来，让他去找凤青鸾来给我看病。小姐，王爷出去了还没回来。那给我备车，我去找凤青鸾，扶我去侯府。迎春回去晨曦院，将凤舒瑶去侯府求药的消息与狄曼丽汇报。这下有好戏看了。凤舒瑶人品有问题，对自己院里的下人不好，一买通一个准儿，将我们准备的那些药悄悄加进她的药中，神不知鬼不觉加重她的病情。如今她求医无门，去找凤青鸾，凤青鸾与她有仇恨，怎么可能轻易帮她？看来她这次去少不得吃闭门羹，又要伤心发火，加重病情了。那当然，幸亏你聪明，想到了这个好方法来收拾她。一个无权无势的贱妾，想与本小姐斗，本小姐要让她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听说王爷也出去了，他又去了哪里？不知道，听守门的小厮说，王爷出去的时候黑沉着脸，估计也不是去做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谢燕当然不是去做高兴的事了，眼见着凤舒瑶的病情日益加重，她心里也跟着着急，自然而然想到了凤青鸾，于是一大早乘车去了侯府。等她进到侯府提出要求，凤青鸾直接甩给了她2个字：没有。凤青鸾，舒瑶病得厉害，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之前胡闹弄出来的。你答应过要治好她，如今她复发，你有义务去给她看诊，提供药膏。哼，谢燕，我是答应过治疗凤舒瑶，在我们上次天地合离书的时候就完成了。她复发关我什么事？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给凤舒瑶一粒药。管家，送客。若不是他用楚王的身份来压制祖母将他请进来，他压根儿不会放他进府。凤青鸾，凤舒瑶是你的堂妹，她快要死了，你对她见死不救，你的心肠怎么那么硬？楚王殿下，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说完了吗？说完了，请离开。大小姐，楚王府的恕侧妃说有事要见你，正在门外等候。哼，不是说病得快要死了，还能坐马车来求我？听到凤舒瑶来了，谢燕走出去。舒瑶，你不在家休息，出来做什么？王爷，你怎么在这里？我来找凤青鸾给你看诊。姐姐没有答应是吗？她就是个没心的女人。凤舒瑶的心猛然下坠，正脱开谢燕的手，想要进侯府大门，把她拦住。你们做什么？再怎么说，我也是侯府的3小姐，你们不让我进府。凤青鸾，你何故做到如此？你们俩让开！凤舒瑶，从将你赶出侯府大门的那刻开始，你这辈子都不准再踏入侯府半步。我早告诉了你的，你当我说的话是在开玩笑吗？凤青鸾，本王以楚王的身份命令你，让他们滚开！楚王殿下，我与你已和离，再无半分关系。你昨日大婚，今日不陪你的新婚侧妃，带着小妾跑到我侯府门前来纠缠，这要是传出去，让天下人笑话，楚王的脸面不想要了吗？确实呀，楚王不是前日才与凤小姐和离吗？人家凤小姐抬着64台嫁妆，坦坦荡荡回到侯府，她昨日就迎娶了镇南将军府的千金小姐，这哪有才和离就马上娶新人的呀？
这定是楚王喜新厌旧、拈花惹草造成的。没想到一位皇子自小受名师太傅教习，如今这般不知检点，私德败坏，宠妾灭妻，将前妻气得和离了。成亲第2日，还带着小妾来前妻门前耀武扬威，可太不是人了。听着百姓们不堪入耳的议论，甚至都敢当着他的面说他私德败坏，可想而知，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已降落到了谷底。舒瑶，凤青鸾心狠歹毒，他根本不会念在亲戚的面上出手相助。多说无益，天底下不是只有他一个医术高明的人，本王会寻遍名医，请他们来为你治疗。我们走。可他想走，凤舒瑶不想走，去寻天下名医。要是等找到了名医，他脸上的黑斑都要烂穿了。大姐姐，求你救救舒瑶吧！舒瑶身中剧毒，京城无人能治。以前是舒瑶对不住你，与你一起爱上了王爷，可感情之事谁也无法左右。妹妹就算想将王爷让给你，可妹妹做不到啊，那是在玩妹妹的心，妹妹也不能对不起王爷的深爱。所以在这件事上，是妹妹对不住你。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是亲堂姐妹，求你看在你父亲和我父亲同为兄弟的份上，救妹妹一命。以前的事，你要打要骂，妹妹都任听任怨。求你给妹妹一条活路吧。百姓们一听，哦，原来是病入膏肓了，来求凤家大小姐救命的呀。谢燕此时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到极致来形容了。凤青鸾拒绝救治凤舒瑶，还不让他们进门，就令他够丢脸的了。凤舒瑶还当众给他下跪磕头，这可是他不要的女人，是才和离了的前妻呀。凤舒瑶这么做，完全将他的脸面摁在地上践踏，一点也没有为他考虑。凤舒瑶，你玩道德绑架是吗？不好意思，我没道德。来人啊，关大门！根本不想看凤舒瑶再多的演戏。侯府门前守门的护卫全部进府，砰的一声巨响，关上了侯府大门。凤舒瑶和谢燕都呆住了，看到那扇紧闭的门如同一个滔天巨响的巴掌打在了凤舒瑶的脸上。凤舒瑶胸中怒火翻涌，噗的喷出一口鲜血，倒在了地上。舒瑶，回府！刘基，请太医，快去请太医！回到楚王府的时候，凤舒瑶清醒了过来，她胸口一阵又一阵袭上剧痛，脸上和身上的黑斑也痒得不行，她不停地挠着。小姐，不要抓了，都流血了。王爷又去哪儿了？王爷将小姐送回府后，找太医来给您瞧了，现在与太医们在书房，让几位太医根据您的病情给出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并且让他们去寻天下医术高明者，重金聘来京城为小姐看诊。小姐，王爷对你真好。他对我好是应该的，要不是他早不听我的话，在凤青鸾还未嫁入楚王府之前将他除掉，我哪会让凤青鸾欺负至此？如今遭这样的罪，他找名医是指望不上了。直男，我要你马上去找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人脉广泛，他必定能尽快找到神医助我恢复。小姐，太子殿下说过，若无大事，不要轻易与如宝联络，万一暴露了你与他的关系，殿下恐怕要怪罪。我都病得快死了，还不是大事吗？让你去就去，你小心谨慎一点，别被他人看见了就是。快去！直男不敢不听，哎了一声，匆匆出去了。白华藏连着给凤舒瑶治疗多日，对她的病情都无甚作用。这几日，凤舒瑶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他在街上走着，看见知南也在街上。知南谨慎地左顾右盼，走到一个巷子口时，左右瞧了瞧，见没有人注意他，快步走了进去。白华藏跟着他，见他拐进了一个巷子，心下有疑。白华藏在巷子口偷看，看到知南敲了敲旁边的院门。不一会儿，一个小厮出来开门，两人走了进去。白华藏眼珠子一转，悄悄跑过去，贴在门上听着。我家小姐的病情，还请如宝公公如实向太子殿下禀报。若不是走投无路，小姐也不会请殿下来帮忙。我知道了，太子殿下一直在关注凤三小姐的病情，不日他会找个由头于楚王府送来一位神医，还请你家主子切记，殿下交给他的任务要尽快完成。是，公公，奴婢记住了。听两人说完话，直男要出来，白华藏连忙躲在巷子角落的一堆竹竿后，心中震撼无比。他竟不知道凤舒瑶是太子殿下的人。小姐，如宝说殿下会尽快安排人过来，叫你安心养病。你是殿下的重要之人，殿下必定会重视你的请求。后面这句话是直男自己加的，如宝根本没有对他这么说。我对太子殿下的作用那么重要，殿下心中有我，那也是应该的。凤舒瑶心中高兴，白华藏也从外面笑吟吟地走进来。白神医，这是本庶侧妃的院子，没人禀报你就进来，你眼里还有没有王府的规矩？规矩？表妹，你自己都不懂规矩，还要求别人？
你可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百花藏，你什么意思？你猜我刚才意外撞见知南出去跟谁见了面？百花藏，你想说什么？表妹，我知道了，你是太子的人。从今天起，我也是太子的人，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你就不要与我讲什么规矩，让我叫你树侧妃，叫你表妹不好吗？凤书瑶眉心骤然狠跳，这白华藏他竟然知道了他与太子的关系，还以此来威胁他，真是个禽兽。此时侯府调查凤纯的事有进展了。是，小姐。凤纯的尸体从新宫运回京城后，因无人认领被送去了义庄，属下按照您的吩咐一直暗中监视。就在方才，有2人乔装打扮，将凤纯的尸体偷偷搬走了。神抓住了吗？抓住了，属下审问出了是谁指使他们这么做的。是谁？是凤水瑶身边的贴身婢女知南私下吩咐的。凤水瑶让他们将凤纯的尸体毁尸灭迹，让凤纯彻底失踪。凤青鸾勾了勾唇，凤书瑶出现在凤纯的命案中，这件事有意思了。薛子墨带着凤青鸾去了抓到凤书瑶安排的2个人准备埋尸凤纯的地方。小姐，那2人想将凤纯的尸体埋进坑里，属下发现将他们绑在此，接下来要如何处置？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的脸？没有，属下蒙了命。好，你去通知凤瑞安和凤少元，让他们来这里。是。凤书瑶这边，白华藏知道了他与太子之间的联系，以此威胁对他动手动脚。白圣仪，请你自重。表妹，不要与我这般见外。我今日看到的事情，绝不会说出去半个字。我的心是一直向着表妹的，而且表妹这么多年应该也有所感觉。为了表妹，我可以保守秘密，但若表妹与我疏远冷漠的话，那保不定哪天我心情不好，将此事到楚王面前说上1、2。我相信只要透露半个字出去，楚王饶是再宠爱表妹，也会有所怀疑的。百花藏，你要敢这么做，我不会放过你。表妹，是你有把柄在我手上，对我言听计从的人应该是你。舒侧妃，侧妃派人送了补品过来，说是舒侧妃病了，这是她的一点心意。那女人有这么好心，她怕是来看我笑话的，把她扔了。小姐，卢宝说了，殿下要您尽快完成任务，狄曼丽主动送来东西，或许是个机会。派人去告诉侧妃，说她送的礼品我收下了，感谢侧妃姐姐的关心。小丫鬟出去了，凤书瑶看向白华藏，既然我的秘密表哥知道了，那我也向表哥坦白吧。太子殿下要我为他做事，他承诺过，若是我做得好，会重重嘉奖。表哥不是想得到大人物的赏识，平步青云吗？到时候我告诉殿下，表哥也有在其中出力。机会来了，表哥想不想把握一下？表妹想做什么？太子殿下让我帮他除掉狄曼丽。他扬起下巴看向那根人参，香榭院。小姐，拇指人参凤叔要收了，听翠儿说她还很高兴，让感谢小姐呢。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土鳖。本就是攀龙附凤之人，给点小恩小惠当储货至宝，骨子里就是个贱民。对了，给他下的药暂时停用，别让太医们查出来。是小姐，奴婢今早就没继续投放了。9天散是慢性毒药，寻常使用看不出来，却足够加重凤书瑶的病情了。凤青鸾不给他医治，凤书瑶只有死路一条。做得好，小贱人，跟我抢男人，手段还差得远呢。我就等着西林轩那边传来好消息吧。凤青鸾离开义庄后，换了一辆朴素的马车去荣王府接金陵。他打算今天去一趟金郊见那位幸存者，顺便看看他的失忆症能不能治。听说你要借金陵出城，是你说的，让金陵带我去。哼，不巧金陵有别的任务出去了，本王闲着也是闲着，亲自带你去。荣王殿下不必如此，你还坐着轮椅裹着手的，派个人给我就行了，不劳烦你。管家准备了另一辆马车出来，将渠江谢晋送上马车。唉，在家闷了些时日，也该出去走动走动。再说本王还想听听凤小姐研究解毒之法有什么进展了。凤青鸾嘴角轻抽，这人都折腾成断胳膊断腿了还不安分，还要跟他一起出城，看来是被剥夺了职权，太闲了。薛子墨离开义庄，去通知了凤瑞安和凤少元，两人得知凤纯惨死被人抛尸，急急忙忙赶到义庄后山。爹，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了？是你们杀了我爹吗？公子，人不是我们杀的，我们是来卖去的，杀掉的是别人。凤少元已经失去了理智，只想打死眼前的人。
哥，别打了！他说杀父亲的凶手另有其人，你们知道凶手是谁吗？又是谁让你们处理我爹的尸体？是楚王府侧妃的天生丫头给钱让我们做这事的。顾子小姐，我们不知道这位老爷是谁杀的，我们负责拿钱办事。你要想知道是谁杀的，去问那位舒侧妃吧。凤瑞安和凤少元均是一震，是凤书瑶安排的。瑞安，我们去找凤书瑶。两人急急火火来到楚王府，侍卫来禀报凤四少爷和凤五小姐来找舒侧妃，把他们赶走。舒侧妃，那两人说事关他们父亲的重要情况，请你务必要见他们。凤书瑶眉心一跳，莫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让人把两人请了进来。少元、瑞安，你们找我什么事？凤瑞安将后山发现两个男人要将他父亲埋尸的事情说了。凤书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不是早知道我爹死了，还是说我爹是你杀的？你想毁尸灭迹？难怪之前我来找你，你用钱将我打发，原来那个时候你就心虚了。凤书瑶，你说是不是你杀了我爹？凤书瑶，我爹的尸体还躺在山里，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去报官告你杀人。难怪凤青鸾说你们是白眼狼，两个没长脑子的蠢货，枉费我对你们的一片苦心。凤书瑶，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来找我说三叔不见了吗？你还去了京兆府报官，人家让你去义庄看看，你自己不愿意相信三叔出了事，是我派人去义庄看的。得知三叔被人害了，我想着三婶被流放了出去，今生你们都再难见他一面。如今三叔又不知为何死亡，你们要是知道了这个事实，能接受吗？因此我才找人去将三叔的尸体葬了，让你们以为他是失踪了，还能尚存一丝希望。否则你们兄妹俩没有长辈，又没有任何本事，如何在京城生存下去？我好心为你们，你们却来质问我。我与三叔何冤何仇？我要杀他！凤书瑶的这番言论听起来合情合理，凤氏兄妹俩都被他绕进去了。我爹不是你杀的，你真的是好心将他埋葬，才没人去做这事儿？不然呢？如果是我杀了三叔，我为什么要杀他？他是我三叔，我爹的亲弟弟。当然，你要说我有私心，我当然也有，不想让我爹知道三叔去世，让他老人家伤心。凤氏兄妹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沉默了。可惜我想保存这个秘密，还是让你们知道了。你们没有了父亲母亲的支持，我作为你们的堂姐，今后你们有任何难处可以来找我。知南，拿500两银子给他们。你们得知了三叔死亡，那就把他安葬了，是送回扬州乡下还是如何，你们决定。三叔意外身亡，不排除是得罪了人，你们也不要声张，免得招来祸患。听完凤书瑶说了这一席话，又得到了他的一笔钱，凤少元和凤瑞安离开楚王府时都感觉浑浑噩噩，还没缓过神来。哥，你相信凤书瑶的话吗？我不知道，但父亲的确是死了。那我们怎么办？你没发现吗？凤书瑶好像在刻意劝服我们不要将父亲的事闹出来，他给我们这笔银子，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封口费。哥，你什么意思啊？或许因为父亲的死能给我们重新带来荣华富贵。凤书瑶不是说了吗？有什么困难去找他。你还想回暮云斋那个地方受人白眼吗？凤瑞安摇头。那就对了，我们被从侯府赶出来，被楚王收留，看似光鲜，实则过着低贱的生活。母亲流放，父亲也没了，我们也得为接下来的生活做打算。对于父亲的死，肯定没这么简单。既然凤书瑶不让我们生长，那我们就利用它再次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去把父亲的丧事办了。我要你进楚王府，待在凤书瑶身边，或许可以知道父亲究竟是被谁害死的。好，我听兄长的。另一边，凤青鸾和谢晋来到了京城郊外的宁乡村的一处庄子。荣王殿下，你来了。这位是凤家大小姐吧？草民见过大小姐。二位不必行虚礼，葛明在哪里？在屋里。他话音一落，房间里跑出来一大一小2个欢闹的孩子。别跑，我要抓住你们！在孩子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少年，徐大婶将他带过来。凤小姐，他就是葛明。你几岁了？我今年17。凤青鸾心中唏嘘，17比原主大1岁。3年前飞鹰号沉船时，这个孩子才14。夫人，你是夫人，夫人来看小明了。去那边坐下说话。凤青鸾推开葛明，带着他去到院子的一张石桌坐下。葛明是飞鹰号上的船员，是你母亲云氏下面的人。当年飞鹰号沉船之后，你母亲靠这个船员提供的画好的画像，利用生意上的人脉天南地北的寻找，由此才找到了他。他对你相熟，你可以借此问他一些事情。小明，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夫人常来看我，还给我带糖葫芦，我最喜欢夫人了。那你还记得3年前飞鹰号上发生了什么吗？飞鹰号为什么会撞到礁石沉船？说到那件事，葛明的小脸痛苦地皱了起来。不记得，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每次问到他这儿都是这个反应，他不想回忆那段经历。我知道了，我这就带他进去检查。徐大婶，麻烦给我准备一间房。凤琴鸾带着葛民进了房间，让他昏睡，进入空间做脑部检查。谢晋在外面等着。王爷，您身上的伤看起来很严重，王爷可要保重自己。这些时日，葛明有没有出现过别的情况？没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这近1个月来，他晚上有时会梦魇，嘴里一直喊着“萤火虫”3个字。醒来后问他在说什么，他说不记得。萤火虫？萤火虫不是夏天才出现的吗？如今4月，这山里不可能有萤火虫。会不会他梦中的萤火虫是在飞鹰号上看见的？沉船发生在当年11月，你说的萤火虫是夏天出现。江渠噎了一下，挠了挠头，有些尴尬。1个时辰后，凤琴鸾从房间出来。怎么样，有把握治好吗？你们之前找大夫给他治过吗？大夫怎么说？大夫说他后脑因为撞击，脑中留有淤血，导致失忆、智力不长，并时常伴有头痛和抑郁。这我检查出来了，不过在他的脑神经上，我还查出了另一个东西。凤琴鸾拿出一个透明玻璃瓶，里面放着一颗小拇指大小的瘤子。他脑袋里长了一颗肿瘤，我动手术将它取了出来。造成他失忆和头痛的原因不止淤血，更多的是这颗肉瘤每年以一定的速度成长，到现在已有3年之久。3年之久？那是3年前才开始有的？没错，肉瘤他得拿到实验室里仔细研究。凤琴鸾觉得很可能这是3年前沉船案的关键线索。葛明会一直住在这里，你随时可以过来看他。他与凤琴鸾说了葛明提到的萤火虫，这或许是另一个有用的线索。今日这趟没有白来，葛明脑中的淤血7日后我再过来做一次手术，彻底清除，再做些康复训练，看他的记忆能不能恢复。这事说完，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几人在山庄用饭。吃过饭后，凤琴鸾想看山庄周围的情况，江渠推着谢晋带他到周围转着。对了，2块玉面你回去观察了吗？凤琴鸾抿了抿唇，又是这个问题。这男人好像对这2块玉面非常想让他知道是什么意思。胡老实交代吧，第1块玉面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又觉得奇怪形状没啥用，将它给当了。当了？当了2000两。江渠在一旁嘴角直抽，那可是上等的羊脂白玉，那小块少说也值1万两。这凤大小姐不缺钱，怎么2000两就给当了？周围的空气冷凝了下来。凤琴鸾也察觉到了谢晋的愤怒，仰头望天。我不知道玉面是做什么的，你又没说还有第2块。我也在找它，等找到了，我再2块放在一起看看。你去哪个当铺了？天地当铺，当铺的老板卖到了玉珍楼去，玉珍楼的老板说被人买走了。这2块玉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啊？你直接告诉我，即使玉面找不回来也没关系啊，省得猜来猜去这么麻烦。听他越说越随意，谢晋感觉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自己的心窝子。这女人真是一点也没想起他了呀。且先不管那玉面有没有特殊含义，你将本王送你的礼物拿去当了，凤大小姐认为这样做好吗？我会尽快将玉面找回来的。不说这事了，回去吧。他拒绝再聊这个话题。这男人病病歪歪的，万一又将他给气到了，那多不好。江渠，派人下去将玉面找回来，规规矩矩的再次送到凤府去。他一定要让那女人自己想起他，这样他才能对自己的愧疚更浓烈。是，王爷。回到庄子后，凤琴鸾叮嘱了徐大婶照顾葛明的一些注意事项，上马车返回京城。凤琴鸾坐在马车里昏昏欲睡，忽然马车一个趔趄，啊！老张，怎么了？小姐，马车的轮子好像坏了。小姐，马车坏了，咱们怎么回去啊？凤琴鸾看向谢晋的马车，一会儿后，凤琴鸾坐进了谢晋的马车。江渠收了手，唇角勾着笑意。王爷，属下能帮你做的只有这样了。上次你抽了本王的血去研究，对那天眼煞的解毒方法可有进展了？没有进展。本王记得之前你说去过西境，你生过一场大病，在那边让人治好。你调查我？我们达成过协议，对于盟友是何情况，本王调查一下没有问题吧？是没有问题。你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不爽。如果你认为本王调查了你，让你不快，你也可以去调查本王。哦，荣王殿下什么背景，京城的人都知道，我也知道，不用调查。谢晋无语，突然他不想跟这个女人说话了。这时马车停了下来。王爷，百花谷的立姑到了王府，他说本来这次应该是谷主来的，百花谷出了点事，要谷主留着处理，谷主让他来了。凤小姐，待会儿你随本王一同回荣王府。为什么？在你之前，本王的毒都是由百花谷的人治疗，你要研究解药，有些情况可以向他了解。行，那我同你走一趟。傍晚前，2人回到荣王府，
殿下，你回来了。殿下，这位是侯府小姐凤青鸾。原来她就是江渠信中所说的那个服用了奇药七色玄冰花的女人。你好，凤小姐，这位是丽姑，是百花谷谷主的师妹。百花谷乃江湖医药一族，出了很多神医圣手，你们可以交流医药上的话题。凤青鸾点头。荣王殿下，这次我来京城，除了帮师兄给您带来培元丹，还要处理一件重要的事。百花谷用来研制毒药的赤九侯被人带走了，偷盗者重伤而亡。赤九侯逃到了山中，再往京城南面的月山而来。赤九侯的唾液有剧毒，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抓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师兄想请龙王殿下帮忙力捕赤九侯。本王已经不任大理司总长司之职，陛下已经将此权交给太子。赤九侯危害巨大，你可以去找太子。丽姑有些惊讶，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谢晋身上的伤。看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荣王和皇帝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去找太子。本来他这次进京还有第3件事要办，那就是应太子的约来救一个人。至于需要本王的地方，本王也可以施以援助。事关百姓，他也不能坐视不管。有荣王这话我就放心了。对了，江侍卫在信中说，凤大小姐曾用过七色玄冰花，艺术也很高明，不知道凤小姐对于王爷的天隐煞可有效的解毒办法？我听荣王说，他这毒以前是由百花谷谷主在治疗，你们采用的是何方法？能说出来听听吗？凤小姐看起来也不过如此，你是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才来反问我的吧？荣王殿下推崇你，想必你身上也有可取之处，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师兄用的是混元针法，2个月进行1次施针，辅以培元丹，才能压制天隐煞没有毒发。我可以看一下培元丹吗？丽姑看了眼谢晋，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将一个药瓶拿出来，倒出一粒药丸到掌心，展示到凤青鸾面前。凤青鸾拿起培元丹嗅了嗅，此丹药中有2味特别之药，其中一味是烈性药远冬子，此药有毒，辅以子歌调和，两者混用虽能固本培元，对于谢晋的毒来说可压制，同时也伤肺腑，属于以毒攻毒的用法。说起来是在用培元丹辅助施针达到效果，其实是因为培元丹本有不足，因此必须用每2个月进行1次周期施针，将远冬子毒性排出来。我说的对吗，丽姑娘？丽姑脸色微变，这女人竟能将她师兄的用药说出来，跟她想的有点不一样。师兄是这么告诉我的，你没说错。天隐煞乃天下奇毒，无人能解，我师兄能用此方法将其压制已是不易。你说出了针法和药用之间的利弊，想必你对如何拔除天隐煞有了好方法，可否说出来让我见识见识？我暂时没有解毒的办法。丽姑再次吃瘪，姣好的面容上浮现难堪之色。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凤小姐多年前服用过的七色玄冰花，是古医书上记录的唯一能够拔除天隐煞的绝世奇药。阴差阳错被凤小姐用了，凤小姐变成了七色玄冰花药的载体，她的身体或许可以帮荣王殿下解毒。你说我的身体可以替荣王解天隐煞？想让我做什么？那个是我用词不当，不是你的身体，是你体内的血液。七色玄冰花融入了你的身体，你的血或许可以对殿下的毒有效。对呀，属下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丽姑娘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王爷，不如让凤小姐割血入药来试试，如果有效，那王爷就不用再受每日的。他兴奋的话还没说完，被谢晋冰冷的眼神制止住。荣王殿下乃大夏战神，对江山社稷百姓安危乃重中之重，他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是除了皇帝之外高于一切的。凤小姐是心怀大义之人吧？不过是一碗血而已，不会舍不得吧？不行，本王不同意。王爷，这可是目前解毒最有效的办法，万一凤小姐的血能够帮助你呢？你说是一试，若她的血真能解我的毒，岂不是每次都要抽她的血？有不伤两人的办法，他为何要同意这一条？不过是他再忍受一段时间，他迟早会娶到凤青鸾，让他心甘情愿与自己解毒。凤青鸾也很意外，这男人不是想让自己帮他解毒吗？江渠暗暗睨了眼自家主子，他觉得自己好像能猜到王爷的心思。不得不说，王爷对凤小姐真是独树一帜的偏宠。王爷，区一碗血，多用些补品就补回来了，试一下有什么大惊的？况且凤小姐的血真的有用的话，咱们可以提取出来制作成药丸，以备你随时服用，可能效果比培元丹还好。您为什么不同意？本王说不行就是不行，就算凤小姐答应割血给本王，本王也不会同意。凤青鸾心里啧啧，谢晋会不会太自信了点？他觉得自己会答应吗？王爷这般为臣女考虑，臣女心中感激。为了感谢王爷的信任，臣女会尽快研究出解药。好吧，你们双方都不同意，我还能说什么？王爷，这是培元丹，有3粒，我去找太子说关于吃酒侯的事了。凤青鸾在这里也没什么事了，也告辞离开。楚王府，小姐有救了！太子殿下送来了一位神医，已经在来王府的路上，有他在，肯定能治好小姐的毒。你说神医来了？
是啊，下午东宫来人，将殿下请去了东宫。傍晚殿下出来时，身后跟着一位百花谷的丽仙姑。据说这位仙姑对解毒很厉害，她肯定有办法能解小姐身上的山地鼠之毒的。你快帮我更衣，免得让神医看见印象不好。随着两人匆忙准备，谢燕也带着丽姑到了西陵轩。看到凤书瑶的脸，两边脸颊都快被一块黑斑完全包裹，看起来丑陋无比。丽仙姑，这位是本王的树彩侧妃，1个月前中了山地鼠的毒，曾用过药和药膏大有好转，这些日复发了，还请你帮她治疗。白华藏也在一旁示例，将凤书瑶这1月的病情转变详细与他说明。丽姑给凤书瑶诊断后，须臾道：“把之前的药方和药膏拿来我看看。”白华藏将东西交给他，丽姑看了看药方，又闻了闻药膏。仙姑，怎么样？书瑶的毒能解吗？可以，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山地鼠之毒，整个京城都没有人能解呢。我听说那凤家的大小姐医术高明，你们没有请她来看过吗？实不相瞒，仙姑，这份大好的药方和药膏是她开出来的。原来如此。厉小姐有点本事，她再闻了下药膏，察觉到一丝异样。药膏中的一味药虽然能去除黑斑，但用药的量有些多，大大影响药效，无法根治。因为药膏没有了，单凭一个瓶子，她也不能判断更多，也没在这事上纠结。我给她重新开一副内调和外用的药，不出半月，她的毒能够彻底解除，容貌也能恢复。丽姑又看了看后一张药方，这张药方是白华藏和太医们开的，想了想，提醒道：“后面这张药方不能解树侧妃的毒，也不会加重其病情。若照你们所说，她的病在服药的情况下不见好反而加重，我建议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人动了什么手脚。”凤书瑶一听，脸色大变。经仙姑一说，树侧妃的病情是有几日十分严重，黑斑也长得异常迅速，后面这几日情况才有所好转。那这么说，有人想害树侧妃？有人要害我，王爷，书瑶好害怕。不怕，有本王在。来人，将树侧妃用过的所有东西全部检查。直男眼珠一转，假装过意搜到狄曼丽送来西陵轩的那根人参。这人参之前奴婢给小姐用来炖过汤，她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哪来的？是侧妃命人送来的，姐姐见我身子不好，特地送来给我调养身子的。验一下人参。白华藏心中窃喜，拿出银针在人参上一试，银针变黑。王爷你看，有毒，人参有毒，这不会是侧妃想害树侧妃吧？来人，把侧妃叫来西陵轩。楚王，记得明日与我一同进山抓捕赤鹫猴。我先走了。很快有人将狄曼丽请了过来。王爷，您找我？这根人参是你送给舒瑶的？是臣妾送的。妹妹不是一直在吃药调补身子吗？臣妾手里有这东西，便让人送了。白大夫在你送的人参上验出了毒，狄曼丽，你好大的胆子，敢用这种方法毒害舒瑶！王爷，你说什么？人参怎么会有毒？狄曼丽，百花谷的厉仙姑说舒瑶病情加重，是有人在暗中动了手脚。白大夫验出的你送的人参上有毒，你想如何狡辩？狄曼丽惊住，迎春下的9天散是下在凤书瑶熬药的砂锅上的，怎么可能在人参里验出毒来？王爷，空口白牙！你说我下毒害凤书瑶，我下的是什么毒？可有证据？侧妃，草民在人身上检测出来的毒是全名符，此毒无色无味，侧妃故意下在人参上面，是料准了树侧妃会使用人参，想借树侧妃罹患重病，让她悄无声息的死亡。侧妃，你好阴毒的手段！听完白华藏的话，狄曼丽有些没反应过来。什么全民夫？他从来不知道这种毒。就算查到他下毒，那也是9天散，与全民夫有什么关系？白大夫，你这是污蔑！我们家小姐没有这种毒，也不会做这些事。你就是想着侧妃与树侧妃之间有嫌隙，想给我们侧妃泼天大的脏水。请王爷为侧妃做主，还侧妃清白。王爷，我不知道什么全民符，也没在人身上动手脚。这是凤书瑶和他的大夫表哥联合起来欺诈臣妾。不管王爷有多疼爱凤书瑶，也不能任由他随意扣污帽子。要是王府后宅变成了这样，以后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若是王爷不信，那咱们就把这事闹到大理寺去，让官府来断案。当真没有做过此事？臣妾从来没有碰过全民符，也没在人参中下毒。说做了这事，天打雷劈，让臣妾不得好死。王爷，姐姐出身将门，行事雷厉风行，光明坦荡。妾身也不相信姐姐会用下毒这些阴毒的法子来害人。不过，从姐姐嫁入王府那天，便提刀来西陵轩砍杀妹妹，
虽然是一场误会，少不得也让人认为姐姐容不下妹妹。如今又出了下毒的事，因此舒瑶认为还是查清楚的好。既然姐姐说她没有碰过全民符，也没有下过毒，为了证明清白，王爷不妨派人搜查姐姐的香榭院，不是姐姐做的，自然什么都查不出来，这样也能让大家见证，还姐姐清白。你一个小贱妾，凭什么搜本侧妃的院子？本侧妃说没有下毒就是没有下毒。柳琪，带人去将香榭院里里外外给本王搜仔细了。柳琪领命去了，狄曼丽更气了。王爷，凤叔瑶说什么你信什么，一点判断力都没有，你当真要如此侮辱臣妾？他在愤怒辩驳的同时，暗中看向迎春。迎春微点了点头，表示他的毒药全部都处理干净了。狄曼丽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面上还是怒目圆瞪，表示对谢燕的处理方式不满。你不是要本王还你清白吗？本王正是在做这事。这话听起来虽是这样的，狄曼丽还是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一炷香后，柳琪回来了。王爷，在香榭院的小厨房里搜索到一包毒药，是决明符。不仅如此，属下在侧妃的枕头底下还搜到了这个。侍卫手中的托盘里面端着一个扎满了银针，写着凤书瑶名字的人偶。王爷，是验身之术，侧妃竟然趁舒侧妃病倒后背地里对她下诅咒，难怪舒侧妃中毒一直不见好，原来是侧妃不仅下毒，还做了如此阴毒之事，幸好查出来了。王爷，求你为我们家小姐做主。侧妃姐姐，妾身一向敬重你，不想与你起冲突，也一直劝王爷要去姐姐那里多坐坐。你这般痛恨妹妹，要置我于死地，太让妹妹寒心了。你这个毒妇，害本王不够，还要来害舒瑶。验身之术在大夏乃禁术，你连这种东西用在王府后宅，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刘琦，把侧妃关进冷院，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她踏出冷院半步。带走。是，王爷。狄曼丽会武功，柳琪亲自上手去抓她。小姐，别打了，这是在楚王府，是王爷的命令，就算打一架，王爷也不会松口。你冷静点儿，这件事咱们没做过，你不要忤逆王爷，冷静啊！狄曼丽哪里能冷静得了？她会武功，却不是顶好的。过了10几招后，被柳琪和护卫们拿下。谢燕看都没看一眼，柳琪直接将人押走了。翌日，谢燕一早出城，到月山脚下与丽姑会合。丽姑得到消息，说月山脚下的平西村里有猎户在山中见过赤鹫猴。阿灿，这是楚王殿下，你是在哪个山头看到的赤鹫猴？带我们去。草民参见楚王殿下。进山吧。阿灿要爬起来，却一个没撑住摔了下去。你怎么了？草民没事。你是生病了还是被什么咬了？你发现那只猴子的时候，有被它抓伤或者咬伤吗？小姐怎么知道？3日前，草民在山中遇到赤鹫猴时，见他毛色异常，长相怪异，以为是珍稀品种，想活捉他卖个好价钱，甚至在偷袭他的时候，不小心被他的牙齿刮到腿，流了一点血。听他这么一说，丽姑的神情霎时立变，对谢燕道：“楚王殿下，情况有变，请你让人去将平西村的所有村民全部隔离，不准让任何人离开村子。士兵们在隔离的时候，记得遮住口鼻，不要与村民的血液、唾沫或者抓伤接触，村民们很可能感染了大规模传播的疫病，请楚王殿下马上让人去。2队3队，按仙姑说的去做。”丽姑眼底一片凝重。这次他师兄没来京城，就是因为赤鹫猴被人带着逃走的时候咬伤了百花谷的人。赤鹫猴的唾液中含有一种具有传播性的剧毒，一旦有人被咬，其他人与病患接触也容易被感染。正当丽姑想让猎户躺下给他查看时，原本还跪着的阿灿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仙姑，救我！他已经喷出了血，丽姑什么防护都没有，不敢碰他。阿灿在倒地吐血之后抽搐了没多久，瞪着眼睛气绝身亡。他死了。丽姑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拿出手帕检查了阿灿的胳膊，死了。楚王殿下，事不宜迟，请你通知让京城派几个大夫过来，我们进山追捕赤鹫猴。他给了谢燕一粒防毒丹，让他服下。两人带了一支军队进入月山。凤青鸾将从葛明的脑中取出来的毒瘤带回侯府后，当天晚上进了医疗室着手研究。他一整晚都在医疗室做实验。他发现这颗毒瘤并不是什么寻常的毒素积累造成的，里面有一种不明毒素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和神智。这种未知毒素不知道叫什么，凤青鸾暂时命名为藤精素。第二天，凤青鸾从实验室里出来。昨晚后半夜，他给谢晋的天隐煞配置出了第1粒解药，准备吃了午饭去荣王府让他服用试试效果。
正准备出门，薛子墨带着江渠从门外走进来，两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凤小姐，王爷在外面等你。宁乡村那边传来消息，说丽姑在搜寻的赤鹫猴为躲避追捕，从月山逃往了牛福山。宁乡村背后的那座山就是牛福山，那猴子还惹出了不小的疫病，已有人感染身亡。王爷要过去看看情况，让你也一同前去。什么？那猴子这么厉害，可明还在宁乡村呢？他快速来到门前，看到谢晋的马车，顾不得其他，抬脚上去，两人往城外的宁乡村赶去。路上，凤青鸾向谢晋打听了些情况，得知太子将追捕赤鹫猴的事情交给了谢燕来办。自从太子接管了大理寺总长司之后，夏明帝为了也能历练谢燕，单独设立了副长司，让两人协同处理各类案件。谢燕与丽姑追着赤鹫猴进了月山，赤鹫猴正往牛福山逃跑而来。徐大叔有打猎的习惯，葛民住在这里也不是每天都困在院子里，偶尔徐大叔进山也会带上他。譬如今日，徐大叔进伏牛山带着葛民一起去的。谢晋安排的守在暗中保护葛民的人，得知赤鹫猴往这边来了的消息后，传信回京城向谢晋禀报。1个时辰后，马车到了宁乡村。徐大叔进山多久了？吃过午饭就进山了，通常情况下会在傍晚时分回来。凤小姐，发生什么事了吗？找葛民有点事，他们往哪个方向进山呢？从房屋左边的小路上去的。深山有猛兽，他不会进到很深，还带着小明，应该只在山谷口周围转悠。多谢大娘。葛民是被暗中安置在这里的，不宜让太多的人知道。凤青鸾这次过来带了薛子墨，谢晋也只带了江渠。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徐大叔和葛民，如果遇到赤鹫猴，能活捉就活捉，不要被他划伤咬伤。除了这2点，还要谨防着其他人。凤青鸾，别忘了赤鹫猴为什么会逃出百花谷。他提的一查，凤青鸾还真的差点忘了。有人想带走赤鹫猴，丽姑知道猴子往这边来了，想要他的人很可能也追踪了过来。我知道了。3人进山之后，顺着徐大娘说的向山谷口前进。他们在寻找徐大叔和葛民的时候，两人在山中打到了猎物，正准备回去。徐大叔今天好厉害，猎到了山鸡野兔，还有一只小野猪，晚上婶子可以做好多好吃的了。哈哈哈哈！以往我一个人进山，哪里遇到这么多猎物？是小明带来的好运呢。两人走在林中，忽然旁边的草丛中传来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的穿过。徐大叔停住脚步，让葛民别出声。他紧盯着右前方的草丛，看到不远处坐着一抹红色的小身影。走近一看，是一只通体赤色的猴子。徐大叔眼睛一亮，他从未见过这种品种的猴子，想更靠近去看看。谁知赤鹫猴听到背后的动静，回头看来，毫无征兆的呲着牙朝徐大叔的面门扑了过去。哦，徐大叔！葛民被吓到，抓起手中的兔子朝赤鹫猴砸去。赤鹫猴被吓跑，落到地上，飞快窜进草丛逃走了。徐大叔，你怎么样？赤鹫猴爪子锋利，这挠几下，徐大叔的袖子破了，2条手臂出现4、5道血痕。没事没事，一点小伤罢了，上点药就好。那什么猴子啊，太凶狠残暴了。徐大叔，我们快回去吧，你这伤口还没止血。徐大叔看了下，用衣袖裹了裹，两人抱着猎物下山。往那边去了，快追！谢燕和丽姑带着人一直在追赤鹫猴，见他窜来了这边的树丛，从另一个方向也追了上来。你们去那边左右包抄，右边再追2个人，注意别让他往脚下的草丛窜。弓箭手准备，他跳到树上去放箭，别杀他，射伤即可。赤鹫猴吱哇叫着，惊恐地看着这些要来抓他的人。凤青鸾找人而来，听到林中传来猴子的叫声，跑过来，就看到谢燕带领的侍卫们将赤鹫猴围困在了一块空地中间。谢燕也看到了凤青鸾，有些诧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凤青鸾往在场的人扫了一圈，没看见徐大叔和葛明，松了口气。那2人应该没遇到赤鹫猴吧？赤鹫猴危害大，既然撞见了，凤青鸾左右点了下，薛子墨和江渠一左一右也朝赤鹫猴围了上去。谢燕见他这么大一个人在这里，凤青鸾一个眼神也没给他，心口噎了噎，做了个动手的手势，让所有人朝赤鹫猴逼近。赤鹫猴受到惊吓，吱吱叫着，见凤青鸾那边人少，飞快朝他窜了过去。凤青鸾察觉出他的目的，在他朝一旁转弯过去时，袖中提前准备好麻醉针，迎面朝他冲去。危险！凤青鸾，你疯了！他下意识扔出手中的剑，朝赤鹫猴射去。不准杀他！丽姑见状，迅速抛出暗器打向谢燕的剑，剑被打落，掉到地上。在剑的旁边，赤鹫猴也从天而落，下砸在地上，吱吱怪叫着，被绳网网住了。谢燕和丽姑赶来凤青鸾这边，丽姑看到赤鹫猴挣扎了2下没动了，惊问道：“你将他打杀了？”“没有，暂时将他麻醉。”“那就好，
带走时也不怕他伤人了。你来这里做什么？赤鹫侯在平西村要伤人，整个平西村都被封锁了，他很危险。我知道，所以我才出现在这里。凤青鸾道了告辞，带人离开。谢燕被他一堵，这女人还是一贯的对他没礼貌。楚王殿下，你看起来和凤小姐很熟，你们认识？不说这些了，赤鹫侯已抓到，接下来做什么？先关起来，当务之急是解决平西村的疫病。一群人准备回去，就在这时，无数黑衣人从他们的身后杀出来。很快，有侍卫中招，响起惨叫。是他们来抢赤鹫侯的人。楚王，这些人居心不良，赤鹫侯不能落到他们手上。随着丽姑的说话，黑衣人们杀了过来。对方来的都是好手，谢燕带来的侍卫们不堪一击。柳琪，将猴子带走。柳琪飞冲过去，抓起网带甩在背上，冲出黑衣人包围，往山下而去。凤青鸾和薛子墨、江渠三人还未走出多远，听到身后传来刀尖相接的铿锵声，回头看来，一波高手正在与谢燕和丽姑交手。王爷说的没错，当真有人来劫赤鹫侯。小姐，你小心！凤青鸾调出狼牙棍，也冲了过去。你回来做什么？这里有我们！这是我的事，要你管。有了他们的加入，黑衣人被拦下大半，仍有几个朝柳琪追了过去。其中一人趁柳琪与同伴交手时，趁其不备，扔出暗器，割断了网住赤鹫侯的绳索。赤鹫侯掉到地上，两个黑衣人阻止柳琪去捡，另外两人朝赤鹫侯飞掠过去。凤青鸾看见，袖中射出银针打向黑衣人，黑衣人躲避，凤青鸾快速来到赤鹫侯前，就要去抓，一柄长剑从他头顶砍下来。凤青鸾！谢燕一个闪身出现在凤青鸾身前，横剑挡下了黑衣人的剑。凤青鸾拎起赤鹫侯滚到一边，看向谢燕与那黑衣人：“你拖住他！”凤青鸾提起赤鹫侯的一只腿，扛在肩上就跑。黑衣人想来拦截，每每被谢燕挡下。对方见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手指放进口中，吹了个口哨。树丛人影晃动，4个黑衣人施展轻功，朝凤青鸾追了上去，拦住了凤青鸾的去路。凤青鸾一手要护着赤鹫侯，一手又要与黑衣人作战，分身乏术。薛子墨和江渠、丽姑各自被黑衣人缠住，柳琪在帮谢燕，一时间没人来帮他。凤青鸾好不容易解决3个，还剩最后一人时，一道黑影骤然闪现在他身后，一滴血落到了凤青鸾的手背上。他抬头看去，关键时刻谢燕追上来帮他挡了这一剑。为了这死猴子，你拿身体去挡，不要命了！心下升起疑惑，刚才那黑衣人明明可以一剑割断他的喉咙，却在关键时刻剑身偏颇，砍到他的肩膀上。对方是知道他的身份，手下留情还是什么？是你拿命来挡的，受伤的是你。不是为了你，我会受伤。凤青鸾懒得与他斗嘴，再次带着赤鹫侯往山下跑。渐渐的，没有人追上来。凤青鸾看到前方出现2个人影，定睛一看，是徐大叔和葛明。小姐，你怎么也来了山里？看到他背上吊着的赤鹫侯，葛明小脸一惊。小姐，你猎到这只猴好了，它可凶可凶了，小心别被它咬伤。不愧是凤小姐，这猴子又凶又暴躁。我和小明不久之前也遇到了，想抓他，还被他挠伤了。哎，他怎么没动了？凤小姐将他们猎杀了吗？你被猴子弄伤了？伤到哪儿了？被抓到了手臂，不是很严重。他撩起袖子给凤青鸾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本只是轻微的抓伤，伤口变大了。不仅如此，之前还流出鲜红的血，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黑色的血，看起来像中毒了一样。这怎么会这样？猴子爪子有毒吗？徐大叔，你放轻松，越紧张越加速毒素蔓延，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下山。徐大叔身形轻微晃了一下，提着的山鸡野兔也都掉到了地上。中毒了，真的中毒了。大叔别担心，小姐会医术，她会救你的。小明，你袖子上的血是怎么来的？也被抓伤了？不是，这是徐大叔的血。凤青鸾倒吸了口冷气，葛明或许被感染了。先走，其他的回去再说。然而来不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黑衣人追了上来，5个黑衣人呈包围之势，将3人堵在了路上。把赤鹫侯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走。小姐，他们是来杀我们的吗？想要猴子没门儿！凤青鸾将猴子放到徐大叔的手上，低声道：“徐大叔，待会打起来，你带着小明和猴子往山下的方向跑。”凤小姐，我知道了。小明，凤小姐的话你听到了，待会儿跟紧我。为首的黑衣人见凤青鸾不愿交易，持剑冲了过来。凤青鸾调出狼牙棍迎击，同时袖中抛出银针。前方的2个黑衣人见状，霎时往旁边闪开。快走！徐大叔抱紧猴子，拽了一把葛明，拉着他往被凤青鸾强行打开的缺口冲去，用了他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拼命往山下跑。
为首的那名黑衣人朝另外几人投去眼神，让其余3人全力围攻凤青鸾。他拔腿朝逃跑的2人追去，凤青鸾跨步去追，2柄长剑唰的拦在他的面前。凤青鸾往后一扬，狼牙棍刹那间收进空间，素手一挥，手中无数根银针从掌心飞出。他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几名黑衣人措手不及，电光火石之间，胸前一痛，银针扎进了他们胸膛和腿上。黑衣人吃痛往后退去，见凤青鸾朝老大追去，一咬牙站起来，也朝凤青鸾追了过去。徐大叔和葛明跑得再快，也没轻功快。黑衣人追着2人，手中的长剑对准徐大叔的后心飞快地掷出。跑在他后面的葛明感应到有危险，回头看去，见到一柄飞剑就要擦过他，稳稳刺进前面的徐大叔后心。葛明身体反应比脑子快，千钧一发之际，猝然抬手握住了剑身，剑身上带出的劲风和惯性拽着葛明一起向前飞去。葛明被重重的从后面砸飞到徐大叔前面，滚落几圈后落在地上。葛明吐出一口血来。葛明，你能接住我的剑？他那一柄破空之剑，若是插进了那个中年男人的后心，定能将他冲击出去，狠狠扎进地面。可这个看起来不大的男孩，竟然徒手将剑接下了。我不知道，我看见他过来了，就把他接住了。帮我们的人很快就来了，猴子不可能给你，只剩你一个人了。我劝你识相点，不要猴子要命，快走吧。不要猴子要命，这句话是对你自己说的吧？他走到葛明摔倒的地方，捡起地上的剑，再次指向了2人。赤鹫猴不是你们该碰的，把它放下。这是凤小姐的东西，我不可能给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去见阎王吧。忽然间听到身后有暗器飞来，黑衣人侧身一避，回头看到凤青鸾从后面追了上来。哼，又是你！黑衣人眼中闪过狠辣，调转方向直朝凤青鸾杀了过去。你是什么人？哼，不是你能招惹的人。利剑击打在凤青鸾的狼牙棍上，厚重的力道将凤青鸾的狼牙棍震得脱手出去，剑面直朝他的脖子飞速挥来。一阵风荡开，凤青鸾视线模糊，等他视线再聚焦时，发现自己已被抛出了战斗之外。一道玄色的身影与黑衣人激烈交战，刀光剑影一袂翻飞。凤青鸾惊骇地盯着出手救下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谢晋。凤青鸾手心捏了一把冷汗，这人手脚还有伤，就这么冲了出来，也太乱来了。他们在那边！黑衣人见这几人过来，说明他带来的人全军覆没，阴毒地盯了谢晋一眼，袖中扔出一颗雷爆弹，砸向地面，飞沙走石时，快速窜进了旁边的树丛，施展轻功逃走了。你受伤了吗？没心伤，就伤痛。你扶着我点儿。知道会痛还乱来。八皇叔，你有伤在身，为何来这里了？我要是不来，那猴子就被黑衣人抢走了。你们这群人一个个武功看起来都不错，被一群无名之辈缠得脱不出身，让2个普通的百姓带着猴子逃命，一个个的真厉害呀！除了徐大叔和葛明，其他人都感觉有被内涵到。谢晋这句话无疑将他们所有人都给骂了。不管怎么说，总算赤鹫猴没有被夺走。徐大叔被猴子抓伤了，我看那伤口很不对劲儿。你们说平西村有人被咬伤出现疫病，关于赤鹫猴身上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厉仙姑，待会儿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下山。性命攸关，关于赤鹫猴的所有信息，我将都不有任何隐瞒的向你们坦白。将渠背起谢晋，徐大叔抱着赤鹫猴，一行人往山下走去。你与八皇叔的姿势会不会太暧昧了？凤青鸾，你懂不懂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他就算负伤，你也不应该那般搀扶着他，与身份不合，你知道吗？合不合关你什么事？我是在教你与男人保持距离。我们合离了才多久，你就与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哼！合离的第2天，你迎娶别的女人进府，这就成体统了？若不是谢晋及时救我，我的命都没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伤患，我作为大夫扶他一下怎么了？我在临终为救你受伤，为什么你不扶我，还跑得那么快？因为我不想扶你，为什么不跑？凤青鸾，别以为我不知道，在合离之前，你与八皇叔没了言去暗通举款，你们早就情投意合了吧？我早应该猜到你是为了他才与本王合离，才处处看本王不顺眼的，你说是不是？你敢承认吗？凤青鸾停下脚步，觉得谢燕真是无理取闹。对于一个如此幻想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凤青鸾想到了那句气死人不偿命的万能回复。你要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楚王殿下，
请你搞明白一点，我如今是自由之身，想与哪个男人走得亲近就走得亲近，想扶哪个男人就扶哪个男人，这是我的自由，关你一点屁事都没有。你有空来我这里讨嫌，还不如管好自己的后宅，免得哪天头顶当真长出了青青绿草，那时候你就一刀一刀去割草吧。凤青鸾哼了一声，看到谢烨那张脸气得又青又白，跟开染房似的，双手叉腰，解气地往前走了。凤青鸾，你……谢烨气得嘴唇颤抖，指着凤青鸾的背影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楚王殿下，你说你去管一个与你毫无关系的我们家小姐做什么？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气受吗？还没见过上赶着找人对的，脑子进水了吧？听着他那看似自言自语，实则是说给他听的薛子墨的话，谢烨差点气得七窍生烟，握紧了拳头想打人。王爷，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吃酒后的事情不简单，我们带来的人全被黑衣人杀了，这件事是否要向太子禀报？凤青鸾说抱着猴子的中年男人被抓伤了，平西村的那名猎户被咬死了，封锁了整个村，那他们这里的人岂不是都被感染了？他这么一说，谢烨也终于从愤怒中拉回了神智。飞哥传书回京城，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谢恒，让他派人来处理。是，殿下。一行人回到宁乡村，出去了几人，回来了一群人。徐大叔还受了伤，徐大娘和媳妇陈红都大惊失色，快步朝凤青鸾等人走来。不要过来，徐大叔的伤很有可能会传染。徐大娘，你将孩子们带远一些。凤小姐，大孩怎么受的伤？可以治好吗？前期有的治，我会尽量救他们的。你们单独安排2间房间出来，将徐大叔和葛明分开隔离，除了每日3餐，任何人不能靠近。徐大娘去安排了。丽姑拿出一个药瓶，倒出里面的药丸。这有3粒阳还丹，荣王、凤小姐，你们2位先服下，剩下还有1粒需要一个跑腿的。你们几位侍卫谁来服用？我来。被吃酒后咬伤或抓伤会感染离毒，此毒通过血液、唾液接触传染。我给你们吃的是阳还丹，此丹药是百花谷专门研究的，前期可以抑制离毒的药丸，中后期的离毒的病症，百花谷暂时没有出现。平西村有了1位，已经死亡。我去检查徐大叔的抓伤情况，凤小姐，你帮忙处理一下其余的伤患。他们都是皮外伤，对于离毒，我要了解并跟进。平西村不是还有病患吗？这里只有你我2个大夫，你不将所有的情况告诉我，等你去了那边，这边怎么办？你难道不怕近距离接触被徐大海感染吗？百花谷有前期的治疗方案，有什么怕的？说不定我能比百花谷先研制出解药。行，你跟我进来。2人一起进了徐大叔的房间。徐大海的手臂被抓伤的地方出现了黑色的网状毒素，朝着伤口的4周蔓延。凤青鸾在检查的时候刻意翻开伤口看了看，徐大叔仿佛没有察觉到痛处一般，没有反应。丽姑从随行的包里拿出1包药材，研磨成粉。被吃酒后抓伤的部位，刚开始会出现如针扎般的疼痛，当血液变黑时会失去痛觉，呈局部麻痹。1个时辰后会伴头晕、发热、四肢无力等症状。若没有第一时间服用压制毒素，1天后患者会心慌气短、持续高热，并伴有视线模糊、头脑不清。至于到了中后期，毒素入侵大脑，患者口吐鲜血、七窍流血而亡。离毒最后攻击的应该是人的大脑。他将碾好的草药敷到徐大叔的伤口上包扎，拿了避毒丹让他服下。避毒丹是百花谷炼制的能解大部分毒的丹药，除罕见奇毒外，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离毒患者服药之后病情会加重或延缓，1天之后便会知晓。他在说这些的时候，凤青鸾给徐大叔做了些检查，抽取了他的一管静脉血。这是什么？凤青鸾解释了下，丽姑的好奇更深了。百花谷乃江湖第一医药门派，什么样的医用工具没见过？唯独你这个很新奇，你准备将他的血抽出来做什么？自有用处。丽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每个医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救人方法，凤青鸾应该也有。他给徐大叔交代了注意事项，和凤青鸾出了房门。堂屋，谢晋、谢燕全都坐在这里。刚才打了一架，手腕痛，腿也痛。凤小姐，你帮本王瞧瞧。凤青鸾没有多想，他走过去，丽姑先一步来到谢晋面前。荣王，我帮你看。凤小姐，八皇叔有人照顾了，麻烦请你帮本王处理一下肩上的剑伤。凤青鸾还没说话，谢晋先道：本王的手伤腿伤自摔伤时一直都是凤小姐在医治。楚王，你那点皮肉伤也需要当个本王的专职大夫先去给你处理伤口吗？谢燕沉默，谢晋还真会用身份给他施压。丽姑，你去给他瞧，本王这里有凤小姐就行了。丽姑无语，他什么都还没做，直接被荣王给使唤走了。丽姑没好气地瞪了眼谢燕，不情不愿地走过去给他处理伤口。谢燕心里也不爽，她也不满意好吧？丽姑瞪她做什么？
瞧这三人你来我往，凤青鸾憋笑，他好像嗅到了空气中无声的硝烟，走过去给谢晋查看伤口。丽姑先给谢燕处理剑伤，将所有人的伤都包扎处理了之后，丽姑道：关于今天发生的，我想你们都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困在了这里，也算参与其中了。你们是该知道有关赤鹫侯的相关情况，以及来争夺他的黑衣人。凤青鸾洗了手，坐到长凳上，等着他说。赤鹫侯是4年前师傅游历山川带回百花谷的。师傅说赤鹫侯是稀世珍宝，不管是做药学还是做毒理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于是将赤鹫侯带回来后，师傅让师叔、师兄和我共同研究赤鹫侯的毛发、心脏、唾液，甚至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用药或者用毒。有了它之后，百花谷制作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真药，连江湖上最负盛名的避毒丹以及治疗癫痫哮喘的药物都是从赤鹫侯身上提炼出来的。所以即使它的唾液和爪子有毒，我们也不能杀了它。这只赤鹫侯是百花谷仅剩的唯一一只了。避毒丹居然是从赤鹫侯身上得来的，避毒丹千金难求，有钱都买不到的一粒万能解药，除了罕见奇毒不能解，能解大部分的毒。是这样的，没错，赤鹫侯全身是宝，能为百花谷所用，自然也会被其他人惦记上。当年得到赤鹫侯后，百花谷里有人走漏风声，引得一群黑衣人来抢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查出背后的主人是谁，只知道这群人不仅抢走了一只赤鹫侯，连其他地方出现了珍贵的天地财宝，不管是能救人或杀人的都在抢夺。这几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怪事，师傅猜测有可能是由赤鹫侯引起的。他老人家也在3年前被对方来偷盗赤鹫侯时遭到暗害，后来由我师兄接管了百花谷。凤青鸾看向角落里还被麻醉昏迷的赤鹫侯，这东西亦正亦邪，在正派手中能救人，在邪派手中可能会拿去作恶。你说有你师父、师兄，还有一个师叔在研究，你那位师叔如今去哪儿了？他失踪了，也是在3年前，在我师父去世后不久的某一天，突然消失了。黑衣人3年去百花谷抢走了一只赤鹫侯，3年后又来，他们手中的那只赤鹫侯呢？不知道。赤鹫侯药用和毒用价值都很高，要制作某些东西需要杀其取血，会取心脏、脾肺。师傅带回来3只赤鹫侯，第一只意外死亡后，师傅对其解剖才知道这些。黑衣人抢走的第2只赤鹫侯，或许被他们榨干了所有的价值，才来争夺第3只。凤青鸾走向还在麻醉的赤鹫侯，问丽姑道：我可以借它研究一下吗？可以。这里什么工具都没有。丽姑想着凤青鸾可能只是看看新奇，这个想法刚一冒出，就见凤青鸾提起赤鹫侯，带他进了房间。丽姑不能在这边久留，平西村的村民还在等他。谢燕作为追捕赤鹫侯的主要负责人，虽然猴子捉到了，但又挑起了另外的事，他也必须跟着丽姑一同过去。凤青鸾将赤鹫侯带进房间后，送进了医疗室，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凤青鸾才从房间里出来，神情凝重地去找谢晋。出什么事了？你还记得白天丽姑说过，黑衣人将赤鹫侯带走之后的3年里，其他地方曾发生过怪异的事，不能确定是不是由赤鹫侯引起的，是吗？是。我可以明确其中一件，那就是3年前我父亲乘坐的飞鹰号上面遭遇过由赤鹫侯的毒液所引起的情况。详细说来。昨天晚上，我从葛迷脑中取出的肉瘤上发现了一种可以影响人的神经，让其精神混乱的藤金素。在赤鹫侯的毒液中，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藤金素。虽然量很小，但若大量提取剧毒唾液，也可以提炼出足够让人大规模发狂发疯的藤金素。你的意思，飞鹰号沉船事件背后很可能是由今天这批黑衣人的背后之人做的？是，也不排除是百花谷的人。3年前在研究赤鹫侯的，除了抢走了其中一只的黑衣人，百花谷的人也在研究。黑衣人在江湖上抢夺各方奇珍异宝，一般情况下，其背后之人大概也是江湖人士。飞鹰号是以护国侯为代表的打击水匪的朝廷官员，这2者之间有了关联，不排除黑衣人幕后主使有可能是朝廷中人。至于百花谷，我暂时不相信是他们做的。倘若朝廷出现了1号这样的人物，利用江湖势力杀害对手，那这背后之人的水会有多深？百花谷是江湖医药大派，他们查了3年都没有查到有关黑衣人的线索，对方的势力可想而知，强大到可怕。谢晋摩挲着指尖，2人各自思索着，没再说话。忽然，凤青鸾想起一件事。对了，今天与你交手的黑衣人，你有发现他有什么熟悉之处吗？你觉得他的打斗风格像魁佑？暴烈凶狠，与他交手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魁佑。武功路数很是相似，但是他不一定是克伦国的人。大海，你怎么了？凤小姐，你快来看看他呀！凤青鸾听出是徐大娘的哭喊，当即往她的房间走。这时，薛子墨也急色匆匆地走过来，面色凝重。小姐，革命出事了。凤青鸾先去看了徐大叔的情况。凤青鸾检查了徐大叔的情况，发现他体内的离毒正在发作，之前丽姑给他服下的避毒丹不起作用了。
凤青鸾将窗帘拉上，给徐大海打了一支镇定剂，将他带入了空间医疗室。半个时辰后，凤青鸾从房间出来，徐大娘迎了上来。凤小姐，大海怎么样了？暂时稳定住了，但需要尽快拿出解药。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徐大海的感染情况挺严重，丽姑说服用了避毒丹后，因个人体质不同会加重或减轻，徐大海是后者。徐大娘一听，身子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陈姐，你感染风寒了？好像没有，就是喉咙有些瘙痒。凤青鸾没再说什么，又去了葛明的房间。葛明也出现了发热无力的情况。小姐，我会死吗？我不会让你死。是因为你要治好我的失忆，让我想起3年前沉船上的事情吗？所以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的父母应该也还在寻你，你对他们也很重要。无论用什么办法，我都会治好你。陈姐说曾听你半夜梦呓重复萤火虫3个字，对此你能想起什么？对不起，小姐，我记不起来了。没关系，你会想起来的。从房间出来后，凤青鸾单独去了一个房间，给身上全面消毒，这才来到院子里见谢晋等人。他们情况如何？不容乐观。他这才注意到宁乡村入口处燃烧着几排火把，外面好像还搭起了简易帐篷。那些是什么人？楚王临走前飞鸽传信回京城，向太子禀报了宁乡村和平西村的情况。外面那些是太子派来隔离宁乡村的，还带了2名大夫和药材，他们在准备，应该快进来了。太子也来了吗？太子乃当朝储君，金贵之躯，他不会亲临病区。来的是大理寺的裴元璋，现在宁乡村只准进不准出。薛子墨的话一落下，2名大夫带着大包小包的药材和一支由10人组成的精锐小队，在裴元璋的带领下来到了徐大海的院门前。属下参见荣王殿下。派2个人在院门守着，不准村里其他人来踹门。2名大夫协助凤小姐照顾病患。是，殿下。凤青鸾看了一眼谢晋，有他在这里，隔离的事情不用自己担心，交代了一句，进入医疗室研究解药。翌日，楚王府。今日谢银从皇宫出来，他得知楚王带了人去京城外的平西村，说是那边出现了传染病。他和如妃都很担心，特来王府问狄曼丽情况。侧妃去哪儿了？本公主怎么没看见她？常嬷嬷低垂着头，支支吾吾不敢回答。问你话呢，磨磨蹭蹭的，快说。回公主殿下，前几日王爷查出来侧妃给庶侧妃的药中下毒，害她病倒。王爷一怒之下，将侧妃打发去了冷院。什么？曼丽那么快就对凤书瑶出手了，心中不免骂她糊涂，怎么不小心被查出来了？冷院在哪里？带本公主去。小姐，你冷静点，小心瓷片扎了手，不要碰它们。滚开！你们要害我，在饭菜里下毒！我要见楚王，我要杀了凤书瑶！快让我见楚王！狄曼丽大喊大叫，谢莹快步进去。朝阳公主，殿下有令，不准任何人探望侧妃。你们没听见里面出事了吗？给本公主让开！公主殿下，这是王爷的命令，请恕属下们不能让开。王爷说，不管侧妃如何发疯发狂，不涉及性命安全，都不用管她。谢莹听不下去了，她没想到皇兄这么狠，就算曼丽下毒害凤书瑶，她也不该像关疯子一样关着她。谢莹抽出其中一个侍卫手中的佩剑，指着2人。本公主最后再说一遍，让开！我是奉母妃的命令来看曼丽的，皇兄回来了，我自会向他交代。你们若守在这里不肯让，本公主杀了你们！朝阳公主，你终于来了，快救救我们家小姐吧！公主救我，救我呀！她眼眶一红，拿着剑就冲了进去。几日不见，狄曼丽像变了一个人，哪里还有以前将门虎女的桀骜肆意？公主，凤书瑶要杀我，她在我的饭菜里下毒，他们想毒死我，你带我出去，救我出去！曼丽别怕，我带你走。碧清，去叫大夫来。公主殿下，请不要为难属下。谢莹一剑刺进侍卫的肩膀。这样你们可以交差了吗？2名侍卫对视了一眼，背上的侍卫没再说话了。朝阳公主为了强行带走狄侧妃，捅伤侍卫，就算王爷怪起来，他们也没办法。就这样，谢莹将狄曼丽带回了香榭院，碧清请来大夫帮狄曼丽医治。谢莹让迎春将狄曼丽下毒害凤书瑶的事给她汇报。公主殿下，小姐虽是下了毒，却不是在人事上面的，更没有行验生之术诅咒凤书瑶，都是凤书瑶和她那个大夫表哥子虚乌有弄出来的。殿下偏宠凤书瑶，将侧妃打入冷院后，侧妃每日的吃食连府里低等的下人都不如，都是些剩菜剩饭。小姐曾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小姐心里气不过，于是每日胡思乱想，睡不着，
渐渐的情绪就有些不稳定了。他经常大吼大叫，甚至伤害自己。奴婢从没见过小姐这样，十分害怕。要不是公主今日前来，恐怕小姐和奴婢死在那冷院都没人知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曼丽竟在王府受了这样的苦，皇兄是不会这么对曼丽的。他只是将曼丽关着让她冷静。至于其他的虐待吃食，肯定是凤书瑶那个小贱人吩咐下人做的。他想趁王兄不在府上暗暗害死曼丽，本公主一定会为曼丽报仇的。曼丽说有人在饭菜里面下毒是怎么回事？那些饭菜奴婢也吃过，没有毒。奴婢也不知道小姐为何会这样说，她可能是担心凤书瑶会在此期间害她吧。大夫给狄曼丽看诊完，谢莹问：“她怎么样？”回公主殿下，侧妃受了刺激，怒急攻心，导致的阴虚上火，心情郁结。草民开些安神的药帮她调理，时刻保持心情愉悦，能够安心入眠，1-2个月就可以养好。行，你跟我来。曼丽怀疑有人在她的饭食里下毒，谢莹让迎春和碧清照顾狄曼丽，带着大夫去了冷院，检查被狄曼丽打翻到地上的饭食。去看下饭菜里面有没有人动过手脚。大夫蹲到地上，对着菜汤仔细查看，嗅了嗅后，又拿出银针试验。片刻后，大夫道：“公主殿下，菜里有些奇怪，是被人下毒了吗？”“不是，草民检查出菜里面有金蕨的成分。金蕨是一种可以让人精神亢奋的植物，长期服用会让人难以入睡，不出7天，精神就会出现问题，逐渐变得暴躁、疯癫。侧妃应该连续吃了它，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难怪曼丽说有人下毒害她，原来如此，有人在她的饭菜里面下毒，想要把她逼疯。凤书瑶那个毒妇，此事一定是她做的。此时西凌轩，朝阳公主去冷院看狄曼丽的事，凤书瑶也得到了消息。你下的药很谨慎吧？不会被人发现吧？凤书瑶往脸上施着粉黛。丽仙姑不愧是太子殿下请来的神医，吃了她的药后，她脸上的黑斑逐渐淡化，涂上一层薄薄的脂粉，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她的身体也在好转，太子殿下又救了她一命。表妹放心，精绝不是毒药，被人发现用银针也试探不出来，他只会将狄曼丽逼得脾气一直暴躁，王爷就会越发讨厌他，让他关在那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将他彻底逼疯自杀，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好，等除掉了狄曼丽，我一定会在太子殿下面前替你好好美颜，让殿下给你大大的嘉奖。那就多谢表妹了。公主殿下，淑侧妃在房间里。滚开！凤书瑶看到他来，扭着纤纤细腰走到了谢莹面前。妾身参见公主殿下。谢莹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你知道本公主来找你做什么的吗？公主殿下，不知妾身做了什么事惹公主生气，一进来就动手打人。做了什么？你这个贱人！我好好的曼丽被你们陷害关到冷院，还差点将她害死。你这个歹毒的女人，看本公主今日不打死你！公主殿下，淑侧妃是楚王爱妾，你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她，等楚王殿下回来了，你如何向他交代？官府查案尚且讲究证据，才能对罪犯行刑。公主殿下什么都不查，什么也不问，进来就打人，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本公主还有更过分的呢！他一耳光挥到白华藏脸上，将他挥开，脑海忽然闪过什么。哼，你说我打了皇兄的爱妾，你倒提醒了我，我是得先向皇兄说明，他在郊外的村子里处理会传人的疫病，我这就带凤书瑶小贱蹄子去村里找皇兄，让他来断你。公主殿下，我还病着不能去，就算王爷在府上，他也不会让我去的。你敢陷害曼丽，就是与本公主作对。你母亲潘玉莲还在大理寺的牢房中服牢1把，你要是不去，阴暗的牢房每天死1-2个罪犯，可是稀疏平常的事。听到他的威胁，凤书瑶感觉人都要差点晕过去，还想求饶，谢银不给他机会，拽着他的衣领拖出了楚王府，押上了马车往京城外而去。谢银押着凤书瑶上了马车，先去了平西村。楚王殿下在村里吗？这里病情如何？回公主殿下，楚王在的，现在村子严格封锁，有2位重症患者死亡，5人感染，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丽生姑正在想办法研究解药。这疫病听起来有些吓人，楚王在里面，谢银不禁有些担心皇兄的安危。丽仙姑是谁？回公主，丽生姑是百花国的神医。有神医在，谢银稍微放心。除了平西村，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感染疫病吗？他听说昨天太子派了一批人出城支援，这里看着侍卫不多。在那边的牛夫山脚下有个叫宁乡村的地方，楚王殿下和丽山姑是在那边抓捕的持久猴，那个村子也被感染了，由荣王殿下和凤小姐控制那边。你说的凤小姐是凤青鸾吗？
是的，公主。谢隐眼珠一转，行了，本公主知道了，你去告诉楚王殿下，让他保重身体，不要让本公主和母妃担心。他重新坐回马车，对车夫道：“掉头去宁乡村。”凤书瑶猜到他要做什么，脸色变了变，说道：“公主殿下这般对我，不怕楚王殿下知道了对你生气吗？”你担心皇兄的安危，特来意去探望他。皇兄知道了赶动还来不及，怎么会对我生气？我告诉你，待会儿下了马车，你自己进村去找凤青鸾。要是敢让本公主知道你去皇兄面前告状说是本公主逼你去的，知道你母亲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吧？谢隐沾沾自喜。凤青鸾痛恨凤书瑶，如果凤书瑶感染疫病，他不一定会救。那样凤书瑶光明正大被他弄死，他真是太聪明了。凤书瑶知道谢隐是这么计划的，屈辱地咬着嘴唇，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将谢隐千刀万剐，让他为自己今日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2个时辰后，马车到了宁乡村，凤书瑶被迫下马车，在谢隐的目光警告下，1步3回头进了宁乡村。他是谁？不知道这里闲杂人等不准入内吗？这位是楚王的庶侧妃，是来找凤小姐的。侍卫进去禀报：荣王殿下，门外来了一位夫人，说是楚王的车侧妃，来找凤小姐，要放她进来吗？侍卫在禀报的时候，凤青鸾从房间听到出来。凤书瑶，谁让她来的？她不是病得快死了，这会儿又能来作妖了？是昭阳公主送她来的，说是来探望楚王殿下。凤青鸾冷笑，谢隐这是收拾凤书瑶呢。既然她来了，去隔壁给她找家农户安置。侍卫领命去了。你将她安置在徐大海家隔壁，不怕她感染吗？整个宁乡村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她住哪里都一样。对她来说，凤书瑶来的正好，凤纯的事还没有找她试探呢。凤书瑶被安置在旁边乔大婶的农舍里。这里臭死了，给我重新安排干净的住处。我可是楚王的爱妾，怎么能住这种鸡屎满天飞的地方？侍卫大哥，要不你安排夫人去别的地方住吧，我这庙小，容不下这尊大佛。都来这种地方了，还讲究什么？咱们都不一定能活着出去，预防药都没有了，凤小姐的解药也还没研究出来，村子里大半的人都感染了，折腾那些干什么？暂时先住在这儿吧。侍卫将凤书瑶留在这里就走了。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可是楚王的庶侧妃，你回来！夫人，你住左边那间房吧，我要去剁猪草，不招待你了。那侍卫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感染了，还有预防药，给我1粒，我也要预防。夫人，我哪有预防药？你要药去徐大海家里找凤小姐，药是他给出来的。说完，绕过他去了猪圈。凤书瑶气得想吐血，有预防药，凤青鸾为什么不说？他气冲冲的又去了徐大海家要药。王爷，你说凤小姐能拿出解药吗？本王相信她。属下也相信，不过时间不等人，村子里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凤小姐要是再拿不出解药，再过2、3日，整个宁乡村将成为人间炼狱。而且王爷，你还没告诉凤小姐你在找她，要不属下去给她说，那天晚上在楚王府后山被她所救的人其实是王爷，这样也了了王爷的一桩心愿。那晚江渠赶到后山时，看到王爷身上的伤都被处理过，王爷说是一个女人帮他包扎的，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不仅帮他家王爷包扎了伤口，还将他亮亮降降了。被他所救，谢晋的拳头都硬了，是他救了凤青鸾吧？谢晋眼中迸发幽光，盯着凤青鸾所在的房间，不知道在思索什么。江渠不敢接话，感觉自家主子此时像一头盯着猎物的饿狼，生怕他再多说一个字，王爷就要冲进去将凤小姐生吞活剥了。凤书瑶得知有预防药，又来到徐大海院子门前。我要见荣望殿下，听说有预防药，我也要吃。乔侧妃，预防药用完了，村子里那么多人，药不够分，你回去吧。不可能，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京城的大夫在这里，他们肯定带了药材来，怎么可能没有预防药？你让我进去，我自己去找荣望殿下要。侍卫为难，转眼看到江渠推着谢晋过来了，恭敬行礼道：荣望殿下，乔侧妃来要解药。妾身参见荣望殿下。殿下，妾身是来取预防药的，不知还有没有？没有。荣望殿下，怎么会没药呢？京城送来的药材不是全都送到了这里吗？妾身听那大妈说他们都吃了药，我若不吃，岂不是随时都有感染的风险？还请荣王殿下看在楚王的面上，给臣妾1粒药吧，只需1粒就可以了。凤庶侧妃，请你回去安心等候，下一批药材过来，制定出来预防药，这里会派人给你送去。下一批药材什么时候才来啊？江侍卫，药材能等，我等不及啊！你要死了吗？有什么等不及的？真等不及的时候再吃药，送走。江渠想笑，
王爷这话是要等到凤书瑶感染后快去见阎王了才给药的意思。荣王殿下，请你给臣妾一粒药吧，臣妾不想在这里出事，让楚王殿下担心。荣王殿下，请殿下垂怜。舒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殿下，你来了，妾身好想你。舒瑶，周阳为何把你送到了这里？你是来找本王的吗？凤书瑶眼睫轻颤。是啊，殿下，妾身听公主说你在这边，村子里出现了传染病，妾身在府里坐卧难安，所以让公主殿下带妾身过来了。谢燕甚是感动，抚摸着凤书瑶的小脸。是本王让你担心了，本王没事。你在乡试卫门要什么？妾身听说村里的百姓们都吃了预防感染的药，妾身也过来问问，可荣王殿下说药没有了。你别着急，本王进去问问。谢燕进了院子，凤青鸾做好了第一批试用药，从实验室里出来，他找到凤青鸾。凤青鸾，你妹妹也来了这里，她要预防药，你给本王一粒。凤青鸾要将药丸拿进去给徐大叔试用，没空搭理他。那药没有了，等下一批。就给本王一粒都不行吗？你莫不是对舒瑶以前的事怀恨在心，故意不给药给她的？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这里没药，滚开！谢燕被怼，脸色难看。楚王殿下，着实没有预防的药了，你别怪凤小姐，凤小姐已连着2天没有休息了，你还是带淑侧妃去隔壁等着吧，她继续在这里晃，感染的风险更大。谢燕还想再说什么，看到江渠从荣王的房间出来，面目冷硬地看着他，他将话咽了下去，将凤书瑶带回了隔壁乔婶子的院子里安抚她。试用药有了效果，徐大叔服下药后吐了大半，虽然药吐了出来，但是发烧得到缓解。凤青鸾一喜，说明他的药方有用，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进行试药。殿下，舒瑶会死吗？舒瑶不想离开你。你不会有事的，你身子还没大好都来探望本王，这才来1天就被感染了，你不该来的。我知道殿下疼我，可是姐姐不愿意给药，是舒瑶对不起姐姐，她才会这么狠心。请王爷答应舒瑶，要是舒瑶因为疫病去了，王爷千万不要责怪姐姐。舒瑶不想因为自己惹得你和姐姐争吵。作为医者，就算你不是她的堂妹，救死扶伤也是她应尽的本责。你再坚持一下，本王这就去找她拿药。他放下凤书瑶，去了徐大海家。然而这次他没见到凤青鸾，江渠似乎在等他一样。他踏进院子，就被江渠叫去了谢晋的房间。凤书瑶在房间里等谢燕取药来，见他许久没回来，喊了2声乔大婶，外面也没人应他。殿下，你回来了吗？殿下，还是没有人答应他。正当他一眨不眨盯着门时，一阵风吹来，门被慢慢推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见那门后缓缓走出一个人影。当透过微弱的月光看到那人影的脸时，凤书瑶吓得惊恐瞪大了眼睛，呆愣在了床上。那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前不久在他眼前被戳穿喉咙惨死的凤纯。别过来，不是我杀的你，你别过来！为什么不救我？你杀了我，我来找你索命。不是我杀的，不是，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找太子殿下，是他杀的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杀我？若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死得这么惨。谁叫你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孩子说不能让你活着，你该死，该死！凤纯一愣，这么不惊吓？走过去探了探凤书瑶的鼻息，发现她是被吓晕了过去，走出房间将门关上。小姐，你听到了，他说是太子杀了凤纯。难怪凤纯会死在假山边，他应该是迷路不小心撞见了凤书瑶与太子的谈话，太子为了不败露他与凤书瑶的关系，将他杀人灭口了。谢燕与谢恒暗地里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谢恒在感情上恋爱脑，在争夺储君之位上却毫不含糊，一直很积极的在皇帝面前表现。如今他最心爱的女人是太子的人，他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变得有意思了。你先去将身上的血迹处理了，别被人发现。小姐，我们知道了这么大一个秘密，不做点什么吗？当然要做，我自有安排，有需要你上场的时候。薛子墨点了点头，退出了房间。谢燕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让凤书瑶成为楚王妃吗？他帮她完成这个心愿。谢燕来徐大海家找凤青鸾拿药，还没见到凤青鸾，被谢晋叫去了他的房间。谢晋叫他来询问平西村的疫情。谢燕对谢晋与凤青鸾的关系心存不满，面上还是恭顺的将情况汇报给他。八皇叔，你是不是喜欢凤青鸾？你觉得呢？叔侄儿貌美，
侄儿认为皇叔心仪凤青鸾，才会对她出手相救和维护。那女人与以前大不相同，脾气暴躁，性子倔强，别怪侄儿没提醒皇叔。皇叔若是喜欢上了她，往后可能会徒增许多烦恼。那是本王的事，要你操心吗？还有，侄儿想知道，凤青鸾与侄儿和离，是不是因为……你是想说因为她和本王有染？谢晋的话头止住，感受到对面男人扑面而来的强大威压，其余的话没有再说出来。谢燕，你让一个从小有婚约、深爱你10多年的女人，在嫁给你1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厌弃你，与你和离，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而怀疑对方，你宠妾灭妻，与人苟合，眼盲心瞎，宠而不自知，足够磨灭任何人对你的爱意。到得现在，你居然怀疑到本王头上了。凤青鸾以前眼瞎了才看上你，所幸眼睛长回来了，看清楚了你的为人。你们和离了，他是自由之身，他喜欢谁，想追求他，都和你没有关系。你也别再跟狗皮膏药一样纠缠他了。你要是当初对他多一份爱和尊重，如今也不会反过来变成你来舔着他。谢燕脸上燥得一片通红，想反驳谢晋，却发现无从回嘴。是侄儿冒犯了皇叔，定会去反思。从徐大海的院子离开后，谢燕回到乔大婶家，去看凤书瑶，发现她晕倒在床上，又急急忙忙去找大夫过来，给凤书瑶扎了一针。凤书瑶睁开眼睛，看到房间有人，又吓得惊叫出声：“不要过来！走开，走开！”她惊恐地叫，谢燕将她搂进怀中。书瑶别怕，是本王。凤书瑶恢复了一点神智。王爷，是你！书瑶好害怕，刚才……她四处打量，没再看到凤纯，有些恍惚，难道是自己做了个噩梦？刚才怎么了？风吹灭了房间里的蜡烛，周围太黑了，其实很害怕。是本王回来晚了，药还没有研制出来。李大夫，你先给书瑶诊治，现有用的药材给她用上。怀楚完陛下，舒侧妃不幸感染了离毒，目前症状较轻，她方才受了惊吓，情绪激动。曹明开一些安神的药，再配合离毒的药一起服用，先这么治疗吧。好，关于离毒的解药，凤青鸾进行的如何了？傍晚的时候，凤小姐制出了第一批试用药，徐大海服用过后有所缓解。因为药材有限，只做出了20粒，分给村里现感染较严重的村民。凤小姐还说了，她再调几味药材，相信明天早上就有新的药方出来。她的医术真的有那么好吗？楚王殿下，凤小姐的医术乃草民见过最有天赋的一位，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出离毒的解决药方，是老夫们从未见过的，很有药，实在厉害啊！听到别人口中夸赞凤青鸾，谢燕的唇角绷成了一条直线。凤书瑶观察着她的脸色，等大夫出去后，她扬起小脸：“王爷，姐姐医术高明，王爷与她和离后悔了吗？”怎么会？本王一贯讨厌凤青鸾，不会因为她会点医术就对她改观。书瑶，本王的心里只有你。谢燕话虽如此说，凤书瑶还是产生了危机感，她必须做点什么，让谢燕看到她的价值。忽然他想到一个点子，谢燕不是10亿的负责人吗？如果他能帮谢燕拿出药方治好村里的百姓，不仅谢燕会对他更加疼爱，说不定陛下知道了也会对他刮目相看，那样他对楚王妃的位置又进了一步。王爷的情况怎么样？2种毒都在他身上，且都没有解药，王爷这次太危险了。谁说没有解药？凤青鸾拿出1粒药丸为谢晋服下。关于天隐煞，在离毒病情发作之前，凤青鸾就研制出了第1粒天隐煞的解药。为谢晋吃下药后，凤青鸾解开他的衣衫，准备施针辅助药物尽快进入他的身体。这时江渠注意到院外有人在向他们这间房靠近，凤青鸾也察觉到了，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看到人影的装扮和发髻，凤青鸾猜到是凤书瑶偷溜过来了。他给江渠使了个眼色，江渠即刻会意：“凤小姐，你给王爷吃的什么药？”“这是我今天早上调剂的第2批试用药，对治疗离毒有90%把握，但还差1味药。我记得在徐大叔屋后左边的那一排山坡上，似乎长着一丛介骨草，它的花瓣像4叶草，有7片花瓣，能清热解毒。你待会儿令人去把它挖过来，有了介骨草，离毒的解药药方就完善了。”“是，凤小姐，属下马上安排。”凤书瑶听到房间里传来走动的声音，觉得机会来了，转身跑向院门口，去凤书瑶说的徐大海家的后山找那介骨草。凤书瑶还病着，身上没有力气，然心里有股劲儿支撑她。等爬到后山时，她已累得气喘吁吁，到处寻找凤青鸾所说的那种花。果然在一处不起眼的草丛中找到了它。她激动地跪到地上去，手指衣裳沾满了泥土也不介意。没过多久，她将介骨草挖出来，准备回去，就看到江渠带着人来了。“凤素彻妃，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找草药。我想起以前听过表哥说过，借骨草清热解毒，或许会对离毒有用，想来后山找找。没想到找到了，百姓们治疗离毒有希望了。对了，你们不知道我表哥是谁吧？我表哥是白圣仪，现在是楚王府的府医。原来是这样啊！凤小姐也说借骨草是解离毒的最后一味药，让我们来后山找。谁知凤宿彻妃已经找到了。你救了宁乡村和平西村的百姓们，这是大功一件。我是楚王的庶侧妃，能为百姓们做事是应该的。王爷在为离毒的解药犯愁，能帮到王爷，我也很高兴，不讲什么功劳不功劳的。他拿着借骨草往回走，心里不住得意。等太子和陛下知道他完成了治疗离毒的最后一步，肯定会对他表扬和嘉奖。幸好他动作快，抢了这份功劳，这趟宁乡村没有白来。谢燕得知谢晋病重，过来看情况，就看到江渠从房间出来时，打开的门缝中，谢晋脱了衣服，赤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凤青鸾坐在他床前，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皇叔，听闻你也感染离毒，侄儿过来看你。凤小姐，你在做什么？你没看见凤小姐在为本王施针吗？其他人同样感染了离毒，没见凤小姐又脱了他们的衣裳施针，莫不是皇叔的情况严重些，还是说凤小姐对皇叔格外重视？当然是本王的情况严重，否则凤小姐也不会这么上心。得到你想要的回答了吗？得到了就出去吧，别在这里碍眼。谢燕气愤不已，正要夺门而出，凤书瑶和江渠从院子里走了进来。凤小姐，借骨草找到了，是凤宿彻妃找到的，她也知道这味药材对解离毒有用，提前挖了出来，离毒的药方完善了。神望殿下，借骨草妾身找到了，请入药吧。书瑶，你怎么知道借骨草的？还亲自去挖，手和衣服都弄脏了。多亏了妾身的表哥，他不是大夫吗？以前妾身听他说起过借骨草，妾身也认得，知道他的药性，想着看能不能派上用场。妾身也想为百姓们尽绵薄之力，只是弄脏了衣服和手，在疫情大事面前最无关紧要了，王爷不用担心妾身。凤青鸾嘴角轻勾，拿出一张药方递给江渠，这是解离毒的药方，去交给李大夫，让他们按照上面抓药，将最后找到的借骨草加到其中。书瑶，你真厉害，最后一味药草竟然是你找到的。你还病着，快回去休息，等药熬好了，本王给你送去。凤书瑶也笑得格外甜美，抬手扶了一下额，似要晕倒。谢燕也没管屋里还有人，将她打横抱出了房间。两人走后，江渠也将药方交出去后回来了。凤小姐，你为何要将借骨草透露给凤书瑶，让她来立这个功？这不是在帮她拉好感吗？凤青鸾指尖轻捻着银针，缓缓推入穴道。谢晋脸色顿时煞白，一股难以言说的剧痛袭遍全身，疼得他青筋突起，嘴角流出一丝血线。王爷，不错，毒血逼出来了些，看来1号解药有些作用，还有改进的机会。再给我点时间，或许就能制出天隐煞的解药。天隐煞的解药，凤小姐，你真的能拿出来？我说的试试，不一定。给谢晋施了针，压制住了天隐煞后，凤青鸾又去帮其他2位大夫熬制离毒的解药，让宁乡村的百姓们来徐大海的院子里领取汤药。2天后，宁乡村百姓们的离毒病症彻底好转，疫情控制下来了。地仙姑，你说3年前赤鹫侯被夺走，江湖上发现了几起怪异的事，能否细说一下，分别有哪些？你打听他们做什么？我这有件事查出来，也是3年前与赤鹫侯的毒液有关引发的惨剧，正在查背后凶手，想了解下。这样啊，那我说几件我听闻过，其他的你要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查。没问题。3年前，在黔南义县发生了一起村民们集体中毒的案件，整口村的人因为发怒发狂互相残杀，全村人死亡。第2起是泰川庄，庄子上的人一夜之间全被灭口，百花谷派人去调查过，他们也是中了赤鹫侯体内的毒素提炼出来的毒药。后来是七药帮。丽姑将这3年来发生的各处怪异事件影响较大的，或因为赤鹫侯，或不是因为赤鹫侯的，给凤青鸾说了几起。你说的其中5起能够确定是由赤鹫侯身上的毒引发的惨剧，他们是像平西村那样有人被赤鹫侯抓伤，然后在小范围内传播，而导致人员全军覆没的，是这样吗？不是，赤鹫侯的唾液和爪子含有剧毒，且是传染性的。师傅从外面将赤鹫侯带回百花谷的时候，这一点重中之重讲过，让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被他弄伤。像平西村和宁乡村被赤鹫侯直接抓伤咬伤而发生的疫情，这是第1起。因为直接被伤者一旦进入人群开始传播，连百花谷都没有解药，传染开来将造成成千上百的人大范围感染，必然将有更多的人注意，一旦牵扯到大量的百姓，朝廷也会重视。但我没有听说过。当然，或许在这段时间段内也有被赤鹫侯咬过而引发的疫病，由于治不了，所以将人全部清除剿灭，这也是有可能的。那这样的话，有心之人想要利用赤鹫侯的毒来造成一拨人自相残杀或者发狂发怒，是需要将赤鹫侯的唾液和爪子里面的剧毒进行提炼而来，然后再研制出毒药，对某部分特定目标进行下毒。
你想说此毒需要经过提炼，背后之人一定会有一位用毒或者用药高手，此外还有炼毒的器具和场地。是的，在百花谷有一处单独的炼制丹药的地方，背后之人想利用赤九侯制作各种毒药，必然也是有这么一处安排设置的。而对方的技能也是你所说的那样，是个用医用毒的高手。既有炼丹的地方，又是毒药高手，最让人联想到的不就是百花谷吗？你的意思是说，是我百花谷违背祖宗先训，不悬壶济世救治病人，反而制作出毒药来危害百姓？他不是这个意思，子墨的意思应该是说一个与百花谷类似的存在。在江湖上，你们能联想到什么人或是门派吗？要说符合条件的，无象山的绝后空空、金水岛的万蛇王、南境的蛊毒人等可能相符。除了南境的蛊毒一派，其余的都是散人。按照我们之前推断出的，黑衣人背后有一个极强大的组织，这点与之不符。这么说来，江湖上没几人能达到。还有一人，他不是江湖中人，是朝廷的人。迷途国师，他是炼丹高手，皇帝也给他安排了单独的雷鸣塔供他炼丹，能大规模调动黑衣人等武功高手，他也可以做到。江局，你去统计一下厉姑说的近3年内朝廷内外和江湖中发生规模较大的团体灭杀事件有哪些，调查清楚原因及后果。能符合条件的蛊毒人和国师也查一下吧。是，爹驾。关于你那位突然失踪的师叔，他当年也是参与赤鹫侯研究的一员。他失踪之后，你们有没有找过他去了哪里？也没有关于他的线索吗？师叔与师父一样，喜欢游历山川，寻天下奇药。以前他们还在世的时候，经常出去，1年半载找不见人都是常事。说他突然失踪，其实也不算失踪，只能算作是他有去有力了。只不过3年都没有回来。我们也试图找过他，听说他出了百花谷之后往西陵一带去了，后来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了。荣王见过迷途国师吗？你认为迷途国师与我师叔是同一人？凤琴鸾没有说话。见过人，没见过真容。迷途是5年前来到大夏国，被人举荐得了皇帝赏识，除非有重大的祭祀活动会现身，其他时间一直在雷鸣塔。他常年戴着面具，真容神秘。厉姑师叔是3年前消失的，国师5年前就入了雷鸣塔，这2位应该不是同一人。凤琴鸾若有所思，看向厉姑。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想到了这里，便将疑问说了出来。没关系，本来就是探讨，想到什么说什么。倒是你说的那起与赤鹫侯相关的事情，你在调查什么？这事是我的私事，不便对外袒露。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厉姑理解的点了点头，转而又心服口服。不愧是荣王殿下看中的女人。之前是我小瞧了你，在这里跟你赔不是，百花谷都没有研究出来的离毒解药，你在几天的时间内拿了出来，你的艺术的确高超，在下佩服。不过我有些好奇，你是如何根研制出解药的，用了什么方法？俗话说世间百毒，5步之内必有解药。我是从赤鹫侯的血液里提出了一种元素，再结合其他的方法研制出来的解药。赤鹫侯果然奇特，既能治病又能解毒，很是珍奇。原来如此，看来我还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师兄啊！赤鹫侯我得带回百花谷，不会再让有心之人将他夺走，再作恶危害百姓了。宁乡村的百姓们转危为安，连续几天服用汤药，病情彻底大好。凤琴鸾叮嘱了葛明一些话，准备离开宁乡村。他是谁？你好像也特别在意他。凤琴鸾这个女人，除了对他不好，她对每个男人都很好，关你屁事。他发现了，谢燕疯了，看见他对哪个异性好，都要怒气冲冲的上来问一嘴。离了本王，你变成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对每个男人花枝招展，尽显殷勤。凤琴鸾，你是本王的前妻，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不要连累本王名声受损。对于他的这些歪言歪语，凤琴鸾给了他一个白眼，与他多说一句话都显得自己是傻逼。凤琴鸾上了马车，放下帘子，屏蔽这张没有自知之明的狗皮膏药。凤书瑶用了些手势塞给村里的几个大妈，大妈们极尽渲染将他找到最后一株借骨草的事向村民们传达。凤树侧妃真是大善人呀，身份尊贵，不仅能拖着重病的身体去为草民们找药，还每天亲自为咱们施药。凤树侧妃是活菩萨在世，大慈大悲，心系百姓的贵人。是啊，楚王殿下能有凤树侧妃陪伴在侧，是百姓之福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为百姓们造福也是楚王府应该做的。在一阵阵夸赞中，凤书瑶上了马车。薛子墨看着这阵仗，不由得问凤琴鸾：“小姐，你是想捧杀他吗？”凤琴鸾敲了敲车窗，没有回答。薛子墨明白他猜中了。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了京城。厉姑在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后，谢帝安排了一批人护送他和赤鹫侯返回百花谷。青鸾，没想到你医术了得，控制了疫情，救治百姓，朕有赏。楚王也做得不错，你与青鸾配合得很好。谢父皇，
村里的疫情能够得到快速控制，得益于儿臣的树侧妃找到了最关键的一味药材。论起功劳，他也有功。树侧妃，就是你府上的那个爱妾？是他。树瑶性情柔弱，有些争宠，但在大事面前毫不含糊，有一颗奉献之心。他是真心为儿臣着想，也是真心为百姓们着想。好，一并赏赐。谢晋没有进宫，以身体不适为由，先回了荣王府。凤青鸾领着赏赐回了侯府。大小姐，楚王侧妃派人送来请柬，请您过目。楚王侧妃狄曼丽。凤青鸾惊奇，打开请帖来看，上面写着邀请他去春风来吃茶。不过他来的正好，凤青鸾收下帖子去了春风来。到了茶楼，凤青鸾再次看到狄曼丽，被他孱弱苍白的脸色和像是被夺走了精神气的萎靡模样吃了一惊。你是不是想说我达成心愿加入楚王府，应该高兴坏了？怎么才短短10几天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所以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你在楚王府待过，应该能猜到我变成这样的原因。我今日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凤书瑶出身不好，容貌也不是特别出挑，我样样都比她强，她为什么能得到楚王的偏爱？偏爱到对任何爱她的女人她都可以做到完全冷漠和毫不在意。我到底哪点不如凤书瑶？你又哪点不如凤书瑶？凤书瑶曾救过谢燕的命，对她有救命之恩。原来是这样。她的出身地位一点也没用，学了些笼络男人的狐媚手段，在救命恩人的双重加持下，难怪谢燕会对她格外宠爱。你若是想除掉她，在谢燕的偏宠下，没那么容易如你所愿。你什么意思？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就是不知道狄侧妃愿不愿意与我合作。什么办法？你说出来，我或许可以考虑。谢燕深信她如今还活着，是凤书瑶救了她的命，她一心想让凤书瑶做楚王妃。倘若凤书瑶真成了楚王妃，你觉得这两人会如何？当然是如了两人的心愿，双宿双飞了。凤书瑶那个贱人，我与她势不两立，定不会让她成功。而且她出身卑微，以她的家世，想成为楚王妃，陛下不会同意，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低估了谢燕对这件事情的决心。凤书瑶在一日，她会想尽各种办法帮凤书瑶达成心愿。你若一味从中作梗，与谢燕唱反调，只会惹得谢燕更加厌烦和疏离。你为何不换个思路，帮助凤书瑶成为楚王妃？凤书瑶恃宠而骄，只是一个小妾，她的母亲尚可以当街辱我。若她成了真正的楚王妃，你猜她那一家子会更加嚣张到如何？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与其一直阻挠让谢燕产生逆反心理，不如帮她。到时候凤书瑶从云顶上摔下来，陛下也必然不会再给她第二次机会，她就永远无法再成为楚王妃。不愧是狄侧妃，一点就通。你要我如何做？顺从谢燕，与凤书瑶和平相处。如果有可能，给凤书瑶安排一个家世，让她有能够成为楚王妃的资格。至于这个身份，你可以给她，后面你也可以收回。与其让她来左右谢燕，不如由你来暗中操控事情走向。到时候谢燕对凤书瑶失望透顶，你还怕夺不回她的心吗？凤青鸾这些话犹如醍醐灌顶，打开了狄曼丽的新思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凤小姐帮我连计谋都想好了。你已从楚王府离开，不需要再与凤书瑶争宠，为何还要算计凤书瑶？狄侧妃如今的遭遇，不就是我以前的遭遇吗？你如今的心情，同样也是我以前的心情。你说我为什么算计凤书瑶？难道你不明白？你为了复仇？行，我相信你。关于凤书瑶的身份，我会回去让我父亲收她为义女。身份有了，那要如何让陛下认可她，同意将她的位分升上去呢？这就需要好好筹谋了。你有需要我配合的地方，尽管来找我。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是时候团结起来，给那狐妹子点颜色看看。祝我们合作愉快。今日之事为避免走漏风声，只有你我二人知道的好。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好，你等我的消息，别轻举妄动。爹，你找我什么事？爹听说你去了城外那犯病的村子，父亲跟着担心，想进村去看看你，却被士兵拦住了。这会儿看到你平安归来，爹高兴。多谢父亲关心。再有1个多月，母亲要出狱了，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好好团聚团聚。是啊，你母亲在牢中吃了不少苦，等她出来了，咱们一定好好的为她补补身子。就是你三叔还没找到，他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少元和瑞安让我别担心，
说他们可能去找柴柔静了，这也有可能。他们夫妻一贯恩爱，柴柔静被流放出去，他思念去陪她，这也不奇怪。只是走得不声不响，也太叫人担心了。爹，不说三叔了，你今日找我来是为何事？爹这次来呀，是想找你拿点钱，要的不多，5000两就够了。5000两？爹，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爹最近做了一个钱生钱的生意，投的钱越多，挣的越多。你放心给爹，也不会让你失望的。爹，哪有什么钱生钱的生财之道？你不会在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你看爹像是会做那种事儿的人吗？我在暮云寨啊，是吃不愁穿不愁，可手上没有闲钱呢，总不能每次都找楚王拿钱呢，那多不好。还是得自己有个赚钱的门路。爹跟以前一些关系好的文人墨客们合伙做生意，等赚了钱呀，连本带利的都将银子给你。凤书瑶犹豫着，他爹的确胆子小，平时喜欢做些舞文弄墨的事情，他没有胆量去做那些不干净的勾当。爹，不是我不帮你，我才嫁进楚王府1个多月，哪有5000两银子？我的庄子铺子都还是殿下赏赐给我的，带来的嫁妆总共也没多少，5000两太多了。其实也不需要全是银票，殿下那么宠爱你，赏赐了你不少值钱的金银首饰吧，你拿奖给我先用着，后面的呀你再想办法。闺女，这钱不需要我费多大劲儿就能生出来，到时候咱们积累的钱越多，底气足了，从暮云斋搬出去，在京城里啊买一座大宅子，等你哥哥回来了也有地方住，不用寄人篱下朝别人张口。你娘家的底气足了，你也长脸不是吗？凤书瑶觉得他爹说的有理，他要是想爬上楚王妃的位置，以他的家世和身份，楚王再有心也始终卡在那里上不去。行吧，爹，我将首饰都给你，你看拿去当了能值多少钱？但是你答应我，千万不能将钱乱用了，这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至于后面多少利息，我都可以不要，不要赔了本钱就行。没问题，你相信爹。凤书瑶命之男去他屋子里将他的首饰盒拿出来，全部交给了凤正。凤正抱着箱子，叮嘱他注意身体，更要让楚王宠爱他，喜滋滋的走了。送走凤正后，凤书瑶还要去处理一个人，叫来管家明州。我去城外探望王爷后，白华葬去哪儿了？舒侧妃，公主和你上了马车之后，回来将白华葬关进了王府的地牢，对他动了刑，这几日人还在里面呢。什么？在地牢中？带我去看看。白华葬躺在牢房里，身上的衣服没有一片好的地方，全是被鞭子和棍子打出来的伤口。听到牢房门口有动静，看到是凤书瑶来，连滚带爬的朝他爬过去。舒侧妃，你回来了，快救我出去，这里我一刻也受不了了。是谁下的命令对他动刑？还不快将人放出来！舒侧妃，是赵阳公主下的命令。公主说她要不在府上的话，听侧妃的吩咐。侧妃如今也没在府上，她没有发话将白华葬放出来，奴才不敢听令。白华葬是我表哥，侧妃对他动刑是在打我的脸。你别忘了，这个府上楚王最宠爱的女人是谁？你不放她，等殿下回来，我在他面前说上2句，他依然会放人。可你，就算彻底得罪了我，明州，你确定要与我对着干吗？明州最听不得他这话，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与王爷的宠妾对着干。明州不敢再怠慢，让人去将牢房的锁打开，将白华葬搀扶着走了出来，将他送回他院子，去请大夫来看诊。凤书瑶让人扶着白华葬来到外面院子，正好碰到从外面回来的狄曼丽。侧妃，恕侧妃让奴才将白大夫放出来，奴才不敢不听命，还请侧妃不要怪罪奴才。许久没看到凤书瑶，狄曼丽眼中是浓浓的恨意。可想到凤青鸾的提议，他又觉得为眼前的小打小闹不足以让他出手。让他带走吧，本侧妃也算出了口气，没那么多时间平添事端。侧妃姐姐，妹妹能安然无恙回来，没有如你和朝阳公主所愿，让你们失望了吧？你看到了，王爷是有多宠爱我，就算让我进了那种染上就会死人的病区，他也会保证我的安全。还算姐姐有自知之明，不将事情闹大。你谦让，妹妹自然也要领情与你和睦相处，往事就不跟你计较了。对于凤书瑶的话，狄曼丽没有表现出半分怒意。凤书瑶见他不反驳，又觉得没趣，带着白华葬走了。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狄曼丽嗤笑：凤书瑶，先让你得意一时，总有你跪在地上求我的时候。荣王府休养了这么些时日，谢晋的伤不需要坐轮椅了。金陵从外面进来：王爷，查到玉面买家了，是高阳王家的何晏郡主从玉珍楼将玉面买走了。他说若你要将玉面拿回来，请你去蓝聚阁一坐。什么时候？明日上午，他在蓝聚阁等你。
第二日，谢晋来到了蓝聚阁。臣女参见荣王殿下。听说郡主得了本王正在找的玉面，本王想把它取回，你开个价。荣王殿下，你应该不认为臣女约你见面是想以高价让你赎回玉面的吧？臣女特意邀请是有别的条件。他将玉面拿出来放到桌面。这块玉面看起来像是从一块完整的玉面上切割下来的。臣女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是荣王殿下之前在云丽山庄所佩戴的那块玄铁面具中其中的一块玉面吧？你认识他？无意冒犯殿下，上次在云丽山庄宴会结束之后，臣女想去找殿下，可意外撞见殿下戴着面具离开了云丽山。臣女担心你出事，便追了上去。可是不知殿下是不是将臣女当成了刺客，远远的将臣女甩在身后。臣女那时深深记下殿下佩戴的那块面具，并且根据记忆将它画了下来。因而臣女在玉真楼看到这1/4的玉面时，便觉得眼熟，将其拿回去与画上对比，才看出来这是殿下的。所以你的条件是什么？王爷不要误会，臣女不是想与玉面威胁，而是臣女想邀请王爷到琼华台擂台上与臣女比试一场，以达成臣女一直以来的心愿。何晏郡主，你还说没有威胁殿下？你在琼华台比武招亲，我家王爷上去赢了你，岂不是要娶你？我可以对外宣称，这场比试不是招亲，仅仅纯粹的切磋。臣女仰慕像王爷这等武功高强的人，很想与之交手。既想招手，那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了，为何要将地点选在琼花台？郡主什么心思也太明显了。江侍卫，我没有那样的心思，我尚晚于做事坦坦荡荡，从来不会使那些下作手段达成目的，这是我的心愿。再说了，你不是荣王殿下，你不能代表殿下替他做决定。江渠被他一怼，胸中一气，这何晏郡主还真是伶牙俐齿。王爷，您说呢？就算臣女输给了你，也断然不会强迫殿下娶臣女的。谢晋看着他，忽而眼眸一转，朝门口看去。荣王殿下，你怎么在这里？尚雨婉听到外面有女人的声音，朝门口看来。是你？刚才你对殿下什么娶之类的话，你想让殿下娶你啊？你认识他？怎么不认识？他是高阳王府何晏郡主。青鸾姐姐，你不知道他私下里……他看周围还有其他人，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不是什么好人。荣王，好巧，在这里也能遇见。你们怎么在一起？我与青鸾姐姐逛街，带她来蓝聚阁喝茶赏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殿下。你们去吧，本王和何晏郡主有话要说。他这么一说，凤青鸾神情微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遇到表妹也不让进去一坐，要说什么？洛琳，我们走，别打扰殿下和家人约会。看到凤青鸾似乎带着怒气离开，江渠不禁替自家王爷捏一把汗。王爷喜欢凤小姐，被他撞见和郡主谈事，不知道凤小姐有没有误会。荣王殿下，与廖小姐一起的小姐是谁啊？谢晋没有回答，尚雨婉一阵尴尬。行吧，他待会儿自己去问。回到刚才的话题，殿下，你答应和臣女比试吗？你能赢过臣女，这块玉面归你。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凌厉的掌风朝他袭来，尚雨婉迅速旋身避开。谢晋站起来，又是一掌朝他袭去，速度快如闪电。两人在房间里缠斗起来。5招过后，尚雨婉感觉视线颠倒，整个人被踢出了房间，狼狈地落到了外面的走廊上。荣王殿下，你……哼，郡主，你输了。这不算，我说的是在擂台上。你上一句话说的是本王赢过你，玉面归本王。何晏郡主，你想戏耍本王吗？尚雨婉噎住，脑中回忆起他说的话，好像是说的赢过他，忘了加在擂台上赢过他了。殿下提醒的是，臣女愿赌服输，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与殿下一比。告辞。小小女子竟敢威胁王爷，这下得到教训了吧？王爷，凤小姐也在蓝玉阁，这会儿要将玉面给她送过去吗？等她回了侯府再去。谢晋看了眼凤青鸾过去的方向，抬步下楼。王爷，刚才凤小姐看起来有些生气，王爷不做点什么？你的话是越来越多了，舌头不想要了。是，王爷，属下不再说话了。连忙跑出去，让小二把马车牵过来，怕凤青鸾生气。他生气才对，他不生气怎么会意识到自己对他的重要性？尚雨婉，你也太没有礼貌了，谁让你进来的？尚雨婉冷凌凌地盯着凤青鸾。你是谁？怎么本郡主从来没有见过你？何晏郡主，我们之间的事不关他的，你别把他扯进来。凤青鸾神情冷若寒霜。尚雨婉才回到京城，她的贴身婢女连翘也不知道，叫来一名小二问：这位小姐你知道是谁吗？回郡主，她是护国侯家的凤小姐啊，你不认识吗？是凤大小姐。是的，是她。郡主，奴婢知道了，护国侯家有3位姓凤的小姐，
其中凤大小姐嫁给了楚王殿下，前不久又与楚王和离了。凤家还有位三小姐，与这位凤大小姐一同嫁入的楚王府。楚王宠妻灭妾中的妾，就是凤三小姐。凤三小姐的娘曾经当着京城众百姓的面辱骂过这位前楚王妃。长得这么漂亮，竟然是个下堂妇啊！被楚王不要了，还敢出来丢人现眼，也不怕被人笑话。他方才看到这个女人和荣王殿下之间的眼神交流，似乎有某种含义，让他很不爽。尤其是凤青鸾还是他死对头廖洛林的好友。你说谁是下堂妇呢？是青鸾姐姐请求陛下与楚王和离的，是青鸾姐姐不要的楚王。你别嘴里吐不出象牙乱说。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这样跟本郡主说话？连翘，去掌他的嘴。连翘走上前，想要对廖洛林掌嘴，可是等连翘才走到廖洛林面前时，啪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在房间响起。尚雨婉被激怒，抓起桌上的茶杯朝凤青鸾扔去。凤青鸾抬手将茶杯又朝他的方向打了回去。你敢对本郡主动手，你找死！郡主，不要在这里动手。你想让本郡主忍下这口气吗？郡主，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查到这家蓝企鹅背后的东家是荣王殿下，咱们若是在这里与人发生冲突，传到了荣王那里，影响可能不好。你怎么不早说？属下昨天晚上才意外得知，还没来得及向您说明。我看那凤青鸾是会些武功的，要不咱们想个法子另外收拾他们，让他心甘情愿且光明正大的被收拾。尚雨婉收了手，别的法子收拾他吗？凤大小姐是吧？你这么护着廖洛林，还真是情同姐妹啊。既然如此，我们来做一场打赌。若是你赢了，本郡主从今往后见到廖洛林绕道走，再也不找他的麻烦。但若是你输了，本郡主要你脱掉外衣，在琼华台的擂台上跪下，跟本郡主道歉。怎么样？你敢接受这个赌约吗？我为什么要与你打赌？你这个道貌岸然、人品恶劣的女人！青鸾姐姐，你不要理会她，她欺负我，我会跟表哥说的。你真的与荣王说过吗？我说了，很多次都是表哥为我做的主。尚雨婉是个疯子，青鸾姐姐不要搭理她。看她的表情，凤青鸾知道她没有说实话，看向尚雨婉。你想怎么赌？京城外有一座双峰山，最近出了一条食人巨蟒，我要同你比试，谁先进山去将食人巨蟒的蛇胆取出来，谁就算赢。你敢赌吗？食人巨蟒呀，听说那蛇可大了，身子足足有水桶那么粗，要吃人的。要取他的蛇胆也太危险了吧？那么粗的蛇胆可是一味宝药啊！而且听说双峰山的深处还有许多奇珍异草呢，就连世间难找的水曼陀也在那山里。由于山里太危险了，所以没人敢去。听到水曼陀，凤青鸾眼眸一亮，他要攻克天隐煞，水曼陀或许可以派上用场。行，我与你打赌，要是你输了，从今以后你不准再找洛林麻烦，并且也在那擂台上脱下外衣，跪在地上与我道歉。赌注也太大了，脱掉衣服当众道歉，这可是两位小姐呀！要是真这么做了，以后谁还敢与他们谈婚论嫁？也太不雅了吧！明天上午我在城门口等你，在座的百姓若感兴趣，都可以去围观见证。具体情况明天到了双峰山脚下细说，每个人可以带一名随从进山。好。尚雨婉得意地瞟了凤青鸾一眼，带着人走了。青鸾姐姐，你为什么要答应他的赌约？尚雨婉人品恶劣，把你引进山后，说不定会找人埋伏，对你动手。我不想你为了我涉险。我不只是为了你，不是说那山里有许多草药吗？我正好缺，进山去碰碰运气。再说那巨蟒蛇胆，我也要拿到。他都这么说了，廖洛林还是惴惴不安，皱巴巴着一张小脸。相信我，我不会说。看他很自信，廖洛林心中稍微松了口气。青鸾姐姐看起来很厉害，说不定她真的可以做到。尚雨婉走后，两人也没再坐多久，各自分开回府。廖洛林没有回荣国公府，去了荣王府，将凤青鸾明日与尚雨婉打赌的事告诉了谢晋。表哥，你能不能派人暗中保护青鸾姐姐，不要插手，保护她不被尚雨婉的人伤害就行了。我真的很担心她会出事儿。这是他和尚雨婉之间的约定，本王为何要插手？青鸾姐姐是为了我才答应与尚雨婉比试的，我不能看她以身涉险不管。表哥，求你了，你当在帮洛灵，派人保护她吧。他为什么要帮你？还是尚雨婉欺负了你，他帮你出头？表哥，现在不是关心这个事儿的时候，是青鸾姐姐明日要取食人巨蟒的蛇胆啊！听说那巨蟒硕大无比，哪里是一两个人能将它制服的？肯定会有很多危险，说不定尚雨婉还会从中作梗，伤害青鸾姐姐。表哥，你就当凤青鸾曾经救过洛灵的性命，帮她一把。这是他的事，和本王无关。江渠，派人把廖小姐送回国公府。廖洛灵还想说什么，被谢晋赶走了。送完廖洛灵回来，江渠也有些担心。王爷，这件事真的不管吗？
那是他和别人的赌注，本王又不是他的谁，为什么要管？江渠腹诽，确定不是他的谁吗？那为何一直要让凤小姐想起你，还要让人家吃素？一切听主子的安排，凤小姐应该回到侯府了，属下将玉面给她送去。江渠走后，谢晋屈指敲着桌面，片刻后，暗夜暗风，明天去趟双峰山，跟着凤青鸾，别让她死在山里了。是，王爷。好歹那女人把身子给了他，以后要成为他的丈夫，暂且提前先尽尽做丈夫的职责吧。凤青鸾回到侯府后，与薛子墨说明日要进双峰山取蛇胆的事情，能带一个随从进山，他让他跟着一起。最近凤纯和凤少元兄妹俩在做什么？凤正最近经常出入地下赌坊，凤少元和凤瑞安将凤纯的尸体在义庄后山埋葬之后，凤少元与一群朋友花天酒地，凤瑞安则经常出现在些茶会上，与一些年轻公子有来有往。看来他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呢。你派人盯着凤正，他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秀才，突然进赌坊，事出反常必有妖，看看他要做什么。是，小姐。管家来报，小姐，荣王府的江侍卫又来府上了。江渠，他不会又带着一个锦盒吧？小姐猜的没错，是这样。让他进来。江渠来到前厅。凤小姐又见面了。这是第3块玉面吗？不是第3块，是第1块。凤小姐当得好，我家王爷费了一番心思才找回来的呢。也不算当得很好，你家王爷不是找回来了吗？凤小姐，与第2块玉面放在一起瞧瞧，看有没有发现。凤青鸾接过盒子打开，再次看到被他当掉的第1块玉面，他仿佛看到又有2200白银入账了。掌心一翻，手心出现了第2块玉面。这东西他一直放在空间的。他走到桌子边坐下，将2块玉面拿出来放在一起，左右上下调整了几个方向，最后发现第1块玉面和第2块玉面是什么东西的左上角和右下角，中间的直角碰在一起，看起来才有一个像样的东西的雏形。凤小姐，你看出什么来了吗？这是一块面具吧？江渠心中暗喜，凤小姐啊，你终于看出来了，王爷知道肯定会很高兴。凤小姐看着眼熟吗？是有些眼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想起来是什么了吗？没有，就2小块玉面，他能看出什么来？后面还有几块玉面，要不你都给我吧，拼放在一起，我肯定能认出来。凤小姐，后面的玉面没有王爷的吩咐，属下不能给你。既然你对2块玉面有了熟悉感，不妨再好好回忆一下，是哪天哪夜在哪里见过。属下还要回去复命，告辞。他一溜烟走了。凤青鸾也没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再次看向桌上的玉面，沉思着。回到荣王府后，江渠把凤青鸾看到玉面的情况汇报给谢晋。他真的只说有些熟悉，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是，王爷。他还问属下要后面的玉面，属下找了个借口走了。谢晋没有说话。王爷，你准备第3块玉面什么时候送给凤小姐？她看到了第3块后，应该很快就会想起您的。谢晋没有说话。江渠知道自己又多嘴了，不敢再发言。晚上，谢燕去西陵轩用膳时，凤舒瑶问王爷，下午京城在传的事，你听说了吗？什么事？凤舒瑶将上虞晚与凤青鸾打赌的事与他说了。堂姐也太自信了，那可是燕郡主啊，自小在军中历练，战场上封出来的郡主，他要与他比试，不是注定了输的结局吗？姐姐也太糊涂了，拿自己的命去嘴硬。他有那本事对付食人巨蟒吗？那可不是，姐姐离开楚王府后，越发恣意放纵了，一点也不为王爷的颜面考虑。要是他输了，顶着前楚王妃的名头去给别人脱衣下跪，何等的羞耻！他也太乱来了。那个贱人，本王就知道他不会消停。他们什么时候进山？明天，和燕郡主还让百姓们去见证，可见他多么自信不会输。堂姐可就危险了。本王想起还有任务没处理完，你早点睡。王爷，你不会要插手这件事吧？本王与他早没了瓜葛，为什么要插手管他的事？说完愤然走了。凤舒瑶重新坐回座位，目光微眯。谢燕的反应可不像是不会插手的样子，她叫来直男：“你去找如宝，告诉太子殿下，明天楚王很有可能会进双峰山。”翌日上午，凤青鸾按约定去了城外，上虞晚骑在高头大马上，正在等他。他带了一队人，旁边还站了一群看热闹的百姓。凤小姐，不介意我带这么多人吧？他们只是在山脚下守着，我会遵循赌约，带一个人进山。咱们为期2天，谁先取到蛇胆出来，谁就算赢。2天之后，不管有没有取到，也要出来。凤青鸾坐在马车中，表示没问题。一群人往城外去。双峰山山下，
负责这次擒莽的是高阳王府的大将钱元。属下参见郡主。凤青鸾的马车随后也到了。上虞婉问了他食人巨蟒的行踪。回禀郡主，目前最后一次发现巨蟒是在1日之前，在左峰的山谷口，它应该是朝着山谷深处去了。属下会派一支由50人组成的护送小队，引郡主和凤小姐进山，各自发放一枚信号弹，如有危险请立即发射。凤小姐，情况你了解清楚了吧？如果你现在打退堂鼓，我可以允许你直接在擂台上下跪道歉，不用进山去豁出性命来赌了。奉劝郡主别把话说得太满，太过自负的话，命丧蛇口时不好看。本郡主一定会赢了你，走着瞧。他抬步往山里走，身后跟着一名身材壮硕、看起来足有2米高的巨汉。凤青鸾没有跟着走，反而走向了一旁来看热闹的村民。大爷，听说双峰山里有一种叫水曼驼的草药，我想打听一下，你们知道它在哪片区域吗？或者说这山里哪些地方有湖泊、山涧？水曼驼喜阴，一般长在潮湿的地方。小姐，你不是进山去杀巨蟒的吗？还要去找药啊？来都来了，找找看，还老大爷知道什么能够相告？曹民呀，是听老乔家说的，他是赤脚长大，常年在山中找药。他说在右峰山曾误入过一个湖泊，湖泊周围树木茂密，四周都是山，水曼驼就在湖的中央。他远远的见过，看起来像书上的水曼驼，但是也不能确定。不过凤小姐，你要是真找到了那个湖泊，可要3思而后行。老乔家说那湖水可深不见底，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他见过甩起来的一个尾巴，看起来可不像鱼。你要去湖中的话，可得小心呐。多谢大爷。了解了有关水曼驼的情况后，凤青鸾与薛子墨一起进了山。2人在山谷中转了一会儿，没什么发现。凤青鸾看向远处的崇山峻岭，山谷并不大，蟒蛇有可能进入更深的山里了。令他很奇怪的是，山谷中没有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说明这里可能潜藏着十分危险的东西。子墨，小心周围。继续走了半个时辰后，凤青鸾感觉周围的气氛变了。小姐，有人跟着我们。凤青鸾停住脚步，侧耳听着草木的动静。忽然，四面八方窜出来数道黑影，薛子墨手中的剑出鞘，凤青鸾掌心也出现了狼牙棍，转身与黑影交起了手来。那些黑衣人的武功算不得多高强，胜在人数多，解决起来浪费了凤青鸾的时间。将最后一名黑衣人打倒在地后，凤青鸾看了看他的手心虎口，长了一排老茧，他们是军中的人。谁派你们来的？杀了我吧，我不会说的。薛子墨一剑插进他的大腿。不用问了，是上虞婉派来的人。洛林说的没错，那女人派这些人来拖住他的行动，真挺阴险。这些黑衣人都受了伤，失去了行动力，凤青鸾也不怕他们再跟着，和薛子墨转身要走。就在这时，身后的黑衣人传来惨叫，凤青鸾回头看去，见其中一名黑衣人躺在地上抽搐打滚。不一会儿，他嘴唇乌黑，吐出黑血，瞪着眼睛气绝身亡。其他的黑衣人见状，吓得尖叫，惊恐地往后退缩。那是什么？好像是毒蛇啊！看到死去那名黑衣人脖子上慢慢爬出一条细小的花蛇，这蛇的花色极其艳丽，一看就有剧毒。另一名黑衣人被蛇咬住，同样发出惨叫，吐血而亡。在周围的草丛中响起铺天盖地的淅淅沥沥的声音，像是有无数的东西在草叶上快速爬行。黑衣人吓破了胆，不停地惨叫，在地上痛苦打滚。是毒蛇群，快走！令凤青鸾没想到的诡异事情发生了，原本空旷幽静的山谷中突然传来尖锐的哨声。凤青鸾看见那些在撕咬黑衣人们的毒蛇，在听到哨子的声音后，快速掉头朝他和薛子墨的方向追了过来。小姐，有续蛇人针对我们来的。2人在林中狂奔，身后跟着铺天盖地的窸窣声。蛇群的速度很快，在哨声的操纵下，对他们穷追不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么解决蛇，要么除掉驯蛇人。你想怎么做？驯蛇人藏在蛇群后，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他，先解决蛇群。子墨，你带我上树，返回蛇群。薛子墨二话不说，来到凤青鸾身边揽住他，一脚蹬在树干上，将他带入空中。凤青鸾的手中出现了3颗自制的手榴弹，3颗朝着3个方向，分别朝下方的蛇群掷去。随着几声爆炸响起，手榴弹落入蛇群，无数条蛇被炸得横空乱飞。薛子墨带着他稳稳地落到了地上，等烟尘散去，偌大的蛇群顷刻间被炸得粉碎。幸运活下来的蛇因为本能的惧怕，躲进了草丛中。小姐，哨声停了。
躲在树丛后面的一名面具男子在操纵的蛇群被凤青鸾炸毁之后，他被反噬，喷出一口鲜血来，目光紧盯着凤青鸾和薛子墨的方向，眼中闪过嗜血，再次拿起了哨子。又来了，走！这次吹哨人不再将蛇群聚集，分开几路朝凤青鸾和薛子墨追击。这次凤青鸾也没有选择逃走，而是注意听那些哨子的方向，朝面具人直击而去。面具人朝身后一挥手，4名黑衣人从草丛中窜出，朝着凤青鸾和薛子墨迎了过去。打斗中，凤青鸾发现这些人与那日在牛福山抢夺赤鹫侯的那批黑衣人武功路数有些相同。吹口哨的面具人悠悠开口：凤小姐，我们主子想见你，你放弃抵抗，离我们走一趟。这些蛇和他们不会伤你半分。自从凤青鸾研究出了赤鹫侯离毒的解药后，他们家主子对凤青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抓他回去探讨。你家主子是谁？我对他什么都不了解，怎么与你走？凤小姐不必试探，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信息。这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你说负隅顽抗，你的那个跟班，我不介意先取他性命。小姐，你别先走。说什么胡话，我不可能丢下你。你家主子请我就是这样的请客之道。还不是怪凤小姐不听话。这4人很厉害，几乎与之前凤青鸾遇到的拦截他和葛明去路的黑衣人相似。他与薛子墨一同灭了其中2人之后，面具人也没闲着，吹动口哨，剩下的蛇群又朝着2人围了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凤青鸾和薛子墨2人的情况愈加危险，稍不注意会被重伤或被毒蛇咬伤。当战场进入焦灼的时候，一道人影从树后飞出，拦截下其中1名黑衣人砍向凤青鸾的剑。凤青鸾认清了来人，是谢燕。本王就知道你会遇到这些破烂事，还得本王来救你。谢燕骂骂咧咧，却是身形快如闪电的与黑衣人们交手。凤青鸾得以空闲退回到地上，手中掷出银针，又将那些正在企图朝他攻击过来的毒蛇钉在了地上。你怎么在这里？来给你收尸。凤青鸾无语。面具人见楚王加入了进来，剩下的2个手下渐渐处于下风，吹了一声口哨，让剩下的所有蛇去攻击几人，自己窜入草丛中逃走了。想逃？掌心寒芒煞现，掷出3柄手术刀朝面具人的后心而去。面具人警觉避过，仍是被其中一把手术刀扎进了后肩。他脚步一个踉跄，爬起来继续逃走了。不知道跑了多久，见身后没有人追上来，面具人气喘吁吁靠在一棵大树上处理肩膀上的伤。他没有抓住凤青鸾回去复命，主子肯定饶不了他，怎么办？面具人心道，要不转去侯府去抓凤青鸾的祖母来威胁，或许是个更好的办法。这样想着，他起身要走，忽然间身体仿佛像被定在了原地，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面具人一动也不敢动，转着眼珠朝旁边的一处草丛看去。2颗硕大无比的树瞳和鲜红如血的蛇信子在看着他。面具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视线骤然一黑，黄金巨蟒张开血盆大口，将他吞入了口中。将剩下的2名黑衣人解决后，谢燕收了剑，不悦地瞪着凤青鸾：你脑子进水了吗？与人打什么赌？那巨蟒你见过吗？它有多大多危险你知道吗？现在还牵扯出1群2群黑衣人，要么来杀你，要么来抓你。凤青鸾，本王还不知道，离了本王，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这么爱惹事，还是个香饽饽的人呢？这是我的事，我想怎么就怎么。倒是你蹦在这里做什么？什么蹦啊！若不是本王出现，你还有命在这里与本王呛声？不管以前咱们有过什么过节恩怨，这次是本王救了你，本王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对本王态度好点。没人要你救，你不出来，我们也不一定会死在这里。强词夺理，本王懒得与你计较。凤青鸾也不再与他多说，去检查地上4名黑衣人的尸体，看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找出一点黑衣组织的线索。而事实依然让他扑了个空，这些人滴水不漏，身上丝毫没有能够显示出身份的东西。薛子墨也在检查黑衣人的情况，他挑开一人的衣服，露出胸膛和腹部。小姐，有发现？凤青鸾走过去，薛子墨蹲在黑衣人身前，右手按压了下他的下腹。小姐，你看他这里是不是与常人不同？黑衣人的左下腹隆起了一块，凤青鸾拿出手术刀，将那突出的地方割开，鲜血流出来，随即掉出来一块硅胶。这是……谢燕也走了过来，这东西他没见过。这是什么？凤青鸾仔细检查手中的小块硅胶，确定是橡胶工业制作出来的，而不是塑胶，脑中一片混乱。黑衣人身上怎么会出现现代才有的东西？凤青鸾受到不小的冲击，又走向另外3名黑衣人，同样割开他们的左小腹的位置，都取出了一块硅胶。这下凤青鸾震惊了，这个时代难道有人跟他一样是从现代穿越来的？小姐，你认识这个？认识，但是……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4个黑衣人身上都被植入了硅胶，他几乎能够确定黑衣组织背后的人来自未来。逃走的领头说这4人是他精挑细选的，背后之人是想告诉他什么？凤青鸾将硅胶收起来，放进了空间实验室。我们走。又看向谢燕，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别再跟着。按照约定，他只能带1人，要是谢燕同行，被上虞婉撞见，定会说他暗中带人。这座山是你家的吗？本王是进来除巨蟒的，允许你和上婉仪打赌，不允许本王为民除害吗？凤青鸾愣住，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能与上虞婉打赌，别人也能进山来杀蛇。行，子墨，我们去另一边。他和薛子墨干脆利落地往另一个方向去了。谢燕指着他的背影，气得嘴抽，朝反方向走了。另一边，上虞婉和李壮在山中慢悠悠地走着，他也听到了山谷另一端传来的哨声。除了本郡主安排的人去阻挠凤青鸾之外，谁还安排了其他人吗？回郡主，没有。那哨声是哪来的？听起来又急又快，如此难听，莫不是有人在山谷中隐居？郡主，这里有蟒蛇出没，无人敢住。咱们派去的人应该能拖住凤青鸾，给郡主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找到巨蟒。那当然，本郡主会一如既往的胜利，不管谁来挑战，本郡主都会像在擂台上打败那些男人一样打败他，凤青鸾也不例外。啊，你看那儿的草丛怎么塌下去了？是不是巨蟒从那边游过？李壮也看到了，两人跑过去。当看清那压痕时，两人的瞳孔都不自觉地放大。这是巨蟒留下的痕迹，看大小，如村民说的有水桶那么粗。这哪是巨蟒，怕是要化胶的巨蟒吧？郡主，巨蟒太大了，不是我们2人能抗衡的，还要继续寻找吗？蠢货，还没见到蛇，这就把你吓住了吗？蛇的体型再大，有你的剑，还有本公主的鞭和匕首，还怕不能将它制服吗？你记着，蛇是动物，咱们是人，咱们比它多顶了个脑袋，是用来动脑子的。继续找，巨蟒在这里出现，应该在前面不远了。谢燕与凤青鸾和薛子墨分开后，气呼呼地在林中走着。他这次也是脑子进水了，才会想着进山来看凤青鸾的情况。他以前从来不会担心那女人。想着这些，周围霎时风声鹤唳，数十道身影快如鬼魅地朝他的方向杀了过来。凤青鸾和薛子墨在林中行走，发现前面的落叶有被重物压过的痕迹，看那痕迹像是蛇形，而且身形巨大。凤青鸾神情冷凝，用手指量了量，足有30厘米长。小姐，看来这是巨蟒留下的。没想到在山里还存在着这种体积的蟒蛇，它不是应该在深山里面吗？怎么会出来伤人？小姐，我们要朝着痕迹追过去吗？这时已经连续杀害几人了，必须尽快铲除。追吧。等把蟒蛇解决了，他还得去找水曼陀，循着巨蟒的踪迹在林中走。等两人追到一处密林中，发现那痕迹消失了。凤青鸾停下脚步，薛子墨也察觉到了异常，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发出动静。凤青鸾握紧了狼牙棍，与薛子墨对视了一眼。薛子墨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呈包围之势向着传出动静的草丛走去。凤青鸾用狼牙棍拨开草丛，赫然看见谢燕倒在地上，他心口处插了一支箭，脸色苍白，人已昏迷了过去。不是蛇，是人。他将谢燕翻过来，那箭洞穿了谢燕的肩背，没有正中心脏，还有气。楚王，他怎么在这里？还重伤昏迷。凤青鸾查看了下谢燕身上的伤，他不仅胸前中了一箭，大腿、手臂、腹部都有伤痕，看起来是与他们分开之后，谢燕遭遇了刺杀，好不容易逃到了这里。小姐，楚王伤得严重，要让他留在这里吗？这里有巨蟒留下过的痕迹，说不管他的话，不管是他的伤，还是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楚王都活不到走出这片森林。发射信号吧，让前缘来接他。他在说话的时候，谢燕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他仿佛又回到了2年前命悬一线的时候，看到了凤青鸾的脸。凤青鸾，是你？是他救了自己吗？凤青鸾扔了一粒吊命的药到他嘴里。没错，是我。你怎么会昏倒在这里？一码归一码，这男人刚才帮了他，给他一粒药，能不能活着看他自己的造化。有人得知我进了双峰山，派人来刺杀。朝野上下敢对他楚王动手的人，要么是太子，要么是景王。可是他来双峰山的事，除了几个心腹知道外，其他人不知道才对。这些杀手却找到了他。谢燕眼睛微眯了起来，他身边出了奸细。想起半昏半醒间看到了凤青鸾，谢燕开始怀疑2年前被毒蛇咬伤的那一次，凤青鸾说是自己救了他。他那时昏昏沉沉，恍惚间看到了凤青鸾的脸，莫不是那时帮他吸出毒血的真的是凤青鸾吗？可是舒瑶，是我误会了你。2年前其实救我的人
是你？我早告诉过你了，你不相信，又问起做什么？算了，不说这事。我听到你说发射信号是前缘给你的吗？用了之后，万一你们遇到危险，谁来救你？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薛子墨发射完信号弹回来，他一直在注意周围动静。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已在蟒蛇的活动区域内，巨蟒随时可能会出现。你不是很恨我吗？为什么要救我？凤青鸾心道：是恨你，可你还没有尝过原主经历过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怎么可能让你干脆的去死了？一码归一码，就当你帮了我，还你的。谢燕突然激动，伸手想去抓凤青鸾的手。凤青鸾，其实你心里还有本王，对吗？凤青鸾抽回手，让他扑了个空。见他又要发疯，一个手刀劈在他的脖子上。谢燕眼睛一直，再次晕了过去。废话真多。凤青鸾甩了甩手，看到谢燕痛苦的昏迷着，犹不解气，又一脚踹在他腿上的伤口处。两人在这里等了一会儿，等在山谷中的前缘看到发射的信号，快速带人找到了他们。楚王殿下，他为何会受伤倒在这里？他是进来追击蟒蛇的，意外受伤了，你们把他抬出去吧。前缘有些怀疑，可楚王的伤看起来很严重，不敢耽搁，赶紧叫人抬着往山下去了。他们走后，凤青鸾与薛子墨继续在山中寻找巨蟒的踪迹。天色渐渐暗下来，两人准备找地方过夜。四周的草丛传来窸窣的动静，来了！救命！救命！救我！在他的身后，一条硕大无比的巨蟒高高的扬起头颅，他口中叼着一个人。巨蟒看猎物逃走，气愤地将口中的食物重重一咬，再朝着那逃跑的人甩去，一个血淋淋的脑袋落在了凤青鸾身前。凤青鸾认出来，这是李壮，是那名跟着上虞婉进山的巨汉的头。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啊！薛子墨早做好准备，在巨蟒过来时捡起地上的弓箭，三箭齐发。凤青鸾也没歇着，在薛子墨的弓箭掩护下，狼牙棍朝巨蟒的7寸而去。巨蟒察觉危险，迅速甩头，张开大口朝凤青鸾咬来。在巨蟒攻击凤青鸾的时候，薛子墨的箭也在射击。除了最开始的3箭，后面的几十支箭都稳稳地射中了蟒蛇。麻药发作，蟒蛇的行动慢了下来，他盯着眼前的猎物，再次发动攻击。凤青鸾掷出手榴弹挡住他的去路，来到上虞婉面前，一个耳光扇在他的脸上。想死的话，继续在这里哭。你敢打我！他的怒火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来，巨蟒再次朝两人扑了过来。凤青鸾避到一边，上虞婉也本能避开。本郡主会记住今日你对我动了手，你走着瞧。巨蟒这一击后，麻药开始在体内发作，巨大的身躯晃悠。就是现在！薛子墨收到他的信号，扔了弓箭，捡起长剑。凤青鸾扔出4颗手榴弹，分别朝着蟒蛇的4周投去。几声爆炸响起，蟒蛇自知不敌，想往草丛里逃。凤青鸾哪里会给他机会，在他逃遁的前方又扔出了几颗手榴弹挡住去路。巨蟒被完全激怒，看到凤青鸾朝他的方向猛追过去，烟尘中一个人影出现，举剑朝巨蟒的头顶斩下。巨蟒的脑袋被切了下来，薛子墨一剑钉在长蛇的7寸上，巨蟒的身子还在甩动，挣扎了几下后，麻药完全发作，安静不动了。凤青鸾剖开巨蟒的肚子，取出蛇胆，他的胃部还有没来得及完全消化的食物滑了出来。其中一人凤青鸾看着眼熟，看到从他身上掉出来的哨子，凤青鸾认出来了，是那驯蛇人。没想到他偷袭我们之后，转头遇到了巨蟒。凤青鸾将蛇胆取下来，看来他能驯小毒蛇，不能驯蟒蛇呀。他走到上虞婉面前，上虞婉，蛇胆我取到了，你输了。不算你击杀了巨蟒，我也出了力的。你出了力？不会是出力别吓尿吧？你想来仗？这里没有其他人，本郡主说出了力就是出了力，我不认输。好歹是郡主，输不起为何要与人打赌？高阳王府的人就是这般的厚颜无耻吗？你一个奴才，竟敢知会本郡主！按照赌约，谁取到蛇胆算谁赢。蛇胆在我手中，你也是输。上虞婉，我等着你当众下跪给我道歉。凤青鸾回到篝火旁，靠在树干上准备睡觉。薛子墨也走过去找了一棵树坐下，见两人没打算要走，上虞婉眼睛滴溜溜地转，发出信号让人来接他。前缘收到信号，带着士兵前来。等上虞婉醒来时，旁边已没了凤青鸾和薛子墨的身影。2个时辰后，终于在一处地势较矮的地方看到了一汪深潭。凤青鸾拿出望远镜看向深潭中心，果真看到了一株类似莲花的火红水曼陀。找到了，在那儿！恭喜小姐找到奇药。高兴归高兴，还得想办法怎么拿到手。水曼陀在潭中心，做个木筏过去。说干就干，凤青鸾从空间拿出砍刀，扔了一把给薛子墨。2人走进森林，2个时辰后做出了一张木筏。
小姐，村民们说潭中有东西，隐藏着危险，贸然过去，万一在湖中碰到，不好脱身呢。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咱们先试试看水里藏着什么，去打2只野鸡来。射杀巨蟒的箭用完之后，薛子墨又将剑从巨蟒尸体上拔了下来，进山去打了几只野鸡，凤青鸾将它们扔进了潭中。不一会儿，水中有什么庞然大物游了过来，一口将那鲜美的猎物咬进了嘴里。小姐，是鳄鱼，看那身影不止2条。凤青鸾也盯着那潭面野鸡飘过的水下，几条黑压压的影子在游动。他陷入沉思，潭中有鳄鱼，要如何安全去摘取水曼陀是个问题。子墨，你轻功很好吧？小姐，属下轻功尚可，但4周距离潭中心的水曼陀较远，轻功过去可能有些困难。这没问题，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从空间拿出登山绳，将其中一段交给薛子墨，你去那边找棵树将它捆上。他自己去了潭的另一边，也找了棵树将登山绳系上，一根绳子悬挂于潭面之上3米左右的距离。凤青鸾让薛子墨又去打了10来只野味，让他去到潭对面，将潭里的鳄鱼引到那边去。看着湖水底下的动静都朝着薛子墨去了，凤青鸾将木筏放到水面，划着朝潭中心去。薛子墨在对面紧紧地盯着凤青鸾这边的情况，将野鸡放入水中后，便快速来到绳子的一端，施展轻功飞到上面，同样朝潭中心去。凤青鸾顺利到了水曼陀的地方，一把将它割下。就在他拿到水曼陀而高兴时，没注意到木筏下面已经游回来了几道身影。拉我上去！薛子墨朝他伸出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条鳄鱼朝着凤青鸾的腿猛然跃来，林中突然射出一支箭，扎进了鳄鱼的身上，另一支箭也在极短的时间内没入了鳄鱼的背部。2支箭为凤青鸾争取到了时间。薛子墨带着凤青鸾借着绳子在空中作为借力点，回到了岸边。2人朝箭来的方向看去，树林中走出来几个人。视线在接触到为首那人时，凤青鸾愣住了，他脸上戴着一张银色面具。四目相接的刹那，凤青鸾仿佛看到了那天晚上在楚王府后山遇见的那个男人。这面具有些相似，对方的身形身量也与那人相似。凤青鸾有些激动，将水曼陀放入空间，朝来人走过去。公子，水陀螺被那对男女带走了。他有些不满，他家公子辛辛苦苦打探到双峰珊瑚中有水曼陀，没想到晚来一步，被人捷足先登摘走了。凤青鸾已来到了男人的面前，他打量对方的面具和眼睛，那深邃幽沉的眸子似乎与记忆中那人重合。多谢公子出手相助，救了在下。鳄鱼出现的太突然了，而且速度很快，若不是此人射箭将其阻挠了一下，他的腿可交代在这里了。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其实他刚才射出那支箭时，看到有另一支箭先他而去，他朝箭来的树丛后看了一眼，看到一个人影闪现而过。看来其实这里并不只有这对男女，有人在暗中保护他们。听对方的声音是个年轻男子，凤青鸾心中更为激动了，有40%把握眼前这人就是那晚的男人。还是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来日有机会一定报答。小姐如果想报答，可否将水陀螺让出来？哦，公子也是来寻水曼陀的？在下的母亲罹患重病，大夫说需要水曼陀医治。程伯，不得对小姐无礼，水曼陀是这位小姐先拿到的，不可以夺人所爱。原来如此，这水曼陀我也需要。不知公子1个月前是否去过云鹿山？小姐问这做什么？实不相瞒，我看公子眼熟，想确定是不是之前在云鹿山见过公子。1个月前，在下是去过云鹿山。1个月前，他随父亲回到京城，陛下曾在云鹿山设宴为父亲接风洗尘，他自然是出现过在云鹿山的。凤青鸾心跳如雷，真的是他吗？在云鹿山的那天晚上，公子还记得发生了何事吗？小姐，这是我们主子私事，不方便向你透露。是我唐突了，公子教母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来双峰山也是为这株水曼陀而来，它对我有重要作用，请公子体谅，我不能割爱。在下会些医术，若公子不介意，可以让我替你母亲看看。他这么说是想找个机会与男子见面，他想再确认一下，如果他真的就是那晚帮了自己的男子，他会对他负责的。当真？还没问小姐芳名。在下凤青鸾。凤青鸾？男子蹙眉，他没听过。张伯父在他耳边道：公子，她就是那楚王妃，护国侯家的嫡女千金，她与楚王合离的事情满京城皆知。前段时间宁乡村和平西村的11病症也是这位凤小姐治好的。他家主子对这些八卦之事不甚了解，经他一说，男子在看向凤青鸾的目光中多了一分探究和兴趣。凤小姐有心，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后日请凤小姐前往灵珠园，在下带着母亲前来请小姐一看。还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公子？在下玉礼。玉礼，温文儒雅，名如其人。好，就这么约定了，后日见。
约定后，年轻男子带着他的人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凤青鸾心绪不平。这里人多，又是第一次见面，不方便问他太多。等到后日见面，他将玉佩拿出来，向他确认是不是他的东西。这人给他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凤青鸾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人，隐隐期待着后日的见面。小姐，你认识他？暂时不好说，可能认识。水馒头到手了，我们也下山吧。小姐，有件事属下要告诉你。怎么了？小姐，方才你背对着没看见，属下却看得清楚。其实，在那位年轻公子的箭射中鳄鱼之前，有一支箭比他先射中了鳄鱼。在这深潭附近，还有除了我们2拨人之外的第3批人。你是说还有人救了我？从进山到现在这么久，除了谢燕来过，谁会来帮他？既然人家帮我们，说明没有敌意，不是敌即是友，别去想了，走吧。两人离开深潭，来到双峰山脚下。尚雨婉带着侍卫们早走了，还留在这里等凤青鸾出来的是那些压住了凤青鸾能取到蛇胆的百姓。凤小姐，是你取到蛇胆吗？你赢了比赛。尚雨婉出来时没说什么吗？哎呦，那郡主脾气大得很，从山里出来的时候拉着一张臭脸，咱们问他也不说话，带着人就走了。我看和他一起进山的传汉没出来，应该是在里面出了事。他那么不高兴，若是取到蛇胆，肯定会向咱们炫耀。算你聪明，蛇胆在我这里，尚雨婉输了。看吧看吧，是凤小姐赢了，快赔钱啊！5-1，我发财了，凤小姐，谢谢你啊！凤青鸾嘴角抽了抽，这些人竟然还下了注，他在里面玩命，这些人在外面赌钱。荣王府，安叶和安风将凤青鸾在林中遭遇到的一切事宜悉数禀告给谢晋。楚王是转性了吗？以前对凤小姐浑不在意，如今冒着性命危险，偷偷跟她进山暗中保护，还脱单遭到暗杀，他脑子进水了吧？王爷，依属下看，这楚王对凤小姐很不对劲，他莫不是想挽回凤小姐的芳心？挽回又有什么用？那女人要是会对谢燕回心转意，太阳打西边出来，她不会接受她的。王爷，在鳄鱼潭时，凤小姐险些被鳄鱼咬伤，属下虽及时救下，但出现了另一位戴着面具的年轻公子，也涉险帮凤小姐挡下了鳄鱼。那位公子警觉性很强，属下不敢靠得太近，但属下看见凤小姐向那公子表示感谢，两人说了许久的话。凤小姐似乎对那位年轻公子很是感兴趣，与他说话时大有不同。去查那个人的身份了吗？回王爷，没有，对方武功高强，身后跟着侍卫们也很敏捷，属下没有追踪，而且情急之下，属下射出的那一箭被那人察觉到了，对方先行下山，等属下护送凤小姐离开双峰山时，那群人也不见了踪影，属下便回来将情报汇报给王爷。去查他的身份，明日本王要知道。是，王爷。安叶和安风消失后，谢晋道：“让你去查赤鹫侯的案子进展如何？”赤鹫侯被盗走这3年内，有关他发生的奇怪事件，大大小小，目前已经查到了11件。王爷，这数量应该能看出一些规律了。要不要属下即刻去请凤小姐过来探讨一下？她应当很想第一时间知道这些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谢晋看了江菊一眼，对他这个提议甚是满意。你都这么说了，派人去把他请来吧。是，王爷，属下这就去。王爷嘴真硬，心中恐怕巴不得马上见到凤小姐吧。凤青鸾洗完澡出来，想美美的睡个觉，正酝酿睡意，秦雪来禀报：小姐，荣王府的侍卫来了，让他有事明天再来，我要补觉。小姐，江侍卫说是有关赤鹫侯的事。凤青鸾的瞌睡顷刻间无影无踪，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难道他们查到新案件了？他立即起床穿衣。秦雪，备车，随我去荣王府。小姐，荣王府的马车已经在府外等候了。你们查到赤鹫侯的案子了吗？总共有多少起？喝茶，江渠会跟你说。江渠将查到的案子记录在册子上，拿给凤青鸾。凤小姐，这是3年前赤鹫侯从百花谷被黑衣组织盗走之后，3年来发生在大夏各地的有关赤鹫侯病毒引起的所有案件，你看看。凤青鸾拿起册子翻阅，册子上记录的除了丽姑所说的那几起案情之外，又多添了几起，总共有11起。1刻钟时间后，凤青鸾看完册子。看完了，有什么发现？在这11起案子中，其中有4起涉及到朝廷官员，其中还有2起从影响看来也算是伐除异党做下的，这就蹊跷了。关于原主父亲天音号沉船的那起案子，这上面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朝廷党伐之争的线索，定性成意外。可葛明的脑中有赤鹫侯的病毒，凤青鸾直觉是与朝廷有关的。你说的没错，几乎能确定黑衣组织背后是朝廷中人。之前王爷和凤小姐猜测，能够成立黑衣组织这样庞大势力的是南境的蛊毒人，或者是迷途国师。我们已经查了，在南境没有这等有势力的，
除去南境蛊毒人，只有迷途国师了。这位国师，你们可有查到他更多的身份信息？迷途是陛下为烈士在山中所遇，此人在一只猛兽口中救下陛下，得他赏识。后来经迷途一测，秦水将有瘟疫。秦水是大夏的粮仓，全国大部分的粮食都种植在那边，若发生瘟疫，必然会影响大夏的整体粮产。迷途的提前预见，在瘟疫冒头时被制止，这件事陛下对他极大赏识。后来又出现过2件事，皆是被这位国师轻松的化解。自此，陛下对他完全信任。由于迷途国师精通炼丹，陛下暗中追求长生不老，特意的封他为国师，修建了雷鸣塔。至于他从哪里来，他从未说过，也从未有人知道。他很可疑。他想起从黑衣人身上取出来的硅胶，推测黑衣人组织的主人可能与他一样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昨日在山中，我遇到了黑衣人的偷袭。为何会遇到？他们追杀你？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抓活口的，背后的人想见我。看来是你之前解了赤鹫猴的毒，对方对你产生了兴趣。凤七鸾心道，可能还不止这个原因。对方在黑衣人身体里植入硅胶，不排除他是猜测自己很有可能与他来自同一个世界，才想将他抓走。离毒解药是他在空间制作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医疗空间，不一定能够凭借这个时代的医疗器械和技术提炼出来解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身在京城，对方应该不至于会在京城内动手。对方想抓你，不排除以任何形式来逼你就范，比如抓走你的祖母危险。将军，派一批暗卫守住侯府，暗中保护凤小姐。多谢殿下。侯府虽然有薛子墨等侍卫，有荣王府暗卫暗中保护，他也能更放心。你和本王还有约定，在本王没拿到解药之前，本王保你性命，不必言谢。凤青鸾撇嘴，原来是这样，因为自己对他还有利用价值，那在没有铲除黑衣组织之前，他要放缓研制天隐煞的解药。至于迷途，10日后陛下要在雷鸣寺举行祭天祈福仪式，到时候他会出现，你随本王一同去。凤青鸾答应了。说完正事，凤青鸾离开了荣王府。回去的路上，他想起谢燕中箭昏迷，对秦雪道：“你悄悄去趟楚王府，让狄曼丽来春风来找我。”2个钟后，狄曼丽来了春风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不会有人知道我来见你。谢燕的伤如何了？太医来给他看过了，其他的都是皮外伤，唯有后心穿透胸前的那道伤势严重。今天早上他一醒来，还不能下床。你这会儿叫我出来，是有任务了吗？太医走后，是白华藏在照料谢燕吧？他是楚王府的府医，是由他在照料楚王的伤势。那就好，你去做件事。与凤青鸾见过面后，狄曼丽回了楚王府，刚好看到凤书瑶和白华藏从谢燕的房间出来。妾身参见侧妃。王爷怎么样了？多谢侧妃关心，王爷喝了药歇歇。姐姐若要见他，请稍后再来吧。行，本侧妃晚点再来。看着他那背影，凤书瑶嗤笑。一直守着王爷又怎么样？王爷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我，以为是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了他整晚。那是自然，整座楚王府最关心王爷的就是表妹了。狄曼丽就算到了王爷面前去说，王爷也不会信她一个字。2人说着话，一个丫鬟来禀报：恕侧妃，白大夫，侧妃去了小厨房，说她要看看王爷熬的药。那女人又想争什么表现？我们过去瞧瞧。他来到小厨房的门外，还没有走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小姐，你身子还没全好，不能这样。虽说人血入药可以更好的补气血，你想让王爷快些好起来，也不能用自己的血呀。要用就用奴婢的吧，奴婢来割血。为了楚王，我愿意给他割血疗伤。让开，别拦着我。人血入药，你听说过这个法子吗？我在一些医书上见过，说人血滋补，极有助于大伤者补气血。还有这种说法？不过是贡献一点血而已，这个功劳不能让狄曼丽抢了去。凤书瑶清了清嗓子，装作意外走过来，撞见狄曼丽的样子。哟，侧妃姐姐也在这儿呢。我是来看王爷的药熬得怎么样了，快熬好了。迎春，我们走吧。见他走远，凤书瑶去到案板上，拿起菜刀，对准手腕割破，将血滴到了还在冒着热气熬药的砂锅里。表妹，你这是做什么？你没听他们说人血入药可以让王爷好得更快吗？既然要用，自然是要用我的血。他吩咐直男：待会儿王爷醒了，将药传过去给他，先别说我的血入药的事，过几天再说。他心中有了一个计划，经过这次的事，他要让谢燕对他越加愧疚和感动，顺利爬上楚王妃的位置。按照赌约，没取到蛇胆的一方要在琼华台上脱掉衣服，当着众人的面下跪，给赢了的一方道歉。凤青鸾到达琼华台的时候，已围满了百姓。凤小姐，听说是你取了蛇胆，可否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看看那巨蟒的蛇胆有多大？
是啊，水桶粗的蛇，我们还没见过有多大的蛇胆呢，快拿出来瞧一瞧。凤青鸾满足大家的好奇，将装有蛇胆的玻璃瓶托在掌心中，在擂台走了一圈。拳头大的蛇胆，凤小姐能猎杀巨蟒，这也太厉害了。是啊，蛇胆在凤小姐手中，是郡主输了呀。几人等了一会儿，没见上虞婉出现，其中有百姓等不住了。何晏郡主莫不是怕了，输了比赛不敢现身了？输不起还要提出赌约，郡主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这次高阳王府可是闹大笑话了。这时，几个小厮匆匆赶来。凤小姐，我家郡主在双峰山因斩杀巨蟒受伤，还在家中养伤，请凤小姐体谅郡主无法出席今日擂台，等有机会再亲自拜访侯府。啊？什么？郡主也斩杀了巨蟒，还受了伤？意思是说，取出蛇胆，何晏郡主也出了力道？是啊，双方共同斩杀的巨蟒，那蛇胆就不能算作是凤小姐一个人的功劳，应该算平分吧。何晏郡主也不算输。高阳王府的人胡说，是上虞婉将巨蟒引向的凤小姐和薛侍卫，在两人与巨蟒厮杀时，他没有出一份力。如今说自己也有斩杀巨蟒，上虞婉这是不想认输，正眼说瞎话。那几个帮着上虞婉说话的人是被他收买了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在双峰山斩杀巨蟒时，是有人看见凤小姐主仆俩击杀的，还是郡主也有功劳啊？你们不能仗着郡主受伤不在这里，随意捏造事实，说是他输了吧？为了赢得比赛，昧着良心说话，你们也太不道德了。凤青鸾看向说话的男子，男子被他凌厉的眼神威慑，心虚的目光飘了飘。凤青鸾本不想与上虞婉较真，让他脱衣下跪，毕竟事关女儿名声，只要他承诺不再欺负廖洛林即可。没想到他在山中强词夺理，说有参与巨蟒厮杀，事到临头不想赔罪道歉，还胡搅蛮缠。这次不好好收拾他，他真以为全世界都是围着他转的。要这么说的话，上虞婉受伤不来琼花台，那我去高阳王府找他对峙，到底是谁在撒谎？凤青鸾跳下擂台，去高阳王府，百姓们沸腾，一大片一大片的跟着他，要去看这场好戏。没多久，一行人来到了高阳王府门前。什么人？不准在王府门前聚众喧哗，快走！前日何晏郡主与我家小姐打赌输掉比赛，今日郡主拒不出现琼花台接受书约，这么多百姓看着，还请侍卫去请郡主来给个说法。输了就输了，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何晏郡主不敢出来见人，想在王府做缩头乌龟吗？是啊，郡的服说，快请你们郡主出来啊！侍卫们对于自家郡主与人打赌的事情也听说过，见这么多人围着门，不给个交代恐怕不行，让人去告诉郡主。上虞婉还在屋里担心着，就听到侍卫来报说凤青鸾带着人到王府门前来了，问他怎么办。来了多少人？凤小姐带的人不多，围观的百姓也不少。他们扬言说，郡主不出去见人，就不离开高阳王府。放肆！一群平头百姓竟敢在王府门前聚众闹事，当高阳王府是好欺负的吗？郡主，王爷上朝去了，他回来若见到府门前的情况，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吩咐下去，不管门前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传到后院去打扰母妃。郡主，奴婢吩咐过了，但前面闹着不解决，王妃迟早也会知道的。而且世子外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万一撞见……上虞婉不敢想象，父亲和哥哥要是知道他在外面闹了大笑话，丢王府的脸，会怎么收拾他。走，本郡主去见他。凤青鸾在外面等着，上虞婉终于迟迟出现在了王府门前。凤青鸾，本郡主来了。那条巨蟒本郡主也有参与击杀，本郡主不算输。你说你也参与过斩杀蟒蛇，那我可否问你几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第一，巨蟒的额头有犄角吗？犄角？上虞婉懵了，他那时都快吓死了，没有看清巨蟒有没有犄角。有。那巨蟒太巨大了，应该快要化胶了，应该可能会有犄角。错，没有。第二个问题，巨蟒是怎么死的？这个上虞婉能肯定，不假思索道：被砍头而死。又错了，他是被薛子墨斩断7寸而亡。7寸是蛇的心脏位置所在，应该说他是心脏爆裂而亡。凤青鸾面向周围的百姓，巨蟒被斩杀后，头颅被前元将军运回了京城，因此何晏郡主才会以为他是断头而死。他连巨蟒是如何死的都不清楚，说自己也参与了斩杀巨蟒，这话可信吗？对于我问的2个问题，说是有人不信，去大理寺问，前元复命杀蛇，取回的蛇头送去了大理寺。百姓们又开始议论了，发出阵阵嘲笑。郡主啊，可以承认认输了吧？你不胡搅蛮缠说参与了杀蛇，显得我在说谎，我也不会来找你。上虞婉，你输了，下跪道歉吧。哼，以为堂堂郡主有多厉害呢？原来是吹牛厉害。恐怕杀蛇的时候，他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呢。大放厥词，害我们输了那么多钱。何晏郡主，你赔钱，赔钱！本郡主不认输，更不会下跪，要让本郡主给你道歉。凤青鸾，
你配吗？他话出口，百姓们的嘲笑声更大了。世子到！所有人朝身后看去，一个身姿挺拔、俊美儒雅的年轻男子从马车上下来。他走过来看了一眼尚雨婉，目光严厉。尚雨婉心虚的低了头，不敢与他对视。发生什么事了？哥哥，刚才世子殿下，郡主与凤小姐打赌，谁能拿到巨蟒的蛇胆谁赢，输了的一方要在琼花台下跪给赢的一方赔礼道歉，并且还要脱掉外衣。凤小姐赢了比赛，郡主以伤为由不出现，还派人来说打杀巨蟒她也出了力，被凤小姐当面戳穿，她其实什么也没做，是不想承认赌约耍赖。世子回来的正好，这件事你说如何处理？这位是凤小姐？是。尚修染眉心微蹙，嗓音低沉问尚雨婉：是他们所说这样吗？尚雨婉张了张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这样的，尚世子，有人去大理寺问过了，凤小姐质问何晏郡主的2个问题，郡主都答错了，说明她没有参与过斩杀蟒蛇，郡主在撒谎。哥哥，他我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见今日的赌约是躲不过去了，一咬牙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住手！他看向凤青鸾，眸光平静。凤小姐，舍妹是女儿身，当众脱衣恐会玷污其名声。作为她的兄长，能否由本世子来代替向你赔罪？哥，不行，这是我与凤青鸾的赌约，是我自不如人输给他，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哥哥不必为我如此。尚修染一个眼神朝尚雨婉看去，尚雨婉又羞又愤，不敢再说什么。郡主承诺过，输了比赛，从此不再欺负廖小姐，这一点郡主能够做到吗？廖小姐，从此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如何？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希望你别现在说了转头忘了，暗中找我的麻烦。至于道歉，念在世子对妹妹维护的情分上，这一项不必了。多谢凤小姐体谅，今日算欠下凤小姐的，等他日有机会，本世子必当回报。雨婉，给凤小姐道谢。凤小姐，这次是我冒犯，谢谢你的体谅，请郡主记住这次教训，以后在说话做事之前慎重行动。尚雨婉一噎，脸气成了包子，却又不敢发作，只得生生咽下这怒气。百姓们见两方和平解决了这件事情，觉得索然无味，纷纷散开了。得到了想要的承诺，凤青鸾和廖洛林也离开了高阳王府。临走之前，他多看了尚修染2眼。廖洛林看他眼睛一直没怎么离开过尚修染，撞了撞他胳膊，调侃道：怎么，青鸾姐姐看上了尚世子？不是，以前我没听说过高阳王府还有一位世子。青鸾姐姐没见过属实正常，高阳王是大夏国唯一的异姓王，多年来一直镇守在北疆。这位高阳王是出了名的钟情专一，只有高阳王妃一个女人，王妃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便是尚修染和尚雨婉。他们一家最近1个月才回到京城。举家回京是有什么大事吗？当然是事关人命的大事。高阳王回京的原因是王妃在边疆生了重病，不宜再在那边继续生活，高阳王才带着他们回来的。但他们到京城后也不怎么露面，据说一直在外面四处奔波，为高阳王妃寻找奇珍异药。凤青鸾了然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想起昨日在山中遇到的戴着银色面具的年轻男子，他找水曼陀也是为了给母亲治病。那戴银色面具的男人与今日的尚世子身形声音很相似，难怪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第2天按照约定去了灵竹园与玉岭见面。请问是凤小姐吗？正是。奴婢名叫陶庄，是灵竹园的管理者。我家主子说了，凤小姐先到的话，驻春小院用茶，主子和夫人稍后便到。凤青鸾跟着陶庄在宅中走着，陶庄将凤青鸾带进了一处小院。凤小姐请坐，秋香，将果茶点心端上来。凤青鸾找了个位置坐下，心中想着尚修染是不是玉岭，玉岭是不是那晚在山中的人。他喝着茶等着，殊不知今日不止他来了灵竹园，还有另外2人也跟着到了这边。王爷，咱们这样真的好吗？要是凤小姐知道你派给她的暗卫将她的行踪报给了您，她一定会生气的呀。你不说没人会知道。江渠撇嘴，王爷说的是，暗卫是王爷的人，他们不说，凤小姐应该也不知道她正在被人看着。只是祈祷王爷待会儿说是看到凤小姐见面的对象之后，万一是个男的，别自己吃飞醋暴露了。没多久，院子外传来妇人的咳嗽声。到了房间，看到凤青鸾已在。抱歉，凤小姐，出门时府里出了点事，我们来迟了。哪里，我也才到不过盏茶功夫。这位夫人是你的母亲吧？是，母亲。她是儿子跟你提及过医术想遇京城的凤小姐。凤小姐，劳烦你跑一趟来为老夫看诊。凤青鸾微拧了眉，这夫人的肺上听起来有很大的问题。庄娘，快拿茶水来。母亲，
你坐下歇会儿。玉岭帮老夫人顺着背，陶庄端来温好的热茶。贵夫人喝下后又咳嗽了一阵，才慢慢止住咳嗽。夫人，请您伸出右手，我看下脉象。凤青鸾给她诊着脉象。随着时间过去，凤青鸾的眉心越蹙越深。须臾，凤青鸾道：肺脾气虚，痰浊阻肺。夫人是否经常感觉胸闷气短、喘息疲乏、咳嗽等？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在吃药，见了无数大夫，都无人能根治母亲病症，不知凤小姐可有办法医治？关于夫人的肺部情况，我还得再做详细的检查，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玉公子信得过我的话，能否容我与夫人单独相处？玉林犹豫了下，看向贵夫人：灵儿，你出去吧。玉林点头，带着下人出去。凤青鸾让夫人躺到软榻上，见她要揭开木梨，夫人若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可不必摘取。贵夫人心领神会，对凤青鸾的印象又好了一分。凤青鸾让她昏睡，带进了医疗空间。陶庄看着紧闭的房门：主子，让凤小姐与夫人单独，不会出什么事吧？她不敢，若母亲在她手中出事，她今日出不了这门。陶庄听出了他话中的凉意，垂下了头，不敢再多话。半个时辰后，房门打开，玉岭急切进去，看到夫人躺在床上昏迷着，眉心一沉：你对她做了什么？玉公子别担心，我给夫人做了肺部检查，她的肺上长了几颗肺大泡，这是她常年治病无法痊愈的原因，必须动手术切除。肺大泡，玉岭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今日夫人用过时了，做手术需全麻，必须空腹。明日起夫人不必早饭，再来一趟，我给她手术切除肺部多长出来的东西，后面用药调理，不日可好。凤小姐有几成把握？8成。做手术都有风险，她不能100%肯定，8成已足够让人放心。好，那明日我再带母亲前来。凤小姐为我母亲医治，仅仅是为了感谢在下在双峰山救下你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与公子确认。凤青鸾拿出随身携带的白玉龙形佩，举到玉岭面前。玉公子，你认得这块玉佩吗？不认得。真的吗？你要不再想想，这不是你的玉佩吗？凤小姐，这不是在下的玉佩，我也没有见过。你在找玉佩的主人？我是在找，不过派出去的人还没有查到关于玉佩的任何线索。不知凤小姐往哪方面查？在大夏国，能佩戴龙形玉佩的应该是皇室中人。我知道，不一定是大夏国，也有可能是其他国的皇家人。对于大夏的几位皇室中人，以他当前的势力，既想调查又要注意不暴露，实在是有点难度。之前我问玉公子1个月前是否出现过在云麓山，今日想再问详细点。玉公子那天晚上是否去过楚王府的后山？是否受了伤？凤小姐，那晚我虽是去了云麓山，但是去参加宴席，没有离开过席面，更没有去过楚王府后山，也没有受过伤。你要找的人不是我。今日的事情是我冒昧了，我想知道的已了解清楚。明日还是这个时间，玉公子带着夫人来吧，全当报答公子在山中的救命之恩。上世子，我知道你的身份了，明日再见，可以不用戴面具。尚修染微诧，凤青鸾认出他了。看来你在里面问过我母亲了。凤青鸾不语，玉林取下面具。凤小姐，是我。我没问王妃，那么说是想试探世子，世子坦诚，如实相告了。凤小姐，你很聪明，想必从昨天开始你就在怀疑我的身份了。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再隐瞒。李明的夫人是我的母妃，请凤小姐对今日这事儿保密，不要泄露出去。世子放心，作为大夫，这点还是能做到的。告辞。他离开了驻春小院，看着他走远的倩影，尚修染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像凤青鸾这样的女人，不知楚王哪只眼睛瞎了，会与她和离。不过也正好，凤青鸾和离了，他对她倒是越发的有兴趣了。原来凤小姐来见的是在双峰山中救下她的那位年轻公子啊！她是将上世子误认为是王爷了。王爷啊，那行龙玉佩是您的贴身之物，凤小姐一直在找您啊。谢晋心中生着气，好在他今天跟来了灵竹园，看到了凤青鸾向尚修染确认身份这一幕，否则他还不知道凤青鸾那个女人如此离谱，竟然将尚修染错认是他。察觉到自家主子在生闷气，江曲一个字也不敢再说，跟在他家主子身后。没走多久，谢晋想到一个问题，凤青鸾再三与尚修染确认那晚的人是不是他，是不是说明他没有打消尚修染就是他的怀疑？不行，谢晋暗暗咬牙，他不能再放任凤青鸾乱认人了。江渠，你去一趟侯府，让凤青鸾来荣王府见我。是，王爷。这次要以什么理由请凤小姐过来？需要本王给你想理由吗？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必须让凤青鸾立刻马上来荣王府。凤青鸾刚回到府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管家来禀报：小姐，荣王府的江侍卫来了。这个江渠怎么一天天的净往侯府跑？这次又是什么事？
江侍卫看起来很着急，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小姐，邀请他进来吗？让他来吧。凤小姐，请你快跟我去趟王府吧，我家王爷毒发吐血了。怎么回事？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毒发吐血？哎呀，属下也不知道啊。属下出来前，王爷吐了一大口血晕倒了，属下很担心，便立即过来请凤小姐了。凤青鸾神情凝重了2分，疾步往外面走，坐上马车往荣王府去了。凤青鸾一路急急火火赶到荣王府时，却见某毒发吐血的男人坐在茶舍中板着脸喝茶。你不是毒发吐血了吗？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品茶？你在骗我！不过是一个让你来王府的理由，别激动。本王今日找你有正事要说。江渠，去把锦盒拿来。有话要说是吧？行，先说正事，说完正事再跟你慢慢算账。是，王爷，属下这就去。江渠兴奋地去将锦盒取来，放到凤青鸾桌面前，打开看看。眼前的锦盒与前面收到的2个相同，凤青鸾不假思索地打开，看到里面躺着另一块形状异常的玉面，这是第3块。你手中有3块玉面了，能看出什么来？凤青鸾从空间调出前面2块玉面，当着谢晋的面将3块拼接在一起。当他看到几块玉面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时，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是一整块面具切割下来的。你是？都下去，不准任何人靠近。江渠懵逼，他好不容易等到凤小姐认出他家王爷，能知道2人之间有什么渊源了，王爷让他离开，感觉自己将错过天大的秘密。江渠蔫了，挥手让下人们一起离开。其他人走后，小院里剩下凤青鸾和谢晋。看你的表情，想起本王是谁了吗？凤青鸾太震惊了，他一直在找的人居然是谢晋。1个月前，我与楚王成亲那晚，你曾受伤出现过在楚王府的后山。本王去过，陛下在元禄山设宴。你去参加宴席，为何会来后山？当时你还受了伤。本王被刺客引出来遭到埋伏，打斗中诱发了天隐煞发作，被追杀时在楚王府后山歇息。你那天晚上是否遇到一个身穿喜服的女人？他问得太过直白，谢晋的俊脸肉眼可见的红到了耳根。见他这样，凤青鸾又拿出白玉龙形佩放到桌上，这块玉佩是你的。谢晋点头。凤青鸾不慌，反而冷静了下来。难怪之前他为谢晋施针时觉得他的身材手感熟悉，原来就是他。那天晚上你知道是我，又不好意思认我，才费尽心思用羊脂白玉制作成一块与你那天晚上所戴的玄铁面具相同的面具，分别送给我，是想让我主动想起你是吧？谁费尽心思让你想起本王了？本王如今我想起了你，那晚你帮了我，我说过要对你负责，可惜你昏迷了没听见。既然你将身子给了我，如果愿意，我可以娶你为夫。本王堂堂男儿，还是当朝王爷，你说要娶本王？对，我要娶你。我知道你是王爷，位高权重，气大才粗，我会准备好聘礼与你下聘。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让你嫁给我。他在现代的时候已经是25世纪了，男娶女，女娶男都是很寻常的事。他没觉得说出要娶谢晋时有什么问题。谢晋瞧他神思天外，一定在想如何娶自己的事，心口袭上剧痛，没有毒发也要气得毒发了。他用内力压了压，可再怎么压也压不住思绪乱飘。谢晋越想越气，气血翻涌，喉咙涌上心田，没忍住喷出一口血来，向前趴到桌子上晕了过去。凤青鸾心口一紧，快速起身去看谢晋的情况。他气血翻涌，脉象紊乱，是体内的天隐煞发作了。江渠，快进来！江渠的听力好，王爷不想让他听见与凤小姐的谈话，因此他离得尤其的远。凤青鸾这一喊，没有立即叫来人，他拉过谢晋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上，将他半拖半扶进了房间。撕开谢晋的衣服，凤青鸾拿出银针包消毒，将银针快速扎进男人胸前的几个大穴，护住心脉。凤青鸾叹气，这人莫不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提议，把自己气得毒发吧？他不愿意被娶可以直说，自己气自己弄成这样，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没有外人来打扰，凤青鸾聚精会神的施针，1刻钟后将谢晋的天隐煞压了下去。或许是察觉到有人在身边，常年习武的身体本能反应让谢晋警觉的睁眼，抬手抓住了凤青鸾的手腕。是我，你的毒压制住了，放轻松。谢晋幽深的眸子像是失了神，没有聚焦地望着凤青鸾。凤青鸾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抓着自己的手力度却不小。你是安全的，放开我。他的声音传入耳膜，谢晋的神智才稍稍回笼，目光有了聚焦。你在做什么？凤青鸾心脏一抽，他认识谢晋这么久，这是第2次见他有这么虚弱的时候，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你毒发吐血了，不记得了吗？
我说娶你那是我的心意，可也得看你愿不愿意。你别反应这么大，又不是强娶。你若是不愿意，我再换别的办法补偿你也是可以的，别折腾自己。谢晋喘了一口气，想起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凤青鸾说要娶她，谢晋眼底又蓄积起了怒意。别生气，娶你若不接受，那要不我让你睡一次还给你，那样就互不相欠了。反正他在现代也没有谈过恋爱，也是第一次，这样算起来谢晋也没有吃亏。谢晋差点一口气没提起来又撅过去。凤青鸾这是什么禽兽发言？他简直想碾碎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你想侮辱本王吗？你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娶你是在侮辱你？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女子娶男子。从古至今还没有敢和皇家合离的女人呢，没有第一开辟第一不行吗？我娶了你，开创女娶男的先河，说不定后面也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上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凡事总要有个人起头，不是吗？谢晋没有立即回他，目光紧紧地看着凤青鸾，似乎在思考什么。凤青鸾见他不想再说这个话题，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再讨论，你需要休息，我让江渠进来照顾你。谢晋看他背影消失，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凤青鸾说开创女娶男的先河，他扪心自问，真的接受不了吗？换做其他的人他不能接受，但是凤青鸾的话，可这个女人结束了话题，她又因为动气毒发，要是此时自己再提起，岂不是显得自己太没有立场，摇摆不定了？江渠在外面得知王爷吐血晕倒，急急忙忙冲进来。王爷，你怎么样？去令30军棍滚去扫马厩。是，王爷，等属下将您照顾好了就去。谢晋的情况稳定下来，凤青鸾拿出一个药瓶放在桌上，还是1号解药，水曼陀才拿到手，我还没有时间着手研究，等有了2号解药再拿来让你试试。你找水曼陀是为了给本王制作解药？当然，水曼陀中应当有一种元素可以克制天隐煞，我得研究研究。你等我消息，我一定会拿出天隐煞的解药。凤青鸾说完离开了房间，最后一句话让谢晋心里的那股别扭彻底放下了。对呀，他当初找凤青鸾不正是因为需要与他行鱼水之欢解天隐煞吗？为此他还决定要娶凤青鸾，他不想嫁，那将凤青鸾娶到手不也是一样的吗？想到这里，谢晋混乱的思绪一下子清明了。下次见面，他要将我娶你这句话还给凤青鸾。不用等到下次，明天他就进宫向皇帝请求赐婚。他比凤青鸾先娶她，那他就没有办法娶自己了。第二天一早，谢晋进了皇宫，凤青鸾丝毫还不知道将等待他的是什么。吃过早饭后，也穿戴好，再次去了灵竹园。凤小姐，昨日修染将你说的病情传达给我了，麻烦你今日再跑一趟，我高阳府欠你一份人情，今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跟我提，我必定竭尽全力。皇妃归御了，开始吧。高阳王妃笑着点头，对凤青鸾越看越满意，像之前一样走到床上躺好。尚修染带着人在外面等候。走廊上，属下将调查到的凤青鸾的相关情况悉数向尚修染汇报。世子，属下还查到一个大众不知道的情况，在百花宴上，其实是楚王与别的女人上床，被凤小姐当众揭发。凤小姐恳求陛下准许她与楚王和离，并不是外界所传的，是楚王宠妾灭妻与凤小姐和离，所以后来楚王才着急的娶了镇南将军府的狄小姐为侧妃，这些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的内情。凤青鸾等了10几年嫁给楚王，又眼里容不得沙子，狠心与他和离，是个奇女子。是的，还有一点属下查到，凤小姐在嫁入楚王府之前不会医术，是最近才展露锋芒，医术过人的。她以前故意藏拙吗？不是，据她那位堂妹所说，她在侯府的时候从不曾碰过医书，更没有拜师，所以这点看起来有些蹊跷。不管她以前如何，如今能治母妃的病，她不会诓骗本世子与高阳王府过不去的，就看着吧。1个多时辰后，房门打开，尚世子，按照药方调理1个月，王妃的身子就无大碍了。尚修染将药方给下属，让他去抓药。快到午膳时间，请凤小姐在这里用完午膳，我派人送你回去。谢世子好意，我还有事，不用麻烦。离开灵竹园后，凤青鸾去了云氏酒楼。到了街上，一个人从旁边的街道冲出来，惊得马车一晃。怎么了？有人冲了出来。快，那小子往对面去了，抓住他！4、5个壮汉手中拿着棍棒，凶神恶煞地朝旁边的街道窜出来。没多久，巷子里传来惨叫声。凤青鸾跳下马车，来到巷子口，打死他！敢不还我的钱，狠狠地打！小姐，是凤正，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说他最近在出入地下赌坊吗？是在干这事？别打了，我求你们，求你们再宽限我10天，10天之后，我一定会把欠你们的赌钱全部都还上，我再多给100两。凤二老爷，我求你饶小子一命。我已经宽限你5天了，
连本带利息你还我2000两，再快件10天就是4000两。10天后你能拿出钱来还上吗？给我打，打完之后再说还钱的事儿。原来如此，他在放印子钱。被打的那人是名赌徒。小姐，咱们要插手吗？不用，赌徒和凤正之间的事与我们无关。再等等，等凤书瑶坐上了楚王妃的位置，爆出来一个放印子钱的爹，事情就好玩了。子墨，你去查一下凤正做到什么程度了。在大夏国，放印子钱不是普通罪名，轻则蹲大牢，重则赐字流放，金额大的抄家斩首的都有。他要看看到时候凤正会有什么下场。凤青鸾上了马车，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去了云氏酒楼。云氏酒楼在京城总共有7家，凤青鸾将这7家的账目都详细查问过后，在酒楼用了午饭，回到侯府，正准备午休一会儿，宫里来人。嘿嘿，凤小姐，奴家今日前来宣旨，大喜事，侯府要办大喜事了呀！公公，什么喜事？当然是天大的喜事，凤小姐跪下接旨吧。元朝公公笑容满面地打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侯嫡女凤青鸾蕙质兰心，温柔端庄，容闻军功赫赫，雄韬武烈，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特求娶凤青鸾为荣文正妃，朕心甚意，遗嘱2人喜结连理，特赐荣王与凤青鸾3个月内完婚，钦此。凤小姐，接圣旨吧。听完圣旨内容，凤青鸾如遭雷击。他说什么？皇帝给他和谢晋赐婚？那意思是他不能娶谢晋，是谢晋要娶他了？公公，你说是荣王去求陛下请的赐婚圣旨？是的呢，荣王殿下今日一大早进宫向陛下求了这道圣旨。凤小姐，荣王殿下很中意凤小姐，这是侯府的大喜事，快高兴高兴吧。送走了元朝公公，凤青鸾越想越觉得古怪。他昨日说要娶谢晋，今日谢晋就去求取了圣旨，那男人他是故意的吧？凤青鸾气闷地拿着圣旨出了侯府，去了荣王府。到了荣王府，谢晋似是知道凤青鸾会来找他似的，好整以暇地坐在院子中等他。谢晋，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圣旨上的内容不清楚吗？本王要娶你。我知道，所以我才问你什么意思。昨天我才说了要娶你，今天你就去宫里求了圣旨，这就是你想到的解决办法？为了不让我娶你，先下手为强是吗？有什么不好吗？本王娶你，你既对本王负责，达到了你的目的，本王也不用被你娶，两全其美。而且本王还帮你解决了聘礼的问题，你准备待嫁就行了，本王给你下聘。可是，凤青鸾觉得哪里怪怪的。别可是了，过程不重要，成目的就行了。还有3个月的时间让你调整心态，成为本王的王妃。对了，你的解药研制的怎么样了？还没开始研究，你着什么急？本王不急，你慢慢来。到这时，凤青鸾终于意识到他一直的别扭劲儿在哪儿了。他要娶谢晋，谢晋是侯府的女婿，出生的孩子是姓凤。若谢晋娶她，那她就是再次嫁入皇家，出生的孩子姓谢，她才从谢业那个火坑跳出来，难道又要跳进谢晋这里？你今日娶我，说你结后纳妾又该如何？我娶你，我是不会纳满妾的。本王不会纳妾，此生的妻子只有你一人。你是皇叔，能做到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你娶我不过是为了赌气，维护颜面，并不是因为喜欢。你真的确定一辈子就因为赌这口气而不再碰别的女人了？他的目光太过质疑，谢晋神情不自在。我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之人，我娶你是履行诺言，对你负责。倘若后来你遇到了想厮守终身的女人，我会放你离开，与你和离。但如果是谢晋因为赌气娶她，像谢烨那样有了心爱之人，凤青鸾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和离。本王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说到做到，绝对不会让楚王府的事情在你身上再次发生。你在说什么呀？这辈子只有我，那你这么说，那岂不是其实你喜欢我，才去向陛下求圣旨，才会说出不再有别的女人的话？凤青鸾，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本王喜欢你，本王不过是为了不想让你娶本王才请求赐婚。再者说，不是你说要对本王负责吗？那你这么说，那本王是否也可以说，其实你早就喜欢上本王了？这哪跟哪啊？你在胡说什么？我对你只有责任，没有喜欢。不知怎么的，听到凤青鸾如此坦然地说出这句话，谢晋心里涩涩的。凤青鸾脸皮也烧得厉害，见谢晋没说话，他也不说话了，两人尴尬地静默着。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忽然荣王府东南方的天空炸开一道信号弹，信号弹的方向是侯府的方向。侯府出事了，那是本王安排的侯府的人发射的。若是侯府遭到袭击且无法应对时，暗卫们便会发出信号请求支援。
他边说边来到凤青鸾身边，大手揽住他的腰，纵身一跃。谢晋带着他飞檐走壁，没多久，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侯府。侯府的后院燃起了熊熊大火，整个侯府乱作一团，不少黑衣人在与侯府的侍卫和荣王府的暗卫们打斗。凤青鸾直奔寿安堂，快救火啊！祖母在哪儿？她在房里吗？小姐，老夫人没有出来，您出去的时候，老夫人说回寿安堂休息了，她还在房间里啊。凤青鸾眼前一黑，快速朝燃大火的房子冲去。火太大，你不能去。祖母还在里面。你等着，我去。说完，他跳进火海，在他走后的同时，察觉到身后危险袭来，凤青鸾警觉避开，几枚暗器擦过他的眼前，没入了前面的火海中。凤青鸾回头看去，10来名黑衣人从房顶上飞落，朝他这边杀了过来。凤青鸾与黑衣人交手在一起。我家主子请凤小姐跟我们走一趟，这是信物。他朝凤青鸾扔出一个小盒子，凤青鸾抬手接住，打开来看，是一只断裂的小指。凤青鸾瞳孔骤缩，这只小指上戴着翡翠戒指，正是祖母日常佩戴的。你把我祖母带去哪儿了？想找到她，跟我走一趟吧。黑衣人往外而去，凤青鸾捏起了盒子，快步朝他追了上去。小姐，别去！想去追他，刚才围攻凤青鸾的几名黑衣人挡住他的去路。谢晋冲进大火中，没有发现侯老夫人的身影，心道被骗了，快速冲了出来。看到打斗的黑衣人四散逃开，没有看到凤青鸾。凤青鸾呢？有人给了小姐一个盒子，小姐看了后朝她追了出去，盒子里装的应当是老夫人的东西，他们把小姐引走了。薛子墨的话还没有说完，谢晋就朝他说话的方向追了出去。等到了街上，哪里还有凤青鸾和黑衣人的影子？薛子墨等人也跟了出来。那群人有备而来，放火之前其实早将老夫人绑走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再将小姐引走，天子脚在黄土根上。这群黑衣人明目张胆的绑架，简直猖狂至极。谢晋周身冰寒如霜，凤青鸾很聪明，当他知道中计之后，应当会给他留下线索。去侯府的四周搜索，看有什么可疑的踪迹。听到谢晋的命令，所有人分散开去。谢晋在周围走动，来到旁边的一条小巷，发现地上有条不明显但能看出来痕迹的淡白色粉末。谢晋蹲下身，用手指擦拭着粉末闻了闻，粉末中有种淡淡的清香，与凤青鸾衣服上的香味相同。叫来江渠，去牵条狗来。江渠很快带了2条搜寻犬过来。搜寻犬嗅了嗅粉末，朝巷子右边的街道狂奔而去。混沌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凤青鸾悠悠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这不是一间寻常的房间，除了一张床，里面还有几张大长桌。大长桌上摆放着各种瓶器、烧瓶、漏斗，有些玻璃瓶里放着药材，浸泡着动物脏器、婴孩甚至人体的脏器。这些器皿中有许多是现代实验室才能用到的。凤青鸾之前的猜测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黑衣组织背后的主人，或者说黑衣组织之内很有可能有穿越者。凤青鸾正思索着，吱呀一声，房门从外面打开，对方的气息极为浑浊，浑身充满诡谲和戾气。凤青鸾警惕地看着他。你害怕我？听说上次你制作出了离毒的解药，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将离毒解药当着我的面再制作一遍。我要见我祖母，否则我什么也不会做。这人想看他制作解药的过程，是想看他会用到哪些工具吧。离毒的解药需要用到现代的医疗器械，对方怀疑他穿越人的身份，想亲眼验证。他必须尽快找到祖母，将他的断指接上，不能在这里与黑衣人耗着。你祖母在我手上，你觉得你有谈判的资格吗？话是如此，但你要用我祖母来威胁，至少也得让我知道她还活着。你也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信息，不是吗？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你也别想得到想要的。鬼面人盯着凤青鸾，凤青鸾感觉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几个度。房间静默了片刻，鬼面人挥了挥手。凤青鸾以为有人会将祖母从门外带进来，谁知没多久，他听到外面的院子里传来祖母的喊声：青鸾，你不要管我，他们要你做什么都不要答应，你保护好自己。凤青鸾朝门边冲去，2柄长剑架在空中挡住他。凤青鸾看见院子左边最角落的那间房门外，2名黑衣人拉着祖母朝房间里拖去，随后房门关上。看到了吧，他还活着，该做你的事情了。凤青鸾站在门口，胸口起伏不定，正要说话，眼角瞥到一只黑色的东西从院中央飞过。凤青鸾眼睫微垂，深呼吸了一口气，转身说道：你这里的东西还差一样，去找些紫露血来，那是制作解药不可缺少的东西，越多越好。别想耍花招，你敢不安分，下一次见到的就是你祖母的一只手。去给他找紫露血来。没过多久，下面的人端来了2盆子露血。
想研究离毒解药，得先有离毒。哪一个瓶子里装的是吃救猴的唾液？鬼面人指了指绿色那个。凤青鸾拿起瓶子，扯开盖头，将里面的唾液滴到器皿中。这种烧杯型的器皿上面还有尺度。凤青鸾装作好奇地问道：“这上面一条条的小细线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认得他？不认得，我是第一次见。那你是如何制出解药的？你应该有单独的制药案台吧？有刻度的杯子，难道不是研制解药基本品吗？凤青鸾没有说话，他专心致志捣鼓着手中的药。鬼面人见状也不再说话。凤青鸾拿起了烧杯，走到紫露盆前，少起一盆血来。鬼面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作。凤青鸾回到座位，他在做这些的时候，鬼面人没说一个字。凤青鸾觉得奇怪，如果此人真的懂得现代的医学研究，他在研究解药的过程中，许多步骤都是错误的，对方却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凤青鸾心中暗道，难道对方是在试探他吗？到了沉淀这步，凤青鸾道：“这要等1个时辰才出结果，我休息一会儿。”鬼面人没有要走的意思，依然盯着他。在等的时间里，你不用一直守着我吧？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大哥，这里是哪里我都不知道，外面全是你们的人，我祖母也还在你们的手上，我如果想逃，就不会跟着你来了。你在自己的地盘上还这么谨小慎微吗？好歹男女有别，我躺在床上睡觉，你这么看着，合适吗？鬼面人岿然不动。凤青鸾翻了个白眼，走回床边躺下，背对着鬼面人，扯过被子，从头到脚整个身子都缩在被窝里。鬼面人嘴角抽搐，这女人真怕自己对她做什么吗？裹得那么严实，像个粽子一样，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虽然她不是什么君子，但也不会一直盯着一个睡觉的女人看。鬼面人走到旁边的椅子坐下，还是偏头看着床上凤青鸾的方向。1个时辰过去，时间到了，快起来。床上的人没理会，鬼面人站起来。时间到了，你没听见吗？床上裹成蚕蛹的被子依然没有动静，鬼面人心头一沉，快步走上前掀开被子。这里面哪里还有人，只有一团空荡荡的空气。哎，人跑了，拦住所有出路，将他搜出来，把老太婆给我看紧了。他让人四处搜寻，一时间安静的院子忙碌起来。在空间医疗室里，凤青鸾听着房间里没有动静了，悄悄出来，躲在门后观望着院子里的情况。瞧着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鬼面人也找了出去。凤青鸾跑到紫露血前，从空间拿出一包粉末，倒进血中，将其中一盆放入空间，另一盆端着去了门外。趁着黑衣人们没人看他，凤青鸾将紫露血洒到地上。没多久，有黑衣人看见了他。他在这里，还在院子里，那边。凤青鸾扔掉手中的盆，又将另一盆血水从空间取出来，边跑边倒着来到了院子。之前他没看错的话，从院中飞过去的那只黑色东西是蝙蝠。蝙蝠最喜欢血和花香，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等吸引来蝙蝠收拾黑衣人，他便有机会冲进祖母的房间。黑衣人们很快也来到了凤青鸾身后，然而随着他们的到来，空中传来翅膀扑闪的声音，一大群乌嚷嚷的蝙蝠从一处房间倾巢而出。是吸血蝙蝠，谁把他们放出来了？快躲开！蝙蝠朝着他们飞去，啄食他们的鲜血。趁着混乱，凤青鸾来到了关押祖母的房间。门口的2名黑衣人看到凤青鸾朝他们跑了过来，拔出长剑准备将他抓住。凤青鸾掷出几枚银针打向2人，一柄利剑猛然朝凤青鸾投来，凤青鸾惊魂躲开。贱人，你耍我！抓住他！凤青鸾朝空中迅速发出信号弹，踹开房间的门钻了进去。鬼面人微愣，那女人玩了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去他祖母的房间。整个山庄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他就算见到了他祖母又如何？不要耍了，将房间四周守住。看向天空，凤青鸾发射的信号弹，他这是在告诉荣王他的方向。等荣王赶来，他们还在这里吗？这女人看似聪明，实则蠢笨。他踹开房门走进去，以为能看到凤青鸾抱着老太婆警觉等着他的画面，结果等他到了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来人，搜房！他不信2个大活人还能藏在房间的哪一处，而他找不到。鬼面人在里面搜寻，不管怎么着都没有凤青鸾和老太婆的影子。头儿，没有人啊，也没看到他们出来啊，那2人去哪儿了？又消失？他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2人一定还在房间，将四周给我看死了，不准任何人进出。凤青鸾在空间里听着鬼面人的咆哮，唇角勾了勾。不得不说，他守着房间，相当于将他困在了房里。可他发射了信号，谢金会发现他留下的异香和信号弹准确找到这里。等他来之前，他先将祖母的断指接好。凤青鸾走向床边，看着床上陷入昏迷的祖母，开始准备接旨手术。老大，有人朝山庄过来了，带头的人好像是荣王。来得这么快？
双方带的人不少，咱们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遭灭顶之灾。灭顶之灾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被荣王抓住而暴露了组织，上面的人知道了，绝对不会轻饶。凤青鸾，我知道你还在这里，也能听到我说话。今日让你钻了空子，下次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走。谢晋看到信号是从这个方向发出来的，等进入山庄，发现这偌大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给我搜，找到黑衣人留活口。侍卫们分开去搜查。谢晋来到之前凤青鸾待过的实验室，搜寻犬在里面嗅到了他的气味，凤青鸾却没有在里面。王爷，莫不是他们知道我们赶来，提前将凤小姐和侯老夫人转移了？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还没有走远啊，在附近的山林中或许还可以追到。留小部分人在这里继续搜，其他人去山里。他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其中一只搜寻犬对着一间空房不停狂吠，谢晋快步过去。这间房间将去搜过了的。搜寻犬进过这房间，说明凤小姐曾经进过这房间。这一处也是唯一被打砸过的房间。凤青鸾一直在手术室，做完手术后出来，想着谢晋应该到了，在空间里听了听，门外没有动静。凤青鸾出现到房间，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没有人，院子里也没有人。难道谢晋来过？他在手术室里没有听到？凤青鸾再次发射信号弹，将祖母从空间搬出来。谢晋带着人进山，走出不久，看到空中有信号弹，快速返回庄子，就看到他们搜查过的杂乱房间。凤青鸾带着侯老夫人坐在地上。你在这里？你们来多久了？刚走。凤小姐，王爷和属下来过这间房，你没有在这里，你藏在哪里？手术室屏蔽了外界的声音，他没有听到谢晋来的声音。我从外面进来的。先别说这些了，黑衣人逃走了，有派人去追吗？派人去了，不一定能追上。那些人太狡猾，这座庄子的位置太深，若不是搜寻犬跟着凤小姐留下的香气找过来，再看到信号弹，他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找到。先离开这里再说。一行人下了山，谢晋让人将侯老夫人送到荣王府。凤青鸾没有异议，跟着他回到了谢晋那里。楚王府，谢燕得知谢晋进宫向陛下请求赐婚凤青鸾的圣旨，忍不住怒海翻腾。他要去侯府向凤青鸾问个清楚。王爷，您要去哪儿啊？您的伤还没痊愈，需要休息。本王要去找凤青鸾，他绿了本王，赐婚圣旨都下来了，本王能忍得下这口气吗？王爷，那是姐姐的私事，你与她已和离，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王爷何必为一个你不要的女人动气呢？什么狗屁自由！本王看他早与谢晋勾搭上了。说不定那日在百花宴会上，他与狄曼丽的事情，凤青鸾也有参与。王爷，您不能去，你还受着伤，妾身会心疼的。谢燕正在气头上，听不进去半个字，将凤书瑶推开。舒侧妃，王爷，舒侧妃晕过去了。去请白大夫。本王不过是推了下他，怎么晕倒了？王爷，舒侧妃听说人血入药能给伤者补气血，更好的调理身子。她每日都在王爷的汤药中用了自己的血，她是失血过多才会这般虚弱。人血入药，他怎么会？是的，王爷，舒侧妃为了让您恢复得更好，每日割血，还不让奴婢告诉您。她这般为王爷着想，请王爷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舒侧妃的心血付诸东流啊！谢燕眼尾一热，心中充满柔软和自责。她的舒瑶怎么这么傻？为了他不惜伤害自己，如此豁出性命，她拿什么才能对得起他这份深情？谢燕将凤书瑶抱回床上，白华葬来了，给凤书瑶诊过脉后叹气道：唉，王爷，舒侧妃气血亏损严重，导致的体力不支晕厥。她偷偷为王爷割血，不让草民告诉你，草民有知情不报之罪，请殿下恕罪。舒瑶一心为本王着想，本王不怪你们。他察觉出近几日的药中带着腥味，没有重视，原来竟是舒瑶为他做了这么多。几人说着话，凤舒瑶仿佛在梦中想抓住什么似的。王爷不要去。舒瑶，本王在这里。凤舒瑶如同噩梦惊醒般睁开眼睛，看到谢燕坐在床边，眼圈泛红，弱弱的道：王爷，你没有走，我这是怎么了？你为本王割血，为什么不告诉本王？杀舒瑶，本王不值得你这么做。王爷，你是舒瑶此生最爱的人，只是割点血而已，能让王爷尽快好起来，就算放干前瑶的血，我也愿意。王爷还去姐姐那边吗？不去了，你都这样了，还要关心本王？他与你相比，你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再给本王割血了，好好调养身子。凤舒瑶甜甜的笑了笑，闭上眼睛。谢燕看着他睡着，起身出去了。他走后，凤舒瑶睁开眼睛。小姐，你没看到你晕倒之后，殿下有多着急？想来咱们的计划快要成功了，殿下对你很是自责和愧疚。
那当然，也不看看我为他做了什么。谢燕去了狄曼丽的院子。王爷，您身子还没好，怎么过来了？本王有事找你，其他人下去。王爷想说什么？本王看你这段时间脾性收敛了不少，与舒瑶相处的也算和谐。因着当初是你设计本王进的王府，也算是本王成全了你的心愿。今日本王来向你提一个要求，你若做到，今后本王不说多宠你，也会与你相敬如宾，给你侧妃该有的体面。王爷请说。本王深爱舒瑶，想让她做楚王妃，碍于她的身份一直无法兑现对她的承诺，所以本王想请你让镇南大将军收她为义女。这么做若能让王爷高兴，臣妾会回去说明的。父亲只有臣妾一个女儿，为了臣妾的幸福，相信他会答应。好，你的善解人意甚得本王心意。晚上本王来你这里歇息，明日你就回去把这事办了吧。后日本王会进宫向父皇请教升舒瑶为楚王正妃的事，你作为本王的侧妃，理应知会你一声。是，王爷。狄曼丽看着他逐渐走远的背影，眼中迸射寒光。凤舒瑶坐上楚王妃那日，也是他身败名裂那日。狄曼丽叫来迎春，去将消息告诉凤青鸾，说事情快要办成了。荣王府还有几日要离京前往雷鸣塔，你祖母这段时间在王府静养，荣王府铜墙铁壁，任何人都闯不进来，你可以安心。凤青鸾也是这么想的，经历了这次偷袭，他实在不敢让祖母再回侯府。黑衣人将你抓走之后做了什么？在庄子中发生了什么？凤青鸾将鬼面人让他制作离毒，他用紫露血引来蝙蝠救下祖母的事情，半真半假的与谢晋说了。我们藏在房间，鬼面人没有找到，多亏你及时赶来。你是本王的王妃，何必如此见外？我们没有成亲，谁是你的王妃了？这次去祈福，侯府无关物质，你以侯府小姐的身份去不了。如果不以荣王妃的名义，你要如何去？我随行在荣王府的队伍中跟去。行，你作为本王的贴身婢女随行。凤青鸾无语。傍晚时分，安排在宁乡村的暗卫回来。王爷，葛明说想起了一些事儿，请您和凤小姐去一趟宁乡村。谢晋让江渠把消息告诉凤青鸾，凤青鸾有些激动，叮嘱秦嬷嬷照顾好祖母，与谢晋出城去了宁乡村。等他们到达村里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你想起了什么？说出来。其实那天晚上不是飞鹰号先撞击的礁石，是船上的人大乱之后失去控制才撞上了礁石。别紧张，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来串联整件事。当时船上的人为什么会失控？我记得骷髅岛那一战死了很多人，侯爷带着将士们将骷髅岛上的水匪全部剿灭之后，大获全胜。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庆功宴，也就是在喝了酒之后，事情变得不对劲了。当时全体将士向侯爷敬酒，不知道喝了多久，有些人开始发疯，对其他的人进行攻击。他们面目狰狞，见人就砍。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船上陷入混乱。我之前所说的萤火虫，那是我们不受控制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发光发亮，像萤火虫一样。为了抢夺它们，船上的人才会发疯。我也没逃掉，撞了人后掉入河中，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看到的萤火虫是由吃酒后的唾液制成的毒药引起的，应该有人是在庆功宴上的酒中下了毒。小姐说的没错，场面失控之前，我曾看到蒋副将和一名士兵在甲板谈论什么，我隐约听到了“淫蛇”两个字，是蒋副将带着所有人向侯爷敬酒，酒也是他让人抬上来的，我怀疑是他在酒中动了手脚。蒋副将是谁？他是侯爷手下最得力的2名副将之一，侯爷很信任他，曾跟着侯爷立过军功。凤青鸾知道这人，蒋副将蒋兴旺，以前跟着护国侯走南闯北，跟刘比的关系也很不错，算是看着原主从小长大的。他有一任妻子，蒋兴旺离开后，他这位妻子离开了京城。如果你没有听错，是蒋兴旺背叛了王爷，害死了所有战友。他是被人收买了，还是被人威胁了？这点可以去向他妻子打听一下，倘若那人还活着的话。若他真是叛徒，他的妻子恐怕已惨遭毒手了。好歹也是一个线索，是死是活都要去查。殿下，你知道银蛇是什么吗？5年前，江湖上的头号杀手组织就叫银蛇，此组织的人神出鬼没，他们接任务不看钱和权，全凭兴趣。这个组织的人数不详，据说5年前被团灭，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们为何会出现在3年前的飞鹰号上？为什么一个江湖组织要杀我父亲？这正是令人想不通的地方。护国侯死后，谁获益最大，谁的嫌疑就最大。父亲去世后，他手中掌握的大军被皇帝收回，其中一部分给了镇南大将军狄良。这是明面上看到的，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获益人。房间里陷入了安静，谢晋看向门外的夜色。听了这些，你也睡不着吧？要出去走走吗？走吧，去散散步。2人出了徐大叔家，来到不远处的湖边。
今夜的事我会让人去查。白天的鬼面人，你能判断是黑衣组织的头目吗？我才不是，黑衣人组织势力庞大，头目不会轻易出面。两人站在湖边，快到入夏的季节了，凉风吹过，凤青鸾心情好了些。回去了吧。他转身走了，身后突然传来落水声。凤青鸾回头看见谢晋滑入了湖里。让你往回走，不是往河里走，怎么回事啊？他站在岸边等着，看到谢晋在水中时不时冒出水面，看起来不会游泳的样子。凤青鸾从没有想过谢晋战神一样的人物不会游泳。你再不上来，我走了。凤青鸾做事要走，没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啧了一声，这男人还真是会恶作剧，为了帮他调节心情吗？回头朝湖面看去，这一看吓一跳，刚才谢晋还在扑腾的地方，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喂，谢晋，你要恶作剧也有个限度，快上来，别再演戏了。湖面很平静，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凤青鸾无语，无奈地跃入水中，去谢晋落水的地方找他。找了一圈没有看到谢晋，这下凤青鸾有些急了，在水底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快速地朝黑影游去。谢晋浮在水中没有挣扎，凤青鸾将他扯出水面带回岸边，探向他的鼻息。没有呼吸。凤青鸾面色一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对谢晋做人工呼吸。随着时间过去，谢晋依然没有醒来的迹象，也没有恢复气息。江渠，你家主子出事了，快出来！江渠听到喊声，匆匆跑来。王爷落水了。你背他回房间。江渠心急如焚，将谢晋背起来。王爷不会游泳，怎会落水？是意外，先回去。进房间后不许人来打扰我。两人快速回了徐大叔家。凤青鸾让江渠将谢晋放到床上，将他赶了出去。关上房门后，他将谢晋带进空间医疗室。江渠在门外不停地踱步。为了测试凤小姐，王爷竟用如此危险的方法，太冒险了。不知道凤小姐能不能将王爷救醒。凤青鸾将谢晋带进空间后，检查他的生命体征，没有。他扯开谢晋胸前的衣服，准备除颤。就在这时，机器传来心跳的声音，谢晋开始恢复心率。凤青鸾一愣，谢晋活过来了。他的心跳慢慢恢复正常，谢晋睁开眼睛，与凤青鸾四目相对。凤青鸾察觉哪里怪怪的，你醒了。谢晋刚刚苏醒，目光还有些茫然，看向凤青鸾的时候，也看到了他身后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这是哪里？凤青鸾暗道糟糕。谢晋忽然醒来，看到了手术室，在这个朝代绝对不会出现的东西，他要如何解释这是哪里？在梦中，你再睡会儿。他给谢晋注射了镇定剂，谢晋眼皮变得沉重，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也是第二日上午。谢晋从床上坐起，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一个黑影从后面的窗户进来，是一直潜藏在暗中观察昨晚一切的暗夜。你看到了什么？王爷，昨晚凤小姐将你带回房间之后，凭空消失了，直到后半夜又带你出现在房间，将你送到床上。她什么都没做，只是消失又出现了，很是不同寻常。谢晋揉了揉太阳穴，模糊地想起昨晚看到的白色房间里面的布置和陈设，他不是在做梦。你没有被发现吧？昨晚凤小姐见王爷没了呼吸，很是着急，应当没有发现异常。冷静下来后，不知道她有没有。突然房门砰的一声被从外面踹开，凤青鸾面若寒霜地走进来。昨夜没发现，不过现在发现了。谢晋，你演那么一出戏，就是为了试探我。暗夜退了出去，谢晋眉心紧拧，定定地看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和暗夜内功深厚，两人在房间都没有听到他在门外的声音。凤青鸾没有内力，不可能完全掩盖气息，让他们两人都没有察觉。你不惜假死来试我，就是为了确定我到底是什么人？那你得到想要的答案了吗？你的行为太异常，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已经看到了，再继续隐瞒毫无意义。我是从几千年后的世界穿越而来的灵魂。昨晚白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来自于那个世界。没错，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异常？上次坠落悬崖，在山洞时我醒过一次，我看到我们都盖着被子，当我睁开眼睛时，被子没有了。你给我处理伤口时用到的绷带和药物，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地方，但是紧急用药时你却能拿出来，因此我猜测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于某个地方，随时方便你来回拿取或收回去。再者是这次那间杂乱的房间，我们离开不足半刻钟，你出现在了那个根本不可能藏人的房间里。就算如你所说是从别处过来，为何要去那个房间？只能说明其实你一直都在里面。还有最后你算漏了一点，我们离开的时间很短，你却出现了。你应当是没料到我们已经来过，再加上之前的疑惑，足以让我怀疑你是从房间里出来的。在崖底的时候你就怀疑了我，可能那时你以为看错了，接连发生的事情才让你加深了怀疑。是我大意了，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在那个世界没有注意到，让你发现了这个时间差。说完了我，你又来说说你是如何能做到死而复生的？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假死是为了让我带你进医疗室急救是吗？
我用了凝气功，此套功法可以让我在短时间之内气息全无。先前我被你带进空间，每次都是昏迷进去，这次我要中途醒来，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地方。而且就算是我没有从那里醒来，暗夜看清楚了你是如何消失又出现的，也大概什么都清楚了。话说回来，你是怎么怀疑是我用了计的？这还不简单？你可能不会游泳，但你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掉入湖里。单凭这点，我可以怀疑你的动机。昨晚他关心则乱，看谢晋没了气息，以为他溺水而亡，人工呼吸也救不回来，第一反应是救人，从而忽略了一些细节。仅凭这一点，你就能确定？难道不是你故意留下疑点让我怀疑的吗？你知道我会先救人，然后想明白被你耍了来质问，顺便将事情说开。我们的对话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不是吗？本王不想让我们之间有隔阂，你告诉了我秘密，我告诉你我设计了你，互不相欠。那是对你而言，我不这么认为。他怪自己太信任谢晋，用假死来挖掘他的秘密，真狠心。回想起他发现谢晋死了的那一刻，心里的难受，凤青鸾气自己居然会为了他难受。是你先对我隐瞒，我才出此下策试探，也算是了结了心结。如果你很生气，本王给你赔不是。他道歉的话还没有说完，凤青鸾走过去，一拳捶在他的胸膛上。谢晋没有反抗，挨了他这一拳。我不会再住在荣王府，这就回去把祖母接走。这2日打扰了。谢晋忍着胸口的疼痛下床，谢晋用了凝息功，还没有缓过来，下床后脚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王爷，凤小姐很生气的驾着马车回京城了，咱们要去追吗？你说呢？暗夜，去将她拦住。江渠将他扶起来，带着他施展轻功，朝院外的马车追去。凤青鸾气得呕血，他察觉自己好像过分在意谢晋了。没多久，一道黑影挡在凤青鸾的马车前。凤小姐，王爷正在追来，请你在这里稍等。等个屁！我与他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凤小姐，王爷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使用了凝息功后，歇下来7日，将身体虚弱，你将马车赶走了，王爷如何回京？那是他自作自受，我管他怎么回去。凤小姐，这是荣王府的马车。荣王府的马车是吧？凤青鸾咬牙掏出银袋子扔给暗夜，这些钱够买这辆马车了吧？你让开，否则别怪我把你撞飞。凤小姐，王爷说让你等他，属下不可能放你走，别逼属下动手。动手就动手，别逼逼。马车冲过去，暗夜丝毫让开的打算都没有。在马车快要靠近时，他一脚蹬在地上，像一颗炮弹射向凤青鸾。凤青鸾以为暗夜来攻击他，谁知暗夜冲过来后，从他手中抢过缰绳，直直的将狂奔中的马儿勒停下来。凤小姐，王爷对你与别的人不同，他很关心你。上次你去双峰山，王爷派我和暗风暗中保护你，王爷对你痴心一片，你不要因为这点事与王爷窒息，伤了王爷的心。你们跟着我？是的，你在深潭摘取水曼陀时遭遇鳄鱼袭击，是属下暗中阻挠，即使上世子没有出现，你也一定会平安无事。看到江渠带着谢晋追了上来，暗夜识趣的闭嘴退到一边。你要本王怎么做才不生气了？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主意。侯府有荣王府安全吗？一句话将凤青鸾干趴下了，他不能意气用事，置祖母的安全于不顾。你要与我赔礼道歉是吗？行，给你一个机会，明天你当一天小厮供我使唤。好，我不会因为你还虚弱着对你心慈手软。行。他只是随便一说，没想到谢晋堂堂荣王能这么放得下心气，答应做他的小厮。凤青鸾又气又无语，白了谢晋一眼，上了马车。听完两人对话的江渠、暗夜齐齐无语。凤小姐要将王爷当小厮使唤，王爷想都没想答应了，这是什么破天荒的事情？第二天，凤青鸾虽说让谢晋做他一天的小厮使唤，但偌大的荣王府什么都不缺，让谢晋做的不外乎都是些端茶递水的小事。这天下午，凤青鸾和狄曼丽在春风来见面。按你的要求，我让父亲认了凤书瑶为义女。上次楚王受伤，凤书瑶为他割血。前几日楚王进宫向陛下提出要抬凤书瑶为楚王妃的事，陛下答应了，圣旨在祈福结束之后下来，到时候她成了楚王妃。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按兵不动，让凤书瑶得意几天，收拾她的事，祈福回来再说。行，我等你消息。几日后，夏明帝带着嫔妃和百官去京城外的皇家园林中的雷鸣塔举行祈福，凤青鸾作为荣王的贴身婢女跟随。等结束后已至中午，夏明帝带着众妃在雷鸣塔旁边的行宫用膳。凤青鸾走了2个小时的路，又站了半天，2条腿有些酸软。她是谢晋名义上的侍女，除了做样子，其他的事不用管。凤青鸾坐在庭院中休息，坐在台阶上的婢子过来给本淑侧妃捏腿。凤青鸾听着声音耳熟，回头看去，果然是凤书瑶。还以为来参加祈福会是什么轻松的活，没想到站那么久，累死我了。凤青鸾没有动。凤书瑶见他使唤不动一个婢女，朝直男使了个眼色。直男朝凤青鸾走过去，
说你呢，没听见我家树侧妃叫你吗？我不是他家的下人，为何要听他使唤？这是楚王的树侧妃，等祈福结束后回去，陛下就会下旨成为楚王妃。难道未来的楚王妃还换不动你一个低贱的婢女吗？低贱的婢女，这么说自己还是头一次听啊。婢女也分3、6、9等，本姑娘是伺候未来楚王妃的1等侍女，你不过是哪个犄角旮旯的下等人，死了都没人在意的最低等的婢女，你有什么资格与本姑娘顶嘴？说着抬手朝凤青鸾脸上打去，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凤青鸾，凤青鸾反手一个耳光先打在他的脸上。未来的楚王妃，她这不还不是楚王妃吗？不过是个妾室，也好意思在这里嚣张跋扈？你是什么人？敢瞧不起本树侧妃？你的主子是谁？报上名来！凤青鸾装作荣王的婢女，脸上是异过容的。我家主子的名讳说出来，怕是要吓着你，你不配知道他。凤书瑶瞧他高傲，心中不免打鼓，可想到自己即将成为楚王妃，心气儿可是比天都高了。哼，不管你是哪个官员家的大家婢，左右不过是臣子，我好歹是楚王府的宠妻，你家主子还能尊贵得过皇室中人吗？你殴打本树侧妃的侍女，顶撞本树侧妃，今天我就替你家主子教训你，免得有朝一日你无法无天，冲撞了别的贵人，给你家主子添麻烦。跟知南一样，凤书瑶也想打凤青鸾的脸，他以为是主子，凤青鸾不敢还手，谁知凤青鸾打他更狠。哎呦，我的肚子！树侧妃，你没事吧？你来试试看有没有事！你个小贱人，敢打我！直男，去将王爷请来，今天我非要王爷杀了他不可！直男看了眼凤青鸾，撒丫子跑去叫人了。凤青鸾蹲下身，掐住凤书瑶的下颌。你想杀了我吗？我可是未来的楚王妃，你要杀了我，楚王绝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你的主家。是吗？他拔下凤书瑶头上的金钗，一点点在她脸颊上划过。你说你这张如花似玉的小脸若是毁了，楚王还会那么宠你吗？凤书瑶惊恐地张着眼睛，她怎么好像从这个婢女的表情中看到了凤青鸾的样子？你想做什么？你要毁了我的脸吗？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事？手上一用力，一枚暗器朝凤青鸾手中的金钗飞来，将她打飞出去。凤青鸾看向地上的东西，不是暗器，是一截断裂的树枝。他朝树枝飞来的方向看去，太子谢恒走了过来。殿下，太子殿下，你救救妾身，这个大胆的婢女要杀我！放肆，敢冲撞太子！凤书瑶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太子殿下，你来了，太好了！那个贱婢想用金钗毁掉妾身的容貌，他以下犯上，求太子殿下惩罚他。把他拿下！叶枫朝凤青鸾走去，这时谢燕被知南请了过来。书瑶，你哭什么？王爷，那个婢女想划破妾身的脸，妾身好害怕呀！书瑶别怕，本王在这里，谁也不敢伤害你。谢燕来了，叶枫顿住脚步看向太子。既然楚王来了，这件事你们自行处理。看也没有看一眼凤书瑶，走了。凤书瑶眼睛黏腻在谢恒的背影上，看到他这样，谢燕的不悦更甚。人都走远了，你还看他做什么？殿下，婢子差点毁了妾身脸的时候，是太子出手相助，打断了他手中的金簪，否则妾身的脸已被划出来道道血痕了，是太子救了妾身。你的意思是本王来晚了，你喜欢上太子了？不，妾身不过是想感谢太子殿下的救命之恩，请王爷不要误会，妾身是你的女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他人？谢燕抿唇，也不在这事上纠结，上下打量凤青鸾。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下人？敢伤本王的女人？素来听闻楚王宠爱凤树侧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凤树侧妃嚣张跋扈，奴婢没去给她捶腿，主仆二人就过来打脸奴婢。请问这是楚王府的规矩吗？你还没回答本王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家的婢子？他是本王王府的，楚王有事。侄儿见过皇叔，国师也在。本王和国师聊些事情，听到楚王喝令本王的婢女，怎么了？皇叔，你的婢女威胁舒瑶，想给她毁容。一个小小的婢子行事猖獗，恐怕是仗着皇叔的威势。他是皇叔的人，请皇叔给侄儿一个说法。是这样吗？奴婢谨遵王爷命令，只伺候王爷，不敢伺候其他的人。凤树侧妃使唤奴婢给他捏腿，奴婢不肯。他和侍女过来打人，奴婢被逼出手反抗。谢晋嘴角微抽，好一句他的命令，他什么时候命令过了？这凤青鸾做侍婢都这么拽，要是皇帝皇后让他来伺候，他是不是也要搬出自己的命令来给他背锅？莲星是本王的婢女，只伺候本王。凤树侧妃，你想让她伺候你？荣王殿下，妾身不敢，妾身不知道她是你的婢女，问她也不说。要是知道的话，断然不敢使唤。这件事是妾身错了，望殿下恕罪。皇叔，
以前从没听说过你身边有婢女伺候，今日怎么带上婢女了？怎么，本王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吗？谢燕哑口，若不是他知道因为侯老夫人出事，凤青鸾留在了京城，他就要怀疑谢晋带着女人出行还维护他是不是凤青鸾假扮的？迷途审视着凤青鸾，欣赏她形状完美的头颅，这是他多年来唯一见到的最完美的一颗头颅，好想把它拿下来在手中把玩。荣王殿下，此事是误会，妾身给荣王殿下赔不是。莲青，你怎么才能接受他的道歉？凤淑侧妃不是让奴婢给他捏腿吗？那让凤淑侧妃给奴婢捏腿吧，正好奴婢今日的腿也十分酸软呢。莲心姑娘，捏腿是奴才做的事，你让我伺候你？是啊，你想赔不是，不会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吧？皇叔，舒瑶好歹是侄儿的人，纵然冒犯了你，也不用给下人使唤做奴才才会做的事。芷楠，你去给莲心捏腿。是，王爷。本王同意了吗？凤淑侧妃，你想戏耍本王？妾身不敢。皇叔，你不要欺人太甚，侄儿还在这里呢。在这里又如何？凤青鸾满意的翘起嘴角，走到凉亭的凳子上坐下。凤淑侧妃，开始吧。有荣王在这里，皇叔的身份始终压楚王一头，荣王强行要求，即使是谢燕也没有办法。王爷，妾身没事的，不过是捏腿而已，这份委屈妾身受得住。他走向凤青鸾，蹲在凤青鸾腿边给他捏腿。他不说受了委屈还好，把话点到明面上来，无疑加重了谢燕的怒火。皇叔，你欺侮侄儿是为了凤青鸾吧？侄儿想问，在我与凤青鸾和离之前，你就已经看上她了是不是？荣王殿下，你们谈，本国师有事先行一步。楚王，你真会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啊！你宠妾灭妻，对凤小姐不好，她和离后有比你更强更尊贵的男人求娶，你心里不平衡，就来怀疑我们家王爷？楚王，恕属下冒昧，你真不是个男人。你闭嘴！一个下属也敢质回本王？他说的不对吗？你以为凤青鸾和离之后没人娶她，你以为她与你和离是欲擒故纵，信你的法子，所以当你知道本王要迎娶她，你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原来那么爱你的女人要嫁做别人做妻子了。你不珍惜，让她决心和你断绝关系。你们和离，本王没有任何插手。今日你冒犯本王，本王可以看在你愚蠢无知上原谅你一回。再有下次，本王可不顾什么叔侄情谊，管好你那张嘴。你骗我！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承认？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道厚重的劲风朝他的面门打来，谢燕被打飞出去。王爷！凤淑瑶惊呼，急急朝谢燕跑去。荣王，我们家王爷不过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何要出手伤他？还是再打在他的旧伤处？要是楚王有个好歹，闹到陛下那里，你的脸上也无光吧？江渠，掌嘴！皇叔，是侄儿冒犯了你，舒瑶不过是心疼侄儿，出言顶撞，请皇叔放过他。楚王，不是我家王爷非要教训你这小妾，是他不记打，刚才的教训转头就忘，还敢顶撞我们家王爷，这一顿巴掌非赏他不可。他挥开谢燕，拉住凤淑瑶的胳膊，左右开弓，几个大嘴巴子就朝他的脸上呼了上去。江渠心里苦哈哈，他这辈子还没有打过女人的脸呢，王爷让他掌嘴，这是要掌多少下？够了！皇叔，是侄儿冒犯你在先，已得到了惩罚，也知道了答案，你也不想将事情闹到父皇面前去，能否就此作罢？滚！凤青鸾看向谢晋，这男人打起人来是真狠，往伤口处打，不愧是煞神。出气了吗？你的腿酸软。是啊，来的时候你坐马车，我可是走了2个小时的路。他瞅着谢晋，他这么狠收拾谢燕，是为了给他出气吗？谢燕敢问本王这个问题，迟早有一天也会来问你，免得到时候你生气，本王先教训他。哦，那我还得谢谢殿下了。谢晋打横将他抱起。你做什么？放我下来！你不是腿酸腿软吗？我抱你回去。我是你的婢女，不是荣王妃，让人看见了。让人看见了又能怎样？本王想抱哪个女人，谁敢说什么吗？凤青鸾沉默，话被他堵住了，他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谢晋把凤青鸾放到床上，自然而然地抬起他的腿给他捏腿。不用，我自己来。你不想让本王来，那让江渠来。站在门外的江渠沉默了，怪自己听力太好，要是他真敢碰凤小姐，估计今晚他的双手就没有了。行吧，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别忘了告诉我你与迷途在谈什么。闲事。既然是闲事，我应该能听听吧。本王想探听出他的来历，此人3缄其口，暂时没问出来。他敢回避你的问题，胆子不小。
迷途背后的人是皇帝，皇帝要靠他的丹药长生不老，想动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生不老，简直痴心妄想。没有我的准许，你对他再好奇也不能擅自行动。不知道，倘若迷途真是黑衣组织的人，他当然不会送上去让他抓。当天晚上还要再进行一次祭祀。凤青鸾和谢晋趁着夜色进了雷鸣塔，两人在雷鸣塔内搜寻，前面8层没发现异常，到了第9层，9楼的每处房间都上了锁。凤青鸾拿出开锁工具，没想到你还有做小偷的潜质，这不是基本技能吗？我不开你也会开。谢晋扬眉表示他说的没错，这是一间主炼丹房，丹炉里还冒着腾腾热气。谢晋敲击着一处墙壁的置物架，发现里面是空心的。这里有情况。凤青鸾走过去，这是一块完整的大理石，外面看起来平整一片，没有割痕。凤青鸾也敲了敲，墙壁背后有回响。这是一面墙，如何不发出动静将它打开？不是墙，是门，中间有纹路。凤青鸾凑近看了看，还真的是一扇门，大理石的花纹遮掩了门缝的地方。周围有机关，找一找。再一次地毯式搜寻，凤青鸾在架子上碰倒了一个不起眼的花瓶，大理石门发出开门声。在那门后是一个类似电梯轿厢的小空间，是往下通去的。两人进到轿厢，拉起旁边的铁链，一路往下而去。祭坛上的迷途在雷鸣塔内的大理石门被打开后，他仿佛有感应似的，解药在塔内。邪鹰，带人即刻前往雷鸣塔，遇到异常之人，格杀勿论。迷途盯着雷鸣塔，面具下的阴鸷眼中闪烁杀意。他向夏明帝说起前段时间出现的行刺和瘟疫，暗示天象预警。大夏国内出现了从异世界来的灵魂妖邪，如不铲除，接下来将民不聊生，危害江山社稷和皇位。正在前往雷鸣塔地下基地的凤青鸾和谢晋，不知道他们已中了迷途的奸计，危险正在来临。两人下到一半，轿厢像是被什么卡住了，停在半空。凤青鸾朝下面看去，目测还有3层楼的高度才能到达地面。谢晋一掌打开铁门，搂住凤青鸾的腰，挽着铁链带着她一路向下。没多久，脚底传来实感，两人落到地上。凤青鸾睁开眼睛，两人来到了一个愈加黑暗的地方。这里看起来像是地下室。两人走进去，开始凤青鸾没有发现不同，直到打开一扇门走进去。这间房的布置跟之前在山中庄子里的有些相同，也都大量存放着类似玻璃制品的瓶子。凤青鸾一路看过去，当手电扫过房间时，看到了令他惊悚的一幕。置物架上摆满了一颗颗人的头骨，角落里也堆满了人头，看起来触目惊心。凤青鸾走过去，在桌面上发现了在现代实验室才能用到的一些实验装置，这些东西足以说明在这里进行实验的是名穿越者。对方也同他一样有医疗空间。凤青鸾仔细观察那些设备，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冰窖，里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细小管子，透明管里盛着白色液体在冷冻。凤青鸾拿起一管放进空间，出去找谢晋，正好谢晋也查看完了另一边的情况过来。这里有实验室，我几乎能确定是穿越者的实验室。你在另一间房发现了什么？是炼丹炉，跟9楼的主炼丹房是一样的。那能确定了，迷途就是穿越者。两人准备出去，谢晋忽然拉住凤青鸾：怎么了？有人来了，人数不少。是来抓我们的？难道留在祭坛的替身被发现了？不会这么快，来的是禁军。凤青鸾点了点头，屏住呼吸，跟在谢晋身后。谢晋带他来到1楼。谢晋带着凤青鸾飞檐走壁，躲避禁军的视线。从后方快要冲出雷鸣塔时，迷途带着人堵了上来。夏明帝也来了，两方撞了个正着。杀！谢晋抢过一名禁军的长剑，凤青鸾也夺走一把，双方在雷鸣塔后厮杀。从异世界来的邪祟，朕的龙气都镇不住你们，竟敢来雷鸣塔放肆！把两人抓住，五马分尸。本王要让他们彻底的死透，看还有哪个妖邪肯附身。国师，其余的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朕铲除妖灵。是，臣绝不让陛下失望。与夏明帝一起过来的还有假的谢晋，看到黑衣人武功高强，禁军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假谢晋夺过一剑，冲向了正在打斗的人。见荣王来了，谢晋退到凤青鸾身边，抓住他飞向4楼。荣王也飞身朝他们追去。谢晋和荣王来到4楼后，刚开始下面的人还能看到打斗的身影，忽然房间的烛火被熄灭，两人的身影消失。等他们再出现时，禁军也赶了上去。凤青鸾挥洒出银针，将禁军们打倒。他与谢晋一起对付荣王。凤青鸾偷袭荣王，荣王避开后，谢晋抓住凤青鸾。凤青鸾朝空中扔出了一枚雷爆弹，挡住了荣王的去路。两人自上飞下，落入了1楼，迅速地冲向了前方的树林中。往西边去了，快抓住，不能让他们逃进山里。
逃走之前，凤青鸾想起地下室里的那些头颅，当即飞出银针打翻烛火，火势燃了起来。临走之前，他要将那地下室的东西和设备全都烧掉。着火了，快救火！留部分人去救火，把里面的东西全都保住，保不住，朕要你们的命！弦音带着人朝2道黑影追了上去。荣王受了伤，不宜再追。对不起，皇兄，让他们逃走了。夏明帝看他胳膊上那道狰狞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想斥责什么也不好再说。贼人被妖灵附身，必然难以制服。你尽力了，张太医，来给荣王看伤。在4楼烛火熄灭之后，谢晋与金陵互换了身上的衣裳。此时带着凤青鸾逃走的是荣王府易容高手金陵。往行宫方向去。进了行宫，他能进到房间，躲进空间实验室。金陵不知道凤青鸾要做什么，他轻功好，带着凤青鸾先进军一步到达行宫，来到了一间房内。你睡一觉，醒来后一切都好了。金陵深邃的双眸盯着凤青鸾，眼中没有半分怀疑。主子说过，凤小姐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凤青鸾拿出镇定剂，打入金陵的脖子，将他带入了空间。追上来的禁军们一个个的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2人来了行宫，可等他们靠近时，却发现哪里都没有了2个人的身影。见鬼，跟得如此之紧，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在陛下还没有回来之前，将行宫里里外外搜查清楚，一定将人找出来。他离开的时候，雷鸣塔起火了，陛下留下了一批人救火，可那边的火是在夜风下已经有了收不住的趋势，整座塔燃烧了起来。然而等夏明帝带着所有人返回行宫时，弦音也没能在行宫中找出那2名妖邪的踪迹。这么多人，抓2个人都抓不到吗？臣养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陛下，臣是追着2人来行宫的，虽然暂时没有搜到，但已令人将行宫各个出口封锁，2人一定还在行宫内，请陛下再给臣一次机会，臣一定会将2人都抓出来。好，如果这次你再找不到，你这禁军统领的位置也该让位了。是，陛下。此时凤青鸾早已经换着房间，回到了他和谢晋所在的院子。怎么样，严重吗？这一剑是谢晋让金陵刺的。小生，你确定了迷途的身份了吗？确定了，他跟我一样是穿越，也有医疗空间。不过他的医疗空间不是用来救人，而是用来杀人的。迷途在雷鸣塔做邪恶实验，我检验了真空管的白色液体。是和长生有关吗？不是，是脑髓。他在研究青春永驻之术。凤青鸾想起来听到的迷途的声音是中年男子的声音，或许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更老。他杀人是为了抽取脑髓做实验。是这样。迷途泯灭人性，那个房间那么多头颅，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还有一点也能确定，迷途是黑衣组织中的人，不能再放任他不管了，否则不知道还将有多少人将丧命在他的手中。但是在杀他之前，得从他口中问出他在为谁卖命。他的主人或许才是黑衣组织真正的幕后主使。幸好谢晋考虑周全，今天晚上做了2手准备，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他们在暗，迷途在明，动起手来方便很多了。王爷，咸丰奉陛下的命令，带人搜寻妖邪，他们来了这边，让他们搜。弦音走过来，看到莲心在为谢晋宽衣，脸上有些不自在。搜了一圈后毫无所获，又带着人去了别处。当天晚上行宫都没有消停，直到后半夜，弦音抓了几个可疑的宫女太监到夏明帝面前顶罪。皇帝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下令将这些人就地处决。陛下，他们并不是我要找的人。朕知道，妖灵毁了雷鸣塔，毁了你的心血，朕的丹药，朕这口气没地方咽。这些人撞到枪口上，他们不死谁死？接下来你要重造丹炉需要多长时间？陛下，需先选址重新修炼丹房才能继续炼丹，而且炼制丹药所需的药草搜罗也需要花时间呢。你说个时间，朕的丹药不能停。至少3个月。臣被妖邪盯上，他们恐怕不铲除臣不会善罢甘休啊。朕知道，你放心，朕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无人知道你的所在。谢陛下。翌日，夏明帝带着众人返回京城。3日后，将凤书瑶抬为楚王妃的圣旨下来，凤书瑶高兴得快要发疯，晚上激动地与谢燕抵死缠绵。书瑶，本王终于兑现了对你的承诺，让你成为本王真正的妻子，本王很高兴。王爷，成为王爷的妻子是臣妾这辈子最光荣自豪的事，多谢王爷能让臣妾拥有这份殊荣。这是你应得的，你多次不顾性命救本王，本王当然要对你好。让你成为王妃只是开始，以后的每一天，本王都会让你快乐幸福。凤书瑶甜甜笑着，她看着谢燕的脸，她的眉眼与太子相似，眼底都是温柔的缱绻。若是对她说出这番话的人是太子殿下就好了，她一定会高兴的发狂。
凤书瑶这样想着，再一次主动将谢燕压在身下，脑中想着太子，朝谢燕的唇吻了上去。整整一晚，两人都很快活。第二日下午，凤书瑶都还沉浸在成为楚王妃的喜悦中，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她的好心情。明灵寺的静和姑子登门楚王府，凤书瑶看到他全身的血液都仿佛被冰冻了，眼中充满警告和威胁。静和师太，你来王府做什么？静和师太，你怎么来了？殿下还记得平尼？当然记得，2年前本王在明灵寺后山被毒蛇咬伤，是你通知人将本王送回寺里，算起来你也算帮了本王。平尼不敢当，主持听闻殿下与楚王妃琴瑟和鸣，喜结连理，二人也算是在明灵寺结缘，特命平尼来向二位道贺。多谢住持和静和师太挂心，你远道而来，想必舟车劳顿。直男，去备些茶水和点心上来。多谢楚王妃。静和师太，对于王爷当年被毒蛇咬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些好奇，想听听王爷和王妃的相识过程。当年楚王殿下摔落山崖，被毒蛇咬伤，是楚王妃第一时间发现并吸出殿下腿上的毒血。楚王妃也中了微量毒素，她不顾毒发的危险跑回来叫人。当时她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平尼。后来楚王妃因体力不济晕倒，等平尼带人赶到，于是就看到了楚王妃在楚王身前照顾。原来如此，殿下和王妃患难见真情，王妃不顾性命也要帮王爷吸出毒血。等一等，静和师太，你说吸出毒血的是楚王妃，可她不是晕倒了吗？啊，平尼说错了，是前楚王妃，应该是那位凤大小姐。静和师太，茶水来了，请用些茶吧。师太说凤大小姐，她怎么了？救自己的人是舒瑶，怎么会扯到凤青鸾？静和师太，王爷和本王妃在明灵寺相识相爱，明灵寺也算成就了王爷与妾身的姻缘。等过段时间王府的婚事告一段落后，王爷和本王妃会再次前往明灵寺还愿。王妃，静和师太的话还没说完呢。正好王爷想知道，为什么那件事与凤大小姐有关，何不让她说清楚，解了殿下的疑惑？静和师太，你继续说。凤书瑶暗暗攥紧手指，不停地向静和眼神施压，可静和像是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看都不看一眼。说起这件事，殿下不记得了吗？是凤大小姐先发现了你被毒蛇咬伤，是她帮你吸出毒血，回来寺里叫人。平尼看她嘴上有残留血迹，说后山有人昏迷。王妃也听到了，王妃叫平尼回去叫人，她先前往了后山。后来凤大小姐陷入昏迷，所以第二个赶到你身边的人是楚王妃。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后面的话谢燕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脑中不停回荡的是凤青鸾第一时间帮他吸出的毒血，也是他回去叫人晕倒之后，凤书瑶才知道他在后山去救的他。所以事情真的如凤青鸾之前所说，他救了自己。可书瑶为救他中毒，在府上养了1个月，这又是怎么回事？静和师太，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我听说是楚王妃帮王爷吸出毒血，还因为中毒险些没了性命，在侯府养了将近1个月后才堪堪保住性命。既然有这样的曲折，那岂不是凤大小姐救了殿下在先？难怪殿下要娶凤小姐，凤大小姐对王爷有救命之恩。王爷，舒瑶赶到后山，见王爷昏迷不醒，想也没想帮你吸出毒血。姐姐回来时，臣妾没注意到她脸上有什么血，清白师太怕是看错了。楚王妃，平尼还没有老眼昏花，凤大小姐嘴上有没有鲜血，看得清清楚楚。殿下若不相信，可以找给凤大小姐看诊的老萧。老萧是明灵寺旁边村子的赤脚大夫，他第一时间帮凤小姐进行的清毒，应该还有印象。他这么一说，凤书瑶顿时又百口莫辩了。有证人，他就不该手软，没将静和除掉，留到他今天来给自己反水。柳琪，把人找来。柳琪去了，谢烨面沉如水，心中揪成一团。书瑶骗了他，还是凤青鸾骗了他？去荣王府把凤青鸾请来，说是有关明灵寺2年前的事，他一定会来。管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儿，连忙亲自去荣王府请凤青鸾过来。楚王府正厅，看到凤青鸾从外面走进来，谢烨的脸色越发冷沉。静和师太，你说是凤青鸾第一时间发现本王，并为本王吸出的毒血？是的，殿下，锦妮绝对没有记错。谢烨看向凤青鸾，你也说过是你救的本王，不是凤书瑶。
如今擦亮眼睛看清楚了，你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了吗？报错恩的滋味不好受吧？面对凤青鸾的奚落，谢燕心绪难平。柳琪带着老萧也到了王府。草民参见楚王殿下。谢燕指向凤青鸾，你还记得他是谁吗？老萧浑浊的老眼看向凤青鸾，殿下，草民认的这位是凤大小姐。2年前在明灵寺时，她曾吸出蛇毒，自己不小心也摄入微量毒血，是草民帮她清的蛇毒。再次得到证实，谢燕坐不住了，冷厉的目光看向凤书瑶。一直以来你都在欺骗本王。凤书瑶心底发寒，慌忙跪到地上。殿下，妾身没有欺骗你，妾身也确实帮你吸出了毒血，也中毒了。你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妾身在照顾你，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呀。那是本王身中剧毒，记忆模糊。你趁机抢占功劳，你利用本王对你的心意爬上楚王妃的位置，你好大的胆子，连本王都敢骗！殿下，舒瑶没有骗你，您信舒瑶。就算那件事有些误会，这2年来舒瑶对王爷的爱和深情，难道王爷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吗？王爷不也很喜欢舒瑶吗？何必在乎是如何相识的呢？我们的感情是真实的，是最好的呀。白华藏也知道了这边的情况，从外面赶回来。王爷，舒瑶怎么回事？王爷听信外人挑拨，对舒瑶很生气。表哥，你快劝劝王爷。王爷，舒瑶是你的枕边人，2年来一直精心照顾你，以你为天，你的衣食住行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何苦为了一些不相干的外人来伤害你们2人之间的感情呢？不管怎么样，舒瑶对王爷最是真心。前段时间王爷受伤，舒瑶割血入药，那可是在拿自己的命在为王爷补身子啊！就是草民看了也很心疼和感动。有这些真情实意在，以前的事儿又算什么呢？2人的感情最重要的，不是吗？说到割血入药，谢燕神情有些松动。王爷，割血入药可不是凤书瑶和白大夫所说的那样。他除了第1天是割的自己的手腕，后面都是从厨房要来的活鸡宰杀放血给王爷入的药。王爷若不相信，可以去查厨房最近的用度，是否用鸡数量猛增。凤书瑶没想到他割血的事会被狄曼丽知道，求助的看向白华藏。狄侧妃，你为了挑拨王妃与王爷的关系，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这用鸡数量增加，那不是因为王妃每日为王爷割血，气血不足，需要补身子，这是很正常的事。听起来是很正常。凤书瑶的手腕割了那么多血，上面应该有很多疤痕吧？不妨将绷带取下来看看。凤书瑶愤愤地瞪向凤青鸾。是啊，既然割腕，免不了有伤口。才过去10来天，相信即使白大夫医术高明，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凤书瑶的伤口彻底恢复吧？把绷带取下来。不，殿下，你不能这么做。你不相信臣妾对你的珍惜，这是对臣妾的侮辱。迎春，你去帮他。迎春走上前，拉住凤书瑶的手腕，3两下将那手腕缠绕的绷带取了下来。凤书瑶的手腕白皙如瓷。这下谢燕怒了，抬手就给了凤书瑶一个耳光。贱人！2年前欺骗本王，2年后也是。你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撒网的？这2年你究竟有多少事是骗本王的？你这个贱人！凤书瑶知道自己这次是被人算计了。王爷，臣妾对你是真心的，臣妾是真的爱你，请你相信臣妾的真心，不要被他们的3言2语挑拨了。哼，挑拨？这2件事难道不是你自己做下的？现在不过是事情被揭发出来，也是你该尝恶果的时候了。王爷，事实摆在眼前，从始至终凤书瑶都在骗你，将你玩弄于股掌。真相大白，楚王府怕是容不下这样一个心思歹毒狡诈的人，请王爷为了王府的安宁重重惩罚。王爷，请你三思，看在2年的情分上，再给王妃一次机会。昨日圣位分的圣旨才下来，你若是今日重重惩罚了王妃，传出去岂不是让楚王府被人笑话？左右这不过是王府内宅之事，事情的大小全在王爷的一念之间。你的意思是本王应该咽下这口恶气是吗？草民不敢。哼，谢燕，你就这点魄力和骨气，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嗤笑一声，离开楚王府。再怎么说，他在这里是个外人，谢燕要处置凤书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所以他还是先走，给狄曼丽发挥的空间。王爷，你别忘了，是谁让你在京城落得宠妾灭妻的污名？是凤书瑶。凤青鸾是先帝赐婚，你名正言顺的楚王妃。要是你当初知道是他救了你，他又深爱着你，你必定与他恩爱有加，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因为凤书瑶冒充了你的救命恩人，欺骗你的疼惜与爱怜，又是狐媚手段挑拨你与凤青鸾，才会让你一步步在京城落下笑柄，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笑话。
这些都是凤书瑶造成的，你难道要原谅他，不追究吗？从今日起，凤书瑶幽禁西凌轩，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探视，不准出来。王爷，你不要臣妾了吗？本王不想见到你。那5日后的喜宴也不举办了吗？谢烨没说话，甩袖离开了正厅。是你害我变成了这样，是你收买了金河拆穿我，你在我的院子里安插了眼线，一切都是你做的。狄曼丽，你这个贱人，你算计了我！金河站起来，狄曼丽朝他点了点头，金河走了。狄曼丽走向凤书瑶，狄侧妃，王爷说幽禁王妃，没说让人伤她。谁说我要伤她了？有比打杀她更让她痛不欲生的事儿。现在不正在发生这样的事吗？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爷对你生气，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换作有人骗我2年，我必当场杀了他。王爷还留着你，说明他对你还有一点感情。但你这次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以后在西凌轩自生自灭吧。还想让王爷与你举行喜宴仪式，简直痴心妄想。狄曼丽痛快地骂了他一通。他走后，凤书瑶也不再哭了。王妃，请你回西凌轩吧。凤书瑶气急败坏地回了自己的院子，将能砸的东西全部都泄愤地砸到了地上。小姐别生气，伤了身子可不值。怎么能不生气？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白华葬那个没用的东西一点忙也帮不上。我被软禁，这边的消息没法再传给太子。芷楠，你说我该怎么办？小姐，咱们要静观其变。连狄曼丽都知道王爷对你还有情意，咱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王爷只是将你禁足，可见小姐在王爷心中的分量不低。话是这么说，可王爷连昭告的喜宴都取消了，他怕是对我心灰意冷，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了。王爷在气头上，让他冷静一下也是好的。所谓见面3分情，咱们不过是欺骗了他一下而已，又不是天大的死罪。你多多哀求一下王爷，他必定对你心软，所以你不能大发脾气，而要装作伤心欲绝，吃不下睡不好的模样。等有机会见到王爷的时候，让他心疼。你说的没错，本王妃要冷静，接下来寻个机会让王爷来看我。奴婢早帮小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母凭子贵。小姐，你若能怀上王爷的孩子，王爷能不心疼你吗？这可是楚王府的第1个孩子。不愧是你，这是个好办法。他虽然被禁足，但是白华葬没有啊。白华葬是大夫，让他肚子里怀一个孩子出来，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大小姐，是草民对不起你，对不起侯府，草民罪该万死，无颜面对小姐。你是蒋夫将的妻子李慧？凤小姐还记得草民？前几日，暗卫拿着他的画像去了随州，在远山村找到他，他已生有一子。暗卫将2人都带回了京城，暂时安置在荣王府。你有什么想问的，问他吧。你是在远山村被找到的？我记得你的老家是高平村。小姐说的没错，草民是高平村人。3年前夫君死前让我好好藏着，我便从高平村离开，去了别的地方隐居。他让你藏着？那3年前飞燕号的惨案，蒋希望是否告诉了你一些事？李慧眼中闪过惊恐，摇着头不敢说。你应该清楚，蒋希望叮嘱过你藏着，那说明在他出事之后，你很有可能会被牵连。你能被我们找到，也能被其他人找到。为了你和孩子，知道什么都从实招来吧。李慧神情慌张，心中似乎在下着某种决定。本王殿下，凤小姐，飞鹰号惨案中，希望是受人指使，他为了我和孩子，为了高平村的百姓，才会被迫接受那人的命令。人是谁？李慧竖着食指指了指天上。3年前，兴旺和侯爷离开京城去南海前的1个月，兴旺突然回家，让我离开京城，说1个月后京城将有大事发生。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侯爷从战场归来，功劳太大，百姓只知护国侯，不知陛下忌惮侯爷，特命让他去南海清剿水匪时，让他失败，好以此打压侯爷。他让蒋希望杀，蒋希望就照做了。他与父亲是多年战友，也是过命的兄弟，为何这般被人轻易拿捏，害死了飞鹰号上所有人和我父亲？是不得已，他为了我和我腹中的孩子。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已怀孕2月有余。陛下威胁他，若不照做，要杀了我和兴旺的父母兄弟，甚至屠了高平村。兴旺顾及我们的性命，而且那人告诉他，他的目标
是让侯爷在剿匪中大败，那样陛下就有借口查他失职之罪，削弱他的权力。可是没想到户口虎即使在己方有人暗中阻挠的情况下，也端掉了水匪老巢，赢得了胜利。这在皇帝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命令蒋兴旺杀了飞鹰号上的所有人。李慧痛心疾首的点头，因为他的忌惮死了那么多人，他杀了我父亲，那个狗贼，我要去杀了他。去杀他？你杀得了他吗？皇帝不是人，我父亲为他开拓疆土，杀敌无数，为他稳固大夏江山社稷，到头来却被他算计而终。我母亲因为父亲离世跟着病逝，是他害死了我父亲母亲，害死了那么多无辜将士的性命。我要亲手杀了他，为父亲母亲报仇。我知道你气愤，也不是真的要去杀他，你是一时接受不了。我都知道，但是他是一国之君，他出事将引起大夏动乱。凤青鸾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夏明帝是皇帝，一旦他出事，那些觊觎大夏国的外邦肯定会趁乱发起攻击，将会引来战争，民不聊生。这些道理凤青鸾都懂。他深吸了一口气，回了自己的院子。5日后，楚王府传来消息，谢燕与凤青鸾举行喜宴。这次宴席，谢燕没有邀请太多的人。谢晋作为皇叔，也在受邀之列。凤青鸾以他的贴身婢女莲心出席宴会。原来是你将我引出来的，我记得没有得罪过郡主，你找我做什么？本郡主看不惯你总是跟在王爷身后，荣王看起来对你很不错，你区区一个贱婢，竟敢勾引荣王殿下，怎么，你想爬上殿下的床，成为他的女人吗？郡主，我是伺候王爷的人，什么时候勾引他了？就算王爷对我不错，也是王爷的好，跟成为他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尚雨婉不理会凤青鸾的话，挥拳朝凤青鸾脑袋打去。何燕郡主，这是在楚王府的喜宴上，你确定要将事情闹大？你再动手，我可喊了。什么楚王？本郡主才不管他呢！今天本郡主就是要收拾你。他以为莲心只是个小婢女，哪里会什么功夫，他可以随意打磨。等尚雨婉再一次挥拳朝凤青鸾脖颈袭来时，凤青鸾从他胳膊下绕出，迅速地点了他的穴道，掐住尚雨婉的下颚，往他嘴里扔了一颗药丸，强迫他咽下去后，又解了他的穴，飞速离他5米之远。你给本郡主吃了什么？你的嘴有点臭，最近肠胃不好吧？那药可以帮你肠胃蠕动，排气通便，我是为了郡主好。郡主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尚雨婉摇头，她没有哪里不舒服。可是没一会儿，肚子传来咕噜咕噜的声响，接下来安静的空气中响起了一声屁响。郡主，奴婢扶你去凉亭坐坐，你休息会儿。不用，一个贱婢谋害本郡主，本郡主这就将他打了压，去荣王面前讨公道。尚雨婉运气，再次要朝凤青鸾打去，肚子又传来了不舒服的咕噜声，接着一个毁天灭地的臭屁放了出来。郡主，你不舒服，奴婢扶你去休息。尚雨婉这下也慌了，她一个金尊玉贵的千金郡主，怎么能放出巨响的臭屁呢？她赶紧捏住鼻子往凉亭走。有了第一个屁，就有第二个屁。才走了2步，尚雨婉又开始放屁，空气中炸开噼噼啪啪的放屁声。虽然大部分宾客都在正厅恭贺楚王，仍有一些在外面的院子，只听到他放鞭炮一样的放屁声，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嫌弃，快步离开这片区域。贱人，他在戏耍本郡主。他羞愤不已，想快点离开，找个没人的地方方便。谁知凤青鸾进了正厅后，将尚雨婉身子不舒服的事告诉了高阳王夫妇。高阳王一听女儿出事，连忙出来。他一出来，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出来关心何燕郡主。一群人走到院子，闻到空气中传来的难闻臭气，众人脸上都垮了一瞬。父王母妃，不要过来！随着他说话，一连串的臭屁又不停地奔放。站在高阳王夫妇后的一群人脸上都露出了皲裂的表情。高阳王妃疼爱女儿，知道是她肚子不舒服了，忍着屁臭走过去。来人，快带郡主下去休息，传太医来。高阳王也反应过来，黑着脸朝后看去。其他众人见势不对，退回正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母妃，救我！高阳王妃焦急地带着尚雨婉走，没走出2步，又听到哗啦的流淌声。尚雨婉实在没忍住，拉裤子里了。空气中再次传来铺天盖地的臭味，尚雨婉再也忍受不了这侮辱，两眼一翻，晕死了过去。被丫鬟们拼着臭死的几率，将她抬去了后面的房间。听到外面的动静，谢晋看到凤青鸾像一只得逞的小狐狸，摇着尾巴高兴地进来。你做了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教训了一个本该得到教训的人。高阳王带着人回了厅内，谢燕问他发生了什么。小女身体不适，府上有府医，我让白大夫过去看看。多谢殿下。虽然谢燕让凤书瑶出来如约举行喜宴，是因为抬凤书瑶为楚王妃的圣旨下来了，若不举办，其他人必定猜忌。谢燕强颜欢笑地与宾客们言笑晏晏。
到了谢晋这里，他倒了一杯酒。王叔，那日的事儿，侄儿多有冒犯，今日向你赔罪。他一饮而尽。皇叔，凤青鸾怎么没同你一同来？是凤青鸾救了他的命，他误会了他2年。以前宠凤书瑶时，他对凤青鸾做了许多令他伤心难过的事。你不知道他为何不来？是侄儿失礼了。他端着酒杯去了别处。凤书瑶很高兴，不管怎么样，谢燕总是爱他的，不然也不会将自己放出来，昭告所有人，他真真正正的成了楚王妃，全了自己的心愿。他有意无意地瞟向太子的方向，几日没见，太子又比以往更俊美了。他终于坐上了楚王妃的位置，以后能为太子效力的地方更多了。谢恒一个眼神都没有朝他看来，以凤书瑶拙劣的手段也能爬上楚王妃的位置，谢燕真是个蠢货，被女人玩得团团转，就这等智商和眼界，还想与他争夺皇位，简直是侮辱了他。凤青鸾看着3人之间的眉目神情，跟开了上帝视角一样。谢燕应该还没有察觉凤书瑶与太子之间的关系，他早早给他准备了大惊喜。不过今天嘛，他得先接受另一件事。殿下，京兆府的人来了。知道了，让他自罚3杯。王爷，他们不是来贺喜的，是来抓人的。有人去京兆府举报了凤二老爷放印子钱，涉及数额不少。京兆府尹亲自带人过来了，他知道王府在办喜宴，没有进门，在门外候着，还请殿下快出去处理。宾客们都在厅里，不要将事情闹到这里来呀，低调解决了为最好。去把凤正带出来。与宾客们打了招呼，谢燕带着凤正去了府门前。殿下，今日府上办喜宴，下官本不该来打扰，但事关重大，下官必须前来抓人，请殿下体谅。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殿下，半个小时前，有人来京兆府举报，说凤二老爷私放印子钱，数额高达5万两白银，涉系人员上百名，他所放的皆是赌坊中人，来举报的也是5名赌徒。属下已派人去了凤二老爷经常出没的几个地方，找到了证人和证据，所以来楚王府缉拿凤二老爷回京兆府问询。数额高达5万，谢燕吃惊地看向凤正，他不是从侯府赶出来时身无分文吗？哪来的钱去放印子钱？楚王，我是你的岳丈，我不想去坐牢，你帮帮我。你把他带走吧，他的事本王概不知晓，本王也没有给过他钱让他犯罪。侯知之，你查清楚，别给楚王府蒙羞。是，殿下。他挥手，2名衙役走上来，压住凤正，将他带走。舒瑶，舒瑶，快出来救救你爹！你爹要被人抓走了。知南听这好像是自家老爷的声音，跑到门口来看了一眼，看到京兆府的人在抓凤正，脸色一白，跑去告诉凤书瑶：王妃，不好了，有官员在抓王爷，就在门口。凤书瑶一听，快速朝王府大门跑来。他出来了，其他的宾客们也都跟出来看情况。看到乌泱泱的一大片人全都朝着王府门前走了出来，谢燕气得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跳了起来。还不快将他拖走！舒瑶，救爹，救救爹呀！凤书瑶冲到凤正面前拉住他：你们为什么找我爹？放开他，放开！王府门前出现拉扯，路过的百姓们纷纷驻足看情况。看到围着的人越来越多，谢燕想杀了凤正和凤书瑶的心都有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儿？新王妃的父亲凤二老爷偷放印子钱被人举报了，京兆府的人带着衙役来抓人。还有这种事啊？放印子钱？这可是谁都不敢去碰的。这凤二老爷他怎么敢呢？还不是倚仗楚王给他撑腰？人家的女儿可是楚王的爱妾，现在又是楚王妃了。他母亲能当众羞辱前楚王妃，但父亲放点印子钱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儿。哼，果然他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这对夫妇是真能折腾。听说楚王妃的母亲被关在大理寺，还没有放出来，这他爹又犯了更重的罪，怕是也要进去蹲大牢了。唉，楚王真倒霉，举办喜宴呢，遇到京兆府当场抓人，楚王的名声怕是又要更加败坏了。景王心道，何止是名声败坏，说不定楚王还会被凤书瑶父女俩拉下水。要是他也参与了放印子钱的事，他是皇子带头犯罪，父皇绝对不会轻饶了他。我是楚王妃，我命令你们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准动我爹。殿下，你说句话，别让他们把我爹带走。凤书瑶，你放开他，他什么都没干，自然会无罪释放。你在这里闹成什么样子？刘琦，去把王妃拉走。柳琦上前拽住凤书瑶，将她脱离与凤正的拉扯。侯志志朝谢燕拱了拱手，带着凤正走了。事情闹成这样，宴席没有办法再进行，让大家看笑话了。本王有事要处理，诸位愿意留下的继续用膳，想离开的请自便。宾客们都很识趣的称家中有事，一波二波的离开了楚王府。
凤青鸾与谢晋也上了荣王府的马车。放下帘子后，凤青鸾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这局是你做的吧？怎么会这样问？你和凤书瑶有过节，谢燕以前欺辱你，你不是个什么都不计较的人，会轻易放过他们？你继续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凤正在放印子前没有识破，特意在等楚王府的喜宴揭穿此事？说的没错，我知道凤正在做这事，我也知道他的钱是从凤书瑶那里拿的，放任他做了1个月，金额越累越大，等到今日让人去告发，金兆府就来抓人了。我是这么计划的。可是你猜，为什么金兆府知道楚王妃的父亲在犯罪，还是在楚王府的喜宴上，还带人过来搅了他的婚宴，闹得人尽皆知？他明明可以顾及楚王的名声，不用冒着得罪楚王的风险，将事情压下，等明日再来楚王府。你的意思是你不过是挑拨了事情让人告发，有另外的人施压金兆府，必须今日到楚王府抓人，这样无疑将事情闹到了明面上来。百官和百姓们也都是知晓了此事，皇帝定然也会很快知道。那当然，要对付谢燕的人不止我一个。你要不猜下给金兆府施压的人是谁？太子。为什么不猜是景王？景王看起来对楚王的敌意更大，他最巴不得楚王天天踩雷，好去落井下石。正因为他不太想让谢燕好过的心思摆在了明面上，所以才不会做这些让楚王实力一眼能看穿是他做的事来。景王看似只是刺猬，对楚王对太子都不满，实则是胆大心细，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是个草包。而太子就不一样了，太子从小在东宫长大，比其他皇子更见识到了宫中的勾心斗角，他的心思最为隐秘，他要动手自然也是最隐晦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太子接管了大理寺总长司之职，金兆府尹是他的下属。不愧是荣王殿下，这么短的时间想到了其中关窍，厉害！我知道太子与谢燕不对付，将凤正放印子钱的事透露给了他，相信凤正被抓只是开始，后面太子还有更多动作给谢燕使绊，我们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马车说着话，后面远远一个巷口，两个男人目光疑惑地盯着他们的马车。那个婢女怎么与荣王乘一辆马车了？她应该随行在车旁才对啊。的确，哪有奴才和主子共乘马车的？他是一男一女，不同寻常。可是要那个婢女的头颅，那婢女与荣王出行形影不离，咱们难以找到机会下手。连兴是荣王的人，要想得手哪有那么容易？荣王府守卫森严，咱们想混进去抓人不可能，只有等机会，他下次出来时再看情况。啊，这次先撤。对了，一族那边的情况如何了？那边估计也不容易，不管是连兴还是凤青鸾，都不容易得手，且行且看吧。马车回到荣王府，刚停下，管家带着一个人快步走了出来。王爷，你们终于回来了。荣国公府的廖小姐病倒了，请凤小姐过去看诊。殿下，奴婢来找凤小姐。管家说凤小姐不便见客，要等你回来了之后再说。我们家小姐情况紧急，还请殿下去给凤小姐说一声，请凤小姐去荣国公府走一趟。洛灵怎么了？今天上午奴婢陪小姐逛街，不知道在街上碰了什么。我去之后，小姐哮喘发作，吃了凤小姐给的药后平息了。没过多久，小姐嘴唇乌黑，浑身脱力，发热发汗，陷入了昏迷。太医说小姐是中毒了，没办法姐，夫人急得不行，让奴婢过来请凤小姐。可凤小姐，奴婢没见到她。王爷，奴婢这就去请凤小姐出来。说完，凤青鸾朝府里跑去了。回到院子后，凤青鸾扯下人皮面具，换上平常穿的衣服。翡翠看到凤青鸾出来，眼泪啪嗒啪嗒的流下来。凤小姐，我家小姐出事了。先别哭了，去国公府。潇湘院，廖洛灵躺在床上，她脸色雪白，嘴唇泛青，一看便是中毒的征兆。凤青鸾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拿起廖洛灵的食指，扎了一管血放进空间。你家小姐今日都吃了哪些食物？翡翠汇报。凤青鸾道：不应该啊，这些食物都不可能引起哮喘发作，除了吃的，她还有碰到过其他异常的事物吗？有一件事不知道算不算异常，上午小姐在街上的时候被一个人撞到过。什么样的人？是个中年女子，她路过小姐身边时崴了下脚，撞到了小姐的手。凤青鸾掀开被子查看廖洛灵的衣服，这一看发现了不对劲儿。廖洛灵右手袖口有能引起哮喘发作的花生酱，凤青鸾用棉签将花生酱抹了点下来嗅了嗅，是玄红，强毒之物，不小心沾染会通过毛孔进入身体，造成中毒。平夫人，你们先出去，我给洛灵解毒。所有人出去后，凤青鸾将廖洛灵带进了空间。国公夫人在外面急得踱步。哎呀，荣王，有人要害洛灵，撞到他的那个女人故意给他下毒。我们荣国公府向来与世无争，与世家们也没什么纠葛纷争，为何会有人盯上洛灵来害他？荣王，你一定要追查那名可疑的妇人，别让她逃走了。谢剑暗忖，对方或许不是无缘无故盯上洛灵，可能与他们有关。对凤青鸾来说，廖洛灵是他颇有关系的好友，廖洛灵是自己表妹，
黑衣组织想对他们动手，目前可以利用的人只有洛林。荣王，舅妈只有洛林一个女儿，她也是你舅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你一定要保护好她。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她。平素俊心中安定了一些。廖洛林的毒没有想象中的难解。1个时辰后，凤青鸾从医疗室出来，打开门，翡翠端来茶水。凤小姐累了吧？夫人让我给你送茶水来。凤青鸾端起茶杯。国公夫人和殿下在哪里？他们在隔壁房间，奴婢过去告诉他们。凤青鸾将茶水送到嘴边，正要喝下，察觉哪里不对劲，偏头看向翡翠。你说这茶是国公夫人让你在这里等着我出来准备的？是的，凤小姐。凤青鸾眼眸一厉，抬手将茶水朝翡翠泼去。翡翠下意识的躲避，立马暴露她会武功。你不是翡翠，你是谁？贾翡翠目露凶光，袖中抽出短臂朝凤青鸾脖颈袭去，两人在门前院子打了起来。你怎么发现我不是的？茶水的温度，国公夫人让你准备茶水送来，你无法预料我什么时候出来，但是我一开门，茶水就端了过来，是冰凉的，说明你一直在这里等我。不愧是凤小姐，心思缜密，连这点小小的失误都被你发现了。是你给廖洛林下的毒？没错，你将侯府老夫人送去荣王府藏着，与你亲近有关系的人，除了廖洛林还有谁？总不能是信奉的那几个被你赶出侯府的人。你是黑衣组织的人。上次让你逃走，落在我手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看你还能撑多久。他掌心射出几道弩箭，凤青鸾灵敏避开，忽而脚步一晃，他视线晃了晃。你在杯子上下了毒？没想到吧，你医术高明，我的毒术也不是吃素的，束手就擒吧。翡翠的匕首朝他的脖颈刺来，凤青鸾踉跄着往后退，接着脚步不稳地向后倒去。谢晋及时出现，从身后接住了他，一掌击向翡翠，将渠与翡翠打在一起。谢晋扶着凤青鸾坐到地上，看到他右手指腹出现黑紫色，眉心紧拧，点了凤青鸾手臂的穴。凤青鸾调出银针扎入穴道，那正在向手臂蔓延的毒素停止向上。谢晋抽出银针扎破凤青鸾的五指，运气在银针的辅助下将毒血从指尖逼出。凤青鸾右手恢复了知觉，长舒了一口气，将军很快将他拿下，压到谢晋面前。他看到凤青鸾的指尖毒血被逼出，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这是我最得意的玄毒，没有解药，任何人都解不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没事了？不可能。是吗？你最得意的毒，在我这里连个难题都算不上，在我面前炫耀你很厉害，不过如此。说吧，这次你的主人抓我，又想做什么？抓你去研究你从这个异世界来的妖灵。凤青鸾眸光轻眯，扔出了一根银针，点了翡翠的穴，防止他自杀。承认了你背后的主子是谁了吗？迷途藏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出来。把他关起来，别让他死了。江渠压着翡翠走了，凤青鸾这才感觉谢晋搂着自己的手臂有些紧。你为什么不喊？我忘了。他没想那么多，翡翠是廖洛林的贴身婢女，他出来时没怀疑过她。快派人去找翡翠。此人假扮翡翠，换了他的衣裳，说不定翡翠遭遇不测了。凤小姐，就是这人给洛林下的毒吗？他好大的胆子，竟混进了国公府。他为什么会盯上洛林？凤小姐，你没事吧？谢晋将他打横抱起。江渠守在洛林门前，不准人靠近。抱起凤青鸾去了另外的房间。平素俊反应过来，府里出了奸细，赶紧进了廖洛林的房间，守在他身边。谢晋将凤青鸾放在床上，凤青鸾往嘴里塞了一颗解毒丸。王爷，凤小姐，翡翠姑娘找到了，她被人打晕，扔在柴房，已将她安顿好。彻查国公府，揪出可疑的人。凤青鸾在荣国公府抓奸细，谢燕将凤书瑶带回了西陵轩。凤正凤印子写的事与你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谢燕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本王再问一遍，他的钱是你给他的吗？谢燕，你打我！本王问你的问题，快回答！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钱。谢燕用力将他一推，好疼，我的肚子好疼。要是京兆府的人查出来你父亲的钱来自你手里，本王饶不了你。谢燕说完，愤愤地离开了西陵轩。凤书瑶伏在地上，痛苦地哭着。小姐，去把百花草叫来，我肚子好痛。小姐，王爷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入西陵轩。他要让本王妃痛死吗？小姐，王爷迁怒于你，你接下来怎么办？你不是说他对我还有感情吗？如今看来，他是恨不得杀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一桩桩一件件，每次都是让谢燕讨厌我的。是啊，小姐，奴婢也发现了，最近的事情都是冲着你来的。
莫不是有人在暗箱操作，故意将这些捅出来，为了要扳倒小姐？你说的没错，肯定是这样。谢燕是指望不上了，他发现不是我救的他，还能看在2年情谊的份上对我没那么厌恶。可出了父亲的事，影响到了他的王位，他是怕父亲牵连他才会质问我。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马上写封书信，你去见太子，让他帮忙想办法救我爹。奴婢一定办到。凤书瑶咬牙坐到桌边去写信。其实不用他写，今天的事太子也看到了。太子不方便出手，他想让他暗中解决。凤书瑶将写好的信装好，拿给之南。我为殿下做了那么多事，殿下一定会帮我的。你拿出去，千万别被人看到了。奴婢知道。他果真出去了？是，侧妃，他出了西陵轩，往王府后门去了。狄曼丽心底佩服，还是凤青鸾了解谢燕和凤书瑶。他预测今天这事发生后，谢燕会恼怒凤书瑶，建议他派人盯着西陵轩，就看到了知南偷摸出了楚王府。这个节骨眼上，凤书瑶还能求助谁帮他吗？哼，让人去拖延知南，我带王爷过去。如宝公公，我们家小姐有急事求太子殿下帮忙，麻烦你将这份书信交给殿下。知南姑娘，楚王府的事奴家听说了，这时候你还有胆子跑出来，不怕被楚王发现吗？凤正犯的罪是重罪，就算是太子也不可能将他保住。你回去告诉你家主子，不要对太子抱有太大的期望。太子的意思是不管我们家老爷了，我们家小姐呢？凤正自作自受，什么都敢碰，那是他罪有应得。至于你们家小姐，如果能度过这次难关，继续给太子传递楚王府的消息，殿下还是会重视她的。你让她最近安分点，不要在风口浪尖上再过来联系。今日就这样吧，其他的事儿等过了这阵风头再说。谢燕万万没想到，凤书瑶竟一直在给太子传递楚王府的消息。他是谢恒安排在楚王府的眼线，他是太子的人。谢燕的手紧握成拳，眼中闪过嗜血杀意，抬脚要踹门进去杀了2人。狄曼丽快速点了他的穴道，把他抱住拖走。外面传来的动静惊到了屋内的人，如宝赶紧让知南闭嘴，来到门口查看情况，什么都没发现，对知南道：你快走吧，这段时间不要联系，走。知南没有办法，被他赶了出来，避人耳目的往回走。狄曼丽看他一脸受伤，心也跟着难过的劝道：王爷，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你忍耐一下。你解开我。狄曼丽犹豫了下，解开了谢燕的穴道。王爷，2个奴才在传递消息，不是凤书瑶和太子私下见面，咱们不能轻举妄动。凤书瑶是奸细，是太子的人，本王那么信任他，结果是太子的骗局，这对狗男女。我知道王爷生气，这事放在谁身上都难以接受。可是王爷，凤书瑶向太子传递了那么多楚王府的信息，简单处理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既然我们知道他是太子的人，何不利用这点，继续被他蒙骗，然后找机会让他传递错误的信息给太子，也好报这2年的算计之仇，说不定还能借他一举扳倒太子。我们在暗，他们在明，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利。你说的没错，是该利用他对付太子，幸亏你提醒了本王。谢燕带着怒气回到王府，去了西陵轩。王爷，是父亲的事情问出了什么了吗？你做了什么不知道吗？柳琪，拿家法来。柳琪去书房取来谢燕的鞭子，听到要用家法，凤书瑶只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厥。楚王府的家法是一根有倒刺的鞭子，打到人身上能挖出一块肉来。王爷，王妃身娇体弱，怎么能经得起龙鞭摧残？求王爷看在王妃的情分上，饶过王妃吧。谁来求情，与他同罚。柳琪拿来鞭子，谢燕接过，狠狠一鞭子砸到了凤书瑶的腿边。王爷，求你不要这样对臣妾，臣妾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请王爷给臣妾一个机会吧。王爷难道一点也不爱臣妾了吗？谢燕甩起鞭子抽到凤书瑶的手臂上，炸开一道血痕。这2年来本王给你的都是最好的，就差没把心掏出来。你欺骗本王，把本王当傻子耍。本王没杀了你，也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他又是一鞭抽在凤书瑶的背上，谢燕快被气疯了。他就说这2年来做的事情明明都计划得很好，可谢恒总能完美避开。他之前怀疑是不是府上出了奸细，搜寻一圈没有发现，没想到奸细是他日夜睡在一起的枕边人。想到这，谢燕挥起鞭子再次落到凤书瑶身上。王爷，好的，求你饶了臣妾，求你。
因为太过气愤，谢燕瞳孔布满了红血丝。直到这时，谢燕才体会到了真心被辜负的痛苦，再次扬鞭毫不留情地打在凤书瑶的腿上。王爷，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王妃会没命的。王妃得到教训了，她从来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伤，再打下去，她会死的。王爷，谢燕盯着凤书瑶，凤书瑶嘴角流着鲜血，昏迷了过去。王爷，可以了，再打下去，恐怕她真的要以命呜呼了。谢燕胸脯起伏，在这一刻，她真想就这么打死凤书瑶算了，她怎么会栽在这个女人的手上？王爷，她还要替你给太子传信呢，不是死的时候，请你忍下这口气，总有一天，她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王爷，以大局为重。狄曼丽感觉谢燕的手松了，从她手中拿走鞭子。来人，把王妃送回房间，让白大夫去看伤，保住她的性命。几个婆子上来，心惊胆战地将凤书瑶抬走了。谢燕失神地坐在椅子上，想起以前凤青鸾对她掏心掏肺，被她踩在脚下，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自己了。白华藏刚回来，看到凤书瑶浑身是血趴在床上，探了探凤书瑶的鼻息，赶紧让知南去准备热水，脱掉凤书瑶的血衣，给她处理伤口。经过一番救治，保住了凤书瑶的性命。发生了什么？知南将谢燕对凤书瑶动用家法的事与他说了。王爷肯定知道了，老爷封印子钱是小姐给他的了，才会气得差点打死小姐。可王爷的气性也未免太大了吧？这点小钱就要置小姐于死地，也太狠心了。不可能，凤二老爷被京兆府带走之后，我一直藏在京兆府门外，就是为了探听关于凤二老爷的审问结果，没看到王爷去过京兆府啊。那王爷为何要对小姐下这么重的手？会不会是因为其他的事儿啊？不管王爷是为了什么，就算小姐度过了这次，在王爷那里也不会再恢复往日的荣宠了。事已至此，白大夫，之前奴婢与小姐协商过，等到了要紧关头，要请你帮忙。我们这样做。知南凑到白华藏耳边，将他与凤书瑶之前的商议方案告诉他。王妃想让自己有孕？没错，这是最后的办法了。白大夫能帮小姐做到吗？为了她，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荣国公府。江渠命人将贾翡翠关进柴房后，又命侍卫们彻查府里，只留了2个人守在贾翡翠的门前。装扮成小厮模样的黑衣组织的人见侍卫们都忙着去调查，扔出暗器将看门的人打晕，偷溜进去将门关上。玄红娘，你不是说你一个人就能抓住凤青鸾吗？在主子面前大放豪言，现在被绑在这里，连动都不能动弹的人是谁呀？呸！2个狗崽子，还不快给我解开穴道！说什么风凉话！2人呵呵干笑，伸手去解玄红娘的穴。电花火石之间，一道暗器从窗外打来。是陷阱，快走！他顾不得去救玄红娘，抬脚朝门口跑去。忽然，迎面一句极其强烈的掌风从门外打来，小厮躲避不及，被那霸道的掌风打在了胸口，当场死亡。剩下的小厮见状，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将去拔剑朝他杀去。谢晋也从外面进来，略一出手，小厮被江渠捆好，扔到玄红娘的脚边。王爷，剩下的奸细已经抓到了，要带他们回王府审问吗？不用，你们出去，我来审他们。他一定要从这2人嘴里知道迷途的藏身之处，迷途纵容不得。凤小姐，你准备怎么审？这里没有审问工具，要不属下去给你找些来。我自有办法。出去。江渠见自家主子一点也不好奇，说完这2个字后自觉出去了。他也不好再继续留在这里，跟着谢晋走了。一炷香时间后，凤青鸾从房间里出来，江渠走进来，看到2名刺客身亡，嘴里吐着白沫，瞪着眼睛，死不瞑目。凤小姐，问出什么了吗？迷途藏在京城一座名叫关原的宅子，是皇帝给他安排的新的炼丹药的地方。凤小姐厉害，属下看他们身上没有伤口，你是怎么审出来的？吃药加电击，铁人也能张嘴。今天晚上我们去夜探关原。晚上，3人来到了关园外，谢晋揽着凤青鸾施展轻功进到院子。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凤青鸾以为经历了雷鸣塔失火之后，迷途在炼丹之地会守备更加森严，哪想知他们到了院子里许久，连一个鬼影都没有遇到。难道贾翡翠说的是假的？迷途根本没在这里？但他的审问绝对不会让贾翡翠有撒谎的可能。问题没出在他这边，那就是迷途告诉了贾翡翠错误的信息。最后一处搜寻后离开这里。3人准备撤退，听到了前面的房间传来呜呜咽咽的声音，几人快速打开房间，角落里捆绑着10几名年轻男女。3人上前帮他们将绳子解开。大侠，求你救我们出去，我们都是被抓来的，不想死在这里。别害怕，跟我们走。走。事出反常必有妖，果不其然，在他们将人质带着往外走时，院子的上空飞出了10几名黑衣人，他们投掷暗器，朝着院中的一群人射来。凤青鸾手中出现狼牙棍抵挡暗器，
他明白了，人质是诱饵，对方故意引他们来的。暗卫门见黑衣组织的人出现，冲出来保护谢晋和凤青鸾。霎时间，整个院子里刀光剑影。带他们先走。不走，去房间。官员所处的地理位置太偏，官兵知道这边出事要赶来也需要时间。人质手无寸铁，强行将他们带出院子，万一再遭到下一波人的埋伏，不仅救不了他们，他和谢晋这边的人也都会因为有后顾之忧而折在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到房间，将所有人放进空间带走。凤小姐，将他们带回房间，我们会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行。按我说的做。江渠看向被4、5名黑衣人围攻的自家王爷，咬了咬牙，让2名暗卫过来护着人质，边打边退进到了一个房间。凤青鸾退到房间后，让江渠出去关上房门。女侠，求你不要把我们留在这里。有头发被那个戴面具的人叫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他肯定被杀了，我们不想留在这里等死。想活着，听我的话。他拿出一瓶药丸倒在手中，吃下它，睡一觉，再醒来时你们就安全了。看着他掌心黑黢黢的药丸，孩子们眼中流露出惊恐，没有人上前来取。刺客太多，你们不会武功，跟着有危险，服下药丸，我保证一定会将你们安全带出去。一名看起来16、17岁、长相机灵的小姑娘拿起一颗药丸吞入口中。我相信女侠姐姐不会骗我们的，咱们手无缚鸡之力，跟着会拖累。我吃了药，没有任何不适。快没时间了，大家过来将药分下去吃了。在他的劝说下，其他人也不再犹豫，服下药丸。凤青鸾让孩子们靠近，拿出喷雾迷药，在他们上方的空气喷洒，孩子们晕倒在地上。确保所有人都昏睡过去，凤青鸾意念一闪，将他们全部带入了医疗空间。凤小姐，他们呢？他们很安全。他握紧了狼牙棍，对准最近的黑衣人左臂胳膊扫去，再一次割破了一个黑衣人的左臂衣袖，在他的手臂上也有一条盘旋的青蛇。凤青鸾朝谢晋的方向大喊：“他们是银蛇的人！”谢晋眉心一凝，也看到了黑衣人手臂上的刺青，与他5年前见到的江湖上的第一杀手组织银蛇一模一样。银蛇杀手重出江湖来杀他们，说明5年前银蛇的组织根本不是如江湖上传闻的被灭了，而是被人隐藏了，暗中为迷途和皇帝效力。就在两方之间的打斗陷入焦灼时，又来了一波人出现在房顶上。世子，怎么有2帮人？咱们对付谁啊？不管他们，先救人。是，世子。几人跃下房顶，避开打斗，去各个房间搜索。尚修染落到下方的院子中，随后赶来的尚雨婉看到这里打得不可开交，皱了皱眉，跟在尚修染身后。哥，他们是些什么人？咱们要不要帮忙？不管。两拨人都蒙着面，看起来个个都不是泛泛之辈，贸然加入战斗对他们不是一件好事。你想找的人在我这里，帮我对付杀手，我把他们还给你。听到凤青鸾的说话声，尚修染一下子认出了他。凤青鸾，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要找的人被凤青鸾救走了吗？尚修染看向另一边以1敌5的那个蒙面男人，凤青鸾在，他应该是荣王。尚修染略一思索，来到凤青鸾身边。你将他藏在何处？一个安全的地方，是这群黑衣人抓了人质关押，杀了他们。好，这群人犯了这么大的死罪，是该诛杀。尚雨婉不明白，不是说不要管吗？怎么哥哥却和黑衣人打了起来？荣王殿下，没想到5年后我们还会再见。你为迷途卖命，5年前发生了什么？国师给了我们重活的机会，我不想与你对上，可国师要杀你们，任何阻碍国师之路的人都是银蛇的敌人。荣王殿下，对不起了。5年前，谢晋从战场上回来时，曾意外救过狼峰。你既然决定沦为他人的杀人工具，那就不能再存活于世。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凤青鸾发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银蛇杀手们的痛觉似乎比平常人低，剑伤砍在身上，他们仿佛没有知觉一样，可以继续作战。有几个活口，他怀疑这些人是被做了什么手脚的，如同战斗机器人。好在他们这边战力不弱，加上有尚修染等人的助力，朗风见一时半会儿难以抓到凤青鸾，大喊撤。其他人迅速向周围的黑暗撤退而去。江渠要带人去追，让他们走。院子的地上躺着几具尸体，银蛇杀手的身上藏有秘密，追上去说不定谁会被谁杀掉。江渠善后。银蛇杀手来了18人，6人死亡，2人被捕。谢晋来到凤青鸾身边，看到他在给尚修染处理胳膊上的伤口。你有受伤吗？没有，尚世子帮我挡下了剑。我的人在哪里？离开官员再说。尚雨婉这才听出是凤青鸾的声音，立即炸了。凤青鸾，你怎么会在这里？凤青鸾没理会他的一惊一乍，问谢晋：“你有没有受伤？”没有，
听出来是谢晋，上虞婉再次炸了。容王殿下是。谢晋淡淡扫了他一眼，跟凤青鸾一样无视。谢晋虽说没事，但凤青鸾还是看到了他身上有几处轻微的剑伤。上虞婉也看到了，急道：殿下还说没事，这么多伤，臣女帮你处理。谢晋将手臂上的伤口递到凤青鸾面前，你来。凤青鸾眨了眨眼睛，走过去给谢晋处理。上虞婉咬牙切齿地瞪着他，好一个凤青鸾，又抢了他在荣王殿下面前表现的机会。回到王府后，凤青鸾将孩子们从空间放出来。尚修冉看到其中一名少女，放下心来。你们怎么会来关园找人？简秋是我父王去世老部下的孙女，我们去苍县探望，他家人说他前2天失踪，我们顺着线索从苍县查到了关园。除此之外，苍县附近几个县也有年轻人失踪，说不定也在这10几人之内。还有这样的事？话说回来，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那黑衣人是什么来头？凤青鸾看了眼谢晋，江湖杀手。尚修冉目光深了深，没等到荣王的下文，不再过问。江湖杀手，他高阳王府不想牵扯进江湖纷争中。凤青鸾为了孩子们解药，一个个悠悠转醒。经过问询，的确如尚修冉所说，他们来自的地方各不相同。简秋看到尚修冉和尚虞婉后，后怕地哭了出来。世子，郡主，你们来救秋儿了，秋儿好害怕。不用怕，你安全了，明日我送你们回去。其中一个小女孩听到要被送回家，来到凤青鸾面前。小姐，你就是救我们的那位女侠吗？凤青鸾点头。女孩眼眶一红，跪到凤青鸾面前。小姐，草民名叫叶林，无父无母，在周口村一带流浪，不知为什么会被黑衣人掳走。草民没有家，不想再回周口村，说不定哪天又被这些人盯上。求小姐收留草民，草民力气大，干活也利索，求小姐将草民收留在身边做个丫鬟，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的，这辈子都效忠你。他忽然说起这些，凤青鸾有些意外，还没有说话，简秋帮着叶灵请求凤青鸾道：小姐，小林子是很好的人，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房间，害怕哭泣，是他安慰大家，鼓励我们能等到小姐来救，也算有缘分，小姐不妨收留了他吧。凤青鸾皱眉，虽然他同情叶林的境遇，但有了贾翡翠的前车之鉴，不得不夺过心眼。我不缺人伺候，你没有去处，我帮你找份活做。这样也好，小林子你可以自己赚钱了。叶林被拒绝，弱势的表情冷却了一瞬，没有再说什么，磕头感谢凤青鸾。将孩子们安顿好后，尚修冉和尚虞婉带着简秋走了。随后宫里来人说陛下有旨，请谢晋和凤青鸾进宫。八弟，你可算来了，你来帮朕出出主意，看楚王的事要如何处置。荣王陛下，请赵夫人已查清楚，楚王妃的父亲凤振所涉及的5万两银子钱，其中1万两来源于楚王妃陆续供给，他招供了，楚王妃所有钱财均来自于楚王。楚王说他不知道此事，太子顾念兄弟之情，难以决断，陛下特请荣王殿下提出建议。谢燕神情紧绷，盯着谢晋和凤青鸾。父皇将处罚楚王府的事交给谢晋来决断，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凤青鸾也没有料到夏明帝会来这么恶心的一招，明知道他们3人关系不对盘，让谢晋来处理这事。不管谢晋如何处罚，凭借他与谢燕是他前任和现任的关系，都会被世人津津乐道，还容易给谢晋拉谢燕的仇恨。夏明帝太狗了，这渣皇帝！私放燕子前，奉正式主犯，奉书要帮持。楚王府管理内宅视察，此事风气不可开。楚王乃是皇子，若是轻饶，必会引起百姓不满。臣弟建议褫夺谢燕楚王封号，禁足府内反省。谢恒嘴角勾起笑意，果然让皇叔来处罚谢燕的提议是最好的。皇叔，你这是在挟私报复！侄儿之前是冲撞了你，可你也不应该在这世上大做文章。侄儿不过是失察之罪，何以严重到要褫夺封号？谢晋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谢燕，看向蹲坐在轮椅上的夏明帝。夏明帝从龙椅上站起来，踱步到殿中央。不愧是前大理寺总长司，铁面无私。大夏国有荣王在，谁还敢顶风犯罪？父皇，这是儿臣失察，儿臣自愿领罚，求父皇降罪。夏明帝目光灼灼地盯着谢晋，他正值壮年，虽早立下了谢恒平息楚军之争，但为了不让谢恒一家独大，给他机会撬了自己，在培养谢恒的时候，他也酌情重视楚王，让他俩互相制衡。他的精心打算，想必谢晋早看出来了，让他来处罚谢燕，一试便试了出来，想折了他一个儿子，不可能随了他的心愿。父皇，褫夺封号事关重大，请您念在楚王初犯，三思。他看出来父皇并不想过重处罚谢燕，顺水人情做一个对他也无妨。谢恒的话给了夏明帝一个台阶，夏明帝直接下令：楚王管理内宅不善，卸去所有职务，
禁足楚王府半年。凤书瑶目无法纪，品德有失，贬斥为通房。其父亲凤正是此次案件主犯，次次流放5千里，永世不得回京。听到是这样的处罚，谢燕心里悬着的大石落了下来。谢燕的事情处理了，夏明帝让他和谢恒退下，留下谢晋和凤青鸾。荣王，朕叫你进宫，除了刚才的事，还有一事要你去完成。朕昨日得到上报，苍县山匪作乱，掳走数十名无辜少男少女，以致周围几个区县的百姓们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朕要你明日带人前往苍县，将山匪全部清剿，还百姓安稳。凤青鸾是你的未来王妃，朕听说她住进荣王府有一段时间了，看来你二人感情良好。她医术高明，朕让她跟你随行，也能帮上你的忙。是，陛下。两人离开养心殿，看着他们的背影，夏明帝眼中划过一抹晦暗不明的深意。昨晚我们得知苍县有山匪掳人，皇帝就让我们明日剿匪。我感觉这件事透着古怪，你怎么看？收拾行李，安排好王府的事，前往苍县。当然，在这之前，他还得吩咐下去几件事，去见一个人。两人回到荣王府，离京时间紧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凤青鸾让狄曼丽出来见了一面。谢燕先从宫里回到楚王府后，去了西陵轩。经过一顿鞭打，凤书瑶还在昏迷中。从今日起，凤书瑶被贬为通房，一切分理以通房的来，抬走。王爷，小姐伤势严重，身边不能没有大夫照顾，还请王爷将白大夫留给小姐。哼，3日看诊一次，暂时还不能让他死了。说完，大步流星离开了。谢燕走后，管家面人来将凤书瑶抬去医院。凤书瑶昏昏沉沉，感觉有人在搬动自己，从迷糊中醒来，发现身处一个灰暗狭小的房间，直男伏在他床边哭泣。凤书瑶环顾四周，见这里不像是平时住惯的西陵轩，房内陈设简单，连一张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水，我要喝水。小姐，你醒了，想喝水是吗？奴婢这就去给你倒水。他冲到桌边，端起茶壶，里边没有水，朝外面大喊：小袁，去烧热茶来。叫什么叫？没见我这忙着吗？要热水自己烧去。一个不受宠的女人，别想着像以前一样有人伺候你呢。今后端茶递水的事，别来烦我。直男气得跺脚，无奈去小厨房端了一碗冷水到凤书瑶床边。小姐，你先润润喉，奴婢待会儿去烧热水。凤书瑶喝着那冰凉的冷水，心也如坠冰窖。从丫鬟的骂声中，她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王爷将我贬为通房了吗？直男哭着点头。我遭此劫难，爹的情况肯定更不好。你知道他被怎么处置了吗？奴婢一直守在小姐身边，外面出不去，暂时还不知道。你多打听爹的消息，想个办法，晚上让白花葬来找我。小姐不再从长计议吗？我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必须怀一个孩子。晚上，白华葬避人耳目，来了医院。白华葬没想到，想了10几年的表妹会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老天对她不薄。房间里一世春光，凤书瑶身上还有着伤，经不住折腾，到后半夜昏死过去。下官参见荣王殿下，参见凤小姐。此次苍县由殿下带兵剿匪，这相信很快就能将黑风寨那群人给全部剿灭，苍县的百姓们能安生了。把山匪的情报报来。回殿下，事情是这样的，苍县背后有一座大山，名叫阳山。半个月前，一群100来号的山匪，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聚集在了阳山的黑风寨。那座寨子上原先有一座寺庙，后来寺庙颓败之后被山匪占领，在黑风寨的下方有一个黑风口，那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要上到黑风寨必须从那里上去。截至目前为止，已有40-50人报了失踪，被抓到山上去了。短短半月有40-50人被抓，你们这些父母官是怎么办事的？哎呀，侍卫大人啊，不是下官们不做正事啊，是那山贼实在是凶狠，他们来势汹汹，作恶频繁。周围几个区县的官员们曾组织了2次大规模的进山剿匪行动，无疑不是伤亡惨重啊。他们在黑风口设下了埋伏，难以攻到黑风寨上去，所以下官们才不得不上报朝廷，让朝廷派能人之士前来帮助解决呀。你说他们半个月前占据的黑风寨，在那之前你们没有发现异常吗？这些人数量不少，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凤小姐，这一点下官就不知道了。阳山那么大，他们从其他的地方进山的也不一定啊。凤七鸾又问了几个问题，要么王良才答不上来，要么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看就是没有尽力剿匪，等着朝廷派人来处理。带路去黑风口。
一行人出了县衙大门，在门口时，尚雨婉看到谢晋和凤青鸾诧异的快步走来。荣王殿下，好巧啊，你也来了苍县。凤青鸾憋着笑，要说不说，尚雨婉嚣张跋扈，一颗追汉子的心却分外坚韧。不管谢晋对他态度有多冷淡，也丝毫不泄气，越挫越勇。高阳王府的人知道你来苍县了吗？知道啊，叶林是苍县的，我送他回来，知道这边闹山匪，多留了一些时日，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想为民除害。没想到遇到荣王殿下。对了，殿下，你带了这么多兵，是奉命前来剿匪的吗？这没你什么事，回去。这位小姐，请问你是？我乃高阳王府何晏郡主，给我安排一间房，我要在这里住段时间。他可是背着父皇母妃和兄长偷偷跟来的苍县，谢晋让他走，那是不可能的。尚雨婉小跑上去，跟在谢晋身后，毛遂自荐道：殿下，阳山我进过多次，对山里比较熟悉，说不定能够帮到你。你放心，我自作主张跟来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由我一力承担，绝对不会给荣王殿下添麻烦的。荣王殿下赶他走，不就是担心他会出事吗？那是不是说明其实荣王还是很关心他的，只是不善于表达，才会这么冷淡？所有人到了阳山脚下，正欲进山，又遇到了一个人。凤青鸾意外，他怎么会在这里？荣王殿下，凤小姐，草民在这里等你们许久了。你什么时候到的这里？草民是一炷香前来的。草民听说凤小姐和荣王殿下来苍县剿匪，之前曾在阳山一带流浪过，饥饿的时候也进过山里打猎，对山里比较熟悉。凤小姐和殿下救过草民的性命，草民无以报答，想着来尽一份绵薄之力。你说的是真的？不会是想亲近荣王殿下骗人的吧？不是的，郡主，草民没有。你们不是要去黑风口查看地形，想上去黑风寨？山寨在占领黑风寨之前，我在寺庙里住过，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不走黑风口上到黑风寨。若殿下和凤小姐相信草民，草民这就可以带你们上去。凤青鸾对他的话持保留态度。跟上。谢殿下信任。一行人到了黑风口，前方去探路的士兵们返回来禀报道：回禀陛下，黑风口有异常，属下还没查明，请殿下不要靠近。殿下，末将先去查看。你们留下，本王去。凤青鸾与他一起，尚雨婉和叶灵也跟在两人身后。几人来到黑风口这边的山崖。王爷，两道山崖之间有一团怪异的乌黑之气，只有那里有，很奇怪。不用他说，凤青鸾也看到了。他拿出望远镜看向那团黑气。那黑气是乌云吗？看起来也不像快下雨了呀。不是黑气，是食人蜂。回去告诉所有人，全部撤退。食人蜂似乎发现了他们，原本在黑风口的上方，快速朝他们这边的山头飞来。先撤退，食人蜂有毒，尽量不要被咬到。先前带他们来的2名士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原地，让李想带人撤退。守在原地的王良才和李想听到前方传来撤退的声音，知道出事了，带领士兵和衙役们往山下跑。凤青鸾等人也退到了这里，食人蜂追了上来。哎呀呀，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啊？张大、张二，快来保护我！这些疯子无孔不入，咱们还没有跑到山下，就会被他干掉的。凤青鸾，你快想个办法，我不想被咬死。凤青鸾的情况稍微好些，他从空间取出药物喷雾，对着食人蜂，可对面数量太多，无异于杯水车薪。你知道这片区域哪里有艾草吗？好像有，在你左后方有一个地方有。带我去，将艾草点燃，再配合实验室里的杀虫剂，能逼退食人蜂。来到那边，果然生长着一大片。让人过来。江渠将士兵聚集，一群人迅速地拔起艾草，拿出火折子点燃，艾草燃烧起来。凤青鸾在艾草上喷洒杀虫剂，不一会儿，食人蜂纷纷落到地上，剩下的如同黑色雾气，又向着黑风口飞去了。士兵和衙役们一个个躺在地上，龇牙咧嘴地痛喊着：“殿下，被咬的将士太多，怎么办？”让能行动的人将伤员转移到山下。一番辛苦，众人从山上退了下来。凤青鸾给中毒严重的士兵们进行解毒，一进山就遇到了伤亡。凤青鸾隐隐担忧，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这食人蜂怎么回事？怎么像长了眼睛一样，直接朝我们方向来了？难道有人操控他们吗？太气人了！说不定真的有人操控。他想起在双峰山上遇到的驯蛇人，仅靠一个哨子将成千上百条毒蛇训练有素的指哪打哪。令凤青鸾感到奇怪的是，这次没有听到怪异的声音，对方要操控一群食人蜂是如何做到的？哎呀，出师不利，只是来查看地形就遭遇了损失，看来要通过黑风口上的黑风寨，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凤小姐，我知道另一条小道可以去到黑风寨，不过路况不好，左右两边太过陡峭，稍不注意有摔下悬崖的风险。凤青鸾看向尚雨婉，有这么一条路吗？尚雨婉懵逼，他哪里知道？谢晋也朝他看去，尚雨婉梗着脖子道：“说起来，我记得是有这么一条小路通到黑风寨，具体什么情况，
又或者说，山匪可能算到我们要从那边进去，说不定有埋伏，情况就又不一样了。说了一堆话，没一个字说到点子上。凤青鸾蹙眉：“那你就是不知道了。”尚雨婉脸上闪过尴尬：“王爷，要不属下与叶林先去探路，确定有这么一条路了，再从长计议。不要打草惊蛇。”是，王爷。江渠带了2名士兵和叶林一起去找他说的那个地方。尚雨婉被凤青鸾一怼，脸上有些挂不住，在江渠带人出去了之后，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黑风口左侧，探路小队来到叶林说的上山小路，这里离黑风口挺远，远远的能看到那边有一道长长的天堑，小路几乎是沿着崖壁而上，的确能看到山顶上的黑风寨。江渠上去走了走，这条路有些滑，脚底下的碎石容易滚落，很不好走。江渠没有走得深入，知道能上去之后便回去复命了。他们离开后，躲在远处的尚雨婉看了看那条路，眼眸一转，自作主张的往山路上去了。江渠将小路的情况汇报给谢晋，休整一晚，明日上山。下面的人各自忙碌着。到了晚膳时间，李想发现尚雨婉不在。王爷，凤小姐和燕郡主都不见了。下午看到她了吗？没有。难道她回去了？凤青鸾若有所思，尚雨婉是跟来想在谢晋面前表现的，还没有展示用武之地，怎么可能回去？让人找找。江渠出去的时候，碰到王良才让人端着膳食进来。荣王殿下，凤小姐，该用晚膳了。哎，郡主还没回来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郡主不是下午跟着江侍卫出去了吗？他没有跟王爷说吗？你看着他跟江渠出去的？下官看到江侍卫和叶姑娘带人出去，郡主远远的跟在他们身后。下官以为郡主是去追他们的，以为殿下和凤小姐知道，便没有多问。王爷，属下不知道郡主跟着的事儿。江渠带路。此时天色也暗了下来，一群人来到叶林说的山下小道。殿下，凤小姐，要不我上去找找，说不定郡主也是来探路的，这会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带路。对于这条路周边什么情况，是否能到达黑风寨，他得去看看。我与你一起去。谢晋了一声，与凤青鸾还有叶林一起走上小路。据说这条路是打猎高手走出来的，知道的人非常少，我也是有一次碰巧发现的。你知道黑风口能上黑风寨吗？当然知道，这条路是进到黑风寨最近的一条路，也是最好走的路。既然有一条最好走的路，你为何会选择这条路上山？多条路多个选择嘛，你看多认识一条路的好处，这不就来啦？黑风口被人占领，草民才能派上用场，知道这条路让王爷和凤小姐上去。谢晋没有说话，路上没有看到尚雨婉，不知道走了多久，三人看到前面出现火光。不要再靠近。殿下，为什么不走啦？前面亮着火光的地方就是黑风寨了。就在这里。他目光盯着前方的黑风寨，那座寺庙外面有人在巡逻走动。三人停在远离黑风寨较远的丛林，暗中观察前面的情况。就在这时，草丛传来响动，一个黑影跌跌撞撞的从黑暗窜出来。是我。说完这2个字，黑影倒在地上没了动静。凤青鸾也看清来人，是尚雨婉，他背后插着一支羽箭，鲜血湿透了半个后背。尚雨婉的伤势看起来很严重，几人跨不过去。凤青鸾探了下他的鼻息，还活着。他需要尽快救治，否则会失血过多而亡。我先用些凝血的药控制出血量。谢晋一剑割断尚雨婉背后的剑，将他抱起来往山下走。1个时辰后，4人回到县衙内。他怎么了？谁把他伤成这样？谢晋将尚雨婉放到床上。你们先出去，江渠准备热水和换洗衣服，务必保住他的性命。我知道。江渠命令了下去。看到谢晋出来，他身上还有血。王爷，你们遇到了危险了，你受伤了？没有，是他自己。我们本来快要到黑风寨了，郡主从树丛后出来，接着晕倒，他背后插着剑，不知道遭遇了什么。经过一番急救，尚雨婉的命捡了回来。凤青鸾让人端来热水和衣裳给他换上，从房间出来。他没事了，但伤势太过严重，今天晚上可能会发高烧，需要人一直守着。他有没有醒过来？醒了片刻。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从小路上到黑风寨，看到寨子里有人在虐杀人质，没忍住暴露了行踪。他与几个山匪交了手，逃走的时候中了暗箭。他说那些人武功很高强，不是一般的山匪，让我们小心。黑风寨里有人等不及再杀那些孩子了，我们需要尽快将他们救出来。这样的话，那今晚必须行动了。那群变态，他们在杀的都是与我差不多年龄的人。王爷，山匪太残忍了，只要能帮到孩子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尚雨婉打草惊蛇，黑风寨今晚遭到外人入侵，必定会严加防范。我们要再攻上去，就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了。王爷，我们怎么办？今晚动手，李讲带一支教队前往黑风口，叶林你带路。
本王从小道上去。那我呢？你还没有说我怎么安排？你留在县衙照顾伤患。这里除了上鱼丸离不开人，白日中了食人蜂之毒的有几个重病士兵也离不开他。行，我在这里等你们，平安回来。决定今晚进宫之后，任务很快安排了下去。大部队走后，凤青鸾去挨个检查了中毒士兵们的情况，最后回到房间去守着上鱼丸。上鱼丸还在输液，在昏睡中，凤青鸾倚在软榻上打瞌睡。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风声鹤唳，周围的空气冷了下来。凤青鸾转头看向门外，透过模糊的窗纸，凤青鸾看到外面的院子出现了2排蒙面黑衣人。凤青鸾站起身，缓步走向门口。知道我们来了，就出来见面吧，凤青鸾。凤青鸾屏住心神，眼底透出一丝意料之中的霞光。今天晚上来的是国师迷途。他开门走出去，蒙面黑衣人齐刷刷拔出佩剑指着他，一下子见到2个老熟人。怎么，国师亲自动手了吗？不是你一直想知道黑衣组织背后的人是谁吗？如今我来了，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意外。哼，你早怀疑是我了吧？怀疑是怀疑，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认定。可今晚你出现在这里，一切都明了了。迷途，你草菅人命，趁谢晋带人出去来抓我。看来山上的那帮土匪是你安排的，在我身上用调虎离山之计，用得着这样吗？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果真是聪明。我不在苍涧之道动乱，皇帝会派你和谢晋过来吗？我若是不留盛婉瑜回来，谢晋会将你留在县衙内吗？你说的不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从你在关原救下叶林开始，你和谢晋都在一步一步走进我的圈套，将你们引来苍县，再将你和谢晋分开杀。今天晚上注定是难眠的一夜。你放心，谢晋他也会死，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赴黄泉的。哈哈哈哈。对了，我不会让你白死，你与我一样来自别的世界吧？而且你应当还拥有一个神秘空间或是系统之类的东西。等你死了，我夺了你的系统，到时候想研究什么研究什么。想要长生不老，想要青春永驻，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留在府衙内的衙役们听到这边有动静，一个个拿着刀出来。你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5年前吗？这5年来，你一直为皇帝做事，草菅人命。为了你那青春永驻，你杀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呢？我记不清了。你应该看到的，黎明塔地下室那些堆积如山的头骨，只是我这些年来杀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你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可取得了进展。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年轻啊！我今晚算是折在这里了，不妨在我死之前，让我看看你面具之下究竟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让我去到地府，我也要记住你，化成厉鬼回来找你。你别说，你还真有可能回来找我。你这具身体已经死了，你的魂魄穿越到他的身上。说是你这具身体再死一次，是不是魂魄又会再次穿到其他人身上？又或是在这个世界游荡，变成鬼魂回来找本国师？很有可能。到底会发生什么？杀了你就知道了。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他们全是银蛇杀手。银蛇组织可不陌生吧？当你杀了你父亲的那些人。迷途再次癫狂大笑，这次凤青鸾也笑了起来。哼，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笑？你难道不担心去死，不担心谢晋？还是觉得你灵魂穿越过来，就算这副躯体没了，灵魂还真的可以落到其他人身上让你复活？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我怎么会相信？那你在笑什么？当然是笑你了。你以为你的计划万无一失，让人看不出来半点蹊跷吗？哼，看出来又如何？现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你别想着谢晋能返回来救你，他都自顾不暇了。刘鬼13煞早就已在等他们进入黑风寨的路上了。叶林是你的人吧？他故意接近我，引导我们从小道上去黑风寨。你说的刘鬼13煞，应当是在那条小道上等着谢晋吧？什么意思？你早看出来他有问题。叶林的眼睛很好，我险些对他想报恩的心信服了。但你之前让人去荣国公府假扮翡翠的事，让我多留了一个心眼。熟悉的人尚且能被假扮替代，一个外来的人，殷切的想要跟在我身边的陌生人，我得更加注意。最重要的是有谢晋在，他了解皇帝，我了解你。你为皇帝办事，你这次的计划皇帝应当知道。他让我陪同谢晋来剿匪，就是为了将我们一举歼灭。所以我们发现异常，留个心眼做2手准备，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吧？你做了准备？他朝四周看去，没发现有埋伏。不对劲，屋子里不止凤青鸾一个人。你将谁藏在了屋里？这怎么可能？先前是没有人，这会不一定了。随着他话音落下，数道人影从地上站起，走到了凤青鸾的身后。看到谢晋，迷途身形晃了晃。你为何会在这里？
难道你的空间能让人自由进入？除了这个可能，他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原因能让凤琴鸾的屋内凭空出现那么多人。不这么一场局才能把你演出来，真不容易。去，把他们全杀了。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屋内的数道身影快如魅影，寒光骤闪间去到了院子银蛇杀手的面前，风驰电掣的交起手来。迷途没时间震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谢晋已经拔剑，如同一颗炮弹朝着他飞速射来。一道人影闪过，鬼面人挡住了谢晋的一击。上次你没动真格，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吧？不留着你的性命，迷途怎么敢亲自来抓他？他旋即一闪，绕过狼风，朝他身后的迷途杀去。迷途惊恐的不停后退，面前划过一道寒光，接着他像是被点了穴，突的停在了原地。迷途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在他的后腰处插着2把手术刀。在谢晋攻击他的同时，凤琴鸾甩出的手术刀扎进了迷途的后腰。迷途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瞪着眼睛，死不瞑目的气绝身亡。迷途死得太突然，银蛇杀手们都没有料到，尤其是狼风，他与谢晋交手自顾不暇，这个男人的功力比他几年前见到的还要恐怖摄人。还有心情分神，新仇旧账，这次本王可找你一起算了。狼风急速后退，面对再次逼近的谢晋极力抵挡。其他的银蛇杀手们这时也发现了不对劲，跟着谢晋从屋子里出来的这些人都不是好对付的，他们招数诡异多变，使用的武器也各不相同，打法狠厉果决，不是荣王府暗卫的打法，倒像是江湖高手。师兄啊，没想到咱俩这辈子还能跟5年前的头号杀手组织过招啊！他们5年前没死，是为了今晚在这里等我和师兄酣畅淋漓的打一场吧。此人名叫刘老二，他口中的师兄刘老大在对付另一名银蛇杀手。你别笑了，这些杀手不愧是曾经的江湖第一，现在看来也很强悍，小心你被他们削掉脑袋，赶紧干活，咱们这笔买卖赚翻了。刘老大和刘老二是江湖上人称双霸狂生的刘家兄弟，在当今江湖杀手排行榜中排行第3。除了双刘兄弟，如今江湖上排行第2的杀手千鹤龙部也在其中，他主要来对付银蛇杀手的头目狼风。狼风正吃力地迎接谢晋的攻击，忽然横插出来一个人打断：你又是谁？你的对手。眨眼之间到了狼风身前，经过一番交手，银蛇杀手的人看出来了，留在这里突击他们的人每个都是顶尖高手，凤琴鸾是最弱的。其中2名杀手目光一对，转头朝凤琴鸾杀来，还没靠近，两人被旁边一道强悍的掌力打中胸口，吐出2口血，飞落回到地上。男人高大强悍，凤琴鸾望着他宽阔的身影，心情激动。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凤琴鸾去找了谢晋，将研究出来的天隐煞2号解药给他。相比于1号解药，2号解药对天隐煞效果更明显，虽不能完全解了此毒，但对谢晋的功力恢复至少80%。难怪狼风在与他交锋时会那么惊讶，今晚谢晋所展示的武功恐怕是最接近他真正实力的。银蛇杀手们遭遇到了一波强劲的对手，国师已死，他们效忠的主子没有了，撤退！银蛇杀手们逃窜，飞上房檐，双霸狂生、千鹤龙部等人追去。一时间，县衙内的屋顶上、院子里、房间里全是人影打斗和爆破的声音传来。杀手们由杀手去解决。凤琴鸾走向地上迷途的尸体，检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发现在他衣袖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在散发着幽蓝光芒的乌金戒指。凤琴鸾拿起戒指端详，想起以前在许多小说中见过，有些穿越者携带的系统或者空间有媒介，媒介之物多是手镯、项链或者戒指。迷途的这枚戒指莫不是空间系统之类的媒介物？他看向戒指内部刻着字，凤琴鸾拿出手电照射，戒指内圈刻着一个宣字。凤琴鸾蹙眉，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是人名吗？谁的？凤琴鸾没再思索，将它收起来放进空间。银蛇杀手想逃，他们的气势完全落了下去，不成章法。陆陆续续的，双霸狂生等人将银蛇杀手的首级一一取下。龙王，我杀了2个。龙王，我1个。龙王殿下，我们去人2个。凤琴鸾看向房顶上最后剩下的千鹤龙部和狼风，狼风已是强弩之末，根本不敌千鹤龙部，最终死在了千鹤龙部的剑下，被他割下头颅扔到了院子中。我1个半。狼风与他交手之前被谢晋打伤，狼风人头他算半个。15万两酬金我不要，我与殿下比试一场，不知殿下可否赏脸？可以，等我需要的时候通知殿下。战斗结束，杀手们纷纷向谢晋报备人头数，谢晋让他们去地下黑市领赏。杀手们满意离去，留下院子里一地尸体和人头。凤琴鸾佩服谢晋，猎杀银蛇的人花了100多万，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到位，江湖上多的是高手、杀手和亡命之徒来抢夺这份高薪订单。荣王殿下，刚才真是好惊险啊！您没受伤吧？这黑衣人忽然出现，吓死下官了。将尸体清理了。他带着凤青鸾飞到一匹马上，扬鞭朝阳山的黑风寨赶去。找到了，不知道山匪是否将孩子们关在一个地方，我们得分开行动。我去把他们引开，你去后院将人带进空间，等在那里等我来接你。我从厨房下去，你从右边走。你小心，这些东西带着。谢晋收好，快如鬼魅的身影在夜色下如履平地，很快消失在事先踩好点的路口。凤青鸾在这边等着。没过多久，下方的土匪们举着火把慌张地行动起来。在院子这边巡逻的山匪被叫走，守在门前的没有动。凤青鸾迅速换上夜行衣，找了一条可行的小路，从草丛下去。他来到房屋前，凤青鸾捅破窗纸看进去，房里没人。他拿出刀，将窗户割出一个洞，翻身进去。听说荣王带来的士兵们快要突破黑风口了，前面好像也出了事，咱们这组的人都过去了。要是荣王真的带人打上了寨子，咱们可怎么办？你这点胆子，大当家是怎么请你上来做山匪的？咱们是为谁办事儿？是上头那位顶天的老大。咱抓人质的目的是为了引荣王和他那个未婚妻过来，好在这里杀了他们。你放心吧，那些人攻不上来，大当家有后手安排。可别忘了咱们手里握着38条人命，那房子里边关押着38个人。荣王不是爱民如子吗？他会顾及人质的性命，不敢对我们动手。还是程兄知道的多。而且黑风口那边到时候可能会拉人质过去，让那些士兵消停点。他们是来救人的，要是人质在他们手中死了，那回去可交不了差。有38名人质在房间里，凤青鸾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数字。在他们谈论着等完成了这次任务，拿到钱吃香喝辣时，凤青鸾突然从里面打开房门，快速点了两人的穴道。两人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出口，被定在了这里。凤青鸾关上房门，沿着走廊溜进了另一个房间。凤青鸾打开房门进去，迅速关上。他回过身，不要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所有人都在这里吗？你真的是来帮我们的，不是抓我们去杀的吗？对，我来带你们走。怎么只有23人？大概一炷香的时间之前，山匪进来抓了10几个同伴出去，不知道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凤青鸾思索了会儿，决定先把房间里的人安全送到空间，再去抓几个山匪，问出其他人的下落。回想起昨夜同伴们被杀死的场景，有几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别怕，想走听我的话。跟上次一样，他拿出药丸让孩子们服下，带所有人晕过去，将人全部放进了空间。他打开房门，想要去抓一个山匪，逼问：来人，有人闯进来抢人质了，快进房间，快往那边去。凤青鸾看到无数山匪举着火把从远处快速的朝他在的房间聚拢过来。凤青鸾没再出去，他现在不能现身，意念一闪，藏进了空间。气势汹汹冲过来的山匪们踹开房门，看到里面空无一人，全都惊呆了。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人来劫人质了吗？人呢？人质去哪儿了？老子看见的，那个黑衣人冲进关押人质的房间，没看见他从里面出来，更没看到他带着人质出来。他奶奶的，那可是20-30个人呢，出来不得一大堆？是啊，一大堆人出来，怎么可能看不见？那他们去哪儿了？你告诉老子！操，见鬼了！这人质到底去哪儿了呀？给我搜，把房子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那些人给找出来。一群人在房间和四周搜寻，可他们哪里找得到？时间过去，山匪们没有任何发现，纷纷跑回来道：二当家的，房间没人，周围也没有人，他们很可能逃进山里了，咱们要不要去追？今晚的事儿很蹊跷啊，西院有人偷袭，刺客还没抓到，这边人质又被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对方是来了一出声东击西呀。传我命令下去，陈大，你带2支小队进山去追，对方带着那么多人走，目标明显，一定要将人质拦截。老五，你带一拨人搜寻山寨，将闯进来的刺客搜出来。还有张毅，你快跟上金红，让他好好看着送往黑风口的那10几个人质，让他务必送到。威胁下面的人撤退了后，人质先不要杀，全部带回来。是，二当家的。 3个人立马带人出去了。凤七鸾在空间听到外面的命令，原来另外10几个孩子被带去了黑风口。这下不用再找人问了，凤七鸾只想他们赶紧离开，他好出去追。可那个叫左战的人，即使没在房中找到他，依然派了一部分人看守。凤七鸾沉思着，得想个办法让他们走。
正在他想办法时，谢晋似乎预料到他需要帮助，又整出动静。明明只有一个人，却在整个黑风寨神出鬼没，弄出了千军万马的架势。一群废物，没看见他往庙里去了吗？还不快把门堵住进去！要是这都能让他逃走了，我看你们也别想活了。兄弟们，跟我来！他举刀一挥，守在人质房的数十个山匪一窝蜂朝庙里去了。凤青鸾听外面没动静了，从空间出来，到房间观察院子里的情况。兄长，你怎么来这儿了？我倒想知道你跑来苍县做什么。尚雨婉暗暗看了一眼谢晋，不敢回答，垂了眸子，低下头。尚修冉明白了，冰冷锋利的眼刀看向谢晋。荣王，雨婉的伤是怎么回事？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兄长，是妹妹擅作主张，没有告诉你跟父王母妃离开京城来到苍县，不关荣王殿下的事。我受伤也是因为自己跑出去被山匪打伤，是荣王殿下把我带了回来，一切都是我自找的，你惩罚我吧。荣王殿下，请借一步说话。荣王，雨婉跟你偷偷来苍县的事儿，我相信她不敢撒谎，但你我合作也算盟友，有这层关系在，你应当保护她，约束她，而非让她放纵，让她险些丧命于此。本王是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才救她，至于她不听管教，是你这个兄长的责任，和本王无关。如此说来，我还应该感谢殿下了。不需要。说完，他离开了院子。他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没空在这里为这些事耽搁。兄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背着家人做出危险之事，回京后主动向父王母妃认错。兄长，我知道。伤势如何？伤在后背，是中箭。凤青鸾看过了，让我卧床休息，其他没有什么大碍。兄长，你来苍县是来帮荣王殿下的吗？这是我与荣王之间的事儿，你无需知道。王兄，是殿下应允过你什么吗？你想说什么？兄长，有件事情我不告诉你，你也会知道。我在黑风寨中箭逃出来，昏迷之前遇到荣王殿下，我问过衙门的人我是怎么回来的，他们说是殿下抱着我回来的，我跟殿下已有肌肤之亲。房间空气的温度迅速冷凝了下来，他不敢抬头去看尚修冉，继续说道：兄长，我知道这件事怪我太想帮殿下分担，想去探路救人质，谁知道被发现。殿下抱我回来的时候也被衙门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名声都在殿下那里了。我心仪殿下已久，兄长也知道殿下对我没有感觉，可事情发生不了逆转，所以我想，如果兄长来剿匪曾让王爷许下诺言，那请兄长为了我让殿下给我一个身份。兄长，婉瑜的名声都在兄长手上了。你就这么自讨苦吃，借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身边，荣王眼里没有你，让他给你一个身份，你觉得你能坐在哪个位置？兄长，我没有选择，我进荣王府我就只能去做姑子或者去死以保清白，而且我喜欢荣王，我想成为他的女人，求兄长成全吧。他与本王有诺言，他就会答应吗？会的，荣王殿下最重承诺，哥哥你帮了他的忙，他肯定会应允的，就算是入府成侧妃我也愿意，并且高阳王府跟荣王府联姻，我想父王和母妃也会答应的。我可以帮你一试，不一定成功，你做好心理准备。谢谢兄长。尚修冉离开了房间，谢晋安排李想将抓到的山匪送往京城，让王良才的人将救回来的孩子们通知家属来领回去。尚修冉找到谢晋，待他把事情悉数安排后，将他叫到一旁，开门见山道：荣王，我想好你需要应允我的条件了。你说。我要荣王殿下娶我妹妹入荣王府。上世子，陛下赐婚，凤青鸾是本王的未来王妃。不知道，余婉只求一个侧妃之位，这便是我答应协助荣王帮你铲除敌对的条件。荣王殿下不会失信不答应吧？本王以为世子的要求是怎样的，没想到是为了儿女情长，还是如此无礼。你说我的要求无礼？本王救尚余婉出于好意，世子以此来要挟本王娶她，别说是侧妃之位，就算是侍妾也不可能。世子还是想想别的合作要求吧。殿下不再考虑一下吗？荣王府有了高阳王府的相助，想必陛下也不会再轻举妄动，对荣王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哼，世子是真单纯还是找说辞？你以为两个手握重兵的亲王和异姓王联姻，皇帝会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吗？本王已经有了凤青鸾，不会再有其他的女人。何晏郡主还是另寻他人吧。尚修冉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不试一试，余婉不会死心。他回去将结果告诉尚余婉。怎么会这样？他说他有了凤青鸾，不会再有别的女人。尚修冉没说话，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了。
他心中痛苦，凤青鸾有什么魅力能让荣王承诺此生只有他一人？兄长，我想睡一会儿。于婉，天下的优秀男子何其之多，不必一心只在荣王身上，多看看其他人。尚于婉闭上眼，一点睡意也没有，神情呆愣。这次虽攻下了黑风寨，救出人质，士兵们也有不少伤亡。直到晚上，凤青鸾才把伤兵处理完。尚于婉来找他，凤青鸾，我有事同你说。什么事？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兄长跟王爷之间达成了约定，才来苍县的是吗？说这事做什么？荣王殿下答应了我兄长一个条件，但是他还没有应允。你知道我重伤昏迷后是如何被荣王殿下带回来的？我兄长让殿下答应的条件，就是让我嫁入荣王府，成为侧妃。这是你与他们之间的事。为什么听到我要做荣王侧妃时你这般冷静？你认为我应该有什么表现？你是荣王的未来王妃，听到有别的女人要与你争宠，你难道不生气吗？你可知道荣王殿下为了你，他不愿意对我负责。我的身子被殿下碰了，我的身孕和清白是否毁于一旦，全凭殿下一句话。他如果不想对我负责，我的后半生就毁了。可他拒绝了我。谢晋拒绝你兄长的要求，你觉得是因为我，他才不愿意娶你为侧妃？难道不是吗？从前没有哪个女人能入得了荣王殿下的眼，可是我不一样，我是高阳王府的女儿，我的君主之位是从战功上立下来的，全京城上下只有我能配得上荣王。只要给我时间，假以时日，荣王殿下一定会对我亲眼相待。但你的出现，抢夺了原本应该属于我的荣王殿下的青睐和偏宠。你不过是个被楚王休息的下堂妃，这辈子能再嫁出去，也是老天怜悯。你何德何能被荣王求娶，还独自霸占，竟连一个侧妃之位都不肯给我？你这个杜甫！你的身世背景比我好，谢晋看不上你，看上了我，你觉得屈辱？那又如何？要这么说的话，还不是你自己不如人？你自讨没趣，非要硬着头皮嫁给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他拒绝你，反倒怪在我的身上。这件事我才知道，从未阻止过荣王。你一味的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不如反省自己，为何谢晋不喜欢你？凤青鸾，你居然敢这么贬低我！我哪样不如你这个被别的男人不要的贱女人？一定是你在荣王面前说我的坏话，让荣王讨厌我，荣王才不肯娶我。一定是你这个贱女人，你一贯与我作对，你当然见不得我称心如意。知道我心仪荣王，就故意挑拨，你为何如此狠毒？难怪楚王要休了你，宁愿去喜欢那个庶女，也不要你。你这个没有父母教养的恶女人！尚于婉，你极度憎恨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你我之间的事若牵扯上我父母，对他们不敬，我见一次打一次。谢晋这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管什么，你要争取什么自己去找他，他看得上谁看不上谁是他的事，而他看不上你更是关我屁事。这个疯女人来找他说这些话，他还跟他说这么多，也是疯了。凤青鸾压着火气去房间给剩余的士兵查看伤情，检查完最后一个后，他洗了手，气冲冲的去找谢晋。下午尚于婉来找过我，他说我挑拨你，不让你娶她为侧妃，我与你是什么关系你心里清楚，不要牵扯到我。此事我与尚修然说清楚了，他又来找你，是我处理不周，抱歉。凤青鸾微愣，谢晋这么痛快就给他道歉了，让他的怒火卡在喉咙口，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那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与他不会有任何关系，这辈子也只认你一个王妃。我知道为什么尚于婉会将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了，就是你这句话，他才认为是我挑拨了你。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尚于婉因为下午的事情心绪烦乱，想来找谢晋。转过走廊时，看到他与凤青鸾在院子里说话。是我疏忽，后面他不会再来找你了。你最好说到做到。还有，我与你的婚约不过是形式，你不要拿我去挡你的桃花。3个月之后，我不一定会嫁给你。你想违抗圣旨？要不要做到那一步，后面再说。其他的事我不想再谈。总之，你把尚于婉处理好，不要让他再来烦我。他转身要走，他一把抓住凤青鸾的手腕。你对本王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这么厌恶本王吗？我不讨厌你，也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要谈婚论嫁。我提醒你，你最好也不要有那些多余的心思。我们是合作关系，从始至终都是。达成目的了，各取所需，不要再添加多余的事情，对我们俩都好。凤青鸾，本王告诉你，我已经生了那些心思了，你又当如何？不顾你的祖母，不顾护国侯府逃离吗？你弄疼我了，先放开。谢晋看他小脸吃痛，松开了他。两人没再说话，空气尴尬。凤青鸾不知道说什么，趁谢晋没有再质顾他，正欲离开，谁知谢晋像是知道他要做什么，刚一动作，谢晋伸手掰住他的肩膀，将人转了个圈，高大的身影朝他压了下去，温润的唇堵上了他的唇。他不想让凤青鸾走，也不想他再说出拒绝的话。谢晋的突然一吻，凤青鸾惊得愣在了原地。他全身紧绷，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反应推开他，反倒是唇上那柔软温热的触感让他的心跳彻底加速，脸上也逐渐发热发烫。直到谢晋将他放开，凤青鸾才回过神来，眨了眨眼睛，找回了一点神智。
谢晋低头看着眼前满脸通红的女人，那粉红的小脸上带着迷茫和被冲击后的空洞，忍不住失笑。凤青鸾，本王心已于你，想娶你不是一时冲动和权衡利弊，是本王真的想娶你为妻，一生一世白头偕老。今日的事本王处理不善，连累了你。心愣了一会儿，凤青鸾听到了什么？谢晋说娶她是心仪她，那意思是谢晋喜欢她。凤青鸾抬眸看向谢晋，才发现他走远了。凤青鸾心情一团乱麻，抿了抿唇，回了自己的院子。谢晋走向暗处偷听两人对话的尚雨婉，尚雨婉满脸泪水地看着他。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听到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再找凤青鸾的麻烦，别怪本王不客气。尚雨婉咬着唇，任由眼泪汹涌流出，伤心地离开了走廊。接下来的2天，孩子们被各自的家人领回去，苍县的事告一段落。谢晋和凤青鸾返回京城。早在谢晋和凤青鸾带人摧毁黑风寨，并杀了国师和银蛇杀手以及刘鬼石三煞等2批顶尖高手时，消息就秘密传回了京城夏明帝的耳中。谢晋、凤青鸾，是朕小瞧了你们，你们竟有这么大的本事除掉国师，还全灭了2只杀手。好，做得好，这次没把你们弄死，反倒折损了朕的人，一群废物，全是废物。这件事事关重大，国师死了，他的长生药也没有了。谢晋进宫汇报，元朝公公去禀报了夏明帝后，脸色不好的从养心殿出来。寿安殿下，凤小姐，陛下最近身体欠佳，刚服下药休息，还请王爷和凤小姐在殿外稍等片刻。既然皇兄身体抱恙，那本王更应该请假才是。说不定皇兄得知剿匪成功的细节，他的病就好了。他说着抬步往养心殿走，元朝公公拦都拦不住，垮着脸眉眼担忧。凤青鸾心中暗赞，不愧是谢晋，皇帝的拒而不见了，有意敲打也根本不惧，直接进去见人。谢晋走了2步，发现凤青鸾没跟上，还不快走！皇兄身体欠佳，本王带你进去给他瞧瞧。凤青鸾无语，跟着谢晋进了养心殿。养心殿内，夏明帝侧躺在软榻上，听到有脚步声传来，随手抓起茶几上的杯盏扔出去。朕不是说过不准任何人来打扰吗？臣弟听说皇兄抱恙，特地带了凤青鸾来为皇兄看诊。夏明帝扭头看来，眼底是讳莫如深的恼意。汤县的事，李想回来汇报过了，你们还要汇报什么？既然李想汇报了，臣弟也别无补充。青鸾，去给皇兄看诊，皇兄身体康健，臣弟才会放心。凤青鸾嘴角微抽，一个不让汇报，一个来了也不汇报。谢晋进宫来干嘛的？故意来膈应皇帝的吗？八弟的心意，朕心领了。有太医随时候诊，朕无大碍。没事了，你们出去吧。是，陛下。他带着凤青鸾出来，走到公道上时，凤青鸾问：皇帝为什么没有发火？这次他可是损失惨重。还不是时候，剿匪中有刺客暗杀，皇帝要装作不知道，否则不是承认是他派人暗杀亲弟了吗？杀弟这个臭名声，夏明帝不会让人知道。两人出了皇宫，回荣王府，京城大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哎，楚王府又有热闹可看了，咱们快过去啊！怎么回事？楚王府怎么了？你不知道吗？楚王府的那个新楚王妃，也就是原来的庶侧妃，现在的通房，他爹不是因为私放印子钱被陛下发配流放了吗？他那个蹲大牢的娘前几日从牢里出来，得知了这个事儿，三番两次的去楚王府闹，说要见女儿。楚王被陛下下了禁闭，出不了楚王府，也不想看见他。谁知他今日直接跪在了楚王府大门前，闹得不可开交呢。大伙儿都去楚王府门前看热闹呢，哎，我也要去瞧呢。哦，原来是这样啊！不得不说，自从楚王成亲之后，在京城闹出来的话题接连不断，风波就没有消停过。楚王宠妾灭妻，落得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恶有恶报。走，我也过去看那通房的娘又要闹出多大的事来。凤青鸾挑了挑眉，他离开京城这些天，差不多是潘玉莲3个月牢狱之灾的最后几天了。他以为潘玉莲出来后多少会收敛一些，如今看来还是老样子。你先回去吧，待会儿我自己回来。你要去楚王府？那当然，那两人的对话你也听到了，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怎么能错过？我陪你一起去。不用，我自己去。谢晋的身份太显赫，两人一起去难免引人注意。楚王殿下，我想见我女儿，求你让我见她一面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当年是舒瑶救了你，今日就算被老爷牵连，念在往日的恩情上，楚王殿下也应当厚待她，而不是让她孤苦无依的在那个小院中受人搓磨。楚王殿下，做人要讲良心，草民别无他求，只想请殿下网开一面，让我见下舒瑶。
什么？楚王宠爱那个妾室，是因为他救过楚王的命啊？难怪会宠到无法无天呐，造孽呀！哼，救命恩人又如何？凤书瑶犯了错，还不是照样说贬就贬？你没听到他说的吗？凤书瑶被关在了王府小院搓磨呢。这么说楚王是忘恩负义之人，真难评啊这事儿。听着百姓们的议论，凤青鸾暗叹潘玉莲是勇士。这个时候了，这些话都敢拿到明面上来说。哼，贱妇！才从牢里出来就来楚王府闹事，还被本公主撞见。来人啊，将他轰走！凤青鸾唇角勾笑，只恨手中没有瓜子。泼辣妇潘玉莲遇到嚣张姐谢莹，这将是怎样的精彩大戏，他可得好好看着了。你们是谁？放开我！他大叫，转头看见满脸怒容的谢莹，只觉得眼前突然一花，脸上挨了2个大嘴巴子。见到本公主也敢放肆大闹，看来是没人教你规矩。你们2个把她拉下去，本公主不想看见她再出现在这里。杀人了！朝阳公主杀人了！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我又没有犯法，凭什么抓我？我要报官，我要告御状！你们欺负我这个老婆子，我要让陛下还我公道！也不看看你得罪的是谁？是当今陛下的公主。想到陛下面前告御状，你是活腻了吧？侍卫把潘玉莲拖到远处的巷子里，放到地上，直接拳打脚踢，密密麻麻的拳头落在身上。潘玉莲痛得龇牙咧嘴，再也骂不出来了，只能干嚎。没一会儿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晕死过去。闹事的人被拖走，谢莹让人将看热闹的百姓们也赶走。看了一出好戏，凤青鸾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楚王府。谢莹进府去找谢燕。皇兄，你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任由潘玉莲在府外闹事也不让人驱赶，你都不知道他说了多少难听的话，你的英名贤德全都被那对贱人母女败坏完了。这是本王的名声，本王都不急，你急什么？皇兄为何不急？潘玉莲败坏你的名声，闹到父皇那里，肯定又是一番数落。我都这样了，要名声有什么用？反倒是他越折腾，对本王越有利。他的名声在京城已经臭了，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让太子以为他看不到起来的希望了，而放松忌惮和警惕。谢恒不将过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他的身上，那他禁足半年的时间便可以重新谋划，等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打谢恒一个措手不及。他要好好利用凤书瑶，将这2年来谢恒对他所做的事加倍还给他。谢妍不知道谢燕在打什么主意，气冲冲的走了。他没皇兄那么好的心性，凤书瑶皮痒了，他要去给皇兄出口恶气。王爷，荣王和凤小姐从苍县剿匪回京了。凤青鸾，总有一日，本王会让你回心转意，重新爱上本王。凤书瑶正在打水洗衣，他走上去一脚踹到凤书瑶的屁股上，凤书瑶毫无防备，啊的叫了一声，爬起来看向来人。奴婢见过朝阳公主。你这个贱人，闹出这么多事来，皇兄为什么没有杀了你？你那个贱娘又在楚王府前闹事了，皇兄的名声都被你们这对贱母女糟蹋完了，看本公主不打死你！他怒极了，上去揪住凤书瑶的头发，啪啪啪甩了他几个大耳光。你这一家子瘟神，当初皇兄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对你们纵容落得这个下场。因为你爹的事，害得皇兄被禁足，连累母妃也被父皇冷落，我要打死你！小姐，你没事吧？公主殿下，我们小姐身上还有伤，若是小姐得罪了公主，还请公主轻饶了她，要打就打奴婢吧。哼，一个小小的贱婢，敢这么跟本公主说话？碧青，去掌她的嘴，往死里打！碧青走上前，毫不客气的扬手打在知南的脸上。不要打，不要打！公主饶命，奴婢知错了，求公主放过奴婢。公主，怎么在这里打起来了？王府外有人闹事，没人向你禀报吗？皇兄不管潘玉莲任他闹，你作为侧妃也不闻不问，任由他抹黑楚王府，脏污皇兄的名声，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莹越说越生气，冲上去将凤书瑶拉起来，又是一顿毒打。公主殿下，我的好公主，再打要出人命了。王爷不管潘玉莲，自然有他的道理。好歹潘玉莲是舒瑶妹妹的娘亲，也只有这么一个娘在京城了，多少也得给她留点情分，不是？听到他这么说，谢莹还是觉得不够解气，抬脚踩在凤书瑶的手掌，使劲的摁了摁。好痛，好痛！朝阳公主，求你放过我，求你放过我吧！狄侧妃，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再踩下去，她的手快断了。舒瑶妹妹，公主在气头上，我是劝不了，只能帮妹妹到这里了。狄侧妃，请劝劝公主，我不想变成残废。唉，舒瑶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呢？你我好歹一同伺候了王爷一场，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护着你的。公主，凤书瑶不过是个贱婢了，没必要纡尊降贵脏了您的脚，
想来他受到惩罚了，要不公主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他。哼，好，今日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这个贱婢，要再有下次，本公主打断他的腿。说完，不再管傅书瑶，与狄曼丽带着人离开了怡院。小姐，你怎么样了？小媛，快过来扶着小姐进屋。小媛看了两人一眼，丝毫没有过来的意思，抱着柴火走了。你怎么这样？王爷让你伺候我们家小姐，你这般无视，下次等王爷来，我要向王爷告你的状。算了，他不会听的。这个叫小媛的丫头，这段时间虽没欺负他们，但也没把他们当主子，无视他，使唤不动是常态，他习惯了。直男扶着凤书瑶坐到床上，忍着痛去打来清水给她洗脸。小姐，你还有旧伤，又添了新伤，奴婢去找白大夫来为你看诊吧。去请吧。另外，我写一封书信，让他帮忙给太子殿下送去。又给殿下写信吗？上次老爷出事，小姐叫奴婢去拿信给如宝，求太子保一保老爷。可是老爷还是被斥资流放，终身为奴。可见太子殿下一点忙都没有帮。小姐在楚王府的日子不好过，太子肯定也能猜到，他依然什么都没有做，甚至都没有派人来悄悄看望过你。小姐，为了太子，咱们做到如此，真的值得吗？直男，够了。若是没有太子殿下，就没有现在的我。我早死在那年来京城的路上了。太子殿下对我有恩，我今生必报。他这段时间可能太忙，楚王倒了，有许多事情他要接手，所以才没来得及顾得上我。你让白华葬给我看了病，捎一封书信出去。太子殿下抽空了，一定会派人来看我的。而且他也一定会怀上孕，让楚王重新接纳她。等再过10几天，一定会检查出她怀孕了。到时候母凭子贵，今日欺负过她凤书瑶的人，一个他都不会放过。直男没办法再劝，凤书瑶心意已决，他只能去请白华葬。凤青鸾吃了瓜之后，回了荣王府，去书房找到谢晋。黑衣组织的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也没必要再继续留在荣王府了。今日下午，我让人准备将祖母接回侯府，这段时间多有叨扰和庇护，多谢。你要回侯府？黑衣组织想暗害祖母，他不得已搬来荣王府。就算两人对外有婚约在身，他也不能一直住在谢晋府上。你祖母同意了吗？这也是他的意思。行，去准备吧。凤青鸾没再说什么，转身回院子去收拾东西了。他走后，江渠着急进来说道：王爷，你怎么能让凤小姐离开王府呢？要是她去了不愿意回来怎么办？她想离开，我若强行将她留下，你觉得她会留下来吗？依照凤小姐的性子，若是王爷强行留人，可能适得其反，引起凤小姐的反感。可是这么让凤小姐离开，属下实在是担心呢。不让她离开，本王迎娶她的时候，难道在荣王府迎娶？原来王爷已在计划成亲的事情了。好，你去看看她需要什么帮忙，帮她打点清楚。是，王爷。另一边，高阳王府。婉儿啊，苍县发生的事，你兄长跟母妃说了，你想哭就哭出来吧。荣王拒绝了你不碍事，这天下总不是只有荣王一个好男儿。除了他，咱们高阳王府的女儿，全京城的男子，母妃给你挑选好的。你不要再这样吓母妃了，午膳也没有用。饿了吧？来吃点晚膳。母妃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肴，快起来尝尝。可是母妃，我的身子被荣王殿下碰过了，我都让兄长拿条件去让荣王答应我娶我为侧妃，可是都卑微成这样了，荣王还是没有松口。这世间除了他，再好的男儿女儿都不想要，女儿只想要他。你说什么？你的身子被荣王碰过了，他把你怎么了？母妃，其实兄长并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是什么，你是故意来套我的话的。母妃是担心你，你兄长什么都没说，倒是荣王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母妃。尚雨婉心里痛苦得很，面对最疼爱她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嚎啕哭了起来，将在苍县发生的事，谢晋是如何将受伤的她抱回县衙内的，与高阳王妃说了。岂有此理！荣王看着端方君子，竟做出这样的事，他既抱了你的身子，就必须对你负责。我这就去告诉王爷，让他为你做主。高阳王妃说着，尚雨婉拦都拦不住，直接出了芳妃院去找高阳王去了。高阳王妃找到高阳王，将尚雨婉在苍县与荣王之间的事情与他说了。难怪婉儿回来变成这样，竟是为了荣王。我高阳府的女儿，陛下亲赐的郡主，岂由荣王糟践？夫人放心，明日一早本王就去荣王府找谢晋要个公道。王爷，咱好好与荣王沟通，若是成了，咱两家也算是联姻；若不成，你也不要太过动怒。这件事在处理好之前，切记不要闹大宣扬出去。荣王不处理，咱就让陛下做主。为了婉儿的名声，臣妾与你一同前去。王妃说的是，明日我一定心平气和。夜日早上，高阳王夫妇准备出府去荣王府，管家面色不好的从外面走进来。王爷，王妃出大事了。
今日早晨奴才出去采购，听到外面在流传郡主痴迷荣王殿下，根据沧州剿匪，不小心被荣王碰了身子，让荣王娶为郡主为侧妃，被拒绝了，风言风语传得很厉害了。这么快就传出去了？你从谁口中听来的？王妃，找不出是谁在传这件事了，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的百姓们都在议论呢，还说了许多很难听的话。奴才一听到谣言，就急忙回来禀告王爷和王妃了。他们说的难听的话是什么？他们说郡主不自爱，上赶着要嫁给荣王，说郡主不知检点，还未出阁做出这等羞耻之事。哎，总之外面说什么的都有，也有说荣王殿下的，说他不负责之类的话。上言震怒地挥走桌上的茶盏，抽出悬挂在客厅的那把碧剑，就要冲出去。是哪些人在谣传？本王去杀了他。还有荣王那个挨千刀的，事情是由他而起，本王这就去为婉儿讨回公道。王爷不可动怒，你没发现谣传来的太突然了吗？昨天婉儿才回京城，今天仓县的事就被传遍了，这件事很有问题，王爷不要冲动，咱们得冷静下来，从长计议。有什么可记忆的？事情闹成这样，谢晋不娶婉儿也得娶了。本王就是带兵去围了荣王府，也得逼他将婉儿娶进府。王爷，使不得啊，您冷静冷静。父王，母妃说的对，谣言来势汹汹，不可轻易被其左右冲动行事。修然，你快劝劝你父王，别让他被人摆布中了别人的圈套。父王，谣言是冲着高阳王府和荣王府来的，谢晋不可能做这事，对他没有好处。父王若是冲进荣王府闹事，必然正中始作俑者下怀，还请父王冷静。在几人的劝说下，上言终于冷静了一些，他喘着粗气坐回椅子上。哼，那你们说怎么办？咱们当做什么都没听到，装死吗？除了这事儿，外面还说些什么？昨日荣王殿下和凤小姐从宫中出来后，凤小姐带着侯老夫人搬回了侯府，外面的人也在谣传，说凤小姐本来是与荣王殿下有婚约在身，结果一从仓县回来便带着侯老夫人走了。谣传说是就是因为荣王碰了咱们郡主，所以凤小姐与荣王置气。这件事上侧面说明了荣王殿下与郡主之间确有其事，因此谣言听起来格外真实。岂有此理，这明显是有人做局，要将高阳王府的名声彻底败坏。谣言中除了赃物的骂词，事件却是真实的。传出此事的人很可能是当时在仓县的人，我会派人去调查。至于去荣王府，父王母妃不能以高阳王府的身份去，外面的谣传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这时候有人看到父王和母妃进了荣王府，大家便会更加证实谣传的真实性。那就任谣言发展下去，不闻不问了吗？当然不，谢晋应该也知道了此事，咱们秘密前去便是。修冉说的对，进荣王府的是女婿安排。高阳王妃又吩咐管家，谣言不准传进芳菲院，让小姐知道。要是婉儿听到了任何风声，本王妃回来必定严惩。是王妃。荣王府一大早，江曲也听到了外面的谣言，并告诉了谢晋。王爷，你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在传些什么？说王爷毁了何晏郡主的名声，碰了他的身子不负责。他们哪里知道是尚婉瑜偷跟着王爷去了仓县，还擅作主张跑去受伤昏迷。王爷要不是看在尚世子的面子上救他，又怎么会被人传出这样的污名？说不定高阳王府那边的人知道了，还会怪罪王爷打上门来，真是太气人了。一点谣言就把你气成这样，要是发生更大的事，你岂不是要跳脚起来杀人了？王爷，属下这是为你鸣不平啊！依属下看，这次的事肯定是高阳王府散播出来的。尚婉瑜为了能进荣王府的大门，连拿条件来换的事都做得出来，想将自己塑造成受了委屈的人，以舆论逼迫王爷妥协。哼，他以为王爷是那么容易被拿捏的吗？谣言不是高阳王府散出去的。啊，不是高阳王府又会是谁？你没发现这件事将两府都骂了吗？对谁最有利，谁便是散播者。您说是陛下？哦，原来如此。王爷与尚婉瑜的事儿是在仓县发生的，肯定是跟着咱们回来的那些人当中有皇帝的眼线，所以他们知道的事情才这么详细。咱们杀了皇帝的国师和他的杀手们，皇帝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他必定要从别的地方将这口恶气出来。皇帝明知王爷是不会娶尚婉瑜，就将事情闹到人尽皆知，无异于将高阳王府的脸面踩在了地上。高阳王是马背上的王爷，脾气暴躁，他的女儿被人这样对待，肯定受不了。一旦脾气暴躁，冲到王府来打了起来，那就挑起了两府之争，而且还是两位手握重兵的王爷。皇帝再从中作梗，联合其他大臣掺和一下，消掉其中一位王爷手中的兵权，收归皇权也不是不可能。那王爷，高阳王府的人找上来，咱们要怎么办？等着便是。上言冲动，尚修冉可是个稳重的人，有他在，事情闹不起来。江曲点了点头，看自家王爷风轻云淡，他也没那么着急了。
不知道凤小姐得知这事儿了会怎么想？她不会在意。凤青鸾连嫁都不想嫁给他，还会在意他娶什么女人吗？没多久，管家来报：王爷，高阳王夫妇和上世子来了，请他们来书房。荣王殿下，街上谣传的事，想必你听说了。关于殿下和小女之间，你打算如何处置？高阳王，本王出于好意救了何晏郡主，却引发了后续这一系列之事。若不是高阳王要来为难本王，任本王娶了何晏郡主。荣王，男女授受不亲，你碰了婉儿的身子，婉儿这辈子就得跟着你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都要对她负起责任，否则你将置婉儿于何地，将我高阳王府置于何地？王妃也认为理应如此吗？荣王殿下，我们本不该给你添麻烦，可谣言发酵成了这样，全京城都知道了，请荣王殿下为婉儿的清誉考虑考虑。为郡主考虑，那王妃也是要本王迎娶何晏郡主了。若是这样最好。荣王，你莫不是要拒绝吧？对于婉儿的名声，非有你娶了她方可平息，请你慎重。上言也是想了了女儿一个心愿，若不是婉儿心仪谢晋，他堂堂高阳王才不会舔着老脸上赶着让别的男人来娶自己的女儿呢。书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几双眼睛都落在了谢晋的身上。王爷啊王爷，你不会真要答应高阳王的要求吧？这可不行啊！既然王爷想这样，那本王便娶了何晏郡主，随后便进宫向陛下禀明此事。高阳王夫妇一听，心中大喜，他们还以为要在这里闹上一通，才会逼得荣王同意呢。没想到谢晋风轻云淡的就答应了。尚修冉盯着谢晋，谢晋的变化太快，他陡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青鸾姐姐，你知不知道外面发生大事了？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京城流言蜚语满天，在说苍仙的时候，王爷和尚婉瑜的事儿。他将在街上听到的流传的消息全部都告诉了凤青鸾。这些人以讹传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表哥怎么可能会娶邵婉瑜啊？他心里只有青鸾姐姐，才不会碰别的女人。就算是碰了邵婉瑜，也是迫不得已。说起来是表哥救了邵婉瑜，他怎么能忘恩负义，以此来要挟表哥娶她呢？真是不要脸。凤青鸾听完廖洛林的话，手中正握着的茶杯突然砰的碎裂。姐姐，你的手流血了。凤青鸾似乎这才感觉到痛，怔怔地看向手心里流出来的血。小姐，你别动，奴婢马上给你处理。谣言什么时候传开的？我也不知道，我上街的时候已经传开了，几乎是大街小巷的百姓们都在议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嘴里放出来的。姐姐，你不要太伤心，事情已然发生，当务之急是将你的伤处理了。咱们去荣王府找表哥商议这件事儿该怎么办。丫鬟将药箱取了过来，里面有凤青鸾准备的日常医用之物。秦雪小心翼翼地给夹子消过毒，将凤青鸾掌心的碎片慢慢地夹出来，又给她的伤口消毒止血包扎。做完这一切后，凤青鸾也在疼痛中渐渐回过了神来。走，姐姐，咱们去荣王府。去做什么？当然是去找表哥，让他不要被舆论影响，答应要娶了邵婉瑜啊。不去。为什么？谣言出来后，高阳王府的人肯定去王府找表哥要说法了。尚余婉本嚣张跋扈，高阳王比他脾气还暴，更是个一点就着的炮筒。要是表哥答应，肯定不行；要是表哥不答应，说不定还闹起来了。姐姐作为表哥的正妻，未来的荣王妃要以正妻的身份去阻止，不能让尚余婉进王府。那是谢晋的事，他会处理。就在刚才，他听到廖洛林说的传闻时，心脏没来由的慌了一下，就是那一下，让他失神的将手中的杯子捏碎了。也是这时，凤青鸾才意识到，原来之前对谢晋的不在意，对他有没有别的女人，对他没有感觉，都是假的。如今，当他得知谢晋很有可能迫于舆论，为了权势，为了得到高阳王府的支持而答应娶了尚余婉时，才明白自己其实是很在意谢晋的。纵然谢晋对他说过这辈子只有他一个妻子，但这是在古代，他是王爷，身在皇家的人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而这个身不由己的时候来得这么快。他想知道他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谢晋会不会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凤青鸾心里既沉重又空落落的，以至于廖洛林在耳边再说些什么都没有听进去。翡翠，我们走，去找表哥。凤青鸾是他认定的未来表嫂，他一定不会让他受委屈。父王母妃，这件事你们不要出面，荣王殿下进宫便可。啊，修妻说的是，咱还不知道谣言呢。要是跟荣王一起进宫了，显得他们刻意去找了他，逼迫荣王娶他们的女儿，面子上不好看。将高阳王夫妇送上马车后，尚修冉与谢晋走到一边。荣王，你并不喜欢余婉，为什么一改先前的态度答应这婚事？王爷可不是会出尔反尔的人。世子不相信本王。我也想相信，可是不敢。还请王爷给我透个底，你想做什么？不愧是尚世子，如此敏锐。陛下不会答应王爷与高阳王府的联姻，王爷是去试探陛下的。
为何这么说？因为兵权，荣王殿下掌管20万烈焰军，我父皇镇守北疆手握10万上甲军，除了镇南将军手中的15万大军，整个大夏国的军权便在我们三方手中。若是荣王府与高阳王府结成联姻，陛下肯定会无限忌惮。你继续说。所以谣言不是你我发散出来的，那必然是不想让我方联姻之人散播出来的。陛下了解荣王殿下的品性，知道你不近女色，唯一想要娶的人是凤青鸾。一旦舆论发酵，将你和余婉置之高价之上，按照陛下对王爷的了解，你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因而高阳王府和荣王府之间会挑起纷争，这恰恰是陛下希望看到的。王爷反其道而行之，进宫去找陛下谈论婚事，陛下不会同意，那么王爷就能将舆论之事甩回给陛下，让他来收拾残局。是我说的这样吗，荣王殿下？你能想到这些，为何当初想劝服本王娶上虞婉？那是因为我知道陛下不会同意，也想让虞婉死心，可没成想事情被人散播了出去。有人制造了这场舆论，需要有人来为此付出代价。殿下想让陛下来平息这件事儿，那我妹妹要如何负责呢？这要看与陛下谈得怎么样了。他说完后上了马车，江渠驾着马车走向皇宫，看着谢晋消失在街角，尚修然目光微眯。算了，事已至此，这场风波就交给谢晋去处理吧。只是可惜余婉的心愿可能要再次落空了。皇宫，夏明帝也知道了京城的谣言，事情是他让人做的，可等谢晋进了宫，他装作毫不知情。等谢晋将京城谣传与他说明时，夏明帝惊愕的道：还有这样的事？八弟不想同意这门亲事吗？皇兄，臣弟愿意对何晏郡主负责，迎娶她为侧妃。你愿意娶她，是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吗？八弟，这可不是朕所了解的你呀。众口铄金，京城的谣传愈演愈烈，又事关高阳王府和郡主府的名声，臣弟不得不多方面考虑。迎娶何晏郡主对臣弟和梁府来说，是平息谣言最佳的方法。你进宫来找朕同意这门婚事，有没有与凤青鸾商量过？凤青鸾是你的正妻，她同意吗？不需要她的同意，这件事臣弟能做主。荣王，朕若是不答应你这门亲事呢？皇兄为何不答应？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先回去，容朕好好考虑。可是皇兄，没什么可是的，你都说了是为了救商于婉才碰了他，朕怎么能容许强你所难的事情发生？而且因为舆论让商于婉进了王府，岂不是今后哪个女人主动扑上来让你碰了，你都要娶他们？你是朕的弟弟，皇室中人，皇家玉蝶是那么好上的吗？你回去吧，这件事朕自有考虑，绝不会让你和凤青鸾受委屈。那臣弟便回去了，静听皇兄的旨意了。他出了宫殿，夏明帝望着他的背影，恨得心中滴血。故意的，谢晋是故意来侵蚀他的。他猜到是自己放出的舆论将计就计，反把自己给套了进去。这件事他要是不妥善处置，势必会引起荣王和高阳王府两方的不满，一下子惹恼了两位手握重兵的王爷，那他这皇权就岌岌可危了。廖洛林在荣王府没见到谢晋，反而得知他进宫去请婚事了，又心急火燎地返回侯府，想将这件事情告诉凤青鸾。结果一到凤青鸾的院子，就看到有人闯入侯府。青鸾姐姐，是刺客吗？不是刺客，不过擅闯侯府且还蒙着面，能当刺客来杀了处理。凤青鸾，你想让他们杀了本王吗？快让他们停手！楚王殿下，您怎么翻墙进侯府啦？来讨打的吗？看到是本王，你们不迎接吗？原来是楚王殿下，殿下怎么不从大门进，从院墙进来了？是属下们有眼无珠，将王爷认成了刺客，属下职责保护侯府，还请王爷不要怪罪。本王有话要与凤青鸾说，你们都退下。心中不免暗暗咬牙，他若能从侯府大门进来，还需得着翻墙吗？薛子墨没有立即走，请示地看向凤青鸾，都下去吧。薛子墨带着侍卫和丫鬟们退到了院子外。谢燕看向没有动的廖洛林，楚王殿下，是臣女先来找青鸾姐姐的。凤青鸾，外面的流言蜚语想必你知道了，荣王进宫去找父皇了，是去说迎娶上虞婉的事，你还不知道吧？楚王殿下，表哥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娶上虞婉的，你别挑拨离间。姐姐，你相信表哥，他进宫是去找陛下处理这件事了。等表哥把事情处理好了，一定会来跟你解释的。千万不要轻信了楚王的话，他又没在荣王府，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儿？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女人的名节和声誉何等重要。荣王要是不答应对上虞婉负责，你们觉得高阳王会轻易接过此事吗？就算荣王拒绝，高阳王也必定会进宫向父王要公道，不外乎还是让荣王娶了上虞婉。凤青鸾，你当初与本王和离，不就是为了拔皇叔吗？
你以为八皇叔不近女色，只求娶了你一人，他能给你一生一世你认为值得托付？可你还没过门呢，他就预定侧妃了。与本王比起来，八皇叔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本王还给了你体面，让你在成亲那日纳妾。说不定等这次的事情处理下来，你与尚宇婉也可能会在同一天迎进荣王府呢。与你之前走过的老路又有何异？夕颜，你闯入侯府就是为了来说这些吗？姐姐，你不要被楚王的话激怒啊！你知道的，表哥从来没碰过别的女人，你是他唯一想要求娶的人，他怎么会让你跟当初嫁给楚王一样那么对你呢？你要相信他，就算要生气，也先听了表哥的解释之后再说，好不好？当然不止这个，我发现我还是在意你的，只要你愿意，本王可以再娶你一次，你还是楚王妃。这次本王会给你王妃的牌面和恩宠，绝对不会再有凤书瑶这样的人存在。谢燕，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香饽饽吧？第一次是我识人不清，嫁给了你这个渣男，还想妄图让我第二次嫁你，你是怎么说得出这话的？凤青鸾掌心一翻，丢出几枚手术刀，直直朝着谢燕飞射而去。谢燕侧身一让，察觉到不好的预感。果然，就见凤青鸾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柄狼牙棍，举着棍子就朝他的脑袋飞了过来。谢燕心下一惊，失意还击。凤青鸾，本王都不计前嫌，愿意再娶你一次了，你却对本王大打出手，别忘了你是臣子，我是皇子。你下狠手，本王可以治你一个刺杀皇子之罪。哼，什么刺杀皇子？等打死了，把你的脸蒙上。今日侯府闯入刺客，杀了刺客，所有人都可以作证。谁管你是皇子是王爷？想屁吃呢！凤青鸾再次朝谢燕飞身而去。谢燕飞上房顶，冲凤青鸾说道：“你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本王说的话你慎重考虑，想好了来楚王府找我。本王还有事，先撤了。”见他想走，凤青鸾的这口恶气还没有出干净呢，主要是没让谢燕出点血，他心里不痛快。因此，在谢燕飞向外面的时候，凤青鸾脚蹬地跳上假山，双臂挥出6柄手术刀，朝着谢燕的后背追去。眼见他能躲过那6柄手术刀，凤青鸾看着就气，让他给逃了。然而，他这想法刚落下，不知道从左边的什么地方飞出了一枚暗器，打向谢燕即将躲过的最后一把手术刀上。手术刀角度一转，打进了谢燕的右手臂中，一阵鲜血飙出。谢燕捂住受伤的右手，朝最后那突如其来的暗器方向看去，什么都没有。哦耶，打中了！谢燕看到凤青鸾那一脸高兴的模样，差点气得喷出一口老血。好一个凤青鸾，看到他受伤这么开心吗？暗中帮他的人是谁？要让他知道飞将的大卸8块。守在院子外的薛子墨和宋修、宋鼎等人听到院子动静进来。子墨，送得好！要不是薛子墨最后打出的暗器，谢燕估计这么来煽风点火了一下，什么代价都没有付出的就逃走了。光是想想，听了他那么多废话，都觉得好气。小姐，属下没有动手。不是你说的暗器吗？属下带人一直守在院子门外，见到楚王出去之后，并没有做什么。凤青鸾又问宋鼎、宋修：“你们也没有出手吗？”没有小姐的命令，属下不敢。凤青鸾这下狐疑了，抬头望了望院子，忽然想到了什么。荣王府的暗卫还没有撤离侯府吗？属下没发现府上有暗卫。不应该啊，你们没动手，那必然是有暗卫帮忙才是。小姐，属下这就将侯府彻查。去查一下。王爷，方才楚王去侯府找了凤小姐，将京城的谣传告诉了他。暗夜将在侯府听到的谢燕对凤青鸾说的话重点回禀给了谢晋。我呸！楚王厚颜无耻，他趁人之危，不仅去挑拨凤小姐和王爷，还妄图让凤小姐再嫁他，不要脸！王爷，要不要属下今晚夜袭楚王府，将他收拾一顿，替您出气？谢晋逆着他，见他气鼓鼓的跟河豚一样，似乎只等着他一句话，他就能马上冲去荣王府揍人。谢晋没理会这个二愣子，看向暗夜。你说凤青鸾把他打伤了出气？属下看来是这样的，凤小姐在听了楚王的话后很生气，压着怒火对他起了杀意。不过楚王利用轻功没能让凤小姐打伤，以至于在最后逃走的时候，属下出了手。那他可气消了？应该没有完全消气。王爷要不要去看看凤小姐，解释一下？是该解释的。王爷，这次凤小姐误会可大了，加上还有楚王那么一个人虎视眈眈的，王爷若不解释清楚，只怕凤小姐不知道怎么想王爷呢，她或许会伤心的。谢晋一个眼刀朝江渠射去，江渠拍了拍自己的嘴，闭紧了不再说话。他有洛灵陪着，本王晚点再去。暗夜汇报情况后，又回了侯府。薛子墨带着侯府的人在搜查他的时候，他恰好不在。薛子墨没搜到人，将结果告诉凤青鸾。他可能将今日侯府发生的事回去告诉谢晋了，明天再查一遍。姐姐，楚王说的那些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啊，表哥是个稳重负责的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相信他。凤青鸾倒了一杯茶放到他手上，喝点水吧。
廖若琳确实感觉口干舌燥，端起茶咕噜咕噜的喝了。凤青鸾又给她倒了一杯。谢燕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你别担心了。廖若琳终于放心了些，怕惹她烦心，说起另一件事。青兰姐姐，谣言的事儿不会拖太久，闹得太大了，陛下会处置的。还有半个月，安邑国的使者就要进京了。听说对方来的人当中还有皇子公主，他们进京若还能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对大夏皇室颜面影响有多不好。所以姐姐放心，过不了几日，这场舆论风波就会被压下去的。安邑皇子来大夏国做什么？殿后是万寿节啊！陛下的生辰不只是安邑国，还有北地、淮比等好些国家的使者都会来朝，京城将空前热闹。他没听说什么万寿节，也不奇怪。侯府在官场上无人，他祖母年纪大了，也不喜欢出去参加聚会。闹了这么一通，又说了会儿话，到了午膳时间，廖若琳在这里用了饭，下午又陪着凤青鸾说了一会儿，离开侯府去了荣王府。廖若琳在的时候，拉着凤青鸾叽叽喳喳说话，凤青鸾没觉得有什么。然而等他离开，凤青鸾独自一人坐在房间，才感觉到舆论事件的后劲上来了。直到了晚上，凤青鸾也睡不着，他看着窗外那爬上树梢高高悬空的月亮，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荣王府问一问谢晋，他到底想怎么解决。忽而谢晋的声音在窗外响起：找我做什么？把窗户打开，让我进来。起身去将窗户打开，下一秒，谢晋的俊美脸庞在眼前无限放大。他温柔地捧着凤青鸾的小脸，在他唇上亲吻了一下。离开后，发现凤青鸾呆呆愣愣，如同失了神。我没反应，亲傻了。现在进来了，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这么着急想知道，看来你也不是如表面那样一点也不在意，怕本王给你一个不想听到的答案。不说拉倒。谢晋走过去，将人拉住，卷入怀中。凤青鸾猝不及防撞到他胸膛，差点惊呼出声：“你要做什么？小心我喊了！”听说上午谢燕来侯府，你恨不得杀了他，将人打伤了才放他离去。本王也来找你，可你没有那么生气，是不是说明我在你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量？不愧都是姓谢的，自信一脉相传，一样的不要脸。被他损了一下，谢晋还是没有放开，而是直接将他的手搭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双手环上凤青鸾的纤腰。其实我进宫，他将今日高阳王夫妇去找他以及之后的事全盘向凤青鸾说了。本王承诺过，这辈子只有你，绝对不会有别的女人。凤青鸾的脸颊不由自主地泛起红晕。谢晋说的处理方法，他一想就明白了。事情闹成了这样，夏明帝是始作俑者，确实应该由他来付出代价。高阳王夫妇没有得到回应，明日会忍不住的进宫讨要说法。我的人也会陆续在朝堂上就这件事情向夏明帝施压。他收回去的大理寺总长司之职，这次得还回来。不得不说，对于谢晋反其道行之的解决办法，他有些意外。如果皇帝答应了你的停婚，你岂不是真的要娶了上虞婉？到时你又会怎么做？我没想过他不会答应的。你就那么确定？这不是在赌吗？算是在赌。凤青鸾险些避过气去，不愧是两兄弟，各自对对方的秉性都很了解。你是不是担心我真的会娶了上虞婉？其实你进宫去找皇帝，除了去试探他之外，也是在试探我。你想知道我知道你要娶别的女人，我会有什么反应是吗？是我错了，我不是存心试探，正好时间赶上了，想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心悦我的，所以我们这也算是两情相悦了。谁跟你两情相悦了？你走，我不想看到你。他将谢晋推开，可哪里推得开？谢晋将他抱得更紧了。确定不想看见我？不想看见，走吧。视线突然一转，谢晋将他打横抱了起来，走向床边。我想见你，我不走。他将凤青鸾放在床上，自己也躺到了他旁边。夜深了，睡吧。他闭上眼睛，凤青鸾在黑夜中盯着他那安静的睡颜。他从苍县回来这几天，应该没有好好休息过，看起来有些疲惫了。算了，这些小事不计较了。看清了自己的心意，不算坏事。他囫囵想着，也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凤小姐，你快跟着老奴去走一趟。昨晚陛下突发急症晕倒，太医们被请进宫去，吃了药还是高烧不退。皇后娘娘特命奴才前来请凤小姐进宫，去为皇上看看。凤青鸾面色微沉，对秦雪道：“去把药箱拿来。”秦雪出去了，快速将这个消息告诉一旁的侍女。去告诉薛侍卫，小姐要进宫为陛下看诊，如果久而未归，让她去荣王府通知荣王殿下。他去将凤青鸾的药箱拿来，凤青鸾跨上，进了宫中来的马车。到了养心殿，元朝道：“凤小姐，请你在外面稍等，奴才进去向陛下请示。”他这一走，凤青鸾在养心殿外等了一炷香的时间。这下他几乎能确定皇帝是冲着他来的了。一炷香时间后，元朝从殿内走出来。
方小姐，方才太医们在为陛下看诊，让您等了一会儿，这回陛下醒了，请您进去。凤青鸾随他一起进了养心殿。臣女参见陛下、皇后娘娘。夏明帝冷眼看着他，谣言的是他没有重创谢晋，自己却被他摆了一道。谢晋仗着是亲王，可以对他虚与委蛇，他还不能拿他怎么样。可凤青鸾一个小小的臣子之女，他还不能在他身上出口恶气吗？你过来。夏明帝出声，把手搭在软枕上。凤青鸾走过去把脉，片刻后道：陛下的病情是肝火旺盛，着了风寒引起的气血攻心，在太医们的精心诊治下有所好转，只是高烧未退，臣女开2服药可见效。可有更快效的退烧方法？陛下从昨夜一直没有休息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皇后娘娘切勿着急，服下汤药后，陛下的高烧能退下来。几位太医互相看了看药方，孟太医道：陛下，娘娘，药方没有问题，微臣这就拿去让人煎熬。你开的药方，你去熬。孟翰林眼珠转了转，意识到了什么，不敢再说什么，将药方拿给了后面的人去抓药。凤青鸾去了药炉，亲自守着熬药。半个时辰后，凤青鸾将熬好的药端来养心殿。在这期间，未有任何人插手。进去之前，元朝挡在他面前。方小姐，陛下说你熬药辛苦了，剩下的由老奴端进去。他身后的一个小太监走上来，想接凤青鸾手中的托盘。公公，此药有特殊的服用方法，还是由我端进去给陛下吧。方小姐，这是陛下的旨意，难道你想违逆陛下？陛下近日身体不好，情绪不稳，老奴劝小姐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惹他生气，否则陛下发怒，咱们都不会好过。凤青鸾唇角勾了勾，意思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让他将药端进去。公公都这么说了，那就有劳了。他将服用方法告诉了元朝公公，小太监接过托盘，带着人进了养心殿，仍留凤青鸾一人站在殿外等候。他暗自思忖，夏明帝动手的话，应该就是在这期间。果不其然，元朝端药进去没多久，里面传来药碗摔碎的声音。来人，将凤青鸾关去慎刑司，审问是谁指使他毒害朕。元朝带着命令走出养心殿，指着凤青鸾大声道：凤青鸾毒害陛下，把他关进慎刑司审问。守在门外的禁军们得令冲上去抓凤青鸾。凤青鸾岿然不动，扫了扫围上来的禁军们，请问公公，我下的是什么毒？阿姨说是逍遥散。凤小姐，老奴相信这件事你是冤枉的，你还有祖母，若罪名成立，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是谁指使你的？还请凤小姐尽早交代出来，可保全府无虞。把他带走。凤青鸾眸光凄密，这是在拿他祖母和侯府上下人的性命威胁。夏明帝这一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玩得很溜呢。凤青鸾被侍卫们带去了慎刑司。皇后看到夏明帝处置凤青鸾，心头突的一沉。凤青鸾毒害陛下，事情有蹊跷。皇后在想什么？陛下，臣妾在想，凤小姐为何要对陛下下毒？她没有理由做这种事啊。你觉得有人诬陷她？皇后，不该你管的事不要多管。是，陛下，臣妾知道了。皇宫的慎刑司是关押犯错的宫妃以及朝臣们内眷们问罪的地方。禁军统领弦音将他交给了慎刑司的主管雷嬷嬷，让他务必审问出是谁指使他毒害陛下。弦统领放心，在我手里的犯人没有问不出来话的，一定会让他招供。弦音走后，雷嬷嬷命令道：把他带去刑房。凤青鸾被带去了刑房。凤青鸾，是谁指使下毒害陛下的？我是被冤枉的，没有人指使。敬酒不吃吃罚酒。凤小姐，劝你说实话，要是陛下相信你的话，不会把你送到这儿来。统领说你是荣王的未婚妻，我看你是故意否认，拖延时间，等荣王殿下来救你吧。这里是慎刑司，任何人走进来不脱一层皮出去，都是本总管的失职。你们两个动作麻利点，把龙骨鞭给我拿来。狱卒们去抓凤青鸾，谁料两人还没有碰到凤青鸾，手腕传来一阵酥麻，接着两人倒在地上痛苦叫唤。竟敢拒捕！凤青鸾，你想违抗陛下的命令，大闹慎刑司吗？来人！凤青鸾3两步来到雷嬷嬷身后，一把手术刀抵在他的脖子上。他们敢进来，我让你先去见阎王。凤青鸾，你要是在这里杀了我，罪加一等。去他屁的罪加一等！慎刑司原来是这么审问犯人的，上来就动刑，是想屈打成招吗？让外面的人全部退下，谁敢靠近我杀了他！是血！凤青鸾，你真的敢伤我？
他刚说完，在脖子上的刀口又更深了一点。忤逆皇命，凤小姐，你要是不想让侯府跟着你的冲动行事陪葬，我劝你三思而后行。凤青鸾没理会他的话，手上加大了力度，又有血流出来。不准过来，都不准过来！雷总管，属下去禀告禁军统领。不行，不要去！凤小姐，你究竟想做什么？什么都不做。你毒害陛下，就算荣王来了，罪名也洗脱不清。凤青鸾没有答他，他缺的不是等谢晋来救，而是等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而谢晋来了的话，他一定会有这个机会。双方僵持着，如凤青鸾所想，谢晋进宫之后，得知他被带去了慎刑司，连养心殿都没去，直接去了慎刑司。荣王殿下，陛下有命，审讯凤小姐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准进入慎刑司。是吗？本王偏要进呢。荣王殿下，你莫不成去见过陛下了？没有。那下官奉劝殿下，得到了陛下的准许再来见人，请殿下不要为难下官。不想为难就让开。弦音沉默，感情他说的话，这位荣王殿下是一个字也不想听。荣王殿下，属下官不能忍让。禁军们看到自家老大都举起了剑，也都将剑直了起来。谢晋没有动，周身散发的气场让现场的氛围压抑到了极致。眼见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养心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凤青鸾给夏明帝熬的药里有嗜睡的药材，夏明帝服药之后会沉沉睡去。不管他是打算如何的陷害他，只要他昏睡过去，压力不从他这边来，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夏明帝没有喝药，他将药碗砸了。孟翰林在看药方的时候看出来了，后来夏明帝喝的汤药中，他也加了那味安神的药。因此谢晋赶来皇宫时，夏明帝正在昏睡，只有皇后在床侧侍疾。一名禁军过来，将慎刑司的情况汇报给元朝。元朝公公跑进养心殿，皇后娘娘，出大事了！皇后看了看在床上昏睡的夏明帝，挥手让他去外面说。怎么了？回禀皇后娘娘，荣王殿下得知凤青鸾被带去了慎刑司，去慎刑司抢人，先统领带人阻拦，快要打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陛下服了药睡下了，不准拿这件事去打扰他，本宫先去看看。一切听娘娘的安排。皇后得到消息，到达慎刑司时，就看到弦音与谢晋剑拔弩张的对峙着。皇后娘娘驾到！参见皇后娘娘。荣王殿下，你这是要做什么？来要人。荣王，本宫知道你在气头上，养心殿的情况你不清楚。凤青鸾送给陛下的那碗药是他亲自煎熬的，未经他人之手，他一当众验出有毒。虽然本宫也不相信凤青鸾敢谋害陛下，事实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凤青鸾的嫌疑最大，陛下将他关进慎刑司也是正常的处事流程。所以你先不要冲动，等事情查清楚了，将证据拿到陛下面前，证明下毒者另有其人，此事就可以更加温和的处理，也不至于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凤青鸾被怀疑，被调查凶手，皇兄就命人将他拉去镇刑司。镇刑司是什么地方？皇后不会以为进去了只是单纯的问话，必然会动用刑罚。凤青鸾是本王的未婚妻，岂可让他人陷害？既然皇后想温和处理，那便由本王为她担保，把人带出来之后再调查凶手。行，你把他带走吧，但是一定要抓住凶手，否则本宫放他离开，在陛下那里不好交代。弦音听到皇后这么说，重重的吐了吐气，他也不想与荣王对上。来人，去把凤小姐从慎刑司带出来。这时人群后传来了女人的惨叫。凤青鸾得知谢晋来了，带着雷嬷嬷出来了。所有人朝两人看去，看到了凤青鸾放在雷嬷嬷脖子上的匕首。弦音嘴角抽搐，不愧是荣王看上的女人，这也太生猛了，竟然拿刀威胁雷主管从慎刑司里走了出来。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两个都不是好惹的主。看到凤青鸾毫发无损，谢晋神情一松，朝他走了过去。我不是凶手，没有下毒。我知道。凤青鸾点了点头，看向皇后。皇后娘娘，养心殿里陛下发现汤药有毒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还请娘娘告知。皇后让禁军们退下去，将养心殿的情况又与凤青鸾讲了一遍。药方是我写的，药也是我手着熬的，在送进养心殿之前没有问题。唯一可能被凶手下毒，是我被困在养心殿外，由元朝公公带着的小太监接过药碗进养心殿的那段路。凤小姐，老奴伺候陛下20多年，一直忠心耿耿，你怀疑老奴给陛下下毒？老奴不会，也不敢做那灭九族的大罪。你不敢，不妨碍有人能命令你。你身边的小太监呢？他叫什么？怎么没看到人？他叫小福子，是老奴的义子，在养心殿伺候陛下。凤青鸾看向谢晋，去养心殿。元朝找了一圈小福子，脸色难看的走回来，向皇后和谢晋禀道：皇后娘娘，荣王殿下，小福子不见了。
贤统领，带人去搜。贤英刚才还和谢晋针锋相对，此时也不得不听他的命令，带人去寻找小福子。为夏明帝看诊的几个太医还在养心殿随时等候命令。凤青鸾去见孟太医，问他是怎么在汤药中发现逍遥散的。凤小姐，逍遥散是下在汤药中的，气味很明显。谢晋看向元朝，将打碎的药碗残渣送上来。元朝让人去办，贤英带着人回来了，神情有些微妙。娘娘，如王殿下，小福子找到了。把人带上来。娘娘，在游阳阁的水井中找到小福子，他溺毙而亡，属下已经命人将他尸体捞了上来。他死了？才死没多久，尸体还是热的。对于小福子的死亡，凤青鸾没觉得有多意外，一怀疑到小福子身上人就死了，有意思。得知这个消息，元朝老脸既震惊又怒其不争。他是被人推下去，还是意外滑落的？他的反应很意外，小福子是元朝的义子，他做了这事儿，凤青鸾不禁怀疑，难道元朝一点也不知情？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小福子是意外落井，井口周围没有打斗和推搡的痕迹。小太监将夏明帝砸烂的药碗残渣送上来，凤青鸾仔细检查了上面的每一块，在那残渣气味中闻出了逍遥散，其中有极小的一块碎片上，凤青鸾发现了有粉末刮痕。小福子的尸体放在殿外，凤青鸾等人走出，孟太医已经在检查。小福子的死亡的确符合溺水而亡，不过他在溺亡之前陷入了昏迷。凤青鸾查看过后也是这样，井口没有打斗，会不会是有人将小福子打晕了，推进井里才导致的溺毙？凤青鸾将小福子翻过来，在他后颈处出现了一道红色的淤红，那是在他生前被人重击过留下的。没错，是有人将他打晕抛入井中，否则他应当会在水中挣扎喊叫，很可能引起人注意。想他悄无声息的溺亡，必须打晕。因为入了水，小福子身上的某些证据可能被冲清洗掉了。凤青鸾让人搜查小福子住的房间，看能否找出毒药所在。想起药碗碎片上的粉末刮痕，凤青鸾拿起小福子的手指查看。为了能伺候好主子，小福子的指甲剪得很短，在指甲里，凤青鸾发现了些黑色的残留物。他拿出嗅帕，将残留物刮出来，仔细嗅了嗅，没有闻到什么异味。凤青鸾从空间拿出一款试剂药水，那试剂药水装在透明的试管中，几位太医都没有见过，纷纷好奇地围过来。凤小姐，这是什么？凤青鸾让人打来清水，将从小福子指甲盖里刨出来的残渣碎屑倒进了清水中，摇了摇试管中的液体。是试毒剂，如果清水中留有逍遥散的残留物，清水会变成淡淡的黄色，从而证明小福子是下毒谋害陛下的凶手。竟有如此神奇之物！与他的惊讶相比，张太医神情凝重，凤青鸾居然有办法测出逍遥散，这可不是陛下想看到的。凤青鸾将透明试管中的液体倒入水中，几双眼睛都紧张地观察着水颜色的变化。没多久，那有残渣漂浮的透明清水渐渐地变成了淡淡的黄色。变了，指甲残留物中有逍遥散。皇后也看到了，脸色微变，对凤青鸾愈发欣赏。看到凤青鸾游刃有余的自证，谢晋唇角微弯，这女人根本不需要他来救，她有本事证明自己的清白，缺的是一个机会。皇帝也猜到了凤青鸾医术高明，下毒可能会让他找到破绽翻盘，才特地将他关去慎刑司审问，目的就是不给他机会证明清白。他陷害凤青鸾是针对他而来，知道他在乎凤青鸾，动不了他就只能动凤青鸾。谢晋眸光轻微眯了眯，看来谢宏是在皇帝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忘了如果他有心，自己可以随时复了他的皇权。验证结果，小福子手中沾染了逍遥散，说明他之前的确是碰过这种毒药，尤其是在我们怀疑到他身上时，他莫名其妙溺水身亡了。案情几乎明了了，下毒谋害陛下的凶手不是凤小姐，而是小福子。这时去搜索小福子住处的禁军回来，没有带回任何有用信息，是谁指使小福子做的这事儿？小福子死了，线索断了，难以查明，但凤青鸾毒害皇帝的嫌疑可以洗清了。孟太医，你这话不妥呀，目前看来是小福子在陛下的汤药中下了毒，不能说明凤小姐身上就没有嫌疑了，也有可能是凤小姐指使的小福子，毕竟她拿出的透明液体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她说能测逍遥散就能测，未免也太一家之词了吧，让我们如何相信啊？张巡，你是不承认这个验证方法了？你可知道凤小姐之前提出过手术治疗，还用过许多咱们从未见过的治病方法，本官相信她的方法不会有问题，倒是你质疑实验结果，你又如何证明这盆水里没有逍遥散呢？你没事找事，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对凤青鸾盲目相信，
作为医者，失去自我判断，如盲人无益，本官唾弃你。哼，我看你才是固步自封，不肯接受新鲜事物，还拒绝承认别人比你医术高明。你是见不得凤小姐有办法检验凶手吗？真是失败透顶。你，两位太医的话各有道理。张太医，你有疑问，那你按照孟太医说的，证明清水中没有毒。他又看向凤青鸾，凤小姐也想想别的办法来证明水中确有逍遥散，等陛下醒来更有说服力。听到自己也要证明，张巡心中懊悔，这不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吗？这盆水中逍遥散的气味没有，他怎么能证明出来？他看向凤青鸾，凤小姐，你想怎么验证？张太医，你不会验不出来想来探我的方法吧？本官不过是问问都不行吗？他没底气的回答，看得孟翰林只想笑，其他的人也都好奇凤青鸾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检验。正当大家翘首以待的时候，养心殿内的公公跑出来，娘娘，陛下醒了。众人进了内殿，夏明帝坐在床上，看到本该在慎刑司的凤青鸾和在宫外的谢晋并肩走了进来，苍白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起来。陛下，你醒了。他们两个怎么在这里？是小福子将要送进养心殿途中下的毒，他已畏罪自杀，凶手不是凤青鸾。张巡，你来补充皇后没说清楚的地方。张巡将养心殿外发生的所有事事无巨细地汇报给夏明帝，尤其说到最后一点，验证逍遥散的方法。凤青鸾，这是你的一家之言，有太医质疑便做不得数，你得用别的办法来洗脱嫌疑。还有，谁将你从慎刑司放出来的？没有朕的允许，私下放人是没把朕放在眼里吗？皇兄，是臣弟放他出来的。凤青鸾是嫌疑人，慎刑司的人下手也没个轻重，恐屈打成招，谋害皇兄兹事体大。若不将真正的凶手抓起来，皇兄的危险仍旧存在。臣弟将凤青鸾带出来，凤青鸾引用他的方法找出了真正下毒想害皇兄的人，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好一个将功补过！皇帝对于谢晋的行为很生气，但谢晋说的不无道理。照平常来说，他冤枉了一个可能害他的凶手，真正的凶手还逍遥法外，的确是在为他考虑。他想怪罪，没有足够的理由。这件事先不提。凤青鸾，你用别的方法证明是小福子下的毒。要是凤青鸾做不到让所有人信服，他就数罪并罚，一定要让凤青鸾脱层皮才能走出皇宫。凤青鸾让人将那装有小福子指甲残留物的水盆端上来。元朝公公，麻烦去找一条小金鱼来。元朝公公吩咐下去，很快有太监送来金鱼。凤小姐，莫非你想将金鱼放到水盆中？金鱼鳃对逍遥散极为敏感，只要有一点就会翻白肚。两位太医若是不相信，可以制作出逍遥散，用金鱼验证。这个方法很实用，我们也可以验证。如果金鱼在水盆中死去，说明水里有逍遥散，就能再次证明是小福子下的毒。反之，金鱼没死，说明水中没有逍遥散。没错，结果会怎样，拭目以待。他将金鱼放进水盆中，殿内的人都观察着鱼儿。金鱼入水后，开始还能在水中畅游，随着时间过去，它渐渐游不动了，最后慢慢翻过身子，露出了鱼肚白。有毒！陛下，水中有逍遥散，凤小姐是清白的，下毒的人是小福子，凤小姐是清白的。皇兄，小福子是真凶，凤青鸾的嫌疑可洗清了。不是凤青鸾下的毒，朕可以不追究，但在调查期间，凤青鸾违抗朕的命令，擅自离开慎刑司，你也擅闯慎刑司，你们两个没把朕放在眼里，应当重罚。陛下，小福子潜藏在宫中，受人指使下毒谋害你，若不是被凤青鸾遇见并查出来他，对陛下性命安全威胁将是多大的隐患。正是因为凤青鸾擅自离开慎刑司，才查出了凶手，请陛下看在他有功劳的份上，轻罚吧。夏明帝不满地看了一眼皇后，她这个皇后好像很袒护凤青鸾。皇后说的不无道理，那这样，凤青鸾杖责20大板，以儆效尤，荣王情有可原，不予处罚。皇兄，确定有如此吗？陛下，凤小姐是女儿身，她与荣王婚期将至，杖打20大板必定要休养几个月，与荣王的婚约以后要传出去，百姓们还不得以为皇家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快到万寿节了，应当以和为贵，
要不依臣妾看，将对凤青鸾的惩罚延长到与荣王成亲之后再处置吧，让凤小姐将功抵过，查出指使小福子下毒谋害皇上的罪魁祸首。陛下看这样如何？为了避免皇帝与谢晋冲突，皇后操碎了心。她提出的建议很合理，希望夏明帝能够顺着台阶下来。夏明帝看着谢晋，四目相对，众人都感觉到了两人的目光中电光火石般的交锋，其他的人全都低下了头，根本不敢再看一眼。皇后都这么说了，那先不处置。凤青鸾，你与荣王完婚后再来领罚。至于调查毒害朕的人，先统领去查，朕罚了，你们全都下去吧。毒害的事算是有结果了，众人到了外面，皇后对凤青鸾道：青鸾，关于处罚，本宫会劝陛下，这是来得蹊跷，让你遭受到了无妄之灾。本宫会督促检因，找出真正的幕后主使，还你清白。多谢皇后。今日皇后帮了她，她记这份恩情。凤青鸾与谢晋往宫门口走，路上凤青鸾感觉谢晋一直在看她，目光灼热的，仿佛要将她烧出一个窟窿。你在看什么？看你。我这不是没事吗？凤青鸾心中微暖，方才谢晋要是没进宫，她还真得在宫里闯一闯了。谢谢你帮了我。如何谢？请你吃饭。他在现代会的美食不少，谢晋还没有尝过那些好吃的食物。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去。不行，换个时间吧。等我准备好了食材，请你来侯府。祖母看到我被宫中的人请走，我得先回去与她报平安。我晚上来侯府找你。两人约定好后，凤青鸾上了马车，车轱辘向前驶去。凤青鸾复盘着宫里发生的事，皇帝不让他调查凶手，很有可能是他指使的小福子。小福子是大内总管元朝的义子，在宫中太监们中权力和地位不小，还有什么能收买他，让他来做这种杀头的大罪？那必然是当今天子的命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小福子是个可怜之人，因而夏明帝若是同意皇后的提议，让他查背后真凶，估计也查不出什么蛛丝马迹。让贤因去查，不过是给这件事做了个了结而已。至于完婚后对他的处罚，后面再说。凤青鸾撑着脑袋想事情，突然马车趔趄，没坐稳，撞在了车壁上。怎么了？小姐，前面很多人，好像出事了。凤青鸾掀开车帘看出去，前方的百花楼围着不少的百姓在看热闹，一群侍卫打扮模样的人正抓着一名美若天仙的女子往回走。这时从百花楼里追出来一人，住手，不准碰媚娘。凤青鸾看到这人是廖洛灵，廖洛灵推搡着那些男子想救出美丽女子，这些人粗鲁暴力地将她推开。子墨，薛子墨飞身上前，伸手抵住廖洛灵的背上，将她撑住。薛侍卫。再往后一看，看到了再从马车里下来的凤青鸾，廖洛灵小脸一喜，激动地跑过去。青鸾姐姐，你来得正好，媚娘是我的好友，这帮人想将她强行带走，你帮帮她。我不跟你们走，我没答应，求公子放过我。被我们公子看上是你的福气，你哭得好像我们强买强卖一样，是老鸨为了赚钱让你陪我们公子一夜，你要再哭，我让人塞住你的嘴，把他带马车上去。百花楼的老鸨追出来劝道：哎呀，媚娘不过是一晚而已，寂寞公子看起来温柔多金，你不会吃亏的，好好伺候他明日回来，妈妈给你放假休息。几人拉扯间，从百花楼走出来一位身着月白锦衣，手持折扇的年轻男子。青鸾姐姐，就是他，叫什么寂寞公子，一到百花楼就点了花魁，媚娘要带走，媚娘已经够苦了，不能被他糟蹋了。青鸾姐姐，你一定要救他。他在说话的时候，寂寞公子注意到这边，目光移来，落到凤青鸾脸上时，寂寞公子眉梢微扬，京城竟还有这般美丽绝伦的女子。他轻摇折扇，笑容和煦的抬步朝凤青鸾走去。你做什么？不准再靠近了，警告你保持距离。在下萧玉，小姐貌若天人，令人倾倒，不知小姐尊姓大名啊？他的姓名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看起来道貌岸然，一副咪咪的变态样子，你把媚娘抓去想做什么？百花楼是青楼，本公子从青楼带走一名花魁，还能做什么？媚娘虽是百花楼的花魁，但卖艺不卖身，有客人想她陪也是在百花楼内，不会将她带走。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谁知道你将她带走会不会危害到她的生命安全？你说吧，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媚娘？廖小姐是吧？本公子花10万两白银想要花魁，老鸨同意了，你情我愿，天经地义。百花楼是公开的场子，难道双方达成了协议还不能将人带走？哪有这样的道理？老鸨，你说是吗？啊，公子说的对，媚娘是百花楼的姑娘，奴家管理着百花楼，这点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廖小姐，媚娘与你关系虽好，终究不是一路人，她是为我做事的，还是请廖小姐不要为难奴家，破坏奴家的生意。廖小姐，我不能跟他走，他会弄死我的，我不想死。媚娘，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媚娘是个稳重的人，能当花魁是有本事游刃在各位大人之间周旋的。在面对寂寞公子时，媚娘的反应很激烈，她情绪失控，太反常了，所以她才决定帮她摆脱寂寞公子。小姐，还没告知你的芳名。说你的条件，你要如何才能放过他？哼，你想帮他？你不是好人，咱们当然得帮媚娘。你说今夜包场，媚娘花了10万两是吗？我把10万两给你，你不准带走她。凤青鸾没说话，洛琳这丫头太单纯了。萧玉肯花10万两带走一个花魁，她是能差钱的吗？像她这等贵胄，图的就是个玩乐。况且花10万两能包下媚娘今夜，她明天呢？后面的每一天呢？救下她今晚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廖小姐，你觉得本公子差这点钱吗？那你想要什么？萧玉的眼神在凤青鸾脸上游移。这位小姐的美貌比那花魁更得本公子心悦，让她代替花魁陪本公子一晚，我可以勉为其难，今晚不要她。萧公子，请你说话放尊重些。萧玉的侍卫见有人拔剑，朝他围了上来。这位想动手是吗？敢对我们公子不敬，大可以试试。你这个无耻之徒，想打青鸾姐姐的主意，你这个变态，无耻的变态！青鸾姐姐，原来你叫青鸾，真是一个好名字。看，又是凤家小姐，凤小姐怎么总是摊上事儿啊？哎呦，这位公子是哪家的？听他话的意思是看上凤小姐了？京城有头有脸，能有如此大手笔，还容貌俊逸的贵公子，我可没听说过。老鸨突然反应过来，姓凤，她难道就是前楚王妃荣王殿下的未婚妻凤青鸾？啊，寂寞公子，这位小姐还是不要招惹的好。她是前楚王妃，和离后与当今荣王殿下有婚约，她有来头的，不能将她与媚娘相比。前楚王妃，将来的荣王妃。萧玉嘴角的笑意越发幽深，彻底被凤青鸾的身份勾起了兴趣。廖洛琳看萧玉看凤青鸾的表情可恶，一点儿也没有被凤青鸾的身份吓到，不禁怀疑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要我陪你是吗？青鸾姐姐，你不能答应。我看这件事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知二位可想听听？萧玉看到他，眸色冷淡了一分。站在他身后的一人走上来，附耳小声道：“公子，这位是景王谢季。”萧玉斜睨了他一眼，是那个不受宠的草包景王。他正玩得开心，这人出来捣乱什么？这是景王殿下，你们见到景王不行礼吧？萧玉这才第一次听到似的，恍然拱手道：“见过景王。”廖洛琳也行了礼，暗道景王不会是来帮青鸾姐姐的吧？景王殿下，你说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是什么？今日本王想去东市买一匹宝马，听说西山新建了一个马场，想去那边跑跑马，碰巧遇到这件事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寂寞公子会骑马吗？在下会些。凤小姐也会骑马吧？你父亲是护国侯，也算是出身武将世家，骑射这一块应该是能比较拿得出手。景王的方法是什么？不妨直说。既然双方都会骑马，要不咱们去马场比试一场，都是出来玩的，要玩就玩得刺激一点，是吧，寂寞公子？殿下说的是，凤小姐，要不咱们以赛马来决定今晚媚娘的去处如何？可以，倘若我赢了，今后你不能再点媚娘，不能与她有任何瓜葛。没问题，你输了则答应我一个要求，不会是陪夜之类的，正经事儿。好。廖洛琳隐隐担忧，青鸾姐姐的骑术很好吗？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达成共识，一行人去了西山马场。几人来到马厩，萧玉让下属去帮他挑，谢季也挑了一匹马走向凤青鸾。凤小姐，这匹小赤驹驯骑如风，性格温顺，是本王为你精心挑选的，很适合你。多谢景王好意，我的侍卫帮我去挑了。没多久，薛子墨牵了一匹白色的马过来，什么都没有说，凤青鸾跳上马背，在马场试跑。驳他面子，不要他挑的马，要一个侍卫的。凤青鸾对他还真是不信任呢。谢季让人把他挑选的马牵下去，目光灼灼地看着凤青鸾骑着那纤尘不染的白马在马场疾驰。谢季在看凤青鸾的时候，萧玉的目光也紧锁在他身上。小女子看起来很会骑马，或许不能小瞧了她。他必须赢了凤青鸾，让他答应自己的条件。热身之后，凤青鸾去换了一身简洁干练的骑马装，萧玉也换好了衣裳。裁判是谢季。
两人分别骑上自己的马，蓄势待发。赛马的尽头是另一座山头，那里已有景王派人等着。比赛的规则很简单，谁先抵达终点，谁是赢家。准备好了吗？萧玉和凤青鸾互相看了一眼，谢继重重挥下旗帜，两人如同离弦的箭冲出了马场。在他们出发一炷香后，萧玉的侍卫们也全都上了马，朝着他们的方向追去。薛子墨见状也骑上一匹快马。等等，我也去！他翻身上马，跟在薛子墨的马后追了上去。萧玉侍卫们的举动让谢继看出了些端倪。寂寞公子的身份不简单，仅仅是一个比赛，相隔半炷香，这些侍卫都要追上去保护，来头不小。来人，去查着寂寞公子的身份，他何时进京，在京城多久了，从哪里来，在京城做什么，越详细越好。是，殿下。谢继看向已经跑得没有踪影的马儿们，万寿节将至，朝贺国的使者们都在路上了。这寂寞公子莫不是先进京来的哪国使者？他得查查清楚，抢占先机，结识一下。两匹马在赛道上奔跑，看到凤青鸾矫健的身姿、纤细的腰身和长腿，萧玉对她的兴趣越发浓厚了。没想到中原的女子还有骑术这般厉害的，一点也不输草原女子。骑术不错，看来你有希望赢过本公子。凤青鸾没有搭理，萧玉也不恼，他算是习惯了凤青鸾冷淡的态度。凤小姐，想知道你输了比赛，本公子提的条件是什么吗？你问的话，本公子可以提前告诉你。他觉得这次话题应该能引起凤青鸾的兴趣，可旁边的女人心无旁骛，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凤青鸾正要快马加鞭往前奔去，左边忽然飞来了无数暗箭，他游走避开，数十个身着异域服饰的人骑着马从林中杀出，朝他和萧玉的方向而来。两个都杀了。他们快速逼近，萧玉也被刺客们缠上。阴魂不散，追着本公子杀到了京城。刺客们的出现让正常的比赛陷入了混战中，凤青鸾还是被几个刺客拦截，逼下了马。他手中豁然出现狼牙棍，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然而纵然两人武功都不低，架不住对方人多，凤青鸾见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找到机会重新回到马背上，飞速窜了出去。头儿，他逃了，还要追吗？追，她是荣王的女人，把她头提回去，主子一定会很高兴。刺客小弟们得到命令，纷纷翻身上马，朝凤青鸾追去。萧月还被几个刺客缠得分身乏术，他杀掉最近的一个刺客，纵身跃上一匹快马，飞速朝那些追着凤青鸾的刺客们追赶上去。凤青鸾策马狂奔，回头看向身后，萧玉离他越来越近，在萧玉的身后跟着那群杀手。刚开始他以为杀手是皇帝派来杀他的，直到看清他们的衣着，从一名杀手脖子上扯下一枚狼牙骨链，这东西与他之前在魁佑脖子上扯下来的狼牙链相似。难道这些人是克伦国的人？可克伦国的人为什么又出现在了京城？是冲着万寿节来的？凤青鸾暗道，得将这个消息尽快告诉谢晋，让他做好防范。他在理线索的时候越过了斜坡，看到终点处站着一排侍卫，是景王安排接应的人。侍卫们看到凤青鸾第一个冲向终点，随后又看到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只有凤小姐和寂寞公子两人比赛吗？这么多人？不知道，后面那些不会是寂寞公子随行保护的侍卫吧？他们距离较远，暂时还看不清什么情况。等凤青鸾跟后面的人来到眼前，为首的侍卫看清他们手中拿着刀，惊呼道：“是刺客，保护凤小姐，快传消息给景王殿下！”凤青鸾冲到终点线，赢得了比赛。与他同来的还有萧玉和刺客们，一群人追上两人，再次朝着萧玉和凤青鸾围杀了过来。这次凤青鸾没有走，他要确认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克伦国的人。哼，你这小女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没忘记还在比赛中啊！他们是你招来的，我被你拖累，难道比赛还要让给你？萧玉嘴角抽了抽，凤青鸾嘴上怼人的功夫也不错呢。萧玉的侍卫和薛子墨也追到了这里，看到自家主子被刺客围攻，全都冲了上来。有侍卫们和薛子墨的加入，刺客们很快被解决，留下了一个活口。你们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萧玉的那名络腮胡子侍卫名叫张震，一刀砍杀了那最后的活口。薛子墨抬剑就朝他刺去，张震也不是个脾气好的，挥刀与他打了起来。住手！张震不情不愿地收了刀，回到他身边。公子，这位姓薛的侍卫好像对咱们不满。廖若琳紧赶慢赶也抵达了终点，看到这一幕，气愤地道：“薛侍卫的话还没问完你就动手杀人，是你不尊重人在先。青鸾姐姐，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小玉，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克伦国的人。”“为什么追杀你？你是哪国人？”萧玉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没回答这个问题。凤小姐，比算你赢了，本公子承诺不再为难媚娘，只是太可惜啊，不能让凤小姐答应本公子的要求啊。他不想暴露身份，凤青鸾也没再追问，
带着薛子墨和廖洛林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萧玉眼底闪过腥味。张震，你说本皇子是不是缺一位皇子妃呀？公子，你已经有许多妃子了。你说皇子府的那些，哪个不是我那几位兄弟，还有朝中大臣们送来监视我的？他们都不是我想要的。凤青鸾一直是我想要的女人，只有她这样仗义聪明的女人，才配得上我。公子，凤小姐有婚约在身，她是荣丸的未婚妻，咱们要从荣丸的手中抢人呐。为何不可？他们是有婚约，还没成亲不是吗？公子呀，那是荣丸呐，抢他的女人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凤青鸾嫁给过楚王，荣丸一个天子骄子愿意再娶她，那说明他是真心喜欢她。所以啊，我得以正大光明的方式和正当的理由，让凤青鸾成为我的女人。要让谢晋怪起来，也怪不到我头上。这时，一队人骑着马过来，是谢季和他的护卫。看到地上躺着的刺客尸体，他下马来到萧玉面前。季莫公子，你没受伤吧？多谢景王关心，我没事儿。没事就好，是本王考虑欠妥，让六皇子受惊了。这么快知道本皇子的身份了？殿下手下的人办事效率挺快呀。那是自然，安逸六皇子提前悄无声息的进京，想必是先来熟悉京城的。若殿下不嫌弃，本王愿意陪同，让殿下在京城能玩得开心。有景王安排，本皇子恭敬不如从命。六皇子哪里的话，本王在醉春楼订了酒席，六皇子请吧。萧玉没有推辞，与谢晋一同离开了赛马场。太好了，媚娘度过了这次难关，多亏了青鸾姐姐，我这就去把消息告诉媚娘，让她安心。你一个千金小姐是如何认识青楼花魁？说起来有点难为情，我去青楼是陪一个小姐妹去的，她的夫君喜欢逛青楼，她去捉人，我们是假扮成男子去的，被一个醉酒的客人刁难，是媚娘出手帮了我。接触后才知道媚娘的身世很可怜，因为她生得漂亮，家境贫穷，被父母从小卖进了青楼。后来她喜欢上了一名男子，却被那人把所有钱财都卷跑了。媚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凭借美貌让老鸨把她捧在手心里，答应不让她接客。这次季莫公子出手阔绰，让老板动了心，这才将她推了出去。媚娘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萧玉，为何会惧怕他？说他会杀了自己？这点我不是很清楚，说不定他们之间有渊源。待会儿见到了媚娘，我问问她。两人说着话，到了百花楼。等他们到了百花楼时，见到的不止媚娘，还有已经等在那里的谢晋。凤青鸾抿了抿唇，这家伙来青楼不会是来找他的吧？看起来像在生气呢。廖洛林也看到了谢晋，他还欢呼雀跃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嘴角，慌乱地躲到凤青鸾身后。青鸾姐姐，表哥怎么会在这里？他不会知道刚才的事情了吧？应该没有，或许他恰好路过。媚娘站在谢晋身后，心中忐忑，不知道赛马结果如何，他能度过今晚这一劫吗？廖洛林走过去，先对谢晋道：“表哥，你来啦。”又跑过去给媚娘说：“媚娘，青鸾姐姐赢了比赛，萧玉以后都不会为难你了。”媚娘一听，喜极而泣，来到凤青鸾面前跪下：“多谢凤小姐出手相助，你的大恩大德，媚娘这辈子永生难忘，请凤小姐恕媚娘一拜。”举手之劳。媚娘，说起来我们有事要问你呢。他高兴过了头，才想起来谢晋还在这里，小脸又垮了下来。表哥，你是来这里办事的吗？你觉得本王办什么事需要来青楼？廖洛林一噎，求助地看向凤青鸾，不敢再说话了。那你来青楼做什么？本王得到消息，有人要点你和花魁置换去给别的男人陪宴。荣王殿下，请您听奴婢解释。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已经得到教训了，不用在意。你是本王的女人，有人觊觎你，就是在挑战本王。那你要怎么办？杀了他？不行吗？你还是先别杀吧，他是什么身份都还没有弄清楚，指不定是有什么背景的。听说你们还在西山猎场遭到了刺杀。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这么快？你在我身边安排了眼线，是暗夜告诉你的？暗夜一直跟在你身边。暗夜不是荣王府的暗卫吗？成我的专属了，还将我的行动报给你。你是派他来保护我的，还是来监视我的？随你怎么想。你别气势太强了，看把洛林吓成什么样了。我回来找媚娘是有事要说。媚娘，你过来。媚娘，你认识萧玉吧？凤青鸾把他生气的那一茬事儿接了过去。谢晋也不再说什么，端起一杯茶慢慢品着。听凤青鸾这么问，媚娘如花似玉的脸上浮现一抹遮掩。我们在西山马场遭到了克伦国刺客的追杀，那些人是冲萧玉来的。他看向谢晋，你来的正好，我也想将这件事情告诉你。有克伦国人潜藏在京城，自从谢晋恢复了大理寺总长司之职后，巡防营由他管辖，这次万寿节的安全也是由他统管。
克伦国刺客出现在京城，数量应当不少，估计是针对万寿节来的。万寿节不只是大夏的大事，其他国的使者过来不少，京中安防重中之重。虽然他也想弄死夏明帝，但还不是时候，得以大局为重。我知道。听到克伦国有刺客追杀萧玉，媚娘脸上瞬间褪去血色，她神情变化明显，连神经大条的廖洛林都注意到了。媚娘，你真的认识戚莫公子？他到底什么来头？媚娘袖子底下手指搅动，眼神躲闪和慌张。媚娘，你知道什么，还请如实相告。萧玉的承诺或许是用来应付我的，私下里对你做些其他的动作，我们什么都不知情，无法保护你。青鸾姐姐说的没错，媚娘你说吧，正好表哥在这里，要是你有什么重要的线索让他们知道也是好事。荣王殿下，凤小姐，萧玉是安邑国的六皇子，我也是安邑国的人。你是安邑国的人？我在5岁那年被父母卖进窑子，那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原。那你为何又与萧玉扯上了关系？此事说来话长。我在中原长大后，曾回到过安邑与大夏的边境楼烦城，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的萧玉。萧玉被安邑国王派来楼烦城历练，我被他的属下看中，送去军营讨好。他根本不像外表给人的温润如玉，他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不管谁给他送女人，他都通通收下，将他们圈养在后院，如同被圈养的宠物。想起了给点吃食，想不起便没有饭吃。在他的后院，有不少女人为了争一口吃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互相残杀。不仅如此，他还喜欢在床上折磨女人，所用的工具招式难以启齿。总之，他是一个很变态的男人。我被抓去送给他后，也曾遭受了一段非人的折磨。那段时间，是我至今都不想再回忆的。都过去了，如今你活得好好的。后来你是怎么从他手中逃脱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萧玉被调回了安邑皇都。他走后，将所有别人送给他的女人全部毒死，送去乱葬岗。我装死逃过一劫。后来回到中原，来到了京城百花楼。安邑国王有11位皇子，6皇子萧玉是安邑国王和宫女所生，不受国王重视，也没有强大的母族支持，由此造成了他阴暗狠毒的性格。你还知道得挺清楚。2日前，本王已经得知萧玉进京，安邑国王派一位最不受宠的皇子来朝，怕是算准了克伦国会派人刺杀，才将他推了出来。那不是对咱们大夏很不利？萧玉再怎么人品恶劣，也是一位皇子，若是死在了京城，会不会挑起安邑与大夏之间的战争？不排除这种可能。那怎么办？这么恶劣的人已经在京城了，为了2国之间的关系，咱们还得派人保护他吗？他没表明身份，暂时可以先不管。景王今日认识了他，应该会去调查他的背景。他低调入京，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安邑国与大夏的关系如何？是一直以来都有往来吗？2年前，克伦国与大夏为敌，侵犯我国边境，是我们家王爷将他们击退的，打得老老实实的。那时，安邑国曾在暗中帮助过克伦国，他们想要我们西部边境的2座城池。后来，安邑国王见咱们王爷神勇无敌，克伦国被打的是连连败退，差点被攻到了都城。他闻风丧胆，不敢再对大夏边城垂涎，而改为了与大夏结为友邦。也就是说，安邑国是这2年来才与大夏走得近的。没错。难怪克伦国要派刺客暗杀安邑王子，真是见不得难兄难弟比他过得好。萧玉是个很危险的人物，你被他盯上，在他离京之前要多加防范，没必要的话不要再有任何牵扯。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还来吗？来。那我亲自去准备食材，晚上请你吃火锅。青兰姐姐，你们在哪里吃？能不能加我一个？行啊，吃火锅人多才热闹。好啊，待会儿我陪你去买食材。廖洛林在这边高兴，殊不知某人以为能与凤青鸾单独吃饭而十分期待。可现在插进来个廖洛林，凤青鸾也很高兴，拉着他解释什么叫火锅。谢晋摇了摇头，罢了，这次一起热闹，下次他一定要与凤青鸾单独吃饭。从房间出来时，媚娘叫住凤青鸾：“凤小姐，这次多谢你救了我，为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有样东西想送给你，不知来日是否用得上，但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了，还请凤小姐笑纳。”他让凤青鸾稍等，回了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媚娘拿着一个锦盒送到凤青鸾手上。凤小姐，这是安邑与大夏的边城楼烦城的堪舆图，萧玉带人从楼烦城撤离之前不小心弄丢的，我将它捡走，藏在了身上。那时是为了保命，想留着在关键时刻与萧玉做交易，如今看来用不上了，我把它送给你，倘若今后走到了那一步，兴许对你有帮助。凤青鸾十分意外，楼烦城的堪舆图，这可是军事情报，居然在媚娘身上。好，这份谢礼我收下了，今后你再遇到麻烦来侯府找我。多谢凤小姐。凤青鸾带上堪舆图走了，媚娘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晚上，凤青鸾将祖母请来风鹤亭，谢晋和廖洛林也在，几人一起吃香辣四溢、热气腾腾的火锅。青鸾姐姐，火锅好好吃啊，太好吃了！鸭血、毛肚、金针菇、牛肉卷，还有各种丸子，每一样都好好吃啊！火锅适合一大群人一起吃，特别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吃上一锅热辣辣的火锅，简直不要太爽。谢晋也是第一次吃火锅，看着面前那一大锅红红火火的食物，心道这就是凤青鸾那个世界的美食吗？他平常都吃这些，什么时候他能与他在那个世界一起品尝他爱吃的食物？凤青鸾给祖母夹菜，又与廖洛林巴巴地说个不停，小脸上都是兴致勃勃。吃过晚饭后，谢晋离开了侯府。谢晋没有回荣王府，换了一身夜行衣去了皇宫。夏明帝设计陷害凤青鸾的事，在他这里还没有过，不给谢宏一点教训，他越发膨胀，不知收敛了。养心殿，对于上次没有仗打凤青鸾出气，夏明帝这几日都还在惦记着这事儿。想到他和谢晋，他心情就不畅快。今晚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右眼跳个不停，无论怎么着也睡不着。正当他在睡着和睡不着之间拉扯时，一道人影站在了床前。夏明帝乍然一惊，正要呼救，人影抄起一张金子堵住他的嘴，接着就是狂风暴雨的拳打脚踢。夏明帝想叫，可嘴却被捂着，呜呜的发不出声音。黑影的拳头如暴雨，颗颗粒粒落在他身上，不仅脸上、胸前、手臂、大腿哪里痛打哪里，密集的疼痛感让他感觉自己都快要被打死了。然而对方似乎并不想置他于死地，只是来泄愤的，拳头所落的地方全挑人身上最疼的地方打。不知道打了多久，夏明帝以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黑影终于住了手。他睁开被打得青肿的眼睛，模模糊糊看到黑影拿起桌上的蜡烛扔到了床幔上，又拿起了另一只扔到了他躺着的床上。夏明帝吓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刺客不仅想打死他，还想烧死他。黑影做完这一切，身形一闪，消失不见了。窗帘和床上火势蔓延，在强烈的求生欲下，夏明帝顾不得浑身的疼痛，拼尽全力朝门口爬去。救驾！有刺客！殿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侍卫们没有发现异常。夏明帝感觉不对劲儿，难道他们全都被黑影杀了？从来没有一次死亡离他如此之近。夏明帝绝望地趴在地上。救驾！听到殿外远远传来的脚步声，夏明帝这才彻底的昏死过去。第二天，夏明帝没有上朝。昨夜在养心殿遭到刺客暴打，并放火烧养心殿的事在朝中官员们中传开了。太子谢衡、景王谢济迅速赶到皇宫来看夏明帝。谢晏虽被禁足，事关夏明帝也进宫来表示关心。一时间，从皇后到皇子、公主们全都守在了养心殿外。夏明帝还在昏迷中。你们是怎么保护陛下的？有人闯入养心殿都不知道，都是些饭桶吗？弦音垂头听讯，昨天晚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殿内出了那样的事，他们在外面没有听到动静，直到火势燃了起来，才有人发现内殿不对劲儿。等他们赶过来时，发现守在养心殿前的侍卫和太监们全部都昏倒在地，连忙冲进去救人。娘娘，是微臣失职，微臣定会查出刺客。你们就等着陛下醒来问罪吧。皇后神情担忧，能做到悄无声息潜入皇宫且报复性殴打陛下的人会是谁？应该不是敌国刺客，否则对方有那么多的时间打人，直接要了陛下的性命不更简单？景王看到谢晏也进宫来慰问。楚王，你不是在禁闭中吗？岂能私自离开楚王府？闭上你的臭嘴！你还是快走吧。父皇经历了昨晚的事儿，心情肯定不好，再看到你这个本该关禁闭的人出现在这儿，肯定影响他的心情。我怕下一个被暴打的人就是你。谢晏被他说的现在就想暴打他。谢衡看兄弟两人吵架，面无表情，看到谢晋姗姗来迟，走过去道：报皇叔，昨夜刺客行为怪异，他想要父皇的命。现京城有其他国家的人和势力潜入进来，父皇的安全尤为重要，还请八皇叔让巡防营的人彻查京城。本王做事需要你来提点吗？是侄儿冒犯了，望八皇叔海涵。夏明帝一直未醒，外伤严重，又呛了浓烟。皇后让妃子、皇子们各自回去。侯府，青兰姐姐，出大事了！什么事让你急急吼吼的？我一个小姐妹的父亲是礼部侍郎，今天早上上朝，他们说陛下没有出现。昨晚养心殿出现了刺客，放火烧了陛下的寝宫，差点将陛下烧死在里面呢。陛下怎么样了？我朋友的爹与太医院的一个太医关系较好，据那太医说的，陛下还在昏迷中。他不仅差点被烧死，全身上下还都被拳头打出来淤青红肿，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连脸都没有，外伤十分严重，而且刺客挑打的地方全是让人痛不欲生的地方，陛下的脸都快肿成猪头一样了，很是惨烈呢。还有那太医说，陛下绝对是遭到了报复性殴打，
打他的人可能是个武功高手，因为对方从奏陛下到放火，养心殿的禁军侍卫们没有任何人发现，直到殿内出现了大火，他们才知道冲进去救人。凤青鸾很意外，夏明帝遭到了暴打和刺杀，可他并没有死。刺客要杀他的话，不会这样折磨。想到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凤青鸾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了谢晋的身影，不会是那个男人去做的吧？可这种做法未免太幼稚了，直接用拳头打人。但除了他，又有谁恨透了夏明帝，只往痛处打？这不是报复性的暴打吗？难不成是谢晋为了帮他报复夏明帝，设计陷害了他的事，所以潜入皇宫去将夏明帝胖揍了一顿？毕竟不能真的将夏明帝打死了，让他受点皮肉之苦，对他这个养尊处优、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来说，既折磨身又折磨心，比杀了他可能会更加让他受不了。青鸾姐姐，你说刺客会是谁啊？会不会也是克伦国的刺客？可是若真的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可以直接要了陛下的性命，哪会这么麻烦就折磨陛下？这不是你该考虑的，禁军们会去调查。来都来了，中午在侯府用膳，我给你做好吃的。什么好吃的？糖醋排骨、粉蒸肉、红烧鲫鱼。凤青鸾说了一连串菜名，听得廖洛林止不住的咽口水，期待中午快点到来。另一边，谢燕探望了夏明帝后，回到了楚王府。他坐到椅子上，想倒杯茶来喝，茶水却是冰凉的。来人，送热茶来。一个丫鬟低着头端着茶水进来，给刘月倒好热茶，送到他手边。王爷，请用茶。谢燕一下听出了是凤书瑶的声音。你不是应该待在医院吗？谁放你过来的？王爷，奴婢听说你前几日手臂受了伤，想来看看你。没有本王的命令擅自离开医院，你的皮又痒了吗？王爷，奴婢不是，奴婢想王爷的急，王爷又不来看奴婢，只能偷偷来见王爷了。奴婢在医院的每一日，都想着以往王爷对奴婢的疼爱，是奴婢不知道珍惜，还是人不清，错把太子当成了靠山。经历了这次的事，奴婢幡然悔悟，知道谁才是真的疼爱奴婢的人。王爷，奴婢知错了，求王爷再给舒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舒瑶一定好好伺候王爷，忠心王爷。你悔悟有什么用？入府那么长时间，本王宠你疼你，给的任何东西都是最好的，连王妃之位也是将凤青鸾逼走送到你手上，可你仍不知足，因为你本王的声誉一落千丈，京城人人都在背后嘲笑本王，让本王在父皇那里失了宠，被关在王府里面壁思过，本王的前程差点都让你毁了。现在你来跟我说忏悔，你根本不是真的悔过，不过是一朝从天堂坠入地狱，你接受不了落差，过不上好日子了，才来想着求本王。本王告诉你，晚了。凤书瑶被他一件件责备着，半点不敢吭声。谢燕说的没错，落得这个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如果他当初在楚王对他好的那段时间里稍微想通一点，不为太子做事，他绝对不会这么凄惨。想到太子，凤书瑶再次哭得不能自已。他幽禁在医院的1个月内，让白华藏给太子传了2封书信，去让他想办法救自己出去。可是他传出去的信石沉大海。直到这时，凤书瑶才明白，太子根本不在乎他，只将他当成一个玩意儿，一个为他监视楚王的眼线，一个为他卖命的工具。他后悔了，他痛恨谢衡。滚！下次你再擅自出来，本王杀了你！他厌恶地起身离开，凤书瑶着急想拉，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了地上。来人，把他拖回医院。2个婆子上来将凤书瑶拖走。当凤书瑶被拖到院子里的时候，路过的白华藏看到走过来。啊，他怎么了？这个贱人私自跑来勾引王爷，还装晕倒，王爷让我们将他拖走。拖走也不能这么暴力啊！万一路上他死了，你们担当得起吗？王爷没说要他的命。白华藏抓起凤书瑶的手把脉，须臾脸上逐渐露出喜色。表妹怀孕了，快去告诉楚王。 2个婆子一愣，怀孕了？姑娘怀孕了，这是楚王的第1个孩子，是大喜事，你们还不去告诉王爷禀告领赏？婆子不敢怠慢，赶紧去将凤书瑶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谢燕。你说她怀孕了？是的，殿下，姑娘怀有1个月左右的身孕了。谢燕回忆了一下，将凤书瑶送到医院之前那几天是否与她同房过，确定有那么回事，她心绪翻涌。难道凤书瑶怀的是自己的孩子？谢燕看向凤书瑶的腹部，那里还很平坦，肚子里却有了一个她的孩子。这是她的第1个孩子，也是父皇的第1个孙子，是皇长孙。谢燕走过去抱起凤书瑶，将她抱回西陵轩。再去找2个大夫来。婆子去将消息告诉管家，管家听后老脸激动，面人去请了2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来。大夫给凤书瑶诊脉后，向谢燕恭贺：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凤姑娘的脉象是喜脉，她的确怀有1月有余的身孕了。2个老大夫都这么说，这下谢燕高兴坏了，她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她有孩子了，要做父亲了。舒瑶怀孕了，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部按照数侧妃来照，一定要让她把孩子平安生下来。是，王爷。看谢燕高兴的合不拢嘴，白华藏嘴角浮现隐晦的笑意。狄曼丽也得知了凤舒瑶怀孕的事。王爷，臣妾听下人说舒瑶妹妹怀孕了，这是真的吗？舒瑶怀孕了，3个大夫确诊，王府的第1个小狮子要出生了。太好了，恭喜殿下，臣妾一定会照顾好妹妹，让她平安生产。你管着府里中馈，舒瑶怀孕到生产的这段时间由你来全权照顾，务必一定要照顾好，不能出任何差池。是，王爷。不过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惹谢燕不高兴，但凤舒瑶都怀上孩子了，他还能坐得住？你想说什么？王爷，请到外面说话。王爷，舒瑶妹妹怀孕是件大喜事，这个时候臣妾不应该泼王爷冷水，但有一件事，臣妾就算冒着让王爷生气责骂的风险，也要提醒王爷。什么事你说，本王不会怪你。王爷，先前妹妹与太子走得近，1个月之前，咱们并不知道她有没有私自出府去见过太子。万一她腹中的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算着时间，也差不多1个月有余了。你想说，舒瑶怀的孩子可能不是本王的，而是太子的？王爷，不排除这种可能。臣妾的意思是，要不谨慎一些。舒瑶妹妹怀孕的事，由臣妾亲自照料，直到她将孩子生下来，做滴血验亲，确定了孩子的身份后，王爷和臣妾也都能放心。毕竟事关皇室子嗣，若是孩子并非王爷亲生，那凤舒瑶犯的可是与太子私通的大罪，这就变成了丑闻，必不可让这事传出去。因此臣妾建议，在妹妹生产确定孩子的身份之前，不要将她怀孕的事情声张，尤其不能告诉到陛下那里。狄曼丽说的有理有据，推测也合情理，她的话不得不让谢燕思索起这件事来。你说的没错，是该谨慎。是本王被她怀孕的事情冲昏了头脑，忘了这一点。按你说的，凤舒瑶怀孕的消息封闭在楚王府，要是有人敢走漏风声，严惩不贷。另外，医院太平必简陋，不利养胎，你给她找个合适的院子住着。我还有一件事要让她去办。谢燕完全冷静了下来，她还没有忘记留着凤舒瑶的性命到现在是为了什么，还得让她帮太子做件好事。是，皇爷英明。小姐，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小姐，这里是清波院。小姐昏迷的时候，殿下将您抱回西陵。狄侧妃来了，拉着殿下到院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殿下本来还很高兴的，脸色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说让狄侧妃照顾你。于是狄侧妃让婆子们将你从西陵轩搬来了这里。清波院僻静少人。小姐，王爷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是要雪藏小姐吗？狄曼丽那个贱人，肯定是她在楚王面前说了我的坏话，很有可能说我怀的孩子不能确定是楚王的，所以才将我藏在这个地方，还不准府里的人说起。只是要等我生下来，确认了孩子的身份之后，才会恢复我的恩宠。那小姐，咱们的计划是失败了吗？说失败尚早，不管怎么样，咱们从医院那个地方走了出来，这里的日子总归比那里好过太多。来日方长，谢燕没有立即让我打掉孩子，说明她也对这个孩子的身份半信半疑。只要她有一点相信孩子是她的，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后面的事，走一步看一步。这个孩子可是个金疙瘩，他一定会助我重回巅峰。直男，我饿了，去给我弄些好吃的来。膳食已经准备好了，奴婢去让人端进来。狄曼丽带人从外面走进来。哟，妹妹醒了，还以为你要睡个10天半个月呢，这才睡2天，在医院欠的觉补回来了吗？多谢侧妃关心，奴婢睡好了。看他坐小伏低，明白自己的位置，狄曼丽心满意足地勾了勾唇。妹妹，你我之间何须行这些虚礼？你怀有身孕，是王府里头号重要的人，快起来。妹妹饿坏了吧？看姐姐给你准备了什么。他让人将饭食端进来，一排排丫鬟端着鱼贯而入。侧妃娘娘，奴婢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可不是你一个人吃，还有你腹中王爷的孩子呢。本侧妃向王爷承诺过，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行了，本侧妃不打扰你用膳了，先吃饭吧。他带着丫鬟婆子们走了，凤舒瑶饿得前胸贴后背，狄曼丽走后坐到桌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下肚，凤舒瑶才觉得日子光亮了起来，活着有了奔头。
狄曼丽出了清波院，回头看向房间里狼吞虎咽的凤书瑶，脸上浮现冷笑：哼，一个贱婢，妄想用怀孕复宠，还不是被本侧妃三言两语打发到了这里？在本侧妃的掌控下，凤书瑶，你就好好将孩子生下来吧，看她能不能活。凤书瑶怀孕的事，狄曼丽传信去了侯府，凤青鸾也知道了。凤书瑶怀孕在凤青鸾的意料之中。狄曼丽在信中说，她给楚王打下了怀疑的种子，说孩子有可能是谢恒的，所以凤书瑶完全在她的掌控中。小姐，外面有一位姓萧的公子找您。萧玉，不见。萧公子猜到小姐不想见他，说如果小姐不出去，他带媚娘去别处喝茶。萧玉还真是个无耻之徒，带着媚娘来威胁他。凤青鸾眸色微敛，去了侯府大门。凤小姐，本公子还以为带着媚娘你也不会出来见面，没想到媚娘在你这里还是很有分量的，居然出来了。萧公子，你不是说不会再为难媚娘了吗？你承诺就这样不可信？凤小姐，本公子什么时候为难媚娘了？不过是与媚娘一见如故，想带她出来逛逛。本公子欣赏凤小姐，你是第一个在赛马比赛中赢了我的人，我很想赏识。本公子家乡有一道美食叫焦驴肉，想带凤小姐品尝一下，不知道凤小姐可否赏脸？凤青鸾犹豫，谢晋让他没必要不要与萧玉扯上关联。凤小姐放心，这是在京城天子脚下，你是未来的荣王妃，本公子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你做什么呀。况且本公子是端正方君，不会对凤小姐做逾矩的事的。凤青鸾看向媚娘，她在萧玉手中，若她今日不去，媚娘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想了想，凤青鸾上了马车，马车晃晃悠悠来到了一个叫袁来轩的农庄，停下。张震已在庄内等候。萧玉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风景秀丽的院子，一路走过来，庄内没有其他人。到了席位坐下，凤青鸾道：“我人来了，萧公子想做什么，不妨直说。”凤小姐，本公子特地为你准备的美食还没上呢，品尝了美食之后再说其他。张震拍手，让人将准备好的架子抬上来，又有人牵了一头驴上来。看到架子和驴，媚娘的眼底布满恐惧。你知道焦驴肉是吗？知道，以前在楼凡城的时候，他也吃过这道菜，让他后院所有女人去现场观看，场面太惨烈，有几个胆子小的姐妹当场吓死。听他描述的如此恐惧，凤青鸾眉心微微拢了起来。凤小姐，不用他给你讲，很快你就可以见到这道美食，绝对让你终身难忘。凤青鸾看向下方的坝子，厨师在配料熬汤，驴被侍卫捆到架子上，四肢和头固定好，随着大火熬制，高汤香气四溢，冒着滚滚热气。凤青鸾的眉心越发蹙紧，猜到萧玉要做什么了。焦驴肉，难道是将高汤浇到活驴身上吗？见到这场景，媚娘颤抖得更加厉害，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凤青鸾将她扶好，萧玉在刺激媚娘，勾起她被囚禁的痛苦回忆，她在折磨她。怎么回事？好戏还没上演，媚娘就激动的坐不住了吗？这可不是应该见过世面的青楼花魁的胆量。媚娘吓得说不出话来。高汤熬好，厨子向萧玉请示。萧玉看向凤青鸾：“凤小姐，这是中原从来没有过的美食，你可得看清楚，好好尝一尝。”随着他的准许，厨子面无表情，拿刀走向挣扎的驴身前。先来一块驴腩肉给凤小姐。厨子的刀割向驴肚肉上的松软肌肉，将皮剥开。确定好了肉的大小之后，厨师将准备好的滚烫高汤倒在那肉上，鲜嫩的肉滋滋作响。凤青鸾握紧了扶手，原来这才是焦驴肉，任客人挑选驴身上的任何想吃的一处位置，现场活生生的将那肉用高汤浇熟，再剜下来送到食客面前。这吃法残忍变态，饶是凤青鸾是军医，见惯了生肉，也还是被惊到了。萧玉在看到驴身上的肉被剜下来灌入高汤时，眼底是前所未有的光彩和兴奋癫狂。凤青鸾看明白了，萧玉在欣赏活驴被生生剜肉挣扎，犹如那变态杀人狂一般，在享受血肉崩溅的刺激快感。媚娘已被眼前的画面吓得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驴痛苦嘶鸣的每一声都在冲击她的神经。侍卫将烫熟的鲜美驴肉端到了凤青鸾面前的桌子上。萧公子，这就是你说的美食？没错，本公子不轻易请人品尝。凤小姐试试。凤青鸾袖中抛出2把手术刀，扎进了痛苦鸣叫的驴的脖子。驴嚎叫了声，得到了解脱。如此惨无人道的做菜方法，萧玉，你真令人恶心。你说我恶心？恶心，不止令人恶心，还阴暗变态。你请我来看，是为了看这个的话，我看过了，
媚娘，我要带走。媚娘歪坐在地上，手撑着身子，低着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他走过去扶起媚娘，没人吃你，我们走。萧玉黑着脸收了折扇，侍卫们见状，面色冷肃的上前围住凤青鸾和媚娘。凤青鸾，你破坏了本公子的菜肴，轻易就想走了，你也太没把本公子放在眼里了。你性情残忍，视生命如草芥，配让人将你看在眼里吗？凤小姐，我们家公子好意奉你为座上宾，把他认为最好吃的美食送到你面前，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言语攻击我家公子，看来今天你是不想全虚全伪的离开。公子，要不让属下去摘掉他一条手臂，让公子消气。萧玉笑吟吟地看向凤青鸾的右手，嘴角斜似的挑起笑容。还没说话，媚娘突然发出痛嚎：“不要杀我！我什么都听你们的，再也不会逃走了！救命！救命啊！”媚娘，你怎么了？媚娘连凤青鸾都认不出来了。不要抓我！不要抓我！凤青鸾抓住他的手腕切脉，脉象混乱不堪，见他还在挣扎难以控制，不得已点了他的穴。媚娘晕倒在凤青鸾怀中。能将一个人吓得精神失常，不知道媚娘在萧玉的折磨下经历了多少惨绝人寰的事。凤青鸾，媚娘告诉过你吧，她以前是我的女人，本该死在乱葬岗，没想到她假死欺骗本公子，本公子不过是吓吓她，如此不堪用，这样就疯了。凤青鸾从未见过这么卑劣阴毒之人，想带媚娘走，萧玉这次却亲自拦在了他的身前。你究竟想做什么？你毁了本公子的好心情，不应该做点什么赔偿吗？凤青鸾拿出1打银票，这些够你买10头驴。本公子不差钱，上次让你陪本公子1晚都没能如愿，今天你答应我陪我用5扇，本公子可以对你的粗鲁行为不予追究，你看如何？我要是不同意呢？你不同意，我也不能将你怎么样，毕竟凤小姐身份不同寻常，但是那凤娘人都疯了，本公子不建议帮她解脱，早死早投胎，希望她下辈子别遇到本公子。听他这么狂，凤青鸾简直想一刀削死他。正当他准备硬闯时，让本王的女人陪你用膳，寂寞公子，你的胆够大呀！看到谢晋来了，萧玉玩世不恭的笑容收敛。老板，这里不是本公子包场了吗？怎么还有外人进来？老板苦着脸站在一旁。荣王要进来，他敢说不准吗？本王来接凤青鸾不会多待。谢晋走到凤青鸾面前，话锋一转。不过在接走他之前，萧玉，你3番2次的调戏本王的未来王妃，这笔账本王得先跟你算清楚。只见谢晋话落，身形一闪，唰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萧玉迅速反应，拿折扇一挡，挡下了谢晋的一击。张震想去帮萧玉，江曲冷笑着站在他的面前。哼，你的对手在这里呢。长剑出鞘，他飞身朝张震攻去。萧玉的护卫们要去帮忙，薛子墨掰着手腕，一步步朝他们走近。你们就由我来对付吧。萧玉的侍卫们少说有10来个，看到薛子墨一人单挑他们，认为他不自量力，很快能撂倒。然而交起手来，他们发现这个薛子墨并不简单，或许说还有人在暗中帮他。每次当他们要砍到薛子墨时，都会被暗处不知道什么武器打中。说起来，他们是在与薛子墨一人作战，实际背后有人神出鬼没地帮助他。凤青鸾将媚娘拖到一边，查看她的情况，施针后解了媚娘的穴。媚娘悠悠醒来，看到凤青鸾像个孩童一样歪着头朝她笑。你是仙子，仙子。凤青鸾皱眉，媚娘这是受到刺激严重，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恢复。他安抚了媚娘一会儿，看向打斗中的谢晋和萧玉。萧玉武功不错，与谢晋打得有来有回，但他武功路数有破绽，内力速度都不及谢晋。再一次接招时，谢晋一掌将折扇击得分崩离析，直击到萧玉的左肩，将他打落到旁边的湖水中。萧玉落水的声音传来，张震和侍卫们见到自家公子落水，跳进湖中救人。哼，这点本事还敢对王妃不敬，挑衅咱们王爷！今日收拾你们都算是轻的。萧玉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贯的明月清风如谪仙般的外形，此刻头发凌乱地贴在脸颊上，鼻青脸肿。他不停地吐着水，浑身湿透，那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次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若你胆敢继续觊觎本王的王妃，下次本王会要了你的命。谢晋弹指间飞出一道暗气，打在萧玉的右手上。萧玉的右手腕传来骨裂的声音，手腕被暗器上灌注的内力折断。叔伯，你欺人太甚！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公子是……本王不必知道，你不是想要凤青鸾的手吗？那本王就要你家主子的手。荣王，你会为你今日的行为后悔。哼，本王等着。他看向凤青鸾，出去了吗？出去了。
不过媚娘的那部分不是出气了就能讨回来的。谢晋看他同情地看着身旁痴傻的女子，目光再次掠向萧玉。这个女人你也不准再碰。说完，他带着人离开。萧玉眼睛布满红血丝，愤怒地盯着谢晋和凤青鸾离去的背影。猴子，咱们就这么被谢晋欺负吗？太憋屈了。不是快进宫贺寿了吗？到时候我一定要将谢晋给我的耻辱全部还给他。楚王府，奴婢参见王爷。许久没来看你了，在清波院生活的还习惯吗？多谢王爷关心，侧妃姐姐照顾奴婢面面俱到，奴婢很习惯。你怀的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是该精细养着。侧妃做得不错。王爷，奴婢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王爷可否答应？什么请求？王爷，奴婢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母亲了，如今奴婢怀了身孕，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不知王爷能否准许奴婢与母亲见一面？等你肚子的月份稳定了之后再说，免得节外生枝，还是不宜见人的好。王爷，关于给圣上祝寿的贺礼有消息了。你好好养胎，本王有时间了再来看你。随后他与柳琪去了外面。凤书瑶眼珠转了转，给圣上祝寿的贺礼。凤书瑶思索着，谢燕在关禁闭中，万寿节贺礼他一定会非常重视，很可能想借这次机会翻身，他得去探听一下他要送什么。凤书瑶蹑手蹑脚跟着两人出去，来到走廊后的廊柱下，偷听谢燕和柳琪的对话。王爷，据探子说，下面的人已经找到了山居仙室研制的精元和气丹，正在从兰州快速送往京城，3日后即可抵达。陛下最注重益寿延年之道，也一直在寻精元和气丹。王爷借寿诞将丹药送到圣上手中，他定然很高兴，会解了殿下的禁足。那是自然，本王为了得到精元和气丹，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在万寿节上博得父皇欢喜。你让他不护好丹药，不要被太子和景王的人发现了。王爷放心，属下交代过了，他们会小心行事，秘密进京，不会有任何差池。这样最好。两人说完话，谢燕和柳琪也走远了。凤书瑶回了房间，痴男从外面进来。小姐，怎么了？我听王爷和柳琪说，万寿节给陛下准备的贺礼是精元和气丹。精元和气丹，这是什么丹药？很贵重吗？我记得谢燕曾与我说过，陛下当年请国师为他制作长生不老丹，精元和气丹应是属于长生不老的药。小姐，这是好事啊！王爷让陛下高兴了，咱们应该也会跟着沾光。好事是好事，直男，太子应该也想得到这枚丹药，你去把白花藏找来，我要他把这个消息传给太子殿下。小姐，你还没对太子死心吗？为什么还要替他传递消息？死心？哪有那么容易死心？太子是我第一个深爱的男人，虽然在我身陷困境的时候，他未施以援手，但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我。无论如何，我欠太子人情，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从此之后，我就安安心心把孩子生下来，一心一意对楚王。小姐，你要三思而后行。这就是我思虑后的决定，你按照我说的去做。痴男没办法，去找来白华藏。凤书瑶将书信写好，让他悄悄地带出府去。他果然心中还有谢恒，那个贱人。得知这个消息，谢燕正在写字，笔杆子都被他捏断。王爷，咱们这次不是需要他将消息告诉太子吗？房爷不要太过生气了。这倒是，如果凤书瑶不将消息传给谢恒，咱们的计划未必还能实施。派人盯紧清波院，有情况来报。是，殿下。王爷，属下发现凤姑娘与白华藏似乎过于亲密。凤书瑶借口不舒服请来白华藏后，两人在房间待了好长时间，连知男都守在门外。他们是表兄妹，没什么好在意的。他都如此说了，柳琪也就闭了嘴，不再多言。随着万寿节越来越近，朝贺国的使者们也都陆续抵达京城。京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充斥在喜色之中，迎接大夏皇帝的50大寿生辰。寿诞当晚举行宫宴，夏明帝端坐在龙椅上。先前夏明帝被暴打，脸上的红肿这2日才完全消下去。他醒来后立即猜到了那晚闯进养心殿狠狠揍他的人是谢晋。他这个弟弟为了一个女人直接对他实施殴打，这个仇他记着，有朝一日一定会还给他。大殿上气氛热闹，使者们送上贺礼向夏明帝庆贺。轮到太子进献贺礼。父皇，儿臣也为父皇准备了一份贺礼，这是山居仙室炼制的绝世丹药精元和气丹，祝父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人，将丹药送上来。听到是精元和气丹，夏明帝的眼睛都瞪大了，他神情激动。当看到谢恒让人将丹药端上来时，夏明帝差点坐不住，命元朝公公将丹药送到他面前。真的是和气丹，朕一直在找这丹药，太子的贺礼，朕甚心悦。得到夸奖，
谢恒嘴角扬起弧度，父皇这么高兴，没白费他千辛万苦将这丹药抢过来。能得父皇喜欢是儿臣的荣幸。精元和气丹乃山居仙士挑选了上百种珍贵药材，耗费10年炼制，世间唯有一粒能让服用者益寿延年、康健安泰。夏明帝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许多年前他就在寻找精元和气丹，派了那么多龙影卫出去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这次寿宴太子拿出来献给他，他怎么能不高兴？很好，为了这份贺礼，太子辛苦了。能博父皇一笑，儿臣所做的不算什么。夏明帝听后又将太子夸赞了一通。太子送了礼，接着是楚王。父皇，儿臣要送给父皇的贺礼也是山居仙士炼制精元和气丹。什么？楚王送的也是和气丹？不是说此丹世间仅有一粒，怎么楚王也有？是啊，不会是其中一人送的是假的吧？谁敢欺瞒殿下？楚王，你说要送给朕的贺礼是精元和气丹，也是山居仙士炼制的？是，父皇。这枚丹药是几个月前儿臣派人出去寻的，花费了无数精力，只为在今日寿诞献给父皇。据朕所知，精元和气丹因为太难炼制，山居仙士仅炼出了1枚。太子先前将那枚送给了朕，你又拿出1枚。楚王、太子，你们谁在糊弄朕吗？楚王，为了得父皇欢心，你也不用拿一颗假的和气丹来父皇面前献宝吧。本殿献给父皇的和气丹也是耗费了无数时长和精力寻来的。他朝夏明帝道：父皇，儿臣的这颗乃是真品，兴许是楚王一直被禁足在王府，没办法出去，下面的人被有心之人欺骗，拿了一颗假丹药给他，所以才鱼目混珠，导致了这场乌龙。请父皇念在楚王一心为父皇准备贺礼的心意上，宽恕他这一次。皇后看得心惊，2个皇子选了同一份贺礼，其中一个必然是假的，未免太巧合了。陛下，臣妾可以为楚王作证，早在楚王还未被禁足之前，就已经在精心为陛下挑选贺礼，他绝对不会拿一颗假的丹药来糊弄陛下。太子说他无法出府亲自辨认，纯属无稽之谈。楚王有多重视殿下的寿诞，就有多重视这枚丹药，他一定亲自找人核实过，或许还见到过山居仙士。请陛下相信楚王对陛下的敬爱之心。的确啊，楚王本就是甚宠，再拿出假丹欺瞒圣上，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照你这么说，太子又岂会在这事上犯蠢？他拿来的丹药是假的吗？听着群臣们的议论，谢恒的脸色难看了下来。他的和气丹绝对是真的，是凤书瑶传信来告诉他，楚王找到了丹药，送回京城。父皇，母妃说的没错，儿臣不相信皇兄会知错犯错，用假货在父皇的寿诞上惹父皇不开心，请父皇相信皇兄。夏明帝脸色黑沉，目光在2个儿子身上来回扫过。父皇，太子和楚王都说他们丹药是真品，太医们在场，不如让他们将2粒丹药仔细核查，相信会有一个结果的。夏明帝的脸色已经有几分难看，这个方法可以，但不管证实哪位皇子拿出来的丹药是假的，都会在其他国家使者面前丢大夏皇室的脸。父皇，不用让太医鉴定，和气丹世间绝无仅有，让太医们检验可能会让其受损。儿臣在找丹药的时候，特意将山居仙士请到府上，和气丹是否出自他手，儿臣可以派人去府上将山居仙士请进宫来，让他亲自确认儿臣没有撒谎。什么？楚王竟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居仙士请到了府上，这还有的说吗？炼丹的人都在他那里，太子那个丹药很可能是假的呀。我看也是。如果楚王没有底气，怎么敢提出如此要求啊？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谢恒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不由得怀疑自己抢的丹药到底是不是真的。殿下，陛下，您不是一直想一睹山居仙士的真容吗？如今他就在楚王府上，不妨请进宫来看看。皇后娘娘，太子笃定说自己的丹药是真的，皇后不会连自己儿子的话都不相信，想让陛下拒绝楚王提议吧？如妃的话将皇后的话堵在了喉咙口。爱妃说的有理，楚王，去把山居仙士请来。他除了想知道哪颗丹药是真的外，更想见到山居仙士真人。给他炼制长生丹的国师没了，山居仙士得好好抓住，争取让他来为自己炼丹。是，父皇。谢燕吩咐柳琪去做，谢恒有些坐不住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的探子并没有得到消息说楚王请到了山居仙士本人，凤书瑶也没有在信中提及还有这一茬。想到信，谢恒眼睛眯了起来，难道凤书瑶写给他的那封信是假的？其实是他与楚王设计好的让他跳进圈套的陷阱。凤书瑶在楚王府受折磨，向他求助，他视若无睹，莫不是凤书瑶心生怨怼，在这期间被楚王策反了？想到这里，谢恒叫来亲信。太子，
你不会要派人去阻挠本王将山居仙士请进宫吧？夏明帝凌厉的目光朝谢恒看去，金信反应迅速地拎起茶壶给谢恒倒茶，随后退到了他身后，不敢再有行动。夏明帝收回眼神，山居仙士是他想见的，任何人都不能让他出事，即使是太子。说是去楚王府请山居仙士，可在谢燕的话落之后没多久，下面的人就将山居仙士请进了大殿。草民参见陛下。你就是山居仙士？是，陛下，正是草民。夏明帝从龙椅上走了下来。原来真是居士，朕寻了居士多年没能见到，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他手中有山居仙士的画像，面前的老者与画中人一模一样。谢燕给山居仙士解释了请他进宫的缘由，元朝公公端着谢恒送的丹药，谢燕端着自己的内眉，让山居仙士辨认。山居仙士没有动手，一眼认出来了。陛下，楚王殿下手中丹药是草民所炼。随后，山居仙士将他炼制金元和气丹所用的各种珍稀药材的比例以及炼制过程说了一遍，以此来证明这丹是他所出。楚王，你说他是山居仙士，他就是吗？从没人见过山居仙士，谁能够证明他就是仙士本人？谢恒话一出，夏明帝就朝他投去了一个严厉的目光。父皇，是儿臣失礼了，儿臣有权质疑，无人见过山居仙士真容，说不定是楚王为了证明自己的丹药是真，特意请来的人假扮山居仙士污蔑儿臣，他也是在蒙骗父皇。太子，连山居仙士本人都要质疑，我看你是送假丹被拆穿，恼羞成怒了。父皇，双方各执一词，还是让诸位太医来确诊，或许才能令人有所信服。或者，儿臣听说凤小姐的医术十分高超，不妨让她也来确认一下这丹药究竟哪颗是假的。毕竟真的金元和气丹与假的金元和气丹所用药材和手法肯定有区别，内行之人一眼便能看得出来。淮北使者看了一出好戏，出声道：圣上，尔等认为景王的提议很不错，事已至此，不真正的明了给个交代，恐怕在座的人都会觉得怅然若失。我说凤小姐与楚王有过婚姻，是楚王前妻，既然她医术高明，想必不会包庇楚王，也不会偏袒太子。凤青鸾正嗑着瓜子看戏呢，被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景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他面无表情地放下瓜子。看到他这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萧玉也插进来道：圣上，本皇子看淮北使者的提议就不错，要不就这么验。连续2个国家的使者都这么说了，夏明帝也没什么好说的，让几位大夫几位太医上前查验。太医们围在一起研究2颗丹药，叽叽咕咕地讨论着。最后他们得出结果，附耳告诉夏明帝。夏明帝又命人将2盒丹药送到凤青鸾的桌前，凤青鸾仔细地分辨了一番，朝山居仙士投去欣赏的目光。这位老者炼制的和气丹是有真材实料的好东西，说不定他那里还有许多其他好丹，如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凤青鸾辨认了之后，指着左边的锦盒里的和气丹：陛下，这粒丹药是用药精良，比旁边那粒纯粹珍稀，也更有延年益寿之功效，这是真的金元和气丹。夏明帝点了点头，太医们告诉他的也是谢燕进献给他的那粒是真的。楚王的这粒是真正的精元和气丹。皇后捏紧了手指，太子一贯成熟稳重，怎么会在这件事上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太子，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拿了一颗假的丹药来送给朕，今日都算你的重大过失。从今日开始，太子禁足东宫3月，卸下身上所有职务，转交楚王掌管。楚王解除禁闭，即日恢复自由之身。谢恒脱力般一下子坐回了座位，这对他实施禁闭和卸去职务，不是之前父皇对谢燕的惩罚吗？今日却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谢恒咬牙切齿，一定是凤书瑶联合了谢燕算计了他，等宴会结束，他一定要让人杀了凤书瑶那个贱人。2位皇子送同样的贺礼的风波过去，其他人继续送礼。到了安义国，萧玉慢腾腾地站起来，他勾唇浅笑，走到大殿之上。陛下，此次我安义国为表与大夏友好之邦100年长久，国王特地让本皇子已赠送5座城池，为陛下庆寿，以表心意。5座城池，这什么大礼啊？安义国大手笔啊！以城为礼，出手就是5座，咱们大夏国土可以脱缰了，太好了！安义国王有心了，安义与大夏建邦2年，一直友好往来，为表朕的诚意，朕可以通过你们所请求的互通商贸，还会给你们提供其他支持。多谢陛下，为表双方国能和睦长久走下去，本殿想请陛下将凤青鸾凤小姐赐给本殿和亲，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呀？将她赐给萧月和亲，
凤青鸾握紧了拳头，萧玉这个疯子又在玩哪一出？安逸六皇子，你说想和亲的对象是凤青鸾？是，陛下。六皇子，不是朕不想答应你的请求，只是你不知道，凤小姐是荣王的未婚妻，朕亲自下的圣旨给两人赐婚。你想让她和亲，恐怕有些为难。朕还有公主或王公贵族的女儿，若谁让皇子相中，可换一人。陛下的好意，本殿心领了。本殿自进京来，第一眼见到凤小姐，便喜欢上了她。凤小姐仗义善良，性格刚烈，很有安逸女儿的风范。她美若天仙，又有中原女子的温婉可人。本殿对她一见钟情，只想要她。他坚持选择凤青鸾，这下大殿之上变得热闹了，不约而同看向谢晋和凤青鸾。两位当事人一副事不关己，在听萧玉说别的事一样，淡定自若。他们不动声色，倒是谢燕第一个坐不住站起来道：安逸皇子，父皇说了凤青鸾与八皇叔有婚约，你还要坚持是何意？楚王，凤小姐的前夫，殿下能看中的女人，本殿自然也很欣赏。说着他转向夏明帝：陛下，仵作承旨，本殿会双手奉上，这是唯一要求。若圣上不同意，那仵作以表和亲的心意，本殿也就收回了。站在他座位旁边的张震，一颗心都快被他这个不安分的主子搅得七上八下的。他们来大夏贺寿，并没有说到和亲一事，更没有说送仵作城给大夏国来换取和亲。因此，当他听到自家主子说出这个要求时，整个人都震惊到差点瞪出了眼珠子。六皇子，你在戏耍朕吗？不敢，本殿的要求如此，不能达成共识，也不能怪本座收回诚意。夏明帝握紧了扶手，这个萧玉还真是个胆大妄为的人，当众出尔反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比他这个皇帝当的都还自由。安逸皇子，你说要以仵作城来换取和凤小姐的和亲，可有安逸国王的签字和寿宴文书？你拿出来，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哎，听荣王的意思是同意把未来的王妃拱手送出去，为大夏国换取仵作臣职的意思。荣王殿下一直以大夏利益为重，割舍一个女子不用打仗就能换取仵作城池和两国邦交，他很有可能会做出让步。八皇叔，你什么意思？你要同意安逸皇子的无理要求吗？凤青鸾可是你的未婚妻，你将她拱手送人，你不要脸面，我们大夏国皇室还要脸面。他真的被谢晋气到了，看向谢晋旁边的凤青鸾。凤青鸾气定神闲，甚至拿起了桌上的瓜子慢慢嗑着。谢燕恼怒不已，蠢女人，谢晋都快把她卖了，还在那看戏呢，让她答应自己再娶她一次不肯。这下好了，他选择的八皇叔要将她送给别的男人换城池了，白瞎了他那双看起来聪明的眼睛。契约文书暂时没有，等本皇子回到安逸，立即向父王请示，并送到大夏。向国王请求。六皇子，也就是说你在提出以城换和亲的提议时，是你想一出说一出，随口说出来的，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益，做不得数了。萧玉脸色难看了下来。据本王所知，安逸国王一共11位皇子，6皇子乃是国王和宫女所出，在众皇子中最不受宠。你提出以5城换和亲，选择和亲对象还不是能和你皇子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大夏公主或者郡主？你觉得你的父王会同意啊，还是会重重的惩罚你？凤青鸾眼底含着笑，看向旁边的男人。不愧是战神王爷，领兵打仗厉害，打嘴仗也不同凡响，一张口就直掐对方死穴。萧玉最痛恨别人说他是宫女所出，说他是父皇最不受宠的儿子。谢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有别国的使者，丝毫没留情面的将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说出来，比杀了他将他千刀万剐还让他痛苦100倍。看到他被气成这样，谢燕也无话可说了。原来谢晋在这儿等着萧玉呢。父皇，6皇子喝多了，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者们要为父皇献礼，让宴会继续吧。夏明帝也没在这件事上继续浪费时间。看来是这样的，来人，扶6皇子去偏殿休息。内侍走上来领萧玉。谢晋，你等着瞧，本殿下一定不会让你好过。他们走后，大殿上又恢复了热闹。殿内太过嘈杂和闷热，凤青鸾起身去殿外透气。青鸾姐姐，等等，我陪你。两人一起相携去了外间。坐在夏明帝身后的香嫔看见凤青鸾出去了，凑到夏明帝耳边：陛下，臣妾有些头晕乏了，想出去走一走。他朝凤青鸾的背影使了个眼色，让夏明帝注意。去吧。如妃看香嫔在夏明帝面前亲昵，恨得牙痒。这会儿看到香嫔出去，如妃眼珠一转，也跟着起身出去了。青鸾姐姐，我看那萧玉是借着酒劲儿装疯，刚才在大殿上提出的要求好过分啊！他之前说要报复表哥和你，原来就是想在宫宴上提出和亲，拆散你和表哥。
幸好表哥识破了他的诡计，否则陛下还真的会考虑他的建议。毕竟是5座城，谁看了不心动啊？表哥没让他如愿，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按照那疯子的品性，他必定会更加对表哥怀恨在心。今后在他离京之前，表哥和青鸾姐姐要多加注意啊，小心别着了他的道了。萧玉那样的人就需要谢晋去治，遇上谢晋他讨不着好。别说那晦气的人了，听说荷花池可以放河灯，咱们过去瞧瞧。凤小姐请留步。青鸾姐姐，这位是香嫔，目前宫中最得宠的嫔妃。臣女见过香嫔娘娘。不愧是让安逸皇子相中的凤小姐，生得国色天香。别说男人一见钟情，就连本宫一个女人看了都为之嫉妒呢。是吧，香嫔娘娘？青鸾姐姐可美丽了。安逸6皇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幸亏荣王驳回了他的提议。青鸾姐姐是臣女的表嫂，唯有荣王殿下才配得上她。娘娘找臣女何事？本宫听说凤小姐医术高明，有些不方便让太医瞧的私密事，想请凤小姐帮本宫看一看。香嫔娘娘过奖。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去找间茶室。他拉起凤青鸾往偏殿走去，廖洛林想跟上，香嫔身边大宫女将他拦住。廖小姐，事关娘娘的隐私之事，还请廖小姐就地止步。戴儿，带廖小姐去荷花池。廖小姐，荷花池有其他小姐们在放花灯，很是热闹，奴婢带您过去吧。廖洛林瞧着凤青鸾被香嫔带走，想着这是在宫中，应该没有什么危险。行吧，我先去那边等着。如妃站在暗中，看到香嫔带着凤青鸾走了，觉得这件事透着蹊跷。如妃放轻脚步跟了上去。香嫔带凤青鸾穿过院子，来到一间名叫香明轩的茶室里坐下。凤小姐，你得答应本宫，有些事本宫与你说了，凤小姐得替本宫保密，不得说出去。娘娘有事不妨直说。走了这么久，凤小姐渴了吧？先喝口茶，本宫再与你细说。香嫔看着他将茶水引进，自己正欲端起一杯时，却不小心将茶杯打翻。本宫的衣服弄脏了，待会儿还得伺候陛下。凤小姐，请您稍等，本宫去换套衣服再来。等到了无人的地方，香嫔眸中闪过狠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娘娘。凤青鸾喝了那杯茶，应该晕倒在房间了。要让她现在过去吗？让她去。陛下视凤青鸾为眼中钉，如果他这次能帮陛下除掉凤青鸾，陛下一定会更加宠爱他的。如妃跟在香嫔身后，听到他与侍女的对话，让他进去。香嫔想陷害凤青鸾吗？在他思索之际，侍女离开，剩下香嫔一个人站在院中。如妃直觉这是个扳倒香嫔的好机会，说不定还可以一举让凤青鸾也栽个跟头。如妃心思一转，看到旁边的花瓶，捡起来偷偷朝香嫔靠近。香嫔还不知道危险来临，脖子忽然传来剧痛，一下栽倒在了地上。把她抬起来，送去香明轩。娘娘，咱们要做什么？香嫔将凤青鸾引来这里，绝对有事要发生。我们把香嫔也送去。文佩一听，抓住香嫔的脚，两人偷偷摸摸要将人抬起来时，一道人影出现在两人身后。如妃率先发觉，回头看去。你怎么在这里？你不应该在香明轩吗？我是应该在那里，但待会儿在那个房间的人将变成香嫔。他不知道你察觉了他的目的，所以你是来将他带过去自食恶果的吗？娘娘聪慧，你这又是在作何？我在帮你啊。再怎么说，你也是楚王的前王妃，要是有了污名，楚王也会跟着被人议论。碰巧本宫发现他居心不良，不介意帮你一把。是吗？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楚王禁足，本宫被连累，香嫔趁机上位，夺走了本宫的恩宠。说起来，他是我们共同要对付的人。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将今日的事透露出去一个字。咱们互相捏着对方的把柄，共同完成这件事，如何？可以。他走过来，将香嫔扛在肩上。接下来的事跟你做了。他走后，如妃整理了下妆容，带着文佩返回了宴席大殿。此时，夏明帝和使者大臣们也来到了花园透气。如妃笑靥如花走过去：“陛下，您怎么出来了？”“哈哈哈，席内气闷，出来有缘。”“臣妾陪陛下吧。”他陪着夏明帝和大臣们走了一会儿，提议去茶室喝茶。于是以夏明帝为首，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茶室去了。走到香明轩院外，众人听到传来男女令人不齿的声音：“房间里的人是谁？”一名宫女从宫镜外跑出来，跪到地上：“陛下，房间里是凤小姐。”宫女是香嫔的贴身侍女，名叫欢儿。“你怎么在这里？你家主子呢？”“回陛下，小主出来透气，路上遇到凤小姐，两人说着话来了茶室。小主的裙子被打翻的茶水弄脏，奴婢便扶着小主去换衣裳了，留凤小姐一人在房间，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不可能，里面的人怎么可能是凤青鸾？绝对不会是他！岂有此理！那个不知检点的女人！来人，去把那对狗男女拖出来！很快，房门被撞开，侍卫进去将里面的人押出来。看到女人的脸，夏明帝瞳孔巨震，不是凤青鸾，居然是香嫔。陛下，香嫔妹妹，怎么会是你啊？陛下那么宠你，你居然还是在陛下的寿诞上，这也太不像话了！秽乱后宫，开死！来人，将两人拖下去，乱棍打死！夏明帝气得差点吐血，他是来抓凤青鸾的，没想到抓到了自己的绿帽，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丢了大脸，快气死他了！你不是说凤青鸾在房间，他人呢？陛下，臣女在这里。宫女说你在茶室，为何从那边过来？回陛下，臣女是与香嫔娘娘在茶室，但香嫔娘娘衣裳打湿去更换，臣女见她许久未回，出去找她，谁知迷了路，听到这边有人声，原路返了回来。发生了什么？夏明帝眼中含恨，这个女人竟然被他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这次。朕罚了，有劳荣王陪各位使者们继续。说完，他重重甩袖，气冲冲地回了养心殿。使者和大臣们见皇帝走了，也各自散开。发生了什么？凤青鸾将他进入香茗轩，发现熏香和茶水异常的事，与谢晋说：香嫔顾虑我会医术，用的药罕见且量小，他是赌我能不能认出来。用药他厉害，手法就不够看了。今夜的宫宴风波不少，晚上我送你回去。养心殿，夏明帝气得将桌上的东西全部都砸到了地上。废物，统统都是废物！龙影卫，进来！一袭黑衣的龙影卫卫手悬空从外面进来，去把 A 六皇子请来养心殿，朕有事与他商议。悬空领命而去。夏明帝眼中泛着危险的幽光。接连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夏明帝被气走，其他的使者和大臣们也陆续离宫。我与香嫔今夜第一次见面，他设计陷害我，是为了向夏明帝争宠而针对我吗？他知道。你说皇帝知道吗？他可是皇帝，怎么跟后宅女眷一样用这些把戏？还是在国宴上，太沉不住气了。你被他盯上了，他想毁了你。凤青鸾不说话了，他也看出来了，这是夏明帝第二次对他动手了。凤青鸾不免有些担忧，夏明帝会不会因为想除掉他而把手伸到祖母或者是外祖家？你外祖那边我会派人留意，老夫人在侯府有暗卫保护，也不会有危险。倒是你，谢宏想对你出手，萧玉对他来说是一颗可以利用的棋子。凤青鸾神情凝重，被萧玉盯上如同被狗皮膏药粘上，真是烦心，难以甩掉。谢晋盯着凤青鸾沉默的脸，目光中闪过狠厉幽光。萧玉若是真替谢宏办事，打凤青鸾的主意，他会送他回安邑，当然是一具尸体。东宫立即集结人去楚王府，杀了凤书瑶。他要凤书瑶死，今晚就死。安卫很快行动，暗中前往楚王府。晚上，凤书瑶躺着一直没睡着，宫宴上的事他还不知道，没人告诉他，还在幻想着这次帮到太子，送了陛下最想要得到的丹药作为寿诞贺礼，陛下应该很高兴，在大殿之上夸赞了太子。凤书瑶这么想着，倏然听到屋外传来打斗声。直男，外面发生了什么？小姐，怎么了？你看院子，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小姐，好像是他们是来杀咱们的。小姐，快躲起来！凤书瑶看了看房间，地方这么小，往哪里躲？不过奴婢看了一波黑衣人在保护咱们，不让杀手靠近，可能是王府的暗卫，对方不一定闯得进来。外面的打斗越发激烈，休刺客，抓刺客！接着，无数拿着火把的人涌入院子。直男正想说他们有救了，忽然房门砰的被人踹开，黑衣人提着长剑朝凤书瑶杀去。危险来临，凤书瑶下意识抓直男挡在身前，直男吓得半死，在那剑刺过来时，求生欲爆棚的往旁边躲闪。刺客第一剑刺了个空，等他要再进行第二次攻击的时候，一道暗气从他的身后射来，刺客往旁边躲闪。谢燕从外面进来，一剑洞穿了刺客的胸膛。王爷，你来了！直男从床上下来，跪到地上，他这才冷静了一点，回想起刚才情急之下小姐将他推出去挡剑，直男心中的某处发生了变化。谢燕出现没多久，院子里的刺客们被绞杀殆尽。谢琦进来禀报：王爷，人都死了，无一活口。看出来是谁派的人吗？回王爷，是东宫的暗卫。你说是太子派人来杀我的？是的，10名暗卫。要不是王爷派了府中的人保护姑娘，只怕姑娘现在已是剑下亡魂。姑娘什么时候得罪了太子，就让他派暗卫来杀你。确定是谢恒要杀他灭口，凤书瑶的脑中一片空白，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为什么是太子？
柳侍卫，姑娘一直在楚王府，很少与太子见面，更无交集，不可能得罪他。很可能是太子得知姑娘怀孕，姑娘怀的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是陛下的第一个皇孙。太子是怕王爷的孩子生下来后威胁到他的地位，才派人来杀姑娘的吧？他说完这话的时候，谢燕瞥了他一眼。以凤书瑶那蠢笨的脑袋，能在他府上潜藏半年之久，将他的消息暗中透露给谢恒，这婢女功不可没，比他主子聪明，脑子转得更快。直男的说法站得住脚，即使在凤书瑶落难时，也对他忠心耿耿。此人不能留他长久。王爷，直男说的没错，幸亏王爷来得及施救了奴婢，也保住了我们的孩子，多谢王爷。凤书瑶脑子清醒了点。他不是帮太子送了陛下最想寻的丹药，帮他立了大功吗？太子应当很高兴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是从谢燕手中抢的，怕被谢燕发现，才想要将他灭口的吗？王爷，今日宴会顺利吧？顺利。本王送的贺礼，父皇甚为欢喜，恢复了本王的自由之身和职务，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本王有赏。今晚你和孩子受了惊吓，好好休息。谢燕说完，也不等凤书瑶再说什么，转身走了。直男，太子要杀我，他要杀我！小姐，你认清太子的真面目了吧？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经过这次，你不会再想着他了，对吗？想，不仅想，我还想亲手杀了他。如有机会，他要找太子复仇。翌日早晨，妹妹，昨天晚上听说你院里遭了刺客，皇爷特地让姐姐送些衣裳首饰给你压压惊。看着那排排精美的首饰钗环，凤书瑶眼眶发热。从始至终对她好的只有楚王，她心中暗暗发誓，她再也不会辜负谢燕。寿诞风波过去后，使者第一次来京，各官员们带着他们欣赏京城的风土人情。这天，凤青鸾在房中规划新菜谱。那日在侯府用过火锅之后，她将火锅在云氏酒楼作为新菜品推广出去。没想到备受京城百姓的喜爱，全京城爆火。于是凤青鸾让京城的8家云氏酒楼都推出火锅美食。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了现代菜式，丰富和更新酒楼的菜谱。凤青鸾在排计划表，计划往后每3个月新增3套菜。小姐，酒楼出事了。怎么了？通缉云氏酒楼的刘掌柜派人来侯府，说有顾客在火锅中发现了老鼠尸体，当街闹了起来。老鼠尸体？凤青鸾眉心微蹙，怎么可能？走，我们去看看。很快，凤青鸾带着人到了云氏酒楼。刘掌柜的，怎么回事？哎呀，东家，这位公子中午来楼里点了2桌火锅，吃到中途，他们说发现火锅里出现了老鼠的尸体。咱们酒楼的卫生是最达标的，这滚烫的火锅里怎么可能出现老鼠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呀！你的意思是我们故意往火锅里面丢死老鼠了？客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有误会。这事儿太蹊跷了。咱们火锅推出了这么久了，绝对不会出现死耗子。那他就出现了呀！事情都发生了，你说怎么解决？你想怎么解决？萧玉就是来闹事的，带着人大张旗鼓的在酒楼门前扯皮，是想要毁云氏酒楼的名声。本公子金尊玉贵，听说云氏酒楼是京城最好的酒楼，菜品丰富美味，且最近推出的火锅京城一绝。本公子慕名而来，是来享受美食的，谁是在锅里发现那等令人恶心的东西？今日是被本公子吃到了，说不定明日又被谁遇到。为了京城百姓的健康，本公子已让人去报官了。京兆府的人过来，你这云氏酒楼的卫生，怕是得彻底检查，才能让客人们安心呢。云氏酒楼的火锅我吃过好多次了呀，里面可从来没发现过有什么脏东西。又出现老鼠，太匪夷所思了。有什么匪夷所思的？说不定是哪个厨子或小二没注意发现有老鼠跑进了锅里，这也是有可能的。火锅汤底那么红稠，不将菜夹起来，谁知道里面煮了些什么？要我说，这位公子说的对，出了这样的事儿，是该将酒楼后厨的卫生彻查一遍。都报官了，凤青鸾还能说什么？这萧玉实在是卑劣无底线，连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凤青鸾问刘掌柜，老鼠是在锅子里发现的，后厨你检查了吗？没来得及，这酒楼的卫生一向干净，就算京兆府来检查，也应该没有问题。凤青鸾怕的就是有问题。凤青鸾，你同意陪我一晚，我可以将今日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不同意，整个京城的云氏酒楼就等着关门大吉吧。陪本公子一晚，本公子放了你的产业，这个买卖对你来说很划算呢。
凤青鸾没搭理他，脑中想着对策，后悔没将大堂装上监控，不然的话能看到是谁将老鼠扔进锅里。不过大堂中午用饭的客人爆满，或许有人看到了什么。凤青鸾目光扫向在场围观百姓，有谁看到当时老鼠进锅的画面吗？若有人看到，云氏酒楼必当重赏。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都摇着头，只有2个男子面色一慌，看到凤青鸾的视线过来，两人都避开了，随即掉头往人群外挤去。凤青鸾朝人群后的宋氏两兄弟使了个眼色，两兄弟也注意到了正在离开的两人，分别朝他们追了过去。凤小姐，你是在找证人吗？有谁敢出来作证？他这通身的气度看起来非富即贵，尤其是这些人知道凤青鸾是荣王的未婚妻，侯府的嫡小姐，他连这样的人都敢招惹，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没多久，金兆府尹带着人来了。凤小姐，安邑六皇子殿下。这位公子竟然是使者，别国的皇子，云氏酒楼惹上大祸了。是啊，别国皇子与云氏酒楼无怨无仇，不会特地的陷害他们吧？肯定是云氏酒楼的菜品出了问题。什么无怨无仇？你们不知道吗？这位安邑六皇子还有个外号，名叫寂寞公子。先前在青楼想带走花魁，花魁誓死不从，凤小姐将花魁救了下来，两人还出去赛马，可能那时候就结下了梁子。凤小姐，有人状告云氏酒楼火锅里吃出了老鼠尸体，具体怎么回事？报案的人是萧玉的人，张震将事情经过说了，刘掌柜也解释了一遍，双方各执一词，侯志志两方都不敢得罪，公事公办地说道：食品安全出现了问题，又有人举报，凤小姐，本官只能依法办事。云氏酒楼在彻查卫生处理之前，得歇业一段时间，解放时间由检查结果确定。大人请。侯志志带着人去后厨检查，凤青鸾也跟着进去。前面出了这样的事，后厨一直有人守着，但是金兆府的人进去之后，还是在米缸里发现了一窝小老鼠。后厨的人被吓得不轻，凤青鸾的神情也更加紧凝了。掌柜的着急忙慌，吩咐人去捉耗子。早上我们开工的时候都没发现缸里有耗子，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趁厨房忙碌的时候将他们给放进去了。我敢那天发誓，上午的时候真没有。这是被人陷害，凤青鸾何尝不知道？萧玉对他还真是用心良苦。凤小姐，云氏酒楼食品检查不过关，有重大问题，必须停业整顿，所有云氏酒楼都要检查，还请凤小姐跟我们回衙门一趟，等上十司的人来问询调查。凤青鸾没理由反驳，跟薛子墨交代了一件事，与金兆府的人来到了大门。哇，这云氏酒楼真有问题啊！那么多老鼠，以后谁还敢来这里吃饭啊？哎呀，太可怕了！是啊，说不定我们以前吃的食物也被老鼠爬过。哎呦，想到那个画面就好恶心啊！凤青鸾被带走，萧玉脸上闪过得逞，还是老皇帝会玩，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要是谢晋知道凤青鸾出事了，会怎么做？哦，他没时间管凤青鸾，这会儿正在皇宫被老皇帝安排事情往外调呢。没有谢晋在京城阻挠，凤青鸾他手到擒来。皇宫，户部尚书季崇和谢晋从养心殿出来。荣王，闽州旱灾由您费心去处理了，其他事宜下官会安排好，一切听从殿下的差遣。随着夏季持续升温，明州的旱灾造成上千百姓流离失所，粮食也颗粒无收。旱灾之事该由户部派人过去处理。季崇不知为何陛下会让荣王去。说起来，灾情的严重性还不足以让荣王出面，可陛下是这个意思，他也不好说什么。两人走出宫门分开之后，暗夜来到谢晋马车一侧。王爷，凤小姐被京兆府的人带走了。暗夜将萧玉在云氏酒楼闹事与谢晋说了。又是萧玉，为了得到凤小姐，无所不用其极，一点底线也没有，居然又盯住了凤小姐的酒楼。看来上次将她打一顿，废她一只手的教训，她没有吸取，还变本加厉了。王爷，要不咱们再给她来点厉害的？去京兆府。京兆府的人将凤青鸾带到衙门，随后上十司的人来了。侯志志给他讲了云氏酒楼事情的经过。萧玉的人和凤青鸾被拉进去，问了几个问题做记录。这一次的事情性质恶劣，安全卫生严重不达标，所幸没有伤及人性命。凤小姐，云氏酒楼必须歇业整顿，罚款1万两。你回去好好的把酒楼的卫生检查，膳食司会派人来监察，视情况恢复营业。凤青鸾走出金兆府的时候，萧玉在门口等他。凤青鸾，你知道为什么本公子只是让你的酒楼停顿罚款，而没有让你受到更重的惩罚，比如吃死了人、受牢狱之灾或者流放吗？萧玉，你不就是想毁了云氏酒楼吗？说这些做什么？那是因为本公子心疼，不舍得让你受那些苦。这次不过是给你一点教训，你愿意赔进云氏酒楼的生意，也不答应本公子的要求，是你咎由自取。别怪本公子没提醒你，
无论用什么方法，本公子都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萧玉，我是别人的未婚妻，你强取豪夺，不觉得有失你安逸王子的身份？凤小姐，你这是骂我吧？没关系，能与你说上话，即便是被骂，本公子也甘之如饴。强扭的瓜不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你就不怕哪日我应了你，将你杀了？强扭的瓜甜不甜，尝了就知道。凤青鸾，话不要说得太满，说不定你跟了本公子之后，发现我很有魅力，从此死心塌地的对我呢。荣王殿下到。凤青鸾掠过他，走向谢晋。云氏酒楼出事了。具体情况我在路上与你说。谢晋和凤青鸾说了话之后，看都没看一眼萧玉，仿佛面前没有这个人。两人上了马车走了。萧玉以为谢晋看到他给凤青鸾找事会报复他，他却仅仅是来接凤青鸾走。哎，你们发现了没啊？谢晋看到我好像没有敌意了，他不会想不到这件事是我做的吧？无动于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公子，人家没有对你发火，你不习惯吗？莫不是他被调去外地，将不在京城，不敢往死里得罪本公子，怕本公子将他留在京城的凤青鸾如何呢？公子，依属下看，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你硬招惹他，他必定不会放过你。已经招惹了，本公子倒要看看他怎么不放过我。那人记得做干净，别给凤青鸾翻身的机会。公子放心，属下已派人在云氏酒楼外面，他出来即刻抹杀。回酒楼的马车里，凤青鸾将中午发生的事以及上十司对云氏酒楼的处理与谢晋说了。是萧玉做的，但目前没有证据指向他。我发现了2个可能有用的证人，让宋鼎和宋修2人去追了。现在回去查酒楼内部，看是不是有吃里扒外的人被萧玉收买了。我也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你说。闽州出现旱灾，西亚公庙却赈灾，明日出发。我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萧玉还会有后续的手段，你要小心。谢红似乎与萧玉达成了某种协议，云氏酒楼出事和派他出去赈灾2件事太巧合了。凤青鸾也想到了这点。我知道。2人说完事，马车也来到了云氏酒楼前，酒楼的所有人员全部都在后厨由薛子墨看守着。凤青鸾和谢晋到了后院。草民参见荣王殿下。起来吧。事情发生之后，没让任何人出去吧？没有，全都在这里。凤青鸾看向众人，将上十司对酒楼的处罚向众人宣布。哎呀，东家，都罚款这么多了，停业整顿得多久啊？时间不定，停业期间大家的工钱照发。听到凤青鸾说工钱照发，员工们都很高兴。凤青鸾在说这话的时候，观察着所有人的神情变化。此次酒楼出事太过突然，我需要所有人积极配合自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谁将老鼠带入的酒楼，都需要查清楚。是东家，您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云氏酒楼有规矩，每日开工前的第一件事是检查厨房，再配菜筹备。张师傅说今日跟平常一样，早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异常，米缸里也没有老鼠，可为何衙门的人来搜查时却查出了老鼠？老鼠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米缸？这里很有问题。今日到中午之前，有哪些人接触过米缸？几个负责煮饭的婆子站了出来。东家，我们是负责做饭的，我和周氏将米打出来时是今日第2次揭开米缸，那时里面都没有老鼠。也就是说4时之后老鼠才被放进去的。是的，4时就没有人再揭开过米缸了。那可有人看见有谁靠近过那里？几个婆子摇头。凤青鸾看向其他人，你们有谁看见了吗？其他的人也表示没注意。每日备菜的时候是他们上午最忙的时候，哪有人注意过这边的情况？东家，我好像看到牛二在米缸周围游了一会儿。我只是过来拿盆，可没往缸里放东西，你不要污蔑人。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看见徐姐进来拿东西了，她有嫌疑。我只是看见你进来了，东家再问我，我就如实说呗。你没做就没做，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姓徐的大姐也解释了一下。当然火气大，你这样说我会被人怀疑的。再说了，那么一大包老鼠拿进来的话，肯定也有地方藏着。厨房那么多人，谁拿那么大包东西进来会不被人发现？他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有道理，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发现。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也再回想一下，有新的线索来向我汇报。去跟着牛二。江渠出去了，凤青鸾也发现了这个人可疑。处理了酒楼风波之后，凤青鸾与谢晋在外面吃了饭，回了侯府。宋鼎与宋修2兄弟也回来了。如何？那2人住在哪里？回小姐，我跟的那人住在明水巷，我跟的住在西华街。先去明水巷。明水巷。中午在袁氏酒楼吃饭的时候，魏巡看见了一些东西。当凤青鸾问有没有证人时，他落荒而逃，即使在家中也心神不宁。听到外面有人来敲门，
什么人？云氏酒楼东家。你来做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要来找我。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派人跟踪了我。我还没问，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说什么？公子，开门，咱们谈谈。魏巡怕得不行，不敢开门。这时房间里传来咳嗽声。寻儿，怎么了？娘，没事，有人走错了门。寻儿，我眼睛瞎了，耳朵还没聋，你不会招惹了什么人到咱家里来找事儿的吧？娘，我没有，真的是走错门的人。大娘，你的眼睛看不见了，说不定我有办法可以医治。你都不知道我娘的情况，就说有办法治，你是想骗我开门是吗？我的医术想必你也听说过，先前宁乡村的瘟疫就是我治的，免费的大夫在眼前，为什么不让我试试？魏巡犹豫了，知道就算今日不给凤青鸾开门，后面他还会来。他走过来打开门。凤小姐，你就算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睛，我也什么都不会说。我不敢拿我和我娘的性命去得罪安姨六皇子，听说他是个很恐怖的变态，他不是好人。没关系，作证的事情稍后再说，让我先为大娘看眼睛。去解决的人还没回来，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处理起来不难，应该会回来了。两人话音一落，4个手下回来了。公子，那个姓徐的女人被人劫走了，是属下们办事不力，请公子责罚。谁劫走的？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蒙面人，可能是凤小姐的人。放屁！凤青鸾怎么可能那么快查到徐梅的身上？她身边有那样的武功高手吗？公子，是属下失职，愿意将功赎罪，求公子再给属下一个机会。眼前一道寒光闪过，鲜血直溅，瞪着眼睛倒地身亡。其他3人见状，将头垂得更低了，生怕下一个被杀的就是他们。不是凤青鸾的人，是荣王的，派人盯着荣王府，找机会把那女人杀掉。第2日一早，谢晋出发去明州赈灾。接下来几天，凤青鸾在收集证据。这几日，金兆府尹侯志志带人去了景王府。六皇子，关于云氏酒楼卫生检查一案有新的进展。凤小姐状告六皇子殿下的人策划了投鼠案，请殿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等他们到达金兆府时，凤青鸾已经到了。上十司的纪少看到景王来，下官参见景王殿下。纪大人，本王是来旁听的，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就当本王不存在。是，王爷。凤青鸾站在堂上，他状告的是萧玉的手下买通云氏酒楼的人往后厨投放老鼠。凤青鸾，你说有人让徐梅丢老鼠到米里陷害云氏酒楼，你可有证据？楚王殿下到。看到谢燕，萧玉的脸色黑沉了下来，送走了一个谢晋，还有一个谢燕。哟，楚王你怎么来了？这不关你的事儿吧？难不成是来帮前楚王妃的？这就不劳景王关心了。纪大人继续。谢燕从进来后，目光一直落在凤青鸾身上，有关这个女人的风波就没消停过。谢晋不在京城，这段时间就由他来保护凤青鸾不被萧玉那个疯子骚扰。凤小姐，刚才的问题你可有证据？有，将徐梅带上来。徐梅走上来跪到地上，是谁指使你做的这事？将人指出来。看到徐梅，张震半眯着眼睛，就见徐梅毫不犹豫地指着他。大人，是他3日前找上草民，给了草民100两银票，让草民在前日4时过后进入厨房，将老鼠偷进米缸，银票在这里。张震、徐梅指证你指使的他陷害云氏酒楼，你可认罪？大人，我不认。他说是我指使的，那就是我吗？他随便再指一个人，也是另一个人指使他的吗？大姐，你有证据有证人吗？要是没有，我要告你污蔑啊！张氏，不准威胁证人。徐梅，你有证据或证人，交代出来。张震找到我的时候，碰巧酒楼有位顾客撞见，他可以作证。那位顾客被带上来，名叫袁七。大人，那日草民是第一次去云氏酒楼吃饭，去找厕所时不小心走到了后院，看见徐梅在与这位壮士说话，壮士不知道给了他什么东西。他给的东西就是那张100两的银票。有目击证人，张震，这下你可认罪？张震无话可说。凤小姐，你说六皇子的另一位属下在食用火锅中将老鼠尸体放入锅中，是谁？有证据证人吗？凤青鸾指着站在萧玉身后的另一人向林，是他。有2名顾客亲眼目睹他往火锅中放老鼠尸体。2名顾客也走上来，分别是5号桌和10号桌的魏巡和周康。大人，草民亲眼看到死人将一只死老鼠拿出来扔进了锅底，接着他们闹了起来。由于事情闹得太大，草民不敢惹上麻烦，离开了现场。
是的，草民当时在看菜单，无意间偏头也看到了魏巡说的那一幕。向林，你认吗？大人，六皇子与凤小姐先前有些恩怨，不巧是六皇子撞上了云氏酒楼的食品不安全，凤小姐因此找人来做伪证，也非不可能。既然景王说两人有恩怨在先，岂不是说明六皇子的人设计陷害云氏酒楼的可能性更大？总不会由于此事不相干的人来为云氏酒楼指证凶手吧？张震、向林，此事本官已调查清楚，确实系二位故意为之污蔑云氏酒楼。按照大夏法律，张震和向林判故意污蔑罪，判处刑罚监禁15日，并赔偿云氏酒楼所有损失，澄清云氏酒楼声誉。云氏酒楼投鼠案破案，京城的人知道了是安邑六皇子萧玉的人故意陷害云氏酒楼的食品安全，经过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择日可恢复营业。小童和各馆的说书先生们都在说，你们知道安邑六皇子为什么针对凤小姐吗？因为他喜欢上了凤小姐，之前在陛下的寿宴上提出想要凤小姐和亲，可凤小姐与荣王殿下有婚约，还是荣王亲自求娶的圣旨，相当于凤小姐已是别人的未婚妻了。他还在想着人家，凤小姐不答应就三番两次对他纠缠，这次设计陷害，这是得不到凤小姐就给人找麻烦呢，人品实在是卑劣，公然来抢咱们大夏战神的未来王妃，大家说是不是应该将他赶出京城？一时间整个京城的舆论风向都在谴责萧玉。听到外面那些将他赶出京城维护战神荣王的言论，萧玉在景王府气得火冒三丈。是哪些人在传？本公子去杀了他们。六皇子殿下，我看你最近还是不要现身的好，等风头过去了再说。因为陷害的事，不仅萧玉被百姓们骂，连他也跟着一起挨骂。看到京城百姓们对萧玉一片骂声，骂得他跟只缩头乌龟似的，不敢出门。凤七鸾心情愉悦，青兰姐姐，畅元湖今晚会举办花灯会，可以游湖，好多公子小姐都会去，可热闹了。好不容易萧玉消停了，咱们去游湖放松放松吧。好啊，今晚一起去。吃过晚饭，凤七鸾和廖洛林相约去了畅元湖。廖洛林如同一只从笼中放出来的小鸟，拉着凤七鸾去租游船。哎，小姐们，今夜游湖的人太多了，最后一艘船已被一位公子包下，你们恐怕要等下一趟了。烟花秀马上要开始了，大家都是来看烟花的，没看完烟花谁会回来？船家，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这时，从船上走下来一名小厮，在船家耳边说了什么。船家喜笑颜开走过来道：“哎，两位小姐，包下这艘船的公子说，你们要是不介意，可以与他同乘，船上还有空房间。”真的吗？太好了，青兰姐姐，我们上去吧。船家，可否告知包船的公子是谁？小姐，公子说是老熟人，不会是你不想看到的人。凤青鸾犹豫了下，青兰姐姐，公子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不是萧玉和楚王，咱们上去吧。要是姐姐讨厌的人，再下来就是。看他这么高兴，凤青鸾无奈，几人一起上了船舱。凤小姐，好久不见。凤青鸾嘴角抽了抽，的确是老熟人，邀请他们同城的居然是高阳王世子尚修冉。尚世子，你没有因为先前的事与我们有芥蒂，还邀请我们同城，你人不错。那事误会已经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会有芥蒂？尚世子能这样想，那最好了。大家都不是扭捏之人。上船之后，船向着湖中心去。青兰姐姐，听说今晚为了向别国使者展示大夏风范，会有很长时间的烟花表演，到时候咱们可以找个好的位置观看。说完，他拉着翡翠去了甲板。夜风徐徐吹着，凤青鸾心中触动，想起远在明州赈灾的谢晋，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如何。凤小姐是在想谁吗？狮子说笑，我在欣赏湖景。凤小姐这段时间波折不少，荣王殿下又去了赈灾，凤小姐思念他属实正常。少世子不要胡乱猜测，是湖景太美，看入迷了而已。荣王殿下是凤小姐的未来夫婿，娘子想夫君又何不好意思？凤青鸾不再说话，廖洛林从外面进来。青兰姐姐，快出来，烟花秀马上要开始了。几人来到甲板对面的河湖岸，烟花冲上天空，在那璀璨的星河下绽放，照亮了整片湖面。几人丝毫没注意，另一艘船在慢慢朝他们的船靠近。公子，都准备好了，动手吗？高阳王世子在船上，找人拖住他。小玉目光轻眯，凤青鸾以为他会被京城那些不痛不痒的骂声吓到不敢出门吗？太小看他了，那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出来游湖。凤青鸾等人站在甲板上欣赏烟花盛宴，尚修冉忽而面色凝肃。有人来了。小姐，水里有人。凤青鸾往水里看去，只见顷刻间无数黑影从水中飞出。是杀手，小姐小心。
尚修染的护卫们也都从船舱出来保护他们。杀手的数量不少，一些人朝尚修染去了，大部分人的目标是凤青鸾。廖洛林和翡翠不会武功，凤青鸾冲薛子墨道：“保护他们！”船家有刺客，快掉头！此时的船家早没了踪影，他们这艘船停在湖中央。廖洛林看到有船过来，求助喊道：“救命！我们在这边！救命啊！”当他看到从对面的船房中走出来的人是谁时，廖洛林的喊声戛然而止。萧玉，他怎么会在这里？萧玉摇着折扇飞向凤青鸾的船。凤小姐，又见面了。你在玩什么把戏？你不会以为他们是本公子安排的吧？在你心里，本公子是这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我认为吗？又是无数烟花绽放。按照计划，夏明帝安排的人在今夜攻击凤青鸾，将他击入水中。萧玉挺身相救，等他碰了凤青鸾的身子，谁还会要他？他只能嫁给自己。2艘小船停在客船两边，从船舱里窜出来几十个穿着异域服饰的持刀男人。看到他们的打扮，萧玉瞳孔一震，是克伦国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萧玉怎么也想不到，克伦国的人居然也在埋伏他。将船上的所有人杀了，不留活口。这批人上船后无差别杀戮，他们这边的人不多，又是在湖中心，岸边来救援需要时间，他们必须保证在救援抵达之前不会被这2波刺客杀死。萧玉想去凤青鸾身边，一个杀手从水中跃出，直击萧玉而去。只一击，萧玉便意识到了对方武功非比寻常。他蒙着面，身形快如魅影，挥出的剑带着浑厚的内力。萧玉惊了，克伦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绝顶高手？他几乎难以招架，对方却是冲着他的命来的。蒙面人一剑刺穿了萧玉的大腿，拦住他！谁知对方完全碾压，将拦住他的人全部击飞到湖中，如同一颗炮弹飞向萧玉逃进的船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轰隆，船舱爆炸，断裂的木块漫天飞，在那些冲天的木头碎屑中，一个人影飞上天，又重重地落进了湖里。克伦国的刺客见目标解决，跳湖逃走。蒙面黑衣人在跳入湖水之前，看向凤青鸾，停留了片刻，旋即跃入湖中，消失不见。凤青鸾心中猛颤，蒙面人的眼神他很熟悉。霎时，凤青鸾脑海中冒出谢晋的脸。蒙面人难道是谢晋？你们都看见了，那名克伦国的刺客单杀了萧玉，是克伦国新派进京的高手吗？可能是。不管是谁，安义皇子在京城被别国刺客所杀，后续影响可不小，很有可能会引起安义国与大蔡国的战争。凤青鸾倒不一定这么想，这个问题谢晋在动手之前应该想过了。他想赶快回去侯府，说不定谢晋会在侯府等他。金兆府的船过来了，看到湖面上惨状和躺在另一艘破烂的船上的萧玉，侯知志吓了一跳，快速来到船上检查萧玉的情况。萧玉已经气绝，临死之前不知道见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画面，瞪圆了眼睛，身上没有一处完好的，致命伤是心脏爆裂而亡。世子，凤小姐，伤势可严重。两人表示没事，侯知志才放下心来。今晚的事非同小可，在别国，皇子死在了畅元湖，请世子和凤小姐、廖小姐与本官回一趟京兆府，将情况详细说一说。尚修染和凤青鸾没有异议，侯知志先询问了打斗的具体情况，得知是有2批刺客分拨刺杀，最后是克伦国的刺客杀了萧玉。在萧玉抵达京城的时候，有克伦国的刺客一路追杀，没想到还是丧命于他们手中。事关重大，本官要上报陛下，可能明日陛下还要请世子和2位小姐进宫。今晚你们受惊了，先回去休息吧。回到自己的院子，凤青鸾将暗夜叫出来：“今晚你家王爷回京了吗？”小姐，王爷在明州赈灾。我知道，金陵是不是跟他一起去了？属下一直跟在凤小姐身侧，王爷带了哪些人走，属下不知。畅元湖杀了萧玉的那名刺客，你可有觉得他是你家主子假扮的？小姐，属下在岸边没有看清。见从暗夜这里问不出什么，凤青鸾让他退下。凤青鸾想着谢晋知道自己回府后会等他，然而等到了后半夜，谢晋都没有出现。翌日早上，秦雪来叫他，说宫里来人有关昨晚刺杀一事，陛下宣他进宫。凤青鸾，萧玉死了，他死在了京城，这下你满意了？陛下，臣女险些被克伦国刺客所杀，臣女也是受害者，为何安义皇子毙命，臣女会高兴？你以为这件事是表面看到的那样吗？你与萧玉一贯不和，若不是他知道你会去游湖，他会来找你吗？如果不是你将他的2大高手护卫送进了监狱，至于他在遇刺的时候没人保护而丧命吗？又是欲加之罪。陛下，萧玉的侍卫陷害云氏酒楼，臣女寻的证据正是他们自作恶送进大牢，走的是大夏律法。萧玉是安业国的皇子，臣女难道有本事命令他不准去畅元游湖吗？
这些事陛下都要怪罪到臣女身上，未免太不明智。凤青鸾还敢与他顶嘴？来人，凤青鸾顶撞阵，拖下去斩了。禁军从外面进来，请陛下三思。昨晚的事臣可以作证，臣也在船上。第一波刺客先是冲着凤小姐来的，后来克伦国的刺客出现无差别杀戮，凤小姐是受害者。安义六皇子是别国刺客所杀，不能算在凤小姐头上。请陛下冷静，以免让真正的凶手挑拨陛下与荣王之间的关系。听到挑拨他和荣王，夏明帝怒火更盛。他派龙隐卫暗杀凤青鸾，想让萧玉英雄救美。活着回去的龙隐卫将船上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刺杀与凤青鸾没有关系？可夏明帝就是气呀，他要利用萧玉来对付凤青鸾，没想到萧玉没派上用场，反倒把自己玩死了。因此上修冉说的话他不得不考虑，才让他更生气。如果到时候因为这事安义与大夏两国交战，他还得派谢晋出去作战，他现在的确不能再动凤青鸾和谢晋了。这时谢燕从殿外进来，父皇，克伦国的刺客们儿臣已抓到一部分，还有人在逃亡，抓到的这几人将与萧玉的尸体一起送到安义国。做得不错，一定要将杀了萧玉的那名刺客活捉，送到安义国让他们处置。是，父皇。还有，父皇，儿臣从克伦国刺客口中审问出，他们昨夜的任务是刺杀萧玉，到船上发现高阳王世子以及凤青鸾，便不留活口。刺杀一事是由克伦国人策划，盛世子和凤小姐都是受害者。谢燕都这么说了，夏明帝也没有理由再找凤青鸾撒气。行，接下来的事交给你去办，全都出去。看到凤青鸾等人出去的背影，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这个凤青鸾要杀了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叫来龙隐卫悬空，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陛下，畅元湖发生刺杀时，荣王正在闽州召集当地官员敲定赈灾方案，屋内的人都可以证明荣王身在那边。来畅元湖杀萧玉的人不是他。不是他还有谁？克伦国要是早有这么一个高手，萧玉早被杀了，何必等到昨天？继续监视荣王，有异常来报。是，陛下。悬空暗暗想着，陛下的要求也太高了，荣王哪里是那么好监视的？离开皇宫之后，凤青鸾道：多谢世子为我解围。凤小姐客气了，哪有受害者是当罪者的，简直是无稽之谈。陛下在气头上，凤小姐不要放在心上。凤青鸾没有说话。青鸾姐姐，萧玉死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和安义国会不会打仗啊？不知道。安义国王若是通情达理的，那他明白萧玉死在大夏，主要责任不在大夏，而在克伦国。但若安义国王想以此发兵的话，大夏也不会拒他。廖洛林哦了一声：青鸾姐姐，萧侍卫的伤好些了吗？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关心一下他不是很正常吗？他没事。为了感谢他，我准备了些药，待会儿和青鸾姐姐一起去侯府看看他吧。与尚修冉分开后，廖洛林和凤青鸾回了侯府。廖洛林去找薛子墨，凤青鸾对秦雪道：去收拾一下，我要离开京城。小姐，你要去哪儿？去明州。他要去问谢晋，证实心中的猜测。除此之外，不得不承认他有些想念谢晋了。廖洛林回来，知道凤青鸾要去明州，薛子墨也要去。青鸾姐姐，我与你们同去吧，我也想去为明州的百姓出一份力。带上廖洛林也没关系，凤青鸾同意了。当天下午，几人收拾好行李，离开京城，出发去明州。另一边，牢房里的张震和向林得知自家皇子被人刺杀身亡，情况特殊，夏明帝下令将他们从牢中放了出来。都怪凤青鸾，是他害死了殿下。是他，要不是凤青鸾，殿下也不会留至京城被杀害。我们要为殿下报仇。他们派人去打听，得知凤青鸾离开京城，前往明州去了。张震和向林互相对视一眼，为六皇子报仇的机会来了。两人集结了一波人手，朝着凤青鸾离京的方向追了出去。这次离京匆忙，凤青鸾只带了薛子墨一人，廖洛林也只带了翡翠。薛子墨赶着马车，四人离开京城，前往明州。晚上，几人到了庆城，找客栈休息。赶了一下午的路，几人都有些累。凤青鸾困意来袭，不知道睡了多久，听到走廊传来打斗的声音。小姐，有刺客！凤青鸾从空间调出狼牙棍，打开房门来到外面，10几个黑衣人在与暗夜和薛子墨打斗。洛林呢？在房间。凤青鸾，你杀了六皇子殿下，我们要为他报仇。小玉不是我杀的，是克伦国的刺客。要不是你，我们家主子根本就不会死。不管他是不是克伦国人杀的，你都脱不了干系。公子生前那么喜欢你，死后你得去和他陪葬。凤青鸾看到有其他人撞开了廖洛林的房门，向林长剑抵在廖洛林的脖子上，将他带着来到走廊上。想要他活命，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青鸾姐姐，我害怕。别怕，我们在这里。突然，面前一道寒光闪过，凤青鸾用狼牙棍横挡了下来。你不想要他命了？
放下武器过来。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夜来的目的。青鸾姐姐，不要管我，杀了他们！张震，你们不是应该在监牢，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为何？曾也是不止我们想除掉你，还有其他人也想杀了你。凤青鸾想到了夏明帝，这两人在金兆府监牢，不是夏明帝下令将他们放出来，他们哪里敢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凤青鸾放下狼牙棍，双手垂于身侧，借着袖口的遮掩，掌心出现数枚银针，慢慢朝向林走过去。就在他路过张震的时候，张震的大刀忽然挥起，猛地朝凤青鸾的脖子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暗器打向张震的大刀，还没有等他站稳，无数的银针朝着他的面门袭去。张震快速拿起大刀格挡，银针打在了刀片上，只有1-2枚扎进了张震的腹部。凤青鸾在银针上掺杂了剧毒，只要能够射中，便能让对方失去行动力。向林挟持着廖若灵，看到张震受到攻击，要下手杀了廖若灵。在他的剑还没有动手之前，一道更快的暗器打在了他握剑的手上。向林吓得下意识扔开廖若灵去抵挡暗器，凤青鸾冲过去接住廖若灵。若灵，你没事吧？啊，青鸾姐姐，我没事儿。去房间，没叫你出来之前不要出来。在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黑衣人冲了出来。此人身形快如鬼魅，张震带来的杀手们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呼吸间被解决。凤青鸾在对方第一次出手帮他的时候，就猜到了此人是谁。这会儿再看到那快捷如风的身影，心中更加确定了，是谢晋。黑衣人解决了刺客，想走。等一下！阿叶嗖的一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薛子墨则进了房间去看廖若灵。黑衣人走到一个安静的走廊，凤青鸾也跟着过去。谢晋，我认出你了，不要再隐瞒了。黑衣人转过身来，取下脸上的蒙面。真的是你，你一直在暗中跟着保护我。你为何来闽州？我想去看你。昨晚畅园游湖上是你杀了小雨，你的毒有没有大碍？没有。凤青鸾不放心，抓起谢晋的手腕查看，脉象平稳，确实没有毒发的迹象。2号解药对天眼下很有效，我还有一粒，你放在身上，有需要的时候把它服下。既然是你，怎么昨天晚上我在侯府，你没有出来见我？我不能离开闽州太久。那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去？是知道我们离开了京城跟着保护吗？谢晋没有说话，凤青鸾看着他，日思夜想的人就在眼前。他踮起脚尖，在谢晋的唇上亲吻了一下，随后抱着他高兴道：张震等人解决了，你有急事可以先去闽州。想到昨晚的刺杀，凤青鸾抬起头来问道：谢爷说他抓到了克伦国的刺客，没有供出你来，你是如何混进了他们中杀了小雨的？刺客的任务是杀了小雨，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谁会追究到底是谁杀的？原来如此。第2日，凤青鸾一行人又启程前往明州。谢晋在昨晚的事情之后提前回去了。1天后，凤青鸾4人到了明州之后，知州宁桃去接的他们。凤小姐、廖小姐，下官是荣王殿下派来接你们的。我是荣王殿下的表妹，这位是荣王殿下的好友。殿下在哪儿？殿下在东南街视察灾民的情况，2位小姐要去的话，下官可以带你们过去。东南街道搭着无数帐篷，这是什么情况？凤小姐，今年明州旱灾严重，10几个城镇的粮食都受到了高温天气影响，所种粮食颗粒无收，百姓们吃不上饭。殿下命州府库打开，派放粮食给灾民们。殿下在那边说接到你们，让下官带你们过去。凤青鸾有些担心，一般大灾之后必有瘟疫，谢晋这次过来应该带有太医，他待会得去问问太医门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殿下忙了这么久，喝杯水吧。表哥，我们来了。宁远听到有人叫表哥，转头看到2名貌美贵气的姑娘在朝他们走过去，脸上的笑容霎时僵住。表哥，我和青鸾姐姐来看你了。看到凤青鸾，谢晋声音温和。你来了。宁远听到谢晋对凤青鸾温柔的声音，心中不免嘀咕了起来，这女人是谁？看起来荣王殿下对她很好。他问父亲宁桃：爹，这2位小姐是谁呀？这位是荣王殿下的表妹廖小姐，这位是荣王殿下的朋友凤小姐。宁远的脸色不悦了起来，直觉告诉他，姓凤的小姐与荣王殿下的关系不是朋友那么简单。感受到眼前这位小姐投来的敌意，凤青鸾视线与她对上。原来是荣王殿下的朋友啊。凤小姐您好，我叫宁媛，你可以叫我圆圆。这些时日都是我跟在荣王殿下身边伺候的。你也是来伺候殿下的吗？你说青鸾姐姐是来伺候表哥的？你叫知州大人爹，那你是宁小姐吧？宁小姐，青鸾姐姐跟你可不一样，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这周袍难民的地方，向表哥献殷勤。青鸾姐姐是我未来的表嫂，陛下亲自下旨的荣王妃，才不是跟你一样伺候人的，明白了吗？宁媛的表情难看了起来。荣王妃？荣王殿下有赐婚的王妃，她怎么没听人说起过呀？
殿下，他说的是真的吗？她是本王的王妃，有什么问题吗？没想到凤小姐是荣王妃，不知王妃的身份，圆圆若有冒犯，还请王妃不要责怪，也请荣王殿下不要怪罪。宁远被他父亲的话一堵，心里越发不好受。几人说着话，将渠面色沉凝地走过来。王爷，饮水渠那边有点问题，请您过去看一看。事情来了，谢晋对凤青鸾道：“舟车劳顿，你先休息，我晚点回来。”我跟你一起去。谢晋没说什么，几人跟着江渠往饮水渠走。宁远也想跟上，宁桃将他拉住：“你干什么去？”“我要跟在殿下身边。”“哎呀，你跟着殿下做什么？你没发现，不管你打扮得多漂亮，如何找机会靠近殿下，他的态度始终冷淡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殿下对你没有意思。你算一个劲儿的往他跟前送，他也不会对你动心思。尤其人家的王妃都来了，你还跟上去凑个什么劲儿？”“爹，你知道什么？荣王有王妃了又如何？这不是还有侧妃控着吗？哪个王爷不是三妻四妾的？女儿做不了正妃，做个荣王侧妃也算是嫁进皇家了，也得父亲长脸了，不是吗？”“那也得看荣王对你有没有那份心思啊。”“父亲，感情是要培养的。女儿的美貌不足以让荣王殿下一见倾心，所以才更要时刻跟在她身边帮忙做事，慢慢打动她，让她喜欢上女儿。”宁远说完，不等宁桃再说，一路小跑，跟着朝谢晋等人追了过去。明州旱灾严重，凤青鸾走在稻田里，看到稻田种满的稻子都被晒成了干柴，连田里的泥土都晒出了干涸的沟壑。江渠说的修建引水渠的地方连通着一条湄河，要把那边的水引到明州，然后再灌溉到各个田地里。因为那边的地势比较窄，谢晋和凤青鸾还有江渠三人过去，廖洛林和宁远停在了这边。宁远的眼睛一直盯着谢晋，时不时又看向凤青鸾，带着敌意。哎呀，宁小姐，青鸾姐姐是表哥亲自去向陛下请旨要娶的王妃，心里只有她一人。我劝你在表哥拒绝之前，最好收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免得到时候难堪。人心是会变的，荣王殿下现在心里只有凤小姐，谁能保证他以后心里不会装下别人了？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廖小姐还是别替人操那份心了。你应该也喜欢过荣王殿下吧？自己得不到就阻止别人得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廖洛林也不与宁远争执。你爱怎么怎么，我提醒过你了，每个人都有喜欢别人的权利，我可以允许你正常竞争，但要是你在背地里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下作手段和勾当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啊！表哥和青鸾姐姐在这边待多久，我都会一直监视你的行动。廖小姐，你确定今日才到达明州就要与我作对吗？你敢监视我？就监视你，你要怎么样？你在大放什么厥词？这是我爹的地盘，别仗着你是荣王表妹的身份就可以对我颐指气使。我什么时候颐指气使了？你知不知道颐指气使这个词该怎么用？哎，你这人讲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怎么了？你管我？两人吵了起来，薛子墨皱眉往两人走去。追上来的宁桃看到宁远与廖洛林动手，急得脸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圆圆，不要闹！住手！快住手！两人都在气头上，谁都听不进去。两人所站的地方是一块小小的高地，推搡起来手上没个轻重，宁远推得廖洛林重心不稳，往后退去，站了2步没站稳，身子一倾斜，朝着草丛下面滚了下去。不知道滚了几圈，廖洛林落到地上，他被摔得七荤八素，感觉浑身的骨头都仿佛被打了一样，传来剧痛。他爬起来，手摸到了一个什么软软的东西，待视线清明，廖洛林才看清自己正摔在一具尸体上面。死人！有死人！薛子墨也从坡上来到了下面。薛侍卫，我在这里，沟里有死人。你有没有事？手肘有些疼，其他没事儿。薛子墨让他站在这里，自己去检查那2具尸体。2具都是男尸，看起来才死没多久。这边的意外吸引了凤青鸾的注意力，凤青鸾偏头看来，看到宁远朝草丛下方望着，没有看到薛子墨和廖洛林，他蹙了蹙眉心走过来。怎么回事？洛林呢？青鸾姐姐，我在下面，这里发现了男人的尸体。听到有尸体，凤青鸾也下去了山沟。果然，沟里躺着2人。凤青鸾粗略地看了看，才死不久，外形骨瘦如柴，应当是这片地区的灾民。看到这边出了状况，谢晋也返了回来。凤青鸾让下来几名士兵将2具尸体抬了上去。目前看来是死于饥饿。明州的灾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看到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想循着这边到明州城内。这个原因可以解释。谢晋让人将尸体送回明州，在士兵将其中1具尸体抬起来的时候，那人的胳膊露了出来。
凤青鸾眉心一拧，看到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等一下，他走到尸体面前，将那人的衣袖撩上去，出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此人的胳膊上有不少细小的黑点。凤青鸾拿出放大镜看，这些黑点居然是一个个的针孔，在这里发现了注射针孔。再仔细一看，除去死者皮肤周围沾上的泥土和污渍，针孔四周的皮肤颜色偏深。将尸体带回州府，我要验尸。怎么了？可能出大事了，回去细说。他心中打鼓，如果针孔如他猜想的那样，那具尸体的手臂中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稍微停顿了一下，一行人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凤青鸾没有看到廖洛灵，问江渠：洛灵去哪儿了？属下看到廖小姐和薛侍卫去水渠那边了。正说着，廖洛灵和薛子墨一起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我的荷包掉在沟里了，让薛侍卫陪我去找。找到了吗？没有，但是我们发现了个奇怪的东西。薛子墨手中拿出一支针筒，在看到注射针筒的时候，凤青鸾的心跳再次雷动了起来。在哪里找到的？在2具尸体后方10来米的地方。小姐，这针筒……在薛子墨的印象中，使用针筒的人除了他们家小姐，还从未有见过有其他人用过。发现针筒的事不要说出去。他脑中飞速转着，现代的注射针筒，古代不可能制作出来。他没有遗失过，那这针筒是从哪里来的？他记得迷途的雷鸣塔里面也发现过注射器，如今又在山沟发现针筒，要么是明州有其他穿越者出现，要么是迷途。可是迷途不是死了吗？那是有其他的穿越者。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件事都无法轻视，他得赶紧回去验尸，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而且他还想到一个可能，迷途死后尸体被送去了哪里？他得回去问谢晋。凤青鸾将注射器用手绢包起来，拿了一瓶消毒液给廖洛灵和薛子墨，将碰过针筒的地方都消毒一下，这上面说不定有什么危害药物。见凤青鸾神情变得慎重又紧张，廖洛灵和薛子墨互相看了看，猜测针筒的发现可能带来了很不好的事情。两人清洗了手，跟在凤青鸾身后朝谢晋追去。找到针筒的又一重大发现，凤青鸾告诉了谢晋，谢晋的神情也变得凝重。一行人迅速回了明州，将2具尸体抬到知州府里。凤青鸾让宁桃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带着针筒和尸体进入了空间。凤青鸾在房间内进行了解剖，谢晋让人去调查2名男性死者的来历。等到了晚上，凤青鸾从房间里出来，他神情疲惫，双眼却亮晶晶的。谢晋一直在等他。先吃饭。凤青鸾饿得不行，吃了晚饭后，让谢晋叫来江渠还有薛子墨，他有事要交给2人去做。查到了什么？2名死者手臂上的注射针孔是洛灵和子墨没找到的那只针筒注射进去的，里面有一种药物是有关恢复生命机能的，在死者的胸口处发现有更多的注射药物。简而言之，这种药物可以用来研究起死回生。起死回生4个字一出，谢晋立即想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注射那些药物能让死人复活？凤青鸾点头，在这个世界就他所知道的，除了他是穿越者，另一个是迷途。迷途会医会毒，死之前在替夏明帝研究长生不老和青春永驻之术，研究起死回生之术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可迷途已经死了，此外迷途和他能穿越，也不能排除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穿越者。但是其他的穿越者也会医术，这点凤青鸾觉得未免太过巧合了，因此他更倾向于迷途死后留下了什么。迷途当时被谢晋所杀，他检查过，迷途死透了。迷途死了之后，尸体送去了哪里？苍县县令命人送去了乱葬岗。你去趟苍县，看看他的尸体是否还在那里。是。江渠出去了，心里七上八下。迷途是一大毒瘤，那天晚上王爷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将他引出来除掉。如果有人想起死回生让他活过来，那这绝对又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凤青鸾想的也是这样，所以他才要尽快第一时间确认是不是迷途的人在作祟。排除了是他，别的穿越者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危害。还有一件事，2名死者并不是饿死，有1人是药物过敏，另1人也还是非正常死亡。对方用死者研究起死回生，肯定不止现在看到的2具尸体，需要用大量的活人或者大量的尸体。你让人去查查明州是否有人口失踪，或者每日死亡的人口数量是多少。现在是灾情时期，每天都有做人口统计，明州有其他的城镇难民涌入，人口处于波动阶段。那就不好调查了，还是去统计一下，说不定会有发现。薛晋将事情安排下去，凤青鸾又看向薛子墨，这段时间你看着点洛灵，不要让她出事。经过这次撞见尸体，凤青鸾发现洛灵这丫头有一种特殊的招式体质，这次是好的，但是细想之下并不怎么乐观。赶了一上午的马车，下午又忙着处理尸体。说完事情后，凤青鸾困意来袭，薛子墨有眼力见的出去了。我困了，要去休息，有事叫我。
谢晋走到他面前，在他额头上吻了吻。好好的去睡一觉。谢晋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凤青鸾出来后，院子另一边的2只脑袋齐齐地朝他望了过来。4人在房间讨论事情的时候，宁远和廖洛林又争执了起来。因为白天的事，2人吵了一会儿。凤青鸾出来看到的时候，2人都面红耳赤，刚吵完架。洛林，回去睡觉了。你们都说了什么？这么神秘，还要将我们关在门外？是不是在尸体上发现了什么？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知道的事吗？你谁啊？表哥和青鸾姐姐说事，为什么要告诉你？别给表哥和青鸾姐姐添麻烦。我与你说话了吗？我的事要你管。有些事与你无关，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想让你和荣王殿下2人之间有小秘密不让我知道而已。凤小姐，你现在还不是荣王妃，不能独自霸占荣王殿下，我们应该公平竞争。什么公平竞争？你跟谁竞争呢？青鸾姐姐是陛下亲自的荣王妃，还需要与你竞争什么？你都已经说了好吗？你胡说什么啊？我是那个意思吗？眼见2人又要吵了起来，凤青鸾头疼道：“宁小姐，天色不早了，回去休息吧。”他拉了拉廖洛林，将人拉走了。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宁远气得跺脚，想起刚才看到江渠出来了，可能是去找父亲了。他去问他爹，说不定能知道荣王在做什么事。1天后，苍县传来江渠的消息，迷途的尸体不见了。江渠说他再三确认过，乱葬岗没有迷途的尸体。迷途死了，尸体被盗走，谁会将他起死回生？又是谁在用针筒注射器和药物？他这么一说，凤青鸾感觉如有一道雷鸣在头顶上空炸开。是啊，这个问题他怎么没有想过？这么说来，更接近是有另外一个穿越者了，亦或者是说迷途知道自己会死，给后面的人留了其他的东西来，让他重新活过来。可是人死了还能活过来吗？这纯属是无稽之谈。调查的失踪人口和死亡人数如何？每日闽州城内失踪的人数在20到80之间，死亡人数在200左右。这是闽州城内的数量，别的城镇进来的人数无法统计。这么多人，派人搜查一下，失踪的人都被带去了哪里？此时，闽州城外的一个岩洞中，主教，逃走的那2个人尸体被凤青鸾带回城内，他们发现了什么？城里开始在调查失踪人口，我们或许暴露了。他就是凤青鸾，和谢晋杀了迷途的人。没错，主教。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有可能会全城搜寻。怕什么？闽州的灾情事情那么多，他们没时间管我们。他之所以选择在明州进行实验，就是因为尸体多，不需要杀人就能得到很多的实验对象。但有时也得抓些活人回来，让他们经历死亡，然后再进行复生研究。本来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没想到被凤青鸾来明州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看向旁边石台上摆放着的10来人，为了以防万一，等这波实验结束，3天后进行转移。是。去将知州的女儿抓来，另外再抓2个女人。主教，这会不会有些冒险？你不知道小心行事吗？快去。他需要几个健康的人来进行下一次实验。宁远手无缚鸡之力，又是知州的女儿，娇生惯养是最好的选择。知州府厨房，快点，熬好了没有？宁远守着丫鬟熬鸽子汤。他去找他爹，问荣王殿下在做什么，结果爹什么都不知道。见荣王还在议事房处理事情，担心他太过劳累，亲自督促下面的人给他熬汤补一补。小姐，您先回去吧，这汤大概还要熬制1炷香的时间，奴婢会送过去的。好，快点送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廖洛林一直在暗处看着他。他说过要监视宁远的一举一动。廖洛林蹑手蹑脚跟着宁远，宁远路过院子返回自己的房间。就在这时，突然2道黑影出现，打晕了宁远身后跟着的2名侍女。宁远听到身后倒地的声音，回头看去，只看到2道黑色的身影，接着被一个手刀劈在了脖子上，晕了过去。黑衣人将宁远和2个侍女扛了起来，快步来到门外，往外面跑去。廖洛林躲在走廊后看到了这一幕，跑回去找凤青鸾。青鸾姐姐，出事了！凤青鸾睡得迷迷糊糊，听到廖洛林的喊声，立即警觉地穿好衣服，从床上起来开门。青鸾姐姐，宁远被黑衣人掳走了，他的2个侍女也被带走了。往哪个方向去了？往后门左边的街跑了。你去叫人。他快速朝廖洛林说的后门追去，阿叶一直跟着他。然而等凤青鸾到了街上，哪里还有黑衣人的踪影？阿叶，你去追。凤青鸾站在了原地，脑中快速思索着为什么有人要抓走宁远。凤青鸾在朝暗夜的方向追去的时候，谢晋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往左边去了。谢晋揽住了凤青鸾的腰，带他飞向空中。阿叶在路上给他们留下了标记，几人一前一后追着黑衣人去。阿叶追踪的3个黑衣人都扛着人，没有发现有人跟随，于是他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郊外，看到他们进了一个山洞。谢晋带着凤青鸾也从后面赶了上来。王爷，凤小姐，他们在那里边。
在外等着，我进去。一起去。谢晋看着他抓住自己的手，反手握住他的，往山洞去了。安叶摸了摸鼻子，跟在两人身后。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放了我！有死人！救命啊！闭嘴！再叫，割了你的舌头！宁远双手紧紧捂住嘴，不敢再发出声音。有人看到你们抓人了吗？没有，将他们掳走时，院子里没有别的人。把人拉去隔壁洞穴饿2天。男子又指了指挨着岩壁的那几具尸体。死了，拖出去扔了。这次做的隐蔽些，要是再让人发现，小心你们的小命。下属们去抬石台上的尸体，转头看到洞口站着谢晋和凤青鸾，黑衣人吓了一跳。你们怎么找到了这里？杀了他们！下属眼里发狠，抄起一旁的剑朝两人杀了过去。伯虫去角落里抓起逆猿，挡在身前，朝旁边的另一个洞口移去。谢晋解决黑衣刺客，凤青鸾来到石台上检查躺着的人。伯虫想带逆猿逃离，逆猿眼看着离谢晋越来越远，预感要是被此人带走，无疑会被杀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咬在了伯虫的手臂上。伯虫吃痛，抬手朝着他的头劈下。电光火石之间，一枚暗器打向伯虫，伯虫手上一松，逆猿见机会来了，一脚狠狠跺在他的脚背上。伯虫下意识放开手，逆猿惊慌失措的踉跄往前跑去，一道黑影划过，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与斗篷男子打了起来，场面混乱，逆猿又慌又怕的尖叫着跑回侍女身旁。黑衣人相继被谢晋解决，伯虫武功不敌暗夜，眼下去会被活捉。他眼眸一立，在走壁中看准时机，掷出一个玻璃瓶打向暗夜。暗夜挥剑避开，玻璃瓶砸在他身后的岩壁上，一道淡黄色的水雾从炸开的玻璃瓶中喷溅。暗夜嗅到危险的气息，第一时间屏住呼吸，毒气散开。不远处角落里的宁媛和2名侍女，还有那周围的黑衣人，以及那石台上还活着的人都嗅了进去。有毒，大家屏住呼吸。他说完，感觉一阵头晕眼花。伯虫所用的毒效果迅速，谢晋将他扶住。伯虫看洞穴里的人都吸入了毒气，快速从洞口逃走。暗夜要去追，别追，将这里的人带出去。凤青鸾吃了一粒解百毒的药丸，也给了谢晋一粒，可以暂时抵制毒性。台子上的人还活着，将他们也带走。谢晋一手抓起一个男人，暗夜也过来，将剩下的一男一女拎起来。凤青鸾扶起宁媛，宁媛也吸入了不少的毒气，摇摇欲坠。凤青鸾几乎是拖着他在走。好不容易到了外面，凤青鸾查看了昏迷的几人，均有中毒。谢晋和暗夜功力深厚，情况好些。谢晋扶着凤青鸾放出了信号弹。等救援到达郊外时，凤青鸾昏睡了过去。醒着的人只有谢晋和暗夜，一行人返回城内。回到知州府，谢晋让太医给几人看诊。在太医的银针作用下，凤青鸾先醒了过来。谢晋，我在。凤青鸾看向他，谢晋的脸色透着苍白。他抓起谢晋的手腕一探，眉宇紧紧地蹙了起来。天眼煞被诱发出来了，你服下解药了吗？用了，我没事。凤青鸾心中着急，岩洞中那面具男的毒有些厉害，谢晋也吸入了毒气，量少却诱发了他体内另外的毒，他得尽快将毒气的解药炼制出来。他叫来了太医，问了其他人的情况。幸好凤小姐在之前给他们服用了解毒丸，虽然不能完全解了毒气，但争取了时间制作解药。凤青鸾从床上下来，照顾好其他人。他从暗夜身上抽取了一管血液进入空间，廖洛林听话的去照顾其中一名还在昏迷的少女。少女迷迷糊糊间感觉旁边有人走动，眼睛倏然一下睁开。廖洛林吓了一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少女扣住了他的手腕。好痛！暗夜在旁边见廖洛林被攻击，出手更快的扣住了少女的行动，压在身前。少女目光凶狠，回头瞪着暗夜。忽然她身子一软，倒在了暗夜身上。暗夜将人拎起来放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凤青鸾从实验室出来，将解药分散下去，又检查了谢晋的情况。他眉心蹙得更紧，等这波事情结束，他得赶快将天隐煞的解药彻底弄出来。谢晋的情况不是很乐观。服了药，少女再次醒来，看到房间中的众人，目光落到了凤青鸾的身上。你是谁？我叫凤青鸾，是我们救了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施雅雅。那个打我的男人呢？他在哪？找我？施雅雅锐利地瞪着他。你叫什么？暗夜。暗夜是吧？我记住你了。凤青鸾见这两人之间似乎有误会，转移话题道：施姑娘，你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那人对你做了什么？说到这个，施雅雅握紧了拳头。我路过明州时，在一个客栈遇到他，他让人在我的饭菜中下了药，等我再醒来就到了那个山洞，他不让我们进食，只给喝水，还给我注射了药物，我在那里被关了2天，有时醒来，有时昏沉。他给你注射的药物有什么反应？经常喘不上气，注射药物之后全身疼，失去意识。
施雅雅说着，几乎证实了凤青鸾的猜测。不过那人研究的复生计划还在最开始的阶段，仅靠他目前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会继续实验，放任下去，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死于他的毒手之下。给你们注射药物那人，你可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或者其他特征？我被抓之后时常处于昏迷中，只有一次醒了，装昏睡想逃走，看到他的左手有6根手指，衣服的袖口上有一朵黑色的5瓣花。后一个特征不明显，有意隐藏的话不容易发现。至于6指，也不具有唯一性，搜查起来也不好找。他看向谢晋，见谢晋眉心拧着，凤青鸾道：“你想到了什么？”据外面说，他所说的图案是百花谷制服的图案。百花谷？按照之前的推测，那人有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代的针筒注射器，可能他与迷途有关，他又与百花谷扯上了关系，看来得请百花谷的人来一趟明州。暗夜传信给司空。司空没见过迷途，如果他看到了迷途的脸，不知道会不会提供新的线索方向。待会儿我把迷途的画像画出来。2天后，司空得到消息，快马加鞭赶来了明州，见到了厉谷口中能够解赤鹫侯剧毒和克制谢晋天隐煞的天才医女。荣王妃，终于见到你了，久仰大名。司谷主客气。难怪荣王不需要我了，有家人在侧，还能很好的照顾你的身体，那还需要我这个臭男人呢？喂，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天隐煞的毒彻底解了吧？什么进行到哪一步了？天隐煞之毒，世间只有7色玄冰花能解，而这唯一的一朵7色玄冰花被凤青鸾服用了，它成了玄冰花的载体。谢晋与他行鱼水之欢，也可彻底解了体内的天隐煞。司空知道凤青鸾这一点，但凤青鸾不知道，一直在努力攻克的天隐煞的解药，其实就是他自己。见凤青鸾的反应，司空愣住了。怎么，你没告诉他？凤青鸾听出2人之间有秘密，眸光眯了眯。告诉我什么？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这件事等会再说，先进来说其他的。司空挑了挑眉，看谢晋这样，是还没有告诉凤青鸾要如何解他的天隐煞呢？可能给谢晋闯了祸，没再说什么，跟着谢晋进去了。房间，谢晋将岩洞中发生的事与司空叙述。你们怀疑面具人与百花谷有关？救回来的那姑娘说见到过那人的衣服袖口有百花谷的图案，加上他会用毒用药，因此特地请你过来。在此之前，你先看一幅画，你看看是否认识这人。司空走到案牍前，凤青鸾画的素描很清晰，司空的眉心渐渐拧了起来。你认识？此人虽有年老和年轻时的模样，但是很巧，他这2个阶段我都认识。他是谁？之前的赤鹫侯事件，厉姑娘跟你们说了百花谷的事情。3年前，我有一位师叔游历江湖失踪，而这画像上的便是我那师叔米萧。我画的人是迷途，是大夏国师，他利用赤鹫侯在江湖和朝廷造成数起惨案。上次厉姑来解决的赤鹫侯之毒，他也是幕后主使。几个月前，他被我们铲除，没想到真实身份竟然是百花谷那位失踪的前辈。可是迷途不是5年前来大夏国成为国师的吗？为何在3年前是百花谷的前辈？这不冲突，他有2重身份，百花谷和其他人互不知道。他这么说，凤青鸾明白了，迷途跟他一样是穿越者，他可以占用原主的身体，米萧也有可能3年前遭遇不测，被穿越者穿越过来占据了身体。施雅雅说的袖口有百花谷图案的面具人，司谷主可知道又是什么情况？司空的眉心一直没有舒展，反而蹙得更深了。当年师叔还在百花谷的时候，名下曾有一名弟子叫缪良，是难得一见的用毒高手，医学天分也极高，但此人心术不正，被一位老者捡到送来百花谷，想让他在谷内修心养性，能用医术悬壶济世。但事与愿违，缪良在百花谷装作纯良，暗中利用百花谷药库毒库做各种泯灭人性的实验。后来事情暴露，师傅要取他性命，是师叔将他留了下来，赶出百花谷，从此消失了。如你们所说，米萧被杀，尸体被盗走，现在出现了一人在研究起死回生之术，用的还是米萧遗留下来的器皿，那尸体极有可能是缪良。米萧对缪良有救命之恩。不管那人是不是缪良，他在研制复生的前期阶段，不知道取了多少人的性命了，等到后期将更有无数的人惨遭他的毒手。缪良心性阴毒，还擅长用毒，必须尽快找到铲除他。谢晋看向司空，他逃走了，你有线索能找到他吗？关于线索，或许有一条。之前江湖上曾出现过一起灭门案，所用方法是投毒，百花谷派人去调查过，用毒手法很像缪良的手法。那个帮派被灭掉之后，被修罗教接手，修罗教擅长用毒，使用过的毒看起来也有缪良的影子。你怀疑修罗教的背后是缪良？我让人去确认。
这也算是一条线索。关于谢晋的天隐煞，面具人使用的毒气毒性不强，却恰好诱发了谢晋体内的毒。天隐煞难以攻克，我没有头绪。对于此毒，司谷主有没有想到突破点？听到天隐煞发作，司空快速走向谢晋，抓起他的手腕切脉查看。果然，他的眉心慢慢的拢了起来。你这情况不妙呀！再不解毒的话，下次彻底发作，不管谁的解药都救不了你。有些事情该说就得说，别再拖了。听了他的话，那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又出来了。你们在说什么？司谷主，你知道天隐煞的解药？司空瞄了瞄谢晋。我知道，天隐煞的解药名叫做七色玄冰花。解药在哪里？既然知道解药，以谢晋的手段和百花谷的药库，以及名遍江湖的百花谷医者都没有拿到，凤青鸾暗道这解药必定很难得。近在眼前，解药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凤青鸾糊涂了，脑海中闪过无数的想法。可说到了这里，司空欲言又止，看了看谢晋，又看了看他，似乎不知道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你出去吧，我来与他说。司空点头，离开了房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解药在他身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也为神医用药将你救回来的事吗？你怎么知道？对了，你先前调查过我，可是解药与我小时候生病有什么关系？说到这里，凤青鸾猛然想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神医给我吃的药是七色玄冰花？这下凤青鸾更讶异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查得到那时他给我服用的是什么药，就笃定是七色玄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事吗？当然记得。你服用的七色玄冰花一直存在你体内，在楚王府后山时，我被人追杀，隐煞发作，你我意外圆房，而后将天隐煞压了下去。那时我便知道，你就是司空说的我要找的人。听完谢晋的话，凤青鸾大脑一片空白。谢晋在说什么？天隐煞解药在他体内，与他同房能压制，甚至能解了天隐煞？怎么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事？难怪司空第一次见面会问进行到哪一步了，原来他话里是这个意思。所以从一开始，你知道我能解天隐煞，后来接近我，是为了解毒吗？你是冲着解药来的？是。这个回答在凤青鸾的意料之中，心底涌上难以言喻的复杂。那是开始，后来我对你的心意如何，你知道。凤青鸾望着他那一汪深潭似的墨色双瞳，虽然话是如此，可是想到被他怀着其他目的蓄意接近，凤青鸾就觉得难受。可转念一想，当初是他先招惹的谢晋，后来想寻他也是为了想对他负责。说起来，他最初对谢晋也没有感情。不知道，事情发生了，他得好好理理，怎么才能接受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冲击。凤青鸾走出门外，廖洛林一直在等他。青鸾姐姐，怎么了？凤青鸾没说话，闷头往前走。是不是有关那杀人犯的？情况很不乐观吗？还是新来的那个什么百花谷谷主带来的坏消息？青鸾姐姐，你很不开心，是不是表哥欺负了你？你跟我说，我去帮你骂他。你想太多了，我没事。子墨，你陪着洛林。看到他这样，廖洛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薛子墨：“你刚才听到青鸾姐姐与表哥吵架了吗？”没有。得不到有用的答案，廖洛林抿唇，决定去问谢晋。他去了，一句话被打发了出来。廖洛林气愤了，心想：难道是宁远做了什么？他去勾引表哥，被青鸾姐姐发现，惹他生气了吗？这么想着，廖洛林握紧了拳头去找宁远。宁远，你是不是去表哥面前说了什么，又去献了什么殷勤，才让青鸾姐姐生气的？你脑袋被门夹了吗？跑进来说什么呢？还有，本小姐没让你进来，给本小姐出去。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做什么？我都差点死了，我这条命金贵的很，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她。我当然什么都没做，我要养病啊！廖洛林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人，说自己的命金贵的很。他这2天也在监视宁远，总担心在他休息的时候，宁远去纠缠了表哥。不过看他被问气成这副模样，暂且相信他没做什么，气冲冲的走了。廖洛林走后，宁远还在气头上。这个疯女人不知道又发什么疯，总跟我作对，气死我了！小姐，他说凤青鸾生气了，这是一个好机会。对呀，廖洛灵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荣王殿下与凤青鸾之间闹了矛盾，那我岂不是可以趁虚而入了？快给我梳妆打扮，再准备些点心，我要去找荣王殿下。另一边，施雅雅将暗夜约到院子中。今天我要好好与你比一场，你可别认为我是个女人就不尽全力，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施雅雅得知那天暗夜将她从山洞中带出来时是夹在腋下，如同另一只小鸡一样带出来，感觉一阵窝火。她堂堂文泉山庄的大小姐，岂能由一个男人如此欺负？你确定？那是当然，
看招！石雅雅的武功不算弱，可是在暗夜面前哪里是她的对手？暗夜如同看穿了她的招式，每次她的鞭子落到何处，她都能提前避开，只守不攻。你为什么不还手？看不起我？你这三脚猫功夫值得我还手？石雅雅恼怒不已，有章法而克制的攻击变成了凌乱的发泄。可不管他哪种打法，鞭子始终碰不到暗夜的身，越打反而越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子武功快如鬼魅，仿佛在戏耍他。你是不是男人？一直躲有什么用？暗夜轻笑，成全他，如同一道闪电，刹那间出现在施雅雅的身后，一掌拍向他肩膀。施雅雅躲避不及，扑通一声，直直落入了前面的水池中。我不会游泳。冷静了吗？我不服。不服就在水里多待一会儿。施雅雅一听，知道这男人是不打算救她了，想呼喊，却好像有无尽的水直往她的身体里灌，她疲惫不堪，沉重的像一团海绵，被那池水深深的拉向池底。暗夜看到施雅雅没入水中，飞身过去，将她从水里拎了出来。你是故意将我打入水中的？暗夜没有否认。施雅雅一阵气血攻心，想起来去揍他，视线一阵眩晕，倒在了地上。暗夜眉心一蹙，走过去探了探施雅雅的鼻息，发现她晕过去了，将人拉起来扛在肩上，把她送回了房间。凤青鸾坐在座位上，倒了一杯茶喝下后，理智恢复了些。谢晋说的那些话不停地在他脑中盘旋，他静默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来敲门。凤小姐，听出是暗夜的声音，凤青鸾打开房门。怎么了？施雅雅晕倒了。我去看看。到了房间，凤青鸾看到施雅雅浑身湿透的躺在床上。她怎么了？朝我单挑，敌不过就被打入池中了。凤青鸾沉默，好歹人家是位姑娘，将人家打入臭水池，哎呀，真是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凤青鸾给她把脉，她之前被面具人注射的药物还有残余在体内，剧烈运动导致心律失常，再吃2服药就好了。青鸾姐姐，我去房间没找到你，你在这里啊？表哥那边出大事了，你快跟我走。出什么事了？宁远又去找表哥献殷勤了，你快去阻止他。他不会对他有什么。我也知道表哥肯定不会对其他女人感兴趣，但是那个宁远恬不知耻要往表哥身边凑，实在是让我看得生气。青鸾姐姐，你还是过去看看吧，万一宁远使手段把表哥忽悠了呢？凤青鸾还是没有动。廖洛林看他一点也不着急，急得跺了跺脚跑了出去。青鸾姐姐太过伤心，不想理会表哥，她不能坐视不管，一定要去阻止宁远接近表哥。宁远带着精致的点心来找谢晋，借口有重要的事要与他商量。他以为谢晋会放他进去，在门口等了一炷香的时间，连谢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荣王殿下饿了吧？臣女做了点心，你休息一会儿品尝一下。房间里没有声音。荣王殿下，你是不是出事了？臣女进来了。说着他去开门，谁知手还没有摸到房门，隔着门里面一股强大的真气涤荡出来，打到他的身上。宁远惨叫，屁股重重的砸在了地上。好痛，好痛啊！小姐，您怎么样？我臀部好痛啊！宁远大叫着痛，脸色都白了几分，跟着的侍女将他抬走了。廖洛林跑过来时，刚好看到宁远摔在地上，四仰八叉的被人抬走的画面。不愧是表哥，跟你说过了，你在表哥这里什么也不是，表哥心里只有青鸾姐姐，你再怎么跟他献殷勤，也不会得到他半分眼神的。哎呀，还被打了，我还没见过主动凑上去挨打的，真是笑死了人了。笑话我，廖洛林，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廖洛林放心了，准备去凤青鸾那边告诉他情况。一个下属跑到谢晋房门前。殿下，城南出现了房屋火灾，不少难民受困，火势还在蔓延，出大事了。房门打开，谢晋从里面走出来。带路。侍卫赶紧带着谢晋走了。听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城南那边的宅子里住的都是不少无家可归的难民，出现火灾肯定伤亡严重。廖洛林不敢耽搁，快速去将这个消息告诉凤青鸾。房间，凤青鸾道：谢晋出去了。是啊，青鸾姐姐，火灾紧急，我们也快过去吧。走。谢晋到城南时，连排的房屋火光冲天，映照的整片天空都是红色。我儿子还在里面，快来人救火啊！明州本就干旱严重，水资源紧缺，又出现了火灾，稀缺的水源根本不足以拿来救火。进去救人，将一旁难民营的人全部疏散远离。是，殿下。听着百姓们的哭喊，谢晋眉心紧拧，一个闪身冲进了火海。司空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看到谢晋冲进去救人，也赶紧去救旁边那些被火烧伤的百姓们。凤青鸾赶来时，看到有不少伤患集中在一起。凤青鸾环视一圈，没有看到谢晋，去到司空那边给一个伤患处理伤口。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受伤？不确定，我也是刚到。房屋还在燃烧，士兵们在救人。看火势和人口密集程度，伤患不少。抿出的药材足够吗？应该够了，不够的话，他空间里可以取出来。那就好。我没看到谢晋，他去哪儿了？他进去救人了。凤青鸾手中的动作一顿，看向那在熊熊燃烧的房屋，祈祷谢晋不要出事。他这么想着，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王爷还在里面！凤青鸾着急不已，想冲进火海去。小姐，你别去，暗夜进去了。放开我，我去找他。小姐，暗夜武功高强，他进去一定会平安将王爷带出来的。你在外面接应，要是王爷受了伤，你可以第一时间处理。若你进去受伤了，王爷受伤了或是毒发了怎么办？薛子墨的话一下子将凤青鸾定在了原地，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谢晋的毒。轰的一声，又是房梁断裂，带起一阵高温炙烤，冲向在前方站着的人。眼见火蛇朝几人迎面扑来，薛子墨迅速挡在凤青鸾面前，帮他挡住那火。然而那火蛇在薛子墨背后冲了一下，薛子墨的后背便出现了一块黑斑。凤青鸾震惊了，这火蛇居然这么猛，不像寻常的火，尤其烧焦的气味中似乎掺杂了其他的异味。凤青鸾细致地嗅了嗅，猛然察觉到异常，是毒气。火中有毒气，快带着伤者撤离，大家快远离！大家快退开，快往后退！谢晋还没有出来。薛子墨抓着凤青鸾，防止他冲向火海。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他放开凤青鸾，正要朝那火堆中进去，就见里面几道身影从另一边闯了出来。凤青鸾一眼认出来那是谢晋，凤青鸾心惊胆战地去到谢晋身边。谢晋的衣服被烧黑，脸上布满了黑污，他身子轻颤着，双眸紧闭，嘴唇不正常地发着青色。凤青鸾快速检查了谢晋的情况，发现他体内的天隐煞有毒发的迹象，快速地将他脱离火海，撕开他的衣服，用金针封住他的心脉。他如何？算是稳定住了，他在火中吸入了不少毒气，与之前岩洞中面具人使用的毒气相同，不容乐观。是修罗教的谬良，是他放的毒气。司空之前见过这样的毒气爆发，几乎能肯定了他们之前说的面具人就是谬良。这场大火烧了4栋宅院，燃烧到了晚上，火势才渐渐熄灭下来。初步统计，这次受灾的百姓们达500多人，其中遇难者89人，大部分是最初那燃烧的房屋中没有跑出来的。中毒受伤者达到300多人，形势太过严峻，原本足够的药材也变得了紧缺。宁陶急得不行，旱灾还没有彻底解决，又出现了火灾，明州怎么这么的多灾多难？向谢晋请示后，宁陶将火势形势上报给了京城，请求京城派药材和大夫以及更多的物资支援。凤青鸾稳定住了谢晋的天隐煞后，这几日一直都在忙着处理烧伤和中毒的患者。谢晋的天隐煞虽然得到控制，但是这次情况特殊，火灾中的毒气也是之前谬良使用的毒气，能确定纵火的人是他，也确定了对方的另一重身份是百花谷被驱逐的天才毒医弟子。谢晋命人全力缉拿。这天晚上，凤青鸾熬好了药送过来，将药放在桌上，把药喝了。谢晋端起药碗喝药。你的情况司空都跟你说了吧，我们拿出的解药已压制不住天隐煞了。谢晋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凤青鸾被他看得脸上有些发热。之前的事我想通了。想通了什么？或许我们刚开始接近彼此都怀着各自的目的，但现在两情相悦，最初是怎样走近的不重要了。凤青鸾走向谢晋，摸了摸他这2日肉眼可见消瘦下去的脸颊。我会治好你的毒。你原谅我了。荣王殿下，你用膳了吗？臣女做了好吃的来照顾你用膳。看来他是粘上你了，不追到你不罢休。进来。宁远高兴不已，以为荣王殿下终于给他机会了，他欣喜地打开房门，还未进来就看到房间里的凤青鸾比他先到了，脸上的笑容霎时间僵在了唇角。他让人将膳食端进来放到桌上。饿了吧，陪我用膳。凤青鸾猜到他想要做什么，听话坐下。宁远不高兴了，他是来伺候荣王殿下的，荣王却让凤青鸾陪他用饭，他是伺候不好，不伺候也不好，终究还是不想伺候凤青鸾占上风。殿下，您先用饭吧，臣女不打扰您了。过来伺候本王用膳。宁远脚步顿住，他不要。怎么，你不是来照顾本王用膳的吗？本王给你机会还不过来？宁远撅嘴，自愿和被迫是2回事，如果是单独伺候荣王，他很愿意，可凤青鸾在，他要连带着伺候与他竞争荣王殿下的女人，他是疯了吗？才会那么做。宁远心里10万个不愿意，还是没有办法，走到桌前给2人摆好碗筷。
添饭。宁远又给两人添上饭，谢晋给凤青鸾夹了菜，两人用起饭来。吃了晚饭后，谢晋又让宁远准备他和凤青鸾的洗漱，直到将两人伺候到了床上，谢晋才放他离开。离开时，宁远红了眼眶，他这辈子没有受过这等屈辱。他伺候荣王殿下甘之如饴，可是凤青鸾凭什么也让他跟着伺候？他还不是荣王妃呢。荣王殿下命令他伺候凤青鸾，将他当成一个婢女使唤，他都能想象以后要是真入了荣王府，上面有一个凤青鸾压着，偏偏荣王殿下还对他百般宠爱，那他岂不是进了王府就是去给凤青鸾做奴做婢，跟个丫鬟一样伺候他了吗？想到这，宁远就浑身打了一个哆嗦。他不要做那种人，她是明州最珍贵的小姐，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生来就是让人伺候的，绝对不会去伺候情敌凤青鸾。这么一次之后，宁远打起了退堂鼓。谢晋将凤青鸾揽入怀中，凤青鸾解开他的衣服，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两人相遇的时候。第二日，凤青鸾醒来，谢晋还在熟睡。他查看了谢晋的脉象，比昨天平稳了许多，天隐煞也被压制了下去。凤青鸾很是惊奇，没想到世间还有这样的解读方式。他盯着男人熟睡的侧脸，他的眉心不像昨天那般紧拧着，看起来舒服了不少。凤青鸾挨着他蹭了蹭，困意来袭，又睡了过去。当天下午，京城送来的赈灾物资抵达明州，凤青鸾没有想到押送物资的人是谢燕。明州出现火灾和逃毒，你有没有事？明州遭到火灾，知州府请求增派物资上报给朝廷时，他主动请缨向父皇请求过来赈灾，就是为了想见到凤青鸾。多谢殿下关心，民女没事。他说了两句，指挥人将药材物资送到难民区。见凤青鸾对自己态度冷淡，谢燕也不生气，跟着去看难民的情况。凤小姐，请问这位是？经过这几日的相处，凤青鸾越发觉得施雅雅虽然对暗夜颇有偏见，动不动就想与他比试，却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姑娘。我乃楚王，这次物资运送的负责人，你是谁？楚王？你是一位王爷？石姑娘，你是怎么跟楚王殿下说话的？这位是陛下的三皇子，当今的楚王殿下，谅你不知道殿下的身份有多冒犯。殿下宽宏大量，不会与你计较，以后可记住了。施雅雅抿了抿唇，还真是一位王爷。凤青鸾见施雅雅似乎认识谢燕，你认识她？第一次见，是草民冒犯了楚王殿下，还请殿下不要责怪。谢燕没说什么，在宁桃的带领下去了难民宅院。两人离开后，望着谢燕的背影，施雅雅瞳孔中闪动着隐隐的兴奋，与她太像了，那眉眼鼻梁如出一辙，那人一定与楚王有关联，说不定两人还有血缘关系。他找了他那么久，没想到在明州阴差阳错的遇到了一个可能是他兄弟的人，因祸得福，他太幸运了。当天晚上，宁桃给谢燕准备了简单的接风宴，舟车劳顿，谢燕喝了些酒。散席的时候，他叫住凤青鸾：“你等一下，关于药材的事，我有事与你说。”凤青鸾停下来，用眼神示意谢晋先回去。说什么？谢燕看到凤青鸾对谢晋的眼神，两人的关系看起来似乎很亲密了。谢晋也在不远处等他。你喜欢上保皇术了？凤青鸾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叫住自己根本不是为了药材。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如果殿下不是找我要说药材的话，我先走了。说完，他转身要走，谢燕挡在他身前。不准走！凤青鸾，我知道凤书瑶的事让你伤透了心，但后来发现我最爱的是你，我对她没有半分情谊。再给本王一次机会，本王一定会将以前亏欠你的全部补回来。谢燕，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要我说多少遍？我对你没有感情了，不会再回心转意，请你收起你的自恋好吗？他想走，谢燕拉住他的手臂。不准走，我们之间还有话没说清楚。放开我！谢燕不想放，谢晋蹙着眉从不远处走过来。谢燕不想到明州的第一晚就与谢晋起冲突，还是放开了凤青鸾。没事吧？没事。他给了谢燕一个警告的眼神，带着凤青鸾离开。出来透气的施雅雅正好看到了这一幕，施雅雅去端了一杯醒酒茶走出来。楚王殿下，你醉了，喝杯茶吧。又是他。谢燕没有接茶杯，看到凤青鸾与谢晋走远，忽然醋意上头，抓住施雅雅的手，将她扯入怀中。凤青鸾，你对本王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凤青鸾回头看来，就看到两人靠在一起。凤青鸾沉着脸朝施雅雅走去。不用你插手，没看到施雅雅没有将她推开吗？凤青鸾这么一看，果然还真是。谢燕搂住了施雅雅的腰肢，施雅雅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朝凤青鸾递来一个不明所以的眼神。凤青鸾明白了，施雅雅是看上谢燕了，也没有再管这事，与谢晋走了。谢燕看到凤青鸾明明看到他与别的女人搂抱在一起时，吃醋想过来，被谢晋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话，又跟着他走了。心里的怒火在酒精的作用下蹭蹭蹭的燃烧起来。等到两人走到不见踪影，他猛地推开施雅雅。
楚王殿下，你利用我帮你气凤小姐，是不是也应该帮我一个忙？让开！施雅雅不让。本王心里只有凤青鸾，其他女人别来沾边。说完大步往前。施雅雅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谢燕这是将她当成追求者了，想跟上去说话，柳琪拦下。施姑娘，王爷不想见你，请你保持距离。让我保持距离？是他先动手动脚的，别以为是为王爷我就不会找他负责了。施姑娘，你应该知道殿下对你无意。谢燕在院子慢慢走着，听到身后柳琪的脚步声传来，问他道：柳琪，你是不是觉得我是自作自受？当初没有珍惜凤青鸾，现在对他说什么他都无动于衷。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本王？铁了心要与八皇叔一起，还气本王的？王爷，属下不知道。在他看来，凤小姐好像对他家王爷没有留恋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从前他对王爷那样痴迷的模样。我知道，他应该是对我彻底死心了，才会如此绝情，一点机会也不给。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他不喜欢我又如何？让他重新喜欢也不是难事。谢燕从袖中拿出一个锦盒，没有打开，将那盒子对着皎洁的月亮喃喃自语似的说道：凤青鸾，如果你忘了如何爱我，那我们重新认识一次，把前尘往事与恩怨一笔勾销。他对柳琪道：把施雅雅叫来。柳琪去了，没一会儿施雅雅被带了过来。殿下找我何事？在京城想踏入楚王府的名门贵女多如牛毛，你看起来不过是个乡野村妇。本王要你做一件事，你能帮本王达成，本王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但不能是入王府做肥做屑。本王心里只有凤青鸾一人，对别的女人都没兴趣。楚王殿下，方才我就想说，殿下怕是误会了，我来找你并不是心仪楚王殿下，而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打听谁？几个月前，我曾遇到一名年轻男子，来不及问他姓谁名谁，也没留下信物，正在寻他。今日见到楚王殿下，我看着那人与殿下有几分神似，不知道是不是与殿下有关系，想向殿下打听一下，殿下可否有兄弟？5个月前曾去了江南通州。向他打听是否有长得相似的兄弟去了江南通州。谢燕的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谢衡。5个月前，谢衡在江南巡盐，路过通州，这个女人竟然是冲着谢衡来的。谢燕思索着，施雅雅注意到了，心中更加雀跃，笃定楚王一定认识那人，心中猜测，难道他也是一位王爷？那时他从山庄女扮男装偷溜出来，遇到小偷偷钱包，小偷借着对地形的熟识穿街走巷，他没有第一时间抓住，让他逃走。他出来只带了一个婢女，银子被抢，只能回山庄。爹娘一向不想让他抛头露面，要是回到山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他对小偷紧追不舍，意外的遇到了那名公子。他见义勇为，命令下属帮他把小偷抓到。他想问对方姓名，贴的假胡子在奔跑时中掉落，侍女怕他暴露女儿家的身份，拖着他离开了。对方那宛如天神的俊美神颜让他一见钟情，回去后日益思念，实在是想再见他一面，于是从山庄再次出走，从江南一直寻他来到了明州。楚王殿下，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此人我知道。他在哪儿？也在京城吗？他也是一位王爷？你答应帮本王做一件事，本王就告诉你，他行踪不定，只有我知道他在哪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也看到了，我与凤青鸾之间有些小矛盾。我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本是两情相悦，被荣王横刀夺爱。我想追回凤青鸾，可经过刚才一事，他应该不会想见我。你帮我把他约出来。约出来什么？在他看来，凤小姐与荣王殿下虽然不是夫妻，但彼此眼中都有对方，正在甜蜜阶段，哪里像楚王说的横刀夺爱？你看到的都是表面，凤青鸾在与我置气，才会与荣王表现的亲密。我与他相识10几年，经常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是最深爱我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需要与他好好解释。只要你答应将他约出来，我就告诉你我那兄弟的情况。你与他只见过一面吧？对于他更多的信息，你不想知道吗？谢燕说的这点正中了施雅雅的心思。施雅雅当然想知道那位公子的更多情况，想了想道：什么时候见面之后，你不会做什么伤害他或者做很过分的事吧？他的武功和脾气，你觉得我能伤到他吗？我是王爷，他还不是说动手就动手了？我想挽回他，怎么可能会伤他？施雅雅想了想，好像也是，她答应了。等通知，柳琪会告诉你时间。
第二天，施雅雅与凤青鸾一起去了难民营，引水渠修建好，开始实施引水。下属来将谢晋请过去。临走之前，谢晋收到了一封从京城来的飞鸽传信，是江渠传过来的。信件上面只写着5个字：计划进行中。谢晋将纸条收好，与下属出去了。柳琪见谢晋离开了城内，将此事禀告谢燕。去通知施雅雅，让她把凤青鸾带去后院。柳琪找到施雅雅，将地点与她说了。施雅雅从外面去房间，看到凤青鸾在给一位大腿烧伤截肢了的患者换药。凤小姐，我找你有事说。什么事？这里不方便，你随我来。凤青鸾狐疑地看了他一眼。等一下，马上包扎好了。没一会儿，两人走出房间。廖若琳刚为一名患者包扎了伤口，看到两人，笑嘻嘻地跑过来。青鸾姐姐，石姑娘，你们要去哪儿？出去走走。正好，我也忙完了。胳膊好酸啊，我陪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了，我有私事要找凤小姐，单独与她说。哎呀，3个人的友谊终究是我承担了所有。行了，你们去吧，我自己去逛逛。这丫头越来越能说会道。凤青鸾无奈地摇了摇头，与施雅雅一起去了这座宅子的后院。施雅雅将她带到院子。凤小姐，我是来替人传话的，会有人来找你，我先走了。凤青鸾莫名其妙。施雅雅走后，从走廊后出来一个人。凤青鸾朝那边看去，是谢燕。她一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谢燕，你又在玩什么把戏？要见我，大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要让其他人掺和进来？我约你，你会与我见面吗？而且我要与你说的是，难民营太多人，不适合。凤青鸾察觉不对劲儿，戒备地看着他。你想说什么？我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又是这种事，凤青鸾不胜其烦，直接转身就走。柳琪挡住他的去路。凤小姐，我们家王爷的话还没说完，你不能走。凤青鸾转身看向谢燕，你要强硬将我留在这里吗？你不配合，我只能采取强硬的办法。要与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们彻底结束了？谢燕，我们和离了那么久了，你凭什么觉得我对你还有感情？谁给你的自信？谢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自顾自地说道：这次我来明州是特地为你而来，也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样东西。你若乖乖将它服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但你若是极力反抗，本王不能确定你将在反抗中受到什么。让我服用什么？谢燕拿出昨晚的锦盒，这里面装的是忘情丹，是我从山居仙士手里得来的。你服用了它，对于我们之间的前尘往事以及与八皇叔的感情都将忘记。你将成为一张白纸，到时候我们在一起重新开始。他说着话，眸光中闪烁着魔怔的幽光。凤青鸾，本王说过会让你重新爱上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要做到。谢燕，没想到你不仅眼盲心瞎，还是个隐藏的变态，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你以为我来明州仅是为了押送物资吗？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你。随着他话音落下，无数道黑影出现，包围了凤青鸾的去路。你确定要这么做？我没有别的办法。你将所有人都忘记，我们才能重新开始。服下此药后，你当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我会在你身边。柳琪挥了挥手，将人拿下，不要伤他。凤青鸾抢过一人手中的长剑，与侍卫们交起手来。柳琪也朝他攻去，还没靠近，一道寒芒闪烁的暗气朝他面门而来。柳琪避开，抬头看向暗气袭来的方向。暗夜从房顶跃下，手中飞出无数暗气，打向那些在围攻凤青鸾的侍卫。谢燕眸色深了深，荣王府的暗卫。他没想到凤青鸾身边居然有荣王的暗卫在保护他。楚王，趁事情还没有不可收拾之前，劝你收手。这是我与凤青鸾之间的事，得罪了八皇叔，我也必须要这么做。刘琦，将他拿下。说完，他抢过一个侍卫的剑，朝凤青鸾而去。他要亲手为凤青鸾吃下这枚丹药。侍卫们拿人艰难，不能打伤凤青鸾。凤青鸾的剑可是无情的，刺伤几人的大腿，让他们失去行动力。感觉身后有劲风袭来，凤青鸾长剑往后一送，挡下了谢燕刺来的剑，剑花一转，往另一个方向反杀回去。你的轻功是谁教的？是谢晋吗？与你无关。一直在院门口等着的施雅雅听到院子里传来刀剑相碰的打斗声，来到门口就看到院子里面打成了一片。谢燕似乎想要活捉凤青鸾，暗夜也出现了，与柳琪和其他侍卫们缠斗。施雅雅惊诧不已，冲进来喊道：住手，别打了。谢燕不是答应他不会伤害凤青鸾的吗？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有人偷袭凤青鸾，施雅雅一个箭步横踢上去，那人灵敏避开。施雅雅见楚王的人不少，不再与人打斗，出了院子去找薛子墨。薛子墨陪着廖洛林，自从凤青鸾让他跟着廖洛林后，他便一直跟在廖洛林身侧。薛侍卫，凤小姐有危险，你快跟我来。啊，她怎么了？青鸾姐姐怎么了？你不是和她在一起吗？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路上跟你们说。几人到达后院的时候，地上已经倒了一地的侍卫，他们身上各种剑伤，没有死，只是不能再打斗。谢燕惊讶于凤青鸾武功突飞猛进，他带来的王府暗卫们联合起来，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等他再次朝凤青鸾攻去时，一把长剑从旁刺来。谢燕瞥眸一看，是薛子墨，施雅雅也加入了战斗。廖若琳不会武功，在一旁急得不行，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没人听他的话。有了薛子墨和施雅雅帮忙，谢燕的人更加不敌。被禁足在王府的几个月，谢燕勤学苦练，剑术功力也进步神速。他示意侍卫们将几人分开对付，他则主要对付凤青鸾。眼见凤青鸾不少帮手，谢燕也顾不得让不让凤青鸾受伤了，猝然发力，在一人攻击凤青鸾时朝他背后偷袭。青鸾姐姐，小心！此时谢燕已掏出了药丸，准备在凤青鸾没注意的时候将药丸打入他的嘴里。眼见凤青鸾会受伤，廖若琳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猛地扑倒他身后的那名侍卫。因为他这一挡，又在大喊，谢燕趁着凤青鸾回头的瞬间，掷出丹药打进了廖若琳的嘴里。廖若琳只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他的喉咙吞进了腹中，捧着脖子惊恐道：“楚王殿下，你给我吃了什么？”凤青鸾听到声音，收手扶住廖若琳：“是什么？”青鸾姐姐，我不知道，好像是个丸子。药丸？廖若琳，快把忘情丹吐出来！他千辛万苦给凤青鸾准备的忘情丹，结果被这个女人吃了，那可是世间唯一一例。忘情丹？廖若琳愣住了，惊恐地望向不远处的薛子墨，想问是不是字面意思，他不想忘了薛子墨。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廖若琳腹部传来剧痛，一阵眩晕袭来，倒了下去。凤青鸾将她接住，坐到地上。薛子墨和施雅雅也来到了两人身边。凤青鸾把了廖若琳的脉象，对薛子墨道：“快把她送去房间。”薛子墨眉心一拧，将廖若琳打横抱起，送出院子。凤青鸾瞥向谢燕，如同在看一只蝼蚁，卑鄙无耻。谢燕，你真令人恶心。凤青鸾冰冷的眼神和话犹如尖刀插入谢燕的心上。谢燕怔愣地看着他，待人心急火燎地离开了后院，脸色沉凝的吓人。王爷，药让廖若琳吃了。说本王恶心？凤青鸾，那本王就恶心给你看。此生不管用什么方法，你都必须是我谢燕的人，就算是死，你也要与我葬在一起。凤青鸾让薛子墨将廖若琳送入房间后，让他在外面等着，将廖若琳迅速地送进了空间实验室。他要马上给廖若琳动手术，将忘情丹取出来。薛子墨站在门外，紧盯着房门，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如同一尊神像一样一动不动。凤小姐医术精湛，她一定不会让廖小姐出事。为什么帮楚王？我有我的理由。为了你的理由，欺骗凤小姐入她的局，将她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就是这么报答她对你的救命之恩的。楚王答应过我，不会做伤害凤小姐的事，我也没想到她这么狡诈，她利用了我。凤青鸾相信你，才没有对你有所怀疑，但显然你不是良人，没必要再在这儿，你该离开了。你什么意思啊？要赶我走？他知道今天这事的确是因为他的一己私欲造成的，让单纯善良的廖若琳受到了牵连，心中也很自责。走不走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说完，他大步离开院子去找谢燕。楚王，你不是说不会伤害凤青鸾吗？暗中下手，害了廖若琳，也害了我，太小人了。放肆！如此对殿下说话，还想不想要你的舌头了？怎么，殿下敢做还怕人说？你与凤青鸾之间的关系，恐怕不是像你告诉我的那样吧？你是来智慧本王的事的。楚王，你让我帮你做的事我做了，按照约定，你应该把我想要的信息告诉我。你那位兄弟在哪？他叫什么名字？他在京城，每日被关在府中，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你一个无名小卒，找到了他又能怎么样？能攀上他吗？他也是一位王爷吗？王爷？不，他是一块泥，被我踩在脚下。你找他不会有好结果，不如替本王办事。凤青鸾看起来与你关系不错，你骗他出来都没有怀疑，本王可以允许你成为为我做事的人。既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岂配得上为王爷办事？我只想找到我想找的人，不想参与其他的事。告辞。谢燕给他的回答模糊不清，并没有让他得到想要的信息。来时，施雅雅想到了一个问题：凤青鸾与谢燕是青梅竹马的长大的，那么关于谢燕的兄弟，他应该也知晓。等凤青鸾出来，有必要问一问他。他回到廖若琳的房间外等着，大概过了小半个时辰，房门打开，凤青鸾从里面出来。他怎么样了？第一时间取出了药丸，忘情丹易消化，若琳服下后消化了1/4，可能会给他造成不好的反应，具体如何，等他醒来后才知道。薛子墨紧张的神情松缓了一些。你担心他忘了你吗？
这段时间他看出来了，洛琳这小丫头心仪薛子墨，每次看到她与薛子墨在一起，都笑得见牙不见眼，看她的眼神含情脉脉。小姐，属下担心他不过是基于小姐重视，你不想他出事，属下自然也不想。他忘不忘记属下，这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回答认真又郑重，凤青鸾被他的样子差点逗笑。薛子墨还没有意识到洛琳喜欢他，他的回答要是让那丫头听到了，可能要伤心了。凤青鸾在难民营与谢燕的人打起来的事，谢晋那边也知道了，将外面的事情处理完后回来，叫去暗夜，让他将今日在后院发生的事事无巨细的汇报给他。当得知谢燕企图让凤青鸾服下忘情丹，抹去他现有的所有记忆，谢晋周身的气场犹如笼罩在了冰霜之中。后来洛琳小姐出来帮忙，阴差阳错服下丹药，凤小姐对她及时救治，将丹药取了出来，残留了一部分被洛琳小姐吸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凤小姐说洛琳小姐将在明天醒来，到时候再看情况治疗。他汇报完，谢晋让他下去看廖洛琳。水渠的事怎么样？可以实施引水了吗？今晚可以将水引到曲河，闽州有救了。你们在后院发生的事，阿姨和我说了，你想怎么处理谢燕？谢燕是皇子，暂时不能杀他，他又日渐癫狂，放任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出乱子。我在想，他不是与太子斗得厉害吗？给他找些事做，他就没有时间盯着我了。除此之外，这次的事得让他付出代价，为洛琳出气，最好能被拿捏住。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他吃点苦头。你说说看。凤青鸾从袖口中拿出一个瓷瓶，这是他先前在实验室研究的毒药九山红，发作时会让中毒者仿佛置身于冰山火海之中，不会让人死，但很折磨人。1个月发作一次，每月需要找他要解药，用在谢燕身上，控制他的行动最为合适。关键他用的都是现代药物，这个时代的神医谁也无法解毒。谢燕不是想让我服药吗？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凤青鸾跟谢晋说了九山红的毒性，谢晋接过瓷瓶，按你说的做。他看了看廖洛琳关闭的房门，亲自去给谢燕送药。谢晋带着药直接去了谢燕的院子。谢燕还在想办法后续如何对凤青鸾出手，同时也知道谢晋回来后知道他在觊觎他的女人，一定不会轻饶他。不过他既然敢做，就不怕被谢晋知晓，也算是与谢晋公开抢夺凤青鸾。王爷，荣王回来了。谢燕还没说话，谢晋已到了房门口。八皇叔，你若是……他想说话，谢晋没给他机会，眼前一道黑影划过，谢燕还没有反应就被点了穴。谢晋捏住他的嘴，将一颗药丸送入了他的嘴里。八皇叔，你给我吃的是什么？毒药。谢燕面色骤变，柳旗拔剑刚出鞘，谢晋振袖朝他挥去，裹挟的内力的一掌打向他握剑的手，柳旗的手腕失去知觉。八皇叔，今日的事与柳旗无关，你要生气冲我来。你知道本王得知这件事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你依然做了，那就别怪本王不念叔侄之情。八皇叔，他们不过是下属，听命办事。你给我吃了毒药，想让我死，你还牵动其他人做什么？让你死没那么容易。九山红每月发作一次解药，不要让我再听到你骚扰凤青鸾。老实规矩，每月派人来荣王府取解药，可以留你一条性命。八皇叔，你想折磨我？我可是当今天子的儿子，你的亲侄子。凤青鸾和本王有婚约，算起来他是你未来的皇婶，你三番几次的对他动歪心思，没有即刻要了你的性命，当然得折磨你。谢晋，你不怕父皇知道你毒害我，怪罪你吧？凤青鸾是本王的女人，谁懂她都得问过本王，你父皇也不例外。谢燕还想说什么，身上传来一阵冰锥般的痛觉，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即使用内力也压制不了那剧痛的袭来，痛苦的倒在地上。王爷，你怎么了？柳旗反应过来，这应当是荣王给谢燕的毒药发作了，他赶紧将谢燕扶到床上，被子盖在她身上。即使这样，谢燕也还在叫冷。快去，多拿几床被子过来。侍卫又拿来了4、5床被子盖在谢燕身上，谢燕还是颤抖不止，似有千千万万刺骨的冰锥扎进她血肉肺腑，让她剧痛难忍，抽搐不止。柳旗沉着脸命人去请太医，谁知太医还没有赶到，谢燕忽然觉得肺里袭上一股燥热，将那锥心刺骨的疼痛击碎，通身的血液又沸腾起来，身上的温度骤然升高，让她如同被炙烤在火架上。热，把被子拿开。柳旗也看出来了，他皮肤泛着不正常的红，如同被高温烧灼，红得很不对劲儿，赶紧又将被子撤走。冰火两重天，一冷一热，犹如酷刑。谢燕受不住，在五脏六腑传至心间，一阵剧烈的撕裂剧痛后，喉间涌上心田，谢燕吐出一口黑血。这还不止，她痛苦地在床上翻滚，想昏死过去，又被痛醒，如此反复，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殿下，你忍一下，
属下马上去拿解药。他冲了出去，找到谢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荣王殿下，我们主子毒发了，请你赐解药。这么快就受不了了？殿下，王爷向你保证，他尝到苦头了，从此以后不敢再对凤小姐有任何心思。他亲口说的，让属下转达给荣王殿下，还请殿下饶过王爷这次。他早有了这个觉悟，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什么可以碰，什么是他不能想的，也不会受这番苦楚了。荣王殿下，王爷得到教训了，还请殿下看在数值异常的情分上赐药。即使他这么着急了，还是等了足足一盏茶的时间，谢晋才将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扔给他。回去告诉谢燕，本王想让他死，他必死无疑，再有下次可就没有解药了。多谢殿下。拿了药，赶紧返回院子，还没走近，听到房间传来摔砸东西和男人低喝的声音，柳琪大惊，快步回去，看到房间的地上躺着2具鲜血淋漓的尸体，是他离开时让门口的2名侍卫看好王爷，没想到再回来竟变成了2具尸体。王爷，你清醒一点，属下拿来解药了，你快服下。他又叫来其他侍卫，联手将疯魔的谢燕按住，掐住脸颊，快速地将解药喂进了他的嘴里。谢燕嘶吼着，眼眶充满了不正常的红血丝，直到几人把他按在地上好一会儿，谢燕浑身的暴力和颤抖才渐渐平息，再也经受不住折腾，解毒之后昏死过去。刘琦心惊后怕，九山红的毒性发作太要命，要是没有解药，每月来一次，他家王爷迟早会被这毒折磨疯。这时太医来了，看到屋里的情况，双腿一软。王爷，这是怎么了？他中了毒，你快来看看，能否有办法解？太医差点没有站稳，中毒？这可是楚王殿下呀，谁敢给他下毒？太医忙不迭地给谢燕检查，这一查，脸色难看的跟地上那些碎裂的瓷器一样。怎么样，有办法吗？王爷的毒巨猛无比，我从未见过，没办法解。此毒名叫九山红，劳烦太医跟其他大夫商量，一定要拿出解药来。凤小姐医术高明，我去请她过来看一看。不用，凤小姐不会解，此毒你们去商量，在殿下醒来之前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他猜测荣王的九山红应该是凤青鸾给他的，凤青鸾要下毒，又怎么可能会给他家王爷解毒？太医不明所以，没再说什么，处理了一些善后之事后离开了。在他们兵荒马乱时，凤青鸾那边也没闲着。今日的事是我的错，轻信谢燕，真的以为他不会对你做什么，让你身陷险境，还害洛灵受伤。我与你道歉，请你原谅。对于施雅雅，凤青鸾印象颇好，这姑娘单纯热情，看起来没什么心眼，但从这件事接触下来，或许正是因为她没心眼，才造成了这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何会帮谢燕？我在找一个人，与楚王相似，他可能知道。施雅雅将她与谢燕达成的交易的过程说了，凤青鸾明白了，这姑娘原来是为爱寻如意郎君。你没有与谢燕接触过，不清楚她的为人，这事我可以原谅你。洛灵不知道会怎么想。谢谢您，凤小姐，你太好了。等洛灵她明天醒来，我会向她父亲请罪，她要对我怎么惩罚我都接受。凤青鸾看她高兴，纯真成这样，家境殷实不差。江湖人心险恶，不是你该出来闯荡的。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你还是回家吧。不，我都打听到了，那个人可能在京城，没有找到他是不会回去的。楚王说他与你青梅竹马一同长大，你应该知道他是否有长相相似的兄弟。谢燕是王爷，他的兄弟岂不是都是皇子？你不知道大夏国有多少位皇子吗？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有位太子，还有战神荣王，主王也听说过。凤青鸾想了想，施雅雅形容的那人与谢燕眉眼相似，谢燕的几位兄弟都与夏明帝长相相似，他遇到的可能是太子，也可能是景王。能在几个月前出现在江南通州的，在那个时间段去巡盐的谢恒最符合。你要找的那个人可能是当今太子。太子？太子几个月前在江南巡盐，不过到底他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得你亲眼见了再说。我没听说过太子殿下有太子妃，他还未成亲吗？没有。如果他有了太子妃，你会放弃吗？我绝不与人做妾，父亲母亲也不会同意。能说出这话的，家里一般都有底气。冒昧问一下，你是哪家的小姐？我是江南文泉山庄的大小姐，实不相瞒，这次我从家里是偷溜出来的。他出门一次何其不容易，因此就算知道了要找的那人是太子，也要去见上一面。对于施雅雅的身份，凤青鸾没有太大意外。小姑娘很有勇气，为了见喜欢的人出走追爱，等她见到太子，也算了了心愿。凤小姐，谢谢你不计前嫌，愿意告诉我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来日有机会我报答你。等明日确定了廖小姐的情况，我先启程去京城了。想见到太子不容易，他住在东宫，在皇宫之中。前段日子出了些意外，他又被禁足3月，还没到解禁之日。你想看到他，除非能进入皇宫。施雅雅心头一沉，进宫才能见到他，对他一个寻常百姓来说很有难度。他望着凤青鸾，凤青鸾是未来的荣王妃，应该有机会进入皇宫，可他没好意思开口。
我会想办法的。当天晚上，东宫，太子殿下，我来助你达成所想，有意可以相谈。你能助我什么？自然是太子殿下最想得到的东西。谢恒眼眸眯了眯，让暗卫们退下，将人请进了房中。第二天早上，廖洛林醒来，凤青鸾等人都在等他。他茫然地看向屋里的人：“你感觉怎么样？知道我是谁吗？”青鸾姐姐。还记得我？我怎么会不记得姐姐？那你还记得房间的他们是谁吗？廖洛林朝其他人看去，视线缓缓地掠过谢静、施雅雅，最后落到薛子墨身上。他是谁啊？薛子墨，他这段时间一直跟着你，保护你，不记得了吗？我不认识他。青鸾姐姐，为什么你们都在我的房间？昨天发生的事你都不记得了吗？发生了什么？施雅雅看了眼凤青鸾，这应该是消化了的那部分忘情丹的作用吧。可是为什么她记得这里的其他人，唯独记不得薛子墨了？难道廖洛林喜欢的人是薛子墨？发生了一些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除了我们，你还记得你是谁吗？我是洛灵啊，是荣国公府的小姐。凤青鸾了然，不愧是忘情丹，忘记的是他喜欢的人。记得就好。饿了吧？我让人送饭来，你先吃点东西。他让下人送来膳食，离开的时候，廖洛林怔怔地盯着薛子墨背影出神，好一会儿才到座位吃起饭来。几人来到外面，凤青鸾道：“残留在他体内的忘情丹，让他的记忆发生了改变，没有忘记所有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症状会持续多久？不一定，他只看到了我们家里的人有没有忘记谁，得回去了才知道。谢晋想知道的也是这一点。至于廖洛林记不记得薛子墨，他不清楚两人之间有什么情愫，他也不甚在意。凤小姐，廖小姐喜欢薛侍卫吧？凤青鸾看向不远处的薛子墨，以他的武功，应该听得到他们之间的谈话。洛林明明说，我能看得出来，他对子墨有好感。都怪我，是我对不起廖小姐。那薛侍卫喜欢廖小姐吗？不知道。你有办法彻底医治他吗？他属于记忆缺失，在某件事或者给他足够的时间，或许会重新想起遗忘的部分。总体来说，没什么大碍。施雅雅叹了口气，确定了廖洛林的情况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之后，第二日离开明州去了京城。明州引水成功，之前在大火中受伤和因饥饿而形成疾病的百姓们，在这段时间的治疗和用药下逐渐改善，明州城的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恢复。当天下午，谢燕也以京中有事离开了明州。解药找得怎么样了？回殿下，太医说无法解九山红，得回京与其他太医们共同商议。属下已派人在江湖觅寻神医，也派人去了百花谷。谢燕的眼底充斥着无尽的恨意，太医都没有办法认出来九山红的主要成分，又有多少神医能解？他越发确定是凤青鸾给谢晋的毒。那个女人就这么恨自己吗？连这种阴毒的手段都用上了。3天过后，明州百姓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轨。谢晋和凤青鸾启程回京，离开的时候，宁远来送他。他两眼汪汪望着谢晋，欲言又止，深知自己是进不了荣王府，不能成为谢晋的女人了。在看向凤青鸾的眼神时，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荣王殿下和凤小姐是明州百姓的救命恩人，若不是他们，我们哪还能活得到今日？是啊，荣王殿下是我们心中的神，明州百姓永远感谢你。听说凤小姐是荣王殿下的未婚妻，荣王夫妇人美心善，是我大夏之福，百姓之福。明州的百姓们高声赞扬。在一片欣喜和激动的欢送声中，凤青鸾和谢晋踏上了返京的路程。翌日晚上，凤青鸾一行人抵达京城，谢晋回到荣王府时，江曲已经在等他了。两人一同进了书房。凤青鸾看了祖母后，回到房间早早睡下。第二天，小姐，外面有一个叫葛明的人过来找你，这人前2天来过一次，他说是小姐的好友，找小姐有急事。老奴告诉他您在回京城的路上，他今日得知小姐回了侯府，又过来见你了。请他进来。自从恢复记忆后，葛明一直在宁乡村生活。凤青鸾让他帮忙照看疯了的媚娘，若没有事情，他不会来找自己。管家将葛明带了进来。小姐，媚娘不见了。怎么回事？4天前我们去山里做活，回来后发现媚娘不见了。有人说看到她往村口走了，我们将宁乡村里里外外找了一遍，没有发现。我来京城也没找到，她失踪了。凤青鸾眉心蹙着，媚娘因受刺激精神失常，这段日子一直服药，状态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他失踪之前可有异常？没有，跟往常一样，生活很有规律，不管去哪里都会和我们说。这次突然离村，我想他是不是恢复了记忆，想回去百花楼？或许有这个可能。
萧玉死了，安义国的人也离开了京城。他若是恢复了记忆，想回百花楼，没什么顾忌。你去那里问过吗？去问过，没有。那我们再去一趟。两人装扮成两位年轻的公子哥，由薛子墨驾着马车一起去了百花楼。两人被姑娘们带进了楼里。小爷今日来，别的姑娘不要，只要花魁。去把媚娘叫出来。小公子，你不知道吧？媚娘是咱们以前的花魁，出了点事被客人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了，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咱们楼里现在的魁首是碧青，公子若想让碧青伺候的话，可以满足一些条件，奴家还得去把妈妈请来。这么麻烦啊？那我们自己逛逛吧，本公子不喜欢被人缠着，你们一边去。好的好的，公子，奴家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不来打扰了。等你想点咱们的时候，随时来呀。凤七鸾让人找了一个包间，与葛明进去。分头行动，发现异常不要轻举妄动，出去了会合再说。葛明点头，两人翻出窗外，来到后面的走廊上，分别往其他的方向去了。他转到了人烟稀少的后院，走到了一个偏僻的院落时，忽然听到那边传来了一声女子的惨叫。他循声找过去，这边是一处看起来闲置的房子。凤七鸾放缓呼吸，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房门下。还敢叫？去把他们的嘴堵上！你们既然入了这个地方，不好好听话接客人，细皮嫩肉的可受不了几鞭子。想活还是想死，你们自己选。他骂完，其中一个姑娘奋力地朝他嘶吼，姑娘眼神凶狠和倔强。周老五来了兴趣，把这个嘴里东西拿出来，我倒要看看他要说什么。那名姑娘嘴里的布被扯了出来，周老五走到她面前蹲下。呸！你们这些爱签刀的，把我们掳来干那些勾当，必良为娼，不得好死！哼，一个小贱蹄子也敢冲本大爷吐口水，我看你是活腻了。他抽出腰间的匕首，一下捅进了少女的肚子。少女嘴里吐出鲜血，倒在地上，瞪着眼睛死不瞑目。周老五站了起来，可怕的目光扫过剩下的几名少女。看到了吗？我想弄死一个人和捏死蚂蚁一样，不听话的人就是这种下场，死路一条。还有人想逃跑吗？听不听话？姑娘们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她们不停地点头表示听话。凤七鸾在门外握紧了拳头，没想到京城最大的百花楼里面的姑娘居然是这样来的。几个男人将姑娘们驯服之后，周老五走出房间，把尸体拖出去扔了，再饿他们一天，明天再交给刘妈妈。两个男的进去，将那名姑娘的尸体抬走。另一个房间剩下那几个不听话也不能全杀了，交给张牛，让他交给那人吧。好的，大哥，以前像这种宁死不屈的，咱们只能悄悄的解决，处理起尸体来很麻烦。但是现在吧，那边需要用人，咱们这边有人，把多余的不听话的送过去，还能赚上一笔，这活可真是好买卖啊！那可不，一个可以多赚100两，不听话的人也难以管教，送出去咱哥们赚些钱不好吗？走，喝酒去。方青鸾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将人卖出去，这又是一条什么线索？卖给谁？凤青鸾觉得这百花楼很有问题。他不知道，在他聚精会神望着屋里情况的时候，有一双眼睛已经在暗中盯上了他。拿下！凤青鸾刚站起来，警觉背后有暗器打来，侧身避开，暗器打在柱子上爆裂开来，毒物瞬间散发到空气中。凤青鸾心下一惊，迅速屏住呼吸，即使他反应迅速，也还是吸入了些毒物。敢在百花楼偷听，活腻了，杀了他！护卫们在这里打杀的时候，先前走出去的周老五等人听到了院子里的动静，脸色一黑，迅速返回，就看到凤青鸾与他们这边的人打了起来。他是什么人？怎么在这儿？呸！你这头蠢猪，只想享乐，连有人在听墙角都没发现。今日让他离开了这里，怎么向上面的人交代？还不快将他斩草除根！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偷听你大哥墙角，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上，把他给我千刀万剐的宰了！又有几人加入，凤青鸾猝不及防的吸入的毒物逐渐发作，视线开始混乱。周老五瞅准时机，猛地一甩鞭子打在了他的背上。凤青鸾吃痛，反手投出一柄匕首，打在了周老五的胳膊上。都给我上！凤青鸾又打翻了两人。随着时间过去，视线越来越晃，刀疤男见他即使中了毒，也还是难以将他杀了，长剑一挑，从旁边直接刺向他的脖颈。凤青鸾凭借着意志躲开走避，也还是被他打得节节逼退。在接下刀疤男的一击后，凤青鸾感觉胸口猝然传来刺痛，没忍住差点跪到地上。此时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他快不行了，就是现在，一块上！在他的命令之下，所有人都朝着凤青鸾砍去。凤青鸾咬牙，准备在最后拼死一搏。关键时刻，一把大刀从周老五的身后飞出，刺穿了他的后背，穿心而过。随着周老五倒下，一个人影也几乎是同时从周老五的身后冲了出来，将围攻凤青鸾的护卫们一个个解决。凤青鸾这才看清来的人是葛明，他没想到葛明武功竟然这么好，让他大为惊讶。对方连前2个头目被杀，有人大喊：有人打到百花谷，快来人！
葛明扶起凤青鸾，带着他飞檐走壁，越过围墙来到院外，朝薛子墨所在的巷子奔去，将凤青鸾送进了马车。薛子墨见两人出了事，凤青鸾背上还有伤，什么也没问，驾着马车快速离开。凤青鸾探了探自己的脉，问题不大，从空间拿出一粒药丸服下。去荣王府。薛子墨调转马车往荣王府而去。谢晋正在处理一桩案子。王爷，凤小姐来了，她还受了伤。谢晋放下手中公务迎出去，就看到凤青鸾脚步虚浮，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怎么了？看到他背上那道狰狞的鞭伤，还有鲜血溢出。江渠，去拿药来。他带凤青鸾进了房间，凤青鸾趴在床上，谢晋割开他背上的衣服，清理伤口。媚娘失踪了，刚才我们去了百花楼，发现了一些东西。凤青鸾将他在百花楼看到的拐卖良家妇女、逼良为娼的事与谢晋说了。百花楼目无法纪，看着见不得光的事，你派人去查查，将被囚的姑娘们救出来。很痛吗？不疼，是气的疼。这件事情我会查，你别太着急。我本不想打草惊蛇，还是被人看见了。那两个小头目虽然都死了，但今晚我们闯了百花楼的事，里面的人都知道了，肯定有了警觉，他们会将人进行转移。等你带人过去搜查的时候，只会扑了个空。都怪他不小心，没察觉到刀疤男的出现。处理好伤势，凤青鸾才看到谢晋在看到他身上的伤时，神情严肃的能拧出一盆水来。你待会儿要派人去查百花楼吗？现在不去，如你所说，人去楼空查不出什么，反而官府上门会引起背后之人的警惕。你看着办。不过百花楼背后的金主，你知道是谁吗？暂不清楚，不过百花楼的确不简单，里面的女人对官员特化，进行证据搜罗。你的意思是，百花楼里的姑娘们收集各个官员的线索和证据证物，汇报给他们背后的老板？那这背后的老板很可能是朝廷中的大官了。你猜的没错，放长线钓大鱼。今日这件事不是开始，已经有人在查了。另外，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怎么了？今日我接到2起报案，京城内有2人失踪，一位女性，一位男性。失踪？凤青鸾第一时间想到了缪良的复生实验。什么时候失踪的？8天前和3天前。那是在明州大火发生之后。缪良来京城了吗？不排除这个可能。在京城出现的2名失踪人员之前，还有5起失踪案，均为女子。那5起发生在什么时候？1个半月前。那时候缪良在明州利用难民做研究，那5起失踪案应该不会是他做的。如果是的话，难道他有2个窝点？先得区分这2件事是不是一人所为，还是2拨人所为。没错，百花楼里被抢来的姑娘们，得查查他们的来历，或许在失踪人员的名单上。如果京城内的人被掳去百花楼的话，总有一天会被亲人发现。百花楼不会那么傻，那么那些人会去了哪里？这就需要调查了。在这里坐了一会儿，当天晚上，凤青鸾回了侯府。凤氏姐妹的情况查得怎么样了？凤瑞安在他看来是被人掳走了，联想到今天百花楼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这些人带走了。回小姐，大概2个月前，凤瑞安离开了京城。自从凤纯死后，凤瑞安和凤兆元去楚王府找过凤书瑶，从凤书瑶那里拿了一笔银子，2个人在京城快活。2个多月前，兄妹俩没银子了，又去找过凤书瑶。那时候凤书瑶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禁足在楚王府，他们没有见到人，于是凤瑞安偷到了一家商户100两银子，被商贩抓住，让他做小老婆，不与他计较。在凤兆元的帮助下，凤瑞安逃了出来，自此离开了京城，不知去向。凤少元呢？凤少元混迹地下赌场，手中有钱便吃喝，没钱也不知道从哪些地方搞钱。凤书瑶逝世后，世言再没管他们了吗？同样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楚王不许他们再住在暮云斋。我知道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去找凤瑞安，将他离开京城后去了哪里，与什么人有交集，是否被人带走了，都去查一查。宋鼎和宋修2兄弟领命下去了。小姐，你该休息了。对了，洛林说他明日来侯府，你陪陪他。是，小姐。第2天，凤青鸾用完早膳。小姐，府外有一位姑娘来找您，她说叫施雅雅。请她进来。施雅雅走到正厅，见凤青鸾面色虚弱又苍白，惊讶问道：凤小姐，您怎么了？昨夜没休息好，你在京城过得怎么样？还习惯吗？托凤小姐的福，住得还习惯。听说你们回了京城，我想着来看看。明州的事告一段落了吧？一切回归正轨。荣王殿下和凤小姐的善举，相信明州的百姓们一定都很感激。2人叙着旧，凤青鸾见他来，似乎不只是为了与他说这些。你见到太子了吗？实不相瞒，想进宫见到太子，对于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来说，连宫门都进不了，难于登天。凤青鸾猜到的也是这样的结果。一个平民想要进入皇宫，何其困难！你今日找我，除了叙旧，还是想找我帮忙？
凤小姐与荣王关系匪浅，你要进宫的话不是难事，只要你进了宫，带我去见到太子一面，我此生死而无憾。而凤小姐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也将永远铭记于心，报答你。我作为臣子之女，无诏不得进宫。要进宫的话，需要理由。荣王虽然可以随时进去，但要带上我也需要理由。连你也没有办法吗？你准备在京城待多久？我带的盘缠快用完了，最多还能坚持7天。7天后还没有见到那人的话，我就要找一份工作着了。如果你时间充足，等待合适的机会，我带你进去。在那之前，这段时间你住在侯府吧。那怎么行？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差点害你中了楚王的圈套。你答应带我进宫见太子，我都很感激不尽了。我何德何能还能住在侯府啊？侯府这么多房间，有什么不可？你暂时在这里住下，说不定以后会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派人去查了，文泉山庄是江南第1大庄，原主的外祖父母在江南，以后有什么事有文泉山庄罩着，也算是一份人情。好，以后凤小姐有需要我和文泉山庄办事的时候，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施小姐见外了。两人说着话，廖洛琳来了。青兰姐姐，好久不见，我好想你啊！小心，别冲撞到了小姐。青兰姐姐怎么了？你不喜欢洛琳了吗？子墨，你让开。小姐身上有伤，你慢点儿。怎么受伤了？是在明州伤的，还是回来伤的？青兰姐姐伤得严重吗？没事，一点皮外伤。皮外伤也是伤，一定很疼吧？小伤，养几天就好了。你回到家里后，可还认得家里的其他人？母亲还和姨娘都认得，弟弟妹妹们记不清楚。没事，好好调理，会恢复过来的。廖洛琳看到施雅雅也在，本来之前接触过的，她也没有怪罪。3人倒是相谈甚欢。不一会儿，管家又来禀报：小姐，宫里来人了，请您进宫去给陛下请平安脉。给陛下？啊，元朝公公是这么说的。凤青鸾不解，夏明帝不是3番2次想杀他吗？让他进宫去请平安脉，这又是闹得哪样？我准备一下，让他们稍等。他对施雅雅道：你装扮成我的侍女，带你进宫。齐雪，带施小姐去换身衣服。凤青鸾看了看天色，这个时候太子应该在给皇后请安，说不定进宫能遇到。到了皇帝所在的养心殿，请凤小姐在这里等一下，奴才先去通报。凤青鸾以为夏明帝要故技重施，让他在外面等上许久，谁知元朝公公走了没多久，孟太医走了出来。凤小姐又见面了。有太医在，还要叫他来请平安脉，夏明帝在玩什么把戏？凤小姐，我出来是想跟你说说陛下的情况。他压着嗓子，用着只有凤青鸾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些话。凤青鸾眼眸睁了睁，再看向孟翰林时，神情带上了一丝了然。凤小姐，请。两人一起进了养心殿。夏明帝躺在床上，面色看起来有些苍白。看到凤青鸾，夏明帝眼底掠过不满，又带着一丝警告，伸出手来让他切脉。凤青鸾给夏明帝脉象查了查，片刻后道：陛下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近段时日休息不够，好好调理会恢复的。他的说法与其他的几位太医说法一致。没有其他情况吗？为何朕每日都在吃仙丹和药物，却感觉精气神大不如前？那是正常的，是丹药和药物在陛下体内吸收的过程，陛下无恙。大家都这么说，夏明帝也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凤青鸾开了一张药方，夏明帝给孟翰林递了个眼神，孟翰林检查药方后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问题。凤青鸾离开了养心殿。其实他给夏明帝把脉时，发现他的身体出现了异常。他在进入养心殿之前，孟翰林让他不要如实说，并且给了他一个说法，说是荣王交代的。在他的检查中，夏明帝在服用杜迷，这种药长期服用会让患者认为自己的精力比原来越发的强壮，造成一种假象，实则体内一直在被消耗，直到有朝一日被完全掏空，生命枯竭。凤青鸾不知道谢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这些的，看夏明帝现在的情况，服用杜迷有一段时间了。几人在公道上走着，施雅雅看到凤青鸾在想事情，走的路好像是进宫来时的路，不是还要去皇后宫中见太子吗？难道就这样回去了？小姐，我们要出宫吗？经他一提醒，凤青鸾被拉回神智，想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劳烦公公带我去坤宁宫给皇后娘娘请安。凤小姐，没有皇后娘娘的传召，奴才不敢带您过去。皇后娘娘先前生病，由我为她医治，不知道她情况如何了，我有必要去为她检查送药，你且带我过去，到了皇后娘娘那里，她必会重赏于你。太监想了想，是凤青鸾要求的，皇后娘娘又会赏，她应当没有什么大罪。凤小姐，请跟奴才来。你看过陛下了，他情况如何？凤青鸾将对夏明帝说的话又对皇后说了一遍。陛下先前对你有诸多误会，不要往心里去。你医术高明，愿意来给本宫请脉，本宫很高兴。皇后娘娘过誉了。他给皇后探脉，下面的宫人来传报。太子殿下到。施雅雅正在原地，
这不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人是谁？前几个月在通州曾经帮过他的那位公子，果然是太子殿下。谢恒眼角一紧，察觉到有道炙热的目光在看他，冷厉的视线朝施雅雅看去。施雅雅吓了一跳，立马低着头看向地面。谢恒眼神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走向皇后恭敬道：儿臣给母后请安。起来吧。看到凤青鸾也在，谢恒的神情变得有些讳莫如深。凤小姐，你怎么来了坤宁宫？陈女士来给皇后娘娘请平安脉的。那倒是，与太医比起来，凤小姐的医术更为精湛，有你为母后的康健保驾护航，胡也放心。谢恒与凤青鸾说着话，又察觉到提着药箱的侍女在看他，他一看过去，侍女的目光就慌忙躲避。他蹙了蹙眉，心中有疑。凤青鸾拿出一盒滋补气血的药丸给皇后，在与她说话的时候，暗暗地注意着施雅雅的神情。很明显，在她看到谢恒时，神情变了变，猜到施雅雅应当是确定了谢恒是她要找的人了。又与皇后虚与委蛇了一阵后，凤青鸾借口有事告辞。凤小姐，母后还有事要与你说，请留步。皇后不明所以地看向太子，他有什么要说的？娘娘还有何事？谢恒看向皇后，示意她说话。皇后猜到太子是想做什么。是啊，你看本宫的记性，要不是太子提醒还忘了。凤小姐，你来，本宫有件事与你说。母后与凤小姐有事要说，儿臣就不打扰了。你们不走吗？宫人们一听太子是要让他们出去，纷纷退出来。施雅雅将药箱放在桌上，也一起出去了。皇后被赶鸭子上架，找了一件事与凤青鸾相谈。到了外面后，施雅雅想找个地方等待，一个宫女来找她。姑娘，太子殿下请你去别院。施雅雅的心突突的跳，太子请她？为什么？太子认出她来了？施雅雅忐忑不安地跟着宫女转过一道走廊，来到另一边的院子。奴婢参见太子殿下。你是谁？太子殿下，奴婢是凤小姐的侍女香惨。她的侍女姑见过，你不是她的人。姑进殿时，你看姑的眼神躲闪慌张，怎么？你很怕我？太子殿下天言，奴婢不敢直视。说，你是谁派来的？进坤宁宫做什么事？想对母后图谋不轨吗？太子殿下，奴婢没有恶意，还请殿下相信。你有些眼熟，我们在哪儿见过？是的，殿下，我们曾见过。在什么地方？你进宫是特地来见姑的？殿下，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几个月前在通州街上，有位小公子的钱包被偷走，是殿下命人帮那人将钱包找回来了。谢恒回忆着，他记性一贯很好，这件事怎么可能没有印象？你是那位小公子？正是，没想到太子殿下还记得奴婢。所以你从通州来京城，又混进皇宫，是为了来找本太子的？是，殿下，当时我离开的太匆忙，还没来得及感谢殿下，那些钱对我来说很重要，多谢殿下帮忙。谢恒眯了眯眼睛，上下端详起施雅雅来。这女人面容羞涩，看她的眼神中带着憧憬和迷恋。想到什么，她冷冽的声音放缓了几分。凤青鸾知道你是进宫来找姑的，你与她关系很亲密？我与凤小姐在明州认识的，她帮过我很多次，没有她，我进不了宫来见太子。她愿意帮你到这份上，说明对你的感情非同寻常。凤小姐是个好人。你在不知道姑是何人的情况下，从通州一路寻到京城，说明你不是基于姑的身份而来。姑身边太多尔虞我诈，你对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多谢太子殿下厚赞。姑在宫中见惯了勾心斗角，若姑不是太子，谁会对姑多看一眼？你是例外，让姑看到了真意。殿下，臣女受宠若惊，受不得你这么高的评价。哼，既然来了京城，好好享受京城的美好风光。太子殿下，我本打算见过你后离开京城。这么快？不想在京城与姑多见见面吗？殿下的意思是？姑当时见你便知你非同寻常，今日又得知你为了姑特地从通州赶来，这份情谊姑怎么可能感受不到呢？姑可以陪你在京城游玩。可是殿下，凤小姐说你在禁足期间。这不过是对外，姑想做什么事，还有人能管得住吗？你值得姑为你这么做。施雅雅简直要欢呼跃雀了起来。太子的意思是自己值得他为他打破规矩，对殿下来说他真的是很特别吗？你住在哪里？凤小姐请我住在侯府。凤青鸾是姑的未来皇婶，你们关系融洽，对姑来说是一件好事。不过最近京城不安全，姑想随时随地知道你的行踪。有异常情况，你到清水巷去，姑有人安排在那里。记住，你自己亲自去，不要告诉凤小姐。施雅雅疑惑，她怎么没听凤青鸾说起她与太子关系好？你知道吗？
凤小姐是前楚王妃，后与楚王和离与八皇叔走到一起。对于这件事，施雅雅是第一次听到。是如此吗？她之前是姑的皇嫂，关系尚可。原来如此。谢恒对他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伸手拨了拨他耳边的鬓发。姑没想到今日会遇到你，没准备见面礼，下次见面姑补上。施雅雅心潮澎湃地垂下眼帘。记住姑说的话，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是，殿下，我会记得的。两人说完，谢恒离开了院子。看到他消失在花园中的背影，施雅雅一颗心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他长这么大，从来心跳都没有如此快过。太子是你要找的人吗？是。他认出你来了吗？我们在殿内谈话时，你有没有找他？太子殿下出来后走了，我还没来得及与他说上话。太子说过的话，他还记在心里。他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凤青鸾和楚王有那么一段。难怪之前楚王说他与凤青鸾是青梅竹马，两人关系匪浅。凤青鸾不解了，难道是他想错了？太子没有别的想法？凤青鸾没问这事了。神见到了，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在京城待段时间吧。一路从通州来到京城，经历不少，人也确定了，了了心愿，能放松下来游玩了。也是，那就在京城好好玩玩。出宫之后，凤青鸾对薛子墨道：“去荣王府。”佘雅雅本来应该回避的，但她想着太子让她留意凤青鸾要做什么，与凤青鸾一同去了。几人一起来到了荣王府。管家告诉凤青鸾说，王爷不在府上，在京城郊外的朝云山去处理案件了。什么案子？老奴不是很清楚。凤小姐找王爷有急事的话，可以去那边。凤青鸾想了想，谢晋现在正在查的案子，不就是那些失踪案以及百花楼的案子吗？莫不是他去朝云山有新的线索了？问了管家具体位置，凤青鸾让薛子墨赶着马车去了京城外的朝云山。凤青鸾到的时候，看到地上铺着的草席上躺着几具尸体。发生了什么？上午有人来京兆府报案，说朝云山发现了人手，我带人过来挖掘，现已经挖出5具尸体。随着侍卫们的继续挖掘，陆陆续续又抬出来了3具尸体。直到最后一具尸体抬出来时，凤青鸾看到了那人的脸，他怔愣在了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走过去。躺在地上的那具尸体是媚娘。几日前有人看到她离开了宁乡村，没想到再发现她竟然在朝云山中挖出了她的尸体。施雅雅在看到这边挖出了好几具尸体时，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没见过媚娘，也不知道媚娘和凤青鸾等人有什么关系。想起来太子让他将发现的事告诉他的人，他很惊奇，太子怎么知道这边会有事情发生的？尸体全部挖了出来，总共有8具。凤青鸾要求将尸体带回府衙，他要验尸，希望能找出媚娘死亡的线索。在回京城的马车上，他与谢晋乘坐一辆。今日皇帝命我进宫请平安脉。我知道。我遇到了孟太医，孟太医跟我说了些事。你是什么时候对皇帝下手的？夏明帝对你出手，他不能留。长期服用度迷会使人内脏枯竭，你要杀了他吗？不会让他死得那么快，控制行动，夺取势力，等到他为大夏做出让步的时候。你是打算架空他，让他成为傀儡？孟翰林是太医院院首了吗？张眼贪污，正好太医院的人可以换心了。凤青鸾点了点头，有谢晋在，夏明帝应该是不成气候了。回到京兆府，凤青鸾让人将8具尸体抬进去，他要分别进行解剖，找出他们的死因，查出线索，调查真凶。你与凤小姐说一声，我先回去了。他离开了京兆府，然后去打听了太子所说的那个巷子。等找到院门，施雅雅敲了敲：“谁呀？”“我姓施，太子派我来的。”随后吱呀一声，大门从里面打开。“请问你是从通州来京城寻找太子的那人吗？”“正是。”“施姑娘好，奴家叫如宝，是太子殿下吩咐专门在此等候你的。请问你有什么要让奴才转告给太子的？”“奴府先进去再说。”“嗨，你看我这都忘了。姑娘请进。”施雅雅进了院子，有种在做贼的感觉。想到太子对她殷切希望的喜欢，心中对凤青鸾的愧疚之感全部消散。她决定只告诉太子这一次，仅仅是通报一个消息，太子在禁足中做不了什么伤害凤青鸾的事。他做好心理建设，将在朝云山发现尸体的事告诉如宝。第二天早上，凤青鸾将几具尸体解剖完。什么情况？这几人的喉咙中有大量泥土，说明他们在埋进土里的时候还活着，后死于窒息。他们身上都受到过各种殴打和鞭伤，衣服下皮肤没有一处好的，在死之前受过极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他们的身上都有针孔，体内也有之前缪良注射过的附生药物。他们是缪良杀的？暂时不能肯定，
缪良肯定有参与。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些人身上有旧伤，也有新伤，受刑的时间较长，在旧伤还未完全好的情况下，又添了新伤，最后才被人用药做实验，折磨得奄奄一息，埋进土里死亡。对了，查到他们的身份了吗？有3人的身份已经被证实，正是前几个月之前失踪的。花魁失踪的时间你知道？他们身上的伤也能看出是从那个时候弄出来的。可是有个问题，这几个月前缪良在京城吗？会不会是其他人做的？打伤的这些人，然后再交给了缪良实验？还有，我在媚娘的胃里找到了一张还没有完全消化的纸条，纸条上面写了些东西。凤琴鸾将纸条铺展开来，纸条已经残缺，能依稀分辨是匆忙写下的河苑和冈仓。河苑、冈仓，这是不是什么地名啊？可京城没有这2个地方啊。搜索京城周边区县，先按照地名和建筑去找。是，王爷。半个时辰后，东宫看到纸条上传进来的内容，谢恒得知谢剑和凤琴鸾今日的发现，眸光中带着幽深。让如宝告诉施雅雅一件事，让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凤青鸾，私下进行，别让人知道。暗处一道黑影得到任务，嗖的一下消失不见了。这一日，凤青鸾在研究一个东西，他感觉这次的事情有些棘手，研究的新玩意儿不知道会不会派上用场。凤小姐，我在街上听到了一个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什么？我听一个经常往返京城与绵城的商贩说，他在绵城发现有一处叫什么桂园的地方，有不少进出的少男少女，其中一人他认识，好像是京城失踪的少女。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将京城失踪的人运到了绵州那边去？你听到的消息可靠吗？那人说的信誓旦旦，将那女孩的家庭住址和样貌以及其他的特征都说了出来。我看那样子不像是骗人的。凤青鸾想了想他说的话，绵州离京城不远，百花楼作为京城最大的新楼，若是京城失踪的人在里面，多少有些冒险，说不定哪天被亲友发现。因此百花楼里面的女子大多数是从外面而来，还有一些身份出生地并不详的。谢晋查了百花楼的结果也是这样。施雅雅这么说，凤青鸾觉得很有可能京城这边失踪的人被送去了绵州。我告诉谢晋，让他派人去查。说走就走，凤青鸾风风火火地出去了。施雅雅盯着他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这个消息是前几日太子的人如宝告诉他的，让他将消息传递给凤青鸾。他犹豫了几天，见凤青鸾这边实在是没有什么进展，才将此消息告诉他。施雅雅有些拿不准，太子告诉他的这条消息是真是假？太子是在暗中帮助凤青鸾和荣王提供案件调查的新方向，还是有别的目的？太子在宫中又在禁足期间，他是如何得知这些情况的？还让自己转达线索，仿佛这一切都在太子的掌握之中。他有些茫然，万一太子不是好意帮忙，是要害凤青鸾而借了他的手，可怎么办？施雅雅脑中不停地翻滚着这个问题，看着凤青鸾已经走向了门口，顾不得再想太多，跟他一起出去了。乘坐在马车上的时候，施雅雅心事重重，没有说话。怎么了？闷闷不乐的。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近日京城发生的惨案，想着能不能为受害者们做些什么。你这就是在为他们做事，不是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调查方向吗？你说的那个地方或许可以查到重要线索。凤青鸾很相信他，丝毫没有怀疑。他越这样，施雅雅内心越煎熬。多谢你的信任。怎么着，我们也算是有过面的交情了。你的话我当然相信。施雅雅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没多久，马车到了荣王府门前，凤青鸾下马车，施雅雅也跟着下去。看到凤青鸾为了受害者忙碌，他却在这里挣扎和伤神，以及不确定是否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在凤青鸾快要走进府门时，凤小姐，请等一下。怎么了？我有事要与你说。这次他下定决心了，要将知道的事情告诉凤青鸾。回马车上，我有事要告诉你。两人重新上了马车，施雅雅将他上次去坤宁宫太子派人来请他，两人相认以及太子让他传递消息的事与凤青鸾和盘托出。我不知道太子的为人如何，刚开始确认了他是我要找的人后，我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才一时答应帮他做这事儿。可是这几天我缓过神来，发现这件事与在明州楚王欺骗我时的感觉一样，我拿不准了，还是决定告诉你，不想再像之前一样被人利用伤害到你。可能是我太傻了，他们都想利用我。不是你傻，是皇宫中人太多弯弯道道，没点阅历的人防不胜防。不过在没有酿成大错之前对我坦白，不也说明你变聪明了，能够意识到太子与楚王的行径一样，这是进步，不要往心里去。我以为你知道会责怪我，你为什么不骂我？不会，因为我早就知道了。什么？你早知道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何在听了你的话后什么都不做，直接来荣王府找人去调查？你听到的是谣传，不知真实性，贸然派人去绵州，未免太过草率。可你还是来了荣王府，你是故意着急赶来荣王府，其实是在试探我。你不是能将心事藏着的人，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
自从宫里出来后，你时常情绪低落叹气，我猜到你在宫中肯定发生了事，因此今日你出府，我让暗夜跟踪了你，见到了你去清水巷找太子的人。对不起，我不该有隐瞒的。事情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太子让你传信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凤青鸾又与施雅雅安慰了2句，下了马车去找谢晋。在书房找到谢晋后，凤青鸾将施雅雅坦白关于谢恒给他提示的事情告诉了他。谢恒既然传出消息引我们去锦州，不妨去那边看看。我们过去调查吗？不，楚王最近不是挺闲吗？让他去。说到谢燕，凤青鸾差点忘了还有这个人。太子想玩把戏，那就让他跟太子去斗一斗吧。两人说话的时候，蒋曲拿着一方图纸从外面走进来。王爷，凤小姐，查到了，媚娘遗留的纸条上的内容，探子们已查出来是什么了。合院的全名叫做永和院，是一处住宅。钢仓是一座废弃仓库，这2栋建筑物同时出现的地方是在京城下游有1天路程的伦化郡。媚娘应当是在逃脱出来的时候意外看到了这2个地方，但是并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在哪里，于是将这2栋建筑物当作是地标记了下来，后又遭遇危险，慌忙中将纸条吞入腹中，以便给找到他的人留下线索。应当是这样。查出关押人质的具体位置了吗？属下已命人查过了，在这2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叫梅庄的地方，有探子发现半夜此处有人异常出入，数量不少，也曾半夜听到这里有女子的惨叫声，这处可以重点怀疑。去准备，立马出发去伦华郡。蒋曲要出去。等等，此事不要声张，我先去看看。我与你一起去。好。派人大张旗鼓往那边去了，定会打草惊蛇，被对方发现而转移人质。他不妨先去一趟，确定真假。凤青鸾有空间，两人单独行动，万一是真，也可以找机会将被困的人员救走。等在东宫的谢恒以为凤青鸾和谢晋中了他的圈套，会去绵州，悠闲地看着窗外的月色。谢晋、凤青鸾，去吧，绵州有好事在等着你们，希望你们喜欢姑送给你们的礼物。1日后，凤青鸾和谢晋到了伦化郡，潜入梅庄。两人进入宅子后，悄无声息地四处搜寻。走到一处院落，谢晋听到远处传来女人哭泣的声音，两人循着叫声找过去，来到一处地下室。地下室看起来像是地牢，每个隔间里关押着不少的男女。在那些人中，凤青鸾看到了失踪已久、杳无音讯的凤瑞安。然而，从进入地牢的走道开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侍卫守着。谢晋和凤青鸾对视一眼，准备分开行动，将侍卫们放倒。谁知凤青鸾刚踏步出去，谢晋忽然抓住他，站在了原地。有人来了。顷刻间，无数的侍卫从地牢里冲出，堵住了他们的去路。从地牢深处走出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哼，还真是阴魂不散，连这里都找过来了。他也心下疑惑，太子怎么做事的？不是将谢晋引去了绵州吗？再次看到缪良，凤青鸾眼眸冰凉。杀了他们！所有侍卫从走道和院子朝着谢晋和凤青鸾冲了过去。在对方朝着谢晋攻来之时，谢晋踢飞最先朝他们攻来的人。凤青鸾则在应付过道中从地牢里杀出来的人。在他们逼近时，他掏出喷雾式毒药机，里面喷出的药水是他从实验室研究提取出来的杀虫剂。人的皮肤一旦接触便会腐蚀溃烂，效果极强。最先冲过来的侍卫们全都中招，发出惨叫。由于空间密闭和狭小，继续待在里面不能保证他和谢晋不会受到牵连。幸好谢晋将外面的人墙打出了一个破绽，揽住凤青鸾的腰，带着他才倒在地上侍卫的身上，3两个点跃来到院子。显然院子里面安排的人手更多。缪良从地牢走出来，凤青鸾和谢晋犹如困兽，被他的人全力绞杀，眼中露出势在必得。就在缪良以为今晚一定会取了谢晋和凤青鸾性命，房梁上又冒出了无数人影。那些人迅速冲入下方的院子，缪良以为是太子安排的另外的人，谁知他们落到院子后朝死士们杀去。缪良明白过来了，这些人是过来帮凤青鸾和谢晋的。有了江曲等人的加入，形势扭转，死士们难以招架，死伤人数暴增。凤青鸾有人护着，谢晋抽身去对付缪良。缪良身后的几名高级死士全都冲向谢晋，挡在他的面前。大师，情况不妙，对方攻势太猛，属下们先护你撤退。今晚是杀了凤青鸾和谢晋最好的时机，所有人安排出去，一定要杀了他们。大师，主子的命令是优先保护你的安全，你不走，属下强行动手。你在威胁我？就在两人僵持时，轰隆一声巨响，在他们左侧的一边房屋发生了爆炸，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是实验室，他们在毁实验室，所有器皿和药材都在里面，快救火！那些东西是师叔留给他的最后的东西了，如果毁坏，那他今后无法再进行复生实验，因为这个朝代根本做不出那些器皿和工具。来人，快打水来将火扑灭！
死士们的一部分在与谢晋和凤青鸾作战，还要被他命令去救火，死士们都觉得他疯了。缪良见使唤不动，疯了般自己冲去找水桶，去从缸里装水，去浇灭燃烧的房屋。可那房屋的燃烧极为迅猛，一桶桶的水冲上去，杯水车薪。他眼睁睁看着大火蔓延，完全笼罩了他的实验室。那间房里是他所有的心血。谢晋，凤青鸾，我要杀了你！刚一转身，就看到谢晋的剑直指着他的眉心而来，跟在他身后的死士们如同飞蛾扑火，全都蜂拥飞扑到缪良面前挡下谢晋。阻挡谢晋杀向自己的死士们一个个被他杀死，看到还能保护他的人越来越少，缪良终于心生恐惧，在剩下死士们的全力保护下，往来时的地牢口冲去。想逃回去哪有那么容易？谢晋解决完阻挡他的死士，长剑朝缪良身后追去。两个死士横冲出来接下他这一剑，谢晋击破两人的防守，剑尖直指缪良后心。缪良吓得尖叫躲避，在死士头领的保护下，还是没有完全躲过谢晋的剑。缪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捂着那断裂的肩膀，在最后几名死士的搀扶下，快速躲进了地牢。然而等他返回地牢时，发现江渠带着人已经冲入了牢房，正在将一个个牢房门打开解救人质。还敢回来？缪良，受死吧！想让我死啊，没那么容易。他一个箭步来到一块石壁前，伸手按住一个凸起的圆形石头机关，走到右边的墙壁，快速打开一道门来。哼，送你们一场盛大的好戏，一个都别想活。他按下另一个机关，和还仅有的2名死士躲进了石门内，石门迅速关上。江渠杀到时，只来得及看到石门关闭的最后瞬间，他一拳砸在石门上，让缪良这个变态逃走了。然而此时比气氛更加强烈的是，他听到了机括转动的声音。他回头朝地牢看去，地牢墙壁上各个出风口开始喷出浓浓的黑烟，刺鼻难闻。有毒，快捂住口鼻，快出来！有不少人还没有踏出牢房，就痛苦地倒在地上了。他们不停抽搐，身上的皮肤也都开始发生溃烂。被黑烟喷到过的皮肤上，江渠也感觉皮肉像是在接受炮烙之刑，痛苦难当。他意识到这黑烟的可怖之处，将还困在里面的人质们一个个地拉着带到了外面去。这黑烟有毒。话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凤青鸾来到地牢口，看到出来的人质们个个口吐鲜血，局部皮肤也都出现了溃烂，给江渠检查，心中猛地下沉。这毒太厉害了，顷刻间便会攻击人的5脏6腑，中毒者吐出的血块是被这剧毒腐蚀掉了的内脏。凤青鸾看向地牢口，里面有黑烟在慢慢地往院子飘散。烟出来了，快叫人撤离！谢晋命人去了郡守处，带着所有人离开梅庄，转移到了郡守府。谢晋让暗夜清点伤亡情况。王爷，这次任务总共出动30名暗卫，13名死亡，7人中毒，2人重伤。安抚其家人，做好赔偿。是。查出死士是谁的人了吗？太子让施雅雅提供假线索，引他们去绵州。实际缪良在轮化郡，不得不让他怀疑太子与缪良有勾结。这些死士很有可能是太子的人。缪良的人当场死亡的有52人，逃走了一部分，其余的跟缪良走了。那些尸体身上没发现任何线索，暂时无法识查出他们是谁的人。继续查，另外将死者的身份信息收集报上来。是，王爷。由于伤患中毒的人众多，流氓已将全城的大夫都叫了来。一时间，寂静的郡守府繁忙不止。在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存放尸体的房间，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手指突然动了动。不知道过了多久，2个小厮推开房门走进去。真是晦气，大半夜的让我们过来取遗物，这些都是死人呢，谁愿意来做这些事？有什么办法？你没看见院子里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吗？反正都是死人，又不会活过来，赶紧将他们的东西取了，交给上面的人，早做完早睡觉。2人打着烛火取尸体上能代表身份的物件，就在2人认真摘取时，没发现最边上的一具死尸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一人逐渐靠近，偏头看见原本死了的尸体坐得直直地看着他，吓得瞪大了眼睛。诈尸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逃跑，那死尸猝然朝他身上扑了过去，揪住他的脖颈撕咬起来。另一人被叫声惊吓，看到这一幕想跑去门外求救，却被一旁就近的那名醒过来的尸体抓住了脚腕。小厮咚的一声摔倒在门槛上，在尖叫声中被人拖入了房间。另一边，谢岩带人去了绵州，在一间名叫秋堂院的宅子里得到了线索，说那里有人大量买卖妇女，进行逼良为娼之事。谢岩立即带人前去追捕，在秋堂院搜寻了一圈之后，没有任何发现。王爷，这里没人。不仅如此，他还觉得十分奇怪，院子不小，里面却没人，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谢燕也察觉到了此处的不对劲儿。撤离！有刺客保护王爷！刺客们也不再躲避，从门内冲了出来。2拨人在院子中交手，
谢燕意识到他们是遭了埋伏，护送王爷离开。谢燕先前中了九山红，平时不影响什么，这毒发的时间不固定，如果他动用内力，说不定此毒随时会发作出来。谢燕的人在交手没多久后便有些力不从心，柳七拼死保护谢燕，送出了秋堂院，飞到马车上快速离开，死士们紧追不舍。去筑城军营，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连王爷都敢追杀？王爷，会不会是荣王设下的埋伏？应当不是。谢晋想杀他，那颗毒药就足够了，不会大费周章的设圈套。马车哪里跑得过单枪匹马的马儿？很快，刺客们追上了他们的马车，两拨人再次交锋，再次陷入了生死之战。谢燕被从马车内逼出来，他这边的人几乎全军覆没。他被九山红之毒牵制，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在与死士头领交手时，被对方的长剑刺穿了腰腹。他奋力一脚踢向对方胸口，反向作用力将他推得往后去。在夜色茫茫下，他不知道身后是一处悬崖，直直地摔落了下去。王爷跟着谢燕的身影也跳了下去。死士们来到悬崖口，谢燕受了这么重的伤，就摔落悬崖，肯定必死无疑。我们可以回去交差了。主子的任务是要谢晋的项上人头，没拿到荣王的换成楚王，咱们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全都下去，找到楚王的尸体，把头割下来带回去给主子。是。身影消失在夜色中，往下方的悬崖追去了。管家，有人说停尸房里好像听到了人的惨叫声。什么叫声？里面躺的都是中毒而亡的死人，谁会发出惨叫啊？这张三李四给死人取物件进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出来啊？可能这两个小子偷懒，躲在里面不出来了吧？走，我亲自去找他们。走到门口处，看到房门大开，里面一片漆黑，房间里传来阵阵血腥味。你们几个进去看看怎么回事。三名小厮提着灯笼战战兢兢地去了。三人壮着胆子走进去，发现原来躺着尸体的位置上没有尸体，而在他们那个原本躺过的地方淌着不少鲜血。几个小厮一下子就被吓到了，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他们提着灯笼去点烛火，偏头时看到里面的黑暗中站着一排排的人，看到他们像恶鬼扑食一般朝他们扑了过来。一名小厮吓得尖叫，转身朝门外跑。另外两人吓傻了，动作慢了一步，被那些人扑倒在地上撕咬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诈尸了，快来人啊，诈尸了！随着他的叫声，11名已经宣布死亡的人质，加上最开始死亡的2名小厮，13名附生人冲出房间，开始在院子里追着人撕咬。老爷，出大事了！什么事吓成这样？管家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一个附生人已经跟着他追了过来。他们来了，老爷，他们要咬人啊！流氓反应过来想跑，怪物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就在他以为要被扑倒时，一枚暗器从他身后打出来，打中了那附生人的眉心，是暗焰。附生人额头中了暗器，倒在地上。刘郡守吓得面无血色，腿软的倒在了地上。发生什么事了？管家见到荣王的人来了，连忙把刚才看到的情况与他说。刘大人，请你去把情况禀报王爷，其他人跟我来。主院，流氓和管家跌跌撞撞跑来，告诉谢晋春和院的恐怖情况。荣王殿下，死了的那些人复活了，他们在攻击人。谢晋眉心轻皱，死了的人怎么会活过来？他看了一眼风清鸾的方向，对暗风道：守在这里。快步往出事的院子去了。很快来到了春和院，眼前的场景令他吃惊，地上到处淌着人和鲜血。王爷，不要触碰伤者。谢晋让跟来的郡守侍卫们上前救人。王爷，这些人死了之后复活，力大无穷，没有痛觉，见人就咬。被他们咬死过的人，死亡之后很快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嗜血残暴。被咬伤的人暂时还没有发现会转变。先将发狂的人控制。郡守府的侍卫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附生人力气大，无痛觉，且还打不死。郡守府的人虽训练有素，但和拼起命来还不能杀的人对打，谁输谁赢还不一定。而荣王府的暗卫经过梅庄一战，还能行动的人并不多。不是对手也要控制，封锁院子和郡守府的大门，不准附生人逃出去。有受伤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谢晋将刘郡守告诉他的情况与凤青鸾说了，问题果真出现在人质身上。他看向被绑在廊柱上的最后一名附生人，幸好留下了一个原始的，接下来就是查看他们身上藏着什么秘密。暗夜那边的人也解决了，带着另外2名暗卫过来。清查郡守府，发现附生人即可绞杀。是，王爷。凤青鸾走向床底，躲在那儿的凤瑞安因为见过太多血腥，吓得晕死过去。凤青鸾将他拖出来检查，
发现他只是受惊过度昏迷，没有受伤。接下来怎么办？暗风去调遣驻守军守住郡主府，有人出去格杀勿论。那就好，还是你考虑周到。刘郡守走到谢晋面前，老脸雪白。荣王殿下，今夜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谢晋没有答话。这时一道身影从外面飞进来，落到院子中，是暗风。王爷，驻城军到达郡守府外，听候殿下命令。开门，让他们进来。没多久，郡守府的大门从里面被人打开。林将军，请进。林泽带着一支小队进入暗守府，越走近，血腥味越浓重。林泽一进去就被地上躺满的尸体和血流成河的触目场面惊住了。属下参见荣王殿下。林将军，配合暗夜和暗风清理善后，看押赏管。因为凤瑞安还在昏迷中，凤青鸾洗漱了身上的血迹，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后，率先研究原始复生人，将他带进了空间实验室。谢进去处理其他事宜，他命人将所有复生人的尸体堆积焚烧，大火足足烧了几个时辰，直到天明，所有的尸体变成了一堆灰烬。今晚这一出悲剧死亡惨重，与缪良脱不了关系，他命人全力追捕缪良，一定要将他抓住。荣王府的探子来报，王爷，楚王昨夜在绵州被刺客偷袭追杀，不慎坠落悬崖，生死未卜。查到刺客的身份了吗？刺客为死士，还没有。阿叶，把凤瑞安带来。他是从地牢里面救出来的人质之一，应当知道一些情况。没多久，凤瑞安被暗夜带来，看到谢晋，凤瑞安害怕的咚的一声跪在地上。荣王殿下，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哼，不知道什么？你知道本王要问什么？荣王殿下，我是被他们掳来的，本来我有机会逃出去，还是被他们抓了回来。他们是谁？他们是禽兽，把我抓来，想让我去青楼派老妈子来调教，不服从就会挨打，反抗的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他们送去那个地牢受刑。他的话语无伦次，似乎是在逃避什么。你还记得那些人长得什么样？让你去的青楼叫什么名字？那些人长得都很高大，去哪个青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来调教我们的那个妈妈叫赖妈妈，她的嘴角有一颗大黑痣。谢晋朝暗夜递了个眼色，暗夜身形一动，立即去调查凤瑞安说的那些人。在地牢时，面具人对你们做了什么？他们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我们被他们注射药物进行殴打，打了之后，他查看我们的反应，如果有人吐血，他会命令杀掉那人，让人拖出去扔了。我们被他用过药后殴打，感觉不到疼痛，只能看到身上的皮肉被打得泛青流血，好像身体不是自己的一样，那种意识与身体剥离的感觉太可怕了。原本牢中有多少人？80多。其他的人死了？死了吧，那几十人被陆续带出去后没有回来。在问了那些话后，凤瑞安的神志模糊起来，他精神涣散，谢晋让人把他带了下去。这时有人来禀报，王爷，凤小姐出来了。谢晋起身去了隔壁房间，在实验室里忙碌了一整晚，凤青鸾脸色略显疲惫，更多的是凝重和严肃。我检查了人质和被附生人传染的人，为了区分，简称张一和张二。张一早已死去，之所以被复活并攻击人，是他在生前体内被注射了一种名叫灵香粉的药物。这种药物并非一次性注射，少量多次注射之后，若对方的生命机能还能正常运转，不会发作，一旦死亡，毒素便会很快席卷全身，让他如同活人重新站起来。张二是被张一这一类的原始附生人攻击致死毒发，他们属于2次传播。张一的唾液中含有毒素，将其他人咬死后，毒素进入张二体内，在他们死后，磷香粉浓度达到最高，死亡之后也会变成跟张一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被张一一类原始附生人当场咬死的人，很快复活成了附生人，咬伤但没死的那些人，表面看起来还是正常人。昨夜事件中有多少被咬伤而受伤的人？22名，其中有5名伤情严重。重症患者单独关押，让人密切注意着他们的情况变化。目前没有磷香粉的解药，重症患者情况不容乐观，迫不得已等他们转变时要就地处决。暗风看守着。还有一个问题，凤瑞安是地牢中唯一还活着且没有变异的人，他身上说不定有至关重要的线索，你审问过他了吗？谢晋做事，凤青鸾放心，他找到凤瑞安，将他弄进了空间实验室。轮化郡忙碌着，谢恒在东宫也没闲着，死士回去禀报绵州的情况。听到谢燕被打落悬崖，没有找到尸体时，谢恒震怒：蠢货，昨夜那么好的机会没有杀死谢燕，坠落悬崖有何用？
殿下，楚完坠入悬崖之时，腰腹中了一箭致命伤，悬崖高度至少20米，他受那么重的伤掉下去，不可能还活着。不能活？那他的尸体呢？为什么没找到？可能是谢燕的侍卫追去悬崖，他没有死，把楚完的尸体带走了。谢燕摔落悬崖，非死即残，加派人手搜寻，一定要让锦州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姑不想听到有一天他回城的消息。是，殿下。死士退了下去，另一名死士进来。殿下，昨夜郡守府里的附生人全部被荣王和凤青鸾清剿，没有一人逃出来。全都死在里面了？是，殿下，荣王派人去调了筑城军，将郡守府围得水泄不通，所有附生人都被关在了里面。妙良在哪里？属下已命人将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被荣王砍断了一条手臂。断了手啊？那就没有多大价值了。殿下，要不要将其灭口？不急，先养着，或许他还能派上用场。绵州和轮化境的事情都没按照预想中的发展，不过细想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利益最大化的，实在让他没有想到这2件事阴差阳错的帮了他大忙。安置好妙良，别让他死了。另外，荣王不是在郡守府大杀特杀吗？派一拨人出去，将事情闹大。郡守府死了那么多人，可不是能瞒下来的。是，殿下。等荣王深信百姓们的舆情中，他拿出解药救人，让轮化郡的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收一波民心，既牵制了2位劲敌，还能大获权力，3全其美。谢燕出任务中坠入悬崖之事，很快也传到了楚王府。你说，王爷坠崖了？是啊，侧妃娘娘，殿下在绵州遇到刺客，不慎重伤坠崖，有侍卫也跟着他一起掉下悬崖。侧妃娘娘快进宫去，告诉陛下，让陛下派人去找殿下。备马，即刻回将军府。在后院养胎的凤书瑶得知谢燕坠崖失踪的消息时，险些昏厥。你听到的是真的，殿下当真坠入了悬崖？是啊，小姐，奴婢在主院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的。嫡侧妃已经快马加鞭的回将军府了。小姐，要是王爷没了，那咱们……凤书瑶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被太子盯上了，太子甚至让人来楚王府杀他。幸好谢燕念在他怀有身孕的份上，派人保护。若谢燕真的命陨，那他接下来肯定无法再活下去。忽然，他感觉肚子一阵抽疼。小姐，血，你流血了！随着之男的大喊，凤书瑶看向地上，看到腿间滴落的血珠，心里一紧，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皇宫得知谢燕出事，夏明帝大为震惊。怎么回事？禀报的人将谢燕被荣王派去绵州调查人口买卖，引来刺客追杀坠崖的事详细向他禀报。敢动朕的儿子，来人，派人去找楚王，一定要把他给朕找回来。他还这么年轻，体能也一日比一日更强。要是楚王没了，谢恒不就是一家独大？他还不想让位。第二天，郡守府没人出去，且还被筑城军重兵把守。喂，昨夜郡守府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我听到里面传出了好些鸡叫，叫了一晚上，似乎在杀人，血腥味极为浓重，很恐怖啊！不可能吧？谁敢在郡守府杀人呢？怎么不可能啊？军队都来了，还是连夜赶来，郡守府里肯定出大事了，事情十分严重，不然这阵仗。昨夜郡守府发生了什么？郡守大人，我女儿还在里面，让她出来见我。是啊，我娘在郡守府做事，说好今天回家的，她没回来，肯定出事了。郡守大人，我娘被你们杀了吗？你们在郡守府杀人吗？为什么？请放我娘出来！快放人，让他们出来！难道你们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啊，郡守大人，你出来说句话！百姓们闹得凶，但郡守府有筑城军守着，也不敢靠得太近。聚众闹事，再得寸进尺，小心把你们抓起来。那把我们抓起来啊，还有没有公道了？我们的亲人被困在郡守府，不知生死，还不能要求郡守大人给个说法了？这就是百姓的父母官啊！外面的动静，有人去向谢晋禀报。殿下，要不要属下带人去将他们驱赶？这样闹也不是个事儿啊。荣王殿下，让下官出去说说吧。你知道怎么说？下官知道。谢晋点头，让他去。郡守大人，你终于出来了。有人说昨夜郡守府在杀人，我们的亲人在里面，能否给我们一个交代，让人安心？是啊，郡守大人，我夫君昨夜被紧急调出，到现在也没有出来，我们的孩子才出生。郡守大人，求求你，让草民见见孩子的爹吧。看到妇人满脸哀求，刘郡守心情悲痛。昨夜进府的3名大夫无一幸免，尸体已被烧毁，他们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各位，请稍安勿躁。郡守府内是发生了一些情况，但请大家放心，我流氓
作为轮化郡父母官，一切都将以轮化郡百姓们的生命为第一要任，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威胁百姓们性命的事情发生。郡守府的情况不方便告知大家，请你们耐心等待，事情总有解决的一日，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流氓为官清廉，为轮化郡的百姓们做了不少谋取福祉的好事。听他这么说，人们互相看了看。郡守大人心系百姓，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暂且相信郡守大人。有人见事态轻而易举被流氓的一番话压了下去，可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郡守大人，你说给个交代，总要有个期限啊，是1天、2天还是3天？不能让我们一直这么耗下去，是不是？我们的亲人在郡守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何时才能亲人相见呀？是啊，郡守大人，给个时间，我们等着。流氓脑门一阵冷汗。荣王没说什么时候事情结束，凤小姐那边也还在研究解药，不知道多久能出来，让他给具体的时间，他无法确定。那名男子在提议给期限时引起了徐东的注意，这人从一开始扎堆在人群中，就一直在挑唆激起民愤，看起来跟个刺头一样，也没有说出自己的亲人在郡守府做什么，只喊放人。这会儿又逼郡守给交代时间，看起来有些问题。男子也注意到了徐东在看他，心虚的转移视线，声音也小了下去。想了半天，郡守府还是无法给出具体时间。请大家相信我，如果我不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自脱官帽，不做郡守。这么严重，直接用官位进行保证，这下人们还说什么？刘大人，我们也不是逼你，请你体谅我们对亲人的心情，我们相信你会给我们答复。大家伙啊，咱们也别在郡守府前闹事了，先各自回去等消息，别再给郡守大人添麻烦了。其他的百姓一听，也都絮絮叨叨地说着话，直到今日肯定得不到想知道的答案了，逐渐散开。看着人们陆续离开的背影，流氓内心万千复杂。他府里的那些下人尸骨全无，不管多久的时间，他也给不了交代。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这郡守府的位置无法再保住，不如趁现在还在位置上的最后时刻，为无辜惨死的百姓们争取时间，贡献最后一分力。刘郡守回到主院，将外面的情况汇报给谢晋。辛苦了，这是下官应该做的。去忙吧。刘郡守退下了。晚上，流氓安排了一批药材送进来，跟着进来的有一名明春堂的大夫和2名药童。这事儿是刘郡守暗中找信得过的人办的，要求的条件是只进不出，并且在府里看到的所有事守口如瓶。百合院的房间有20多名伤患，轻症伤患由你负责，有突发情况来梨花院找我。2个药童去将药材交给士兵，凤青鸾带着乔元去各病房巡视了解病情。哎呦，我肚子不舒服，想入茅厕，你去跟师傅说一声，等我解决完快来找你们。那你快点啊，我先过去了。小秋走了，小春往反方向跑回刚才走过的第1间病房。士兵大哥，小的是跟着乔大夫来送药材的药童，我师傅的药箱忘记在这个房间了，让我来取一下。士兵刚才见到过他，看到他是跟着凤青鸾来的，没有多加怀疑，放他进去了。没多久，小春从房间出来。士兵大哥，我记错了，药箱不在这个房间，抱歉啊，打扰你们了。 2名士兵啧了一声，让他快离开。小春背过身，嘴角咧开一个邪似的笑容，去追前面的小秋了。晚上用过晚饭后，百合园1号病房的病人突发腹泻。士兵大哥，今晚的饭有问题，我们吃坏了肚子，要上茅厕，请放我们出去。上头有令，不准放你们出来。屋里有夜壶，在屋里解决。 大哥，不行啊！夜壶怎么装得下我们5个人的粪便？再说了，1个人解决的时候，另外4个人能憋得住吗？人有3急啊，内急最急。大哥，我们是去拉屎，又不是逃跑。你们要实在不放心，可以安排人跟着呀。快点吧，我们真憋不住了。要是5个人拉在房间里，大夏天这么热，小的们倒是不在意啊。市民大哥看守也闻着那味儿，岂不是让你们跟着我们遭罪吗？哎呦，快，你去叫几个人过来。士兵跑去叫了3名士兵过来，打开房门，领着5人去茅厕。 1人看守1个，5名士兵在茅厕外面等着。随着时间过去，4名患者解决完，陆续从茅厕出来。周大雄最慢。掉坑里了，这么久还不出来？你们在这边等着，我去看看。他走向茅厕，在外面喊：“周大雄，完事了吗？”茅厕里没有响应，士兵察觉不对劲儿，冲上去打开茅房门，里面哪里还有人？茅厕的后方出现了一个大洞，刚好可以容1人穿过。士兵脸色巨变，返回来对其他人说道：“周大雄逃走了。” 你们将他们带回去，我去上报。士兵们意识到被骗了，立即开始行动。周大雄从茅厕逃出来后，避开有士兵们防守的地方，借着月色迅速地朝后院的一个狗洞跑去。他是伺候府里少爷房里的小厮。
小少爷喜欢偷溜出府去玩，特意让他暗中在后院挖了个狗洞，除了小少爷和他，没人知道。晚饭前进病房来找药箱的那名药童无意间说道，他们的家人在郡守府门前闹事，要见亲人。昨晚那些人是如何被侍卫和荣王的人斩头的，周大雄还历历在目。他也被那些怪物咬了，他不想再继续待在这可怕的地方，就算他最后的时光也要与父母待在一起。周大雄为着心中所想，快速从狗洞爬出来到街上，一刻也不敢停歇，朝着自己的家里跑去。爹娘，我回来了，快开门！周氏夫妇听到门外儿子的声音，连忙跑去开门。大雄，你终于回来了，快进来！一家三人正在团聚，忽然一枚暗器从周大雄身后射来，另一道暗器将他击落。三人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惊恐地朝周大雄背后看去，就看到不远处两道黑色的身影正在交手。周大雄脸色煞白，慌张地将周氏夫妇推进房间，关上房门躲着偷看。黑影是来杀他的吗？怎么来得这么快？他前脚到家，后脚就追上了。突然他记起那位姓凤的小姐说过，他们被附生人咬过，身上带着病毒，如果死了会像附生人一样攻击其他人。他才逃出来就有人来追杀，要是他死在了家门口，那爹娘不就危险了？想到这，周大雄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冰冻了，又要朝门外看去，就见一个黑衣人朝房门走了过来。爹娘，把门抵住，他要进来！周氏夫妇也吓得不轻，跑来抵门，刚碰到门，砰的一声，门就被黑衣人一脚踹开。暗风站在门前，冷凌凌的道：“跟我走。”你不是来杀我的？杀你？你还能活着？周大雄一噎，明白另一个黑衣人才是来杀他，而暗风是来保护他的。爹娘，我是回来看你们的，别担心啊，我没事，我一定会再回来。今晚的事情你们不要说出去，记住了。他来到外面，看到躺在地上的那具黑色身影。他死了吗？没有。他走过去将人扛在肩上，带着周大雄回了郡守府。殿下，人带回来了。金陵。金陵走上前，扯下死士的蒙面端详。殿下，没问题。谢晋将书信折好，放入信封，交给暗风，送去京城。荣王殿下，西街的早市发生了异动，出现了附生人袭击事件，不少百姓被人咬伤。下面的人来报的时候，事态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什么？谢晋眸色一厉，问刘郡守：“是本王安排的人吗？”殿下，不是，下官不知道这事。林将军，调一拨人跟我走。半个时辰前，伦化郡的一座庄子地下室，缪良拿出藏在身后的最后一支附生药剂，眼中闪过阴狠的毒光。谢晋、凤青鸾，你们毁了我的计划，我要让整个伦化郡都跟着陪葬。这支复生剂是他为复活师叔准备的，是最新的一支原始药剂。他将利用这支复生药剂，让师叔如同正常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但是他看向自己的左臂，被谢晋砍掉了，用来进行复生药剂研制的工具和药材也都被那一把大火燃烧成了灰烬，再也无法研究复生药了。所以谢晋毁了他的心血，那他就毁了整个伦化郡的人。去找一个身强体健的人过来。人咬人的传播扩散大半个伦化郡，街道上到处都是复生人。救命啊！他们怎么了？快来人救我呀！眼见身后的复生人快要扑到他身上，凤青鸾从空间调取了一把昨夜准备好的长剑，砍下复生人的头颅，将他救下。快走！妇人惊魂未定，踉跄着爬起来跑了。就在他又救下一名老大爷时，两个熟悉的身影闯入了他的眼帘。只见廖若琳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伦化郡，正在尖叫着躲避两个附生人。在他的后方，施雅雅在对付一人，两个附生人朝廖若琳紧追不舍，廖若琳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哭喊着救命。若琳，我这边来。青兰姐姐，我好害怕。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有。青兰姐姐，他们为什么要咬人？你怎么来了？施雅雅也看到了凤青鸾，发现附生人打不死后，也朝着凤青鸾这边跑了过来。三人汇聚到了一个房檐下。我听说伦化郡出事了，你和表哥在这边，我们担心便过来了。你在京城听说了这边的情况？不应该啊，郡守府的事除了内部的人，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才对。几天前京城传回消息，楚王在绵州重伤坠崖，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伦化郡这边出现了瘟疫，说是由荣王和你造成，整个京城都在传这件事儿，都怪我不该相信太子，害了楚王。我担心你们，廖小姐说她也担心，我们三个就过来了。没想到一进京城就遇到了这种事儿，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太恐怖了！你们三人还有谁？还有薛侍卫。他在哪里？我们被人群冲散了，他为了保护我们在后面。他指向他们过来的方向。凤青鸾在人群中看到了薛子墨的身影，注意别被咬伤，先进郡守府去。薛子墨也看到了他们，
发现这些人神志失常，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即使受伤也会在战斗，直接掉头朝凤青鸾而来。很快三人进到了府内。小姐，外面那些人什么情况？凤青鸾长话短说，将附生人的严峻情况与三人说了。事情没解决之前，师姑娘、洛里，你们不能踏出郡守府半步。青鸾姐姐，那些人怎么办？没有办法救他们吗？解药快出来了，但是没有那么快。他也有些着急，其中一味药怎么都无法匹配好凌香粉的解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凤青鸾将两人安顿好，出去找谢晋，直到下午将附生人的失控范围控制住，两人才回到郡守府。凤青鸾将京城的情况与谢晋说了。你安心研究解药，剩下的交给我。表哥，我担心你和青鸾姐姐才来了轮化郡，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添麻烦。表哥别骂我。谢晋让他待在郡守府里，不准乱跑，其他的没说什么。谢晋却安排接下来的防御计划。轮化郡情况恶化，京城朝堂也不得安宁。陛下，荣王殿下处理轮化郡事情不当，造成百姓们生灵涂炭。臣建议先暂时撤去荣王的大理寺总长司之职，等事情查清楚了，再将权力还给他，也算是给轮化郡的百姓们的一个交代。陛下，老臣附议。楚王殿下失踪，荣王又被困于轮化郡，微臣建议请太子殿下重回朝堂。太子殿下英明神武，定能妥善处理这事儿。太子在禁足中，让他来处理事情，朝堂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吗？楚王失踪未明，太子独挡处理轮化郡的事，这是要给他机会增加威望，那他岂不是一家独大，能威胁到他的皇位了吗？陛下，瘟疫只是关乎一省百姓的安危，事关重大，还请陛下派精明强干之人妥善处理啊！太子殿下到。父皇，轮化郡的事儿，儿臣禁足在东宫，也有密切关注，自愿请求前往处理，请父皇给儿臣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如何将功补过？对于轮化郡的瘟疫，儿臣已命奇人异士研制解药，那位高人曾在多年前遇到过附生人事件，有办法医治。你有办法医治？夏明的眼眸陡然冷厉了起来，想起昨天晚上收到的那封书信。好，朕命你为此次轮化郡瘟疫总负责人，即刻带人前往支援控制疫情，如不解决，不准回朝。是，父皇，儿臣一定不辱使命，救轮化郡百姓于水火。翌日下午，谢恒等人抵达轮化郡。八皇叔，好久不见。谢晋神情淡淡。轮化郡的疫情太过严重，八皇叔没办法解决处理，父皇派孤前来，八皇叔不会怪孤抢功劳吧？毕竟八皇叔现在还没有办法能够治疗这瘟疫，放任下去实在不行。都是为百姓做事，何来抢功劳？谢恒志得意满，看向刘郡守和身后的人，高声道：这次孤来轮化郡准备充分，孤身边有一位奇士高人，曾在年轻时遇到过这种病症，他靠一己之力救了不少无辜百姓，孤不辞辛苦从他那里求来药方，并从京城带来药材，定会将所有病患悉数治好，还轮化郡百姓安宁。刘郡守，安排一个地方出来，将药材放进去，通知百姓明日发放解药。晚上，凤青鸾从实验室里出来，听到谢恒有解药，有些惊奇。谢恒远在京城，没有见识过附生人的情况，如何能研制出解药来？谢晋最近在查的事情，为了不让凤青鸾分心，没有告诉他一切都是谢恒在背后策划。你不是说差一味药才能制出解药吗？明日送一份到你屋里，看能不能用。行，希望能有所发现。第二天，刘郡守将有解药的消息发布出去，被封锁的半个轮化郡里面的附生人被清理完毕，剩下的是那些被咬伤的人。重症患者和轻症患者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区域。汤药开始分发时，谢晋命人送了一碗汤药去梨花院给凤青鸾。拿到汤药，喝了一口，细细品尝，顿时觉出汤药有问题，眉心紧蹙，起身要去找谢恒。徐太医先过来找到他。凤小姐，有时间吗？可否借一步说话？凤青鸾猜测他可能知道什么，两人走到一边。凤小姐，这汤药尝过了，发现了问题了吗？徐太医想说什么？凤小姐，这张药方是太子殿下给李太医的，老夫偶然见过一次，根据记忆和汤药誊写了一遍，您看看。凤青鸾接过药方，里面有几味药药性过猛，与他尝出来的一样。老夫检查了那些重症的患者，他们的情况老夫行医多年从未见过，如果让我来研制解药，定然是毫无头绪。但这药方的有些药对患者使用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或许可以解毒，但实在是……徐太医，既然你有疑问，为何不向谢恒提出来？这负责瘟疫药物的总负责人是太子殿下的人李太医，
老夫是过来帮他的，人微言轻，说不上什么的。而且药方是太子拿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太医敢提出质疑，得罪不起太子。我去找他。殿下，请问药方是哪位高人给你的？这是姑的事，需要向你交代。殿下，汤药中有几味药过于猛烈，为治而治，完全没有考虑患者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用药过猛会损伤患者脑神经和心脏。臣女建议将这几味药酌情考虑，或以其他的药来替代。你从哪里知道的药方？尝出来的。谢恒不相信他的舌头那么毒，尝一尝就能知道有些什么药，怀疑是身边的人有人将药方泄露出去了。对于药方有问题，谢恒不知道，但东西是他拿出来的，有隐患也必须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极个别，并不是所有用过药的人都会出现。是药三分毒，每人体质不一样，解毒之后自然药物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这不是正常吗？这不一样，后续的隐患情况可以预见，他又不能再发放下去了，还请殿下立即暂停，待解药确保温和安全再继续使用。凤青鸾，你在质疑姑？姑问你，这药能不能治瘟疫？能，但既然能，那就用。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拿出来。可是你没有，不是吗？与其拖下去让患者病情恶化，有能救他们的药而不用，你这是在让百姓们送死。别因为自己医术不精就来质疑姑。缪良将药方给他时，只说是附生人病毒的解药，没说有副作用。他想要的是在百姓们处在水深火热中时，他如天神下凡一样的挽救。但凡能救回一个百姓，都是他的功劳，他就是百姓们的救世主。至于凤青鸾说的这些，他压根儿不放在心上。殿下，此药方能救人，但不是良药，还请殿下慎重。目前他虽然没有办法彻底解除凌香粉之毒，也已有了能缓解病患们病情的方法。病情不恶化，患者们就不会死亡，尸变的可能性就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给时间拿出解药即可。太子殿下，您没来之前，凤小姐彻夜钻研解药，之前也提出过一些见效快的方案，可为了能够更温和的用药，让百姓们的身体能够承受，一直没有试用。还请殿下念在凤小姐一心为百姓的份上，不要责怪。殿下所用的药也是为了百姓。说到这里，刘郡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从私心来说，他认为凤青鸾说的危害应当避免，所用方法是最稳妥可行的。太子激进使用强效药，不管百姓能否活下来，活着更遭罪，也是他不想看到的。谢恒冷冷地瞪向刘郡守，让他闭嘴。刘郡守咽了咽唾沫，不敢再说什么了。凤青鸾，你不服姑的药方，那就拿出解药来，姑可以与你比试谁的药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治好病患，也看百姓们更愿意选择用谁的药。看在你是八皇叔的未婚妻面上，这次姑不与你计较，若有下次，绝不轻饶。说完，他大步流星离开了。凤青鸾在与谢恒争执的时候，徐太医在不远处看着，他心焦不已，心到闯祸了，让凤小姐与太子殿下争吵了起来。等荣王殿下外巡回来，他该怎么向他交代？对于谢恒的话，凤青鸾没有多大反应，直接回了自己的院子，去将那张药方上的药进行重新组合。他在与谢恒说话的时候，想起了药方中的一味，就是他一直想不通的。忽然之间茅塞顿开了，他赶紧回房间去进行匹配。刘郡守看到凤青鸾闷着头一言不发的快速离开，以为凤青鸾生气了，着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看到从京城来的廖洛灵和施雅雅走了过来。施小姐，廖小姐，你们是凤小姐的好友，方才殿下与凤小姐闹了不愉快，能不能请你们去劝说一下？郡守大人，他们发生了什么？刘郡守将方才谢恒与凤青鸾因为药方分歧的事情与两人说了。我知道了，这就去看看。他和廖洛灵往凤青鸾的院子走，没想到碰到了并没有走远的谢恒。施姑娘，请留步。民女参见太子殿下。谢恒也朝他走了过来，看了一眼廖洛灵。这里没你的事，去吧。廖洛灵有些不明所以，担忧的看了看施雅雅，先行离开了。殿下找民女何事？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殿下，民女不是这个意思。上次姑让你传话给凤青鸾去绵州，她为何没去，还让楚王过去了？太子殿下，民女给凤小姐透露了消息，至于她为什么没有去，民女不清楚。想到楚王生死不明，施雅雅有些恼意。太子殿下，民女有一事想问。楚王去绵州遭到暗杀，是不是换成凤小姐和荣王殿下去了那边，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太子殿下看似与我相认，表现出那般，实则是为了利用我，是吗？在想什么呢？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楚王遇险纯属意外，牵扯朝中之事，你不清楚。姑告知你消息，是想让你传话帮八皇叔一个忙，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也只能向前看。姑是真心心仪于你，别把姑想得那么不堪。听到他说心仪自己，施雅雅的内心又有些躁动了。有一件事，姑需要你去办，做得好，姑许你太子妃之位。施雅雅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让他做太子妃，他没听错吧？天下想让民女做什么？谢恒分配了任务给施雅雅，施雅雅以为是多重要的事，没想到对她来说是如此简单，只需要绝对的信任就能办到。担心她还有顾虑，谢恒取出随身佩戴的龙形玉佩，放到施雅雅手心。这是姑在太子册封大典上父皇赏赐的，代表姑的身份，将它赠予你，以表姑的决心。帮姑办成此事，你将是未来太子妃。姑从未对哪个女人上心，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人。雅雅，你不会让姑失望吧？太子殿下，民女一定会将此事办好。谢恒很满意，看施雅雅那副娇羞的表情，他就知道这女人对他的心思，他会为了自己做任何事。他满意的勾起唇角，拥着施雅雅拉入怀中。施雅雅的身体僵硬了一下，还是被他的力道带着圈进了怀里。给了他承诺和温存，谢恒这才放开。不要告诉任何人。施雅雅嗯了一声，将玉佩收好，离开。梨花院，廖洛林先前之后来院子里找凤青鸾，并没有见到他。凤青鸾在实验室里研究解药，让暗夜守在门外，不准任何人进入。施雅雅从小径上走过来，您怎么在这里？没见到凤小姐吗？暗夜说青鸾姐姐不让人打扰她，我没能进去。太子殿下叫你什么事儿？没什么。你与太子看起来很熟识，什么时候认识的？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以前我与太子有过一面之缘，除此之外真没什么。廖洛林狐疑地瞅了他一会儿，没再纠结这事。两人等到晚上，房门打开，凤青鸾面带喜色的从里面走出来。他找到了复生人的解药，先前缺的那一味就是太子那药方中最不起眼的。你们在这儿做什么？青鸾姐姐，我们在等你啊。刘君守说你与太子殿下因为用药的事起了争执，我和施姑娘担心，过来看看你。哦，我没事。凤小姐，经过一天的汤药发放，病患们全都相信了太子的话。下午我去看了情况，太子的药见效奇快，效果也很显著。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有什么危害，病人们的身体会告诉他们。他阻止不了谢恒的意图，也告诫过那些病患那些药会带来的危害。可人们求生心切，相信谢恒，等药物的副作用发作到他们的身上时，自会明白。他在说话的时候，发现施雅雅始终神情凝着。他将药方给暗夜，去找徐太医，让他把上面的药材准备好，我随后就到。洛林，你与暗夜一起去。暗夜接过药方走了。廖洛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怎么有种很多事情都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有事要说？太子又找我了。找你说了什么？进房间说。两人一起进了房间。暗夜和廖洛林将药方递给徐太医看，徐太医满脸惊喜，不愧是凤小姐，此药方是绝佳良药，肯定能治好百姓们的病症。他立即找到李太医，说要取明日的药材煎熬新药。什么新药？给我看看。这药方是凤小姐开的，没在我手上。李太医看向暗夜和廖洛林，这两人他见过。你们是凤青鸾的人吧？既然要取药，将药方拿来本太医过目。药方是青鸾姐姐辛苦研究出来的，怎么可能轻易让你来看？这样啊，那就到别处去寻药材吧。李太医，我们都是为百姓做事的，有了新药方，当然要尝试。你不给药是什么意思啊？这些药材是太子殿下从京城带来的，只有太子殿下可以随意支配，其他的人想要动用此药，先去殿下那里得到允许再来。你药房库里也有轮化菌的药材，那些不是太子带的，我们取用那些。不成。凤青鸾走过来时，正好听到李太医的话，要太子允许是吗？是，若没有殿下的允许，什么药材都无法给你们。哦，是吗？下官参见荣王殿下。徐太医去取药材。有了荣王撑腰，徐太医心里踏实了，让李太医拿库房钥匙。荣王殿下，药材需要太子殿下。药材是朝廷运给轮化郡百姓用的，太子不给的话，让他来找本王。李太医这下没话说了，老实打开库房。凤青鸾去取了药，让暗夜派人保护好，明早备用。晚上，谢晋在处理京城传来的公务，暗封进来。殿下，有人找你。一名不速之客从院子走到门口，看到他，谢晋眼眸微挑。进来。第二天早上，凤青鸾将熬好的药送去了重症病房。凤小姐，今日为何你来送药？这是新的解药，对中你们体内的病毒，药性温和，对你们的后期恢复不会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但治疗时间拉长。愿意相信我的患者可以选择采用新药。凤小姐，你的意思是太子殿下给我们用的药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用药之后多少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不过我可以承诺，今日的药没有问题。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患者们心中也有了底。这些人都是凤青鸾救回来的，相信他不会害他们。可太子是他们的储君，也不至于视他们的命为儿戏。患者们犹豫着，其中一名年轻男子走出来：“凤小姐，我相信你。”他端起药碗一饮而尽，其他友人见状也都选择相信凤青鸾，纷纷喝下。连续2天，凤青鸾送新药也算是公然与谢恒对抗了，病患们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凤小姐，您之前对我们用了那么多药都没有治愈，让我们如何相信你现在拿出来的药是真正的良药呢？你不会是因为太子殿下来了还带了药方，心生嫉妒，怕殿下抢了你的风头才那样说的吧？凤小姐对我们是如何精心照顾的，大家都看在眼里呢，有什么可质疑的？你们说吃了药心口疼，可我吃了凤小姐的药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啊，反而身体越来越好，说明凤小姐的药是对症的。我不管，我相信殿下，我觉得我的症状好的差不多了，不过是其他地方有些疼痛而已，完全可以忍受。多谢大家的信任，放心用药，姑的药完全没有问题。然而他的话刚落下，人群中突然传出尖叫，有一名重症患者倒在地上，紧紧地捂住胸口，脸色痛苦煞白。凤青鸾快速走向那人，正要为他抢救，还没有来得及，对方瞪着眼睛望着谢恒的方向，气绝身亡。大家快让开，要尸变了！令他们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凤青鸾静静地等了一会儿，死者没有发生变异。凤青鸾检查了死者，发现他体内的凌香毒被拔除了部分，还没有完全消失，也就是说谢恒给的药有一定的作用，副作用也非常的明显。此人死于用药负荷过重导致的心肌梗死。李太医和徐太医鉴定之后，神色惶恐地看向谢恒。太子殿下，他是死于心脏疾病。李太医也能确定，不敢看太子。大家别被吓着了，我吃了殿下的药，没有任何不适，很快就恢复了，说明不可能是殿下的药的问题。那人死了，是他福薄缘浅，承受不了太子殿下的恩泽，与太子殿下的药无关。病患们混乱了，不知道该相信谁。谢恒心里也没底了。这件事很好解决，相信凤青鸾的服他的药，相信姑的继续用药，愿意将命交到谁的手上，你们自己决定。他说完，狠狠地瞪了眼凤青鸾，又随即看了一眼施雅雅，离开了。施雅雅知道谢恒是让他实施行动的时候了。晚上，谢恒去了约定好的郡守府后山。大概半炷香后，施雅雅带着凤青鸾来了。看到只有2人，谢恒唇角勾笑。施雅雅没让他失望，凤青鸾来了，今晚就是他的死期。你叫我出来是为了见太子？凤小姐，殿下有事找你，我在下面等你。说完，施雅雅逃也似的跑开了。凤青鸾想找他问清楚，被谢恒的人拦住。凤小姐，殿下请到凉亭一坐。凤青鸾看向谢恒，犹豫了会儿，走过去。太子，有什么事不能在府里说，非要来后山？自然是不方便让人知道的。你拿出的药确定能解附生人的毒？是。你也当真认为姑的药方能吃死人？已经出现了命案，还不能说明吗？殿下的药方不知道是谁给的，显然没有考虑过患者的实际情况，强行解毒造成反噬，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请太子为百姓们着想，停止用药，否则今日的死者仅仅是开始。什么开始？属百姓所说，用了姑的药死去的人，是他们福薄缘浅，承受不住姑的恩泽，能够活下来的才是被姑所救。他们不仅不会认为是姑的药杀了他们，反而会认为姑救他们于水火，无比感激。太子知道你的药能杀人，却一意孤行，还将此话说出来，不怕我将这些话传出去？呵呵，传出去？你有机会吗？凤青鸾，你不会觉得今晚来了这里还能再活着回去吧？凤青鸾神情陡然冰冷。谢恒站起身，缓步从凉亭上走向他。姑的真实想法让你知道了又如何？不过是让你死得更明白。你让施雅雅骗我来，是为了杀我。我对殿下无甚威胁，何必费这心机？上次你利用他向我与荣王传递绵州的线索，也是你的计谋。当时你就想杀了我，甚至也想除掉荣王，是吗？连这都猜到了，姜还是老的辣。八皇叔提前察觉了危险，让谢燕去那边，你们悄悄来了龙华郡，找到妙良的藏身之地。不得不说，这一招调虎离山很是高明。可人算不如天算，梅庄有姑早安排好的人保护妙良，你们与妙良厮杀，造成龙华郡的灾情，姑坐收渔翁之利，既除掉了楚王，又能将八皇叔拉下水，上苍都在帮姑，民心所向。说起来，姑还得感谢八皇叔的敏捷睿智呢。去绵州让楚王重伤坠崖，是你安排的杀手？
没错。缪良也是你在暗中保护，在梅庄那些要杀害我与荣王的死士也是你的人。姑不是说过了吗？还要重复？梅庄的地牢中关押的无辜百姓，是你给缪良找来，让他研究附身药剂的实验品。是。谢恒，你贵为太子，私底下与缪良狼狈为奸，做出这伤天害理之事，你对得起百姓们对你的信任吗？姑当然于心不忍，这不是带着解药亲自来轮化郡给他们医治吗？你是故意的，利用缪良制造瘟疫，然后带着解药来救百姓，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死，只需带来解药，把治愈百姓、息息万民的好名声打出去，在陛下面前立功，铲除异己。做到这份上，你简直丧心病狂。不愧是八皇叔看中的女人，凤青鸾，你很聪明，将发生过的事串联起来，得出真相。可你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把你的药方拿出来，姑可以让你留个全尸。若是我不给呢？哼，你不会不给，药方只有你有，你死了，百姓继续用姑的药，那么将有更多的人会因你死亡而死。你想看到那样的结果吗？药方没在我身上，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想得到它，让我回去取。你当姑是傻的吗？别打那些歪主意，今夜就留在这里吧。说完，他挥了挥手，周围的侍卫们朝凤青鸾杀了过去。谢恒重新坐回凉亭，仿佛在欣赏一出打斗好戏。凤青鸾，今晚不会有人来救你，也别想拖延时间。没有人知道你在后山。侍卫们是东宫的暗卫，武功高强。凤青鸾暗幸，要不是他最近跟着谢晋习武，与这样一群高手对打，坚持不住几分钟就会被他们拿下。躲过两名侍卫的长剑，另一人的剑割破了凤青鸾的手臂，鲜血喷溅。霎时间，10几把致命寒剑以凤青鸾为中心，朝他绞杀而来。千钧一发之际，一柄利剑飞旋，从黑暗处的树丛后迅猛飞出，打向刺杀凤青鸾的侍卫们手中的剑。凤青鸾顺势一滚，他看向剑来的方向，谢恒眸光一眯，也朝树丛看去。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色身影从树丛后面飞速落下，来到凤青鸾身边。是你？有人闯出来救下凤青鸾，谢恒神情难看。你是谁？那人抬起头来，借着那抹月光，谢恒看清了他的脸。谢燕，你没死？看到我还活着，你很吃惊。你不是重伤坠崖吗？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还能活着，真是命大。没除掉你，我怎么可能死？派来杀我的人是你安排的死士吗？哼，除了姑，谁敢刺杀当今楚王？你在万寿节上陷害姑，让父皇对姑心生厌恶，让姑被百官嘲笑，万民讥讽，还卸去了所有职务，禁足3月。你在姑禁足期间拉拢铲除姑的人，将事情做到如此，那就别怪姑先下手为强，将你先除掉。可你没想到我命大活了下来。是啊，是没想到，但是姑会让你再死一次，就在今晚。哈哈哈哈哈哈！你的伤还没痊愈吧？英雄救美还要带着一个受伤的女人，姑看你如何逃出去。他抽出旁边侍卫的剑，从凉亭飞出，杀气腾腾地朝两人袭去。暗卫们也再次进攻，剑刃相接的火光在漆黑的夜空下是那么醒目，无数人的身影很快交织在这片夜色之中。忽然，在那黑蒙蒙的天空中炸开一道巨响，等凤青鸾站直身体，就看到了那一抹熟悉的身影从空中飞来。谢晋迎击那些再度朝凤青鸾杀来的暗卫，身形快如闪电。谢恒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呼吸间被撂翻，心惊不已。荣王不是在外边处理骚乱吗？怎么会在这里？令他们更吃惊的是，随着谢恒现身，大批身穿铠甲的士兵从远处那一排黑影重重的林中冲出来。走在最前方的正是骁骑大将军厉兵。全体住手！厉将军，你做什么？厉兵是夏明帝派他押送物资以及保护谢恒的骁骑大将军，从明面上来看是听谢恒的命令，但私底下只听夏明帝的皇命。太子殿下，你与凤小姐与楚王殿下的对话，末将与在场士兵都听见了。你想暗杀凤小姐夺取药方，残杀手足楚王，末将也都看见了。你贵为太子，罔顾百姓性命，残害兄弟，与歹人勾结，造成轮化郡瘟疫泛滥，死伤无数，这些都是太子殿下亲口承认的。太子殿下，恕末将不敬，必须抓捕你回京城向陛下请罪。抓捕姑？谁给你的胆子？谢恒几乎咆哮出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也看到了谢晋，要不是谢晋出现，他的人已经杀了凤青鸾。让他很不解的是，荣王和厉兵应该都在南街处理病患营的动乱，为何会在这里？
直到谢恒看到了一人，瞳孔震惊。他看到施雅雅神情忧伤的缓缓从人群后走出来，目光复杂的与他对视着。施雅雅，你骗姑！太子殿下，你有话回京去向陛下说去。末将不想与你交锋，请放下武器，随末将走。跟父皇说，你告诉我，今日这出戏，父皇有参与吗？八皇叔，去问你父皇。荣王，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你休想害姑，父皇绝不可能与你合作。太子殿下，请吧。重兵为首，谢恒没有机会逃走，也不敢逃走。路过施雅雅的时候，咬牙道：姑以为你是特别的，却是来给姑致命一击的。施雅雅，出卖姑，你心里什么滋味？施雅雅难受的快要窒息。谢恒是他追寻的男人，千辛万苦找到，幻想着他是那个完美之人，实际却是那样阴险恐怖。他望着谢恒的背影跑上去。等等！谢恒停住脚步，施雅雅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谢恒送的龙纹玉佩。这是你的，还给你。他将玉佩放回谢恒手中，再抬眼时眼眶通红，闪着泪花，伤心的跑开了。看着被退回来的东西，谢恒眼底风暴凝聚，死死地握住玉佩。凤青鸾朝旁边的2名暗卫递去眼神，踏步跟着前面的人走。暗卫接收到他的眼神信息，在跟士兵走动时忽然暴起，抽出士兵的剑朝凤青鸾杀去。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另一道身影也朝着凤青鸾飞来。凤青鸾听到利刃刺穿血肉带起的撕裂声，定睛一看，来人是谢燕。幸好你没事。谢晋解决了2名暗卫，看到这一幕，闪现到凤青鸾身侧，将倒下的谢燕踹了出去。把楚王带回去。士兵跑过来，他们刚才看得真切，楚王为凤小姐挡剑，昏迷扑倒时，荣王殿下毫无感情的一脚踢飞。几人七手八脚的将重伤的楚王抬走。谢晋仔细打量着凤青鸾身上的伤，不严重，都是皮外伤。为了演得逼真，他不受点伤，怎么能卸下谢恒的防备，让他说出那些话？以微末的代价除掉谢恒这个大祸害，他不亏。谢晋唇角紧抿，将凤青鸾打横抱起。你干什么？带你回去。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放我下来。谢晋将他搂紧，俯身薄唇堵住凤青鸾说话的阴唇，这下凤青鸾的脸更红了。等谢晋将唇从他嘴上离开时，凤青鸾像失了魂一样一动不动。谢晋噙着笑容，抱着他往山下走。回到郡守府，厉兵派人将谢恒和他的侍卫关押在房间。本王知道你不会放任我不管，你还是在意我的。进来就听到他说这话，凤青鸾转头就走。别走！还胡言乱语吗？过来给我看伤吧。凤青鸾治疗外伤的药格外管用，徐太医所用的药无法相比。他是重要证人，谢恒被抓，明日他得随荣王回京，因而他的伤得尽快恢复，才能在回京的路上轻松一些，以便应付接下来的事。金疮药是我自制的，效果不错，给你留下，全当抵你为我受的那一剑。那日我摔落悬崖，以为要葬身崖底，脑中最后浮现的人是你。幸好你有其中心，随我一同落下悬崖将我救走，才免于被谢燕的死士们搜到。后来我们在山里一户农家休养，前段时间我得知轮华郡出现瘟疫，你和荣王、谢恒都来了。今天晚上我找到荣王，想问清楚荆州被肆一事的缘由，才知道一切是谢恒的阴谋。荣王告诉我，想报仇和扳倒谢恒，让我配合，我便与他达成了合作。他絮絮叨叨地讲着他在绵州的遭遇和与谢晋的暗中协议。凤青鸾没有打断他。昨夜在郡守府后山，谢燕相救，他看到谢燕的第一眼时很是吃惊，他不知道谢燕还活着。为你当前是我自愿，以前我做了许多对不起你的事，算是我的一点弥补。凤青鸾站起身来，将那瓶金疮药放到桌上，3日一换，随后提着药箱离开了。谢燕心中冰凉，凤青鸾连听他讲话的耐心都没有，他还真的在意自己吗？深夜，轮化郡某处的一个地下密室，缪良得知谢恒被控制，知道事情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将东西收拾好，即刻撤殓。想走？怕是你没那个机会。你不是他，你是谁？明明是与之前同样一张脸，可是那看着他的眼睛让他生出一种不祥之感。叶泉一步一步走向缪良，扯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精灵的那张清俊的脸。我是你大爷，伺候你这2天啊，是时候抓你回去给主子复命了。你把叶璇怎么了？你是谁？这个问题你无需知道，束手就擒。
缪良在百花谷时习了一些防身武术，可他至始至终是一名医者，结果一招精灵的手刀劈到了缪良的脖颈。缪良不甘心地瞪圆了眼睛，直挺挺地向地上栽倒下去。精灵将他捞起，扛在肩上，来到外面，嗖的一声消失在了门口。夜日上午，谢晋和厉兵带着谢恒等人返回京城。等京城的事情处理完，我会尽快来找你。轮化郡的病情虽有解药稳定住了，但才开始，后续还有许多事要做。凤青鸾暂时还不能离开，谢恒的事牵连的人也不少，光是审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指不定谁比谁快，说不定他会先回到京城。注意安全，有事阿爷传消息。凤青鸾点头。道别后，谢晋带人浩浩荡荡地出发，望着谢恒乘坐的马车，湿哑哑眼眶湿润，心中的难受犹如海浪翻覆，久久不能平息。走吧，进去了。凤小姐，我要回江南了。这么突然，不再多留些时日吗？想见的人见了，该做的事也做了。轮化郡的百姓们得救，人手也算充足，请凤小姐不要怪我选择这时离开。郡守府是个令我伤心的地方，每次看到这里就会想起他，我无法接受，想去别的地方散散心，然后回山庄。凤青鸾理解他的心情，睹物思人，且那人还是他亲手送走的，一时难以接受，情有可原。好，路上小心，我派2个人保护你。不用了，我一个人挺好，不习惯与不熟悉的人一同上路。东西我收拾好了，这就与凤小姐告别吧。石姑娘，我舍不得你，来日方长，还有机会见面。你去意已决，我也便不多留，等有时间，我和青鸾姐姐来江南找你，期待你们到来。说到江南，凤青鸾想到原主的外祖父母。等这件事情结束，我去江南。一言为定。好，你们去忙吧，我走了。保重。下午，凤青鸾在病患营中忙碌，去斋区巡视情况，看有没有人喝了新药出现异常。2天后，谢晋押送谢恒抵达京城，夏明帝在养心殿，谢晋带着谢恒、缪良直接进宫找皇帝。除此之外，提早准备好的百花楼拐卖良家妇女，在梅庄地下室用来研究复生人的一干证人证物，也都带上了大殿之上。听完厉宾的回禀，夏明帝暴怒不已，对下方跪着的谢恒失望至极。太子，朕一直以为你是可以寄予厚望、能堪大任的，才命你为太子。没想到你为了解除禁足，拿一城百姓的性命为儿戏，与奸人合作，你当得起太子肩负天下的责任吗？父皇，轮化郡的事儿，儿臣是受人蛊惑，是缪良找到儿臣，说有办法助儿臣重返朝堂。他给了儿臣一份解药，儿臣并不清楚他的计划是让轮化郡的百姓陷入危险，因此才在事发之后主动拿出解药拯救轮化郡的百姓。这一切都是缪良怂恿策划，儿臣一时糊涂，听信他的谗言，请父皇降罪。事到如今，大错已犯下，太子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我身上，死去的人活不过来，你逃脱了干系，狡辩有何意义？你这个罪魁祸首，是你找的太子向他献计，不然他也不会犯下大错。太子与我一拍即合，明知草菅人命还是答应了合作，这说明什么？皇帝心中不知道吗？陛下，切勿动怒，太医叮嘱您不能发火，陛下，龙体要紧呢。他朝一旁的小太监递了个眼神，小太监跑去帘子后面端来一个锦盒，将里面的药丸取出为夏明帝吃下。吃了药后，夏明帝慢慢止住咳嗽。谢恒顿时心生懊恼，他要是早知道父皇的身子这般，那他就不着急动手了。可恶，操之过急，害了自己。过了好半天，夏明帝恢复了平静。不管如何，这件事太子做了就是做了，害死了那么多百姓，还想残害楚王，手足相残。他说着话，喉咙涌上了一阵腥甜，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噗的一声，夏明帝吐出了一大口血，喷到龙案上。这下在场的人都惊住了，唯有谢晋眼眸微眯。来人，宣太医，快宣太医！太监们手忙脚乱，将夏明帝送进寝房。孟翰林随后赶来，片刻后，孟太医走出来。人王殿下，太子殿下，楚王殿下，陛下是情绪激动造成的急火攻心，身体没有大碍，微臣开几副药好好调理，便能恢复。下去吧。元朝公公伺候了夏明帝，出来对荣王道：殿下，陛下昏迷，可能无法再审太子之事，今日的案子您看是否要推迟，等陛下醒来之后再做定夺。厉将军，将太子押送大理寺，重兵把守，等陛下醒来再说。是，荣王殿下。密切注意谢恒的行动，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要仔细的盘查，不能让他往外传消息，知道吗？殿下放心，末将知晓。
其他证人也送到了大理寺关押。今日这事，除了在场的人，没有其他人知道。谢燕对这个结果恼怒不已，在出宫的路上一拳打在公道的墙壁。好一个谢恒，运气这么好，逃脱了今日的审判，有什么在庇佑他吗？他必须得做点什么。夏明帝病倒，养心殿的奴才们一阵兵荒马乱后，元朝公公命太监们看好夏明帝，避开人群眼杂的公道，从小径往坤宁宫的方向去了。坤宁宫内，太子、荣王等进入养心殿的时候，就有人去坤宁宫告诉了丽皇后。皇后一听有些诧异，她并没有得知太子提前回京的消息，她不是应该在伦化郡为百姓们治疗瘟疫吗？那么快解决返回京城了，令她产生了一股不祥的感觉。皇后娘娘，元朝公公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娘娘，太子殿下出事了。他将养心殿荣王和厉兵汇报的事情向皇后说明。你说太子和人勾结，是他制造的伦化郡的瘟疫？是呀，娘娘，厉将军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绝对不会有错，是太子殿下做的。殿下现已被容我送去大理寺秘密关押，陛下昏迷，尚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娘娘，你快想办法，如何救太子殿下？元朝公公说完这些话后，以养心殿不能离开太久为借口，离开了坤宁宫。皇后心跳如雷，太子糊涂，怎么会做出这等泯灭人性之事？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是当今太子，不能见死不救。按照元朝所说，荣王将所有罪证都拢在了手上，只等陛下一句话，太子便将跌入万劫不复。想要翻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毫无胜算，因此只能找一个完全凭借个人能将这件事情压下去的人。皇后心焦不已，想到了他。来人，研墨！皇后坐到案牍边，开始书信。那人最疼太子，事关太子之位，更严重的性命攸关，他一定会施以援手。秘密送去青隐山宜华行宫，速度要快。嬷嬷很快找到了人，将信件送出皇宫。王爷料事如神，太子被禁足，无法传递消息。皇后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多亏殿下预判了他的行动，接获这份让太子死而复生的书信。谢晋看完信件上的内容，书信上只写了几个字：太子危，请速回。收信人提迎大长公主。想起这位从淮北回到京城后一直住在宜华行宫的长姐，谢晋眼眸清冷。皇后传信给他救太子，想来他这长姐对太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去查大长公主和太子皇后之间的关系。按封领命去了。皇后以为他将求救的书信送了出去，作为后宫之主，在皇上吐血昏倒之时，他得去市集。陛下的情况，太医怎么说？太医说了，陛下急火攻心，没有大碍。他什么时候会醒？孟太医说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中午之前就能醒过来。最迟明日中午吗？皇后思索着，大长公主从行宫回来至少得3日时间，若是皇上在此之前醒来，荣王必定会再次带着太子来让他处罚，他不能让陛下正常醒来。本宫知道了，在陛下醒来之前，由本宫亲自照料。是，娘娘。当天晚上，京城流传伦化郡的瘟疫是太子背后策划。这则消息流出来是在半夜，知道的人不多。到了第二天早上，消息在百姓们中爆炸式的传开。走漏消息的始作俑者是谢燕。殿下，臣妾不是在做梦吧？又回来了，有没有哪里伤着？快让臣妾看看。我没事，府里情况如何？老样子，没什么事。问过了府里的情况，谢燕直奔凤书瑶的院子。王爷，你回来太好了。还有几个月临盆？还有4个月，咱们的孩子就出生了。咱们的孩子？这5个字在谢燕听来讽刺无比，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再多说一句话，离开了。面对谢燕的忽然转变，凤书瑶脸上的绯红和惊喜一下子变成了苍白失望。听到孩子还有几个月出生了，谢燕一点欢喜都没有，对他完全没有了感情，可为什么还要来看他？凤书瑶心中痛苦，他该怎么办才能挽回谢燕的心？知南这个时候将外面听到的关于太子的消息告诉他。小姐不用太过担心，王爷或许正烦着太子的事累着了，才冷淡了小姐，您不要想那么多。你说太子卷入了伦化镇的瘟疫案中？是啊，外面传得很厉害，人人都在说这事儿。太子现在何处？听说是被关押在大理寺牢中。没在东宫。凤书瑶心中盘亘着想法，这或许是他能够见到太子的最后一面。第2日晚上，夏明帝还没有醒来。陛下什么时候能醒？殿下，陛下服用的杜迷药效出来了。遇上太子这事儿，让他情绪过于激动，加速此毒发作。不过那剂量还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别人难以发现。
按照上午的诊断，一般情况陛下会在中午之前醒来，可他到了晚上还没有清醒，这也是有例外的。不管有什么办法让他明日清醒。殿下，这样的话，杜弥可能会暴露，被其他太医发现。你控制好去做。是，殿下。前一天晚上，宜华行宫金碧辉煌的寝殿里，软榻上侧躺着一个风姿卓越、气势凛然的女子。殿下，太子在京城出事了。报上来。义务令将太子在京城传闻的事情汇报。回京。第二天早上，孟翰林顶着巨大的压力，再次给夏明帝请脉。孟太医，陛下什么时候能醒？娘娘，陛下应当昨日午时醒的。微臣在陛下的体内检查到有其他安神药，导致陛下熟睡。有谁私自给陛下用其他的药吗？你说有人给陛下加药，本宫怎么不知道？来人，将御药房的人带来，谁敢私自动陛下的药，本宫看他真是活腻了。很快，下面的人审问了一番，药膳司没查出个所以然。严加盘查，发现异常，立即来向本宫禀报。是。既然陛下被下了药，孟太医可有别的办法让陛下醒过来吗？方法是有，有就用。皇后一惊，朝谢晋看去，就看到谢晋、谢燕带着谢恒和缪良进入殿内。荣王，你什么意思？陛下还没醒呢，你将人带来是想让陛下即刻醒来处置吗？母后，八皇叔也是想尽快给轮华郡死去的百姓们一个交代，不能因为犯罪是太子拖延。希望母后明白，这是朝堂之事，母后不要插手。本宫是想为陛下的身体着想，何时要插手朝堂之事了？接人说话的时候，孟翰林强行施针，让夏明帝醒了过来。夏明帝睁开眼睛，看到屋内站着的众人，脑海里浮现他昏迷前正在审理的案子。你们想让朕累死吗？才醒来就要处理这事儿？皇兄，太子之事已经在京城传开，百姓热议不止。高呼请皇兄给轮华镇的百姓交代，给天下黎民也交代。处置太子迫在眉睫，请皇兄定罪。你说什么？在京城传开了？是。好啊，好啊，你们一个两个不让朕安生，都想气死朕坐上这个皇位，朕偏不如你们的愿。陛下，你才醒来，切勿动气，有事好好说。夏明帝挥开他，皇后没站稳，被推得摔坐在地上。母后。谢恒想上前，皇后给了他一个制止的眼神。谢恒止住脚步，袁嬷嬷将皇后狼狈地从地上扶起来，站到一边不再说话。你犯下大错，不惩戒哪一向天下交代？来人，奉朕旨意，太子参与轮华郡瘟疫之案证据确凿，造成无辜百姓死亡，朕。陛下且慢。众人朝殿外看去，一位雍容华贵、大气威严的妇女从殿外走进来。王姐，你何时回的京城啊？谢晋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皇后派出去的信，他派人拦截。谢瑜不仅得到了京城的消息，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养心殿，消息之灵通，速度之快，让他不得不怀疑谢瑜在京城安插有眼线，随时注意着京城的动向。本宫得知太子出事，皇帝，你处置太子，相当于昭告天下太子做的事，岂不是让皇家颜面被踩在地上，让百姓诟病吗？更重要的是，当今太子残害黎民百姓，传出去将为大夏带来不稳定因素，皇帝要三思啊！谢瑜的话犹如重锤敲打在夏明帝的脑门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朝太子做出残害百姓之事，很有可能会引起群情激愤，百姓不公。倘若因此滋生出什么异心，那就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了。父皇，您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太子做的事就不惩罚了吧？如果这样都能徇私枉法，今后朝堂之人效仿，大夏岂不乱套了？谢燕的话也不无道理。夏明帝神情紧绷如刀削，面色开始犹疑不定。作为天子，当为全天下的百姓考虑，为了死去的那部分，让全国百姓对皇室失望，造成民心不稳，这是你想看到的。太子要处理，但绝不是将他的罪责昭告天下。八皇叔，你说怎么办？荣王，这件事你不要说了，一切由陛下做主。谢晋眼帘一沉，没有说话。皇姑母，这不公平！你为什么要纵容谢恒？纵容？本宫没说不处置太子，你急什么？不愧是皇室啊，做什么都要权衡利弊，你们累不累啊？啊！你是那个怂恿太子的罪魁祸首。哎，别这么说，没有人比太子和我合作，说到底是他心术不正，心智不坚定，个人利益高于百姓，才做出了那些事情。
怎么就能说我是罪魁祸首呢？闭嘴，你这个疯子！皇帝，凶手在这里，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没什么好困惑的，拿出你的决断。经过深思熟虑，夏明帝心中有了决定，正要宣之于口。不许废太子，至少不是现在废除。你明白本宫的意思吧？在这个节骨眼上，废太子不也同样坐实太子在伦化郡的事情上有牵扯？不仅不能废太子，惩罚也要冠冕堂皇，换成别的说法。他这一说，夏明帝怒了，不可置信大长公主会插手到这个份上。所有人出去，朕与长公主有话要说。谢恒高兴的心里快要欢呼雀跃，有皇姑母在，他这太子之位必能保住。皇帝，你想说什么？本宫还是那句话，不能对太子重罚，既有罪人将罪推到他身上，太子的事必须轻拿轻放。皇姐，你为何偏袒太子？本宫没有偏袒他，是为大夏皇室着想。当年本宫为了大夏背井离乡去淮北和亲，稳住淮北与大夏局势，历尽艰苦，因此本宫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影响大夏皇室根基的事再次发生，这也是本宫得到消息回京的原因。你想如何处置太子？摘去罪责，澄清谣言，太子与此事无关。太子为救伦化郡百姓感染重病回京休养，1年之内不得参政，潜心悔过，也算是给他教训，如何？这么轻易的处罚了？这样处置才能保全皇家颜面，堵住悠悠众口。至于后面你想如何，不是你说了算。好，依你说的做，事情解决，等朕养好了精神，再为皇姐接风洗尘。休息之前，陛下先将圣旨拟了吧，以免生出变故。夏明帝心中恼怒，还是依照他的说法将圣旨拟了下来，让太监出去宣读。殿外，谢晋、谢恒、谢燕、皇后等听了元朝公公的宣读圣旨，各自心情不一。最高兴的莫过于太子和皇后。谢瑜从殿内走出来，荣王，你随本宫来说说话。谢晋眉眼划过一抹异色，与他走到偏殿。荣王，这件事你辛苦了，陛下已做出了处决，你也别操心了。哼，长公主这次能保得了太子，下次呢？还请长公主教导太子，别让他误入歧途，姑息养奸，酿成更大的祸患。教育太子是陛下和皇后之事，用不着本宫操心。倒是你，本宫记得离开京城之前，你还是小小的一只，被人欺负，躲在假山之下。要不是遇到本宫，那些人将你推进湖中，出现意外都不可知。如今你已长大，还如此优秀，本宫看到很是欣慰。年幼时多谢长公主的救命之恩，没有你施之援手，臣弟恐怕活不到今日。都是一家人，谈什么感谢？对了，本宫听说你与凤小姐婚期在即，接下来去处理你自己的事吧，别在这些事上分神了。谢晋心头微惊，他与凤青鸾的婚期本该在圣旨下来的3个月内完婚，但由于近段时间事情繁多，婚期不得已往后推延。亲近的人知道这事，谢瑜远在宜华行宫，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他看似远离京城，实际掌握的情报可不少，实在不容小觑。是，长姐。去吧，记住本宫说的话。谢晋眼眸轻眯，伦化郡瘟疫案，谢瑜插手，谢恒轻罚，无辜死去的百姓没有得到交代，只处置了一个谬良，有何意义？这次的事没让谢恒付出代价，暂且如此。他现在更想知道谢瑜为什么要护着谢恒，谢恒与他和皇后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此时皇宫，殿下派出去的20名义武令回来7名，其余全死了。凤青鸾武力高强，身边有1名侍卫保护，暗处还有1名暗卫。武功高强，暗卫是荣王府的人吗？不清楚，武功在凤青鸾的贴身侍卫之上，眼见我们的人攻势太猛才现身，不知道他是否是荣王府的人。不管是不是，至少测出了这女人身边至少有2人保护，1明1暗。下去处理伤口。方知走后，谢瑜的心腹季心说道：幸好殿下派人去试探凤青鸾，没想到他还是个角色，以后要对付起来可能没那么容易。难怪荣王会喜欢上他，密切监视他的行动。是，殿下。翌日上午，凤青鸾给廖洛林查看完伤口，门从外面被推开，谢晋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一把将凤青鸾拥入怀中。有没有事？
没有，洛林受了点小伤，都无大碍。廖洛林还在熟睡，两人另寻了一间包间。暗夜将情况在信中说了，刺杀你们的刺客可能是长公主的人。大长公主是谁？她是陛下的姐姐吗？我没有听说过。是陛下的亲长姐谢瑜。20多年前，她和淮北皇子和亲去了北京，那时你还没出生。3年前她回国养老，也没生长，你不知道正常。我与大长公主素未谋面，无冤无仇，她为何派人来杀我？事关太子。谢晋将前几日谢瑜插手力保谢衡的事情与凤青鸾说了，凤青鸾明白了。谢瑜得知谢衡出事，特地从行宫回到京城，知道是谢晋抓捕的谢衡，偏袒谢衡对谢晋生了心思，所以来试探自己。大长公主偏心太子，超出了正常范围，禁足1年，惩罚太轻了，会不会有些太奇怪？她与皇后和太子之间有什么重大关联吗？25年前皇后生下了太子，3个月后谢瑜离开京城前往淮北，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谢衡。3年前谢瑜从淮北回到京城，是第一次和成年之后的谢衡相见。这样来看，姑侄之间培养感情的时间都没有，谈不上有深厚的感情。或许他们之间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这次抓住太子的罪证，却让他侥幸逃脱。大长公主应该知道这事没那么容易过去，她让人来刺杀我，说明我们已经被她盯上了。保持警惕，回京城之后多加注意，说不定他会有别的动作。我知道。吃过午饭后，下午一行人返回京城。回到侯府后，凤青鸾直奔侯老夫人的新住处。祖母，我回来了。近段时间祖母进得可香，睡得可好？好，祖母一切都好。倒是你，京城的谣言，你可有受到什么影响？在伦化郡可有受委屈？祖母放心，我没有事，这些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没事就好。皇家关系复杂，祖母不希望你卷入太多，相安无事视为最好。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侯老夫人知道他是个有主意的，没再多说。还有一事儿，3日后是永和伯爵府老夫人嫡长孙的新婚，康老夫人与祖母是故交，到时候你陪祖母一起去吧。好，青鸾陪祖母一起去。